嗨嗨！暗淡到极点的天空下，残骸血肉和燃烧灰烬的味道掩盖住了浓郁的血腥味。前方绵延到天际，尸山血海的尽头，数不清的敌军如同潮水一样，像是无穷无尽一样不停涌来。许然早已记不清自己战斗了多久，麾下那些誓死追随自己的大军也早已化为血土，倒在了这场和神奇的战争中。他的意识有些模糊了，支离破碎的断剑从他手中缓缓滑落，倒下的一瞬间，许然的视线中满是破败和疮痍，在昏暗无光的天空尽头，只剩下了一道道神奇和未知生灵的恢宏身影，那象征着无尽的绝望。正在扫描，正在验证身份信息，身份验证成功，进入游戏倒计时还剩57秒，56、55、54。许然猛然惊醒，呛人的血腥味似乎还在嘴里停留，那无休无止的厮杀声仿佛仍未消失一样，依旧在他的脑海中回荡。偏偏耳畔的提示音给许然一种格外熟悉的感觉，这是开服。许然瞳孔骤然一缩，此刻他正处于永恒的游戏舱中，距离开服也只剩下了几十秒。没猜错的话，他重生了。49、48、47，倒计时还在继续回荡，和前世一样。见证这一刻后，全世界都沸腾了起来。尊崇的地位，想要的一切，无穷无尽的生命，称霸万族乃至主宰万界的可能，这些都足以在蓝星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他们始终相信，一场属于自己的机遇即将在几十秒后到来。没人知道，为了永恒，人类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藏于各处的灾厄和危机，由神明掀起的终灭之战，内鬼和腐朽导致的联军覆灭，以及直面比神明还要可怕，代表着毁灭的可怕生灵。看到即将亲临的倒计时，许然目光逐渐坚定起来。这一次，他不仅要直面那一道足以斩碎位面的毁灭之光，更要抢占一切先机，直到成为凌驾于无数人之上的绝对主宰。3、2、1，倒计时结束，欢迎进入永恒世界。提示音中，许然开始创建角色，请您为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昵称。天选之人，请选择您的种族；人类，请选择您的职业。见习法师。说完这话，许然缓缓闭上了眼眸。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下一秒他便会出现在新手村之中，正在为您随机分配天赋，请稍后。正想着，提示音再次响起，许然心中升起了一阵熟悉的感觉。果然，和前世一样，开始随机分配阵营和新手村了。他嘴角微微勾起，只是不知道这一世我会随机到哪个阵营。还是曙光帝国好一些。正想着，他忽然睁开双眸。等等，随机天赋？根据重生之前的记忆，他可从来没听说过，竟然还会有随机天赋这回事。随机分配天赋成功，你获得了竞技天赋，10000倍奖励。正在进入游戏，没有任何反应时间，伴随着一阵白光闪过，许然眼前的一切轰然破碎，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雪白。来自遗忘的极寒之巅的冷冽寒风，似乎永远都不知道疲倦。空旷无垠的天空只剩下一片暗淡和寂静，只有寒风和玩家的喧闹声是例外。两种声音夹杂在一起，打破了这片冰封之地的寂静。兄弟，要不要一起玩？来个法爷组固定队。奶奶，你怎么和我一样都选了个血牛战士啊？放眼望去，覆满冰雪的新手村广场中挤满了各种职业的玩家。寒霜帝国第1165号新手村。许然眉头微皱，寒霜帝国又被前世玩家称为地狱级难度开局。这里终年冰封，环境恶劣，危机四伏，不仅生活资源稀缺，就连怪物的实力都远比其他区域可怕。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击杀奖励也相对丰厚一些。许然没料到，只是一个开局就出现了这么多的变数。他忽然想到了那个神秘的竞技天赋，或许是重生的缘故，自己似乎拥有了所有玩家都没有的特殊机遇。只希望这个唯一天赋能为前期带来足够的优势，不然可真就是炼狱级开局了。许然心中凛然，望向了天赋面板，10000倍奖励，类型天赋为1，品质竞技，效果10000倍奖励，获得奖励时可触发特殊效果，奖励会得到10000倍增幅。无冷却介绍，来自未知与神秘，足以令万物站立。根据前世的记忆，许然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没有任何玩家可以获得天赋，普通人能拥有的只有所选择种族的一些特点。比如在锻造方面，往往矮人会比其他种族有优势，像是力量增幅是兽人
这个种族的优势。等等，这些都只是玩家所选种族对应的血脉能力，许然也不例外。作为人类，他拥有掌握技能和提升熟练度方面的优势。唯一竞技天赋，许然神色动容。万倍奖励，也就意味着他所获得的一切奖励都会提升1万倍。就算是奖励只有1枚铜币，也能化腐朽为神奇，直接提升到1万铜币。不过，他必须先弄清楚一件事：这个竞技天赋增幅的是奖励本身，还是奖励的数量？两者的差距可是犹如天地之别。想到这里，许然望向了广场中央，前方不远处，新手村侦察骑士队长正忙碌地发放着新手礼包。抠门，一根新手武器，一件新手布甲，还 TM 好意思叫新手大礼包？差不多得了，新手布甲可以，没让你穿苦茬子锤怪就不错了。几分钟后，许然终于挤进了人群最中央，在周围玩家的一片哀嚎抱怨声中，他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奖励，静静望着背包中躺着的新手大礼包，许然目光凛然。新手礼包都是随机开的，获得什么全看运气，究竟能开出什么，就看下一刻了。此时，许然直接选择打开新手大礼包，提示正在开启新手大礼包，伴随着悦耳的提示音。下一刻，璀璨的光芒骤然浮现，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1万倍增幅。第2章史诗装备赤金级品质。望着熟悉的璀璨光芒，许然心中一阵舒畅。此刻，就连周围那群哭嚎的玩家也变得可爱了许多。在永恒这款游戏中，装备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暗金、紫金、赤金、传说、史诗、神器等不同的品质。不同品质的装备也有对应的色泽体现。谁会想到，在基本只出产新手套装的礼包中，能开出来赤金级装备？霎时，许然眼中浮现出激动之色。要知道，这还只是新手大礼包抽出的奖励，接下来还有1万倍增幅带来的效果。正想着，提示音再度响起，提示1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史诗级。提示你获得了史诗级装备死亡献祭之书。史诗，只有许然知道这件装备意味着什么。如果是赤金级装备，普通玩家在游戏中期也能有获取的途径，而像是传说、史诗和神器这种品质的装备，足以称之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按捺住心头激动，许然将目光落在了这件装备上。他很想看看这件装备的具体属性究竟有多么可怕。死亡献祭之书，史诗级，品质史诗级，类型装备可成长，部位辅助，装备于特殊装备栏，需求等级无级别限制，需求职业法系，效果1，来自死亡的祝福增加自身200点智力，穿戴后生效。效果2，来自死亡的祈祷增加自身70%魔法攻击力，穿戴后生效。唯一被动技能死亡献祭，每次击杀敌人将会献祭对方回复自身20%的魔力值和生命值。当前装备阶段第1阶段，装备进阶需求献祭1000头不低于自身等级的怪物，01000可使装备进入第2阶段，缩减唯一被动技能死亡献祭的冷却时间，增加装备全面效果。介绍：死亡目光低垂，扼断生机之喉。看到这件装备的瞬间，许然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来自1万倍奖励的效果，这足以称之为一场质变。200点智力， 75% 魔法攻击力，击杀目标不仅能恢复大量生命值和魔法值，还能不断积累献祭的死亡数目，从而让这件装备变得更强。最离谱的是，这是一件辅助装备，不占用装备栏，这足以证明这件史诗级装备的稀有。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选择穿戴。随后，许然直接望向了自身的属性面板。天选之人，等级1级，种族人类，职业见习法师，上位转职，所属阵营寒霜帝国，生命值300，体质 X30，魔法值6300，智力 X30，物理攻击力18，力量 X2，魔法攻击力735，智力 X2 后受死亡献祭之书被动影响，增加 75%， 力量9，智力210，体质10，敏捷9，物理防御力0，魔法防御力0，技能尚未学习，请尽快前往职业导师处学习。天赋1万倍奖励为1，装备死亡献祭之书，史诗级，新手法杖，初始自带。看到这里，许然的双眸熠熠生辉。210点智力，
足足735点的魔法攻击力。完成穿戴后，它的属性足以用暴涨来形容。接下来得抓紧时间了。一边说着，许然径直朝着新手职业导师的方向走去。如果没记错的话，所有人开局都能学习一个新手技能。几分钟后，提示：你掌握了初级职业技能书 LV 一兵刃术。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获得了高阶技能 LV1 疾冰风暴。刹那间，在一片璀璨光芒中，一个新的技能出现在了他的技能栏中。疾冰风暴，等级 LV1，类型高阶技能群攻。效果：通过引导自身魔力，使冰魔法元素产生共鸣，构建出极具破坏力的冰刃风暴，对指定区域敌人造成高额伤害。每道冰刃可造成 100% 魔法攻击力伤害，持续时间5秒，冷却时间40秒，消耗1000点魔法值。好家伙，这个技能的强度足以用超标来形容。无数冰刃席卷而去，每一段都有 110% 魔法攻击力加成，5秒时间足以爆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伤害。要知道，入门级的火球术也只有 120% 的魔法攻击力加成，而这个技能唯一的缺点就是耗蓝量有点高。不过这对于许然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关闭技能面板，许然沉思片刻，随后直奔教堂而去。如果没记错的话，在教堂中，玩家可以通过祈祷获得一个增益 buff， 显然这也属于奖励的范畴，应该能触发万倍奖励的增益。片刻不到，许然的身影出现在了新手村的教堂内，而刚走进此地，一道声音便从远处传来：尊敬的冒险者，是否愿意向冰霜女神祈祷，获得神明的祝福？在寒霜帝国这片土地上，神殿中矗立的是掌管霜雪的冰霜神奇神像，通过祈祷可以获得他的祝福。而许然抬起头，只看到一个身穿白袍的修女正注视着他。看到对方，许然礼貌的点头，随后便开始认真祈祷。片刻不到，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提示：由于虔诚的祈祷，你获得了来自冰霜神奇的祝福冰之愈合。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冰之愈合，许然知道其具体的效果。处于冰霜环境中，受到伤害时，冰元素会暂时封住伤口，使其缓慢愈合。虽然比不上生命系的增益 buff， 但也算不错了。只是不知道万倍增幅后的具体效果如何。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普通增益 buff 提升至永久珍惜增益 buff。提示：你获得了永久增益 buff 冰之眷顾。第3章疾冰风暴。伴随着提示音响起，周遭空气中游离的冰元素瞬间涌来，化作一片璀璨白色光点洒落而下。在一众修女的目瞪口呆中，漫天冰霜渐渐消散了，一道繁奥神秘的印记悄然浮现在许然的掌心。永久增益。许然连忙望向 buff， 想看看具体的效果。冰之眷顾，类型珍惜增益 buff， 持续时间永久。效果：在冰霜神奇的眷顾下，拥有者将无视寒冷带来的负面效果，迟缓、冻结等等，同时获得持续性魔法值恢复效果。所处环境越寒冷，魔法值恢复速度越快。介绍：神奇的眷顾。原本许然还担心疾冰风暴的耗蓝量问题，如今有了这个永久增益 buff， 他不仅能避免缺蓝情况，甚至还能做到究极火力覆盖，魔法值完全可以肆意挥霍。而且这个增益 buff 还能让他在寒冷环境下如鱼得水。神明的眷顾，恐怖如斯。不错。在众多修女崇敬的目光中，许然离开了教堂。新手村能榨取的资源基本无了，接下来要开始练级了。他很想看看如今的自己会造成多高的伤害。想到这里，许然直接朝着新手村外奔去。而此时的新手村外聚集了不少的玩家。兄弟们，有没有组队的？缺个奶妈？4等于1。我是法师，需要法师的邀请我。国服战士一拖5，只需要10铜币，需要的来。扫了一眼聚集在此地的玩家，许然摇了摇头，快速踏入了迷雾覆盖的野外区域。提示：你离开了新手村。提示：你发现了风霜山壑边缘区域。离开新手村后，一路直行，许然直奔怪区。沿途所及之处全都是浩浩荡荡的玩家，所有玩家都扎堆聚集在一级怪物刷新区域。蹲守、抢怪、骂仗、组队，这一幕幕场景都让许然倍感熟悉。扫了一眼之后，许然没有再犹豫，直接朝着自己的目的地奔去。他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抵达了5级怪物刷新区域。提示：你发现了副冰墓穴。嗷呜！
一阵阵狼嚎接连响起，似乎在宣告主权。这里虽然叫复冰墓穴，但却是5级怪物槟榔的地盘，槟榔群居，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倾巢而出，因此这里对目前的玩家来说，绝对是一处不折不扣的危险地带。取出开服自带的新手法杖装备上，随后许然继续朝着墓穴内部走去。没过多久，他便看到了一群槟榔正漫无目的的游荡在此地，而许然的目光直接落在其中一头槟榔身上。下一刻，对方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槟榔青铜级，等级5，种族冰霜巨魔氏族，类型青铜精英怪，生命值800，攻击力41，物理防御力20，魔法防御力15，技能寒冰刃扑咬。介绍：生活在复冰墓穴的槟榔。看到槟榔的属性面板，许然直接抬起法杖丢了一发疾冰风暴丢了出去。刹那间，空气中的冰元素纷纷涌来，一道道锋锐无比的冰刃顷刻间成型，来自冰霜的肃杀汹涌而出。呼！在呼啸的风霜中，一场犹如暴风雪一般的杀戮盛宴正式上演。负704，负703，负697，负704，负701。一道道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纷纷浮现在这几头槟榔的头顶，在其他玩家眼中代表着死亡的槟榔竟然一碰就碎，无数巴掌大小的冰锥携带着冷冽的寒气狠狠地嵌入了槟榔的身躯。一声声呜咽中，数十头槟榔的身躯倒在了霜雪之中。提示：你击杀了5级怪物槟榔，由于是越级杀怪，你获得了120%经验加成。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10000倍增幅。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2级，获得了3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3级，获得了3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一道道提示音接连响起，在10000倍奖励的增幅效果下，许然的等级飞速飙升，眨眼之间一跃到了5级。许然，他也预料到10000倍奖励会对经验生效，但当这种事真的发生了以后，却依旧心跳不已。他可清楚地记得，前世第一个抵达10级达成转职条件的玩家，好像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奖励。想到这里，许然握紧了法杖。接下来，许然没有犹豫，继续开始利用疾冰风暴技能刷槟榔。恐怖的疾冰风暴之下，无数槟榔被瞬间秒杀。而这时，一道道系统提示接二连三响起。提示：你击杀了3级怪物槟榔，由于击杀怪物等级较低，你获得的经验值将会缩减。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10000倍增幅。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6级，获得了3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7级，获得了3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10级，获得了3点自由属性点。提示：请玩家尽快前往主城完成职业转职。几乎是一瞬间，许然的等级便提升到了10级，即便他的等级远超3级槟榔，在10000倍奖励的增幅下，也足以获得海量经验了。10级达成。许然话音刚落，一片耀目的金色光芒迸发而出。开服以来，第一道世界公告出现了。世界公告：恭喜来自寒霜帝国1165号新手村的天选之人，成为首名晋升10级的玩家，将获得天道奖励。世界公告：恭喜！不仅如此，禁忌天赋也在此刻悄然生效。提示：由于你获得了天道奖励，请从装备、道具、技能等类别中选择一种奖励。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10000倍增幅。一连3道世界公告，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无数玩家见状，纷纷破口大骂。他们从开服就抢怪、刷怪，只为了抢先一步占据先机，直到现在才有寥寥几人升到了2级。第4章试炼副本，众人都想不明白，这个叫做天选之人的玩家究竟用了什么方式，竟然能在开服半个多小时就升到10级。可以说，这条世界公告的出现让无数玩家当场破防，甚至有不少人已然将天选之人定为了重点关注的对象。一时间，整个玩家群体都暗流涌动，而许然这边正看着眼前的奖励陷入沉思。装备、道具、技能，他需要从这3个类别中选择一个，随机获得相对应奖励。根据前世记忆，许然沉思片刻，便选定了自己所需要的特殊装备、道具和技能，后续还能有很多途径获取。而装备在前期往往是相当珍惜的物品。提示：10000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暗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传说级特殊装备冰霜远古巨龙之牙，
在看到提示的一瞬间，许然心中立刻浮现出了一道撼天动地的恢宏身影。冰霜远古巨龙，作为隐藏在寒霜帝国的一头传奇生物，常年盘踞在被遗忘的极寒之巅。传说，他曾经在一怒之下将一名半神吹成了冰屑，在整个永恒大陆堪称最巅峰的可怕存在。他的牙齿必然拥有极为恐怖的效果。冰霜远古巨龙之牙，类型：特殊装备，品质：传说级，主动效果：持有者主动激活冰霜远古巨龙之牙，可对目标造成震慑效果，使其陷入一定时间的混乱状态，持续时间随目标实力而改变，冷却时间5分钟。被动效果：来自巨龙的威严可以让持有者免疫一定程度的精神控制、读心术、魅惑术等等，有几率对其造成恐惧反噬，效果随双方等级差而改变。介绍：来自远古巨龙的气息将获得巨龙一族的亲近。果然没有猜错，这件特殊装备的效果堪称可怕。主动效果可以提供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控制技能，被动效果更是极大程度上增加了自身的精神抗性。想到这里，许然关闭了眼前的面板，望向了背包之中。就在刚刚，他拾取了槟榔的掉落物品36枚铜币，即便爆率感人，但在万倍奖励的增幅下，他依旧获得了足足36枚金币。这在游戏前期堪称是一笔巨款，而目前来说，他前期的规划已经彻底完成，接下来要去主城尽快完成转职任务才行了。想到这里，许然转身快速朝着新手村奔去。几分钟后，许然顺利抵达新手村。而在许然抵达新手村后，他第一时间来到了新手村的传送阵前。这个传送阵只要玩家满10级便可以免费传送前往主城，而现在许然刚好满足这个条件。想到这里，许然毫不犹豫踏上了前往主城的传送阵。一阵白光闪过，许然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传送阵中。你发现了新区域，冰封城。在提示音中，许然没有耽误时间，直奔职业导师所在的方位。片刻后，冒险者，你确定要开启转职试炼吗？身穿着法师长袍的老者盯着许然问道。玩家10级后，第一次转职需要开启试炼副本，通关后才能获得转职凭证，而根据副本难度不同，玩家有几率获得隐藏或者特殊的转职凭证。此时，许然点了点头说道：帮我开启吧。魔法导师点了点头，直接大手一挥，一个巨大的法阵出现在许然面前。而这时，一道道选项互相在许然眼前，请选择试炼副本难度：1. 黑铁级， 2. 青铜级， 3. 白银级， 4. 黄金级， 10. 神话级。看到这些选项，许然毫不犹豫选择了最高的神话级。下一刻，在魔法导师惊骇的目光中，许然踏入了传送阵中。提示：你开启了转职试炼副本。提示：当前难度为神话级，请谨慎应对。提示出现的瞬间，许然出现在了一处昏暗的洞窟之中，极度的寒冷让这片洞窟遍布万载坚冰。寻常玩家一旦踏入，便会立刻陷入迟缓、冻伤的状态，但在永久增益 buff 冰之眷顾的作用下，许然浑然不惧周遭严寒，如履平地。而他望向前方，映入眼帘的是一头正躺在洞窟尽头的人形生物，其恢宏的身躯足足有数米之高，身穿寒霜铠甲，手持冰霜利刃，看上去就不好招惹。此刻似乎是察觉到了生人的气息，庞然大物耸着鼻子嗅了嗅，逐渐苏醒了过来。而这时，对方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在许然眼前。冰霜巨魔领主卡恩，等级15，种族冰霜巨魔氏族，类型传说级 BOSS， 生命值50000，50000，攻击1500，物理防御400，魔法防御350，技能强力挥击、霜雪庇护、霜冻之矛、巨魔践踏。介绍：来自冰霜巨魔氏族的一位领主，会敲碎叨扰他休憩之人的头颅。冰霜巨魔15级的传说级 BOSS， 堪称所有玩家心中的恐惧之源。望着眼前这头手持冰霜巨剑的庞然大物，许然握紧了法杖。趁着冰霜巨魔领主还没有完全苏醒，他开始引导技能，没有任何犹豫，一出手，许然便发动了高阶群攻技能极冰风暴，1000点魔力顷刻消失。呼吸之间，空气中丰沛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冰元素争相涌来，1道、2道、3道，数之不尽的冰刃从 BOSS 周遭浮现而出。冰霜肃杀，极冰风暴，呼！漫天风霜飘摇而起，携带着无尽锋锐威势的冰刃纷纷斩落，如同暴风雪一般，将冰霜巨魔笼罩在内。-554，-549，-551，-552，
-544。在等级提升到10级后，许然将所有自由属性点都加在了智力上。即便 BOSS 拥有足足350点魔法防御，他依旧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额伤害。而且，原本 BOSS 体型巨大的优势，此时反而成为了一个致命弱点。这也使得疾冰风暴打出的冰刃尽数斩在了他的身上。一时间，他的头顶冒出了一片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值，绵延不绝。5秒过后 ，BOSS 原本5万的血量，竟然只剩下了1万出头。轰！被彻底激怒的冰霜巨魔领主挥舞着手中冰霜巨剑，狠狠地向许然斩来。但下一刻，他却愣在了原地。来自冰霜远古巨龙之牙中迸发的气息，携带无穷威压席卷而来。主动效果激活，震慑。随后，冰霜巨魔领主便陷入了无尽的混乱之中。等他再度恢复清醒，赤红的眼眸瞬间睁大，里面全是难以置信。疾冰风暴再次砸下，轰！即便是传说级 BOSS 也再也无法扛不下这么高额的伤害。随着一阵轰鸣，他沉重的身躯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提示：你成功击杀了15级传说 BOSS 冰霜巨魔领主，完成了本次试炼副本。提示：由于你选择了神话级别的难度，将获得的神话级转职凭证。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神话转职凭证级提升至永恒唯一级别的转职凭证。第5章永恒法师。提示：你获得了永恒唯一级别的转职凭证，满足转职条件，是否转职为永恒法师？永恒唯一。许然心中一阵骇然，显然他还是低估了万倍奖励的丰厚程度。确定转职，永恒法师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要清楚。话音刚落，数之不尽的璀璨光芒洒落而下，神秘晦涩的奥义符文，如同海一般深邃的魔法波动，从他的身躯中浮现。提示：转职成功，你已获得永恒唯一职业永恒法师。提示：恭喜玩家天选之人完成第1次转职，等级上限将解锁到30级，抵达30级后会解锁职业2次进阶任务。缓缓睁开眼眸，许然双目异彩连连。转职后，他的属性又发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改变。天选之人，等级10级，种族人类，职业一传永恒法师永恒唯一，所属阵营寒霜帝国，生命值1200，体质 X40，永恒法师专属加成，魔法值13000，智力 X50，永恒法师专属加成，物理攻击力58，力量 X2，魔法攻击力1820，智力 X4，永恒法师专属加成，受死亡献祭之书被动影响，增加 75%， 力量29，智力260，体质30，敏捷29，物理防御力50，魔法防御力50，暴击率 20%， 永恒法师专属加成。技能：疾冰风暴永恒奥义法则亲和。天赋：万倍奖励唯一。装备：死亡献祭之书，史诗级新手法杖，初始自带远古冰霜巨龙之牙。生命值、魔法值、魔法攻击、智力以及暴击率都拥有了永恒唯一职业的专属加成。将自由属性点分配到智力上，再加上升级的固定属性提升，转职成为永恒法师后，许然目前的属性变化足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2个专属技能：永恒奥义，类型永恒法师专属技能，效果掌握后自身所有技能冷却缩减将提升 40%， 释放速度提升 50%， 魔法恢复提升 50%， 被动技能无冷却。看到这个技能，许然心中一阵惊骇，不愧是永恒唯一级别的职业。永恒奥义这个被动技能不仅提升了他的冷却缩减，让技能释放频率大大增加，还极大程度的提升了技能的释放速度。在魔法值的恢复速度方面，他也获得了 50% 的额外提升。这一增益足以让他的火力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梦魇。想到这里，许然又望向了另一个技能：法则亲和，类型永恒法师专属技能，效果掌握后可极大的提升自身元素亲和力，并且在释放技能时能够与所对应法则产生共鸣，可无视目标一部分防御力，被动技能无冷却。如果说永恒奥义提升了他释放技能的频率，那么法则亲和这个技能便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他的伤害上限。穿透，两世为人的许然自然清楚穿透类属性的珍惜程度。穿透属性和冷却缩减一样，2个属性都是所有玩家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甚至到了游戏后期，那些极其稀有的装备
都未必能提供这些词条，这足以证明这个技能的可怕之处。看了一眼自身堪称爆炸的属性，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职以后，他的等级上限获得了提升，当自己升到30级的时候，便会开启职业的2次进阶任务。届时，一旦完成职业的2次进阶，他的实力将如同滚雪球一般，会发生更为恐怖的变化。所以他必须趁着其他玩家尚未成长起来的时候，利用前世的珍贵经验，让这个雪球彻底滚动起来。主城，想到这里，许然略一沉思，忽然想起来了一件事。前世曾经有一名走了狗屎运的玩家，接到了一个 S 级唯一任务，任务触发地点就在主城的佣兵公会。佣兵公会，许然握紧手中法杖，头也不回地朝着佣兵公会走去。不多时，轻车熟路，许然抵达了目的地。提示：你发现了佣兵公会。刚进门，许然就看到了一名身穿精致轻铠甲的 NPC， 这道飒爽又绝美的身影，他相当熟悉。暴风大剑士希尔，是前世佣兵公会的总会长，而如今现在刚开服的他，还只是佣兵公会的一名接待。看到许然，希尔冲着他甜甜一笑：尊敬的冒险者，是否愿意加入佣兵公会，开启你的冒险之旅？许然礼貌的点头：是的，我愿意成为一名佣兵。很快，在希尔热情的帮助下，他成功注册成为了一名佣兵。提示：恭喜玩家天选之人加入佣兵公会，佣兵任务已开放，请查看详细内容。提示响起，佣兵公会的任务栏瞬间浮现出了一大片字迹：悬赏奥尼奶奶的发夹1级任务，委托铁匠铺的水源危机1级任务，委托烦恼的炼金术士D级任务，悬赏寻狗启事 F 级任务，招募树精丛林边缘区域探险D级任务。这些都是可以从佣兵公会接取的任务，任务难度和奖励丰厚程度从 S 级、A 级、B 级向下递减，一直到最简单的 F 级不等。一般像是 C 级以下的任务，大多数都会奖励铜币、药水、食物等等，幸运的话顶多会有点低品质的装备。想要获得技能书、珍稀道具以及宠物和稀有材料等好东西，必须接受更高稀有度的任务。S 级任务的奖励最为丰厚，只有许然知道，在这些任务里面还隐藏着一个 S 级任务。大概用了1分钟的时间，他从繁多的任务中找到了这个稀有度为 S 级的任务。提示：是否接受唯一任务探查埋骨之地 S 级？许然没想到探查埋骨之地 S 级竟然还是个唯一任务，这也意味着一旦被他接到，这个 S 级任务将不会再出现。想到这，他果断选择了接受。第6章沉睡的骸骨。提示：你已接取唯一任务探查埋骨之地 S 级，请前往区域埋骨之地进行探查。任务接取成功。许然没有停歇，直奔城南方向而去。伴随许然的脚步，来自埋骨之地的幽夜冷风携带着王者独有的腐败气味不断吹拂而来，地上散落的残骸白骨更是让周遭充满了诡异，就连天空此刻都显得格外暗淡。提示：你发现了埋骨之地。提示：当前区域为高危区域，请谨慎应对。埋骨之地是位于主城南郊的一处险地，这里危机四伏，谁也不知道其中究竟隐藏着多少亡灵生物。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森然白骨。当许然踏入埋骨之地的一瞬间，提示音便悄然响起。提示：你的气息惊扰了沉睡的骸骨，王者即将复苏，请做好战斗准备。咔咔咔，地上散落的骸骨开始逐渐蠕动起来。沉睡的王者苏醒了。魔化骸骨战士，青铜级，等级15，种族不死族，类型青铜级魔化精英怪，生命值3500，攻击力189，物理防御力75，魔法防御力180，技能迅猛连斩、死亡拥抱、眩晕一击。介绍：游荡在埋骨之地的骸骨生物，对生者有难以缓和的厌恶之情。骸骨生物，在看到怪物属性的一瞬间，许然就做好了战斗准备。前世他可没少和这种骸骨生物打交道，高额的魔法抗性，令人恶心至极的眩晕控制技能，让无数近战玩家饱受折磨。再加上迅猛连斩这种爆发技能，就连远程职业玩家稍有不慎也会被突袭秒杀。因此埋骨之地也成为了游戏前期玩家心中的噩梦。但他却丝毫不惧，数了一下，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魔化骸骨战士数量不多不少，正好5名。凭借娴熟的走位技巧，许然瞬间完成了拉怪卡位，将这些魔化骸骨战士都引到了一堆，开始引导技能。
疾冰风暴，释放！在成功转职为永恒法师后，许然的释放速度提升了一大截。嗡！瞬息之间，一道道数不清的冰刃符现在了魔化骸骨战士周围，散发出了刺骨的寒意。一道道锋锐无比的冰刃狠狠地砸在了怪物的身上。-1912，-1924，-3868，暴击！-1908，-1913。当坚冰撞上骸骨，无数冰元素争相迸发，一道道恐怖的伤害从魔化骸骨战士的头顶不断浮现，密密麻麻，绵延不绝。瞬息之间，5只怪物全数秒杀。提示：你击杀了15级怪物魔化骸骨战士，由于是越级杀怪，你获得了120%经验加成。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11级，获得了6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你的天赋效果触发，连升2级。不愧是唯一永恒级别的特殊职业。许然发现自己转职成为永恒法师后，升级附带的自由属性点足足翻了1倍。不仅如此，他获得了一件白银级装备。提示：你拾取了精致的术士法袍。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获得了闪耀的智慧法袍，万倍奖励触发。这件白银级的法袍摇身一变成为了紫金级装备。闪耀的智慧法袍，需求等级10级，品质紫金级，类型防具，部位上衣，需求职业法系，生命值加1000，魔法值加1500，智力加32，物理防御力加109，魔法防御力加102，装备耐久度41%，装备技能智慧启发，释放该装备主动技能，可指定选择自身一个技能，增加其50%伤害，持续时间3秒。装备技能冷却时间3分钟。介绍：来自大魔导师奥尔兹的智慧启发，可以让持有者大杀四方。不愧是可以让持有者大杀四方的好东西。这件装备不仅提供了高额的属性加成，让许然的智力提升到了304点，加上自由属性点，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堪称恐怖的技能，指定一个技能，增伤50%。虽然持续时间只有3秒，但有职业被动永恒奥义的释放速度加成下，足以打出数个技能了。这意味着他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出爆发，前提是魔法值一定要跟得上。正想着，前方忽然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许然抬头一看，瞳孔骤然一缩，只见一头浑身缭绕死亡灰雾的骸骨生物正一步步朝着这边走来。不曾犹豫，许然开启了侦查术。魔化骸骨统领，白银级，等级15，种族不死族，类型白银级魔化 BOSS， 生命值14000，攻击力413，物理防御力254，魔法防御力309，技能死亡侵蚀光环，死亡之拥，嗜血狂暴。介绍：游荡在埋骨之地的骸骨生物统领，发誓要将所有生灵变成尸体。看到魔化骸骨统领属性的一瞬间，许然就已经做出了反应。开刷！拥有魔化白银级首领 BOSS 的面板，魔化骸骨统领拥有高达14000点的生命值上限。对于其他玩家来说，将是一个绝望的数字，但许然却不管那么多，自己刷爽了就已经足够。接下来，他不断的引导技能疾冰风暴，魔法值如同抽水一般不断下跌。轰轰轰轰，伴随着寒风呼啸，铺天盖地的疾冰风暴迅速降临在了方圆30米的范围内。-3012，-2925，-3060，-2990，-2991，智慧启发增伤效果开启。疾冰风暴带来了极其恐怖的伤害数值。一轮爆发过后，魔化骸骨统领发出了最后一声嘶吼，身躯不甘地砸在了地上。提示：你击杀了15级白银 BOSS 魔化骸骨统领，由于是越级击杀 BOSS， 你获得了120%经验加成。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13级，获得了6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你的击杀 BOSS 带来了丰厚的回馈，许然的等级直接飙升到了15级的高度。同时，世界公告再次响彻云霄，引得无数玩家纷纷瞠目结舌。世界公告：恭喜天选之人成功拿下了 BOSS 魔化骸骨统领的首杀，将获得天道奖励。世界公告：恭喜！在世界公告回响的时候，许然已经拾取了 BOSS 的掉落，万倍奖励再次触发。这次他又获得了一本技能书。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
提示：你获得了高阶技能 LVE 寒霜护盾。学完了技能，许然直接望向了世界公告带来的天道奖励。第7章，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作为白银级野外 BOSS 的首杀奖励，在品质上肯定不会太差。这一次的天道奖励依旧有多种该选择，分别是装备、道具和技能。想到这里，许然想先看看寒霜护盾这个技能的具体效果，然后他再决定是否选择技能奖励。寒霜护盾，等级 LV1， 类型高阶技能，增益。一段技能效果，通过引导自身魔力，使冰魔法元素产生共鸣，汇聚出由3柄寒霜之矛构成的护盾，可吸收自身 40% 生命值的伤害，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60秒，消耗1500点魔法值。二段技能效果，在寒霜护盾持续期间，可主动释放护盾中汇聚的寒霜气息，对周围敌人造成高额伤害，每道寒霜之矛都可造成 120% 魔法攻击力伤害，并且施加减速效果。注：被3枚寒霜之矛命中的敌人将陷入冰冻状态，持续时间6秒。许然直呼卧槽！万倍奖励带来的技能寒霜护盾不仅能够提供一个高额护盾，同时还是一个高额的攻击技能。3段伤害，每一柄寒霜之矛都能打出 150% 的魔法攻击伤害，再加上迟缓和冻结效果，这个技能堪称完美。看来只能从装备和道具中选择了。思索了一会，许然选择了装备。提示：你选择的天道奖励为装备，正在发放中。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暗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传说级装备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传说。类型：装备。部位：吊坠。品质：传说级。生命值正 30%， 按属性抗性正 50%。主动效果：主动激活装备力量，持有者将获得真实效果，无视周围500米范围内所有生物的伪装，并且可以锁定敌人具体位置。被动效果：当持有者抵达位于深渊殿堂时，将开启阿里托亚的试炼，可学习一门禁咒。介绍：阿里托亚的眼眸勘破一切无杂，不愧是传说级装备。看到奖励一瞬间，许然心中一阵舒畅。传闻中的魔神阿里托亚，作为邪恶深渊阵营的领袖，阿里托亚拥有难以形容的法术造诣，增加 30% 的生命值，提高 50% 的暗属性抗性。对于许然来说，这件装备甚至比更高品质的史诗装备都要重要，因为除了拥有透视效果的真实之眼之外，他还可以学习一门禁咒。他很难想象，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禁咒会被增幅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深渊殿堂，抬头望向遥远天际，许然眼中浮现出了浓郁的战意。时间紧急，必须赶在所有人前面，将能搜刮到的一切都尽数收入囊中。真实之眼开启，霎时许然视野骤变，天空、大地、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在一瞬间褪去了色彩。提示：检测到敌对怪物，是否锁定怪物位置？锁定。他话音刚落，1道、2道，方圆500米内的所有生灵全都化作一道道血影，浮现在他视野之中。无比醒目，开始练级。接下来，埋骨之地中上演了一场血腥而极具暴力美学的杀戮盛宴。在真实之眼的锁定下，那些埋葬在泥土中的骸骨生物全都被他冻成冰屑。提示：你击杀了15级怪物魔化骸骨战士。提示：你击杀了15级怪物魔化骸骨法师。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击杀了15级怪物。提示：在寒霜护盾和疾冰风暴毁灭般的攻击下，一道道骸骨生物接连倒在许然的脚下。提示：你的等级升到了16级，获得了6点自由属性点。提示：由于等级超过了怪物，受到了经验衰减的惩罚。当他等级提升到17级的时候，即便拥有万倍奖励的增幅，也只能获得寥寥无几的经验了。幸好任务完成了。提示：你击杀的骸骨生物已达100数目，任务探查埋骨之地 S 级，完成条件已满足。接下来他只需要返回佣兵工会，就能领取这个唯一任务的奖励了。接下来许然开始摸尸，击杀怪物带来的丰厚奖励让他的金币不断飙升，同时还收获一些装备和药水。这一次他的运气并不算太好，这几件装备分别对应着战士、骑士、牧师、盗贼和猎人等数个职业，不过价值却相当不俗。收起掉落，许然没有返回主城。根据前世的记忆，许然记得埋骨之地中还有一个隐藏副本，好像就在附近。几分钟后，许然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前方。
在阿里托亚真实之眼的作用下，他发现了藏匿于阴影之中的敌人——燃烧亡灵骑士黄荆棘。等级15，种族不死族，类型黄荆棘 BOSS， 生命值18000，攻击力517，物理防御力291，魔法防御力345。技能战争践踏、死亡冲撞、火焰护盾。介绍：守护神秘副本的亡灵骑士会驰骋最心爱的战马，将敌人碾碎。黄荆棘守护 BOSS， 可遇不可求。动手！没等燃烧亡灵骑士起身上马，许然率先发难。疾冰风暴发动，彻骨寒风呼啸而来，漫天冰元素开始不断翻涌，化作一片如同阴云般的冰刃风暴。无数冰刃携带难以阻挡之势，一道又一道，尽数轰向了燃烧亡灵骑士以及他最爱的马。提示：你发现了一个未知副本。提示：你惊扰到了沉睡中的守护 BOSS 燃烧亡灵骑士，请做好战斗准备。提示：击败守护 BOSS 后，可开启该隐藏副本。这时提示音才姗姗来迟，但疾冰风暴却早已落下。轰！如同庞然大物的燃烧亡灵骑士被当场砸懵。咔咔咔！趁他病要他命，一道道冰霜再次汇聚而来，化作3道寒霜之矛，缭绕在许然的周遭。他游走在阴森腐朽的埋骨之森，不断挥舞手中法杖，魔法值像是不要钱一样尽情的挥霍。在诸多增益效果作用下，一道道令人战栗的伤害数值不断冒出：负3012，负2814，负2960，负3015，负3002。娴熟到令人瞠目结舌的走位和护盾，配合着成片成片恐怖的伤害，给许然带来了无可挑剔的技能打击感。几秒后，风雪消散，天气渐晴，如同庞然大物一般骇人心神的 BOSS， 那18000点的血条直接见底，完成击杀。世界公告：恭喜天选之人成功拿下了守护 BOSS 燃烧亡灵骑士的首杀，将获得天道奖励。世界公告：恭喜！卧槽，就 TM 的离谱，刚开服这几条公告了，都是这个币弄出来的。天选老板，有兴趣加入夜雨公会联盟吗？这边我让会长和您联系。哥哥看我，御姐殷加黑丝，欢迎验货哦。附件视频点 MP4， 大佬还收小弟不？世界公告再次出现，和以往不同，这个公告出现的瞬间，全世界玩家都陷入了震惊状态。有人惊愕，有人跪舔，有人彻底破防，继而破口大骂。不少大型势力纷纷做出了反应，一边派高层管理和许然接触，一边暗中调查他的底细。一时间，暗流涌动。提示：你成功击败了守护 BOSS， 是否进入副本？和世界频道中的喧嚣不同，埋骨之地一片寂静，拒绝了无数人的好友申请。许然一脸淡定地望向了逐渐浮现而出的副本大门，选择了确定。第8章：拨弄命运的筹码。副本大门正在激活，许然趁此机会快速拾取了地上的掉落。提示：你获得了死亡冲撞技能书。提示：触发唯一永恒及天赋万倍增幅。可惜是一本骑士技能书，许然有些惋惜，但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毕竟掉落不可能全都和法系职业完全吻合，那这样的话，其他职业玩家怎么活？接下来，他兑换了天道奖励。这一次，他选择的类型还是装备。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暗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传说级装备命运筹码。命运筹码，前世的强化神器。许然的眼中立刻浮现出一阵欣喜。命运筹码，传说，类型特殊装备，品质传说级。唯一效果：主动激活装备中蕴含的命运之力，有 30% 的几率进入幸运眷顾的状态，有 10% 的几率进入厄运眷顾的状态， 60% 的几率无事发生。持续时间5分钟。介绍：真的猛士往往敢于拨弄命运的筹码。看到特殊装备的一瞬间，他直呼赚妈了。这个命运筹码是极其稀有的命运类特殊装备，有 30% 的几率获得幸运眷顾增益，可大幅度提升自身幸运值。像是攻击、强化、锻造、交互等等动作，都在作用范围内。前世有一名叫琉璃雨的玩家，他能被称为强化之神，正是凭借幸运眷顾，将一柄传说级武器强化到了19级，堪称逆天。至于厄运眷顾，10%的触发几率，要是每次都厄运缠身，那纯纯的黑鬼附体。轰！忽然一阵巨响打断了许然的思绪。副本激活了，许然只觉得眼前一花，下一刻他消失在了原地。提示：
你进入了隐藏副本雕王者墓穴。注意，该副本为紫金级装备副本，请做好战斗准备。昏暗、腐朽、浓郁的死亡气息。提示音刚刚消散，许然就出现在了一处昏暗无光的墓穴之中。装备副本，许然环视一周，喃喃自语。在永恒这款游戏中，副本也分为很多种类型，比如经验副本，顾名思义，击杀怪物或者通关副本，玩家就会获得丰厚的经验。同理，还有材料副本、装备副本、道具副本和金币副本等等，这些副本都能获得对应的各种奖励。而雕王者墓穴则是产出紫金级品质套装的装备副本，但对许然来说，这里还有更加值得重视的掉落。只要成功通关，他就可以获得副本首通奖励套装进阶时传说，这是可以让紫金级套装直接进阶为传说级套装的道具。想到这，许然望向了墓穴深处，顺着视线望去，一座造型古朴的宫殿率先映入眼帘。在死亡气息氤氲而成的黑雾笼罩下，这座宫殿显得有些阴森瘆人，空气中充满了寂静。只有2道手持长弓的庞大雕像矗立在宫殿门口，如果是其他人，或许就上当了。许然没有贸然上前，反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在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作用下，死气沉沉的雕像身上散发出了夺目的猩红色光芒。雕王者护卫，等级20，种族亡灵族，特殊类型，类型紫金级精英怪物，生命值8000，攻击力508，物理防御力392，魔法防御力386，技能破甲劲使眩晕之剑，死亡雕王之剑。介绍：雕王者护卫永远都在执行着生前最后一条命令，击杀一切入侵者。看到怪物的属性，许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不愧是隐藏副本的紫金及精英怪，也就血量低了一些。其他的无论是攻击或者是技能，雕王者护卫都足以和一般的 BOSS 一较高下了。尤其是防御，换成其他玩家恐怕连破防都有些困难，堪称离谱。但是许然可不管其他玩家怎么开荒，他就早已经手痒难耐，渴望打架了。寒冰护盾开启，疾冰风暴发动。他话音刚落，刺骨寒风骤起，3根冰蓝色的锋锐长矛缭绕在他的身畔，更有数之不尽的冰元素尽数在空气中翻涌升腾，化作一片令人战栗的暴风雪。雕王者护卫有着令人绝望的防御，既是优点也是弱点。只要趁着他还没苏醒，破坏覆盖在其体表的石块，就能砍掉那该死的防御。轰！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疾冰风暴凝聚而成的万千冰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然砸落。砰砰砰！锋锐冰刃瞬间切向古朴雕像，咔嚓咔嚓！疾冰风暴迸发出了骇人的破坏力，不到2秒的时间，怪物身上厚厚的石块寸寸崩碎开来，支离破碎。提示：你成功摧毁了雕王者护卫的防御，同时也惊醒了敌人，请做好战斗准备。杀！拉弓引箭，2个雕王者护卫怒不可遏，齐刷刷地发动了攻势。然而许然却无比冷静，随着石块崩碎，雕王者护卫的防御值直接清零。此时恰好是击杀他们的最佳时机。增伤开启，许然无比冷静，抬手又是一发疾冰风暴丢了出去。-4612，-4615，-4618。这一次，在装备技能智慧启发的50%作用下，万千冰刃纷纷打出了致命般的伤害。电光火石之间，这2只紫金级怪物当场暴毙。提示：你击杀了20级紫金级精英怪雕王者护卫，由于是越级击杀 BOSS， 你获得了120%经验加成。提示：你击杀了。没有犹豫，许然果断激活了命运筹码传说的唯一效果。提示：你成功触发了命运筹码特殊效果幸运眷顾。提示响起，2道璀璨光芒浮现而出，毋庸置疑，这是紫金级装备特有的光泽。提示：你获得了雕王者大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紫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死亡凋零大剑。第一个紫金级装备是战士的武器，属性很强，只可惜不是传说法杖。摇了摇头，许然将这根传说法杖丢入背包，紧接着他的指尖触向了旁边那一抹紫金色光芒。下一刻，令人愉悦的提示音响起，提示：你获得了雕王护手。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紫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传说级套装部位哀歌之师护手。看到这里，
他心脏猛地一跳，出货了！万倍增幅带来了一件法系职业传说级套装散件哀歌之师护手。第9章哀歌之师套装。哀歌之师，许然脸上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万倍增幅和命运筹码同时生效，竟然让他获得了一件极品装备。哀歌之师护手传说，需求等级20级，需求职业法系，品质传说，类型防具，部位手部，生命值加2900，智力加100，物理防御力加229，魔法防御力加232，释放速度正40%，装备耐久度5252，装备技能哀叹之手可构建出一道巨手虚影，可对选中敌人造成束缚效果，并且造成高额伤害，300%魔法攻击力加成，持续时间8秒。装备技能冷却时间3分钟。注：被束缚期间，敌人每秒将扣除10%的魔法值。介绍：来自生命的诗篇，奏响即将逝去的哀歌。哀歌之师套装属性：一件无视10%防御，3件增加15%属性抗性，5件缩减25%控制时间，7件奏响哀歌之师有30%几率造成双倍伤害，可与暴击叠加。许然发现，哀歌之师套装竟然完美的对应着防具的7个部位。在永恒中，玩家的防具装备分为头盔、上衣、护手、护肩、腰带、护腿、鞋子，一共7件。除此之外，可穿戴的首饰为2枚戒指、项链和手镯，还有武器、披风和辅助装备等。总的来说，套装属性相当极品，不仅包含了无视防御、属性抗性、增加免控时间，凑齐7件套还能提供双倍伤害，简直离谱。只可惜，许然现在的等级只有18级，暂时还无法穿戴。不过，许然抬头望向古朴的青铜宫殿大门，眼中浮现出了一抹战意，很快就可以满足了。他话音刚落，刻满神秘铭文的宫殿大门发出了沉重的轰鸣，轰隆隆。随着大门缓缓开启，这座宫殿里的场景此刻尽收眼底。朝着大殿深处望去，除了镜头被昏暗笼罩的恢宏王座，沿途还矗立着2排庄严肃穆的恢宏雕像，华丽、精致、绝美。整座宫殿犹如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但在这份绮丽奢华中却没有一丝生机，充斥其中的只有浓郁到近乎实质化的死亡气息。没有犹豫，许然故技重施，直接甩出了一发疾冰风暴，目标宫殿内的所有石像。轰！暴风雪席卷而来，将石像表面的石块尽数崩碎，石像的防御力此刻瞬间清零。提示：你惊醒了沉睡中的凋亡者禁卫，敌人即将苏醒，请做好战斗准备。提示：你惊醒了沉睡。刹那间，矗立在宫殿中的恢宏石像全都开始簌簌作响，猩红世人的眼眸，锋锐沉重的巨剑全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凋亡者禁卫和之前击杀的凋亡者护卫不一样，这些手持沉重巨剑的贵爱武虽然也都是紫金级精英怪，但属性却提高了20%左右，似乎获得了某种神秘气息的强化。我会斩碎你的头颅，抽干你的骨髓。宫殿尽头的王座传来了一阵难听至极声音，犹如恶魔在低语。BOSS！ 许然心中波澜不惊，看样子必须先解决掉这群凋零者禁卫，才能迎战真正的 BOSS 了。咚咚咚，沉重的脚步响起，整整28道恢宏身影直奔许然而来，他们挥舞着手中巨剑，发出了沉闷的嘶吼。入侵者，死！面对怪物的脚步，许然激活了传说级装备冰霜远古巨龙之牙，主动效果来自冰霜远古巨龙的威压震慑。瞬息之间，一股可不到令人战栗的气息陡然降临，龙威震慑。沿途所有被笼罩其中的石像犹如被按下了暂停键，此刻全都陷入到了混乱状态。把握时机，许然瞬间火力全开，寒霜护盾开，智慧启发开，命运筹码开，万千冰刃顷刻浮现，来自群攻魔法疾冰风暴的攻势此刻降临。目前许然已经升到了18级，即便受限于等级，他还无法穿戴哀歌之师护手，但升级附带的自由属性点和固定成长属性让他的智力暴涨到了400点，相对应的，他的魔法攻击力也攀升到了2800点。疾冰风暴引导成功，万千冰刃混在彻骨的寒风中，如同凄美的暴风雪，以不可阻挡之势朝着怪物砸去。负4619，负9224，暴击伤害；负9218，暴击伤害；
负4613，负9220，暴击伤害。一片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从雕王者禁卫的头顶旗刷刷跳动。由于许然激活了命运筹码这个传说级装备，幸运眷顾生效，这片伤害数值其中一大半都是暴击伤害。轰轰轰！方圆几十米内传来了一阵阵由雕王者禁卫发出的痛苦哀嚎。许然手持法杖站在疾冰风暴的边缘，将任何企图反抗的怪物全都逐一处决。几秒后，雕王者禁卫尽数覆灭。提示：你击杀了20级紫金级精英怪雕王者禁卫，由于是越级击杀 BOSS， 你获得了 120% 经验加成。提示：你击杀了。绵延不绝的击杀喊话仍旧在跳动不休。许然身上迸发出了一道道刺目金光。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19级，获得了6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你的20级突破、21级突破、22、23、24级突破。在唯一天赋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的等级竟然直接飙升到了24级。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来自掉落的万倍奖励还在等待着他。不错的法术波动。宫殿尽头 ，BOSS 难听的低语声再次传来。只可惜，终将成为我的剑下亡魂。聒噪，幸运眷顾的效果马上就要消失了。许然可没工夫闲扯，当着恢宏王座上的那道阴影的面，动作娴熟的开始了摸尸大业。至于 BOSS 说的话，直接无视。拾取，万倍奖励生效，获得哀歌之师法袍传说，万倍奖励生效，获得哀歌之师长靴传说，万倍奖励生效。随着许然的动作，尸体中爆出来的整整21件紫金级装备，此刻竟然全都泛起了传说级独有的光芒。第10章厄运眷顾，等级飙升。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紫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传说级套装部位哀歌之道铠甲。随着最后一道提示音消失，地上的所有掉落都被许然收入囊中。凭借幸运眷顾，这一次的掉落比正常情况至少多出了1倍。许然暗暗啧舌，乖，谁会想到他竟然能一口气获得21件传说级装备，其中哀歌之道、哀歌之愿、哀歌之语、哀歌之气等等，分别对应的是战士、骑士、弓手、牧师和盗贼等职业。这一次许然的运气爆棚，足足爆出来了5件哀歌之师法师套装，分别对应着头部、护肩、腰带、护腿和长靴这5个部位。这几件装备提供的物理防御力和魔法防御力加成在数值上都差不多，基本都在230点左右。5件装备一共可以提供1146点物理防御，1152点魔法防御。除此之外，不同部位的散件还有其他额外加成。哀歌之师兜帽增加3000点魔法值和100点智力，哀歌之师护肩增加2000点生命值和 25% 的暴击率，哀歌之师腰带增加80个背包空格，哀歌之师护腿增加2000点生命值和 45% 的回蓝速度，哀歌之师长靴增加2000点生命值和 50% 移动速度。总体算下来堪称恐怖。目前来看，只剩下法袍没爆出来就可以满足7件套了。看了一眼自身等级，许然直接将这5件装备全都一一穿戴，瞬间他的属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提供的生命值正 30% 加成，再加上传说套装和升级带来的固定成长属性，他的生命值直接突破2万大关，20228。不仅如此，他的攻击属性也突飞猛进，636点智力，4452点魔法攻击力，这就是传说套装带来的增益效果，堪称举世无双。此刻他的属性面板简直能和30级左右的一些 BOSS 相提并论了。当然了，如果面对更高等级、更高阶位的可怕存在，他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毕竟现在还处于刚开服的新手时期。但同级别的 BOSS， 他浑然不惧。想到这里，许然直接望向宫殿最深处，不知何时，始终处于阴影笼罩下的那道身影已经离开了恢宏高耸的王座。咚咚，随着沉重的脚步声，王座上的身影一步步走来，试图打扰雕王者的卑微人类。他从脊背缓缓抽出一柄燃烧着灰黑色火焰的巨剑，发出低声怒吼，引颈受戮。看着 BOSS 那高耸的身影，许然丢过去一个侦查术。雕王者幽魂军团统领传说，等级30，种族不死族，类型传说级 BOSS， 生命值
58000，攻击力1619，物理防御力1294，魔法防御力1307。技能：幽魂之刃，生机掠夺，亡灵护卫，凋亡剑刃风暴。介绍：作为幽魂军团统领，凋亡者对于重建消亡于历史长河中的幽魂军团无比渴望。许然没想到，凋亡者竟然是一个传说级 BOSS。换做一般玩家，看到传说级 BOSS 堪称恐怖的属性面板，恐怕早就吓尿了。但许然却镇定自若。58000的血量，不过是 RBQ 罢了。许然话音刚落 ，BOSS 已经抵达了他的前方。此刻，双方距离不足3米。轰 ！BOSS 这次也没再废话，他直接举起燃烧着灰黑色火焰的巨剑，狠狠向下砸去。没有迟疑，许然直接迎了上去。要是换成其他玩家的开荒队，恐怕早就开始暂避锋芒了。但他认为这是个绝佳的好机会。高额的护盾，恐怖的双抗，再加上2万多的生命值，许然目前的属性遇上更高等级、更高阶位的 BOSS， 虽然无法和史诗级甚至神话级 BOSS 相提并论，但应对这只30级的传说 BOSS 时，他甚至都不需要走位。开始战撸！哀叹之手发动！许然一声低喝，遮天蔽日的巨手凭空浮现在 BOSS 身后，然后狠狠一握。负12514，300%的魔法攻击加成带来了破万的伤害，但这并不重要。许然更在意 BOSS 头顶的束缚效果。疾冰风暴准备就绪，趁此机会，他使用了装备技能智慧启发，下一个技能增伤 50%， 然后许然又激活了传说装备命运筹码的特殊效果。令人无语的事情发生了。提示：触发 10% 几率，你获得了特殊效果厄运眷顾。问题不大，暴击只是锦上添花，真要打伤害，还得看疾冰风暴。顷刻间，许然就完成了技能引导。面对这一道由万千冰刃构成的暴风雪， BOSS 本能的产生了一丝危机感。他想要挣脱束缚，在疾冰风暴砸落之前，将眼前这个人类撕成碎片。但任凭 BOSS 怎么挣扎，始终都无法如愿。短短的3米距离，此刻竟如同天堑一般， BOSS 压根无法对许然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能做的只有无能狂怒。很快，令人心悸的疾冰风暴出现在他头顶，然后以 45% 角度向下狠狠砸落。轰！伴随着刺耳的冰刃切割声，一个个高额的伤害数值纷纷跳了出来。负5892，负5914，负6078，负12014，暴击伤害负6010。果然，厄运眷顾让他只打出了1次暴击，但这无伤大雅，凭借伤害足以硬生生灌死 BOSS。轰！几秒后， BOSS 幽魂军团统领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庞大的身躯不甘地倒了下去。从始至终，这位令无数玩家感到恐惧的幽魂军团统领，就像是一个玩具。提示：你击杀了传说级 BOSS 凋亡者，幽魂军团统领。提示：触发万倍奖励，你的等级提升到了25级，获得了6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26级，获得了6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你的等级万倍奖励触发。许然等级开始迅速飙升，26级、27级、28级，直到提示音结束的时候，他的等级竟然已经提升到了30级。第11章7件套满额加成。提示：由于你当前等级已达到上限30级，暂时无法获取经验值。这就升到30级了，还真是离谱啊！话虽这样说，看到这一幕，许然脸上还是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装备副本，在天赋万倍奖励的作用下，单单是附带的经验奖励，就让他等级直接飙升到了30级。那么，其他掉落又会有多么的丰厚？收敛心神，许然朝着地上 BOSS 的尸体望去。命运筹码激活。话音刚落，命运的筹码被轻轻波动。提示音如期而至。提示：触发 30% 几率，你获得了特殊效果幸运眷顾。这次运气不错，幸运眷顾到账，许然果断开始摸尸。随着他的拾取动作，一道道璀璨绚烂的光芒再度浮现而出。提示：你获得了凋亡者长弓。提示：你获得了凋亡法袍。提示：你获得了套装进阶时传说。当掉落出现的一刹那，万倍奖励生效。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紫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万倍增幅。提示：你获得了死亡凋零长弓。提示：你获得了哀歌之师法袍。哀歌之师法袍。看着背包中耀眼的传说级光芒，
许然暗道一声不容易。哀歌之师套装的最后一件可算爆出来了。提示：你成功集齐了哀歌之师套装所有部位，是否穿戴该装备，触发7件套满额加成？暂时不急。许然可不是猴急的人，成功凑齐哀歌之师套装不过只是一道餐前甜点罢了。真正激动人心的是另一道提示。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套装进阶时史诗。果然，万倍奖励永远不会令人失望。击杀最终 BOSS 带来的副本手通奖励套装进阶时传说，此刻竟然真的被提升到了史诗级品质。这也意味着一件事：一旦激活套装进阶时，哀歌之师套装会直接进阶为史诗级品质，而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提示：是否使用套装进阶时史诗进阶哀歌之师套装？确定。许然果断做出了决定。提示：进阶成功，你获得了无尽哀歌之师套装史诗。霎时，只有传闻中才出现的绚丽光泽充斥在了空旷宫殿中的每一寸角落。进阶成功，史诗降临。许然抑制住心中狂喜，将目光转到手中的魔法袍上面。无尽哀歌之师法袍史诗，需求等级20级，需求职业法系，品质史诗，类型防具，部位上衣，生命值加4000，智力加200，物理防御力加429，魔法防御力加432，装备耐久度永不磨损，史诗级装备特殊属性。装备技能：无尽的哀悼，激活装备中蕴含的力量，可让指定区域的敌人陷入特殊状态。无尽的哀悼期间，敌人无法移动，无法攻击，全属性削弱 30%， 持续时间5秒。装备技能：冷却时间3分钟。介绍：来自生命的诗篇，奏响即将逝去的哀歌。死！即便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许然依旧被史诗级装备给震撼到了。好家伙，这7件装备的属性加成竟然直接翻倍了！但这还不是最令人激动的事情。当哀歌之师进阶为史诗套装时，对应的套装属性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件增加自身 20% 的防御力，3件增加 25% 属性抗性，5件缩减 40% 控制时间，7件奏响哀歌之叹息，下一次攻击有 30% 几率打出无视防御一击必杀效果，冷却时间5分钟。无视防御一击必杀，这就是史诗级套装的属性。没有犹豫，许然果断将闪耀的智慧法袍取消了穿戴，直接丢入了背包当中。装备技能智慧启发提供的 50% 增伤确实很香，但和史诗级套装的恐怖加成相比，属实有些不够看。提示：你穿戴上了无尽哀歌之师法袍史诗，满足套装要求，成功触发7件套效果。当许然完成穿戴的一瞬间，沉寂的世界公告竟然在此刻再次响起。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功解锁了史诗级套装，成为首名获得史诗级装备的玩家，获得强化奖励。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功。一连又是3道世界公告，给全世界所有玩家来了一个措手不及。从开服到现在，一直被忽视的世界装备排行榜直接引来了无数玩家的关注。点开排行榜，他们纷纷愕然，榜单上面只有许然这一名玩家，其他无数玩家甚至连上榜的资格都没有。一时间，整个世界频道都陷入到了一片喧嚣中。卧槽，开服初期获得史诗级套装，简直离谱！呵呵，真就他妈不要脸了是吧？给老子把挂关了！我星号你个星号币的，从开服到现在，合着世界公告被这货承包了是吧？天选之人是夜雨公会的朋友，辱骂他的人请好自为之。大佬，上次发的嗨丝视频你看了没？我这次又换了白的视频附件 MP4， 大佬带带孩子吧。羡慕、崇拜、怒喷，还有各种拉拢和求抱大腿。一时间，全世界玩家的目光都落到了许然的身上。不过和以往不同，几分钟后，有不少人发来了临时私聊，透露了一个重磅消息。据说排行前10的大型势力，其中7家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特殊联盟。有人猜测这是在针对许然，想要将他扼杀在新手时期。听到这个消息，许然不仅没生气，反而有些想笑。这个联盟在前世又被戏称为史上最快解散的联盟，只维持了3天，各大势力之间就开始互相猜忌，最终分离崩析。反倒是那个夜雨公会引起了他的注意。没记错的话，前世夜雨公会低调出手，凭借率先抵达10级的一大批玩家，狂刷佣兵公会等级，从而逐渐掌握了佣兵公会真正大权。
成为了最为恐怖的第一势力。第12章，马尔顿的家传秘宝，佣兵公会。一想到这里，许然心中不由得一阵唏嘘。在永恒中，佣兵公会是所有玩家心中永远都无法被取代的存在。玩家在注册成为佣兵后，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佣兵公会经验，从而可以提升佣兵的等阶。佣兵也分为黑铁级佣兵、青铜级佣兵、白银级，一直可以晋升到传送、史诗乃至神级佣兵。不同等阶的佣兵可以获得对应级别的特殊装备。佣兵令牌，随着佣兵等阶逐渐提升，不仅会让令牌提供的属性加成水涨船高，还能拥有建立玩家佣兵团的权利。前世，夜雨公会让手下玩家疯狂刷佣兵任务，在暗中建立了几十个佣兵团，因此在游戏前期就招揽了无数的玩家加入佣兵团。加入佣兵团的玩家，只要完成佣兵任务，就可以为佣兵团贡献经验值，不仅可以提升佣兵团等级，还可以获得专属 buff 加成。有一点最为重要，佣兵团会抽取成员 10% 的任务奖励，足以赚得盆满钵溢。10%奖励，许然心中隐隐有个大胆的猜测，或许这10%的抽成能够触发万倍奖励。如果是这样，那就赚发了。接下来，许然先离开了副本，然后望向了世界公告。没记错的话，他还有一个强化奖励要领取。提示：是否领取强化奖励，将从以下类别中随机抽取一种作为奖励：强化、增幅、镶嵌和附魔。随机抽取的范围一共有4种。抽取，许然想都没想，直接做出了选择。抽就完事了，有万倍奖励在，啥类别都血赚不亏。他话音刚落，提示再度响起。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暗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传说级强化材料马尔顿的家传秘宝传说。刹那间，他的背包中多出了一片传说级独有的璀璨光芒。马尔顿的家传秘宝传说，类型：镶嵌宝石，品质：传说，镶嵌部位：武器，镶嵌效果可使武器附带死亡魔法元素，增加主动效果，升级枯萎，造成伤害时可对敌人叠加枯萎印记，使其逐渐虚弱。介绍：来自亡灵大魔导师马尔顿的家传秘宝，其中蕴含了无尽的魔法奥妙。好东西！拥有前世经验的许然一眼就看出了这枚宝石的价值。升级枯萎，只要造成伤害，就能不断的给敌人叠加虚弱 buff， 堪称刷 boss 利器。只可惜他暂时没有合适的武器，只能暂时搁置了。没多久，许然抵达了主城。提示：你进入了冰封城。就在他刚踏入城门的那一刻，世界公告再度浮现。世界公告：恭喜玩家白昼成为第2个晋升10级的玩家，获得了黄金级奖励。这条公告尚未消失，紧接着一连数道公告纷纷响起。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夜雨成为第3个晋升10级的玩家，获得白银级奖励。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一连数条世界公告接踵而至。随着时间的推移，玩家们开始大规模进驻主城了。看到这一幕，无数玩家纷纷泪目。TMD， 终于不再是天选之人的世界公告了。白昼会长牛逼，夜雨会长牛逼。低调，积操勿六。世界频道里各大势力一扫往日阴霾，全都扬眉吐气了起来。但此时，许然已经返回了佣兵公会。这位黑铁级佣兵，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提交任务。在希尔的惊愕的目光中，许然提交了 S 级唯一任务：探查埋骨之地。瞬间，数道光芒纷纷浮现。提示：你获得了奖励：银油法杖、赤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奖励：世界之书的青羽传说。武器，一片璀璨光芒骤然浮现。许然手中多出了一根造型古朴写意、散发着厚重而浓郁玄奥气息的法杖。世界之树的青羽传说。需求等级30级，需求职业法系，品质传说，类型法杖，部位武器，智力加200，物理攻击力加219，魔法攻击力加401，生命值恢复速度正 50%， 暴击率正 20%， 移动速度正 20%， 装备耐久度永不磨损。装备技能：世界之树的庇佑激活蕴藏于法杖中的神秘力量，可使自身进入特殊状态。世界之树的庇佑免疫一切致命伤害，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10分钟。特殊效果：持有者将获得精灵一族的崇敬。介绍：精灵女王从世界树上折下的枝蔓，
其中不仅蕴含了神秘的力量，更篆刻上了精灵女王的亲语。看到这柄法杖的瞬间，许然心中涌出无尽喜色。不愧是传说级装备，不仅取自世界之树，甚至还和传奇强者精灵女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凭获得精灵一族的崇敬这个特殊效果，就足以让其成为传说装备中的极品。更不要提高额的属性加成，以及那个10秒免疫致命伤害的装备技能了，简直超模！总算有武器了。许然按捺住心中激动，望向自身的佣兵等阶。奖励没有结束，还有佣兵经验，也能触发万倍奖励。果然，系统提示应如期而至，天赋万倍奖励也在此刻生效。提示：恭喜你完成了 S 级唯一任务，正在发放经验奖励。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经验值已提升。提示：你获得了佣兵经验10万点。提示：你获得了佣兵经验。刹那间，丰厚到难以想象的佣兵工会经验纷纷朝着许然涌来。提示：你的佣兵等阶已提升至青铜级。提示：你的佣兵等阶已提升至白银级。提示：你的佣兵。一道道金光毫不吝惜地洒落而下，随着提示音不断响起，这个 S 级唯一任务带来的佣兵经验，让许然的佣兵等阶开始疯狂飙升。第13章搬空存货。提示：你的佣兵等阶已提升至紫金级。提示：你获得了特殊装备佣兵令牌紫金。随着提示音缓缓消失，许然身上暗淡的黑铁及佣兵徽记直接被一抹璀璨所取代，他的背包里更是多出了一枚闪烁着紫金光泽的令牌佣兵令牌紫金。类型：特殊装备。品质：紫金级。装备属性：增加自身物理魔法防御力 20%， 增加 10% 暴击率。特殊效果：创建佣兵团后可获得一块专属佣兵领地紫金级。介绍：作为紫金级佣兵，这枚令牌象征着持有者的身份。看了一眼属性加成，许然将只有5点双抗加成的黑铁及佣兵令牌直接丢到了背包里，两者压根没有可比性。提示：是否穿戴特殊装备佣兵令牌紫金。提示：是否穿戴武器世界之树的青羽传说。确定。许然直接将令牌和武器都穿戴在了身上。目前他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30级，升级带来的固定属性成长，加上全都分配在智力上的自由属性点，再加上晋升为史诗级品质的哀歌之诗套装加成，他目前的属性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值。生命值28600点，智力1544点，魔法攻击力更是离谱，在 75% 的攻击加成下，一跃飙升到了11509点。也就是说，他随手一枚火球术丢出去，即便没有暴击也能打出破万的伤害，这在游戏前期简直堪称恐怖。不错。看了一眼自身属性，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只可惜等级达到当前上限了，想要不浪费经验，他必须尽快完成职业进阶。想到这里，许然朝着任务栏望去。当他的等级抵达30级后，第二次职业进阶的任务也悄然解锁了。提示：第二次职业进阶任务已解锁，是否接受？注意，由于你的职业为永恒级唯一职业，该任务将提升至炼狱级难度。炼狱级难度，许然求之不得。难度越高，奖励就越高。普通转职任务几乎没有难度，但同样也换不来强大的属性加成。想到这，他直接选择接受。提示：你接受了第二次转职试炼任务，当前任务失落永恒国度已解锁，请查看详细内容。看到这里，许然瞳孔骤然一缩。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让他无比熟悉的永恒国度，恐怕和游戏第一阶段的主线任务有关。失落永恒国度。类型：转职试炼任务。难度：炼狱级。内容：请前往沉睡之森，收集任务物品死寂幽檀和古龙巴萨尔的头颅。果然如此，许然喃喃自语，心中已然有了答案。前世激活主线任务的物品，正是产自沉睡之森的死寂幽檀金和古龙巴萨尔的头颅。看来两者真有莫大联系。很好，许然心中已经定好了下一步的计划。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当玩家晋升为白银级佣兵，就可以建立佣兵团了。只不过招募上限只有1000人，随着等阶不断提升，佣兵团可招募的人数也会随之增加。但许然却丝毫不慌，紫金级佣兵团的招募上限数量为5万，足够了。随着时间不断流转，大量玩家纷纷涌入主城，此刻是最佳时机，因为他可以抽取 10% 佣兵团成员的佣兵任务奖励，在万倍奖励的增幅下，他获得的收益绝对堪称恐怖。说干就干，很快
许然就提交了建立佣兵团的申请。提示：玩家满足建立紫金级佣兵团的条件，佣兵团建立成功。提示：请为您的佣兵团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天选。许然话音刚落，璀璨金色光芒再度浮现，世界公告更是响彻在每一名玩家的耳畔。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建立佣兵团的玩家，获得世界声望500点。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又是一连3道世界公告。天选之人这4个大字再次成为无数玩家争相讨论的内容。惊！大佬创建佣兵团了！收我收我！我就在冰封城，已经朝着佣兵工会赶了。卧槽 ！TM 的，这竟然是紫金级佣兵团，名额有5万。天选老板给一个空位吧，我11级狂战士乱杀，狂战士卸掉起来比姨妈还狠，狗都不玩。恭喜天选老哥！紫金级佣兵团这几个大字直接镇住了所有玩家，一时间世界频道都陷入到了一片沉寂中，各大势力更是集体沉默。就在这时，许然做出了新的举动。提示：是否消耗5万金币，发布最高等级的佣兵招募令？目前许然一共积攒了有8万枚金币，这都是万倍奖励的功劳。确定？他没有犹豫，直接发布了最高等级的佣兵招募令。目标：所有进入主城的华夏区玩家。提示：玩家嘤嘤怪申请加入佣兵团。提示：玩家爱你孤身走暗巷申请加入佣兵团。提示：玩家。招募令出现，世界频道瞬间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无数玩家在惊愕之余有了新的发现。即便不在冰封城，他们竟然也能通过佣兵招募令加入天选佣兵团。一时间，不少人纷纷提交了加入佣兵团的申请，其中不乏一些前世有潜力的玩家。通过。面对申请，许然直接全数通过，他丝毫不担心其中会掺杂着各大势力的内鬼。原因很简单，整个佣兵团说白了都是为他赚取万倍奖励的工具人。接下来，他只需要做甩手掌柜，等着收割奖励即可。接下来，许然决定先赚点金币，想要提升实力，就需要大量金币。而赚取金币的方式有很多，他选择了最简单的一个。几分钟后，许然离开了佣兵工会，出现在了后街小巷的一家店铺里。和其他商铺不一样，这家特殊店铺出售的物品只有一种：罐子，被尘封的特殊罐子。类型：道具。效果：开启后可随机获得一件物品，开出的品质完全随机，请仔细挑选，买定离手，概不退换。介绍：我曾经是一只赌狗。提示：是否购买该物品？确定。不曾迟疑，许然直接搬空了这家商铺当前的存货，一口气买下了100个被尘封的特殊罐子。第14章开罐大爆发。提示：购买被尘封的特殊罐子成功，当前持有该物品数量为100个。随着最后一件到手，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这种罐子的售价相当高昂，100个罐子的价格是整整3万金币。即便是前世，都没有多少人愿意当赌狗，因为有玩家统计过，从罐子里开出好东西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大部分都是一些普通物品和寥寥无几的金币。即便现在有玩家看到这一幕，恐怕也会忍不住直呼老板糊涂。换句话说，就是必然血亏。但许然却一点都不慌，甚至他还当场开了一个罐子。提示：正在开启被尘封的特殊罐子。提示：开罐成功，你获得了奖励：破旧的宫廷长剑青铜。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青铜级提升至紫金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璀璨的卫兵长刃紫金。果然，许然嘴角微微一翘，单单是这一柄单手剑就足以引起无数人哄抢。继续，许然找了个僻静地方，激活了传说级装备命运筹码的特殊效果。提示：你成功触发了命运筹码特殊效果幸运眷顾。尝试了2次，许然获得了幸运眷顾这个增益 buff， 然后从背包中掏出一个罐子。提示：正在开启被尘封的特殊罐子。提示：开罐成功，你获得了奖励14枚金币。随着提示响起，许然手中多出了14枚金币，霎时万倍奖励生效，数以10万计的璀璨金币哗啦啦的出现在他的面前。14万金币到账。继续，许然没有停歇，开始疯狂开罐。提示：正在开启被尘封的特殊罐子。提示：开罐成功，你获得了奖励战意昂扬护甲黄金级。随着罐子被不断开启，一道道璀璨的光芒争相浮现而出，在万倍奖励的增幅下，他随机获得的物品全都发生了质一样的变化。暗金级牧师长靴，
紫金品质的一次性道具，黄金级骑士长枪，传说级暗属性戒指，各种稀有镶嵌宝石和强化石。随着罐子被一个一个的打开，价值令人难以想象的奖励纷纷出现在许然面前。单单是金币数量就被万倍奖励增加到了600多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中，700万、800万、1000万，一直等到许然开到了第99个罐子，他从中获得的金币数额已经突破了1000万。其他收获更是令人难以形容。除了金币之外，赤金级以下的装备和物品一共有55件，随便一件丢到拍卖行，恐怕都会引起一阵哄抢。而更高品质的收获也有不少，传说级装备的数量为17件，史诗级装备有3件。只可惜这些极品装备需要的等级太高，目前许然都无法穿戴。希望最后一个罐子能有惊喜吧。一边说着，许然开启了最后一个罐子，提示正在开启被尘封的特殊罐子。忽然间，一道史诗级装备独有的光芒骤然浮现，照亮了许然的脸庞。提示接踵而至，令人振奋不已。提示开罐成功，你获得了奖励光影裂痕斗篷史诗。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史诗级提升至神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神级！许然心脏猛然一跳，眼中涌现的全都是不可思议。万倍奖励生效，史诗装备竟然直接被增幅成了神器。即便是前世的他，好像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拥有过神级装备。要知道，神级装备往往都在传奇生物乃至神话生物的手中，玩家能获得的神级装备屈指可数，而如今却直接摆在了他的面前。按捺住心头激动，许然直接望向这件神级装备，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需求等级无，需求职业任意职业皆可，品质传说，类型特殊防具，可成长，部位披风，当前成长阶段1阶。效果1，力量加200，智力加200，体力加200，敏捷加200，穿戴后生效。效果2，处于光明环境中提高60%闪避几率，处于黑暗环境中可无视实力差距，免疫一切生物的探查。装备技能执掌光暗，激活装备内蕴含的力量，可使自身进入执掌光暗状态，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1小时。注意，处于执掌光暗状态时，切换为光之形态时，所有技能都可额外获得光属性强化，免疫光属性伤害。注2，切换为暗之形态时，所有技能可额外获得暗属性强化，免疫暗属性伤害。装备进阶需求：杀戮1000头不低于自身等级的精英怪物，01000可使装备进入第2阶段，提高执掌光暗的持续时间和强化效果，增加装备属性加成。介绍：光明与黑暗，永恒对立。不愧是神器，果然强到离谱。这是许然看到这件装备后心中唯一的念头。这件可成长的神器，目前才第1阶段，就已经能够提供200.4维加成了。要是晋升为第2阶段，恐怕不止翻倍那么简单了。而且最离谱的是装备技能执掌光暗，这好像是一个特殊状态技能，也就是玩家口中的变身技能。一旦开启特殊状态执掌光暗，它便可以化身为恐怖的存在，大幅度强化所有技能，而且还有2种形态可以变换，简直可怕。与此同时，许然心中无比庆幸这是一件没有级别需求的可成长装备，否则要是换成更高等级，就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穿戴上这件装备了。提示：穿戴装备成功。没有废话，许然直接将这件神器穿戴在了身上。霎时，光明与黑暗相互交织，不断纠缠，神秘、繁奥，令人心悸而震撼的气息。这道由光暗构成的披风缓缓漂浮在许然的身后，犹如氤氲了一团混沌的迷雾，让他平添了几分神秘感。第15章无用发明家的齿轮吊坠。不仅如此，穿戴上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以后，许然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息。在200点的4维加成下，许然的属性再度飙升。目前他的生命值高达39000点，智力为1744点，水涨船高，魔法攻击力更是提升到了12909点。但这还没有结束。许然看了一眼背包，里面躺满了各种光芒夺目的稀有物品，除了装备，还有一些强化材料，其中有5枚装备强化石，全都是暗金品质。强化石暗金，类型强化材料，品质白银级，效果使用后可对装备进行强化升级，强化1到6级成功率为 60%， 强化6到10级
成功率为 30%。强化10到13级，成功率为 5%。特殊效果，强化过程中有几率触发特殊事件，一次提升多个强化等级。不出所料，暗金级品质的强化时只能将装备强化到13级，想要继续提升，往往需要更高品质的强化石。但就目前来说，别说是暗金级强化石了，就算是青铜品质都被炒到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天价。除此之外，强化装备还需要消耗大量金币，目前除了许然，其他人根本玩不起。一边想着，他朝着铁匠铺走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玩家纷纷涌入冰封城，整个主城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就连铁匠铺门口都挤满了围观的玩家。忽然，铁匠铺门前的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吆喝声。青铜级项链带一个被动技能，强化+4，有人要这个小极品吗？另外问一嘴，还有包强化的老板吗？顺着声音望去，许然眼中浮现出诧异的神色，竟然有人敢在游戏前期包强化。强化石如此稀有，他就不怕赔得血本无归？思索的功夫，他看到了人群中摆放的那件小极品装备，无用发明家的齿轮吊坠，青铜，需求等级20级，需求职业无，品质青铜级，类型首饰，部位项链，智力+3，体力+2，装备耐久值21%，装备技能无用改造，激活吊坠中蕴含的力量，可重复上一次进行的动作，重复次数从1次到10次不等，冷却时间5分钟。注：每重复1次都会额外扣除自身10%的生命值，当生命值为1时无法触发。介绍：没有无用的发明，只有不会应用的主人。哈哈，无用改造，这种垃圾装备还不赶紧扔商店？话不能这样说，万一有哪个大冤种会买呢？重复1次动作就扣10%的血，万一触发10次重复次数呢？你怕买家命长了是吧？此话一出，周围立刻掀起一阵哄笑。售卖的老板见状，脸色愈发难堪了起来。这话虽然很难听了点，但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重复上一次动作，能在打怪时多释放1次技能，看起来是挺不错。但如果触发了10次，那指定是活不成了。其他人还在吐槽，许然眼中却流露出几分兴奋。这件装备他可太熟了，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青铜级垃圾装备，但在前世却相当出名。重复上一次动作，这可不单单针对的是释放技能，像是强化、增幅、镶嵌等等都包含其中。而且触发了特殊效果，还不需要额外消耗材料，绝对担得起极品这2个字了。老板，这个装备我收了。没有墨迹，许然直接表明了购买意愿。正在吐槽的玩家们闻言纷纷皱起了眉头，竟然真的会有人买这玩意，这不纯纯大冤种。想到这里，玩家们齐刷刷地朝着许然看去。下一刻，所有人目瞪口呆。卧槽，这人身上的装备光泽简直能把人眼睛闪瞎。快看他的披风，这绝壁是传说不对，是史诗级装备。这不是天选老板吗？团长，俺刚加入佣兵团，带俺刷刷怪吧。许然身上奢华到令人难以直视的装备，以及那散发着光暗交织气息的斗篷，彻底震慑住了所有玩家，同时也让他们纷纷疑惑不已。谁会相信天选之人穿着一身豪华装备，搁着买一件青铜垃圾装备，3个金币赔钱卖，可以不？就在所有人都费解的时候，兜售装备的老板小心翼翼地开口了：没有砍价。许然用了区3枚金币将这件装备买了下来。提示：你成功穿戴了装备，无用发明家的齿轮吊坠，青铜。购买完毕。许然直接将其装备在了身上，然后开始准备强化工作。1枚、2枚、3枚，1枚又1枚的强化石被逐一摆放整齐，然后他又取下手中法杖，放在了强化工作台上面。提示：是否消耗强化石，暗金对武器世界之树的轻语传说进行强化。看到这一幕，不少玩家纷纷围了上来。璀璨的光芒，神秘的气息，都意味着这柄法杖品质不凡，至少是一件传说武器。在众人羡慕嫉妒的目光中，许然望向了神器，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传说级武器不过是试试水罢了，重头戏还在后面。想到这里，他激活了传说级装备命运筹码的特殊效果，幸运眷顾道杖，强化开始。提示：正在强化装备。伴随着暗金级强化时的缓缓消融，一抹微弱光芒逐渐覆盖在了法杖的表面，大概只用了2-3秒。提示音再度响起。提示：强化成功。提示：你的装备强化等级+1。
就是现在！还莫等提示音彻底结束，许然就发动了装备技能无用改造。提示：触发特殊效果，你将重复上一次进行的动作，重复数量为9次。陡然间，许然的血量疯狂锐减，强化加1的特效尚未消失，连绵不绝的璀璨光芒便接踵而至。强化加2成功，强化加3成功，强化加4，幸运眷顾持续生效，一连9次强化，全数成功。提示：强化成功。提示：你的装备强化等级加10。随着耳畔提示响起，世界之树的青羽传说散发出了夺目的璀璨光芒，让原本黄昏时分的铁匠铺犹如白昼降临。死！围观的人群传来了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所有玩家都懵了。卧槽，明明只强化了1次，为什么他的装备这么闪？你不废话吗？咱们都是青铜白银垃圾装，人家可至少是传说武器。不对，这时候有眼尖的玩家注意到了不对劲的地方，为了验证心中猜测，他们连忙丢出一个侦查术。下一秒，结果缓缓呈现。侦查术虽然没能带来装备的具体信息，但装备的名称却格外扎眼。世界之树的青羽传说强化等级加10。第16章世界之树的庇佑。呆呆地看着强化加10的璀璨光芒，不少玩家心中涌现出了一阵不可思议。那个大佬，这就是刚刚那件垃圾装备的特殊效果吗？久久沉默过后，有人试探着开口询问，而更多的玩家纷纷看向许然的生命值，血量瞬间狂跌 90%， 绝对是无用发明家的齿轮吊坠青铜的效果。一时间，在场所有玩家都在心中疯狂怒吼，为什么自己不早点出手？只需要3枚金币就能获得这件改变人生的装备。很快，关于无用发明家的齿轮吊坠青铜特殊效果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世界频道。但令人遗憾的事情出现了，这件装备是一个 C 级唯一任务提供的奖励，仅此一件。懊恼、悔恨，在场玩家怀揣复杂的心情，再度朝着许然望去。此时，他又取下了一件装备，强化传说级法杖只是一个初步尝试。接下来，他要强化的目标是神器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在永恒中，有个规则始终不变，装备属性的增幅会随着强化次数而不断提升。世界之树的青羽传说强化等级加10以后，属性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改变。首先是智力加成，从200提升到了300点；其次是魔法攻击力加成，从401提升到了602点。总的来说，整体属性提升了 50% 左右，相当可观。喝下几瓶恢复药剂，许然的血量回到了满值。接下来，他又激活了命运筹码的特殊效果，获得了增幅 buff 幸运眷顾。一切准备妥当，强化再次开启。提示：正在强化装备。提示音响起，暗金级品质的强化石也随之缓缓消融。提示：强化成功。提示：你的装备强化等级加1。当强化光芒出现暗淡迹象的那一刻，许然再度激活了无用发明家的齿轮吊坠青铜的装备技能。提示：触发特殊效果，你将重复上一次进行的动作，重复数量为3次。这一次，显然他没有刚才那么幸运，但也在预料之中。随着血量狂跌 30%， 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表面浮现出了强化加4的独有光泽。看到这一幕，围观的玩家全都骂了，强化装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简单了？售卖无用发明家的齿轮吊坠青铜的老板脸上也是一阵青一阵子，但买定离手，他只能静静地看着许然强化，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NTR 呢？提示：正在强化装备。许然又消耗了1枚强化石，继续强化装备。当他成功将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强化加5时，无用改造再次生效。提示：触发特殊效果，你将重复上一次进行的动作，重复数量为1次。这一次，重复次数只有1次，而且还强化失败了。看了一眼剩下的2枚强化石暗金，许然内心毫无波澜，手中动作不曾停歇。这就是强化，能有这种成功几率，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更何况，装备品质越高，强化成功的几率也就越小，尤其是传闻中的神器。提示：正在强化装备。接下来，许然又消耗了1枚强化石，无用改造生效，他获得了2次重复次数。提示：强化成功。提示：你的装备强化等级为加7。总算上7了。看着手中的神器，许然将使用了最后1枚强化石，成败在此一举。回满血量，
许然继续强化。提示：强化失败。当提示音响起的一瞬间，许然果断开启了无用改造。顷刻，璀璨光芒笼罩在了这件由光暗交织而成的披风表面，氤氲出了夺目而震撼的光柱。提示：触发特殊效果，你将重复上一次进行的动作，重复数量为10次。10次！望着不断挥洒而出的绚烂光芒，许然心中一阵警觉。每增加一次重复动作，会扣除10%的生命值。10次，也就意味着他会直接暴毙而亡。但许然早有准备，面对疯狂下跌的血条，他开启了传说级法杖的装备技能。蕴藏于世界之树的轻语传说中的神秘力量翻涌而出，迅速朝着周遭蔓延而去。一道世界之树虚影悄然浮现，装备技能世界之树的庇佑，持续10秒，期间持有者将直接免疫一切致命伤害。提示：强化成功。提示：你的装备强化等级为+8。提示：强化失败。提示：强化成功。提示：你的装备强化等级为+9。提示：在不消耗任何道具的情况下，许然开启了10连强化。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的强化等级开始飞速飙升，+10、+11、+12。或许是先前失败次数过多的原因，当强化到+10以后，竟然一次失败都没有出现。一路强化，最终提升到了+15的强化等级。来自+15的强化光辉绚烂而华丽，足以令无数人为之痴迷。卧槽，还能有这种操作！看到这一幕，在场所有玩家都呆滞如狗。几秒后，玩家们缓缓回过神来。此刻，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自己一定要看看传闻中+15的装备会有多么可怕的属性。人呢？就在这时，玩家们才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完成强化+15的天选之人，不知不觉中竟然早就离开了铁匠铺。提示：你离开了冰封城。提示：你发现了荒寂平原。几分钟后，许然离开了主城。想要突破当前等级上限，完成第2次职业进阶，他必须前往沉睡之森，收集任务物品死寂幽潭和古龙巴萨尔的头颅。眼前这片遍地白骨和墓碑的区域，是抵达沉睡之森的唯一路径。如果没记错的话，传奇生物古龙巴萨尔应该就盘踞在荒寂平原和沉睡之森的边缘区域。第17章不折不扣的怪海战术。怪物和 BOSS 的等阶一般都是黑铁级、白银级、黄金级等等，而传奇生物则有所不同，更像是一种称号。同时也不单单局限于怪物和 BOSS， 有很多赫赫有名的 NPC 也拥有传奇称谓。总而言之，获得传奇评价的生灵往往都具备一种极其特殊的能力。巴萨尔，许然想了一下，根据他前世的记忆，古龙巴萨尔拥有的特殊能力应该和操纵黑暗环境有关，是目前玩家群体压根无法招惹的存在。更何况巨龙一族还拥有一个可怕的天赋，免疫魔法伤害，这一点让无数法师都无比痛恨。但许然丝毫不慌，随着神器斗篷的强化上了+15，他已经拥有与传奇生物对抗的资本了。想到这里，他朝着装备栏望去。许然也有些好奇，强化+15的神器属性增幅究竟有多惊人？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需求等级无。需求职业任意职业皆可。品质传说。类型特殊防具，可成长。部位披风。当前成长阶段1阶。强化等级+15。效果1：力量+200，智力+200，体力+200，敏捷+200，穿戴后生效。强化+15特殊效果触发，该词缀属性增加75%。效果2：处于光明环境中，提高60%闪避几率；处于黑暗环境中，可无视实力差距，免疫一切生物的探查。装备技能：执掌光暗，激活装备内蕴含的力量，可使自身进入执掌光暗状态，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1小时。强化+15特殊效果触发，该装备技能效果提升75%。注意，处于执掌光暗状态时，切换为光之形态时，所有技能都可额外获得光属性强化，免疫光属性伤害。注2：切换为暗之形态时，所有技能可额外获得暗属性强化，免疫暗属性伤害。装备进阶需求：杀戮1000头不低于自身等级的精英怪物，01000可使装备进入第2阶段，提高执掌光暗的持续时间和强化效果，增加装备属性加成。强化+15特殊效果：神威浩瀚，穿戴该装备后，可对不超过自身等阶15级的怪物触发灭世效果，有几率使攻击变为真实伤害，无视防御，无视抗性，无视免伤。
介绍：光明与黑暗，永恒对立。许然，这就是神器强化后的效果吗？何止是强悍，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首先是属性，在强化加15的改造下，4维属性的加成直接被提到了350点。许然的实力又提升了，生命值46800点，智力1894点，魔法攻击力更是达到了13959点，即将突破14000大关。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最离谱的是强化加15带来的特殊效果：神威浩瀚，对敌人造成灭世效果，触发真实伤害，无数防御，无视抗性，无视免疫伤害。传奇生物往往都拥有令人绝望的防御、免伤和元素抗性，即便是巨龙一族的魔法免疫，也可以直接无视。这个特殊效果足以证明强化加15的含金量了。提示：你惊动了沉睡的王者，请做好战斗准备。提示：你惊动。正想着，战斗提示音忽然响起。目前许然的位置正处于荒寂平原的腹地，这片区域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坟茔和破败墓碑，其中隐藏的怪物全都是暴力嗜血的亡魂。痛苦的瘟疫之庸，等级28，种族亡灵族，类型白银级精英怪，生命值13000，攻击力454，物理防御力390，魔法防御力518，技能痛苦汲取怨魂呼唤剧毒瘟疫。介绍：游荡在荒寂平原的亡魂，只有一个念头，将死亡与痛苦施加给路过的每一个生灵。伴随着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前方出现了数道暗红色的虚影，浓郁的灰绿色迷雾，痛苦而狰狞的面孔，浑身上下散发出的破败气息。这群叫做痛苦的瘟疫之庸的亡魂怪物，正以极快的速度向许然掠来。出手！许然果断抬起手中法杖，短暂引导过后，疾冰风暴直接被他甩了出去，恰好落在怪物的脚下。轰！顷刻间，由无尽冰属性魔法元素构成的冰刃化作一场暗寒风锐杀机的暴风雪，纷纷扬扬洒落而下，同时带来了令人心悸的恐怖伤害。-14982，-14997，-15354，真实伤害-15013。迄今为止，许然的属性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瞬秒，如同摧枯拉朽一般，疾冰风暴带来的高额伤害将面前这几道亡魂怪物当场秒杀。提示：你击杀了白银级精英怪，痛苦的瘟疫之庸。提示：你击杀了。由于许然还没突破等级上限，万倍奖励加成的经验值他暂时是无法获取了，但怪物的奖励他却可以照单全收。在万倍奖励的增幅下，地上爆出来了一片光芒闪烁的金币和装备。很好，许然没有拾取，他停下了手中动作，朝着前方望去。不远处还有一些被吸引到仇恨的痛苦的瘟疫之庸，数量大概有15只左右。不知何时，这些亡魂的身躯周围涌现出了一团灰绿色的浓雾，如果仔细观察，不难看出其中隐藏着一些怪物的身影。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开始召唤怨魂了。拥有前世记忆，许然对绝大多数怪物的能力都很熟悉。作为白银级精英怪，痛苦的瘟疫之庸拥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技能——怨魂呼唤，可以不断召唤出怨魂，是不折不扣的怪海战术。想要破解，需要尽快击杀掉痛苦的瘟疫之庸，但许然却丝毫不急。他之所以停下脚步在这里刷怪，就是为了召唤出来的这些怨魂。除了神器斗篷之外，他还拥有一件史诗级品质的可成长装备——死亡献祭之书史诗级。只要献祭1000头普通怪物的灵魂，就能使其突破到第2阶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十道怨魂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不远处。该收割了。许然抬起手中法杖，兴奋地望向了被召唤出的一大群怨魂。第18章当场秒杀。以许然目前堪称恐怖的魔法攻击力，要是直面这群被召唤出来的普通怪物，一发火球术都能将其秒杀。但他依旧选择了刷起来最爽的方式——高级群攻技能疾冰风暴。随着短暂的引导，万千冰属性魔法元素争相汇聚而来，一场由无数冰刃构成的暴风雪悄然成型。杀戮就此开始。轰！随着极寒冰刃构成的暴风雪砸下，那些被召唤出的怨魂显得格外孱弱。-14985，-14971，-15007，-15007，-15013，真实伤害-15026。提示：你击杀了召唤怪物怨魂。提示：你献祭了怨魂的灵魂死亡献祭之书史诗级，
当前层数为971千。提示：你献祭。疾冰风暴肆虐而过，被技能波及到的怨魂尽数成为了一团团冰血。看到这一幕，暴虐嗜血的痛苦的瘟疫之庸纷纷怒不可遏，齐刷刷对许然发动了攻势。浓郁的瘟疫雾气尽数弥漫在了这片区域。这群精英怪开始疯狂输出，但无论是等级还是血量，亦或者防御值，许然都足以碾压寻常怪物。再加上史诗级套装无尽哀歌之诗的免伤加成，痛苦的瘟疫之庸打出的伤害竟然只有2位数，负78、负75、负82。一时间，这片区域上演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画面。1只、2只、3只，在浓郁的瘟疫迷雾笼罩下，许然无视了怪物的攻击，利用技能不断收割敌人召唤出来的怨魂。死亡献祭之书的献祭层数也在疯狂飙升。过了一会，就在许然正爽刷怨魂的时候，有一名玩家正如履薄冰地朝着这边走来。这沙雕任务竟然要去这么危险的区域，有点离谱。说话的玩家叫做夜雨灰烬，是一名刺客。虽然在吐槽，但他眼底却隐藏着掩饰不住的愉悦。就在半小时前，在工会安排下，夜雨灰烬成功建立了一个佣兵团。不仅如此，他还接到了一个 A 级任务，奖励相当丰厚。任务内容对于普通玩家来说相当危险，他必须前往荒寂平原，采集散落在这里的死亡昙花。采集了一大圈，夜雨灰烬总算收获了20朵死亡昙花，算是满足了任务要求。撤！捏着收集到的最后一朵死亡昙花，夜雨灰烬忽然停下了脚步。前方好像传来了一阵动静，顺着视线望去，只见在灰绿色瘟疫浓雾的笼罩下，一名玩家正硬扛着怪物的攻击疯狂刷怪。这必是个土豪玩家。发现许然的职业后，夜雨灰烬呆滞在原地。什么时候法师能够硬扛着怪物的攻击直接开刷了？仔细观察了几秒，夜雨灰烬越看越心惊，毫无走位，没有拉扯，技能随便乱丢。但即便如此，一个个怪物也纷纷倒在了他的脚下。这就离谱。一边想着，夜雨灰烬使用了刺客职业专属技能隐匿行迹。有人来了。就在他消失在原地的时候，远处又出现了几道身影，看起来是个玩家小队。幽梦的人，夜雨灰烬不免有些意兴阑珊。他原本还想偷偷前行过去，顺便摸几件装备，但现在恐怕很难了。和一向低调的夜雨公会不一样，幽梦公会的玩家只相信金钱的力量，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土豪玩家，所以即便他们人数很少，但也算是华夏区排行前10的势力。以幽梦这群人的性子，肯定会杀人抢宝。好机会！看到这一幕，夜雨灰烬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一旦双方打起来，肯定会爆出来好东西，他完全可以先隐身摸过去，等待时机抢夺掉落。说干就干，趁着幽梦小队接近的功夫，夜雨灰烬也跟了上去。果然，幽梦公会几人的出现立刻吸引到了许然的注意，一股火药味逐渐弥漫开来。看到此景，夜雨灰烬心中一阵窃喜，准备收米了。但就在夜雨灰烬想趁机抢宝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幽梦的人刚走过去，那个硬抗怪物的法师就停下了手中的攻击。双方不仅没有打起来，甚至看上去好像是要进行交易的样子。不对，夜雨灰烬的心脏猛地一跳，他发现一直背对自己的许然竟然直接回过头来，抬手就是一个疾冰风暴。轰！随着万千冰刃挥洒而下，还在隐匿状态的夜雨灰烬一声都没来得及吭，当场被送回了复活点。提示：你击杀了玩家夜雨灰烬，罪恶值+1。提示：罪恶值过高会引来主城卫兵的围剿，请注意。无视了提示，许然又甩出去一个疾冰风暴，遮天蔽日的暴风雪很快就覆盖在了痛苦的瘟疫之庸的头顶。随着恐怖的伤害数值出现，这群白银级精英怪纷纷化作白光，死在了这场由无数冰刃构成的风暴中。提示：你击杀了白银级精英怪物痛苦的瘟疫之庸。提示：你献祭了痛苦的瘟疫之庸灵魂，死亡献祭之书，史诗级，当前层数为1000。终于，死亡献祭之书的层数被叠满了1000层。这件史诗级品质的可成长装备终于进入了第2阶段。提示：装备死亡献祭之书，史诗，满足进阶第2阶段的条件，是否进阶？确定。做出决定，许然径直朝着地上的尸体走去。当夜雨灰烬捏着一朵惨白色昙花出现在附近的时候，他就已经察觉到了这货的心思。死亡昙花，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珍稀材料死寂幽檀的最底层合成材料。如果足够幸运，说不定能在万倍奖励的增幅下，直接晋升为死寂幽檀。拾取，许然也不多犹豫，直接将这些昙花拾取到了背包中。果然，天赋万倍奖励成功触发，一共20朵死寂幽檀，恰好满足转职任务的一部分需求。第19章，蛰伏的身影。死寂幽檀到手，接下来许然只需要拿到古龙巴萨尔的头颅，任务要求就可以满足了。只不过他没想到击杀玩家的掉落奖励竟然也能触发万倍奖励。不错，这一点让许然对 PVP 也产生了几分兴趣。想到这里，他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幽梦公会的那几名玩家身上。那几名玩家见状，纷纷莫名打了个冷战。不过许然并没有动手的打算，相比掉落，他更看重和幽梦的交易。和夜雨公会不同，作为前世10大势力之一，幽梦公会虽然人数很少，但每一个都是土豪大佬，他们对极品装备的需求力度足以碾压所有的大型势力。最重要的一点，从始至终，幽梦公会都保持着绝对中立的状态，绝对不会牵扯到对其他势力的争斗中。换句话说，这群人只喜欢看自己刷怪打出的一串串高额伤害数字罢了。目前许然背包里堆满了各种装备，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以后还会获得更多的装备。对他来说，很多装备就是垃圾，但在其他玩家眼中却个个都是极品。他随便拿出一件白银装，都能换来不少对自己有用的资源。许然心中有了决断，他决定先拿出手头上一些垃圾装备，换成可以大幅度提升自身实力的东西，还有目前不值钱但是接下来会价格飙升的材料、道具等资源。如此一来，一旦时机成熟，他将掌控全服的拍卖行和黑市价格，从而开启滚雪球的第一步。想到这里，许然望向幽梦公会这几名玩家。天选大佬，你看咱们的交易。开口的是一名身穿洁白铠甲的战士妹子，名字叫悠悠落雨。这几个女孩都用悠悠作为名字的前缀，应该全都是幽梦公会的高层管理。她们身上的装备也相当精致，和其他玩家相比，简直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在许然面前，却黯然失色。看到他随手就把夜雨灰烬给秒了，几人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但随着一片璀璨光芒闪烁，10几件白银级的装备出现在他们面前。悠悠落雨几人此时才意识一个问题，这位可是持有史诗级套装的狠人，怎么可能浪费时间戏耍自己？2分钟后，双方初步协商好了交易的内容，一共14件白银品质的装备，换取1000颗普通品质的宝珠，3000枚月光石。首先是宝珠，开服前期击杀怪物就有几率掉落普通宝珠。目前只有许然知道宝珠的具体作用，一旦突破30级，完成了职业第2次进阶，玩家就可以将低品质的宝珠合成为更稀有的宝珠，然后再把宝珠镶嵌在装备上，可以为装备附带各种特殊效果，可以说是无比珍惜的战略资源。至于月光石，则是装备增幅必须的材料，玩家突破30级还会开启增幅系统，到那个时候，这种原本不怎么值钱的材料将会暴涨到一个离谱的价格，而装备则会随着等级提升不断贬值，但这2种物品却只会越来越抢手。完成交易后，许然继续朝着更深处走去。幽梦会长悠悠一梦正在筹备交易的所有资源，等他返回主城的时候，应该就可以交易了。得快一点了。许然决定在交易前完成第2次职业进阶任务，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月光石和宝珠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一边想着，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灰色雾霭之中。提示：你离开了荒寂平原。提示：你发现了新区域沉睡之森。10几分钟后，许然缓缓停下了脚步。前方不远处，一片暗灰色雾霭笼罩下，全都是黑色枯萎的巨树，放眼望去，压根看不到尽头。这些枯萎巨树竟然构成了一片狰狞而可怖的黑色海洋。有些不太对劲。又走了几分钟，许然心中咯噔一下。他看了一眼地图，然后又仔细环顾了一圈周围环境。他清楚地记得，前方不远处应该就是传奇 BOSS 古龙巴萨尔盘踞的区域了，但如今却丝毫没有任何怪物出没的动静，安静的连一根针都能听得见。难道说，因为某种原因，这头古龙离开了这里？许然脸色有些凝重。和其他怪物不同，传奇生物往往拥有更高的智慧，虽然他们有经常停留或者盘踞的区域，但有时也会暂时离开。不对，许然还想到一种可能，那这头传奇 BOSS 提前察觉了他的到来。真实之眼，趁着还没踏入怪物的地盘，许然激活了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霎时，
周遭所有色彩尽数褪去，在远处的一片黑白中，一道高耸巍峨的血色身影格外刺目。巴萨尔！许然目光骤然一缩，这头传奇 BOSS 果然藏匿了起来，正静静等候他这个猎物送上门来，还真是谨慎狡诈。许然握紧手中法杖，一步一步朝着前方走去。随着脚步越来越近，这头传奇 BOSS 的面板缓缓浮现在他的眼前。邪恶之翼，古龙巴萨尔，传奇，等级30，种族古龙，类型传奇 BOSS， 生命值400715500000，攻击力、物理防御力、魔法防御力，技能实力差距过大，侦查术无法勘破具体信息。介绍：盘踞在沉睡之森的传奇生物，却因为某种原因受到重创，但仍旧能给所有人带来无尽恐惧。此刻，这头古龙正藏匿在一片深坑之中，即便有腐烂的树枝和落叶层层覆盖，但许然依旧能通过真实之眼看到他那近100米长的恢宏身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头古龙似乎遭到了袭击，看上去他的血量掉了一大截，目前还剩下40万左右，但对所有人来说依旧是个天文数字。速速！随着许然的脚步越来越近，一双如同磨盘大小的幽绿色眼眸缓缓睁开，朝着他所在的方向看了过来。第20章不速之客。察觉到了古龙巴萨尔的目光，许然仍旧装作不知情的样子，一边向前走着，一边暗暗握紧了手中法杖。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大，纸面上侦查术无法探查到 BOSS 的技能，但凭借前世记忆，他依旧清楚地记得古龙巴萨尔的详细信息。古龙咆哮，发出怒吼，无差别对周围目标造成高额伤害，并且附带眩晕效果。巨龙拍击，挥舞巨爪，可以对所选范围内的目标造成高额伤害。还有死亡凋零龙息和堕天一击等高攻击技能，都足以秒杀所有玩家。最令人恶心的是他作为传奇生物的特殊能力迟滞，这是一个被动技能，可以让周围目标陷入迟滞状态，技能的冷却时间大幅度延长，寻常10秒的冷却甚至会变成10分钟，简直可怖。许然心中大致有个猜测，古龙巴萨尔使用的第一个技能应该是古龙咆哮这个无差别范围技能，所以他必须先发制人。果然，当许然踏入 BOSS 攻击范围的一瞬间，泥土和树枝纷纷被顶到天空。古龙巴萨尔张开了他那狰狞血腥的巨口，来自古龙的咆哮即将覆盖周遭每一寸土地。但许然却丝毫不慌，他早就从背包中取出了装备冰霜远古巨龙之牙。传说主动效果，持有者主动激活冰霜远古巨龙之牙，可对目标造成震慑效果，使其陷入一定时间的混乱状态，持续时间随目标实力而改变。冷却时间5分钟。没有任何犹豫，许然果断激活了这件装备的主动效果。霎时，一道恢宏浩瀚的冰霜远古巨龙虚影从他背后浮现，来自远古巨龙的浓郁龙威，以无可阻挡之势朝着古龙巴萨尔张开的狰狞大口涌去。吼！伴随着一声惨重的龙吼，古龙巴萨尔的技能被当场打断，然后他陷入到了混乱状态，无法动弹。显然，传奇与传奇亦有分别。看了一眼 BOSS 头顶的信息，混乱状态的持续时间为4秒，足以打出一轮爆发了。许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自己上好了增益 buff， 寒霜护盾开启，命运筹码激活，随后火力全开，来自极冰风暴的万千锋锐冰刃在空气中缓缓汇聚成型，史诗级套装等带来的高额释放速度，让这场暴风雪来得猝不及防。轰轰轰！一道道携带着极致冰属性魔法气息的冰刃不断切割着古龙巴萨尔的躯体，皑皑白骨碎屑正犹如落雪一般向下洒去。负7851，负7922，负15844，暴击伤害，负15354，真实伤害，负7826。刹那间，成片成片的伤害密密麻麻地浮现在古龙巴萨尔的头顶。传奇生物果然恐怖如斯，高额的防御值和免伤率，难以跨越的阶位压制，都足以抵消大量伤害。换成其他玩家，恐怕只能打出寥寥无几的伤害。但许然不同，凭借高额穿透属性以及有几率触发的真实伤害，他还是硬生生地打出了一片恐怖的伤害数值。几秒过后，风暴停歇，古龙巴萨尔的血量已经消失了一大截。一个极冰风暴砸下去， BOSS 的血量直接少了9万多。渺小、无知、卑贱的人类！从混乱状态挣脱出来的古龙巴萨尔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他何时受过如此屈辱？势必要将眼前这个人类撕成碎片。呼！随着一阵狂风呼啸，来自古龙巴萨尔的巨爪狠狠落下，砸向了许然所在的区域。
轰隆隆，大地发出了沉重的嘶吼，无数裂缝迅速向外扩张，一个直径10几米的深坑出现，但许然却像是早就料到一样，提前用走位躲过了这恐怖一击，还真是麻烦。看了一眼技能，许然心中有些无语，传奇生物的实力果然强大。在迟滞被动效果的作用下，他使用过的疾冰风暴等技能，冷却时间竟然长达8分钟，简直离谱。看来还得想办法多弄几个输出技能了。一边想着，许然开始拖延时间，只要撑过迟滞被动效果的时间，他就能火力全开，强行用伤害轰死这头传奇生物。一时间，在布满浓郁灰雾的沉睡之森中上演了一场眼花缭乱的走位秀。与此同时，先前许然狂刷怨魂的区域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到了，会长，就是这里。先前被许然一击秒杀的夜雨灰烬指了指地上尚未消失的脚印说道：看来他的目标是高级怪区。短暂沉默后，旁边传来了一道深沉沙哑的声音。如果许然在场，他必然会一眼认出声音的主人，正是夜雨公会的会长。这个前世一直隐忍，最后成为一代枭雄的玩家，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全体成员使用加速药水，趁着对方红名沿着地上的脚印追过去，干掉这个天选之人。刹那间，数以万计的夜雨公会精英玩家涌入了荒寂平原。同一时刻，会长夜雨更是率领核心玩家直奔许然所在的方向而去。轰！此时，刚躲过古龙巴萨尔堕天一击的许然，耳畔突然响起了一条提示音，是悠悠落雨发过来的消息。先前为了交易，双方互相添加了好友。许然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这个土豪妹子还因此雀跃不已。这个时候来找自己，难道是交易出了问题？想到这，许然望向了好友系统。悠悠落雨，天选大佬，夜雨公会大批精英出动，好像朝你那边去了。悠悠落雨，我们会长也带着人来保护你了，你一定要撑住。夜雨，闲得蛋疼，来找我干什么？看到消息，许然心中不免有些疑惑。这一世，他好像和夜雨公会暂时还没什么仇恨吧。一直过了几秒，他才想起来一件事，先前他随手击杀的那个贼，名字好像叫夜雨灰烬来着。正想着，许然望向了自己的状态栏。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传奇生物的特殊效果迟滞已经彻底消失了。这一次总算到了他的进攻回合。咚咚咚！面对古龙巴萨尔越来越近的脚步，许然直接丢出去一个疾冰风暴。第21章，怒不可遏到破口大骂。好！或许是感受到了空气中躁动的冰属性元素，古龙巴萨尔立刻警觉地举起双翼，万千冰刃正在缓缓成型。古龙巴萨尔像是想到了什么痛苦的事情，立刻挥动双翼向上掠去。轰隆隆，遮天蔽日的身影将一道道高耸树木拦腰撞断，掀起了无数泥土和碎木。但许然更快，还没等古龙巴萨尔升空，疾冰风暴就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腹部，高额的伤害再次浮现而出。负8467，负8572，负17208，暴击伤害，负15354，真实伤害，负15354，真实伤害。弱点攻击，这一次疾冰风暴造成了比之前更高的伤害，古龙巴萨尔的血量瞬间下跌，血量仅剩一半。但同时，来自他的反击也瞬间抵达许然面前。轰！堕天一击，以极快的速度向下俯冲，对目标造成高额伤害。轰隆隆！刚引导完技能的许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许然被狠狠地拍向地面，但他头顶却冒出了2个令龙绝望的大字：闪避。古龙巴萨尔眼眸中浮现出了诧异又愤怒的神色，没有迟疑，他举起巨爪狠狠拍向许然。轰！一击过后，许然头顶浮现出的又是闪避。轰！又是一击，依旧是闪避2个大字。这是神级装备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穿戴时触发的特殊效果。效果2，处于光明环境中提高60%闪避几率，处于黑暗环境中可无视实力差距，免疫一切生物的探查。此时恰好处于白天，增加的60%闪避几率直接让许然硬扛了3次巨额伤害，没掉一滴血。速速！同一时刻，一阵密集的脚步声响起，夜雨公会的上千名玩家出现在了不远处。卧槽！就 TM 的离谱，他们恰好看到了这一幕，纷纷瞠目结舌，就连会长夜雨都不由得愣在原地。连着3次闪避，这绝壁用了什么特殊道具？一想到这里，夜雨公会的玩家心里全都一片火热。
史诗级套装，传说级武器。这个天选之人浑身上下全都是极品中的极品，更何况谁知道他包里究竟有多少好东西？随便爆一件出来就赚妈了！干！趁着这货红名，把他急火秒了。说不定啊，能把他身上所有装备都爆出来。抢 BOSS 夺装备，还没等叶雨主动喊话，他手底下的工会成员就已经按捺不住了。嗷呜一声，玩家们全都红着眼，朝许然所在的方位狂奔而来。剑识、魔法技能、战士冲锋、骑士冲撞，无数的技能如同绚烂的烟花一般绽放开来。同时，古龙巴萨尔也没停下，他浑身散发出猩红色的光芒，头顶更是出现了一个特殊状态——狂暴，期间免疫所有伤害，攻击将获得高额增幅，并且不受任何控制效果，持续时间3分钟。进入狂暴状态的古龙巴萨尔不断挥动巨爪，试图将眼前这个人类法师撕成碎片。面对此景，许然立刻做出了反应。凭借史诗级套装带来的高额速度加成，他娴熟地躲避着所有袭来的技能。于是沉睡之森中上演了无比荒唐的一幕。数以千计的玩家，遮天蔽日的古龙，此刻全都在追逐着同一道身影。纯剑种，法师穿加速套装，这 TM 是史诗套装的加成，得想办法给他套减速 buff。我星号你个星号币的，真尼玛恶心！一时间，整片区域充斥的全都是骂声，但即便再怒不可遏，也无法对许然造成一点伤害，只能吃灰。甚至有不少玩家沿途被古龙巴萨尔给硬生生踩成肉饼，送回了复活点。渐渐的，除了牧师和少数远程职业外，夜雨公会的大部分玩家都被聚集在了几百米范围内。许然看了一眼 BOSS， 随着时间的推移，狂暴状态已经彻底消失。不少玩家也纷纷生出了别的心思，他们想趁机把 BOSS 也给抢了，但他们却低估了许然，同时也低估了实力莫测的古龙巴萨尔。负一，伤害免疫，负一。在高额的免伤率和防御值作用下，他们的伤害几乎等于没有。除了伤害免疫和 Miss， 绝大多数玩家只能打出一点的强制伤害。渣子，又是这群卑贱的爬虫！古龙巴萨尔的智慧远超常人，那个能对他造成生命威胁的人类法师，敢直面自己也就罢了，这群实力孱弱的人类竟然也敢动手。想到这，他心中不由得涌现出一阵烦躁。轰！没有任何废话，古龙巴萨尔抬起巨爪，狠狠地向下落去，目标正是下方那群冲得最快的玩家。轰隆隆，伴随着巨龙拍击的砸落，一片绵延不绝的伤害数值从前排玩家的头顶冒出，一片白光闪过，数百名玩家全部被秒杀。看到这一幕，不少玩家全都傻了眼，原来这个 BOSS 竟然这么可怕。就在他们目瞪口呆的时候，许然停下了脚步。古龙巴萨尔的狂暴结束了，他的真正攻击也要真正降临了。嗡！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周遭游离的光属性魔法元素瞬间汹涌澎湃起来。似乎只是一瞬间，周遭立刻陷入到了绝对的死寂和黑暗之中。所有的光属性元素犹如潮水一般尽数涌来，许然的身影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身影犹如一道降临尘世间的神之，来自神器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的装备技能执掌光暗，此刻激活。执掌光暗激活装备内蕴含的力量，可使自身进入执掌光暗状态，期间所有技能都会光属性额外加成，并且免疫一切光属性伤害。疾冰风暴！一声低喝，许然挥手之间就引导出了疾冰风暴。不过这一次却不是万千冰刃，而是无尽光明与冰霜的融合构成的一场巨型风暴。在执掌光暗的加成下，疾冰风暴的范围已经足以覆盖数百米的范围，所以许然的目标不再是击杀古龙巴萨尔，而是要让这片区域无人生还。第22章宣读死亡的噩梦。就在这时，夜雨下意识看了一眼天空，在一片黑暗之中，数不清的冰刃竟然汇聚成了一道遮天蔽日的风暴。坏了！夜雨的心脏仿若被一双大手狠狠握住一样，砰砰直跳。紧接着他大声怒吼：所有成员撤，离开这片区域，快！提示：你的技能疾冰风暴已获得光之形态特殊强化，可造成建设效果。提示：本次施法增加3倍范围。还没等玩家们反应过来，一场超大型的冰刃风暴瞬息而至。负15014，负14998，负15127，负30102，暴击伤害，负15144，
极冰风暴席卷之处，充斥的全都是附带光元素的极寒冰刃，每一秒都会掀起血红色的伤害数值。只见一道道白光不断闪烁，所有被波及到的玩家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无论是血少的法师、牧师和刺客，还是猎人、战士、骑士等等职业，全都没有例外，瞬间暴毙。卧槽，怎么回事？前排玩家怎么一下子全被融了？快撤，退出这片区域！其他幸存的玩家此刻都意识到了不对劲，在极冰风暴面前，无论多么肉的前排肉毯都脆得像是一张白纸，甚至连扛住一道冰刃的轰击都成为了一种奢望。提示：你击杀了玩家俺想白嫖。提示：你击杀了玩家爷奥奈我何。提示：你击杀了玩家夜雨寂寞。提示：当极冰风暴成型的一瞬间，数以百计的击杀喊话就蜂涌而来，根本不给玩家们逃跑的时间。漫天冰刃肆虐而过，原地只剩下了数不清的尸体。在执掌光暗的特殊形态加持下，极冰风暴发挥出了极为可怖的威力。除了最边缘的一些奶妈和弓箭手职业，其余上千名玩家全被秒杀。不仅如此，就连 BOSS 的血量也在疯狂下跌，从原本的20万左右，竟然直接跌到了7万点。很好，总算能安心刷 BOSS 了。没有犹豫，许然高举手中法杖，开始引导新一轮的极冰风暴。就在不远处，一道犹如空谷幽兰一般的女骑士，带着100多名佩戴幽梦标志的妹子玩家匆匆赶了过来。恰好他们目睹了这一幕，这好刺眼！那个发光的身影是天选大佬啊！这是什么技能？全图秒杀！咱们充的钱是假钞吗？看到满地的尸体，来自幽梦的氪金玩家们全都一阵头皮发麻。自己辛苦的刷怪升级，找工作室买金币，满世界收购装备，费尽全力打造出来的一身豪华装备，甚至连人家1%的伤害都打不出来，这太离谱了！一时间，这群玩家全都被深深的打击到了。但很快，这群妹子就重新燃起了斗志，就连他们会长悠悠一梦都不由得攥紧了粉拳。还是充的钱不够多，更改后续发展计划，投入大量资源，从天选之人手里购买装备。不过现在得先保护咱们的大客户。说完，悠悠一梦指挥着工会成员直接进入了战场。他们没有攻击 BOSS， 也没有打算抢人头，他们围成了一圈，直接将许然护在了身后。看到这一幕，夜雨工会剩下的玩家全都破口大骂。虽然幽梦工会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土豪中的土豪，他们身上全都是高价收购的装备，论实力足以碾压他们数百人。先撤离这里，和大部队会合。看到连会长都被秒了，夜雨工会剩下的成员只感觉一阵索然无味。他们决定先撤离这里，等到和援军大部队会合后再来收拾这个天选之人。等等，你们快看！刚要离开，夜雨工会的玩家全都望向了 BOSS。轰！趁着执掌光暗的特殊形态尚未消失，许然又甩出来一发极冰风暴。万千冰刃汇聚而成的风暴，以45度角径直朝着古龙巴萨尔砸去。吼！随着冰刃和光元素的爆裂声，古龙巴萨尔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哀嚎，同时他的血量在疯狂锐减。5万、4万、3万！看到这一幕，夜雨工会剩下的玩家全都双目发红，他们心中只剩下了一个想法：他奶奶的，不就是一条命吗？搏一搏，趁着天选之人技能冷却，把他丫的 BOSS 给抢了。顷刻之间，数百名夜雨工会的远程玩家全都朝 BOSS 冲去，他们一边狂奔，一边开始搓技能。同一时刻，看了一眼许然的表情，悠悠一梦秀眉微皱，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一样，他立刻下达了全体命令：撤离这里！天选之人要动手了！接到命令，幽梦工会的妹子们反应迅速，立刻扭头就跑。哈哈，这群娘们被咱们吓坏了！什么氪金大佬，心理素质不过关，改天来找我，给你们单独辅导一下。一边狂奔，夜雨工会的玩家还不忘口嗨，但他们的头顶上方却浮现出了一片璀璨光芒。怪事，天空怎么一下这么亮？夜雨工会的玩家纷纷抬头望去，全都不约而同的倒吸一口凉气。不知何时，他们头顶出现了一只遮天蔽日的大手虚影，这是史诗级护手提供的装备技能哀叹之手，可构建出一道巨手虚影，可对选中敌人造成束缚效果，并且造成高额伤害，300%魔法攻击力加成。轰！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这一道虚影就已然携带无尽威势，狠狠砸在了他们的身上。-41877真实伤害，-41254，
-41058， -41697。和疾冰风暴不同，哀叹之手只能打出一段伤害，但加成却足足有 300%， 恐怖的伤害数值，根本没有任何玩家能扛得住这一击，瞬间全部秒杀。同一时刻，砸在古龙巴萨尔身上的疾冰风暴，此时也缓缓消散。轰！伴随着一阵撼天动地的响声，这头传奇生物沉重地倒在了地上。先前他那深不可测的血条，此刻也尽数清零。提示：你成功击杀了传奇 BOSS 古龙巴萨尔。提示：由于你完成了传奇生物的首杀，获得称号传奇生物裁决者赤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称号宣读死亡的噩梦史诗级。第23章山雨欲来风满楼。提示：由于你获得了新的称号，称号系统已开放。不错，许然心情一阵舒畅。他也预料过击杀传奇怪物会有称号奖励，但却没想到在万倍奖励的增幅下，这个称号竟然能提升到史诗品质。宣读死亡的噩梦史诗。类型：称号。需求：无佩戴限制。品质：史诗级。效果1：死亡宣判可以给目标挂上死亡印记，当其生命值低于 50%， 必然会触发斩杀效果，一击必杀。被动效果：佩戴后生效。效果2：死亡噩梦击杀目标时，有一定几率触发特殊奖励，学会目标所掌握的一个技能。被动效果：佩戴后生效。介绍：宣读死亡的噩梦，意味着连尸体都不会被放过。看到这个称号，许然直呼好家伙！称号往往都没有属性加成，但都能提供各种特殊效果。史诗品质的称号果然给力，不仅可以让佩戴者获得斩杀效果，还能有几率掠夺敌人生前掌握的技能，简直恐怖。两者加在一起，可远远不是1+1这么简单。提示：佩戴称号成功，宣读死亡的噩梦史诗已生效。佩戴好称号，许然将目光放在了 BOSS 的身上。没猜错的话，任务物品古龙巴萨尔的头颅应该也爆出来了。果然，他没有猜错。下一刻，提示音响起。提示：你获得了任务物品古龙巴萨尔的头颅。提示：转职试炼任务失落永恒国度的需求已达成，请前往主城提交任务。许然见状，缓缓松了一口气。虽然任务物品无法触发万倍奖励，但完成任务的条件也算是满足了。接下来，他只需要前往主城提交任务，就可以突破30级，完成职业的2次进阶。正想着，世界公告再次响起，璀璨的金光瞬间出现在每一名玩家的眼前。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完成了传奇 BOSS 古龙巴萨尔的首杀，他的英勇事迹将永远记录在永恒之塔的史诗篇章中。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获得奖励藏宝图、紫金、金币200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一共2个世界公告，每一个都足足刷了3遍，闪耀而璀璨的光芒，甚至都把不少玩家刺激得泪流满面。卧槽，传奇 BOSS 是什么鬼？干！这首杀提供的奖励这么丰厚，不懂就问，永恒之塔的史诗篇章是什么呀？俺怎么没听过？哼，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还不如一件青铜装呢。一时间，世界频道里炸开了锅，无数玩家全都一头雾水。传奇 BOSS、永恒之塔、史诗篇章，这些名词他们是一概不知，但对于各大势力来说，越神秘的东西就越是让他们忌惮。当世界公告出现的时候，整个华夏区都开始暗流涌动了起来。圣光城，毒物沼泽，重点关注一下天选之人的动向，他的发展速度太快了，该遏制一下了。华夏区第2势力的会长傲血一枪贯穿面前的精英怪，然后扭头望向一侧的工会高层。不要想着拉拢他。他从怪物尸体上抽出璀璨长枪，看上去无比平静。他不会甘居人下的。幽夜城，祭祀墓穴，华夏区第4势力的会长军邪此时正笑眯眯地看着世界公告。听说天选之人建立佣兵团了，还真是值得忌惮呢。一边说着，军邪眼眸里逐渐浮现出一抹兴奋、有趣的男人。几乎同时，和这2个势力一样，还有很多大型势力此刻都纷纷坐不住了，有的想和许然打好关系，也有不少想遏制他的发展。整个华夏区都陷入到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这时，许然正清点着战利品，心情看上去相当不错。完成传奇 BOSS 首杀，让他获得了大量的奖励，同时也触发了万倍奖励。紫金品质的藏宝图直接被万倍增幅，为了传说级藏宝图，只要找到藏宝地点，
他就能挖到传说品质的宝箱。不仅如此，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还获得了足足200万金币。目前，他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整个游戏里任何势力都没有他富有。强化、增幅、镶嵌，只要他的等级突破30级，这些都可以通过砸钱来实现。但这些都还只是餐前小点，还有真正的重头戏。完成首杀后，他的英勇事迹将会被记录在永恒之塔的史诗篇章中，这意味着他可以开启永恒之塔试炼。一旦完成挑战，至少会获得一个传说品质的宠物。如果触发万倍奖励的话，他甚至能直接获得一个神宠。天选老板，恭喜恭喜！如果没什么事，就先告辞了。正想着，悠悠一梦那细腻动听的声音打断了许然的思绪。和许然约定好，待会去主城交易后，他直接带着工会成员离开了这里。至于地上散落的那些掉落，幽梦工会的妹子们一件都没碰。许然对此并不意外，这也正是他前世一直和幽梦工会交易的原因，不会觊觎别人的东西，喜欢直接买就完事了。不过在离开之前，悠悠一梦还特意提醒许然，一定要洗掉罪恶值再返回主城，不然会遭到卫兵围堵。但他却不知道，许然的罪恶值已经达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提示：你的罪恶值超过2000点，已经惊动了主城执法者首领，请做好被逮捕的准备。提示：你的罪恶值。由于罪恶值太高，此时许然的名字漆黑如墨。在永恒这款游戏中，随着罪恶值不断累积，被击杀后的惩罚也会随之改变。罪恶值低于100点为红名状态，被击杀后将连掉3级，并且爆出3至6件物品。罪恶值100至300点为通缉状态，会遭到主城护卫队的通缉，被击杀后连掉5级，爆出背包中70%的物品。罪恶值超过500点为抓捕状态，实力在游戏后期都相当可怕的执法者统领将对其展开不死不休的通缉，期间一旦死亡就会爆掉身上所有物品，包括金币，除非能将罪恶值降到100点以下，否则会一直遭受执法者统领的追杀。不过许然不但没有惊慌，反而直接收起了法杖。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中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了。神级装备执掌光暗之影斗篷另一个效果也要开始发挥作用了。第24章，来自万倍奖励的拾取盛宴。幽梦工会的玩家离开后，这片区域再一次陷入到了死寂之中。此时夜晚恰好降临，暧昧的昏暗充斥在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角落。紧接着一道道幽暗的光芒逐渐从执掌光暗之影斗篷中氤氲而出，犹如一抹阴影悄悄遮住了许然的身形。此时即便有神秘莫测的神话级生物出现，恐怕也无法察觉到许然的存在，因为这就是来自神器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的特殊效果。效果2：处于光明环境中提高60%闪避几率，处于黑暗环境中可无视实力差距，免疫一切生物的探查。或许只有突破生命层次的神明才能豁免这个效果带来的影响。开始摸尸，看着一地的掉落，他美滋滋地走向 BOSS 的尸体。命运筹码，许然直接激活了这件传说级装备的特殊效果，希望能抽到幸运眷顾。但遗憾的是，这一次是无事发生。提示：触发60%几率，本次随机结果为无事发生。等了几分钟，命运筹码的冷却时间结束了。再次抽取，这一次幸运女神眷顾了许然。提示：触发30%几率，你获得了特殊状态幸运眷顾。就是现在，获得了幸运 buff。许然果断开启了拾取动作。提示：你获得了紫金级坐骑水晶古龙未孵化。随着提示音响起，一枚晶莹剔透的坐骑水晶悄然出现在许然的手心。坐骑，许然心中满是不可思议，他没想到幸运眷顾竟然这么给力，直接爆出来了极其稀有的坐骑水晶。不过更加振奋人心的还在后面，万倍奖励成功触发，这枚坐骑水晶的品质直接快速飙升。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紫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传说级坐骑水晶远古幽灵龙未鉴定血钻。许然毫不迟疑，他直接望向了这枚坐骑水晶的具体信息：传说级坐骑水晶远古幽灵龙未鉴定，类型坐骑水晶，状态待鉴定，效果前往主城寻找坐骑驯养师及其鉴定材料后，可获得对应品质的坐骑幼崽。鉴定材料120万金币，3万枚进化水晶。注：该坐骑为远古幽灵龙一族成员，有几率出现变异属性
可获得隐藏类型的坐骑。介绍：传闻中的远古幽灵龙一族似乎早已消失在岁月长河中。许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品质，这种类，这潜力，都足以令任何人动容。在永恒中，坐骑不仅是玩家最为忠诚的伙伴，可以大幅度提高战斗力，同时还能提供高额的速度加成。如果足够幸运获得一个飞行坐骑，玩家们还将拥有跨越地形、翱翔长空的机会。许然清楚地记得，前世即便是一头白银级的灰鹰，就卖出了足足40万人民币的高价，而像是更高品质的狮鹫、双足飞龙等等，甚至是一个天文数字。至于巨龙，即便是一头最普通的古龙，都是非卖品。如今摆在许然面前的，竟然是一头传说级的远古巨龙坐骑。很好，不过得尽快收集进化水晶了。不同品质的坐骑需要的鉴定费用和材料也有所不同。鉴定远古幽灵龙的材料相当昂贵，不仅需要120万金币，还要集齐3万枚进化水晶。前者问题不大，现在许然根本不差钱，而后者就得大肆收购一番了。进化水晶是坐骑鉴定的必备材料，只有前往20级怪物刷新区域塔玛修道院，击杀腐朽的信徒才能刷出来。目前玩家们还不知道进化水晶的用途，导致其价格低得可怜。许然立刻做出了决定，他打算先暗中把市面上所有的进化水晶都收购过来，一旦达成垄断，后续其他人想要鉴定坐骑的时候，就必须从他手里高价回购了。至于收购进化水晶的代价，许然朝着四周望去，地上洒满了玩家们的死亡掉落。目前来说，这些玩家的装备都是一些只有黑铁和青铜品质的垃圾，但在许然眼中却不一样。先前已经验证过了，万倍奖励，这个唯一永恒级天赋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即便只是黑铁级装备，也能成为其他玩家眼中最炙手可热的极品。开始摸尸，这是一场视觉盛宴。伴随着他的拾取动作，地上那些原本暗淡无光的装备，此刻全都发出了璀璨光芒。拾取提示：你获得了装备生锈的卫兵长矛黑铁。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黑铁级提升至黄金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装备闪耀的禁卫军长矛黄金。果然，万倍奖励再一次触发，原本黑铁品质的垃圾竟然直接变成了黄金级武器。许然明白一点，除了他自己之外，幽梦的玩家应该是最舍得砸钱的那一批人了。他们身上的装备已经算是玩家群体中的天花板了，但即便如此，他们会长悠悠一梦身上穿的也只是黄金级装备，甚至没有套装属性，全都是散打，永恒的爆率之低可见一斑。继续，如同鬼魅一般，许然藏匿于黑暗之中，开始疯狂拾取。拾取，拾取，拾取，万倍奖励触发，获得智慧守护法袍黄金。万倍奖励触发，获得高级治愈药剂。万倍奖励触发，获得残忍刽子手巨剑暗击。这一刻，随着许然的拾取动作，一件件装备和其他掉落纷纷出现在他的背包中。万倍奖励更是被一次又一次的触发，那些原本暗淡无光的掉落奖励，此刻全都发生了质一般的改变。提示：你获得了特殊技能书熔岩火球终极技能书。看到这道提示，许然心中不由得一阵惊愕。作为特殊技能，熔岩火球只能通过杀怪以低到可怜的几率才能爆出来，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当珍贵的东西。他没想到竟然有人可以忍住不学这个终极技能，但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初级技能兵刃术都能被增幅为高级技能疾冰风暴，以此类推，这个终极特殊技能的品质必然会在高级之上。第25章主线任务触发，思索只在一瞬间，下一秒万倍奖励成功触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初级提升至大师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特殊群攻技能书陨星盛宴宗师级。果然没有猜错，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个技能竟然真的超越了高级品质宗师。许然心中默念了一遍技能的名字，一双星眸熠熠生辉。在永恒这款游戏中，技能也分为不同的品质，除了初级、中级和高级技能之外，还有宗师级和禁咒级技能。想要掌握宗师级技能，玩家必须完成职业的终极认证，成为大魔导师。至于传闻中的禁咒，
则需要极其苛刻的条件和足够逆天的机缘，这足以证明陨星盛宴的含金量了。提示：你掌握了新的技能。没有犹豫，许然立刻学习了这个技能。下一秒，他的技能栏中直接多出了一个繁奥晦涩的印记。陨星盛宴，类型：宗师级技能，群攻。效果：通过吟唱不断引导周遭环境中的魔法气息和火元素产生共鸣，制造出一场由陨星汇聚而成的盛宴，对指定区域敌人造成范围性打击。每引导出一枚陨星，都可造成300%魔法攻击力伤害，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5分钟。注：持续期间可自主修正陨星坠落方位。介绍：陨星坠落，万物寂灭。宗师级技能，果然名不虚传。10秒的持续时间内，每一枚陨星都能打出300%魔法攻击力的伤害。这也意味着，只要它的释放速度够快，就能引导出更多的陨星。很好，许然暗暗点头。这个技能甚至可以被称为成长型技能。他发现，随着自己的等级越来越高，万倍奖励带来的收益也愈发恐怖了起来。在前世，想要获得这种程度的奖励，至少要干掉一头80级传说 BOSS。提示：你获得了装备碎骨项链青铜。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青铜级提升至暗金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装备骸骨缠绕项链暗金。接下来，许然足足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才将地上的掉落尽数收入囊中。幸亏有无尽哀歌之诗腰带史诗提供的额外负重加成，否则他的背包早就爆了。拾取掉落期间，万倍奖励一直在生效，将这些掉落的品质都提升到了一个骇人的高度。粗略清点了一下，一共有367件暗金级装备，814件黄金级装备，还有965瓶高级恢复药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杂物和垃圾道具。一轮收割，许然直接赚得盆满钵溢。他甚至都难以想象，这些装备究竟能换到多少资源。即便是财大气粗的幽梦公会，也不可能一口气吃下这些装备。但许然却丝毫不慌。如果没记错的话，冰封城里还有一个销赃的好地方。更何况，转职任务需要的物品目前全都集齐了。时机成熟，即刻回城。撤！话音刚落，许然的身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沉睡之森再次恢复了之前的模样，只剩下了一片死寂。提示：你进入了冰封城。10几分钟后，许然穿过恢宏巍峨的城门，返回了主城。沿途一路无事，他并没有遭遇任何阻碍。夜雨公会的援军就像是直接消失了一样，连炼级的公会成员他都没见到几个。意料之中，许然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夜雨很阴，一击未中，他选择了隐忍不发，估计是想在暗中积蓄力量，等时机成熟再开始行动。许然倒是不在意，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诡异伎俩都无济于事。估计现在有很多大型势力把他当成了猎物，但谁都不知道，他们何尝又不是许然的猎物呢？毕竟单凭万倍奖励能够在拾取玩家掉落时生效这一点，就能让他赚妈了。提示：你进入了魔法师协会1层。提示：你进入了魔法师协会2层。提示：你进入。不一会，许然抵达了魔法师协会。和普通玩家的转职任务不一样，失落永恒国度这个试炼任务后续会触发开服第1次主线任务，所以他必须前往魔法师协会第5层，找到大魔导师威利斯特。只有这样，他才能提交任务。很快，许然找到了大魔导师威利斯特。即便前世见过数次，他依旧被威利斯特的绝美容颜给惊艳到了。只可惜，许然现在不想瑟瑟，只想变强。没有迟疑，他直接选择提交任务。下一秒，提示音响起。提示：提交任务失落永恒国度成功。提示：你完成了职业第2次进阶，成为永恒大魔法师。提示：当前等级上限已提升至60级。提示：你领悟了新的技能。一连串提示纷至沓来。随着职业2次进阶，许然身上悄然多出了一抹神秘而玄奥的气息。或许这代表着永恒。许然刚想看看自己领悟的新技能，眼前场景就被一片璀璨金光所取代。随着璀璨光芒迸发，世界公告又一次响彻在所有玩家的耳畔。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2次职业进阶的玩家，获得天道奖励。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又是一连3道世界公告出现，引得无数玩家产生强烈不适，纷纷哭天喊地。不公平！劳资才特么的14级，这货就已经2转了。天选老板，带孩子吧。我星号你星号的，能不能别打击人了？
就在所有人都在羡慕嫉妒恨的时候，世界公告再度响起。这一次公告里的主角依旧是许然，但公告内容却让所有玩家都不曾料到。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功触发开服首次主线剧情，请各位玩家齐心协力，帮助天选之人开启主线资料片。第26章卷土重来，批量交易。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世界公告还在重复，但整个华夏区都陷入到了一片死寂之中，甚至连世界频道都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久久没有人开口。大概过了10几秒，很多玩家才刚刚反应过来，卧槽，为什么老天不长眼，把所有好处都给了天选之人？我心脏病犯了，让我缓缓。2次转职，触发主线任务，我承认我酸了。呵呵，还帮他开启主线资料片，兄弟们还不快去冰封城捣乱？我是小学生，你能送我一件传说装备吗？一时间，整个华夏区都陷入到了一片躁动之中，不少人纷纷踏上了前往冰封城的传送阵，哪怕需要付出1金币的费用。各大势力更是蠢蠢欲动，无论是职业2次进阶，还是触发主线任务剧情，都让各大势力忌惮不已。其中绝大多数的势力都不约而同做出了一样的决策，无论如何也要参与到主线任务剧情中，如果无法做到，那就毁了这个剧情。因此华夏区的各大势力也纷纷行动了起来。一时间，冰封城大传送阵中挤满了来自其他主城的玩家，堪称一场奇观。此时此刻，许然已经离开了魔法师协会，看到人头攒动的冰封城，他不由得一阵唏嘘。毫不意外，当他触发主线任务的那一刻，就已经猜到了各大势力接下来的计划，必然会针对自己，说不定还会联合起来破坏主线任务进度。但他却丝毫不慌，前世记忆加上万倍奖励带来的恐怖实力，给他带来了充足的底气。如果这样就怂了，那他还不如直接一头撞死算了。一边朝着城南方向走着，许然看向任务面板：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类型主线任务为1，难度未知，当前阶段探查第1阶段，内容位于沉睡之森的古龙巴萨尔似乎遭到了未知生物的袭击，请前往位于沉睡之森东侧的马尔镇探查，听说那边同样也遭受了未知生物的袭击，注请在6小时内前往当前阶段任务。介绍：威利斯特从古龙巴萨尔的头颅中感受到了失落国度的气息，或许他们没有消亡在历史长河中，即将卷土重来。失落国度，对此许然并不陌生，他清楚地记得前世，一直到了游戏中期，这个主线剧情才被触发。由于牵扯到了失落国度，所以还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怪物工程事件，参与其中的玩家们全都死伤惨重，甚至连号称永不消融的冰封城都差点成为废墟。还真有挑战性呢。一边说着，许然望向了技能栏，提交了转职试炼任务后，他的职业变成了永恒大魔法师，不仅等级上限突破到了60级，同时领悟了新的技能，分别是永恒跃迁、秩序停滞以及永恒审判枷锁。出乎意料，新领悟的技能竟然全都是主动释放技能。永恒跃迁，类型永恒大魔法师专属技能，效果主动释放该技能，可以和空间共鸣，朝着指定方向跃迁位移一段距离，期间处于无法锁定状态，免疫一切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消耗10%魔法值。注：可无视冷却时间，提前透支跃迁次数，每次消耗魔法值翻倍。跃迁，寻常的法系职业往往都会在游戏中后期掌握一个位移技能，那就是闪现术。但许然却没想到，自己领悟的位移技能竟然是无法锁定、无视伤害的跃迁，透支次数，消耗翻倍。许然估算了一下，以自己那惊人的魔法值恢复速度，完全可以做到连续跃迁6次，这意味着他的灵活程度将远超想象。不错，不错。许然心情大好，望向了另外的2个技能。秩序停滞，类型永恒大魔法师专属技能，效果主动释放该技能，可使周围200米内的一切都陷入到停滞状态，自身不受任何影响。冷却时间10分钟，持续期间每秒消耗5%魔法值。永恒审判枷锁，类型永恒大魔法师专属技能，效果通过吟唱可引导出具备审判效果的枷锁，对指定敌人造成高额伤害，500%伤害加成，并且附带束缚效果，持续时间5秒，技能冷却时间25秒，消耗魔法值2000点。这2个技能属实超出了许然的预料。前者是一个堪称恐怖的控制技能，虽然耗蓝量极高，但单凭使周围200米一切都陷入停滞状态，
就足以证明它的可怕程度了。最后一个技能也十分离谱，释放永恒审判枷锁，直接束缚敌人。虽然这是一个单体技能，但高达 500% 的恐怖伤害加成，足以证明永恒审判枷锁是一个单刷 BOSS 的神技。这些都是他完成主线剧情的依仗。看了一眼时间，主线任务第一阶段有6个小时的时间限制，时间紧急。许然心中有了打算，他准备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把自身实力再往上提升一大截。几分钟后，他轻车熟路地抵达了目的地。提示：你发现了塔琳娜的小商店。刚进门，许然就看到了一道可爱软萌的身影，正趴在柜台上拨弄着一只小猫。他身后的货架空空如也，只有几瓶恢复药剂七零八落地摆在上面，看上去平平无奇。你好啊，神秘的魔法师。神级斗篷带来的特殊效果，让处在黑暗中的许然豁免了一切生物的探查，所以他能自由出入所有店铺，无需担心罪恶值的问题。晚上好，塔琳娜。许然冲着娇小可爱的塔琳娜笑了笑，然后从背包中取出来了一大堆装备。哗啦啦，随着装备被堆放在柜台上，原本昏暗的店铺霎时变得亮如白昼。第27章，首次销赃的额外折扣。这一大堆装备足足有上千的数量，许然并不打算全都出售给幽梦公会，不是说他们财力不够，而是因为需求。许然要的不是金币，他想要更多的资源以及后续会价格飙升的材料、道具等等物品。显然幽梦公会现在还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许然就做好了相对应的计划。幽梦这边，他只出售一小部分装备换取大量资源，而剩下的全部他都倾销给 NPC。 塔琳娜的小商店在前世是被所有人认可的最佳销赃点，以物换物，价格公道，永不泄密，软萌萝莉，这些都是塔琳娜小商店的优势。但许然最看重的一点是这里可以交换的资源。作为前世最出名的销赃点，玩家可以在塔琳娜的小商店里交换到绝大多数想要的东西：武器、装备、药剂、配方、强化石、道具、材料等等。只要可以提供同等价值的物品，就能完成交易。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甚至还能淘到宠物、坐骑等等稀有宝物。很快，许然列好了交易清单，一次秒杀上千名玩家，让他一共获得了367件暗金级装备以及814件黄金级装备。除此之外，还有965瓶高级恢复药剂。这些价值不菲的物品全都被许然摆放到了柜台上面。如果有玩家看到这一幕，必然会目瞪口呆。华丽的装备，稀有的药剂，此刻竟然堆成了一座小山。璀璨的光芒瞬间照亮了店铺的每一寸角落。很快，按捺住心中的惊愕，塔琳娜估算好了价值，也拿出了交换清单。提示：本次交易为塔琳娜小商店和玩家之间的首次交易，已获得额外折扣7折，1500枚初级宝珠，675个白银品质的强化石，还有56000枚净化水晶。此消彼长之下，塔琳娜给出的交易清单显得格外有诚意。其中初级宝珠需要击杀40级以上怪物才能爆出来，是一种无比珍惜的战略资源。许然保守估计，初级宝珠目前的价值要比普通级宝珠高出近100倍。一旦玩家突破30级的等级上限，合成系统便会随之开放。届时，无论是宝珠还是强化石，亦或者增幅道具等等，这些道具都可以通过合成系统来提高品质。先前和悠悠一梦的交易清单里面包含了最普通的宝珠和月光石，数量是1000枚，再加上塔琳娜提供的1500枚初级宝珠，但那些宝珠的数量对他来说还是太少了。毕竟他的套装可是史诗级品质，要是镶嵌低品质的宝珠附带了垃圾属性，那他还不如直接丢弃算了。675个白银品质的强化石也是一个道理，如果强化石的品质太低的话，装备在强化过程中甚至会有碎掉的风险。而那56000枚净化水晶一旦到手，就意味着他的有一个目标完成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合成宝珠和强化石，以及鉴定传说级坐骑远古幽灵龙。看了一眼天色，距离天亮还有6个小时左右，时间勉强够用了。没有迟疑，和娇憨可爱的塔琳娜挥手告别，然后许然头也不回地朝着主城中心区域走去。合成台作为公共用品，一般都位于主城中央的广场附近。10几分钟后，伴随着一阵脚步声，化身为一团阴影的许然抵达了目的地。几座看上去磅礴又大气的合成台正孤零零地矗立在中央广场的南侧。提示：你已经激活合成系统，满足合成台使用条件。提示：
是否消耗30枚金币租用初级合成台？否，租用合成台的价格不菲，其中初级合成台需要30金币，中级合成台需要200金币，高级合成台需要1000枚金币，以及世界声望达到小有名气阶段。至于宗师级合成台的要求更加离谱，不仅合成一次需要1万枚金币，还要将世界声望等级提升到无人不知阶段。这对于玩家们来说，不亚于一个天文数字。前世许然也经常会精打细算，像是合成一些成功率很高的低价值物品，他都会使用初级合成台。只有珍贵的宝物，他才会租用高级合成台，像是宗师级合成台。即便到了游戏后期，都没有几个玩家能将声望提升到无人不知的阶段。但现在不一样了，万倍奖励在手，许然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目前最不缺的就是金币。至于声望，更不必担心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已经提升到了最高的那一阶。提示：你的声望等级为最高级，万人敬仰，满足租用宗师级合成台的要求，是否租用？确定。提示：租用成功，宗师级合成台提供的 20% 额外成功率已生效。毫不犹豫，许然直接选择了最昂贵的合成台。20% 的成功率加成，足以证明这1万金币花得很值。开始合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从背包中取出了10枚普通品质的宝珠。在抵达合成台之前，许然和悠悠一梦完成了先前的交易，一共是1000枚普通品质的宝珠，还有3000枚月光石。此时全都到手。提示：是否消耗1万金币，开启本次合成。随着宝珠被放置在合成台上，提示音也如期而至。根据规则，如果合成成功，他就可以获得更高一级品质的宝珠。和强化时不一样，实际上宝珠的品质和技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分别是普通、初级、中级、高级、宗师级以及最高品质的神级。这也是许然收购大量宝珠的原因。如果有机会，他甚至想要合出来一枚神级宝珠。提示：是否消耗1万金币，开启本次合成。正想着，提示再次响起。许然见状，依旧没有着急。在合成之前，他先激活了传说级装备命运筹码的特殊效果。经过一番尝试，终于随机抽到了幸运眷顾这个增益 buff。呼！接下来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天赋，万倍奖励，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接下来能否发生奇迹，就看合成结果了。合成！叮！10枚普通品质的宝珠在一瞬间消融殆尽，紧接着一阵璀璨光芒闪过，无比熟悉的提示音从耳畔悄悄响起，让他的心脏不由为之一颤。提示：合成成功，你的物品已经合成为初级宝珠。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第28章意料之外的万倍奖励。看到这一幕，许然脸上浮现出了无比错愕的神色。原因并不是宝珠的成功合成，而在于第二道提示。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触发了唯一竞技天赋万倍奖励。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初级提升至高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物品生命恩赐宝珠高级。高级宝珠，初级到高级之间的品质差距简直如同天地之间的沟壑一般，因为合成的成功几率太低了。根据前世玩家的统计，即便有宗师级合成台的加成，初级宝珠合到中级的实际几率为 3%，20% 的几率要乘以最基本的合成几率，而中级到高级只有可怜的 0.45%。 如果用更低级的合成台，那成功率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但在他这里却有所不同，幸运眷顾再加上万倍奖励的作用，他的成功几率恐怕会得到史诗级增强。很好，在意识到万倍奖励能够作用在合成上面后，许然的心情变得无比舒畅。继续，趁着幸运眷顾的 buff 尚未消失，许然又从背包中拿出来了10枚初级宝珠，放在了合成台上。这是刚才从塔琳娜那交易到的资源，数量一共有1500枚。或许初级宝珠触发万倍奖励后并不会直接提升到宗师级品质，但合成成功的几率却要远超普通级宝珠，效率应该会大大增加。提示：是否消耗1万金币，开启本次合成。开启。瞬间，一阵闪耀的光芒从合成台中骤然浮现，20枚初级宝珠齐刷刷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璀璨的光芒。提示：合成成功，你的物品已经合成为中级宝珠。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
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中级提升至高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物品灼热锋芒宝珠，高级稀有。高级稀有，许然心中一喜，他猜的没错。尽管宝珠只是从中级提升到了高级品质，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枚宝珠发生了常人难以预料的变化。稀有，对于合成的道具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状态，这意味着这件道具额外拥有一个稀有效果。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比彩票中奖的几率都要小一些。想到这，许然急忙望向宝珠，灼热锋芒宝珠，高级稀有。类型：宝珠，镶嵌需求：赤金级武器以上。品质：高级稀有。镶嵌效果：炽热，镶嵌后可以让武器附带火属性伤害，提高火属性攻击伤害。物理系武器提升 30% 伤害，远程法系武器提升 15% 伤害。额外稀有效果：锋芒，镶嵌后可以让武器附带锋锐效果，可以对敌人造成流血和残废效果，持续时间30秒，造成物理伤害才可触发。不错，许然眼中浮现出几分赞赏的神色。这枚宝珠不太适合法师和牧师这种远程法系职业，但对于近战误伤职业来说，堪称极品中的极品。很好，是个不错的开始。趁热打铁，许然决定继续合成。提示：合成失败，你的合成材料已摧毁。砰的一声，10枚初级宝珠尽数消失，但许然却毫不在意，继续合成。提示：是否消耗1万金币，开启本次合成。伴随着提示音响起，璀璨光芒又一次浮现在合成台上。提示：合成成功，你的物品已经合成为终极宝珠。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中级提升至高级稀有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物品精神爆发宝珠，高级稀有。这一次合成的宝珠完美契合法系职业。不过许然没有因此而停下手中动作，他直接拿出一大堆初级宝珠，开始疯狂合成。提示：合成成功，你的物品已经合成为终极宝珠。提示：合成失败，你的合成材料已摧毁。提示：合成失败，你的合成材料已摧毁。提示：合成成功，你的物品已经合成为终极宝珠。尽管合成几率低到了一个感人的程度，但在幸运眷顾的作用下，它的成功率竟然维持在 20% 左右。这几率简直逆天，要让其他玩家看到，恐怕会直呼见了鬼。合成，合成，继续合成。伴随着许然的动作，他背包里的宝珠数量开始逐渐增多，基本上全都是高级稀有品质。万倍奖励触发，获得防御反击，高级稀有。万倍奖励触发，获得冰霜迟缓，高级稀有。万倍奖励触发，获得力量唤醒，高级稀有。没过多久，1000枚初级宝珠全都被消耗一空。不曾停歇，许然又将1490枚普通品质的宝珠都投放到了合成台中。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中级提升至高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物品精神爆发宝珠，高级。伴随着提示音缓缓消失，普通品质的宝珠也都纷纷被合成了高级宝珠。消耗1000枚初级宝珠，成功获得了210枚高级稀有品质的宝珠。许然算的没错，成功率大概在 20% 左右。而1500枚普通宝珠则合成出了442枚高级品质的宝珠，成功率比初级宝珠高一些，大概有 30%。许然没想到成功率竟然这么高，果然钱没白花。无论是幸运眷顾还是宗师级合成台，全都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很好，许然心情大好，他决定继续合成。这一次他直接拿出了10枚高级稀有品质的宝珠放在了合成台上。处于高级以上的品质只有宗师和神级，合成一旦成功，即便不触发万倍奖励，宝珠品质都会晋升为宗师级。有一点许然有点不太确定，万倍奖励一旦生效，是否能将晋升到宗师级的宝珠强化到更高层次的品质。第29章末日与审判。提示：是否消耗1万金币，开启本次合成。合成，许然毫不犹豫激活了合成台。有一点他无比明确，高级稀有品质宝珠的合成几率无论如何都会远远低于初级宝珠，想要出货恐怕得多尝试几次了。所以多想无益，直接动手。伴随着他的动作，一片耀眼的光芒迅速迸发开来，但下一秒传送台上面传来的动静戛然而止。提示：
合成失败，你的合成材料已摧毁。砰砰砰！提示音响起的瞬间，10枚高级稀有品质的宝珠全都碎裂开来。继续，出现失败是必然的。要是合成这么容易，那宗师品质的宝珠早就烂大街了。想要获得极品中的极品，必须舍得砸钱。又拿出10枚高级稀有品质的宝珠，许然再度激活了合成台。砰砰砰！果然又一次失败了。毫不犹豫，许然将宝珠从背包中一枚又一枚的取出，放置在合成台上，然后开启合成仪式。提示：合成失败，你的合成材料已摧毁。提示：合成失败，你的合成材料已摧毁。提示：合成失败，你的合成材料已摧毁。失败的提示音不断响起，但这一切都在许然的预料之中。他像是不知疲倦一般，继续放置着宝珠。同一时刻，由于世界公告中提到了主线任务，在主线任务丰厚奖励的吸引下，数不清的玩家纷纷乘坐船送阵抵达了冰封城。一时间，整个主城人满为患。就在他们正到处搜寻天选之人踪迹的时候，合成台这边传来的动静逐渐吸引到了路过玩家的注意。卧槽！谁在合成台疯狂合成东西？不懂就问，这闪瞎眼的光泽代表着什么品质？属实有点见识短浅了，这是暗金品质才有的独特光泽好吧？胡说八道，分明是高级品质的道具。等等 ，TM 能用合成台的玩家好像全服只有一个人。此话一出，在场所有玩家全都面面相觑，他们心中纷纷浮现出了一个名字。卧槽，是天选之人！尽管有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的特殊效果遮掩身影，让许然始终处于阴影的笼罩下，但是很快他的身份就被认了出来。只有完成2次转职才能激活的合成台成为了最直接的身份证明。在认出他以后，不少玩家纷纷靠了过来，有很多玩家都纷纷好奇他究竟在合成什么东西，也有不少小迷妹凑过来想看看天选之人长得帅不帅，更有很多玩家心中另有打算，盯紧他，这里是安全区，等他出了主城及时汇报，快安排工会的人准备集结了。天选之人出现，快通知会长。一时间，整个冰封城暗流涌动，不少势力纷纷行动了起来。主城中央广场有越来越多的玩家争相涌入，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正在合成宝珠的许然。提示：是否消耗1万金币，开启本次合成？又取出10枚高级稀有宝珠。许然无视了越来越多的玩家，将宝珠放置在了合成台上。这一回功夫，他已经消耗掉了240枚高级稀有宝珠，成功率至今还是0%。想要将高级宝珠晋升到宗师级品质，成功几率实在是太感人了。但他并不气馁，面对提示，他再次激活命运筹码的特殊效果，一直等到状态栏中多出了幸运眷顾这个增益 buff， 他才再次开启合成。确定。嗡！随着他话音落下，一阵刺目的璀璨光芒轰然迸发，整整10枚高级稀有宝珠瞬间消失在了合成台上，取而代之的是一枚氤氲着恢宏浩瀚气息的绚烂宝珠。就在这时，悦耳的提示音接踵而至。提示：合成成功，你的物品已经合成为宗师级宝珠。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1倍增幅。提示：1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宗师级提升至神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物品审判浩劫之光宝珠神级。当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一道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耀眼光芒从传送台中骤然迸发。轰！不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一道恢宏浩荡的绚烂光柱冲天而起，直贯云端。从中弥漫而出的气息，犹如在宣读浩劫，又像是在审判着一切罪与罚。这马德，天选之人这币又弄到什么极品道具了？这特么的是什么光效？老子的照明术都没这么闪！狗托！我不想玩了，删号了。沐浴着绚烂光柱挥洒的点点光雨，无数玩家纷纷破防。明明只是好奇，或者想要尾随许然抢主线任务，如今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合出极品中的极品。最打击人的是，他们竟然连这件道具的品质都辨认不出来。看到无数玩家纷纷破防，许然可没空搭理他们，就连他都没想到，1倍奖励竟然真的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让他成功合出神级宝珠。想到这里，许然的目光不由落在了宝珠上面，他也想看看这件神级宝珠究竟是什么样的属性。审判浩劫之光宝珠神级，类型
宝珠。镶嵌需求：神级装备。品质：神级。镶嵌效果1：审判镶嵌后可以让装备附带特殊效果，对敌人造成伤害时有几率触发审判效果，使其陷入被审判状态，无法行动，防御清零，持续时间随目标实力而改变。注：1、目标为邪恶阵营或者红名玩家时，有几率触发一击必杀事件。镶嵌效果2：浩劫镶嵌后可主动激活宝珠内蕴含的力量，释放出具有毁灭效果的浩劫，冷却时间1小时。注2：当引发浩劫时，可对周围敌人造成无差别伤害时，神级宝珠伤害加成待验证，并且具备改变地形效果。第30章暗流涌动。神级宝珠，即便早有心理准备，但许然的心脏依旧砰砰直跳。神级宝珠，全服第1枚神级宝珠，竟然在游戏初期就出现了。回想前世，似乎一直等到了游戏后期，才有欧皇合出来这神级宝珠。当时的价格，直接让无数势力都感到绝望。没错，即便是排行前10的大型势力，似乎都无法承担神级宝珠的昂贵价格，因为神级宝珠的效果实在是太可怕了，一旦镶嵌到神器上面，足以带来翻天覆地的额外变化。而许然合出来的这一枚审判浩劫之光宝珠，更是神级宝珠中的极品，神明之间亦有区别。审判、浩劫这两种特殊效果，代表着秩序神器的一部分法则之力，一旦激活，甚至足以碾压一些普通神明的法则力量。很好，许然此刻相当满意。这枚神级宝珠一共可以附加2个特殊效果。首先是审判，一旦完成镶嵌，攻击时会有几率触发审判效果。审判目标无法行动，防御清零，攻击邪恶阵营和红名玩家时，甚至还有几率触发一击必杀效果。单凭这一个特殊效果，就足以碾压史诗级装备了。而最离谱的还要数第2个效果，镶嵌效果浩劫。镶嵌后可主动激活宝珠内蕴含的力量，释放出具有毁灭效果的浩劫，冷却时间1小时。引发浩劫时，可对周围敌人造成无差别伤害，并且还可以改变地形。主动效果，即便是许然也没见过附带主动效果的宝珠，一旦完成镶嵌，就等同于他额外拥有了一个威力难以想象的可怕技能。神级宝珠的恐怖效果出现端倪。很好，许然看了一眼背包，先前他一共合出来了210枚高级稀有宝珠，442枚高级宝珠，算上神级宝珠的这次合成，一共消耗了250枚宝珠，其中有190枚高级稀有宝珠以及60枚高级宝珠。此时他还剩下高级稀有宝珠20枚，高级宝珠382枚。继续合成。一边说着，许然激活了命运筹码的特殊效果。等到状态栏中出现了幸运眷顾后，他才再度取出10枚高级稀有宝珠。嗡！合成台再次发出沉闷的声响，引得无数玩家纷纷惊愕不已。什么鬼？他怎么还在合成宝珠？有没有钓大的哥们能说说这狗托的宝珠是什么品质吗？真特么的想砍了这货，把装备和宝珠都爆出来，洗洗睡吧，就凭你身上青铜装。亲眼目睹了神级宝珠的合成现场，无数玩家纷纷感到不适，而各大势力之间也开始暗中行动了起来。集结，所有工会精锐都去荒寂平原边缘集合。炽热的人去了东门，那咱们去北边。燎原工会的所有成员放下手里的事情，咱们去南边幽魂山谷集合。和那些围观看热闹的玩家不同，各大势力的嗅觉相当敏锐，此刻全都意识到了这枚宝珠的真正价值，至少是宗师级品质，甚至有可能是神级宝珠。几乎是同一时刻，位于冰封城的各大势力都纷纷制定出了下一步的计划，一边快速集结，一边观察许然和其他势力的动向。一旦有机会，直接动手。在宗师级甚至神级宝珠面前，杀人夺宝是最合理的选择。一时间，表面热闹不已的冰封城，暗中已经隐藏了数不尽的杀机。还真是好谋划。许然无视了合成失败的提示音，然后他又一次取出了10枚高级品质的宝珠，直接放在了合成台上。提示：是否消耗1万金币，开启本次合成？确定。嗡！合成台再次启动，璀璨的光芒迅速将周遭的黑暗驱散殆尽。敏锐的观察力，对于各大势力前世的了解程度，足以令无数人心动的神级品质宝珠。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直接让许然猜到了各大势力背后暗藏的杀机。如果换成其他玩家的话，一旦出城必然遭中，但许然却并不在意。既然想蹲，那就候着吧。轰！正想着，
一片绚烂光芒再次迸发，悦耳的提示音也在此刻如期而至。提示：合成成功，你的物品已经合成为宗师级宝珠。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宗师级提升至神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物品守护誓约之羽宝珠，神级。伴随着提示音响起，无数玩家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又是伴随着提示音响起，一枚散发着绚烂光泽的宝珠出现在合成台上。很多玩家见状，此刻全都双眼通红，心脏更是砰砰直跳。他们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冲上去，直接把这枚宝珠抢走。但谁都明白，这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和强化装备一样，无论是合成、锻造，还是制作、烹饪等等，都拥有保护机制，无法拾取，无法触碰，而且还会被执法者统领一击秒杀。面对这种情况，无数玩家也只能在心中哀嚎不已。反倒是各大势力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集结的步伐，甚至有一些已经不再伪装了。来自各大公会负责盯梢的玩家，索性直接站在了许然的身旁。又是神级，暂时没有查看这枚神级宝珠的属性。许然继续合成。时间紧急，距离主线任务限定的时间还有不到2个小时。他不仅要及时赶到马尔镇，还要在天亮之前开启主线任务剧情，否则等级超过100级的执法者统领会对他展开不死不休的追杀。一边思索着，许然又取出了10枚高级品质的宝珠，放置在了合成台上。提示：是否消耗1万金币，开启本次合成？确定。许然手速提升到了极致。接下来，一枚又一枚的宝珠被他取了出来。随着合成台的猛烈轰鸣声，一道道璀璨光芒不断闪过。此时，许然的背包中还剩下234枚高级宝珠，他决定一枚都不留，全部合成。第31章，坐骑驯养商店。根据合成系统的规则，每一次开启合成仪式，玩家需要放置10个合成道具。这也就意味着一件事：许然剩下的234枚宝珠还能合成23次。毫不迟疑，许然无比娴熟地取出宝珠，将其放置在合成台上，动作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极具观赏性。随着他的动作，一道道提示音也纷纷响起。提示：合成失败，你的合成材料已摧毁。提示：合成失败，你的合成材料已摧毁。提示：合成失败，你的合成材料已摧毁。砰砰砰，宝珠每次破碎都对应着一次失败，看得在场所有玩家都肉痛不已。不少大型势力更是目眦欲裂，在他们眼中，这些宝珠可是自己的财产，哪能允许他这么挥霍？一时间，不少暗中观察的工会高层纷纷无比痛苦地捂住了心脏。住手！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一名叫做烽火狼烟的玩家想要阻止许然的败家行为。你这样不就是在浪费吗？我劝你。烽火狼烟话还没说完，突然发现许然似乎朝着自己看了过来。一想到先前夜雨工会的惨状，他立刻闭上了嘴巴。提示：是否消耗1万金币，开启本次合成？10枚高级品质的宝珠，此刻又被许然放置在了合成台上。确定。嗡！随着合成台的咆哮，璀璨的光芒又一次浮现而出。提示：合成成功，你的物品已经合成为宗师级宝珠。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宗师级提升至宗师稀有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物品极影踏空之痕宝珠，宗师稀有。见到此景，许然不由得生出几分疑惑。眼前合成台上升腾起来的冲天光柱，似乎和神级宝珠的规模和大小都有所不同。看上去虽然不如合出神级宝珠时那样声势浩大，但与合成宗师宝珠的场景相比，要恢宏震撼许多。这时，许然似乎也摸到了一丝规律。和高级稀有宝珠不一样，高级宝珠的合成有几率出现神级品质的宝珠，同时也有可能得到宗师稀有级宝珠。想到这里，他望向了这枚宝珠的属性。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枚宝珠应该拥有一个相当可怕的额外效果。极影踏空之痕宝珠，宗师稀有。类型：宝珠。镶嵌需求：史诗级以上的防具。品质：宗师级，稀有。镶嵌效果：极影镶嵌后可以让防具附带暗影属性，提高自身移动速度 50%， 持续移动10秒后可获得急行效果，向前掠行一段距离。
额外稀有效果：踏空镶嵌后，可以激活宝珠中蕴含的力量，使自身进入踏空状态，期间始终处于霸体状态，免疫一切控制效果，持续时间40秒，冷却时间5分钟。是，许然没有猜错，宗师品质的宝珠只能镶嵌在传说品质的装备上面，神级品质需要镶嵌在神器上面，而宗师稀有则对应的是仅次于神器的史诗级装备。这枚宝珠除了能提供50%移速加成和叠加一个被动位移之外，还有个特殊效果，踏空不仅可以让它在空中滞留足足40秒的时间，而且期间还始终保持霸体状态，免疫一切控制效果。继续合成。接下来许然又将剩下的所有高级宝珠全都逐一合成。失败，依旧是失败，直到最后10枚宝珠被缓缓放置在合成台上，一片绚烂的光芒才再一次浮现，恢宏神秘，让人不由得想要沉溺于其中。一道不断散发着神品气息的浩瀚光柱竟然从此刻冲天而起，直贯云霄。提示：合成成功，你的物品已经合成为宗师级宝珠。提示：触发唯一禁忌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1倍增幅。提示：1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宗师级提升至神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物品剧毒腐蚀之物宝珠，神级。终于又一次成功了，许然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一次合成竟然真的成功了。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一枚神级品质的宝珠：审判浩劫之光宝珠，神级；守护誓约之鱼宝珠，神级；剧毒腐蚀之物宝珠，神级；极影踏空之痕宝珠，宗师稀有。3枚神级宝珠和1枚宗师稀有品质的宝珠，再加上4枚高级品质的宝珠，这些都是本次的合成收获。随便拿出一件，都足以让所有玩家为之疯狂，恐怕连 NPC 都会忍不住生出杀人夺宝的心思。看了一眼时间，许然将宝珠全都放入了背包，其中守护誓约之鱼宝珠神级和剧毒腐蚀之物宝珠神级也在其中。时间紧急，在离开主城之前，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如等赶往马尔阵地的时候再查看2件神级宝珠的详细属性。思索至此，许然扫视了周遭一圈，他发现大多数的玩家都处于懵逼状态，但依旧有不少双眼睛始终落在自己的身上，这些都是各大势力派来的玩家。对此许然没有在意，他直接拎着法杖悄悄地朝着人群外面挤去。果然不出预料，那些负责盯梢的玩家也都纷纷跟了上来，还有一道盗藏在暗处的身影，将这边发生的一切都传递给了城外集结的大部队。还练级？别他妈刷怪了，来蹲人！在得知许然身上拥有4枚疑似神级品质的宝珠后，这些势力纷纷停下了手头的所有行动，此刻全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但他们却不知道，此时许然不仅没出城，还朝着另一家店铺走去。提示：你发现了坐骑驯养商店。提示：由于你已开启坐骑系统，满足进入坐骑驯养商店的条件。许然一步踏出，他的身影直接消失在了坐骑驯养商店的门口，原地只留下了一群盯梢的玩家。提示：等级不足，尚未开启坐骑系统，无法进入坐骑驯养商店。警告：请不要强行进入未开放区域，否则后果自负。看着系统提示，这些玩家纷纷目瞪口呆。第32章灰烬之翼，刷屏的公告。这咋回事？干，等级不够，2转才开放坐骑系统，这算是跟丢了。兄弟，你哪个工会的也是来盯着他的？面对警告，没有人敢乱来。没有办法，这群跟随而来的玩家只能选择原地等待。而这时，许然手中已然多出了一枚散发着传说品质光泽的坐骑水晶。传说级坐骑水晶，远古幽灵龙，未鉴定。类型：坐骑水晶。状态：待鉴定。效果：前往主城寻找坐骑驯养师及其鉴定材料后，可获得对应品质的坐骑幼崽。鉴定材料：120万金币，3万枚进化水晶。注：该坐骑为远古幽灵龙一族成员，有几率出现变异属性，可获得隐藏类型的坐骑。介绍：传闻中的远古幽灵龙一族似乎早已消失在岁月长河中，这是击杀古龙巴萨尔的奖励。一旦完成鉴定，许然必定能得到一头远古巨龙坐骑。提示：是否消耗材料和金币，开启本次坐骑鉴定。确定。许然话音刚落，120万金币以及3万枚进化水晶全都被他提交给了坐骑驯养师。然后在坐骑驯养师的一脸惊愕中，鉴定开始了。提示：本次鉴定结果完全随机，鉴定范围远古幽灵龙一族。
随着提示音响起，整整3万枚净化水晶几乎堆满了整个坐骑驯养商店，并且开始缓缓融化了起来。提示正在鉴定中。接下来让许然熟悉的一幕出现了，随着净化水晶的不断消融，一道道蕴含神秘气息的光点逐渐浮现了出来，像是拥有生命一样。这些光点逐渐被那枚传说级坐骑水晶吸引了过去。很快，坐骑水晶其中蕴含的封印开始一寸一寸的崩溃，其中凶残暴力的气息也被逐渐净化干净。这就是净化水晶的最大效果。在永恒这款游戏中，获取坐骑有很多种方式。一、直接征服坐骑。这种方式往往针对于 BOSS 和怪物，不仅需要足够的实力，还要运气、机遇以及对怪物习性的了解等等。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坐骑，实力往往都不咋地，毕竟能被玩家强行征服的怪物，实力必然不会很高。二、捕捉坐骑。这种方式需要开启副职业驯养师，通过消耗捕捉道具来捕捉宠物或者坐骑。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坐骑和宠物，基本都是战马类坐骑，性价比不错。游戏中后期会出现烂大街的情况。三、通过掉落获得坐骑水晶。和其他获取坐骑的方式有些不同，玩家一旦获得了坐骑水晶，必须消耗净化水晶来净化其中坐骑幼崽的抵触和凶性，只有这样才会获得坐骑的认可。但正因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坐骑忠诚度全都是100%，永不背叛。至于品质，往往也会根据掉落的坐骑水晶不同，从而有一定区别。正想着，一声碎裂的声音从坐骑水晶中悄然响起，响声无比清脆。成了，似乎像是在和许然的想法相互呼应。当他话音刚落的时候，水晶碎裂的声音不断响了起来，此起彼伏，格外引人注意。砰砰砰！随着最后一道碎裂声消失，坐骑水晶中原本蕴含的暴力、抵触以及凶性全都随之消失不见。提示：进化完成，你的坐骑正在苏醒。提示：是否完成坐骑认主仪式？面对提示，许然心中有些激动。这意味着一件事，他将获得全世界第一头坐骑，而且还是传说级品质的远古幽灵巨龙。巨龙高傲，精灵避世，这2个种族分别对应着最稀有最极品的坐骑和宠物。在前世，或许有可能通过逆天运气获得精灵的契约，但是如果没有实力的话，绝对无法驾驭巨龙一族，使其成为自己的坐骑。就算是许然，他也是在击杀了传奇生物古龙巴萨尔以后才获得了这一枚坐骑水晶，这多亏了万倍奖励。如果没有这个永恒唯一级天赋，恐怕他只能获得一头普通面板的古龙。想到这里，他激活了命运筹码，一直等刷出来幸运眷顾这个增益效果后才做出选择。确定。许然话音刚落，原本就已然碎裂开来的坐骑水晶彻底崩碎，在漫天洒落的碎屑中，一头只有巴掌大小的身影静静地躺在了他的手心。提示：鉴定成功。提示：触发特殊事件，你的坐骑出现了变异属性。提示：你随机抽取到了隐藏传说品质的坐骑幼崽，灰烬之翼，远古幽灵巨龙传说。隐藏坐骑，许然心中涌现出无尽惊喜，他竟然真的触发了特殊事件。幸运眷顾，果然永远都不会让人失望。很好，许然正准备查看传说级坐骑的具体属性，忽然他停下了手头的动作，璀璨而熟悉的金光骤然浮现在他眼前，这是世界公告特有的光泽。这时候他才想起来，好像作为首名获得坐骑的玩家会获得天道奖励，而且一旦有人获得紫金级以上坐骑，也会触发世界公告，不仅能开启世界坐骑排行榜，还能获得对应坐骑类道具的奖励。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获得坐骑的玩家，获得天道奖励。坐骑类世界坐骑排行榜已开放。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获得传说级坐骑的玩家，获得坐骑培育石暗金，坐骑技能书暗金。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获得坐骑的玩家，获得。一共触发了2个世界公告，每一个都会在所有玩家的眼前连刷3遍。一时间，璀璨而绚烂的世界公告竟然产生了刷屏效果，见证了这一盛况，所有玩家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呆滞状态。与此同时，一直在主城外面苦苦等候了许多的各大势力，全都在这一刻同时破防。我屌你 M 的，老子在这里苦苦等了半天，结果这必获得了一个传说级坐骑，还真就像个小丑。
面对横空出现的世界坐骑排行榜，不少玩家甚至被当场气笑了。第33章古怪的随机技能。坐骑传说级品质。见到不断刷屏的世界公告，各大势力的玩家纷纷愕然。谁都没想到，完成2次转职，等级突破30级以后，竟然还会开启坐骑系统。一时间，那些想要暗中埋伏、杀人夺宝的势力纷纷感到一阵头疼。早在之前，他们就得到了关于夜雨公会上千玩家被直接秒杀的情报。如今再加上传说级坐骑，原本实力就相当恐怖的天选之人必然会变得更加棘手起来。单凭坐骑的速度优势，就足以让无数人感到绝望了。一时间，这些在主城外面埋伏的势力陷入了沉思之中。同一时刻，许然此时的表情也相当惊愕。天赋10000倍奖励生效，世界公告提供的奖励提升幅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首先是天道奖励，提示你获得的天道奖励为坐骑类，正在发放中。提示你获得了坐骑经验水晶暗金级。提示10000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暗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传说级道具坐骑经验水晶传说。看到这里，许然心里的惊愕之情简直难以形容。这不怪他，坐骑经验水晶是坐骑类道具中相当珍贵的道具。虽然不同品质的坐骑升级需要的经验值会随品质不断递增，但如果是暗金级品质的坐骑经验水晶的话，即便是传说级坐骑，等级也会飞速飙升。更何况，在10000倍奖励的作用下，这枚坐骑经验水晶的品质竟然直接被提升到了传说级，价值已然难以用金钱来衡量了。不错，许然摸了摸掌心的远古幽灵巨龙，心情无比愉悦。他知道，这才只是一个开始，还有2个奖励也触发了天赋10000倍奖励。提示你获得了奖励坐骑培育石暗金。提示你获得了奖励坐骑技能书暗金。提示10000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暗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奖励坐骑培育石传说。提示你获得了奖励坐骑技能书传说。刹那间，又是2件传说级品质的道具出现在了许然的背包中。坐骑培育石传说。类型道具坐骑类。品质传说级。使用需求坐骑传说级品质以上。效果使用后可对坐骑进行培育，使其随机获得某种方向的强化，效果为传说级。坐骑技能书传说。类型道具坐骑类。品质传说级。使用需求坐骑传说级品质以上。效果使用后可以让坐骑掌握一个对应传说级品质的技能，完全随机，无种族限制。看到这2件道具的详细信息，许然无比欣慰。不愧是世界公告带来的奖励，不愧是永恒唯一品质的天赋加成效果。这2个道具一旦使用，恐怕会带来一场难以想象的改变。使用提示是否消耗道具坐骑培育时传说对坐骑进行强化。提示是否消耗道具坐骑技能书传说使坐骑掌握新的技能。确定。毫不迟疑，许然义无反顾地使用了这2件传说级道具。只见一片片璀璨光辉氤氲而出，笼罩在了灰烬之翼远古幽灵巨龙传说的身上，如同沐浴在万千光雨之中。小家伙舒服地打了个滚，看上去娇憨可爱。但下一秒，整个坐骑驯养商店直接陷入到了一片死寂之中。黄金狮鹫、疾风狼、迅猛野猪、极影战马，这些寻常价值不菲的生物全都是 NPC 寄养在这里的坐骑，其中不少都是黄金狮鹫这种稀有又高傲的坐骑。甚至许然还看到了一头幼年期飞龙。但就在这一刻，一股浓郁到极致的巨龙威压似乎弥漫到了每一寸角落，如同山岳一般沉重到令人窒息。无一例外，所有的坐骑全都不由得站立起来。提示强化成功，你的坐骑获得了速度类强化，请注意查看。听到提示，许然眼前一亮。速度，这正是坐骑最核心的属性，没有之一。而对于远古巨龙一族来说，速度的重要性更是远超一切。因此，坐骑培育时的强化结果足以用完美来形容。只不过，通过坐骑技能书传说获得的随机技能就有点奇怪了。提示领悟成功，你的坐骑随机获得了新的技能神圣复苏特殊技能。看到提示，即便是许然此时也看傻了眼。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灰烬之翼远古幽灵巨龙传说竟然随机获得了一个属性相斥的技能。
如果没记错的话，神圣复苏应该是圣堂天使得专属核心技能，只存在于传闻之中。谁会料到，这种神圣系技能竟然会出现在一头远古幽灵巨龙的身上？神圣复苏特殊技能，品质无法鉴定，类型坐骑技能特殊，效果由坐骑激活该技能，可引导周遭区域内的光属性魔法元素对指定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高额神圣属性伤害，加成待验证，冷却时间1小时。注：释放期间可复活区域内所有友方目标，包括主人，复活后状态全满。乖乖，看到这个技能的效果，又看了一眼手中小家伙的状态，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身为远古幽灵巨龙，小家伙并没有和神圣属性的技能发生排斥反应，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接下来，他又从背包中取出了一枚晶莹剔透的水晶，坐骑经验水晶传说。小家伙目前还处于幼崽状态，大概只有巴掌大小。作为远古巨龙一族，随着等级的提升，它的体型也会随之增长。许然心中隐隐有个猜测，一个传说品质的坐骑经验水晶喂下，小家伙恐怕会发生难以想象的蜕变。想到这里，他直接使用了坐骑经验水晶。随着晶莹剔透的水晶逐渐消融，小家伙的体型正以一个恐怖的速度快速延伸起来。与此同时，在主城外面等了一晚上的各大势力中，一名玩家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卧槽！我终于知道如何干掉天选之人了。第34章永久增益，冰之寂灭。说话的这名玩家叫做燎原白斩，是燎原公会的智囊团，专门负责为公会高层出谋划策。如果许然在场，他必定会一眼认出来这人的身份。前世一直到了在游戏中期失落国度这个主线任务资料片才被玩家开启。这一战，人类一败涂地。正是因为这人的瞎几把指挥，让号称永不消融的冰封城差点记了。因此，燎原白斩遭到了无数玩家的追杀。听夜雨的兄弟们说，天选之人用群攻秒杀技能秒了他们上千人。如今像是想到了什么，燎原白斩放下了手中的长弓，开始认真分析了起来。那就说明他现在的罪恶值绝对超过1000点。传说级坐骑的移动速度固然很快，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咱们完全可以用人海战术，硬生生的堆成一道坚固的围墙。他越说越兴奋，在地上画起了沙盘演示。对，就这样，他想要出城就必须主动攻击咱们，那时候红名状态可就遮不住了。根据推算，他的罪恶值肯定引来执法者统领的追杀。10几分钟后，在燎原白斩一阵忽悠下，蹲在城外等了一晚上的各大势力竟然真的联合了起来。所有人开始整理阵型，你带着一个100人团去这边，你带着人去那边，快点就位。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各大势力按照燎原白斩的想法开始了构建人墙的计划，甚至他们已经开始商讨关于击杀许然以后爆出来那些极品装备的分配问题了。不得不说，这个计划相当缜密。面对这种围堵，如果是10分钟之前的许然，恐怕还真的只能束手就擒，但现在可就不一样了。在远古幽灵巨龙面前，一切都不堪一击。提示：使用道具坐骑经验水晶传说成功。提示：你的坐骑等级提升至1级。提示：你的坐骑等级提升至2级。提示：你的坐骑。随着一道道耀眼的金光洒落，灰烬之翼远古幽灵巨龙传说的等级开始飞速飙升，1级、5级、10级、15级，对应着小家伙的等级不断提升，他的体型也扩张到了10米多，一斩更是接近20米。提示：你的坐骑等级提升至16级。提示：你的坐骑等级提升至17级。传说级品质的坐骑经验水晶带来的经验值堪称海量。此时，小家伙的等级还在不断提升。为了不破坏坐骑驯养商店，许然决定离开这里。天空才是巨龙驰骋的区域。提示：你离开了坐骑驯养商店。呼！狂风骤起，呼啸而来。许然纵身一跃，然后他稳稳地落在了小家伙宽阔的脊背上面。走，咱们飞高一点。许然话音刚落，如同离弦利箭一般，灰烬之翼远古幽灵巨龙传说直冲天际而去。提示：你的坐骑等级提升至20级。提示：你的坐骑等级提升至21级。提示音还在回荡。驰骋于云巅之上的灰烬之翼远古幽灵巨龙传说体型逐渐扩张到了20米长，看上去足以用遮天蔽日来形容。再高一点。心意相通，在许然的催促下，小家伙兴奋地朝着头顶掠去。似乎
有一种刺破天际的感觉。500米、1000米、1500米，随着高度的拔升，许然周身覆满了晶莹剔透的冰霜。但由于永久增益 buff 冰之眷顾的特殊效果，他不仅没有被冻成冰雕，反而在持续恢复自身的魔法值。在冰霜神奇的眷顾下，拥有者将无视寒冷带来的负面效果、迟缓、冻结等等，同时获得持续性魔法值恢复效果。所处环境越寒冷，魔法值恢复速度越快，这就是开服初期他获得的增益效果。而如今，许然的目标是第2个永久增益 buff， 和其他主城有所不同。冰封城位于遗忘的极寒之巅的山脚处，常年被冰雪覆盖。根据前世论坛上提供的线索，在冰封城上空4000米处漂浮着一枚印记，一旦触碰就会获得一个永久增益 buff， 相当不错。正想着，一道似乎能洞彻灵魂的冷冽寒风急速扑面而来。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枚如同晶莹雪花般的印记正悬浮在前方不远处。见状，许然一双星眸神采奕奕。buff 到手，话音刚落，和他心意相通的远古幽灵巨龙便掠向了印记所在的方位。提示：由于你触碰到遗忘的冰霜之痕，获得了增益 buff 冰霜凋零。果然，情报没有错误。伴随着提示音的响起，一个永久增益 buff 出现了。下一秒，万倍奖励生效，这个增益 buff 立刻发生了质一样的改变。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永久稀有增益 buff 提升至永久珍稀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永久珍稀增益 buff 冰之寂灭，又是一个极品永久增益 buff。很好，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将目光放在了这个增益 buff 上面。冰之寂灭，类型：珍稀增益 buff， 持续时间：永久。效果：在冰霜法则的认可下，拥有者可使自身300米范围内充满冰霜气息，每3秒覆盖一次迟缓效果，有几率造成特殊效果。寂灭，对目标造成10倍魔法攻击的高额伤害。介绍：来自冰霜法则的眷顾。和冰之眷顾不同，冰之寂灭是来自法则的眷顾，强调的并不是对自身的庇佑，而是极致的冰属性伤害，始终笼罩自身的范围迟缓，10倍加成的高额伤害，这都足以证明冰之寂灭这可怕威势。第35章，要是会长知道得弄死你。该行动了。看了一眼时间，此时主线任务第1阶段的限定完成时间仅剩51分钟，他必须抓紧时间，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赶到位于沉睡之森东侧的马尔镇，否则任务会直接失败。我们走。关掉任务面板，许然对小家伙下达了指令。随着时间不断推移，做其经验水晶传说带来的海量经验，此时已经全都消耗殆尽了。此时已经不能称远古幽灵巨龙为小家伙了。提示：你的坐骑等级提升至30级。提示：你的坐骑已进入成长期，觉醒了新的血脉技能。30级。进入成长期以后，小家伙的体型已经扩张到了进阶40米，双翼展开，更是如同遮天蔽日一般。看了一眼他的属性面板，许然不由得对这一枚传说品质的坐骑经验水晶肃然起敬。这等级的提升幅度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了。灰烬之翼，远古幽灵巨龙传说，等级30级，种族巨龙，远古幽灵巨龙，归属天选之人，属性死亡，品质传说级，当前阶段成长期，生命值15万，物理攻击力共享主人属性，魔法攻击力共享主人属性，防御力共享主人属性。技能：巨龙威压，死亡幽灵之影，神圣复苏。特殊技能：灰烬之物，新领悟技能。特殊属性：灰烬之翼，掠行途中张开双翼，可洒落漫天灰烬，对沿途敌人造成一定伤害，并且附带灼烧生机效果。特殊属性：无冷却。坐骑装备无。进阶要求：远古巨龙遗物凋零，史诗远古龙晶史诗。介绍：来自远古幽灵巨龙一族的特殊存在，有进阶为史诗级坐骑的可能。不错，看到小家伙的属性，许然心满意足。和预料中的一样，除了生命值、魔法值和速度等属性之外，这头拥有特殊效果的远古幽灵巨龙，绝大多数的属性都和自己共享。或许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称不上是一个好消息，但在许然这里却代表着更高的上限。而且4个技能也相当强悍。巨龙威压，散发远古巨龙威压，对绝大多数生物造成震撼效果，可以提高一定的伤害。死亡幽灵之影，可进入幽灵状态，期间无视物体阻碍，速度也会提升至极限。灰烬之物，主动释放，
可使指定范围内覆盖灰烬之物，造成生机燃烧效果，扣除目标生命值。再加上它的特殊属性灰烬之翼，这头传说品质的巨龙坐骑，甚至比一些史诗级坐骑都要恐怖。更何况，这头远古幽灵巨龙还拥有可进阶的机会。走，目标马尔镇！一声令下，体型接近40米的远古幽灵巨龙，如同一团遮云蔽月的灰烬之物，径直朝着城外掠去。此时，冰封城外，一道由玩家构成的围墙，直接将整座主城都团团围住。如果有人发现天选之人的踪迹，这道人墙就会瞬间收缩，从而实现围追堵截的效果。但也正因如此，其他玩家想要外出刷怪升级，全都要接受盘查。一时间，整座主城都被弄得乌烟瘴气。然而，就在各大势力还在苦苦蹲守的时候，有一团由死亡灰烬构成的灰雾掠过了他们的头顶。怪事！快看头顶那个阴云，怎么飘得这么快？几乎同时，有几名玩家发出了一阵惊呼。等待的过程相当煎熬，百无聊赖的他们偶然间看到了这团怪异的灰烬之物。你眼花了吧？哪有云彩？夜盲症的多吃胡萝卜。谎报军情，要是会长知道的，弄死你！等他们再抬头看的时候，远古幽灵巨龙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提示：你发现了马尔镇。狂风呼啸，一路掠行，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许然就抵达了目的地——马尔镇。这座布满防御工事的小镇位于沉睡之森的东侧。小镇整体呈倒三角的形状，两侧都是悬崖峭壁，恰好扼住了通往冰封城的道路，战略意义相当重要。许然清楚地记得，失落国度资料片刚开启没多久的时候，怪物就攻陷了这座小镇，从而让其成为进攻的绝佳跳板。果然出现了。凭借燃烧着灰色火焰的双翼，远古幽灵巨龙停滞在了半空中，给许然提供了绝佳的观察角度。放眼望去，始终处于黑暗笼罩下的马尔镇外，隐约能看到几个隐藏在暗中的身影。NPC 没有迟疑，许然直接开启了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刹那间，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灰白。在小镇外面的灌木丛中，几道猩红色的身影显得格外清晰。随着视线落下，这几道身影的属性面板浮现在了他的眼前。哀嚎巡视者，等级40级，类型 NPC， 阵营黑暗阵营失落国度，生命值等级差距过大，无法查看。魔法值、攻击力、技能介绍：曾经想要触及永恒的国度，在一场未知的灾祸降下后，消弭于了历史长河中，如今却以失落国度的状态再度卷土重来。是他们。哀嚎巡视者是黑暗阵营常见的斥候 NPC， 实力相当可怕，足以碾压一般二转玩家。通常情况下，哀嚎巡视者只听从各大城主的调遣，往往会担任斥候、暗哨等工作。但如今，他们竟然在替失落国度刺探情报，蹊跷极了。看到这几道身影，许然的神色变得认真了起来。无论如何，哀嚎巡视者的出现都证明着一件事：来自失落国度的大军很快就要抵达这座小镇了。那么，先干掉他们吧。许然有了决断。通过击杀怪物以及完成任务，都可以触发天赋万倍奖励的效果，甚至击杀玩家的奖励也能触发万倍奖励。看了一眼下方那几道 NPC 的身影，许然不由得陷入了沉思。根据前世经验，击杀 NPC 也能搜刮其身上的物品，还会根据双方是否处于敌对关系来判定增加功勋值还是罪恶值。许然很想看看击杀敌对 NPC 是否也能触发万倍奖励。第36章，领地状态已更改。如果就连击杀 NPC 都能触发万倍奖励，那就意味着他又多出了一个刷奖励的途径。走，咱们下去。轻轻拍了拍远古幽灵巨龙的鳞片，许然锁定了这几道藏匿于草丛中的身影，没有发出一丝声响。远古幽灵巨龙扇动着双翼，缓缓向下落去。200米、100米、50米，随着高度的下降，提示音接踵而至。提示：你完成了主线任务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第一阶段，当前任务进度已改变，请注意查看。第一阶段的任务内容对于许然来说很简单，只需要抵达马尔镇，然后探查到敌人的踪迹即可。但换成其他玩家可就不一样了，没有飞行坐骑就必须要经历抵达、潜入、探查和发现这几个过程才能完成任务第一阶段，这难度堪称炼狱级。主线任务第一阶段完成了。见状，许然立刻向远古幽灵巨龙发出了停止降落的指令。瞬息之间，恢宏庞大的巨龙
无声无息地悬停在了空中，原地滞空。这就是远古幽灵巨龙独有的优势。哀嚎巡视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头顶竟然还有一头体型接近40米长的巨龙。他们更想不到，有一名玩家已经将自己锁定为了猎物。看了一眼下方的哀嚎巡视者，许然暂时没有动手。他打开了任务面板，然后开始查看任务的详细内容。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类型主线任务为1，难度未知，当前阶段谋划第2阶段。内容马尔镇的探查中，出乎预料的是，来自黑暗阵营的 NPC 竟然出现在了这里。本阶段2个选择：选择1，主动出击，尝试着从哀嚎巡视者身上挖掘到关于黑暗阵营与失落国度之间的谋划；选择2，避其锋芒，返回冰封城找到威利斯特汇报这边的情报。注：该阶段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后续的剧情走向也会因此而改变，请谨慎选择。介绍：威利斯特从古龙巴萨尔的头颅中感受到了失落国度的气息，或许他们没有消亡在历史长河中，即将卷土重来。避其锋芒，前世那名玩家选择的正是避其锋芒，也正因如此，冰封城也面临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危机。虽然那名玩家成功开启了主线任务资料片，但也注定和后续剧情没有了缘分。没记错的话，前世那名玩家刚离开这里，马尔镇应该就沦陷了，这才导致他失去了后续的奖励。一边想着，许然将目光落在了远处，看上去周遭一片寂静，似乎是一个黎明即将来临的美好夏夜。但只有许然知道，来自永恒国度的王者已然复苏，他们从幽暗潮湿的深渊中爬出来，正如同一片潮水般向这边蔓延，无声无息，不可阻挡。前世那名玩家做出了错误的抉择，许然绝不会重蹈覆辙。更何况这座小镇的位置堪称完美，他不可能让其沦陷在腐朽黑暗的敌人手中，所以他选择主动出击，准备动手。一个念头传递了出去，远古幽灵巨龙立刻做出了反应，漫天灰烬悄然浮现，片刻之间就汇聚出了一片由无数灰烬构成的浓雾。远远望去，这片区域像是被笼上了一片无比暗淡的阴云。然而就在许然即将动手的时候，下方那几道身影齐刷刷行动了起来，他们藏匿于黑暗之中，正缓缓向前移动。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许然发现远处一队身穿精致铠甲、手持着长枪的卫兵正朝着马尔镇的大门走去。这座小镇的防御工事构建的还算可以，但兵力就有些寒酸了。显而易见，马尔镇里只有2个卫兵小队，此时恰好到了换岗的时间。这也意味着接下来这2个卫兵小队都等同于离开了小镇。根据前世的记忆，如果想要占领小镇、要塞甚至主城，都需要满足同一个条件，不能有活着的卫兵。只有这样，攻占者才能有夺取领地核心的机会。眼前这一幕，许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看来剧情走向真的变了。他清楚地记得，前世的马尔镇在此时应该遭到了一场屠杀，无论是其中的 NPC 还是卫兵，亦或者练级的玩家，全都被失落国度的大军屠戮殆尽。但现在却有些不同，显然这几名哀嚎巡视者是想要趁机夺取领地核心，从而直接控制马尔镇。正想着，随着一阵脚步声，那一队卫兵齐刷刷地踏出了马尔镇大门，他们要开始换岗了。瞬息之间，几道藏匿于昏暗中的哀嚎巡视者立刻行动了起来，踩着月光，他们如同一道道模糊的影子，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掠进。速度好快，即便是许然也有些惊愕不已。不对劲，这绝对不是哀嚎巡视者应该有的速度。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他们就潜入了马尔镇之中。轻车熟路，1秒、2秒、3秒，直捣黄龙。哀嚎巡视者只用了7秒的时间，就已然锁定了领地核心的位置。然而许然还是没有行动，他始终一脸平静，在原地看着小镇里发生的一切。敌袭！此时卫兵们终于察觉到了敌人的潜入行为，他们急忙朝着小镇跑来，但为时已晚。随着一声脆响传来，马尔镇的领地枢纽直接被击碎。同一时刻，一只由狰狞白骨组成的手紧紧握住了领地核心。区域公告：马尔镇，由于马尔镇遭受攻击，领地状态已更改，目前已脱离冰封城统辖，成为敌对区域。区域公告：马尔镇，由于区域公告不断回荡。在这个阶段，能有资格踏入这片区域的玩家只有许然一人，同时也只有他知道这个区域公告意味着什么。领地状态更改，
成为敌对区域。这也意味着一件事，只要有人能夺取领地核心，就能将这座小镇收入囊中。因为在这一刻，马尔镇已经脱离了主城管辖，只要夺回，便会成为他的私人战利品。第37章，迟来的功勋值奖励。领地对于目前的玩家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甚至无比遥远的东西，但在许然眼中却相当重要。一开始，许然就有了攻占领地的计划，但谁也没料到，主线任务的开启竟然让他提前有了占领地盘的机会。在永恒这款游戏中，领地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核心战略点。随着游戏进程，那些由玩家组建而成的势力也会纷纷崛起。到了那个时候，由于冲突、任务、剧情等等因素，玩家势力可以选择借助或者发起战争，尝试着占领某一区域，从而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一旦领地建设完成，像是税收、贸易、租赁以及跑商等功能也会随之开启，这些都能让玩家获得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当然了，领地也有级别之分，从据点、村落、小镇、要塞、城市，一直到最高级别的主城。领地级别越高，解锁的功能也就越多。同理，领地覆盖的疆域也会随之扩张。当然，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比如像是马尔镇这种扼住主城咽喉的小镇，无论是从价值还是后续带来的丰厚收益，都远超其他偏僻的小镇。这一点倒有点像是学区房和郊区房的区别。所以，当领的核心出现的那一刻，许然就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必须拿下这座小镇。区域公告：马尔镇，由于马尔镇遭受攻击，领地状态已更改，目前已脱离冰封城统辖，成为敌对区域。提示音还在回荡着，马尔镇当前仍处于占领中的状态。4、3、2、1，随着倒计时结束，提示音也随之响起。区域公告：马尔镇，马尔镇已被完全占领，作为敌对关系，你将受到驱逐和追杀，请及时应对。就是现在！当倒计时结束的一瞬间，原本就昏暗的天空瞬间变成了一片漆黑。远古幽灵巨龙张开双翼，化作一道遮天蔽日的阴云，向下急速俯冲而去。与此同时，小镇里的哀嚎巡视者正小心翼翼地拖着领地核心。然而，也就在这一刻，一片灰烬飘落在了他的头骨上，崩出了几枚火星子。怎么有灰烬？几名哀嚎巡视者感受到了刺痛感以及生机的流逝，急忙朝头顶看去。他们那干枯腐朽的脸庞上浮现出了不解的神色。霎时，只见一头恢宏浩瀚的远古巨龙，正如同幽灵一般出现在他们头顶上空，距离自己已近在咫尺。吼！随着一声咆哮，来自幽灵远古巨龙的威压瞬间蔓延开来。轰！轰！万千灰烬更是如同一场深红色的暴风雨，携带无尽恐怖之势，狠狠砸落下来。这是远古幽灵巨龙的特殊属性灰烬之翼带来的效果。在掠行途中张开双翼，可洒落漫天灰烬，对沿途敌人造成一定伤害，并且附带灼烧生机效果。-12929， -13014， -12781， -12935。每一枚灰烬飘落都能迸发出一道令人心悸的数值。由于坐骑可以共享主人的攻击属性，所以仅仅是一个被动属性灰烬之翼就打出了高额的伤害。算下来，每一枚灰烬都能打出100%魔法攻击力的伤害。顷刻之间，这几名哀嚎巡视者的生命值就跌落了一大截。敌袭！哀嚎巡视者一反常态，他们并没有发出哀嚎，尝试着对许然造成精神打击，反而高高跃起，试图跳到巨龙的脊背上来。好！远古幽灵巨龙只对许然一人臣服，怎么可能允许这几只爬虫踩在自己身上？他高抬狰狞巨爪，狠狠向下拍去。轰的一声，这几名哀嚎巡视者立刻被砸向了地面。-874， -862， -857。作为法系职业，许然几乎没有多少物理攻击力，所以共享主人属性的远古幽灵巨龙也只打出了感人的3位数伤害。但这并不重要，控制和打断才是许然的真正目的。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完成了一段晦涩难懂的吟唱。轰！轰！轰！一连数道篆刻有神秘梵奥魔法铭文的锁链悄然出现在了天空之中，似乎只在一瞬间，这些足足有半米粗的锁链直接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锁链直接将下方哀嚎巡视者的躯体狠狠贯穿。伤害数值顷刻浮现：-69012，-68759，
-68914，-69025， 13959。来自永恒大魔法师的专属技能，不仅打出了恐怖的伤害，还将敌人死死地钉在了地面上。永恒审判枷锁，通过吟唱可引导出具备审判效果的枷锁，对指定敌人造成高额伤害，500%伤害加成，并且还可以附带束缚效果，持续时间为5秒。虽然永恒审判枷锁只能打出一段伤害，但500%的加成足以让哀嚎巡视者遭到重创。疾冰风暴，许然轻喝一声，完成了技能引导，还莫等这几名来自黑暗阵营的 NPC 挣脱束缚，一场携带万千锋锐兵刃的暴风雪骤然来袭。轰隆隆，随着一片绵延不绝的伤害数值不断浮现，不断湮灭。提示：你成功击杀了 NPC 哀嚎巡视者。提示：你成功击杀了 NPC 哀嚎巡视者。提示：你成功。一轮技能直接轰炸下去，那几道狰狞可怖的身影立刻消失在了原地。谁会想到，在前世连很多三壮玩家都感到棘手的哀嚎巡视者，此时竟直接被轰成了碎屑。提示：由于你击杀的目标为敌对 NPC， 获得了10功勋值。提示：由于你击杀的目标为击杀敌对 NPC 的功勋值如期发放。哀嚎巡视者的数量一共有4名，等级全都是40级，每击杀一个都能获得10点的功勋值，足以用丰厚来形容。但许然却发现，他获得的功勋值奖励并没有随着系统提示如期到账。见状，他眼中浮现出了一抹喜悦。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万倍奖励生效了。第38章想法印证成功，一共40点功勋值，足以在功勋商店里兑换到一件黄金品质的装备了。如果换成其他玩家，此时恐怕早就兴奋不已了。毕竟击杀敌对玩家只有1点功勋值入账，这相当于直接干掉了40名敌对玩家。但对许然来说，没有经过万倍奖励的增幅，这奖励还不如不要。正想着，提示音响起，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随着提示音不断回荡，万倍奖励也在这一刻成功生效。提示：你获得了10万功勋值。提示：你获得了10万功勋值。一共4名 NPC 提供了足足40万功勋值。赤金级极品装备，紫金级的道具，暗金级的坐骑和宠物，甚至都不用打开功勋商店，许然就知道这些功勋值能兑换什么东西。而一旦功勋值超过50万，玩家就可以兑换传说级品质的装备和道具了。不过，想要获得史诗级品质的装备，往往需要100万以上的功勋值，因为除了击杀敌对玩家，还可以通过任务奖励来获取丰厚的功勋值。许然清楚地记得，前世有一个狠人，通过不停地做任务，最后累积到了120万功勋值，成功兑换到了一件史诗级武器。但许然却不需要这么干，如今他的想法已经得到了验证，击杀 NPC 也能触发万倍奖励，这就意味着他积累功勋值的速度绝对远超想象。下去吧！一声令下，远古幽灵巨龙缓缓降落在了地面上，没有任何迟疑。许然一把抓起了地上的领地核心，提示音骤然响起。提示：检测到领地范围内无反抗生命，满足占领条件，正在占领马尔镇。区域公告：马尔镇，由于马尔镇遭受攻击，领地状态已更改，目前已脱离幽夜城统辖，成为玩家天选之人的私人领地。区域公告：马尔镇，由于幽夜城。看到区域公告，许然眉头一皱，失落国度的卷土重来，果然和黑暗阵营的势力的暗中谋划有关系。不过，令人纳闷的事情出现了，一直等到这几名哀嚎巡视者被干掉，关于主线任务的提示也始终没有响起。这就意味着主线任务的第2阶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真正要面对的危机似乎还在后面。但多想无益，不如趁着功勋值到手，提升一下自身的实力。轻车熟路，许然打开了功勋商店。提示：是否消耗2万功勋值，兑换道具装备开孔器神级。提示：是否消耗8000功勋值，兑换道具装备开孔器史诗级。确定。提示：兑换成功，消耗了足足28000点功勋值，可以给神器以及史诗级装备开启宝珠镶嵌孔的道具，如今总算入手了。这倒不是兑换商店狮子大开口，而是因为神级装备和一些史诗品质的装备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永不磨损，所以想要给神器打孔，许然就必须使用对应的道具。这也是先前他一直没有镶嵌宝珠的原因。
主城里的那些铁匠铺只能给黄金级以下的装备开启宝珠镶嵌孔，再高的品质必须通过掉落、兑换等方式获得。提示：是否使用道具为装备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开启宝珠镶嵌孔。确定。随着一阵光芒洒落，一个可以镶嵌宝珠的槽位出现在了这件神级装备表面。紧接着，他拿出来了2枚宝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枚宗师稀有品质的宝珠，极影踏空之痕宝珠。提示：装备开孔成功，是否镶嵌宝珠？确定。他话音刚落，史诗级装备无尽哀歌之诗长靴表面就被嵌入了一枚光彩四溢的宝珠。这枚宗师稀有级宝珠效果相当强悍，除了50%的移动速度增益之外，还可以提供40秒的滞空效果，期间霸体，免疫一切控制。接下来他又使用了神级品质的装备打孔器，执掌光暗之影斗篷，神级，表面也出现了一个可以镶嵌宝珠的槽位。许然手中还剩下1枚宝珠，上面氤氲着神级品质特殊的光泽，夺目而璀璨。审判浩劫之光宝珠，神级。实际上，许然背包中一共有3枚宝珠，除了审判浩劫之光宝珠，神级之外，还有守护誓约之羽宝珠，神级和剧毒腐蚀之物宝珠，神级。这3枚全都是神级品质。许然需要从中挑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宝珠，完成神器的镶嵌。在前往马尔镇的途中，他查看了守护誓约之羽宝珠，神级和剧毒腐蚀之物宝珠，神级的具体属性，和预料的没有差别。虽然3者都是神级宝珠，但显然审判、浩劫这2个属性更适合执掌光暗之影斗篷。首先是镶嵌效果1，审判镶嵌后可以让装备附带特殊效果，对敌人造成伤害时有几率触发审判效果，使其陷入被审判状态，无法行动，防御清零，持续时间随目标实力而改变。而当敌人是邪恶阵营 NPC 或者红命玩家时，还有几率触发一击必杀事件。至于镶嵌效果2，则更是离谱。浩劫镶嵌后可主动激活宝珠内蕴含的力量，释放出具有毁灭效果的浩劫，引发浩劫时可对周围敌人造成无差别伤害时，并且还具备改变地形的效果。这2个效果无论加持在光与暗哪一种形态上面，似乎都能达到完美契合的效果。更何况审判神器和普通神器不同，是与光明、黑暗、死亡等等一起并称为主神的存在，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其恐怖之处了。镶嵌。许然话音刚落，这枚氤氲着神级光泽的宝珠就被镶嵌到了由光与暗交织而成的斗篷上面。轰！一阵绚烂恢宏的光柱冲天而起，照亮了马尔镇里的每一处角落。第39章，最完美的方式推动剧情。什么玩意？我靠！你们快看那边！看到这一幕，那些在主城外埋伏许然想要杀人夺宝的玩家，此时全都感到一阵诧异。顺着荒寂平原远远望去，在沉睡之森的东侧，竟然出现了一道恢宏浩瀚、直冲云霄的光柱。看到这一幕，来自各大势力那群苦等了一晚上的玩家，全都不约而同地揉了揉眼睛，他们眼中满是疑惑。真是怪事，这光柱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对啊，我好像也见过这一幕。不少玩家纷纷陷入了沉思之中。忽然，有人猛地惊醒，他们全都顿感一阵后背发凉。别告诉我，这 TM 是天选之人！这名玩家话还没说完，所有人的耳畔就响起了世界公告的提示声。猝不及防之中，世界公告的光效差点没把一些玩家的眼睛给闪瞎。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完成了神器的镶嵌，获得奖励装备强化石传说。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完成。又是一连3道公告，整个华夏区瞬间炸锅。神器，这是多少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结果这货还完成了镶嵌，而且最让人崩溃的是，世界公告竟然奖励了一枚史诗品质的强化石，简直离谱。看到公告具体内容后，无数玩家纷纷咬牙切齿，心中无比酸楚。但此时最难受的还要数冰封城外埋伏的那几个大型势力，在意识到自己被戏耍了以后，他们的脸色都相当难看。更有人在不停的怒骂，他什么时候出的城？我不到啊，老子等了他一晚上啊！一时间，原本缜密至极的人墙战术也在此刻宣布告破。继续追！秉承着来都来了的想法，蹲了一晚上的大冤种们又一次行动了起来。只不过参与其中的玩家数量比之前少了很多。与此同时，
位于马尔镇中的许然已然完成了宝珠镶嵌。提示：镶嵌神级宝珠成功。沐浴着绚烂而璀璨的光晕，许然望向了世界公告带来的奖励。提示：你获得了奖励，装备强化时史诗。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史诗级提升至神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奖励，装备强化时神级。神级强化时到手，许然心中一片惊愕，他也没想到世界公告竟然能提供一个史诗品质的强化石，更没想到万倍奖励竟让他的品质提升到了神级。这意味着他的神级装备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只不过需要等到返回主城才能在铁匠铺那里强化这件神器了。现在最重要的马尔镇。想到这里，许然望向了领地核心。提示：占领倒计时还剩6秒。提示：占领倒计时还剩5秒。随着倒计时不断跳动，这枚散发着柔光的领地核心逐渐篆刻上了他的气息。3、2、1，终于，倒计时结束。这座扼住主城咽喉的小镇成为了他的私人所有。提示：你完成了对马尔镇的占领，获得了新的镇级领地。提示：马尔镇所有权限已开放。提示：你解锁了马尔镇建筑系统。提示：你解锁了马尔镇贸易系统。提示：你解锁了。刹那间，一道道提示开始疯狂刷屏，建设、税收、贸易、种植、人口等等权限都在此刻逐一开启。刚刚沉寂下去的世界公告又一次响彻在所有人的耳畔。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获得领地的玩家，获得奖励镇级领地特殊蓝图 X1。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又是一连3道世界公告，给了无数玩家一个狠狠的措手不及。领地，这游戏还能夺取领地吗？不少玩家纷纷瞠目结舌。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的玩家通过查阅资料得知了相关线索。废话，只要你能干掉守卫，主城都能给占领了。另外，根据图书馆里查阅的资料，好像提升爵位也能获得封地。在几名玩家的科普下，整个世界频道全都陷入了一片喧闹之中。此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一点，只要实力足够强，哪怕是疆域辽阔的寒霜帝国也能被一步步攻占下来。得到这些消息，正朝着马尔镇赶去的各大势力心中不由得一阵火热。快，科急速药剂，争取在半小时内赶过去。路上遇到怪物，尽量不要拉到他们的仇恨。冲！几乎同时，这些势力都生出了一个想法，除了归属于天选之人的马尔镇，其他区域都有归属和背景，绝对不能招惹。但马尔镇就不一样了，有几个擅长隐身的刺客玩家造访过这座小镇，防御工事破败不堪，守卫力量又少又孱弱，而且马尔镇既没有背景，也没有对应的实力，在他们眼中和小瘪三没什么两样，所以他们现在又多出了一个目标，夺取领地马尔镇。与此同时，位于马尔镇中的许然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10几秒前，当他成功占领马尔镇，世界公告出现的那一刻，主线任务的剧情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提示：由于你成功占领了马尔镇，主线任务第2阶段内容已改变，请注意查看。不曾迟疑，许然打开了任务面板。任务内容：由于你成功占领了马尔镇，并且发现了幽夜城在暗中谋划着什么，所以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任务要求在5个小时内保证马尔镇不被攻破，将敌人的脚步拖延在沉睡之森外面。果然猜的没有错，如果想要以最完美的方式推动剧情，他就必须占领这座小镇，选择和敌人硬刚到底。拖延5个小时，可别太小看人了。一边说着，许然领取了世界公告提供的奖励——镇级领地特殊蓝图，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此时似乎也已经按捺不住，迫不及待的想要发挥作用了。第40章，这也能触发奖励。提示：你获得了奖励镇级领地特殊蓝图暗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暗金级提升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奖励镇级领地特殊蓝图传说。看到这里，许然的心脏猛地一跳，谁能想到世界公告带来的奖励竟然如此丰厚，而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暗金级品质的特殊蓝图直接实现了质一般的蜕变。镇级领地特殊蓝图传说，类型模板蓝图，品质传说级，使用条件镇级领地，效果使用后
可随机抽取一个领地特殊蓝图，品质为传说级。介绍：有 0.05% 的几率额外获得防御塔，品质不高于赤金级。好东西！看到这张模板蓝图，许然心情久久难以平复。根据前世的记忆，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领地特殊蓝图的价值甚至远超领的本身。玩家一旦夺取了领地，就会自动获得建设领地的权限。接下来，玩家可以修建防御工事、领地建筑、商铺等等，同时还能招募 NPC 和守卫士兵。NPC 可以帮助玩家管理领地，开启贸易和种植土地，而卫兵则负责保护领地安全，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目前，马尔镇可以建造的防御工事全都是普通模板，强度属实一般。如果要面临潮水一般的敌人，恐怕只有一个结果：一碰就碎。同样的，无论是卫兵还是建筑，亦或者 NPC， 这些也都是普通类型，就像先前的马尔镇一样，只需要派出4名哀嚎巡视者，就能将这里直接占领。但领地特殊蓝图却能提供特殊的卫兵、建筑、防御工事和 NPC 等等。许然前世查阅过相关资料，当初建造冰封城所使用的蓝图品质就是传说级，而且还是传说级垫底的那种类型。即便如此，冰封城也被称之为永不消融的主城。想到这，许然直接开始行动。随着一阵神秘而玄奥的铭文浮现，命运筹码的特殊效果被激活开来。很快，幸运眷顾这个增益 buff 出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许然直接使用了镇级领地特殊蓝图传说。提示：是否使用道具，随机抽取一个传说级品质的模板蓝图。确定。他话音刚落，手中的蓝图立刻变了样，破败、昏暗、阴冷，令人感到压抑的黑暗气息充斥在了周遭每一寸角落。提示：随机抽取蓝图成功，你获得了特殊蓝图死寂幽夜传说。然而，这还没有结束。在幸运眷顾的作用下，一连数道提示音接踵而至。提示：触发 0.05% 几率，你额外获得了防御工事光之炽热级速建塔赤金级。这一刻，天赋万倍奖励再次生效，璀璨的光芒奔涌而出，周遭的昏暗顷刻被驱散殆尽。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奖励曙光毁灭巨型箭塔史诗。卧槽！看到这一幕，许然都忍不住暗道一声卧槽。曙光毁灭巨型箭塔史诗级品质的防御工事，这对于目前的玩家群体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不错，许然抑住心中的兴奋，将视线落在了刚刚获得的奖励上。死寂幽夜传说，类型模板蓝图特殊，品质传说级，使用条件镇级领地。效果：激活后可使领地拥有死寂幽夜模板蓝图，激活特殊卫兵、特殊 NPC、特殊建筑等等。特殊属性：幽夜所有被领地攻击的敌人都将有几率被施加失明、永久失明等特殊效果。介绍：随着领地规模的扩张，将解锁对应级别的蓝图。曙光毁灭巨型箭塔史诗，类型防御工事箭塔，品质史诗级，使用条件镇级领地。效果：直接放置，可建造一座史诗级品质的曙光毁灭巨型箭塔，可自动锁定1500米范围内的敌人，展开毁灭般的打击。介绍：好东西！这个模板不仅是传说级品质，还拥有特殊属性幽夜，足以让来袭者付出惨痛的代价。没有迟疑，许然直接开启了建造系统，然后激活蓝图。瞬间，一道道提示音开始疯狂刷屏。提示：你成功激活了特殊蓝图死寂幽夜传说。提示：你解锁了特殊卫兵。提示：你解锁了特殊建筑。提示：你解锁。随着提示音响起，犹如在无尽幽夜中涌来的黑暗气息立刻从蓝图中弥漫而出。在瞬息之间，整座马尔镇彻底被黑暗笼罩，一座座深邃的黑色基石正以许然所在的区域为中心向外不断延伸。提示：探查到有残留建筑和防御工事正在分解中。在模板蓝图的改造下，原本那些残旧不堪的建筑和商铺纷纷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堆堆码放整齐的材料。至于原有的 NPC， 早就跑得一干二净了。开始建造，时间有点紧急，许然决定先放置曙光毁灭巨型箭塔史诗，然后再建造其他的防御工事。至于商铺，那玩意以后再说。现在他要的是毁灭般的火力覆盖。轰隆隆，
随着一阵剧烈的震战传来，一座高耸恢宏的巨型箭塔出现在了小镇中央，一股毁灭的气息扑面而来。不对劲。这时许然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环顾四周，他很快就有了发现。随着商铺、建筑以及防御工事被不断分解，堆放在地上的那些材料数目竟然在以一个恐怖速度不断增长。提示：通过分解，你获得了建造材料木材。提示：通过分解，你获得了建筑材料石料。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材料数量已提升至10000倍。看到地上堆积成山的材料，许然微微一愣，他真没想到分解原有的建筑竟然也能触发万倍奖励。第41章死亡阴影的哀嚎号角。很快分解完成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建造材料几乎堆满了半个马尔镇。原本许然还准备联系生活玩家收购一批材料，但现在却不一样了，眼前堆积如山的材料足够他肆意挥霍了。开始建造。许然直接打开招募面板，想要建造领地必须先招募一批工匠 NPC。 趁此机会，许然打算顺便把其他 NPC 也招募齐全。看了一眼招募面板，里面可供招募的 NPC 有多种类型和不同的品质，价格也从几十到几万金币不等。没有纠结，许然直接选中了价格最昂贵的特殊 NPC。 他的目标很简单，一步到位，用钱砸也要砸出来一座钢铁壁垒。宗师级建造工匠，价格为5万金币。招募宗师级锻造工匠，价格为8万金币。招募宗师级裁缝，价格为8万金币。招募。伴随着他的动作，一道到手持各种工具的 NPC 不断出现在小镇之中，清一色全部都是宗师级。许然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他招募出来的 NPC 永远不会对他收取费用，比如合成台和锻造台等等建筑也是同样的待遇。和普通玩家有所不同，许然对于强化、锻造、制作、镶嵌这些需求甚至比很多大型势力加起来都要多。算下来，他省下来的钱足够招募数倍多的 NPC 了，绝对血赚不亏。很好，开始建造。完成招募后，许然打开了建造面板，看了一眼堆积如山的物资，他选择了最高品质的建筑蓝图，大手一挥，果断开始建造。幽夜庇佑之墙，传说。建造。黑暗禁锢护卫魔法塔，传说。建造。暗之侵蚀魔法塔，传说。建造。暗夜毁灭极速建塔，传说。建造。随着许然一声声令下，建造工匠们开始疯狂建造，所有防御工事全都是清一色的传说级品质。提示：当前建造的防御工事已达上限。提示：当前建造的防御工事已达上限。没有任何吝啬，一直等到建造上限的提示音响起，他手中的动作才缓缓停歇。看了一眼时间，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此时距离他占领这座小镇才刚过去了10几分钟，如此短暂的时间，一座散发着毁灭黑暗气息的堡垒就已然取代了原本破旧不堪的马尔镇，这效率值得称赞。接下来许然地望向了地上的尸体。击杀敌对 NPC， 玩家不仅可以获得功勋值，还能从尸体上搜刮到 NPC 的遗物。当然，和击杀怪物不同，玩家并不能从每一名 NPC 的身上捞到好处，但这也算是发家致富的机会，许然不可能放过。趁着尸体还没刷新，他果断开始摸尸。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蛊惑号角暗金。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神秘信件任务物品。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暗金级提升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奖励死亡阴影的哀嚎号角传说。一番摸索，璀璨光芒迅速弥漫开来。紧接着许然手里多出了2件物品。首先是神秘信件，这是一件任务物品，万倍奖励不会对其生效。大而改变。但蛊惑号角就不一样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直接被提升到了传说级品质。死亡阴影的哀嚎号角传说。类型：道具。品质：传说级。使用需求：无。特殊效果：死亡阴影的哀嚎主动激活该效果，可使周围所有死亡的尸体暂时苏醒，成为被支配的死亡阴影，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小时。介绍：统帅死者，驾驭阴影。既然是这个道具，许然有些动容。这件道具在前世可是赫赫有名的战争利器，它只有一个特殊效果：唤醒尸体，支配逝者。虽然持续时间只有短暂的5分钟，但如果掌握好使用的时机，
甚至可以达到扭转战局的效果。不错，收起道具，许然又一次环顾四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道道防御工事也纷纷矗立在了小镇之中，一股令人心悸的压迫感逐渐弥漫开来。接下来，该招募卫兵了。来自永恒国度的王者军团，此时已然复苏，他们从幽暗潮湿的深渊中爬出来，正如同一片潮水般向这边蔓延。换成其他玩家，恐怕早就跑路了。但从一开始的时候，许然心中就有了一个无比疯狂的想法：招募传说级品质的守卫大军。凭借激活死寂幽夜特殊蓝图的马尔镇，他打算直接挡住来袭的王者军团。一旦成功，奖励会被提升到最高档次，至少他能获得一件神级装备。说干就干，许然打开了招募卫兵面板。首先映入眼帘的身影是先前出去换岗的那种40级普通卫兵，像是想到了高兴的事情。许然在心里偷笑，恐怕这一会功夫过去，那2队卫兵已经快要跑回主城了吧。一边想着，他的视线落在了最后一栏上面，暴风大剑士，传说级可成长 NPC， 目前的等级为45级，无论是成长潜力还是具备的战斗力，都能算是主城守卫的天花板。开始招募。一般来说，小镇规模的领地最多可以招募50名守卫，而拥有特殊模板蓝图的马尔镇，招募上限直接翻倍。因此，许然决定直接拉满，一次招募100名暴风大剑士。当许然开始招募卫兵的时候，各大势力终于赶到了马尔镇附近。卧槽！你们快看！顺着说话玩家的视线望去，在场所有玩家都陷入了呆滞状态。如同被无尽黑暗笼罩的马尔镇中，矗立着一座座狰狞可怖的防御塔。这座小镇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令人战栗的压迫感，似乎是察觉到了玩家的到来。几乎是一瞬间，黑暗禁锢护卫魔法塔传说，暗之侵蚀魔法塔传说，暗夜毁灭极速剑塔传说，所有矗立在马尔镇的防御塔全都在这一刻自动锁定了玩家们的身影。第42章不可逾越的敬畏之墙。提示：由于马尔镇属于玩家私人领地，你的入侵将遭到领地的攻击。无比整齐。此时，所有踏入马尔镇范围内的玩家耳畔都响起了提示音。提示：你已被黑暗禁锢护卫魔法塔传说锁定，请做好战斗准备。提示：你已被暗之侵蚀魔法塔传说锁定，请做好战斗准备。提示：你已被。当一整片猩红色提示出现的瞬间，玩家们都有些茫然。怎么回？他们话还没说完，电光火石之间，矗立在昏暗中的高耸防御塔一齐发起了象征着死亡的咆哮。轰轰轰！几乎浓郁到实质化的黑暗魔法气息携带着无尽威势轰在了玩家群中。-5000，-5000，-5000！每次5000点的伤害来自暗夜毁灭极速剑塔传说，攻速爆表。狭长如同长枪的剑矢携带着黑暗毁灭气息，一秒足足能打出10发，每一发剑矢都能打出5000点的伤害，而且还附带贯穿效果。一枚剑矢足以对数名玩家造成致命伤害。燎原工会的玩家冲在最前面，首当其冲，他们也遭受了第一轮轰击。所有被命中的玩家连吭声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化作白光被送回了复活点。先前密集的人群此时竟然如同被狠狠离过了一遍，只剩寥寥几人正屁滚尿流的跑路。撤！全体成员离开小镇范围。这到底是什么鬼伤害？一时间，气势汹汹赶来的无数玩家全都瞬间服软，在一声声撤退的命令下，他们如同潮水一般退去。但显然，其他的防御塔不会袖手旁观。眨眼的功夫，一道道蕴含浓郁黑暗元素的魔法技能从天而降，狠狠砸在了后方人群中。-8000，-8000，-8000，-8000，-8000。这些伤害数值是由黑暗禁锢护卫魔法塔传说打出来的，成片成片绵延不绝，而且还附带了足足6秒的禁锢效果，一旦被命中就会成为活靶子。接下来不仅会遭到无数剑士的洗地，还要直面暗之侵蚀魔法塔传说带来的恐怖群攻伤害。但令人惋惜的是，以目前玩家的装备和等级，甚至都等不到禁锢效果的出现。要知道，这只是一座小镇的防御塔，而且所有防御工事的等级只有1级。轰轰轰！连反应的时间都没给。黑暗禁锢护卫魔法塔传说一轮轰击下来，直接打出了成片成片的真空地带。看到这一幕，
各大势力剩余的玩家纷纷妈了。此时他们脑海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撤退，必须保全实力，不能硬刚，否则不仅捞不到半点好处，自己还会元气大伤。在疯狂逃窜的同时，不少玩家还心存侥幸，只要脱离了对方的攻击范围，总不能全军覆灭吧。但就在这时，后方传来了一阵躁动，原本如同潮水般退去的后方玩家，此时竟然停滞在了原地。卧槽，尼玛搞什么东西？接着跑啊，堵什么路？这时候搞事情？先前冲在前方的玩家此时全都慌了，眼看着防御塔的咆哮声又一次响起，他们因为恐惧而当场破口大骂。但他们并不知道，后方不知何时，一群身穿深邃暗色铠甲的身影悄然出现，排成了整齐的阵列，如同一道进军之墙，不可逾越。这场景，不少玩家格外的熟悉，这不就是先前他们采取的人墙战术吗？卑鄙的天选之人！各大势力剩余的玩家纷纷咬牙切齿，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嘲讽。但实际上，许然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让他们造成更大的伤亡。暴风大剑士，传说级 NPC 模板。虽然他们的等级全都是45级，但对于现阶段的玩家来说，每一名暴风大剑士都代表着恐怖和死亡。进攻！许然一声令下，所有手持黝黑巨剑的暴风大剑士齐刷刷地发动了攻击。霎时，后排那群脆皮法师和牧师甚至连技能都引导不出来，就被无情的斩杀。剑锋所及之处，只剩下了一道道白光，此起彼伏。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已然浮现。从一开始到现在，许然都没有出手，下达了攻击指令，他就视线落向了小镇的前方。通过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带来的视野，一道道血红色的身影依稀可见，狰狞、可怖，令人产生强烈不适的死亡气息，此时甚至都凝成了一片浓雾。来自失落国度的王者大军即将抵达。升空，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如同潮水般的敌人，许然跃上了远古幽灵巨龙的脊背。随着高度的拔升，一部分敌人的信息逐渐出现在他眼前。腐朽亡灵战士，等级35级，种族亡灵族，失落国度，类型白银级精英怪，生命值28000，攻击力714，物理防御力893，魔法防御力907，技能沉重挥斩。介绍：失落国度曾经最忠诚的卫兵，在腐朽和死亡的侵蚀下，成为了只会前进的骸骨。和前世见到的场景一样，来自失落国度的王者军团采用的布阵方式比目前玩家还要高明一些。永不后退，只会不断挥斩的腐朽亡灵战士是作为前排炮灰的最佳人选。侧翼部分则由机动性极强的死亡骑士军团组成。随着双方距离不断缩短，他们的属性面板也逐渐映入眼帘。腐朽死亡骑士，等级40级，种族亡灵族，失落国度，类型白银级精英怪，生命值31000，攻击力751，物理防御力985，魔法防御力1003，技能无畏冲撞，灵魂燃烧。介绍：失落国度曾经最忠诚的骑士，在腐朽和死亡的侵蚀下，成为了只会前进的骸骨。马蹄声依稀可闻，这些被腐朽的只剩下累累骸骨的死亡骑士，此时正如同离弦的利箭一般，朝着这边纷至沓来，沿途洒落了一地惨白色的火焰。第43章，陨星降临，万物寂灭。腐朽亡灵骑士和被当成前排炮灰的腐朽死亡战士不一样，这群狰狞可怖的骑士拥有一个极其特殊的能力——灵魂燃烧。战争一旦打响，他们往往会一往无前地向目标冲撞而去。在冲锋的过程中，腐朽亡灵骑士会直接燃烧自己的灵魂，获得更可怕的力量，从而对目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不错，缜密而有效的阵势布置，即便是许然也不由得在心里暗暗称赞。以目前的游戏进程，这种规模的怪物军团来袭，对于所有玩家来说都是降维打击。如果正面碰撞的话，即便冰封城中所有玩家拧成一股绳，恐怕都很难挡得住这般攻势。但许然却丝毫不慌。前世，随着游戏进程的不断推进，战争席卷了永恒大陆的每一处角落。在无尽的争斗中，许然经历了无数场更大规模的战役。对此，他另有妙计。轰隆隆，随着脚步声和马蹄声逐渐清晰，敌人后排的怪物也出现在许然的视野中。有变化。和前世不同，
跟在前排炮灰身后的怪物不再是高攻血薄的腐朽亡灵巫师，而是更高一阶的腐朽尸妖。腐朽尸妖等级45级，种族亡灵族，失落国度，类型黄金级精英怪，生命值38000，攻击力987，物理防御力865，魔法防御力896，技能致命反击腐朽凋零骸骨操纵。介绍：在岁月的侵蚀下，处于腐朽深渊中无数支离破碎的骸骨逐渐拥有了意识，并且拥有了操纵骸骨的力量。骸骨尸妖。看到这里，许然眼中浮现出了认真的神色。不同于40级白银精英怪腐朽亡灵巫师，腐朽尸妖值得所有人认真对待。前者只会释放远程法术，虽然有些棘手，但他们的血量和防御都低得可怜，应对起来还算轻松。至于腐朽尸妖就不一样了，这群由无数骸骨组成的尸妖不仅拥有强大的远程技能，还有不俗的近身防御手段。致命反击这个技能更是无数刺客玩家心中永远的痛。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能操控散落在周围的骸骨，就像是作为前排炮灰的腐朽死亡战士，即便被拆成一根根残骸，腐朽尸妖也能将骸骨重新拼凑起来，使其再度加入战斗。如果在平时，这个特殊的能力倒也有针对的方法，而一旦处于无数骸骨大军的攻防战，这个能力的恐怖之处就会被无限放大。来了！正想着，如同死一般寂静的丛林深处逐渐响起了密集而浩荡的脚步声，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阴冷刺骨，令人灵魂不由战栗的气息迅速蔓延而来。来自失落国度，从深渊中爬出来的王者出现了。粗略估算了一下敌人的数量，大概有1万左右。这应该是第一轮攻势。接下来还有数不清的敌人从深渊中爬出，汹涌来进攻。没有丝毫迟疑，许然下达了攻击指令。瞬间，远古幽灵巨龙化作一道模糊的阴影，以极快的速度向下俯冲而去。醉翁之意不在酒，许然的攻击目标不是最前排的腐朽亡灵战士，而是侧翼的死亡骑士。吼！伴随着一声震颤大地的巨龙嘶吼，漫天灰烬尽数洒落而下。所有被笼罩的怪物此刻全都在疯狂掉血。灰烬之物主动释放，可使指定范围内覆盖灰烬之物造成生机燃烧效果，扣除目标生命值。见到这一幕，下方数以万计的敌人全都齐刷刷抬起了头颅，看上去无比震撼。刹那间，如同汪洋一般的惨白骸骨纷纷发起了攻势。但在远古幽灵巨龙释放技能的过程中，许然可没有闲着。最炽热致命的火元素法则，请释放足以焚尽一切火焰。陨星降临，万物寂灭。随着吟唱结束，一枚散发着熊熊火焰的巨大陨星悄然浮现在半空之中，上面散发的破人气息足以令无数生物感到战栗。这是许然先前获得的技能，有着宗师级的品质。陨星盛宴，类型宗师级技能群攻，效果通过吟唱不断引导周遭环境中的魔法气息和火元素产生共鸣，制造出一场由陨星汇聚而成的盛宴，对指定区域敌人造成范围性打击。每引导出一枚陨星都可造成 300% 魔法攻击力伤害，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5分钟。注：持续期间可自主修正陨星坠落方位。介绍：陨星坠落，万物寂灭。轰！呼啸的风声骤然响起，第一枚被引导出来的陨星直接将侧翼的腐朽死亡骑士牢牢锁死，倾斜45度朝着下方砸落。这一刻，惨白的骸骨还在拼命冲锋，那不断燃烧的灵魂之火也从死亡骑士身上升腾起来，但一切都来得太迟。轰！随着第一枚陨星砸落，大地开始剧烈颤动了起来，令人瞠目结舌的伤害数值也纷纷飘了出来。-41877真实伤害，-40425，-40614，-81418暴击伤害，-4358。以许然目前堪称恐怖的魔法攻击力为基础，拥有 300% 攻击加成的陨星盛宴打出了成吨的伤害。面对这个宗师级技能，这群40级的白银精英怪压根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直接被砸出来了一片真空地带。提示：你成功击杀了40级白银精英怪腐朽死亡骑士。提示：你成功击杀了40级。提示：触发万倍奖励，你的等级提升到了31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触发万倍奖励，你的等级提升到了32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玩家在完成30级的等级突破以后，升级需要的经验就呈几何速率攀升。但即便如此，
第一枚陨星依旧带来了丰厚的经验，在天赋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的等级直接飙升到了35级。不仅如此，完成永恒法师职业第2次进阶后，升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也从每一级6点变成了10点。对比其他普通职业，简直如同天地之别。第44章传说级悬赏令发布。轰轰轰！一切都发生在短暂的时间内。就在第一枚陨星坠落的那一刻，下方腐朽尸妖的技能也引导完成了。刹那间，破空声响起，来自腐朽尸妖的远程技能腐朽凋零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他掠来。这个技能许然相当熟悉，简直阴损到令人唾弃。腐朽凋零通过短暂吟唱，可汇聚出一道蕴含腐朽气息的阴影，命中敌人后可造成高额死亡系魔法伤害，并且附带定身效果。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很短，只有8秒。虽然伤害无法和宗师级的陨星盛宴相提并论，但单凭一个定身控制效果就足够恶心了。算下来，即便被命中一发，后面便会有数不清的腐朽凋零接踵而来，即便是血后的许然也要遭中。糟！瞬息之间，远古幽灵巨龙通过心意相通，明白了许然的意思。他想也没想，直接化身幽灵形态，瞬间速度飙升到了极致，直冲下方而去。轰隆隆！在难以想象的速度加持下，远古幽灵巨龙如同瞬移一般，陡然出现在了下方怪群中。腐朽尸妖释放出的技能竟然全都落空。而在此过程中，许然口中咒语的吟唱依旧没有停歇。面对周围如同潮水般的腐朽死亡骑士，完成了第2枚陨星的引导。随着一阵灼热气息传递而来，一枚携带着熊熊火焰的陨星出现在了半空中，砸落。轰隆隆，又是一声撼天动地的响声。成片成片的敌人在陨星砸下的那一刻化为飞灰。提示：你成功击杀了40级白银精英怪腐朽死亡骑士。提示：你成功击杀了40级。击杀喊话再次刷屏。许然的等级又一次开始向上飙升。提示：触发万倍奖励，你的等级提升到了36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触发万倍奖励，你的等级提升到了37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触发万倍奖励。随着等级的提升，许然每升1级需要的经验都会大幅度提升。即便如此，刷屏一般的击杀也让他的等级一跃提升到了38级，连升3级。不错不错。许然继续引导着陨星盛宴，并且向远古幽灵巨龙发出了指令。好！随着震耳欲聋的巨龙吼声响起，遮天蔽日的身影再度腾空。这时，如同潮水一般的敌人距离小镇已经不足100米。咔咔，骸骨之间互相摩擦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前排炮灰的腐朽亡灵战士挥动着手中锈迹斑斑的武器，不知畏惧地冲向防御工事。看了一眼马尔镇后方，许然发现结束战斗的暴风大剑士此时已经返回了小镇，那里除了一地尸体外，只剩下了一片死寂。显而易见，面对疯狂逃窜的玩家，想要留下他们所有人的命是不可能的事情。毕竟防御工事拥有距离上的限制，一旦逃离攻击范围就会丢失目标。至于暴风大剑士，也只能拦下一小部分玩家，毕竟数量差距太悬殊了。招募100名暴风大剑士已经是马尔镇的极限了。不过取得如此战果足以让人感到惊讶了。看了一眼玩家们的死亡掉落，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紧接着他将视线转向了前方，数不清的腐朽亡灵战士距离小镇越来越近，真正的战斗即将打响。进攻！许然果断下达指令。在他的号令下，所有箭塔和防御塔即将再次苏醒。黑暗禁锢护卫魔法塔传说激活，暗之侵蚀魔法塔传说激活，暗夜毁灭极速箭塔传说激活，核心防御建筑曙光毁灭巨型箭塔史诗也在此刻激活。咔咔，随着激活指令的下达，那一座矗立在小镇最中央散发着无尽曙光的巨型箭塔也渐渐苏醒了过来。史诗级品质的曙光毁灭巨型箭塔可自动锁定1500米范围内的敌人，展开毁灭般的打击。嗡！璀璨而夺目的光明魔法元素争相汇聚而来。提示：是否开启曙光毁灭巨型箭塔史诗的充能？提示：完全充能模式下，该箭塔将对处于攻击范围内的敌人发动自动攻击，期间消耗双倍资源。确定。许然话音刚落，一道骇人心魄的威压立刻弥漫开来。
这座直冲云端的曙光毁灭巨型箭塔开始迅速充能。双倍资源，许然对于资源毫不吝惜，单单第一轮敌人就足足有上万的数量。如果能尽数歼灭他们，凭借万倍奖励的增幅，他的收获将是消耗资源的无数倍。更何况，如果他能以完美评分完成这次的主线任务资料片，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一次的主线任务奖励必然丰厚到让所有人都想象不到。云星降临！面对浩瀚恢宏的怪群，许然手中的动作不曾停歇。在剑塔和魔法塔发出的轰击声中，半空中又出现了一枚燃烧着汹涌火焰的陨星。轰隆隆，随着一声剧烈撞击，携带无尽威势的陨星狠狠砸向了怪群。真正的战斗彻底打响了。与此同时，黑夜黯然退场，黎明悄然来临。随着白天的到来，位于冰封城的所有玩家耳畔都回荡起了2道公告。区域公告：冰封城，由于玩家天选之人的罪恶值超过1500点，各大主城将展开对该玩家的追杀，并且发布传说级悬赏令。区域公告：冰封城，系统将每隔5分钟公布一次玩家天选之人的坐标，请所有玩家积极参与，夺得悬赏奖励。如同在平静湖面投入了一枚石子。随着一连2道公告的响起，整个冰封城都像是被溅起了一道道涟漪。天选之人，这是传说级悬赏令。看到公告中提到的内容，位于冰封城的所有玩家全都愣在了原地。第45章，或许正义会迟到，但却不会缺席。好家伙，泪目终于要制裁这个杀人狂魔了。我就说嘛，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都不会缺席。兄弟们，冲！听到这个消息，刚才被无情秒杀送回复活点的各大工会成员全都汇聚在了一起。看到这2条区域公告，他们的泪水不由得打湿了眼眶。会长，这货终于被通缉了。会长，咱们2征马尔镇吧。会长，我们要不要向其他势力求援？会长，听到无数诉求，以燎原工会为首的会长们眼中浮现出了浓浓的悲伤。以咱们的实力，恐怕各大势力的会长全都摇头苦笑。还是太心急了呀，他们不应该提前入侵马尔镇，而是应该等到悬赏令出现，和诸多玩家以及冰封城的执法者统领一同突袭那个该死的小镇，否则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数千工会成员全都掉了一级。想到这里，各大工会纷纷怒目圆睁，他们同意了夜雨工会的联合计划，再度统一了战线。从现在开始，2征马尔镇，做出决策。各大势力又一次踏上了前往沉睡之森的路途。这一次，他们甚至下了血本：初级加速药剂、初级力量增幅药剂、初级智力增幅药剂、初级狂化药剂。各大势力忍痛收购了大量药剂，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对他们来说，如果能爆出来一件史诗级装备，哪怕只有1件，也足以抹平他们付出的所有损失。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散人玩家也纷纷涌向了马尔镇。咚咚咚，沉重而有力的步伐响彻在马尔镇的前方，惨烈的战斗已然彻底打响。咔咔咔咔，作为前排炮灰的腐朽亡灵战士开始疯狂攻击着厚重的围墙，但在传说级防御塔的轰击下，无数残骸断骨正漫天纷飞，犹如洒下了一场灰白色的骸骨之雨。踏踏踏踏踏踏，在密集的马蹄声中，侧翼的腐朽死亡骑士也发动了悍不畏死的冲锋。在冲锋途中，他们燃烧了自己的灵魂，换来了更强大的破坏力。但由于许然先前的重点照顾，他们的数量已然不足一半。以目前的规模，想要击溃传说级的围墙，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此时，始终位于敌人后方的腐朽尸妖们全都高高举起手中法杖，他们干瘪的喉咙里不断传出沙哑的嘶吼，似乎正念诵着神秘而复杂的咒语。这一幕，许然无比熟悉。他们想要唤醒地上的骸骨，使其再度苏醒过来，但他却并没有慌张，因为早在腐朽尸妖出现在视野中的那一刻，许然就做好了应对计划。在浩荡恢宏的战场中，玩家个人的作用往往会被无限拉低，但如果是真正的强者，完全可以凭借实力碾压敌人，甚至可以改变整个战争的走向。显然，失落国度第1轮攻势中并没有能和许然相提并论的强者，因此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实施心中的计划。跃迁，话音刚落，许然的身影骤然消失在了远古幽灵巨龙宽阔的脊背上，原地只留下了一丝尚未消散的永恒气息。下一刻，
他出现在了如同潮水般的怪群中，周围全都是正在吟唱的腐朽尸妖。随着他们的引导，被传说级防御塔和陨星盛宴击碎的骸骨，此刻全都在重新汇聚。很快，他们又将苏醒过来，再度加入战斗。不过，许然的出现倒是让这群腐朽尸妖吓了一大跳。一时间，他们眼眸中纷纷浮现出了疑惑的神色。以这群腐朽尸妖有限的脑容量，怎么也想不透，这个人类的位移技能竟然会这么远，足足数百米的距离，竟然瞬间抵达。许然之所以能位移这么远，全要归功于永恒大魔法师的专属技能永恒跃迁。主动释放该技能，可以和空间共鸣，朝着指定方向跃迁位移一段距离，期间不仅处于无法锁定状态，能够免疫一切伤害，还可以无视冷却时间，提前透支跃迁次数。当然，代价就是需要消耗双倍的魔法值。完成职业第2次进阶后，许然也获得了3个新技能，分别是永恒跃迁、秩序停滞以及永恒审判枷锁。随着他口中咒语的念诵，来自秩序法则的气息骤然降临在他的周遭。嗡！随着一声闷响，周遭一切都像是被强行禁锢住了一样，就连时间都被停滞在了原地。秩序停滞，类型：永恒大魔法师专属技能，效果：主动释放该技能，可使周围200米内的一切都陷入到停滞状态，自身不受任何影响。冷却时间10分钟，持续期间每秒消耗 5% 魔法值。就是现在，机会稍纵即逝。当禁锢生效的那一刻，许然开始引导另一个永恒系技能永恒审判枷锁。在极为恐怖的释放速度加持下，很快许然就完成了技能的吟唱。一连数道篆刻有神秘梵奥魔法铭文的锁链悄然出现在了天空之中。眨眼之间，1道2道，这些永恒审判锁链齐刷刷消失在了原地。轰！伴随着剧烈的震颤声，令无数人感到震撼的一幕出现了。无数锁链下方腐朽尸妖的身躯狠狠贯穿，直接定在了地面之上。成片成片的伤害数值骤然浮现，绵延不绝，触目惊心。-69187， -68962， -68991， -69042。这个来自永恒大魔法师的专属技能，拥有高达 500% 的攻击加成，再加上秩序停滞的效果，那些腐朽尸妖的血量瞬间跌落到了最低谷，直接秒杀。霎时，以许然为中心，周围200米范围内活着的腐朽尸妖寥寥无几。提示：你成功击杀了45级黄金精英怪腐朽尸妖。提示：你成功击杀了40级。击杀喊话再次刷屏，紧随其后，许然的等级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飙升。提示：触发万倍奖励，你的等级提升到了39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触发万倍奖励，你的等级提升到了40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触发万倍奖励。第46章，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提示音在不断跳动，沐浴着升级带来的一道道金光光柱，许然望向了周遭。随着腐朽尸妖的死亡，那些正在拼凑在一起尝试着复活的骸骨又一次恢复了先前的死寂。不错，看了一眼周遭的敌人，许然没有停歇。虽然附近200米范围内的腐朽尸妖都被他一轮爆发当场带走，但依旧还有大量尸妖在吟唱着骸骨操纵。看样子，或许用不了几秒钟，所有被击杀的骸骨生物，包括被许然干掉的那部分腐朽尸妖，都会被再度复活，成为一头头杀戮机器。疾冰风暴！面对这种情况，许然不慌不忙地甩出一发疾冰风暴，随着狂风呼啸而来，由万千锋锐冰刃构成的风暴顷刻涌来，狠狠砸向前方的腐朽尸妖。在此过程中，许然还激活了史诗级称号宣读死亡的噩梦。瞬息之间，附近的敌人头顶全都浮现出了一枚正在枯萎的眼球。死亡宣判可以给目标挂上死亡印记，当其生命值低于 50%， 必然会触发斩杀效果，一击必杀。这枚眼球的出现，意味着腐朽尸妖全都被挂上了死亡印记。在疾冰风暴的肆虐下，他们的血量应该很快就会被压到 5%。到了那个时候，这些还在吟唱的腐朽尸妖都会被直接斩杀。但这还不是许然真正的目的。史诗级称号还有一个特殊效果，死亡噩梦。击杀目标时有一定几率触发特殊奖励，学会目标所掌握的一个技能。没有错，他想借此机会直接掌握对方的技能。砰砰砰！
随着疾冰风暴带来的锋锐兵刃尽数爆发，腐朽尸妖的身躯全都被切割成为无数碎片。提示音如期而至。提示：你成功击杀了45级黄金精英怪腐朽尸妖。提示：你成功击杀了45级黄金精英怪腐朽尸妖。提示：你成功击杀了40级。提示：触发万倍奖励，你的等级提升到了42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触发万倍奖励，你的等级提升到了43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触发万倍奖励。由于双方等级差越来越接近，许然也因此失去了越级杀怪的经验加成，再加上随着等级的提升，每次升级需要的经验也变得越来越高。但即便如此，成功触发了万倍奖励以后，许然的等级竟然直接提升到了44级的可怕高度。可惜，不过许然看上去却不是很开心，因为他虽然掌握了腐朽尸妖的一个技能，但不是骸骨操纵。提示：触发特殊效果死亡噩梦，你掌握了新的技能致命反击终极。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中级提升至宗师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宗师级技能无尽反击宗师。无尽反击宗师释放技能，可进入特殊状态无尽反击，反弹期间受到的攻击有几率触发双倍伤害，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5分钟。作为宗师级的品质，无尽反击足以碾压同级别大多数技能了，对于法系职业更是神迹一般的存在。但许然却更想要骸骨操纵，因为他想借此机会将这些来自失落国度的王者军团尽数收于麾下，绝对忠诚，永不背叛，不知畏惧。单凭这些特点就足以证明他们的价值了。看来只能用这个方式了。尽管有些遗憾，但许然却并没有停下手中动作，因为他还有一个备选计划。不知何时，许然手中悄然多出了一件道具，看上去是一个号角，上面还散发着传说级特有的光泽，显得古朴又神秘。死亡阴影的哀嚎号角，传说。类型：道具。品质：传说级。使用需求：无。特殊效果：死亡阴影的哀嚎主动激活该效果，可使周围所有死亡的尸体暂时苏醒，成为被支配的死亡阴影，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小时。介绍：统帅死者，驾驭阴影。呜！似乎来自远古苍莽时代的号角声悄然响起，随着呼啸的狂风，死亡阴影的哀嚎号角发出的声音传遍了战场中的每一个角落。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风大剑士和传说级防御攻势打出了堪称离谱的伤害，无论是腐朽亡灵战士，还是腐朽死亡骑士，亦或者腐朽尸妖，此刻都损失惨重。咔咔咔，当道具生效的一瞬间，地上散落的骸骨碎片又一次开始拼凑起来。提示：死亡阴影的哀嚎生效，你获得了死亡阴影仆从的效忠。提示：死亡阴影的哀嚎生效，你获得了死亡阴影仆从的效忠。一晃眼的功夫，所有被击杀的怪物全都化作一道道暗沉的阴影，齐刷刷的向许然所在的方向看来。然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许然都陷入到了呆滞状态。唯一永恒天赋万倍奖励竟然生效了。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死亡阴影仆从品质已从白银级精英提升至紫金级精英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死亡阴影仆从紫金级精英。提示：你获得了死亡阴影仆从紫金级精英。伴随着一道道提示音响起，原本是白银级品质的死亡阴影仆从，此刻全都拥有了紫金级精英模板。像是腐朽尸妖这种黄金级精英怪的尸体，更是直接拥有了暗金级精英模板，强度瞬间飙升了无数倍。进攻！在许然的指令下，所有死亡阴影仆从毫不迟疑，全都化作一道道模糊的影子，悍不畏死的向敌人的身影扑去。提示：死亡阴影仆从的存在时间还剩下4分53秒。提示：死亡阴影仆从的存在时间还剩下4分52秒。提示：死亡阴影。趁此机会，许然通过心灵感应呼唤了一声远古幽灵巨龙。5分钟的存在时间，对于很多玩家来说已经算是弥足珍贵的事情了，但许然却并不满足，他想要的结果是永不消失的忠诚军团。第47章，完美破格评分，格局小了。军团战斗力差距太明显了，紫金级和赤金级品质的死亡阴影仆从足以完成1对多的战场收割。对于许然来说，能否拥有这样一个阴影仆从军团至关重要。在永恒中，
随着游戏进程的推进，大规模的战斗会愈发频繁。玩家的战斗力固然重要，但如果能拥有一个所向披靡、永不背叛的军团，足以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回报，而且还能让他无视各种规则，肆无忌惮的发展。换句话说，只要许然的实力足够强大，他甚至能够成为制定规则之人。眼前正是他发展势力的第一步。好，正想着，远古幽灵巨龙从天而降，缓缓落在地面上，掀起了一片尘埃。开始吧！许然轻轻拍了拍远古幽灵巨龙的鳞片，下达了攻击的指令。顷刻间，周遭氤氲的光属性魔法元素尽数翻涌而来，来自圣堂的神圣之光悄然洒落在了这片昏暗又死寂的土地之上。这是远古幽灵巨龙掌握到的特殊技能——神圣复苏。不过，许然并不是为了打伤害，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要借助这个技能的特殊效果。神圣复苏特殊技能，品质无法鉴定，类型坐骑技能，特殊效果由坐骑激活该技能，可引导周遭区域内的光属性魔法元素对指定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高额神圣属性伤害，加成待验证，冷却时间1小时。注：释放期间可复活区域内所有友方目标，包括主人，复活后状态全满。就是现在，5分钟稍纵即逝，所有死亡阴影仆从全都迅速暗淡了下来，尘归尘，土归土，他们又重新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只剩下了一片死寂和落寞。但就在这一刻，神圣复苏这个特殊技能发挥出了作用。嗡！当无尽光属性被引爆，打出成吨的高额伤害时，提示音也悄然响起。提示：触发技能神圣复苏的特殊效果，正在复活所有友方单位。提示：死亡阴影仆从紫金已复活，是否将其招募为麾下一员？提示：死亡阴影仆从紫金已复活，是否将其招募为麾下一员？提示：死亡阴影。随着提示音响起，所有友方单位全都在这一刻被复活。果然没猜错，看到这一幕，许然没有任何迟疑，确定从一开始到现在，他最终的目的就想凭借死亡阴影的哀嚎号角传说，将所有死者转化为效忠自己的死亡阴影仆从。虽然持续时间只有短暂的5分钟，但足以让他们被判定为友方单位。接下来一切顺理成章。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死亡阴影仆从紫金的效忠。提示：招募成功。在远古幽灵巨龙的特殊技能作用下，所有的死亡阴影仆从再度苏醒，彻底成为了他麾下的一员。数量上大概有6000左右，其中紫金级品质的死亡阴影仆从大概在4500名左右，剩下的1500名死亡阴影仆从品质全都是赤金级。虽然和传说级品质的暴风大剑士还有很大差距，但也无需担心，因为许然发现，所有的死亡阴影仆从都拥有可成长的能力，只需要经过一次战争的磨砺，他们甚至有可能突破传说级和史诗级品质，甚至连神级门槛都有可能触碰到。但这需要足够多的数量，就像是养蛊，只有在每一次战斗中活下来，才有进阶的一丝可能。根据许然的估算，史诗和神级暂且不提，想要获得同等规模的传说级军团，他必须拥有超过100倍的大军数量，只有淘汰其中的 99% 才能做到这一切。但许然却毫不在意，无论是金币还是资源，他现在都不缺。最重要的是，来自失落国度的王者军团正一波又一波的向这边涌来。许然决定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凭借死亡阴影的哀嚎号角传说神圣复苏，将所有敌人都变成自己最忠实的军团，然后一步一步逐渐打造出传说级、史诗级甚至神级军团，剿灭敌人一个不留。看了一眼乌泱泱的死亡阴影仆从，许然下达了最后的攻击指令。来自敌人第1轮的攻势即将消弭于无形，接下来他只需要剿灭剩余的敌人，将满地璀璨的掉落逐一拾取干净，然后静静等待下一轮敌人的到来，开启他以战养战的滚雪球计划。大概过了10几分钟，整个马尔镇再度恢复了往日的寂静。提示：死亡阴影仆从赤金成功击杀怪物腐朽尸妖，你获得了 1% 的经验值。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47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伴随着提示音响起，最后一名腐朽尸妖在生命中最后一次哀嚎声中化为了一地碎片。又升级了。许然看了一眼自身等级，然后欣慰地点了点头。和亲手击杀怪物获得的经验值有所不同，玩家统帅的所有大军
在击杀敌人后都只能提供1%的经验值，而且还不能触发万倍奖励。看起来这个数值简直少得可怜，但许然却不以为然。格局小了，他现在拥有的死亡阴影仆从数量也才只有可怜的6000名。一旦到了游戏后期，每次战争都会有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大军参与其中。到了那个时候，这1%的经验值加成足以让他获得难以想象的回馈。思索只在一瞬间，随着最后一名敌人的倒下，一眨眼的功夫，提示音悄然响起。提示：由于你成功抵挡住了敌人第一轮攻势，获得寒霜帝国军功点1000点。提示：主线任务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第2阶段已完成，由于本次评分为完美破格，获得额外奖励冰封城骑士爵位。提示：除特殊奖励外，其余奖励会系列任务完成后发放。一连3道提示音让许然的心中燃起了一团火焰。军功点、爵位，这两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无比重要，但最让他在意的事情却不是这个。随着提示的响起，奖励却没有及时发放，反倒是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在这一刻被成功激活了。第48章不公平，为什么我杀人不给军功？万倍奖励，这种延迟发放奖励的情况直接说明了一件事，接下来他的收益将被提升足足1万倍。这个念头刚一生出，提示音立刻回荡在了他的耳畔。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额外奖励品质已从骑士爵位提升至伯爵。提示：你获得了冰封城伯爵爵位。提示：你获得了寒霜帝国军功点1000万。伯爵。看到这里，许然肃然起敬，万倍奖励果然可怕，成功生效后竟然直接将他的骑士爵位提升到了伯爵的高度，这简直足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这种变化。在永恒中，爵位一共分为骑士、男爵、子爵、伯爵、侯爵以及公爵这几种。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即便是最低的骑士爵位，都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又极难得到的东西。许然清楚地记得，前世有玩家统计过，一直到了游戏后期，获得各大主城骑士爵位的玩家数量也不过才有数百人，这还只是最低的爵位。获得侯爵、公爵的玩家甚至寥寥无几。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很简单，玩家想要获得爵位，必须对所属帝国或者主城做出常人无法企及的贡献，而且他们还要付出海量的金币，只有这样才能堵住主城中那群旧贵族的嘴，最后成功获得爵位。对于许然来说，爵位在他心中的分量也是相当重要。获得封地、招募军团，还会拥有寒霜帝国的各种特权，这些全都是爵位能提供的特殊权利。最让许然感兴趣的是获得封地和招募军团。一旦他返回主城接受了爵位，以伯爵的身份就能获得一座要塞级别的领地，还可以招募数量上限为10万的军团。当然了，这个招募上限也有提升的途径。一旦开启军衔系统，他就可以通过消耗军功点来提升自身军衔，从而将麾下军团的规模逐渐扩张。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军功点，就能不断提高招募上限。只不过对于很多玩家来说，想要海量军功点也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不过许然却有所不同，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直接获得了足足1000万的军功点。这也意味着，一旦许然返回主城，他就通过消耗军功点实现军衔的疯狂提升。提示：所有奖励发放完毕，请注意查收。提示：由于你获得了军功点，军衔系统已开放。一连2道提示响起，整整1000万军功点和伯爵爵位成功到账。紧接着，世界公告特有的璀璨光芒闪耀在无数玩家的眼前。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功获得冰封城伯爵爵位，成为首名获得爵位的玩家，获得奖励：封地建设模板蓝图紫金级。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功解锁军衔系统，获得天道奖励军衔类。随着世界公告的响起，整个华夏区都陷入了一片喧嚣之中。无数玩家纷纷倒吸一口凉气。通过游戏进程的推进，很多人已经对爵位和军衔系统有了初步的了解。我曰，乖乖，伯爵的封地岂不是要色级？不公平！为什么我杀人不给军功？楼上在狗叫什么？人家军功是通过对外战争获得的，你杀自己人只会增加罪恶值。尼玛，这爵位又是什么鬼？听说冰封城主藏的贼漂亮，说不定和这货有一腿。一时间，无数玩家纷纷吐槽了起来。
聊天内容也从一开始的军衔系统变成了哪个 NPC 长得最好看，甚至有不少玩家已经因为争执要开始约架了。然而同一时刻，和华夏区其他区域的玩家不同，来自冰封城的各大势力显得格外自律和努力。别看了，继续前进！所有工会成员不要被军衔和爵位吓到，记住咱们的目标。收到，会长。收到，会长。很快，荒寂平原又一次恢复了往日的静谧，只剩下了玩家疯狂赶路的脚步声。与此同时，马尔镇这边也是一片寂静。许然一边指挥着麾下军团集合整补，一边拾取地上的掉落。提示：你拾取到了死亡骑士铠甲，白银。提示：你拾取到了尸妖之怒法杖，黄金。提示：你拾取到了腐朽的长枪，白银。提示：你拾取到。在一道道提示音中，来自敌人的掉落正在经历着质一样的蜕变。万倍奖励成功触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白银级提升至紫金级品质。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品质奖励已从黄金级提升至赤金级品质。击杀敌人获得的奖励也分别对应着他们自身的品阶。满地的掉落几乎全都是白银和黄金级品质，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清一色全都晋升为紫金或者赤金级装备。不错，经过一番清点，击杀近万敌人，许然一共收获了785件紫金级装备和241件赤金级装备，还有一些药剂和道具，数量大概1000左右，和装备掉落数量相差无几。总的算下来，爆率大概在 20% 左右，这个几率绝对碾压击杀普通野怪了。果然，想要发家致富，还是要选择参与怪物工程事件。提示：你拾取到了魔法恢复药剂终极。随着最后一件掉落被许然拾取起来，一旁的死亡阴影仆从军团瞬间做好了战斗准备。吼！一声巨龙嘶吼更是响彻整片区域。通过心灵感应，负责在天空警戒的远古幽灵巨龙更是传递来了一条重要信息：一头携带着浓郁敌意的巨龙正以极高的速度向马尔镇所在的区域接近。通过巨龙的飞行轨迹，不难得出判断，对方正是从冰封城而来。第49章，威利斯特的另有所求。巨龙得知了敌袭的消息后，许然不慌不忙将所有掉落都收入背包。这些装备大多都在40级和45级左右，目前除了他能装备，其他所有玩家都无法满足穿戴要求。但由于品质都是紫金级和赤金级，目前只能暂时搁置在背包里，等返回主城就可以将其换成大量资源了。一直等到清点完掉落物品后，许然这才抬起头望向天空中逐渐浮现的一个黑点。趁此时机，远古幽灵巨龙机灵地下降了高度，出现在许然的身畔。纵身一跃，许然稳稳地落在他那宽阔的脊背上。走！他话音刚落，远古幽灵巨龙挥动双翼，直扑云端之上。而在这个时候，许然直接激活了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在一片灰白的视野中，他发现不速之客的踪迹。冰霜巨龙借助真实之眼的广阔视野，他发现了一头浑身覆满狰狞冰霜鳞片的巨龙，体型大概有近100米长，但双翼和身躯的比例却远远逊色于远古幽灵巨龙。这应该是一头普通巨龙，体型如此恢宏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成年期。根据许然的粗略估计，远古幽灵巨龙一旦成年，体型将是这头冰霜巨龙的数倍。呼啸的风声逐渐从远处传来，随着双方距离逐渐缩短，许然的瞳孔骤然一缩。他发现在冰霜巨龙那宽阔的脊背上，依稀可以看到一道人影。果然，许然没有猜错。随着白天的到来，神级装备执掌光暗之影斗篷带来的特殊效果，也从遮蔽气息变成了提高闪避。爆表的罪恶值直接引来了主城执法者统领。好，似乎像是感受到了危机，远古幽灵巨龙不安地咆哮了一声，浑身更是散发出浓郁的死亡气息。显然，他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不要紧张，许然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望向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主城执法者统领。忽然间，他眼中浮现出了一丝诧异的神色，好像有点不对劲。这名执法者统领好像并不是冰封城中的 NPC。没有迟疑，他直接甩出来一发侦查术。霎时，这名执法者统领的面板一览无余。执法者统领冰霜裁决骑士克劳德，等级40级，类型 NPC， 阵营光明阵营寒霜帝国，
生命值20万，魔法值18万，攻击力1167，技能冰霜裁决无畏冲锋驾驭之术，巨龙隐匿术。介绍：来自寒霜帝国落日城的冰霜裁决骑士，擅长巨龙的驾驭之术，因此能暂时驾驭本不属于自己的坐骑。随着这位来自落日城的骑士出现在不远处，提示音也在此刻响起。提示：由于你的罪恶值过高，冰霜裁决骑士执法者统领正对你展开追杀。提示：本次追杀为不死不休模式，请及时应对。许然有些无语，他属实没想到，这名执法者统领竟然还是一名刚2转的4世纪 NPC， 但单纯从面板上看，这厮的实力甚至都不如暗金级 BOSS 来的强悍。见状，许然眉头缓缓皱了起来，这绝对不合常理。但很快他发现了一丝端倪，这名执法者统领的实力虽然拉胯的不行，但却拥有一个极其稀有的技能——驾驭之术巨龙施展技能，可对巨龙类生物造成特殊效果，可临时驾驭不属于自己的巨龙坐骑，持续时间30分钟。负面作用：当技能持续效果消失时，需要直面来自巨龙的怒火。注：受技能品质限制，只能强行驾驭普通巨龙。看到这里，许然不由得眼前一亮，这个技能绝对足以赢得他的重视。强行驾驭巨龙，简直就是一种另类的 NTR 模式。说不定这头冰霜巨龙正是克劳德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临时坐骑，再加上隐匿术这个奇葩技能，足以证明这货是个惯犯了。同时许然也有了一个初步猜测：爵位。对，就在刚刚，他成功获得了冰封城的伯爵爵位。同时作为主线任务的开启者，他还在替身后这座主城阻挡那犹如潮水一般的敌人。根据前世经验，他完全可以通过爵位带来的特殊权利，有几率豁免本次的悬赏追杀。而即便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公平公正，冰封城也会派遣出实力一般的执法者统领来一次放水式的追杀。毕竟差不多得了，再闹可就不礼貌了。只不过如今事情的走向好像变得不对劲了起来。这名来自落日城的执法者不仅实力逊色，还拥有令许然都心动不已的技能，再加上不死不休的追杀，这足以证明一件事：冰封城或者是大魔导师威利斯特应该另有所求。原来如此。忽然之间，许然想起了前世发生过的一幕。寒霜帝国疆域辽阔，足足覆盖了整个永恒大陆 20% 的疆域，其中屹立着7座主城，落日城便是寒霜帝国的最高王城。而在前世，随着游戏剧情的推进，光明和黑暗两大阵营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而在此过程中，寒霜帝国不仅没有像其他帝国一样屡战屡败，反而不断传出胜利的消息。只不过寒霜帝国对黑暗阵营造成的伤亡却并不惨重，但这丝毫不影响寒霜帝国在玩家心中的高大形象。时间可以证明一切。随着战争趋于白热化，一夜之间，寒霜帝国的落日城当场叛变，直接以猝不及防之势对光明阵营发起反戈一击。直到这个时候，玩家们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原来寒霜帝国的高层早就被黑暗阵营所侵蚀掌控，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傀儡。或许大魔导师威利斯特已经有所察觉，并且想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一头成年期的冰霜巨龙应该就是额外的报酬了。想到这里，许然连忙望向任务面板，果然没猜错。随着主线任务第2阶段的完成，下一阶段的内容也悄然出现在任务面板之中。第50章战争法则的征服之术。看了一眼任务内容，许然不由得暗暗点头。果然不出所料，这名执法者统领不仅和下一阶段的主线任务有关系，甚至还牵扯到了隐藏于背后的黑暗阵营。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类型：主线任务为1，难度未知。当前阶段阻止背叛第3阶段。内容：由于你成功阻止了失落国度的第1轮入侵，并且使其全军覆灭，导致敌人对冰封城疆域内的情报传递彻底中断。接下来你需要完成以下目标。任务目标1，请趁着敌人尚未入侵的时机，剿灭马尔镇附近剩余的情报探子，包括来袭的执法者统领。任务目标2，威利斯特通过对逃回主城的马尔镇卫兵审问，得知先前袭击古龙巴萨尔和马尔镇的神秘生物如今依旧隐藏在附近，请及时确认他的位置，阻止其下一步计划。注：该阶段有不同的任务目标，完成数量越多，奖励也会越丰厚，对于后续剧情的也会有不同的影响。介绍：威利斯特从古龙巴萨尔的头颅中感受到了失落国度的气息，或许他们没有消亡在历史长河中，
即将卷土重来。第3阶段的主线任务内容简直复杂到令人头疼，但是许然却分析得游刃有余，毕竟他前世还见到过更加烧脑的剧情，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接下来他需要完成2个目标，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击杀包括执法者、统领在内的情报探子。没错，这名叫做克劳德的 NPC 实际上是来自落日城的细作，主动请缨前来追杀许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传递冰封城的重要情报。至于第2步，则需要确定神秘生物的位置。一想到这，许然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无论是之前还是在战斗的过程中，他都开启过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即便他仔细观察过周遭的一草一木，但始终都没发现其他生物的存在，这就令人有些费解了。那个袭击古龙巴萨尔和马尔镇的神秘生物究竟能藏在哪里？正在思索的时候，长枪刺破空气的声音骤然响起。在冰霜巨龙的极高速度加持下，克劳德已然出现在了许然的面前。罪孽终将被审判，断罪之枪必将贯穿一切邪恶。这位经常盗窃他人坐骑的执法者统领正义正言辞地呵斥着许然，他手中锋锐的长枪更是迸发出了刺骨的寒意。接受制裁吧，罪孽深重之人，只有死亡才是你最终的归。克劳德最后一个归宿的宿字还没说完，许然的身影就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一道冷冽的声音从克劳德耳畔悄然响起。聒噪。话音未落，许然抬手释放出了一道锁链，以45%斜角狠狠贯穿了克劳德的胸膛。说，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害数值瞬间从这位执法者统领的身上冒了出来。-68991。克劳德当场懵逼，他还没碰到对方呢，怎么自己的血量就掉了足足1/3？但许然却不会给他任何的反应时间。疾冰风暴，切！轰！随着一片极致的寒意爆发出来，万千冰刃立刻淹没了克劳德的身躯。死亡宣判！紧接着，隔着万千锋锐冰刃，许然迅速给克劳德挂上了死亡印记。一旦对方生命值低于5%，就会触发斩杀效果，一击必杀。但这不是他的最终目的。面对克劳德拥有的特殊技能驾驭之术巨龙，无论是谁都会心动不已。所以从一开始，许然就已经谋划着如何掌握这个技能了。思来想去，他只能如法炮制先前的操作，给敌人挂上死亡印记，然后触发死亡噩梦的特殊奖励，直接掌握一个对方的技能。经过先前的验证，许然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只要是通过死亡噩梦掌握的技能，一定会触发万倍奖励。正想着，数不清的极寒冰刃彻底带走了克劳德仅存的生命，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极冰风暴尚未消散，触发特殊效果的提示便已经出现在了许然的耳畔。提示：触发称号特殊效果死亡噩梦，你通过击杀目标学会了克劳德的技能驾驭之术巨龙终极。当提示响起的一瞬间，万倍奖励立刻生效。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终极技能提升至宗师级技能。提示：你获得了技能战争法则的征服之术传说级。即便早有预料，许然依旧被万倍奖励带来的增幅效果给深深的震撼到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真的获得了想要的技能，而且还通过万倍奖励将其提升到了传说级品质。查看技能，许然刚要看看这个传说级技能究竟有多么恐怖，他的耳畔忽然又响起了数道提示声。提示：你击杀了友方 NPC， 获得罪恶值100点。提示：由于你击杀的 NPC 被判定为反叛者，已视为叛变阵营的敌对 NPC， 因此你获得了额外奖励500军功点。提示：触发唯一竞技天赋，你的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获得寒霜帝国军功点500万，这一次又奖励了足足500万点军功点。许然人都转麻了。不过随着500万军功点到账，他也想起来了一件事：先前触发世界公告获得的天道奖励，自己好像还没有提取出来。想到这里，许然手中动作不曾停歇。天道奖励军衔类，直接提取。提示：正在提取天道奖励军衔类，请稍后。就在许然喜提天道奖励的时候，无数冰封城的玩家全都破口大骂了起来。就在克劳德挂掉的那一刻，令人愕然的一幕出现了：关于许然的传说级悬赏令竟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第51章，来自战争法则的征服之术。提示：由于你的完美表现，你的罪恶值已清零。不错，许然果然没猜错。随着克劳德被击杀，
他先前累积的所有罪恶值，此刻统统清零。在永恒这款游戏中，消除罪恶值的方式一共有3种方式。首先是挂机消除，罪恶值会随着时间消失，直到清零。而战斗往往会带来未知的风险，为了求稳，很多玩家都会选择挂机这种方式来慢慢消掉罪恶值，但这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而第2种则是杀怪消除，玩家击杀敌对的怪物会加快罪恶值消除的速度，但效率实际上也不算很高。以许然的估计，想要消除他先前积累的罪恶值，至少需要刷12个小时的怪。至于第3种方式，消除的速度快到令人无法想象，但风险也足以令无数人望而却步。必须对主城做出一定的贡献，并且成功解决来自执法者统领的追杀。对于其他玩家来说，这简直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还不如死了算了。因此，这也彻底印证了许然心中的猜测，这名40级的执法者统领显然就是来自冰封城的厚重礼物。很好，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如今他罪恶值已经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了，但来自冰封城的厚重礼物却不止于此。想到这里，许然将视线转向了半空。随着克劳德的死亡，被他临时驾驭而来的那头冰霜巨龙，此时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天际掠去。追！许然一声令下，远古幽灵巨龙眼中浮现出了浓郁的战意，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展开了追逐。与此同时，此时的冰封城中传来了无数玩家的骂声。区域公告：冰封城，由于玩家天选之人的罪恶值已经清零，各大主城对该玩家的追杀已经停止，并且取消对于该玩家的传说级悬赏令。区域公告：冰封城，由于玩家天选之人的罪恶值已经清零。一连3道区域公告，此时正响彻在无数玩家的耳畔。看清楚公告内容后，无数玩家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黑幕，这绝对是黑幕！冰封城屁股歪了，怎么会对杀人狂魔网开一面呢？卧槽，那么多的罪恶值，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哼，人家可是有爵位的高贵人士，有点特权岂不是很正常？一时间，不少心怀不满的玩家开始在冰封城里闹事，但没过几分钟，等级超过100级的执法者出现了，甚至都来不及反抗，闹事玩家就纷纷被逮捕入狱了。与此同时，城外奔袭的各大势力此刻的情绪反倒全都稳如老狗。兄弟们，加快脚步，再过2-3分钟，咱们就抵达那该死的马尔镇了。好耶，冲！望着远处依稀可见的马尔镇，这些玩家劲头十足，反倒是众多工会高层此时全都一脸愁云。他们发现，无论自己怎么权衡利弊，面对马尔镇那高耸入云的防御塔，自己这方的胜算好像都不是很高。在纠结中，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向马尔镇进军。提示：传说级技能战争法则的征服之术已激活，正在征服当前目标。提示：正在征服当前目标，当前进度为 5%。提示：正在征服当前目标，当前进度为 8%。提示：正在征服。此时，静谧的马尔镇上方传来了一阵阵呼啸的风声。当远古幽灵巨龙接近那头冰霜巨龙的时候，许然果断开启了刚刚获得的特殊技能——战争法则的征服之术宗师。类型：宗师级技能，特殊。效果：激活技能，可使自身进入特殊状态，征服，可获得来自战争法则的加持，可对想要征服的目标产生恐怖的压制力和威压，有极大几率使其成为你最忠诚的专属坐骑。注：该状态持续时间为20秒，成功几率受双方实力差距影响。介绍：战争法则，征伐一切。这个来自克劳德的技能，在被万倍奖励强化到了宗师品质以后，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能获得战争法则的加持，驾驭目标也不再只局限于巨龙一族，而是所有非人形态的生物。只要满足了这个条件，就有几率被他所征服。提示：正在征服当前目标，当前进度为 99%。提示：正在征服当前目标，当前进度为 100%。提示：征服成功，你获得了永久专属坐骑冰霜巨龙赤金。当提示响起的一瞬间，这头原本还在奋力挣扎向上掠去的冰霜巨龙，此刻彻底温顺了下来。和远古幽灵巨龙有所不同，作为一头普通巨龙，它的品质只有赤金级。但下一刻，万倍奖励成功触发，改变了它的生命层次。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隐藏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隐藏传说品质的坐骑极寒之翼远古冰霜巨龙传说。许然，
这又是一头传说级隐藏坐骑，而且还是令无数生灵战栗的远古巨龙一族。但让令人激动的是，这是一头成年期的传说级远古巨龙。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晋升为隐藏传说级品质的那一刻，极寒之翼远古冰霜巨龙便开始了一场骇人心神的蜕变。轰轰轰隆隆！刹那间，空气中游离的无数冰属性魔法元素全都在此刻争相涌来。随着一阵阵轰鸣声，在冰霜法则的牵扯下，无数冰元素汇聚成了一枚枚晶莹剔透的巨龙鳞片，似乎要冻结一切的气息也在此刻迅速蔓延开来。从鳞片到狰狞巨爪，再到那绵延数百米的身躯，这头传说级远古巨龙在万千风霜洒落中完成了蜕变。吼！伴随着一声响彻天地的巨龙嘶吼，犹如遮天蔽日一般，在数千米高空中，一头浑身覆满霜雪的恢宏巨龙缓缓张开了双翼。第52章无尽的极寒风雪。提示：你获得了隐藏传说品质的坐骑极寒之翼远古冰霜巨龙传说的认可，它将成为你的专属坐骑，永不背叛。当提示响起的那一刻，许然就动了起来。他纵身一跃，踩着呼啸的狂风，稳稳落在了这头成年期的远古冰霜巨龙身上。下一刻，他打开了这头坐骑的属性面板。极寒之翼远古冰霜巨龙传说，等级65级，种族巨龙，远古冰霜巨龙，归属天选之人，属性冰霜，品质传说级，当前阶段成年期，生命值240万，魔法值220万，物理攻击力共享主人属性，魔法攻击力共享主人属性，防御力共享主人属性。技能巨龙威压冰霜覆灭灰烬之物无尽的极寒风雪，成年技能。特殊属性极寒之翼掠行途中张开双翼，可洒落无尽风霜，在极寒气息的影响下，可对沿途敌人造成一定伤害，并且附带冻结和迟缓效果。特殊属性无冷却。坐骑装备无。进阶要求远古巨龙遗物双灭史诗远古龙晶史诗。介绍：作为冰霜巨龙一族成员，在某种可以影响一切本源的力量作用下，进阶为了传说级坐骑。和远古幽灵巨龙一样，这头远古冰霜巨龙也属于隐藏巨龙类坐骑。除了极寒之翼这个特殊属性之外，还多出了一个成年期技能无尽的极寒风雪。成年技能激活技能可汇聚周遭所有冰属性魔法元素，加持在巨龙的吐息之中，可对前方区域带来无尽的极寒风雪，造成大量伤害，并且有几率附带冻结效果，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30分钟。看了一眼，成年期技能果然强悍，加持巨龙吐息，带来无尽的极寒风雪，每一段伤害都能获得足足300%的魔法攻击力加成。对于群攻持续性伤害来说，足以用离谱来形容。不愧是成年期技能。看到这个技能，许然心中又多出了几分期待。如果这两头巨龙能顺利进入壮年期，那么他们领悟到的技能又该有多可怕。在永恒中，坐骑和宠物都有对应等级的成长期，一共有幼崽期、成长期、成年期、壮年期这几个阶段。除了幼崽期出生时获得的2个初始技能，坐骑和宠物在每一个成长阶段都能领悟一个新的技能，而一旦成长到壮年期，坐骑便会激活血脉传承，领悟到最核心的技能。根据推测，许然觉得这2头巨龙的壮年期技能至少能和禁咒技能相媲美。血钻，许然对此相当满意，轻轻拍了拍身下巨龙的鳞片，他将视线放在了背包里面。就在刚刚，天道奖励和首次获得爵位的奖励总算是到账了。提示：提取奖励封地建设模板蓝图紫荆级成功。提示：提取天道奖励军衔类成功，你获得了临时军衔增幅令牌赤荆级。随着一连2道提示的响起，天赋万倍奖励也随之发出璀璨的光芒。万倍增幅成功触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紫荆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荆级提升至传说级稀有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奖励封地建设模板蓝图传说。提示：你获得了天道奖励临时军衔增幅令牌传说稀有。随着万倍奖励的成功生效，一连2件传说级道具尽数落入许然的囊中。传说稀有，看到提示，他的心情无比愉悦。谁会想到，他竟然通过万倍奖励获得了2件传说级品质的道具，其中1件还是传说稀有。查看道具，
按捺住心中的激动，许然将目光落在了这2件道具上面。封地建设模板蓝图，传说类型：道具，一次性消耗类，品质：传说级，效果：获得封地后可使用该道具，可随机抽取一个封地建设模板蓝图，品质为传说级。临时军衔增幅令牌，传说稀有，类型：道具，一次性消耗类，品质：传说级，稀有，效果：消耗该道具后，可在自身军衔的基础上临时提升4级军衔等级，持续时间24小时。这2件道具和之前获得的模板蓝图等道具一样，都属于一次性消耗类道具。在永恒这款游戏中，道具往往分为3种类型，分别是一次性消耗道具、永久道具以及各种各样的任务道具。实际上，玩家们获得的都是一次性消耗道具和任务道具，而像是永久道具，即便到了游戏后期，都属于凤毛麟角的存在。而对于许然来说，他手里像是远古冰霜巨龙之牙这种永久道具，实际上也要归功于万倍奖励的作用。不过，即便临时军衔增幅令牌、传说稀有和封地建设模板蓝图、传说都属于一次性消耗道具，但它们的价值都足以令许然动容。很好，许然赞叹了一声，然后将这2件道具都丢到了背包里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要使用这2件道具，他必须返回主城领取封地，并且完成军衔的晋升。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则是完成主线任务。开始搜寻，许然不动声色地下达了指令。下一刻，集结在马尔镇中的所有死亡阴影仆从全都倾巢而出，他们如同午夜中游荡的恐怖魂灵，正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开始搜寻周遭整片区域。主线任务第3阶段一共有2个目标。第一个目标需要清理马尔镇周围的情报探子，这个对许然来说很简单，死亡阴影仆从大军将开启一场地毯式的搜寻，这个目标应该很快就能达成。值得重视的是第2个任务目标，先前袭击古龙、巴萨尔和马尔镇的神秘生物，此时还藏在附近。根据许然的推断，他应该就藏在真实之眼都看不到的地方。想到这里，许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天空。而随着他的指令，远古幽灵巨龙立刻张开遮天蔽日的双翼，在恐怖的速度加持下，它化作一道模糊的影子，朝着头顶更高处掠去。第53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们也走。轻轻拍了拍湛蓝色的晶莹鳞片，许然对远古冰霜巨龙也下达指令。只不过，这个指令有些不同。随着漫天风霜洒落，身躯足足有数百米长的远古冰霜巨龙顷刻间扶摇而起，直冲云端。这时候，距离马尔镇不足2000米的区域，各大势力的玩家纷纷傻了眼。卧槽，这他妈什么鬼？怎么有2头巨龙？而且比咱们先前看到的还要恐怖！别告诉我这都是天选之人的坐骑。由于距离足够近，几乎所有玩家都看到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一时间，他们只感觉心脏在突突直跳，腿肚子更是隐隐传来了抽筋的疼痛感。在行进的途中，他们也曾见到过强行驾驭巨龙呼啸而过的克劳德，虽然那只是一头成年期冰霜巨龙，但也足以对他们幼小的心灵带来大大的冲击了。如今又亲眼看到了这一幕，几乎所有玩家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前进的脚步。会长，咱们怎么办？会长，咋办？会长，咱们还要继续行进吗？会长，你说句话啊！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让各大势力的会长都呆若木鸡。过了半晌，他们才缓过神来。而此时，无数工会成员还在嚷嚷：“会长，咱们怎么办？会长，要不要撤？会长，会长！”听到一声声呼喊，各大势力的高层只感觉自己脑子都快要炸了。但此时，他们又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进攻！随着越走越近，马尔镇中高耸巍峨的防御工事以及遮天蔽日的远古巨龙都纷纷映入他们眼帘，简直令人绝望。说不定，此时天选之人在远古巨龙宽阔的脊背上，正暗中等待着自己这边发起进攻。撤退，加速药剂，传送来冰封城的费用，以及苦苦等待一夜的时间成本，自己这边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如果没有足够的收益，那就等于是血亏。停下！所有人都停下，做好战斗准备，所有成员原地等待指令。经过短暂的商讨，各大势力的高层纷纷做出了决策。他们想要再等一会，一旦马尔镇出现破绽，便会立刻趁虚而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许然此时已经离开了马尔镇，
和远古幽灵巨龙不一样，他向远古冰霜巨龙下达的指令是前往冰封城。呼！随着呼啸的风声不断掠过耳畔，成年期的远古幽灵巨龙爆发出了惊人的速度，一瞬间能掠航出数百米远。不到几分钟，遮天蔽日的巨龙便出现在了冰封城的上空。提示：由于你拥有冰封城伯爵爵位，享有坐骑飞行权限，可直接进入主城。提示：你进入了冰封城，这就是爵位的好处。每次进出主城都可以无拘无束地骑着飞行坐骑。像是普通玩家，如果没有爵位的话，即便拥有多稀有的坐骑，都必须乖乖徒步进城。轰！随着大地传来的一阵颤动，远古冰霜巨龙缓缓降落在了主城广场西侧。虽然大量玩家都涌向了马尔镇，但整个主城依旧停留了很多玩家。看到这无比震撼的一幕，不少人纷纷瞠目结舌。卧槽卧槽卧槽！我的乖，这是巨龙？这币怎么不对？天选老板怎么来主城了？对啊，还带了这么一头拉风的坐骑，要是我也有一头巨龙就好了。大佬，带我坐一下你的巨龙可以吗？一时间，很多玩家面面相窥，他们都不清楚天选之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许然却丝毫不墨迹，无视了在场所有玩家，他的身影消失在了一旁的主城大厅门口。见状，不少玩家纷纷将这个情报传递给了马尔镇外等候的各大势力。提示：你进入了主城大厅1层。提示：你进入了主城大厅2层。玩家想要用军功点兑换军衔，就必须前往主城大厅第2层，找到代理执政官。许然轻车熟路，很快他就见到了冰封城的代理执政官。你好，尊贵的伯爵大人。一看到许然出现，代理执政官连忙站起来道：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许然笑了笑，说明了来意。很快，许然眼前出现了军衔和职位兑换面板，其中军衔往往决定着玩家招募大军成员的品质和等级，而不同职位也分别对应着玩家军团的规模，这些都需要军功点来兑换。一阶军衔需要50万军功点，可招募黑铁品质的士兵；二阶军衔需要120万军功点，可招募青铜品质的士兵；三阶军衔需要240万军功点，可招募白银品质的士兵；四阶军衔需要500万军功点，可招募黄金品质的士兵；八阶军衔需要1.2亿军功点，可招募传说品质的士兵；九阶军衔需要2.4亿军功点，可招募史诗品质的士兵。至于10阶军衔，暂时还没有开放。许然清楚地记得，即便前世也没有玩家能把军衔提升到8阶以上，更不要提10阶军衔了。许然看了一眼自己的军功点，大手一挥，他直接消耗了240万军功点，兑换了3阶军衔。接下来，他又消耗了260万军功点，兑换了职位主城统领大将。主城级大将可以招募的军团人数足足有20万上限。许然对此相当满意。接下来就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招募提示：你当前为3阶军衔，可招募白银品质的士兵，是否招募？面对提示，许然暂时没有选择招募，而是从背包中取出了一件传说级道具——临时军衔增幅令牌，传说稀有。提示：是否消耗道具，暂时提高自身4级军衔等级。提升4级军衔，也就意味着他将暂时拥有7阶军衔。看了一眼招募面板，7阶军衔恰好对应着赤金品质的大军。如果能触发万倍奖励这个永恒天赋的话，或许他将获得一个传说级以上的军团。第54章维尼亚皇女和欺诈宝石。实际上，一切都在许然的精准计算中，这也是许然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前来提升军衔的原因。根据前世的记忆，500万军功点再加上临时军衔增幅令牌，传说稀有，如果万倍奖励成功生效，恰好能让他获得传说级军团。因为招募士兵需要的不是军功点，而是大量金币。想到这里，许然直接离开了主城大厅第2层。不多时，凭借远古冰霜巨龙那恐怖的飞行速度，许然的身影出现在了一家偏僻的店铺门口。提示：你进入了塔琳娜的小商店。你好，尊敬的大魔法师。看到许然的身影，正偷吃苹果派的塔琳娜立马双眼发光，起身迎了上来。哎嘿！塔琳娜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仔细打量了许然一圈，然后才试探性的开口：大魔法师，几天不见，怎么拥有伯爵爵位了呀？如果是伯爵的话，可以享受8折优惠，或者额外120金币售卖价格哦。听到塔琳娜的话，许然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爵位的好处似乎已经开始逐渐展现出来了。不过根据前世的记忆，
伯爵可以享受的折扣是7折。如果售卖的话，获得的金币也会提高 30%。所以，必须好好教育一下这小萝莉。几分钟后，许然心满意足地开始了交易。为了弥补刚刚忽悠伯爵大人的罪过，塔琳娜额外赠送了一件暗金品质的道具。提示：你获得了来自塔琳娜的赠予——欺诈宝石资金。欺诈宝石，许然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的脑海中更是浮现出了一个绝美而狡黠的身影。前世在游戏中期的时候，来自黑暗帝国的维尼亚皇女正是凭借一枚传说品质的欺诈宝石，成功伪装成了暗夜精灵公主。经过一番谋划，她竟然成功在月亮井中窃取到了一株世界树种子。这也导致了游戏后期黑暗阵营出现了一棵神话级品质的世界树，而且是仅存于世间的世界树。正想着，随着欺诈宝石放入背包，万倍奖励在此刻悄然生效。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紫金级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欺诈宝石传说品质。许然表面无比平静，心中则满是惊愕之情。只见一枚散发着绚烂光泽的宝石正静静地躺在他的背包里。这是本次的交易内容，好好清点，别有小心思哦。听到许然的警告，塔琳娜瘪着小嘴，看上去委屈巴巴地说道：你太看不起人了。正说着，许然从背包中掏出了大量装备和药剂，单是装备就足足有3142件，其中单是紫金和赤金品质的装备就有接近一半的数量。这些都是击杀玩家和王者军团的战利品。霎时，绚烂的光芒充斥在了小商店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将许然的身影都镀上了一层金边。看到这一幕，塔琳娜似乎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原地足足愣了好几秒。放心好了，虽然你小气巴拉的，但我肯定会认真对待，绝对不会算错数目的。小萝莉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冒险者竟然能获得这么多极品装备，和其他玩家相比，简直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看到塔琳娜开始乖乖清点装备，许然这才将视线落在了刚获得的道具上面。欺诈宝石传说，类型道具一次性消耗类，品质传说级，效果消耗该道具可伪装成一名曾经见过的生物，可复制其一部分能力，有 5% 几率完美复制，持续时间10天，期间可主动取消伪装。注：受该道具品质影响，史诗级以及低于史诗级的生物无法勘破你的伪装。不错，真不错。许然眼中浮现出了赞赏的目光，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件传说级的欺诈宝石足以骗过所有生物了。毕竟史诗之上只有神话，根据前世的记忆，许然做出了合理的推断，恐怕即便到了游戏中后期，他估计都遇不到几个神级生物。好啦，这一次您是想换取资源，还是直接出售呢？正想着，塔琳娜的声音打断了许然的思绪。小萝莉的效率很高，只用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准确无误地清点好了所有装备。没有迟疑，许然果断选择了售卖。他现在要的是海量的金币。几分钟后，许然离开了塔琳娜的小商店。通过售卖这些装备和药剂，他获得的金币数量一共有 5.3亿。接下来就到了招募军团的时候了。不过他没有着急。就在刚刚，远古幽灵巨龙通过心灵感应传过来了一个消息，来自玩家的大军正在试图进攻马尔镇，但在死亡阴影仆从军团以及传说级防御工事面前，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为惨烈的代价。目前马尔镇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但对于许然来说，事情的性质已经变了。马尔镇已经归他个人所有，一旦有玩家想要染指他的领地，就必须做好承受一切的准备。逃，这次可没那么容易了。说完这话，许然直奔城主宫殿而去，那里是晋升爵位和领取封地的地点。很快，在远古冰霜巨龙恐怖的速度加持下，他抵达了目的地。没有迟疑，许然直接做出选择，领取封地。下一刻，他面前悄然浮现出了一张辽阔的地图，其中有不少熟悉的地名，直接将冰封城附近所有区域全部囊括其中。玩家通过晋升爵位领取的封地，一共分为2种。首先是第一种，玩家可以根据自身爵位领取对应的封地。爵位一共分为骑士、男爵、子爵、伯爵、侯爵以及公爵这几种。公爵又被称为某某大公，对应的是普通城市级封地；伯爵则对应的是要塞级封地。至于许然拥有的侯爵，可以获得一块镇级封地，而像是自爵、男爵这2种爵位，就只能获得对应的村落和据点了。再往下的骑士、
没有封地。早在之前，许然就已经想好了绝佳的封地位置，那就是以马尔镇为基础，将封地的规模进行一轮升级，这就属于第二种领取封地的方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玩家所获得封地疆域也将会额外扩张一大截。第55章七阶卓绝剑士。根据封地的规则，通过原有领地和封地相融合，扩张的这一部分疆域会随着原有领地建设程度而改变。在许然的疯狂砸钱建设下，如今的马尔镇已经成为了镇级领地的天花板。更不要提这座小镇还拥有传说级模板蓝图，以及那座高耸入云的史诗级防御塔。算下来，如果选择第二种获得封地方式，它甚至有可能将疆域拓展到堪比要塞级封地的规模。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万倍奖励。如果能成功触发这个唯一永恒级天赋，他甚至有可能以伯爵的身份获得侯爵甚至公爵的封地。或许是为了验证许然的猜想，随着他做出选择，提示音也在此刻悄然响起。提示：是否以原有领地融合的方式领取你的伯爵封地？确定。许然话音刚落，地图上马尔镇周围的区域瞬间更改了原有的状态，提示音也随之而来。提示：领取封地成功。提示：你获得了镇级封地，特殊，请为你的封地进行命名。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镇级封地提升至普通城市级规模。提示：你获得了普通城市级封地，请为你的封地进行命名。看到这一道提示，许然心中涌现出了一丝不可思议，万倍奖励竟然真的成功生效了。不仅如此，在原有基础上升级封地，再加上万倍奖励的特殊效果，两者相互成就，直接让许然获得了一座普通城市规模的封地。这对应的正是公爵封地，这又一次证明了万倍奖励的可怕之处。在永恒这款游戏中，不用的领地也有级别之分，从据点、村落、小镇、要塞、城市，一直到最高级别的主城。随着领地级别的提升，其中解锁的功能也会随之增多。比如防御工事，同样都是传说级的模板蓝图，哪怕拿要塞和小镇相互比较，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无论是数量还是攻击范围等等，双方都有明显的区别。提示：请在30秒的时间内为你的封地命名，否则将沿用之前的名称。永恒。面对提示，许然直接选择了永恒这个名称，毕竟他可不想自己的封地被系统命名为马尔城，那得让人唠一辈子。提示：命名成功，你拥有了新的封地永恒城。瞬息之间，以马尔镇为中心，一场巨变直接出现。轰隆隆，随着一道道简陋的围墙不断拔地而起，一座普通城池规模的封地缓缓展现在了所有人的地图上面。永恒城，归属天选之人。提示：你已私自闯入玩家天选之人的私人封地，即将遭到驱逐，请做好战斗准备。提示：你已私自闯入。此时，无论是正在和马尔镇交战的各大势力玩家，还是正处于荒寂平原和沉睡之森边缘的练级玩家，他们的耳畔都响起了一道道驱逐提示。这私人封地是什么鬼？不少玩家见状纷纷愕然，自己在荒寂平原练级，怎么就闯入天选之人的封地了？要知道，马尔镇距离这边可还有很远的距离。正纳闷呢，一则世界公告彻底消除了所有玩家的疑惑，同时也让他们不由得怀疑起了人生。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获得了普通城市级别的封地，成为首名获得封地的玩家。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获得了。这一次，所有玩家已经有些麻木了。永恒城，他们全都在心中疯狂咆哮，自己特么的还在为刷不动怪而发愁，天选之人这货竟然已经获得了一座城池级封地。顿时，整个世界频道都陷入到了沉寂之中，久久无人言语。而此时，许然已经离开了城主宫殿，他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主城大厅的第2层中，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就到了招募传说军团的时间了。看了一眼自身持有的金币，数量足足有 5.3 亿。许然带着十足的底气看向了招募面板，霎时对应各种军衔的士兵 NPC 全都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一阶普通新兵黑铁级，招募价格为500金币，对应军衔为1阶。2阶普通卫兵青铜级，招募价格为800金币，对应军衔为2阶。3阶精锐卫兵白银级，招募价格为1500金币，对应军衔为3阶。此时许然的军衔是3阶，对应的
他只能招募白银级的3阶精锐卫兵，剩下的其他选项目前正处于灰色未解锁状态，没有吝惜手中道具。许然直接将传说级道具临时军衔增幅令牌传说稀有从背包中取了出来。提示：是否消耗道具，暂时提高自身4级军衔等级。确定。随着手中令牌缓缓消失不见，许然的军衔等级也立刻开始攀升了起来。提示：消耗道具成功，你的军衔暂时提升至第7阶。提示：由于你的军衔已提升至7阶，对应选项已解锁。随着提示音响起，许然的军衔直接变成了临时7阶，而招募面板中原本是灰色的选项也随之纷纷发出璀璨光芒。4阶英勇卫兵黄金级，招募价格为3000金币，对应军衔为4阶。5阶奋勇卫兵暗金级，招募价格为5000金币，对应军衔为5阶。7阶卓绝剑士赤金级，招募价格为14000金币，对应军衔为7阶。前面击阶许然直接无视，一旦开启招募，他就要选择目前最高品质的军团。只可惜以目前他的军衔只能招募到7阶赤金级卓绝剑士，但问题不大，如果能触发万倍奖励的话，这些赤金品质的卓绝剑士将会发生一场无法想象的巨变。如果不能触发，赤金级的军团也足以碾压目前阶段的敌人。无论如何，他都稳赚不亏。开始招募，时间紧急，许然可没工夫多墨迹。随着他做出选择，提示音如期而至。提示：是否以12000金币的价格批量招募7阶卓绝剑士赤金级？确定。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7阶卓绝剑士赤金级，数量为35000名。当招募完成的一刹那，万倍奖励的特殊光芒也在此刻绽放了出来。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史诗级规模。第56章首名玩家城主的丰厚待遇。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9阶无畏卓绝大剑士史诗级，数量为35000名。提示：检测到你拥有个人封地，是否将招募的军团投放到封地之中？确定。许然要的就是这个结果。爵位带来的封地不仅可以作为容纳军团的场所，还可以让新招募到的大军全都投放到其中。这一刹那，足足35000名9阶无畏卓绝大剑士整齐划一地出现在了永恒城所属的封地里。也不知道许然是故意的，还是一场巧合。投放地点恰好处于各大势力玩家的后方。卧槽！各大势力的后排玩家此时正一边躲避防御塔攻击，一边趁机释放技能。突然间，一阵狂风呼啸而来，他们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还没来得及向后看一眼，锋锐的剑刃便直接贯穿了他们的身躯。轰轰轰！拥有史诗级面板的无畏卓绝大剑士，虽然等级都和许然保持一致，但属性却足以碾压无数玩家，单拎出来一个都足以砍死几十名玩家。但他们的数量足有35000名，看上去就像是一片由锋锐巨刃构成的潮水，迅速碾向各大势力的后排。冲锋！冲锋！冲锋！随着一声声暴喝，所有无畏卓绝大剑士整齐划一地发动了冲锋。剑锋所指之处，一切都被碾成了碎片。提示：9阶无畏卓绝大剑士史诗成功击杀了玩家。你干嘛呀？提示：9阶无畏卓绝大剑士史诗成功击杀了玩家，批我刮是吧？提示：9阶无畏卓绝。与此同时，无数击杀喊话纷纷在许然的耳畔回荡，让他都有些惊愕不已。史诗级军团，恐怖如斯！一边喃喃自语，许然一边望向了这群9阶无畏卓绝大剑士的面板。无畏卓绝大剑士史诗级，等级47级，与主人保持同步，等阶9阶，品质史诗级，种族人类，职业无畏卓绝大剑士隐藏职业，归属天选之人，生命值30万，魔法值25万，攻击力2250，物理防御力2012，物理防御力1987，技能无畏冲锋战役凝聚之刃卓绝裁决剑刃风暴。介绍：作为9阶史诗级大军，无畏卓绝大剑士不仅拥有令人战力的实力，还拥有极高的成长潜力。华丽的面板，震撼人心的属性。看到自己的史诗级大军属性，许然肃然起敬。无论是生命值还是攻击力，无畏卓绝大剑士都不愧是拥有史诗级面板的 NPC 士兵，单是防御就足以令无数玩家感到绝望。以他们目前的攻击力，甚至都很难突破无畏卓绝大剑士的防御，更不要提造成多高的伤害了。
然而，最值得重视的还要数技能和成长潜力。许然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无畏卓绝大剑士的各项数据全都没有任何短板，足以称之为完美。咱们走。完成招募后，许然直接离开了主城大厅。随着冰霜远古巨龙的腾空而起，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冰封城中，原地只留下了不少玩家艳羡和尊崇的目光。不到几分钟的时间，许然的身影便出现在了马尔镇的上空。小家伙，通过心灵感应，他轻轻呼唤了一声远古幽灵巨龙。没多久，呼啸风声出现在不远处，化身为幽灵状态的小家伙一巴掌拍死数名玩家后，直奔许然而来。情报探子都揪出来了，那个神秘生物，你找到他的踪迹了吗？通过主线任务面板中提供的信息，许然发现附近的情报探子已经被清理得一干二净，如今只剩下了隐藏在暗中的神秘生物了。听到许然的话，远古幽灵巨龙扬了扬头颅，示意他向天际望去。他的意思很明确，敌人位置已经被锁定了，正藏匿于云端之上。听到这个情报，许然立刻做出了决定，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而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争取将利益最大化。主线任务第二个目标并不是要让自己击杀这名神秘生物，而是锁定他的位置，并且阻止其下一步的计划。如果是几分钟前的许然，说不定此刻就已经动手了。毕竟一旦击杀了这名足以对传奇生物古龙巴萨尔造成惨重伤害的敌人，或许能获得难以想象的收益。但现在却不一样了，随着传说级军团投放到战场中，他已然拥有了和失落国度正面对抗的实力。即便敌人如同潮水，他也能尽数将其阻挡在外。所以他准备要放长线钓大鱼，盯紧他，有异动通知我。给远古幽灵巨龙下达了指令，许然直接望向了称号系统。在获得封地的同时，他还解锁了一个新的专属称号：永恒城主传说级。类型：称号专属。品质：传说级。效果1：移动速度提升 50%。效果2：使用所有传送阵，包括各大主城传送阵，都将豁免传送费用。效果3：在封地内购买物品都将享受最低折扣，在其他主城同阵营中购买物品、出售物品都可享受额外 30% 的优惠。该效果可与爵位效果叠加。效果4：开启战争后，统帅的所有大军都将获得 50% 行军速度加成， 20% 战斗力加成。介绍：作为首名获得城池的玩家，理应受此荣誉。好家伙，这就是第一个城主的特殊待遇吗？许然不由得暗暗啧舌。这几个特殊效果，无论哪一个都让人心动不已。这就是首名玩家城主的待遇，丰厚到离谱。一边想着，他又将视线落在了封地信息上。永恒城。类型：玩家专属封地。规模：普通城市级。状态：尚未建设。现存模板蓝图：无。介绍：该区域归天选之人的私人所有，是其作为伯爵应得的封地。模板蓝图果然和预料的没有差别，玩家获得的封地或者领地一般都没有模板蓝图，因此只能用最普通的方式来建造地盘。但许然却不一样，他的背包中正静静地躺着一张传说级品质的蓝图，恰好对应的是玩家的个人封地，等待大鱼上钩。看起来还要一些时间，许然决定趁此机会先把主城建设起来再说。第57章不朽和永夜。提示：是否开启封地建设模式？开启。提示：开启成功。是否选择普通模板蓝图开始建造永恒城？果然没有猜错。听到提示，许然不由得长叹一声。由于他现在建设的永恒城属于封地，虽然是在马尔镇的基础上升级得到的庞大疆域，但实际上两者并不是一种类型。作为玩家私人领地，马尔镇依旧矗立在沉睡之森的东侧，就像是一颗明珠镶嵌在许然辽阔的疆域之中，熠熠生辉。但这也代表着一个残酷的现状：来自马尔镇的传说品质模板蓝图并不会在永恒城建设系统中生效。永恒城自带的模板蓝图只是普通品质，相比马尔镇，足以用寒酸来形容。但许然却丝毫不慌，对此他另有妙计。当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他暂时没有开启建设，而是从背包里取出了一件道具。道具表面散发着传说级独有的光泽。封地建设模板蓝图，传说。类型：道具，一次性消耗类。品质：传说级。效果：获得封地后可使用该道具，可随机抽取一个封地建设模板蓝图，品质为传说级。
根据他的了解，这个传说品质的道具一旦使用，自己就会随机抽取一个封地建设模板蓝图。这种蓝图和镇级模板蓝图有所不同，往往会根据封地的规模自适应建造相同规模的建筑、防御工事以及领地核心。通俗点讲，玩家如果拥有一座小镇，那么对应的自己就会随机抽取到一个镇级模板蓝图，而如果拥有要塞，也会获得一个要塞级别的模板蓝图。而许然拥有一座普通城池，也就意味着他将随机抽取一个城市级别的模板蓝图。开始抽取。提示：消耗道具成功，正在随机抽取封地建设模板蓝图。提示：由于你拥有的最高规模封地为永恒城，将随机抽取一个城级模板蓝图，品质为传说级。他话音刚落，手中的道具便发出了绚烂光芒。传说品质的城级模板蓝图，很好。沐浴着绚烂的光雨，许然心中涌现出了几分期待。如果能抽到一个极品模板，永恒城将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大型城池。虽然还无法和各大主城相媲美，但差距也没有那么明显了。这个念头刚生出来，提示音悄然响起，直接打断了他的思绪。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稀有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城级建设模板蓝图不朽永夜史诗稀有。卧槽！即便淡定如许然，他也不由得暗道了一声卧槽，脸上的表情更是充满了难以置信。这谁能想到，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竟然在此刻生效了。要知道，这个传说级品质的道具已经被万倍奖励强化过了一次，而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似乎在向他证明一件事，这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他甚至能多次触发天赋万倍奖励，从而将原本品质一般的物品直接强化到一个恐怖的地步。乖乖，许然按捺住心中的激动，紧接着他望向了这件史诗稀有品质的模板蓝图。不朽永夜史诗稀有，类型模板蓝图封地，品质史诗稀有，使用条件城级封地自适应规模。效果：激活后可使领地开启不朽永夜模板蓝图，激活特殊卫兵、特殊 NPC、特殊建筑等等。特殊属性1：不朽所有防御工事、城内建筑、领地核心都将额外增加 80% 减伤率以及双倍耐久值。特殊效果2：永夜一旦建设成功，玩家封地疆域内将永久保持黑夜状态，所有入侵领地的敌人都将受到黑暗气息的侵蚀。介绍：随着封地规模的扩张，将解锁对应级别的蓝图。卧槽！许然又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叹，真不怪他大惊小怪，即便是前世都未曾有玩家获得过史诗品质的城级模板蓝图，好像只有各大帝国王城的模板蓝图才是史诗级品质，而像是冰封城这种主城都只能乖乖使用传说级品质的蓝图，这换成谁恐怕都会惊叹不已。许然粗略估算了一下，在史诗级稀有品质的模板蓝图加持下，再加上在马尔镇的基础上升级，大幅度提升了疆土面积，算下来无论是强度还是规模，永恒城都足以和各大主城分庭抗礼。不朽永夜提供的加持效果实在是太豪横了。首先是建筑，无论是城内建筑还是防御工事，亦或者是领地核心等等，最高上限全都是史诗稀有品质，而特殊属性也让这些建筑获得了堪称离谱的加强。80%减伤率、双倍耐久值，这些全都是在史诗稀有品质的基础上提供的额外加强，而且还会让永恒城处于永夜状态，一旦遭到入侵，将会对敌人造成黑暗侵蚀效果。提示：开启成功，是否选择模板蓝图不朽永夜史诗稀有，开始建造永恒城？确定。许然直接下达了指令，然后他又招募出了对应的史诗稀有品质的工匠，再加上来自马尔镇的传说级工匠们，一场堪称神速的疯狂建造直接拉开了序幕。首先，不朽的庇佑城墙史诗稀有，直接建造。轰隆隆，随着海量物资投入到建造中，一道道散发着无尽黑暗气息的巨型城墙纷纷矗立了起来。没有停歇，许然又开始了防御塔的建造。不朽之庇佑屏障魔法塔史诗稀有，建造。永夜之灾厄极速建塔史诗稀有，建造。永夜之毁灭重型魔法塔史诗稀有，建造。在许然的指挥下，一座座史诗稀有品质的防御塔缓缓矗立了起来。没过多久，一座恢宏浩瀚的永恒城缓缓矗立在了这片辽阔的疆域之中，笼罩在无尽黑夜中，似乎已经初具规模。
第58章不可逾越的不朽堡垒。提示：正在建造永夜之毁灭重型魔法塔，史诗稀有，建造时间为5分钟。提示：正在建造永夜之灾厄极速建塔，史诗稀有，建造时间为5分钟。提示：正在建造。而趁着建造的功夫，许然直接打开了招募面板。随着他的动作，所有的招募选项尽数浮现了出来。卧槽！打开招募面板的一瞬间，许然又一次被震撼到了。橙级守卫军团，橙级执法者统领，各种功能型 NPC， 各种生产职业 NPC， 各职业导师，几乎所有主城应有的 NPC， 此刻全都出现在了招募列表中，而且全都是清一色的史诗稀有品质。但这并不足以让许然动容，值得他暗呼一声卧槽的，实际上是一个临时增益 buff。封地初见，类型临时增益状态，剩余时间1小时，特殊效果状态持续期间可享受免费招募所有 NPC 的特殊效果，不可超出招募上限。注：后续 NPC 酬劳将由玩家支付。介绍：为了让拥有爵位的玩家尽快完善封地的建设，所有 NPC 的招募全部由冰封城和光明阵营买单。原来如此，许然差点把这事给忘了。在永恒中，玩家一旦通过爵位获得了封地，在开启建造的1个小时内，招募 NPC 的费用都由所在主城以及阵营承担，其中主城承担 30%， 而玩家所在阵营就需要承担剩下的 70% 了。在前世，由于获得爵位的玩家数量实在是不多，其中绝大多数还都是骑士、男爵和子爵这种较低的爵位，所以即使招募到上限，对于财大气粗的各大主城和阵营也不过是9牛1毛，不痛不痒。但现在事情可就不一样了，堪比主城的规模，史诗稀有的品质，如果他一口气招募到上限，产生的费用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或许就连冰封城和光明阵营也没有料到，有人竟直接会建造出了一个堪比主城的庞然大物。招募，许然可不管这些，烂泥扶不上墙，与其将大量资源分配给寒霜帝国这种废物，还不如让他大肆发展势力，这才是最高明的投资。没有迟疑，许然直接开始了招募。首先是橙级守卫军团，不朽永夜模板蓝图提供的史诗稀有品质的守卫军团一共有2种，分别是不朽守护军团和永夜毁灭军团，代表着极致的防守和攻击。其中不朽守护军团以防御为主，一旦成型将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不朽壁垒，而永夜毁灭军团代表的则是最极致的进攻。而这2种军团中都包含着各种职业。看了一眼，许然发现以永恒城目前的等级，他可以招募的卫兵数量上限为5万，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部都要。许然做出了决定，他打算直接招募2个军团。提示：批量招募成功，你获得了不朽守护军团史诗稀有的永久效忠，招募数量为2万。提示：批量招募成功，你获得了永夜毁灭军团史诗稀有的永久效忠，招募数量为3万。提示：由于封地初见带来的特殊效果，本次招募无任何消耗。随着提示音的响起，代表极致防御的不朽守护军团以及代表极致攻击的永夜毁灭军团全都齐刷刷出现在了永恒城中。誓死效忠城主，誓死效忠城主！来自史诗稀有级军团的呼喊声回荡在了永恒城的上空，久久不曾停歇。这也代表着许然获得了这2个军团的永久效忠，而在此过程中，他并没有消耗任何资源，简直血赚。看了一眼时间，此时距离封地初见这个 buff 消失还有50多分钟。趁热打铁，许然又望向了其他的招募选项。执法者统领，许然一边喃喃自语的同时，眼眸为之一亮。根据前世的经验，玩家一旦拥有封地，就代表着自身势力将会迅速发展。想要实现这个目标，玩家就必须将封地打造成一座繁华的巨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资源和财富的快速积累，不然一座空城将毫无意义。而在此过程中，作为维护封地安全和秩序的执法者统领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般人都很难想到这一点。许然记得前世的燎原工会好像就因为招募了实力不足的执法者统领，而导致很多玩家无视封地规则，愈发肆无忌惮。最后燎原工会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这足以证明执法者统领的重要性。一边想着，许然望向了招募面板里执法者统领那一栏，开始招募。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不朽暴风骑士统领艾瑞拉史诗稀有
的永久效忠。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不朽卓绝剑士拉顿，史诗稀有的永久效忠。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暗之怨恨魔导师凯瑞斯特尔，史诗稀有的永久效忠。提示：招募成功，你获。随着一道道提示响起，拥有可怕实力的执法者统领纷纷出现在了永恒城中。虽然他们的等级全都和许然保持一致，但对应着史诗稀有级的可怕实力，绝对不是先前克劳德那种货色能碰瓷的。很快，许然完成了对执法者统领的招募，数量一共为10名，足以震慑所有心怀不轨的玩家了。接下来，趁着封地出剑的效果还没消失，许然将各种功能型 NPC 以及生产职业 NPC 和各职业导师全都招募到上线。同样的，这些 NPC 也都拥有史诗稀有级品质，只有这样才能将永恒城打造成一座不朽的巨城。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锻造大宗师巴尔顿，史诗稀有的永久效忠。提示：由于你的城主身份，巴尔顿将无偿为你服务。当最后一道提示音缓缓消失的时候，许然将所有类型的 NPC 都招募到了上线。第59章，击溃来自失落国度的攻城。很好，随着大量 NPC 的涌入，原本空旷冷清的永恒城立刻热闹了起来。在许然的指令下，所有 NPC 都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将永恒城这座庞然大物运转了起来。而在这时，随着永恒城成功建立，许然也解锁了所有权限。永恒城主权限：权限1，收取赋税，位于永恒城中的所有交易都将向城主自动缴纳 5% 的税额。权限2，城池改造，城主可拥有永恒城所有建筑的改造权限，并且拥有可出售或者出租房产，自主指定价格。权限3，发布任务，城主可向玩家或 NPC 发布任务、悬赏、委托等等。如果是城主发布的任务，奖励内容将由城主决定；如果是由其他人发布，则奖励由发布人承担。无论哪种方式，其中 70% 的任务奖励都将归于城主，完成任务的玩家或 NPC 将获得剩余的 30% 收益。权限4，大致扫了一眼，果然不出许然所料，城主的权限果然高得离谱，单凭 5% 的税收就足以让他赚得盆满钵溢了。而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发布任务。作为城主，他可以向玩家或 NPC 发布任务、悬赏、委托，并且获得 70% 的抽成，剩下的 30% 才是玩家或者 NPC 的收益。根据前世的记忆，许然对于发布任务算是相当了解，一般都分为2种情况。首先是由城主本人发布的任务，比如他想让玩家当炮灰，去和失落国度的王者大军自相残杀，那么他完全可以发布一个任务，面向全体玩家，随着战斗的开启将根据击杀敌人的数量结算。这种情况下，许然是任务发布者，那么他就需要提供任务奖励，但由于他可以直接抽走70%奖励，也就等于只付出了正常情况下的 30% 奖励，简直划算到了离谱的地步。而第二种就是转交任务了，比如修女玛丽遗失了他的头纱，想要玩家帮忙找回来，那么奖励就要他来承担了，而许然依旧可以抽走其中的 70%， 这样一来更是血赚。当然了，这 70% 在任务发布的时候就已经提前扣除了，任务里显示的奖励只有剩下的 30%， 这就是拥有封地乃至一座城池的好处，足以累积到无数人想都不敢想的财富和资源。想了一下，许然决定向所有玩家发布一个任务，内容很简单，协助永恒城抵御来自失落国度的怪物攻城，扣除掉 70% 的抽成。许然将奖励设置成了每击杀一名失落国度的怪物，就能获得1点军功点和5枚金币，这对于绝大多数的玩家来说已经算是相当丰厚的奖励了。提示：设置任务内容成功，是否发布该任务？确定。随着任务的发布，一道面向全华夏区的世界公告出现了。世界公告：永恒城主天选之人发布任务，击溃来自失落国度的攻城，可在任务栏中接受该任务，可获得丰厚奖励。世界公告：永恒城主天选之人发布。一连3道公告，此刻响彻在了无数玩家的耳畔。而他们的任务栏中也出现了一个待领取的新任务。提示：你收到永恒城主的邀请，是否接受任务？击溃来自失落国度的攻城。提示：该任务奖励为每击杀1名攻城怪物，都将获得1个军功点和5枚金币。看到这条提示，世界频道彻底陷入了一片喧嚣之中。尼玛就离谱，这永恒城主天选之人是什么鬼？他真的，我哭死，这么丰厚的任务奖励，简直是带慈善家。别说废话了，这任务接不接？当然接了，话说我怎么越看天选之人越顺眼了？是啊，
我好像有点黑转粉了。黑子说话。一时间，绝大多数的玩家都纷纷选择了接受，属实被许然给予的任务奖励狠狠拿捏了一把。但很快，不少玩家就傻了眼。随着永恒城缓缓成型，史诗稀有模板蓝图还提供了一座主城级传送阵，只需要支付一定的金币，玩家们就能往返于永恒城和各大主城之间，非常方便。但和主城有所不同，许然设置的传送价格为10金币，玩家们想要参与这个任务，就必须先传送到永恒城，否则等他们跑过来，黄花菜都凉了。没有办法，绝大多数玩家都选择了接受现实。一想到砍死一头怪物就能收获5枚金币和1个军功点，他们只能咬牙掏出10枚金币作为参与这次任务的入场费。提示：你进入了永恒城。提示：你进入了永恒城。提示：你。在一道道提示音中，大量玩家的身影出现在了恢宏浩荡的永恒城中。望着这座不亚于主城规模的城池，所有玩家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还在为几枚金币发愁的时候，竟然有人已经建造出了一座堪比主城的雄伟巨城。一时间，心酸纷纷涌上了玩家们的心头。敌袭！远处有大量敌人出现，预计在5分钟后抵达。但就在这个时候，城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呼喊声，打断了玩家们的思绪。先前在马尔镇负责剿灭各大势力玩家的无畏卓绝军团传递来了敌人出现的情报。不少玩家闻言纷纷一脸愕然，怪物工程要来了，还真是让人期待啊！走，咱们去看看这群怪物有多少。一想到丰厚的任务奖励，他们心里就一阵痒痒。更有甚者，已经撒丫子开始朝着城墙狂奔了。而这个时候，在呼啸的狂风之中，远古冰霜巨龙展开双翼，直接攀升到了数百米的空中。站在巨龙宽阔的脊背上，许然凭借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带来的绝佳视野，发现了敌人的踪迹，是失落国度的王者大军。这一次，他们的规模足足是第一轮攻势的数倍。即便粗略估算，这一次的怪物至少也有10几万的数量。第60章一开始就打开城门硬刚，来自失落国度的攻城怪物，此时正处于永恒城的东北方向。当许然获得封地的那一刻，万倍奖励成功生效，直接将他的疆域范围从原本的马尔镇变成了一座堪比主城疆域的巨城。各大主城的疆域范围并不局限于城池的建设区域，而像是周边比如荒寂平原这种区域，其实也属于主城疆域的一部分。如今，永恒城的疆域范围已经足以和冰封城相媲美了，西边与荒寂平原接壤，直接将沉睡之森也囊括其中。不仅如此，再往东的区域是50级以上怪物区域腐烂之沼，这片一眼看不到尽头，终年被腐烂和死亡气息笼罩的沼泽地，其中有 90% 的区域都属于永恒城疆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今那如同潮水一般可怖的数十万王者大军已经入侵了他的领地。提示：发现敌人入侵。提示：发现敌人入侵。提示：触发怪物工程事件，是否激活史诗稀有模板蓝图的特殊效果永夜。提示：由于本次怪物工程出现了具备传说级实力的 BOSS， 一旦完成击杀，可获得大量军功点、资源、经验以及稀有掉落。BOSS。 听到这一道道提示，许然顿时来了兴趣。别的不说，随着他职业2次进阶完成，等级上限也提升到60级。这段时间，虽然大肆扩张了领地、军团等等实力，但他自身的等级和装备也需要再提升一些了。虽然史诗级套装依旧强悍到离谱，但随着等级提升，他也该更换成更高等级的史诗套了。恰好，这次怪物工程的敌人或许有几率爆出来史诗级套装。想到这里，他果断做出了选择。永夜特殊状态开启。提示：成功激活特殊状态永夜，永恒城疆域范围内将永久保持黑夜状态。提示：你可以自由开启该状态。提示：在永夜状态下，所有入侵领地的敌人都将受到黑暗气息的侵蚀。随着特殊效果激活，霎然间，黑暗掩盖住一切，幽森的永夜骤然覆盖在了他疆域的每一寸土地上。静谧而冷清的月光下，无数骸骨和幽魂正在常年被腐烂和死亡气息笼罩的沼泽地中疯狂奔袭，犹如一片灰白色的海啸，以令人毛骨悚立的速度向这边席卷而来。估计用不了几分钟，就会兵临城下。轰轰轰！而此时，永恒城的传送阵依旧在不断闪烁着光芒，来自各大主城的高手玩家正逐一从传送阵走出，他们双拳紧攥，
眼中满是激动，其中甚至有不少前世都赫赫有名的玩家，从未如此美妙的开局。刚走出传送阵，这些玩家就不由得高呼了一声，看上去全都战意盎然，但先前大量涌上城墙的玩家却纷纷都陷入了沉寂之中。怪物！顺着视线望去，这群玩家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密密麻麻的亡灵系大军，数量之多，简直令人头皮发麻。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任谁都会当场呆滞在原地。我干！我就知道，天选之人一贯卑鄙，快撤！足足过了半分多钟，这群玩家才渐渐反应过来。好家伙，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发大财的好机会，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借此机会直接起飞。感情自己这是来当炮灰的，妈的，不干了，撤！其中有一部分玩家自认为实力不够，此时脑海中只有一个字：润。但就在他们踏上传送阵想要跑路的时候，提示悄然响起。提示：你已接受了任务，击溃来自失落国度的攻城，一旦离开该区域将视为自动放弃。很快，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道道猩红的字迹，惩罚如下：一、将永远被列入永恒城黑名单，不仅无法再次踏入该区域，更永久不可与永恒城相关势力进行交易、赠与、委托等等所有事件。二、放弃任务需要支付100倍违约金，如无力支付将获得负债特殊状态，今后获得收入将自动支付违约金、滞纳金，直到尽数偿还为止。三、放弃任务将受到来自永恒城相关势力的追杀，只要是任务都可以设置放弃惩罚。当然，有很多简单的任务往往都不会设置很过分的惩罚，这些惩罚就像是一个枷锁，在一开始许然就完成了相关设定，一旦玩家大军放弃或者反叛，就会被立刻处以惩罚。他始终相信一点，玩家们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毕竟和这些惩罚相比，死亡或许足以被称之为一种优待了。果然，当惩罚提示出现的一瞬间，所有玩家都乖巧了许多。战就战，人活一张皮，咱们不能让这群骷髅怪物给小瞧喽。就是，多砍几头，说不定能爆出来史诗级装备呢。好家伙，你咋不说爆神装呢？或许谁也不知道华夏区玩家的嘴究竟有多硬，但在这一时刻，他们确实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外传来了无数骸骨大军移动的轰鸣声，大地似乎都为此而震颤了起来。冲！准备动手！呜！沉闷的号角声顷刻传遍了战场的每一处角落，一场开服以来最恢宏最浩荡的战争即将在此刻打响。吱嘎！随着一声磨牙般的巨响，永恒城高耸入云的城门轰然打开。这什么鬼？天选之人 TM 的玩什么命啊？一开始就打开城门硬刚！卧槽，你们快看！玩家们顺着视线望去，一道道整齐划一、散发着可怕威压的身影正从城门中不断涌出。死亡阴影仆从军团，数量为6500；暴风大剑士军团，数量为100；无畏卓绝大剑士军团，数量为35000；不朽守护军团和永夜毁灭军团这两个史诗传说级军团，数量分别是2万和3万。至此，许然麾下所有大军全都集结完毕，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第61章，终究是错怪他了。许然麾下所有大军加起来一共有超过9万的数量，浩浩荡荡，整齐划一。随着城门的打开，他们已然矗立在了永恒城前方，犹如一片屹立不倒的禁军之墙。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玩家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其中像是弓箭手和法师这种远程职业，全都登上了城墙，正准备借助高度优势吟唱拥有的魔法技能和释放各种箭矢。如此一来，在轰杀敌人的前提下，还能有效的避免伤亡。战士、骑士，还有刺客、盾卫等诸多近战单位，此时正和牧师们一起纷纷集结在城门后方。所有玩家加起来大概有接近100万的数量，单凭传送费用这一点，就足足为许然提供了1000万金币。这是什么战术？不应该先让防御塔消耗一波吗？难不成是想拿他的军团先消耗一轮敌人？他真的，我哭死！一时间，玩家们纷纷泪目，终究是错怪了。没想到天选之人宁愿让自己的军团当前排炮灰，也要让玩家们完成任务目标，从而领取到更多的奖励。格局，这就是格局。绝大多数的玩家此时心里格外的不是滋味，在他们眼中，
城外的各大军团竟然莫名有些悲壮的意味。咚咚咚，震耳欲聋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来自失落国度从无尽深渊中爬出来的王者大军已然抵达了城外。这一次的攻城怪物不复之前的脆弱，单单看上去就足以令无数玩家感到恐惧。被遗忘的骸骨骑士，暗金，等级45级，种族亡灵族，失落国度，类型暗金级精英怪，生命值68000，攻击力1128，物理防御力1247，魔法防御力2304，技能无畏冲锋战争践踏骸骨护盾。介绍：在岁月的侵蚀下，处于腐朽深渊中的骸骨骑士，虽然被无数人遗忘，但当他们爬出深渊后，依旧会带来无尽恐惧。许然发现，就连最前排的肉盾都是骑着燃烧悠悠古火的骸骨骑士，品质更是提升到暗金级。这群被遗忘的骸骨骑士不仅拥有极高的防御和攻击，还有一个贼离谱的 buff 技能骸骨护盾。使用技能后，可在身躯表面汇聚一层骨盾，可吸收自身生命值 30% 的伤害，持续时间1分钟。30%生命值加成的护盾，对于很多玩家来说都如同梦魇一般，恐怕还没等到破开护盾，他们就会被这群骸骨骑士撕成碎片了。但对于许然来说，这压根不是问题。史诗稀有品质的防御攻势足以对这群怪物造成恐怖的伤害。所有防御塔进攻！许然一声令下，轰鸣声顷刻传遍了整个永恒城。不朽之庇佑，屏障魔法塔，史诗稀有，激活！永夜之灾厄，极速剑塔，史诗稀有，激活！永夜之毁灭，重型魔法塔，史诗稀有，激活！几乎是一瞬间，这座如同巍峨山巅的巨大城池在黑夜中缓缓苏醒了。刷刷刷！来自永恒城的防御箭塔纷纷发出了咆哮，无数箭矢从城墙上方抛射而出，化作一片锋锐的暴风雨，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掠向敌人的前排。战斗就此打响！轰轰轰轰！无数的魔法元素尽数汇聚成一道道魔法技能，如同绚烂的烟花一般。来自永夜之毁灭重型魔法塔的魔法技能轰击尽数绽放在了漆黑一片的夜色之中。下一刻，战场之上，骸骨被碾碎，腐烂血肉被灼烧的声音不断响起。提示：你的防御塔击杀了攻城怪物，被遗忘的骸骨骑士，暗金。提示：你的防御塔击杀了攻城怪物，被遗忘的骸骨骑士，暗金。随着一道道提示音的响起，万箭齐发，魔法轰鸣，无数令人感到战栗的骸骨骑士纷纷倒在了冲锋的路上。卧槽，这尼玛什么箭塔，伤害就离谱！别提了，老子技能都被下断了，差点被技能反噬给搞死。这一幕直接让无数玩家彻底凌乱，甚至有不少玩家吟唱的技能都因此而中断失败。别傻站着了，兄弟们，准备攻击！怪物数量太多了，如果天选之人的军团扛不住，很快就得冲到城墙下面了。就在玩家窃窃私语的时候，城外始终保持静止的各大军团忽然动了。轰！他们一步踏出，发出了整齐的脚步声。但在10几万攻城怪物面前，这动静好像有点不够看。而更有眼尖的玩家发出了阵阵惊呼。借助城墙的高度，他们发现远处涌来了更多的敌人，数量看上去似乎比这10几万攻城怪物还要多出数倍。估算下来，甚至有100万大军即将抵达永恒城。坏了，要遭重！老天保佑，下面的 NPC 军团最好多撑一会，这样咱们还能多 K 几个头，能拿不少奖励呢。就在不少玩家手足无措，甚至做好赴死准备的时候，城外突然响起了破风声。以拥有无解防御的不朽守护军团为首，永夜毁灭军团和无畏卓绝大剑士军团紧随其后。面对潮水一般的攻城怪物，许然的各大军团此刻全都以极快的速度发起了反冲锋。冲！侧翼快速变阵，准备包抄。后方开始引导技能，给我轰！在史诗稀有级魔法塔和剑塔的轰鸣声中，许然招募出来的执法者统领直接提供了最完美的策略。在他们的指挥下，各大军团竟然如同一个整体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直接向敌人发起了最锐利的攻击。战斗一触即发，看到双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无数玩家纷纷捏了一把汗。敌人的数量足足是己方军团的3倍，单单是数量方面，差距就足以令人绝望。更不要提这些攻城怪物中间还有几个庞然大物。但下一刻，玩家们险些把眼珠子瞪了出来。轰隆隆，随着双方碰撞在一起，
开启了惨烈的厮杀。无数玩家想象中的画面并没有发生。来自永恒城的各大军团不仅没有被浩若渊海一般的攻城怪物击溃，反而像是一柄锋锐的战戟，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接硬生生的灌入了敌人前排。第62章，他真的太温柔了。这是谁的部将，竟如此勇猛？这群 NPC 军团怎么这么刁？究竟特么是什么品质？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群攻城怪物实际上很弱，只是有数量上的优势？还真有可能。当来自永恒城的各大军团开始疯狂屠戮攻城怪物的时候，众多玩家们坐不住了。位于城墙上的玩家们无比郁闷，以他们的攻击距离，压根碰不到攻城怪物大军。而那群集结在城门里面的近战玩家，此时直接坐不住了。一个人头就足足有5枚金币和一个军工点。由于距离太远，他们并不能通过侦察术探查到攻城怪物的属性面板，但这样看上去，无论是防御塔还是 NPC 军团，击杀这群攻城怪物都如同杀鸡屠狗一样简单。都这样了，那还不赶紧冲！一时间，无数近战玩家心头纷纷一片火热，二话没说，冲着城外狂奔而去。冲！兄弟们，有这群 NPC 军团扛着，咱们开杀！话说，天选之人是真的讲义气，我都泪目了，他真的太温柔了。一边跑着，不少玩家笑嘻嘻的夸赞起了许然。但就在这时，前排传来了一阵骚动，几十万玩家组成的大军速度一下子慢了不少。卧槽，咋回事？怎么不跑了？就在后面玩家有些摸不到头脑的时候，前排传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妈的，这群攻城怪物好像是暗金品质的精英怪，后面好像还有紫金级精英怪。听到这话，后排玩家直接绷不住了，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前排的狗东西想要独吞这些攻城怪物的人头，为了不让他们得逞，自己必须得加快脚步。抱着这种想法，后排玩家纷纷不要命地向前挤去，而前排玩家此时更是欲哭无泪。随着如同潮水一般的攻城怪物越来越近，他们通过探查术发现了这群怪物的具体等级和品质。单单是前排的骸骨骑士 TM 的都是45级暗金精英怪。放眼望去，在如同潮水一般的攻城怪物中间，还有几个恢宏巍峨的身躯正一步步向这边走来。一边走着，他们甚至还顺手拎起了几个骸骨骑士，一把丢进嘴里，然后开始咀嚼了起来。即便不用探查术，前排玩家也心知肚明，这几道如同无数白骨和腐烂血肉拼凑出来的骸骨巨人，绝壁是暗金级以上的 BOSS。 咔嚓咔嚓，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这些可怕 BOSS 的气息似乎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前排玩家现在只想停下脚步，最好现在就能撤回去。那群来自永恒城的 NPC 军团确实能扛得住潮水般的怪物，但他们可不行。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后方玩家毫不知情，依旧在疯狂向前挤。就这样，城外发生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几十万近战玩家组成的军团，竟然就这样被自己裹挟着向前移动，很快就和攻城怪物大军展开了碰撞。轰！双方刚一接触，不少前排玩家就被挥舞着长枪的骸骨骑士一枪做掉，而后面源源不断的玩家依旧在前赴后继的涌来，几乎一个照面就有数千玩家被送回了复活点。惨烈的厮杀就此展开。提示：来自失落国度的怪物已发起攻城事件。提示：你发现了敌对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吃惊，请及时做好应对之策。提示：你发现了敌对 BOSS。与此同时，驾驭远古冰霜巨龙驰骋于天际的许然也发现了夹杂在攻城怪物中的 BOSS。顿时他来了兴致，如果没看错的话，这群暗金级 BOSS 之间好像还夹杂着一头传说级品质的身影。探查术，随着双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那头传说级 BOSS 的属性面板悄然浮现。被遗忘的骸骨巨人，传说，等级45，种族亡灵族，失落国度，类型传说级 BOSS， 尚未被评为传奇 BOSS， 生命值550000，550000，攻击力3572，物理防御力4108，魔法防御力4587，技能骸骨拍击、重剑砸击、骸骨风暴、吞噬恢复。介绍：在岁月的侵蚀下，处于腐朽深渊中昔日的失落国度将领，逐渐变成了只知道吞噬骸骨的怪物。虽然被无数人遗忘，终有一天他将重回世间。恢复似乎有点棘手。看到 BOSS 属性的一瞬间，许然就意识到了对方的关键技能
吞噬恢复。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技能应该可以通过吞噬周围的骸骨生物，从而恢复自身血量。不仅如此，每吃掉一头骸骨生物，它的属性也会随之增加一丝，似乎是个棘手的敌人。更何况，这头传说级品质的 BOSS 还有可能爆出传说级装备。一旦万倍奖励生效，奖励恐怕会被提升到一个令人心动的地步，足以引起许然的重视。正想着，一双幽绿色的眼眸悄然锁定了许然的身影，系统提示也随之而来。提示：你已引起了传说级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的注意，他即将对你发起攻击。提示音尚未消失，狂风呼啸而起，这个如同山岳一般的骸骨巨人将布满腐肉和白骨的手臂高高举起，伴随着一阵刺耳的摩擦声，他从自己脊背中抽出了一柄燃烧着苍白火焰的骸骨巨剑。而这时，远古冰霜巨龙恰好掠到了骸骨巨人附近，双方距离不足10米。就是现在，当那柄燃烧着苍白火焰的骸骨巨剑被 BOSS 挥展开来的一瞬间，许然嘴角悄然勾了起来。永恒审判枷锁，引导成功。距离，他可从未把自己处于过危险境地，除非是自己想要主动出手。瞬息之间，许然就完成了技能的吟唱，一连数道篆刻有神秘梵奥魔法铭文的锁链悄然出现在了天空之中。1道、2道、3道，无数道由永恒审判气息构成的巨型锁链齐刷刷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破空声。下一刻，狂风骤起，伴随着剧烈的震颤声，令无数人感到震撼的一幕出现了。无数锁链纷纷落下，如同在空中绽放了一朵永恒之莲。这名传说级 BOSS 尚未斩下那震撼人心的一剑，他那恢宏庞大的身躯就被无数锁链狠狠贯穿，连同他最心爱的骸骨巨剑一起被钉在了地上。第63章，原来他卡在了我的心里。而随着许然的动作，贯穿骸骨巨人身躯的无数根锁链也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高额伤害。-69187， -68962， -68991， -69042，成片成片的伤害数值从 BOSS 头顶冒了出来，绵延不绝，触目惊心。看到这一幕，就连许然本人都不免有些惊愕。不对劲，这锁链的数量也太多了点。他清楚地记得，永恒审判枷锁只会对单个敌人造成1次伤害，也就是说，实际上 BOSS 只需要承受1根锁链的伤害，如今犹如被无数根永恒审判锁链活生生穿成了刺猬。我明白了，思索只在一瞬间，下一秒 BOSS 身躯下方也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值，那些伤害对应的敌人全都是处于技能生效范围内的攻城怪物。当然了，要怪就只能怪他自己，这头骸骨巨人的体型实在是太庞大了。提示：你成功击杀了攻城怪物，被遗忘的骸骨骑士，按金。提示：你成功击杀了攻城怪物，被遗忘的骸骨骑士，按金。提示：触发称号特殊效果死亡噩梦，你通过击杀目标学会了被遗忘的骸骨骑士的技能骸骨护盾终极。当提示响起的一瞬间，永恒为1级品质的万倍奖励立刻生效。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终极技能提升至宗师级技能。提示：你获得了技能雕王骸骨庇佑之盾宗师。竟然成功了！看到提示，许然心中一阵错愕，无心插柳柳成荫。先前他通过激活称号特殊效果死亡噩梦，费了老鼻子劲才掌握了2个技能，全都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晋升为了宗师级品质。因此他已然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动手之前他都会激活死亡噩梦，有早没早先打上一竿子再说。但他没想到竟然如此轻易就获得了一个宗师级技能，而且还是骸骨骑士的核心技能。趁此机会，许然快速看了一眼技能栏，下一瞬，这个宗师级技能映入眼帘：雕王骸骨庇佑之盾宗师，类型宗师级技能，效果激活技能后可获得雕王气息加持，可在身躯表面凝聚大量骸骨作为庇佑之盾，不仅能吸收自身生命值300%的伤害，并且还能通过周围生物的凋亡提高护盾值和持续时间。注：该护盾持续时间为5分钟，期间免疫史诗级以下生物带来的控制效果。介绍：汲取凋亡气息，汇聚无尽骸骨为盾。很好，许然嘴角微微上扬，看到这个宗师级技能的详细属性后，他心中已然生出了一个大胆而有效的想法：3倍生命值的护盾。以许然目前的血量，足以令无数怪物感到绝望。而随着周围生物的不断凋亡，护盾值以及持续时间还会持续增长。
如果能合理规划技能的释放，或许这个雕王骸骨庇佑之盾不仅会成为无数攻城怪物心中的梦魇，更是他快速击杀 BOSS 骸骨巨人最大的依仗。否则，一旦陷入持久战，能够通过吞食骸骨恢复的 BOSS 将会成为不死的怪物。释放技能，雕王骸骨庇佑之盾。没有任何迟疑，趁着 BOSS 身躯被无数永恒审判锁链贯穿，动弹不得的时机，许然开始了技能的吟唱。在极其恐怖的释放速度加成下，他只用了寥寥几秒，就已经完成了技能的引导。随着晦涩难懂的咒语声缓缓消散，令人感到窒息的雕王气息翻涌而来。刷刷刷刷！与此同时，无数支离破碎的骸骨也从地上不断漂浮起来。一眼望去，犹如在空中汇聚出了一片骸骨风暴。这些漂浮在空中的骸骨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化作一道道护盾，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全都缭绕在许然的周遭，不断沉浮。看到这一幕，那些正在被攻城怪物乱杀的玩家们纷纷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家伙，天选之人这货怎么越看越邪乎，阴森、恐怖，令人格外不适的骸骨和雕王气息全都聚集在一个人身上，看上去导致他像极了终极反派大 BOSS。 在其衬托下，就连无数亡灵怪物此时都显得顺眼了一些。但就在这一刻，无数玩家纷纷泪目了。携带无数骸骨碎片和浓郁的雕王气息，许然直接从巨龙脊背上一跃而下。轰！一声巨响，他的身躯消失在了一众玩家的视线中，彻底淹没在了无数攻城怪物之中。卧槽！太浪漫的赴死了，只可惜脑子不好使。刚才天选大佬怎么一卡一卡的？哦，原来他卡在了我的心里。男童给爷爬，还不赶紧趁机攻上去！玩家中不乏聪明人，当许然消失在攻城怪物中的那一刻，他们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进攻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趁着敌人被牵制的功夫发起一波猛烈的攻势，或许会伤亡惨重，但接下来绝必会血赚一波怪物人头。进攻！给老子冲！快！一时间，几十万玩家如同打了鸡血一样，他们一边嗷嗷叫着，一边向攻城怪物发起了冲锋。而就在这时，处于无数骸骨中央的许然心中一阵无语。这群玩家在想什么？他可没有帮他们吸引火力的想法。自己想做的事情很简单，用最快的速度干掉这头恢复能力堪称恐怖的 BOSS， 然后拾取掉落，触发万倍奖励，直接血赚一波。想到这里，许然没有迟疑，立刻释放了先前获得的技能。下一刻，璀璨的金色光芒从无数骸骨怪物中央迸发出来，甚至还照亮了半片天空。无尽反击，宗师释放技能，可进入特殊状态，无尽反击。反弹期间受到的攻击有几率触发双倍伤害，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5分钟。先前的永恒审判锁链已经验证了一个真相：体型恢宏的敌人将承受更多的攻击。不仅如此，一旦他身边有其他生物，也会受到箭射、贯穿、牵连等伤害。许然要利用的就是这一点，无尽反击，反弹一切受到的伤害，并且有几率触发双倍攻击。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个技能还有一个隐藏效果，一旦弹死敌人，将会延长持续时间5秒。雕王骸骨庇佑之盾和无尽反击一起，再加上许然的一轮火力爆发，足以将这头拥有高额恢复的骸骨巨人彻底干碎。第64章光速秒杀。砰砰砰！当无尽反击这个宗师级技能开启的一瞬间，许然周身迸发出了璀璨的光芒。在高额的护盾的加持下，许然的坦度甚至是顶尖血牛战士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即便落入如同潮水的怪群中，也不会被瞬间秒杀，反而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就像是一滴水落入了沸腾的油锅中。这一刻，无论是 BOSS 骸骨巨人还是怪物，全都陷入到了一种癫狂状态。他们心中只剩下了一个想法：活生生拧下这个人类的脑袋，将他的血肉一寸一寸的撕扯下来，咀嚼到自己并不存在的肚子里去。瞬间，无数攻击纷纷落在了许然的身上，乒乒乓乓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战场。提示：你受到了来自攻城怪物的攻击，在宗师级技能无尽反击的作用下，将本次伤害以范围攻击的方式全额反弹给对方。提示：你受到了来自传说级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的攻击，在宗师级技能无尽反击的作用下，将本次伤害以范围攻击的方式全额反弹给对方。提示：触发宗师级技能无尽反击的特殊效果，本次为双倍反伤。提示：你受到了来自攻城怪物的攻击。霎然间，无数伤害纷纷爆发开来，
但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这些伤害全都以反弹的方式出现在了怪物的头顶。而且最令人感到震撼的一幕出现了，由于伤害反弹的方式是范围伤害，这也意味着每一头怪物全都需要直面其他同伴造成的伤害。这一刻，许然就像是一个无情的反弹机器，将所受到的一切伤害悉数返还给了周围的怪物。刷刷刷，无数的伤害数值以他所在的区域为中心骤然绽放开来，就像是一场绚烂的烟花，彻底驱散了周遭的昏暗。同一时刻，也照亮了无数玩家和怪物的脸。看到这一幕，就连玩家们都感觉有些上头。对于攻城怪物和传说级 BOSS 来说，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嘲讽。马德，心太脏了，他好像在用反伤技能让怪物自己攻击自己。我真不是挑事的人，但这事放我身上是真受不了。但我好奇，即便全额反弹伤害，也需要一定血量支撑啊，不然早就死了。是啊，谁能扛得住这么多的攻击？就在很多玩家都懵逼的时候，有一个20级刚转职没多久的玩家弱弱的举起了手。难道你们没有想过丢一个探查术试试吗？听到这名玩家的话，其他人纷纷双目圆睁，表情格外错愕。下一秒，无数探查术纷纷落在了许然的身上。提示：玩家9桶丸的根翔一样对你使用了探查术。提示：玩家老东西爆金币对你使用了探查术。提示：玩家球雷科普对你。看着一道道提示，许然不为所动。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如今他的等级早就飙升到了50级，而等级排行榜上的第2名至今还处于29级，42%的经验。也就是说，在场所有玩家至少比许然低20级。如此恐怖的等级差距，即便使用1万次探查术，得到的信息也只有一片问号。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无数道探查术甩了下去，玩家们眼前出现的只有一片问号。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许然绝对拥有堪称恐怖的血量上限，因为怪物连他的护盾都打不破，这对无数玩家幼小的心灵无疑是一种残忍的伤害。然而，就在很多人心生颓废的时候，有眼尖的玩家发出一阵惊呼：快看 BOSS 的血量！顺着视线望去，所有玩家的大脑瞬间宕机，就连手中的动作也都纷纷停了下来。不知何时， BOSS 那厚到令人绝望的血条竟然消失了大半截，而且还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向下跌落。嘎吱嘎吱，意识到了不妙的 BOSS 疯狂抓取身边的骸骨生物，然后丢入狰狞大口之中。随着咀嚼的声音不断响起，他头顶冒出了一道道生命值恢复的数字。但在无尽反击和雕王骸骨庇佑之盾面前，这种恢复速度显得格外乏力，甚至用不了10几秒就会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他们没想到，天选之人竟然利用反弹的范围伤害，想活生生的把 BOSS 给弹死。但还有一点，他们更没有料到，由于怪物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即便处于怪群中央，许然也只能吸引到一小部分骸骨生物的仇恨。除了来自永恒城的各大军团，玩家们依旧要面对无数怪物的攻势。就在他们呆滞在原地时候，如同潮水般的骸骨生物全都扑了上来。一时间，玩家军团伤亡惨重。提示：你已被攻城怪物击杀，正在复活中。提示：你已被攻城怪物击杀，正在复活中。提示：你已被。只一会功夫，永恒城的复活点中就多出了数千道玩家的身影。真尼玛晦气！我纯种血牛战士竟然没撑得住3秒，呵呵，老子被一巴掌秒了，太 TM 倒霉了。一边说着，他们急忙又朝着城外战场赶去，想要及时止损，必须多搞到几个人头。正当这群玩家骂骂咧咧，刚从复活点走出来的时候，一道世界公告响彻在所有人的耳畔。世界公告：恭喜永恒城主天选之人成功击杀了传说级攻城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获得称号骸骨之拥。世界公告：恭喜永恒城主。又是一连3道公告，又是天选之人。这一刻，整个华夏区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怪物攻城，传说级 BOSS， 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小觑了这一次的主线任务。很快，永恒城的传送阵传来了无数道光芒，原本不想参与其中的玩家和一些势力也在此时纷至沓来，但许然却没工夫搭理这些。随着 BOSS 骸骨巨人重重的倒在地上，一抹传说级品质特有的光芒悄然浮现。与此同时，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也在此刻发出了璀璨的光芒。第65章空前绝后的套装传说。许然没有任何的迟疑，
直接开始摸尸。提示：你成功击杀了传说级攻城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提示：触发万倍奖励，本次经验值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51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52级，获得。随着击杀喊话的出现，璀璨的升级金光从许然身上不断涌现。万倍奖励触发，连升3级。对此，许然十分满意。随着游戏进程不断推进，玩家等级一旦提升到了30级以后，升级需要的经验便会大幅度提升。这一点，从其他玩家的升级进度就能看出一二。而一旦到了50级以后，想要提升1级，更是需要连刷好几天的怪。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许然轻松提升到了53级。换成谁，恐怕都会相当满意了。但这还不是最令他感兴趣一点，传说级奖励独有的光泽已经出现了。如果触发万倍奖励的话，恐怕收益会远超想象。没有任何迟疑，许然用最快的速度开始摸尸。提示：你拾取到了迷失的骸骨心脏传说。提示：你拾取到了迷失的骸骨眼眸传说。死！望着提示，许然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双黄，他早就知道攻城怪物的掉落会提升一些，但却没想到自己竟然能一次获得2件掉落，这种几率甚至比走路捡到装备还要低一些。正想着，提示音再次响起，万倍奖励也在此刻发挥出了独有的效果。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级。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奖励死亡缭乱迷失之心戒指史诗。提示：你获得了奖励死亡缭乱迷失之铜项链史诗。果然，许然没有猜错，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2件装备全都完成了从传说到史诗的蜕变，并且好像还是史诗级套装。不错，许然眼中浮现出了欣慰的神色。唯一永恒级天赋果然强悍，怪物工程才刚刚开始，就已经让他获得了2件史诗级套装。接下来，或许就连凑齐整个史诗套都不再是奢望了。砰砰砰 ！BOSS 的死亡并不代表他的战斗已经结束。与此同时，还有数不清的攻城怪物正踩着满地的尸骸向他涌来，不断发起着攻击。但在护盾和反伤的作用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孱弱无力，任由许然如同一根雕塑矗立在原地。反倒是玩家那边传来了一阵喧嚣。提示：玩家冰糖雪梨支付10金币已传送到永恒城。提示：玩家这一脚踢出个剩下支付10金币已传送到永恒城。提示：玩家。此时还有无数玩家争相乘坐传送阵涌入永恒城，他们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许然发布的任务，更有甚者还在区域频道狂刷消息。天选大佬，我们来支援你了。这就是永恒城吗？可真 TM 大。圣耀公会全体成员驰援永恒城攻城战斗，背带库公会全体成员驰援永恒城攻城战斗。整个华夏区玩家足足有10几亿的数量。除了想要针对许然的那些势力，更多的大型势力都保持着中立和观望的态度。但这一次有所不同，在丰厚到难以想象的奖励面前，其中有不少势力纷纷按捺不住了。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次的攻城战斗或许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机遇，如果错过了，恐怕会因此失去称霸和发展的机会，甚至连原有地位恐怕都无法保持。因此，他们在踏入永恒城的那一刻，就纷纷向许然表达了足够的善意。望着区域频道的刷屏，许然的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变化。这种情况前世他也曾见过。这些势力的目的很明显，击杀攻城怪物的经验，还有许然发布的任务，都是一笔相当不错的收益了。虽然不足以暴富和起飞，但比刷怪要强一些。这也是许然的高明之处。他凭借前世的记忆，稳稳地拿捏住了所有玩家的心思，给出的条件丰厚程度堪称完美。但他们却不知道，许然可以凭借万倍奖励，将从他们任务中抽走的70%奖励提升到足足1万倍。这操作简直就是割韭菜，而且还是割所有玩家的韭菜。想到这里，许然也在区域公告里发布了一条消息：区域公告，永恒城主由衷感谢各位玩家和工会的大力支援，为表示诚意，所有参与攻城战的玩家从今以后在永恒城中都享受85折交易优惠。区域公告，永恒城主由衷感谢。许然直接将这个区域公告连着发送了5遍。处于永恒城疆域内的玩家
全都在同一时刻收到了这条区域公告。看到这一幕，原本只是为利益而来的玩家脸上全都浮现出了愕然之色，然后纷纷肃然起敬。天选老板大气！永恒城以后必将成为誓约工会的交易区域和合作伙伴，圣耀工会从此也将永恒城视为最佳交易伙伴，裁决工会也认定永恒城为。一时间，无数势力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意愿。85折优惠，这是目前阶段内所有主城都无法给出的价码，对于前期玩家来说，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而以许然的角度来看，却又不一样了。作为永恒城主，这座雄伟巨城包括附近的所有疆域都属于他的私人物品。虽然给所有参战的玩家统一打了85折优惠，但无论是税收还是售卖产生的利润，对所有玩家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更何况，只有许然一个人知道，随着游戏剧情的不断推进，用不了多久，各大主城也会开放交易折扣优惠。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让永恒城成为无数玩家心中的交易之城，那他将失去一个光速揽财的绝佳机会。做完这一切，许然将目光放在了背包之中，2件史诗级装备正静静地躺在其中，发出绚烂而柔和的光泽。看到套装属性的那一刻，许然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这件史诗级装备的套装数量竟然是空前绝后的10件套。第66章不曾死亡弹劾迷失，10件套还真算是绝无仅有了。即便淡定如许然，也被这个10件套给深深震撼到了。原因无他，10件套实在是太稀有了。回想前世，许然清楚地记得，一直到了游戏后期，10件套的套装才只出现了一次，而且还是一个紫金级套装。在永恒这款游戏中，就像是哀歌之诗套装一样，玩家的防具装备一共有7件，分别对应着头盔、上衣、护手、护肩、腰带、护腿、鞋子。除此之外，可穿戴的首饰为2枚戒指、项链和手镯，还有武器、披风和辅助装备等。其中首饰一共有4件，像是披风、武器和辅助装备等等，并不会出现套装属性。这也就是说，如果能凑齐套装的话，理论上会出现最高为11件套的装备，但这只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前世除了那个10件套的紫金品质套装，11件套的装备压根就没有出现过，哪怕当时已经到了游戏的最后阶段。所以对于包括许然在内的所有玩家来说，10件套就是最稀有最顶级的存在了，价值堪称不可估量。按捺住心中激动，许然望向了这2件装备。首先是套装属性，套装死亡缭乱迷失，2件套属性增加自身 40% 移动速度，4件套属性增加自身 30% 穿透伤害，6件套属性增加自身 40% 冷却缩减，8件套属性由于死亡缭乱带来的迷失效果，每次对目标造成伤害时都有 20% 几率使其陷入到迷失状态，持续时间8秒，被动属性无冷却。10件套属性死亡缭乱可对目标施加迷失印记，击杀目标后有几率使其成为你的附庸，可随时召唤。对 BOSS 以及传奇生物同样适用。迷失印记10件套的特效果然可怕，41速 30% 穿透伤害 40% 冷却缩减，以及8件套的控制效果，这些加成属性都足以令许然为之动容。最重要的是10件套的效果，击杀目标后可使其成为自己的永久附庸，可随时召唤。这一点和死亡阴影仆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这种召唤形式不会损失其生前的任何实力，而且还适用于 BOSS 和传奇生物。不错不错。看完套装特效后，许然选择查看这2件装备的具体属性。死亡缭乱迷失之心戒指史诗，需求等级50级，需求职业无要求，品质史诗，类型首饰，部位戒指，力量加400，智力加400，释放速度正 30%， 死亡系魔法伤害正 50%， 装备耐久度永不磨损，史诗级装备特殊属性，装备技能迷失之心激活装备中蕴含的力量，可为自身带来迷失之心的加成，可在短时间内使得自身获得 100% 暴击的加成，持续时间15秒，冷却时间3小时。介绍不曾死亡弹劾迷失。看到这件装备的属性，许然眼中浮现出了一丝愕然。他没想到这件装备竟然提供了15秒的100%暴击状态，只有许然知道这15秒的 100% 暴击对他意味着什么。以他高额的释放速度和冷却缩减，15秒的时间足够释放出多个宗师级群伤技能了，而且单凭400点力量和智力加成就足以碾压无数装备了。
更何况还有释放速度和死亡系魔法伤害加成。50级史诗级装备，恐怖如斯。很好，许然心情极为舒畅，他立刻将视线落在了另一件史诗级装备上面。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件装备的强度绝对不会比死亡缭乱、迷失之星戒指、史诗低。死亡缭乱、迷失之瞳、史诗。需求等级50级，需求职业无要求，品质史诗，类型首饰，部位项链，体力加400，魔法值上限加12000，魔法减伤率正 30%， 装备耐久度永不磨损，史诗级装备特殊属性。装备技能迷失之瞳，激活装备中蕴含的力量，可为自身带来迷失之瞳的加成，可在短时间内使得自身勘破目标弱点，命中弱点可带来双倍伤害，持续时间15秒，冷却时间3小时。介绍：不曾死亡，谈何迷失？弱点。在看到弱点2个字的时候，许然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果然，前世他猜的没有错，这个游戏真的存在弱点伤害增加的规则。在前世，有玩家在偶然中发现，命中敌人某些部位的时候，伤害会增加一些，但面对不同目标，这种弱点却无迹可寻。甚至同样的怪物也有不同的弱点。有几名玩家相当执着，他们一直都在尝试着研究出弱点的规律，但遗憾的是，他们到了游戏后期都没有破解弱点系统。而如今，真正的弱点系统已然出现在了许然的面前。这也意味着，只要他穿戴上这件装备，就能在15秒内勘破敌人的致命弱点，瞬息之间打满所有伤害。一旦配合上死亡缭乱、迷失之星戒指带来的 100% 暴击时间，或许这15秒足以打出数倍爆发。对于许然来说，甚至比神级装备还要重要。没有迟疑，许然直接穿戴了这2件装备。史诗级套装部位带来了近乎恐怖的加成，霎时让他的属性提升了一大截。首先是生命值，史诗级的项链带来了12000点的固定生命上限加成，再加上400点体力加成，他的血量上限提升到了106800点。完成了第2次转职后，他的生命值加成比例已经从原本的40倍一跃提升到了80倍。虽然自由属性点尚未分配，但目前他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50级的可怕高度，即便是升级附带的属性，就足以让他的血量突破10万大关了。毕竟，永恒法师可是最为特殊的职业，属性加成足以碾压所有的职业。而在智力方面，在死亡缭乱、迷失之星戒指生效的那一瞬间，他的智力也提升到了2494点。同样的，完成职业第2次突破后，他的智力加成也获得了相对应的提升。2次突破后新增加的那一部分，从4倍变为了恐怖的8倍加成。算下来，魔法攻击力提升到了22359点。要知道，这还是尚未分配属性点的状态。接下来，许然又将从30级到50级获得的200自由属性点，全都分配到了智力上面。霎时，在史诗级装备死亡献祭之书带来的 75% 魔攻增幅作用下，他的魔法攻击力提升到了25159点，直接突破25000大关。与此同时，在穿戴好这2件装备的时候，提示音也接踵而至。套装属性激活了。第67章，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提示：触发史诗级套装2件套效果，你获得了 40% 移动速度加成。瞬间，许然感觉周身一轻，他的速度好像又提升了一大截。40% 的移动速度足以对其他玩家拉开一段恐怖的距离了。再加上其他装备的移速加成，即便是拥有坐骑的玩家，恐怕都无法跟得上许然的脚步。望着自身暴涨的属性，以及多出了2个装备技能，许然对接下来出现的传说级工程 BOSS 愈发期待了起来。如果能再爆出几件史诗套装的话，或许他可以利用这次的工程事件，完成50级史诗套装的更迭计划。差点忘了。一想到 BOSS，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有个奖励没有领取。先前击杀骸骨巨人的时候，触发了世界公告，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称号奖励。对于所有玩家来说，称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稀物品，而在许然这里，重要程度更是不言而喻。毕竟，一旦触发了10000倍奖励，即便再拉的称号，也能完成至一般的蜕变。提取公告奖励。他话音刚落，先前世界公告里的奖励瞬间被提取了出来，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提示：你获得了称号骸骨之雍赤金级。提示：10000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
你获得了特殊称号“无尽骸骨的恐惧”史诗级。特殊称号？看到这里，许然忽然来了兴致。没记错的话，和其他奖励有所不同。特殊称号和先前许然获得的专属称号“永恒城主”有点相似，无需佩戴就可以和其他称号一起生效，压根不需要考虑切换称号的问题，非常方便。单凭这一点，一旦有玩家获得了特殊称号，足够让他吹嘘很久很久了。而且这个特殊称号的品质好像还是史诗级，无尽骸骨的恐惧，史诗级。类型：称号特殊，品质史诗级。特殊效果：该称号可以与其他称号叠加生效。效果一：骸骨类生物对自身造成的伤害会相对应的减少 50%。效果二：对骸骨类生物发起攻击或者处于其周围时，有几率触发特殊效果无尽骸骨的恐惧，期间骸骨生物无法移动、无法攻击、无法言语，并且有几率会陷入无防御状态，持续时间随双方实力差距而定。效果三：在失落国度的遗骸之城中将自动获得伪装，同时购买物品和交易时都可享受6折优惠。该效果可与爵位效果叠加。介绍：谁会再次踏入骸骨之城呢？不得不说，这个称号确实不愧是史诗级品质，单单是可以和其他称号共同生效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其满满的含金量了。至于减少骸骨生物对自己造成的 50% 伤害，这个加成更是令许然无比欣慰。毕竟他接下来要面对的还有无数从失落国度中爬出来的亡灵大军，更不必说触发的特殊效果无尽骸骨的恐惧。只要他发动攻击或者处于骸骨生物的周围，就有一定几率使其陷入恐惧状态，不仅会让其成为泥塑木雕，更会直接削减 100% 的防御值，简直离谱到家了。至于效果三提到的骸骨之城，就有些耐人寻味了。骸骨之城，看到这几个字眼的一瞬间，许然立刻来了精神。虽然前世失落国度主线资料片并没有万千展现于所有玩家的面前，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主线剧情的内容是什么，但他依稀记得前世有个闲得蛋疼的玩家整理出来了一些关于失落国度的资料，恰好许然也看过这名玩家发的帖子。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有一点，失落国度曾经的主城，也就是后来的骸骨之城，其中不仅蕴含着无尽遗失的宝藏，据说还有更为珍惜的存在。只可惜从未有人找到骸骨之城，所以即便是许然，他对此也没有任何头绪，只能暂时搁置，姑且当这个史诗级称号只有2个效果了。不过他总有一种预感，随着主线任务剧情的不断推进，或许这一世他有机会踏入那仅存在于传说中的骸骨之城。思索只用了不到1个呼吸的功夫，看完称号，许然立刻挥动手中法杖，开始念诵起了咒语。一直藏匿在高空中的远古幽灵巨龙向他传递了不少关于敌人的情报。那个任务中提到的神秘生物，此时正藏匿在天际，似乎在为无数骸骨大军指引着前行的道路。这也是许然一直没有干掉他的原因，只有放出长线才能钓得到大鱼。下一波攻城怪物即将抵达永恒城，数量更是远超之前数倍。如此浩瀚的敌人数量，估计会有不止1头传说级攻城 BOSS。 一想到史诗级套装，许然甚至觉得眼前这些骸骨生物也变得可爱了许多。与此同时，永恒城前方战场，无数玩家正不断地从城门中涌出，争相加入了惨烈的战斗。老二，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猛？一个头上顶着天选佣兵团的玩家有些纳闷地看着旁边哥们问道。那哥们压根没回答，只见他双目赤红，手中挥舞的白银级长剑更是一刻不曾停歇。随着他的动作，原本属性足以碾压普通玩家的怪物，竟然像是一瞬间变弱了许多。不仅动作缓慢了下来，就连攻击和防御都显得软弱而无力。过了几秒，不少玩家纷纷反应了过来，他们意识到这绝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杀！兄弟们，冲！敌人数量好像不多了，还不赶紧去抢人头，杀出一个未来，杀出一个天选之人的破绽。这一刻，无论是想和许然交好，还是和他有仇的玩家，全都纷纷使出了全身力气，疯狂扑向前方的攻城怪物，悍不畏死。而就在这时，一直处于无数攻城怪物包围下的许然骤然消失在了原地。他发动了技能永恒跃迁，直接瞬移到了远古冰霜巨龙那宽阔的脊背上，然后负手而立，呼呼呼！随着狂风呼啸，远古冰霜巨龙缓缓降落在了城门上方。OK， 兄弟们，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事！望着无数玩家，许然突然大声呼喊了起来。第68章，割所有玩家韭菜。
战场之中，仿善真地道持剑而行，他已经连续击杀了9名骸骨生物，眼中杀气已经积累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纵使敌人数量再恐怖，我只需重复一个动作即可，不断挥剑，不断挥剑，就足以将其斩于脚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的剑越来越利，对敌人造成的伤害也越来越高了。这也让他心中生出了一个猜测，自己绝非常人，可以通过战斗提升自身的属性。看这一剑的伤害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正想着，天空一阵狂风呼啸而过，紧接着有人呼喊的声音映入耳畔。OK， 兄弟们，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事。仿善真地道望向天空，发现了站在巨龙脊背上的那道身影，天选之人。他有些茫然，这位赫赫有名的永恒城主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其他玩家的想法也大同小异。地铁、老人、手机，此刻这是所有玩家共同的表情。好家伙，老板不去努力刷怪赚钱，搁着宣告自己是个傻逼，属实是哄堂大笑了。胡说八道，我主要是担心永恒城的安危，一旦被摧毁，奖励可就全泡汤了。一时间，不少玩家纷纷窃窃私语了起来。他们也搞不明白，天选之人不去乖乖刷怪，干嘛要这样浪费时间？正想着，许然的话再度传响起：所有击杀怪物的玩家，除了任务奖励之外，还会获得永恒城专属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永恒城荣誉爵位，一旦获得爵位，即可享受诸多福利。紧接着，许然把这几句话连续重复了3遍，直接点燃了无数玩家心中的热血。荣誉爵位虽然不是个大主城的爵位，但也一样好使。单单从表面看来，这座永恒城无论是城防建设还是入驻 NPC 的品质，都足以和各大主城媲美。这换成谁不心动？更何况还有任务奖励可以领取，就算特么的连挂几次，也血赚不亏。一时间，无数玩家彻底疯狂，以无畏之势冲向剩下的攻城怪物大军，热血厮杀就此拉开序幕。这一刻，他们才算是全力以赴。而那名叫仿善真地道的玩家，此时更是状若疯魔。由于攻城战死亡只会掉 10% 的经验值，所以他采取了最激进的方式，以伤换伤，以命换命，只求击杀更多的怪物。毕竟想要获得各大主城的爵位，那可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而永恒城的爵位似乎就近在自己的眼前。和仿善真地道抱着相同想法的玩家堪称比比皆是。这一刻，所有玩家全都拧成了一股绳，前世无数势力都未曾做到的事情，竟然就这样被许然轻易达成了。很好，计划可行。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再度扑向无数骸骨大军。他的目的很简单，抛出足够的诱饵，让无数玩家奋力杀怪，他就能获得难以想象的回馈。原因很简单，就在刚刚，他激活了史诗级称号无尽骸骨的恐惧的效果，只要是处于他附近的骸骨生物，都有几率会陷入无防御状态，脆得像是一张白纸。这也导致了玩家们杀敌效率骤然提升了一大截。这也是仿善真地道感觉自己变强了的原因。但许然不是慈善家，他做这一切可不是为了提升玩家们的刷怪速度，而是想要割韭菜。一旦骸骨生物受到了史诗级称号无尽骸骨的恐惧带来的影响，就会自动判定许然参与了助攻。根据永恒刷怪的规则，即便玩家之间没有相互组队，一旦参与助攻也能获得 0.01% 的奖励，除非挂掉，这也算是一种补偿了。对于很多玩家来说，聊胜有无，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 0.001% 的奖励补偿会直接提升到 100%。试想一下，无数玩家击杀的所有怪物，许然都能获得一份完整奖励，这可怕程度简直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但这还不是他的最终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远超先前数倍的攻城怪物即将抵达永恒城，这也导致主线任务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提示：由于出现了更多的攻城怪物，主线任务第3阶段内容已更新。提示：主线任务难度再度提升，任务目标和内容已更新，请注意查看。随着提示音的响起，主线任务的第2个任务目标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其中出现了骸骨之城这4个字。主线任务目标2：由于失落国度大军数量越来越多，在寻找神秘生物的同时，请参与击杀更多的敌人。根据威利斯特的推断，或许这会让你有几率获得骸骨之城的线索。任务内容讲的已经相当明确了，甚至已经在明示许然一个事实：只要他参与击杀足够的怪物，就能踏足那个存在于传说中的失落主城。所以
许然才会用爵位作为诱饵，让无数玩家疯狂给他打工做任务的同时，还帮自己刷着海量的参与击杀数量，简直将割韭菜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资本看到了，恐怕都得落泪。骸骨之城，许然口中喃喃自语，眼中浮现出了追忆往昔的神色。前世的时候，他在圣光城图书馆中翻阅过相关记载，400年前，准确来说，应该是永恒历3987年。当时还没有黑暗阵营和光明阵营之分，所有势力都各自加入了2大阵营，分别是秩序和混乱，常年纷争不止。然而就在这时，2大阵营竟然联起手来，同时对一个中立势力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势。永恒国度，这是一个强大到令人忌惮的国度，其中不仅有数量众多的传奇强者，甚至据说还有神器存在。但在2大阵营无数生灵的征伐下，这个号称永恒国度的势力彻底消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后来就变成了失落国度。即便流传下来的典籍并不完整，甚至可以用支离破碎来形容，但许然仍记得其中记载的一个画面。在即将跌入无尽深渊的那一刻，一名被腐朽到只剩骸骨的神奇举起了一根蕴含恐怖到极致威压的法杖，引导出了席卷整个寒霜帝国的可怕禁咒，将这片原本肥沃的广袤土地变成了万载寒霜覆盖之境。而那座号称永恒大陆最高山峰的遗忘的极寒之巅，正是这一根法杖造就的奇观。从那以后，许然一直渴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把这样的法杖。第69章，感动永恒10大人物。为了实现心中的渴望，前世许然翻遍了关于失落国度的典籍，但无论是法杖还是神奇，似乎都随着骸骨之城一起被埋葬进了无尽的深渊。也就是说，只要他能找到骸骨之城，或许就有机会找到这根法杖。所以许然才会制定出割所有玩家韭菜这个丧心病狂的计划。只是不知道那个神奇是否还活着。许然喃喃自语，不由得握紧了手中法杖。一旦找到骸骨之城，自己要面临的危机恐怕可不是怪物工程能够相提并论的了。毕竟那可是怪物的老巢，鬼知道当初失落国度中死去的生灵究竟有多少化为了腐朽的亡灵怪物。所以在此之前，50级史诗品质的套装必须搞到手里。想到这里，许然环顾四周，思索的功夫，远古冰霜巨龙已经带着他抵达了攻城怪物的上空。吼！巨龙的嘶吼声响起，携带无尽冰霜气息的远古龙息洒落在了这群怪物的头顶。提示：攻城怪物被遗忘的骸骨骑士已陷入冰冻状态。提示：攻城怪物被遗忘的骸骨骑士已陷入迟缓状态。随着一道道提示的响起，所有被湛蓝色冰霜巨龙吐息命中的敌人都纷纷陷入到了冰冻或者迟缓的状态。各大军团，所有玩家此时都纷纷如同打鸡血一样，趁机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势。提示：你参与助攻击杀，获得了少量经验奖励和金币奖励。提示：你参与助攻击杀，获得。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已从 0.001% 提升至 100%。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这一刻，有数不清的参与击杀喊话浮现在许然的眼前。原本狗都不要的微薄奖励，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全都被提升到了 100%。虽然无法和自己亲手击杀相提并论，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这等同于无数玩家和各大军团全都齐心协力的为他一人打工。更何况，玩家击杀怪物获得的任务奖励，也都可以给许然提供 70% 的分成，而这一部分全都可以触发万倍奖励。算下来，他的收益将足以用海量来形容。割韭菜计划通。所以许然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多拿到一些助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收益。走！许然一声令下，远古冰霜巨龙立刻明白了主人的想法，风霜骤起，他展开遮天蔽日的双翼，陡然化作一道模糊的恢宏巨影，朝着前方掠行而去。吼！在巨龙的嘶吼声中，冰霜巨龙吐息洋洋洒洒，覆盖在了无数怪物的头顶。下雪了！是雪！不少玩家纷纷愕然，他们抬头望去，只见一道恢宏巨龙身影掠过，除了那一道令人心神悸动的冰霜龙息之外，随即还洒落下来了数之不尽的鹅毛大雪，范围远超常人想象。我操！你看这怪物，嘿嘿，他们好像被冻住了哎！顺着视线望去，所有身躯表面沾染雪花的攻城怪物，全都不约而同地陷入到了迟缓和冻结状态，而玩家们倒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旧活蹦乱跳。这场霜雪不是巨龙吐息，而是来自远古冰霜巨龙的特殊属性——极寒之翼。
在掠行途中张开双翼，可洒落无尽风霜，在极寒气息的影响下，可对沿途敌人造成一定伤害，并且附带冻结和迟缓效果。这是一个特殊属性，没有冷却时间，因此伤害一般般，但带来的负面效果却相当给力。接下来，远古冰霜巨龙只需要张开双翼，一圈一圈的在空中掠行，许然就能获得难以想象的参与击杀数，应该不会超过20分钟，数量大概有100万的攻城怪物就会抵达永恒城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波攻城怪物依旧是骸骨类生物。趁着这段时间，许然一边享受着所有玩家的无偿打工，一边观察着下一轮攻城怪物的动向。永恒城东侧是50级以上怪物区域腐烂之沼，这片区域虽然也属于许然的疆域范围，但由于刚到手没多久，他还没来得及开发，其中遍布沼泽和腐烂毒物，鬼知道里面藏着多少可怕的怪物。许然估计，即便以各大军团的恐怖实力，想要将这片区域肃清干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如今，恶劣的路况和凶险的环境，反而极大程度上拖延住了攻城怪物大军的脚步。更让他感到惊喜的是，足足100万数量的骸骨生物一路横冲直撞而来。他们可不管敌人难缠不难缠，永不知恐惧为何物的骸骨生物，竟然将隐藏在沼泽之下的怪物全都撕成了碎片。奈斯，许然心中大定，他让远古幽灵巨龙盯着高空中的神秘生物，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刻汇报并且拦截。自己则继续让远古冰霜巨龙挥洒龙息和无尽寒霜，并且给怪物施加无防御负面状态。格局？什么叫格局？虽然天选老板像是喷农药的飞机，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真的很帅。太感人了！天选老板不仅提供了任务奖励，还给咱们无偿当辅助。如果有感动永恒10大人物评选，我指定投他一票。远远望去，在所有玩家的心中，许然一改往日风评，他的形象逐渐变得伟大和无私了起来。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在无数玩家的齐心协力攻击下，剩下的骸骨生物全都被消灭一空。当然了，许然麾下的史诗级和传说级军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战斗也不会结束得如此轻松。区域公告：永恒城，经过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本次攻城攻击已被成功阻拦。区域公告：永恒城，下一轮攻城怪物将于3分钟抵达，难度将会大幅度提升，并且会出现特殊怪物首领，请做好战斗准备。特殊怪物首领要出现了！望着突然响起的区域公告，所有玩家全都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凉气。第70章无尽深渊的虚影。倒计时1分1秒的过去了。3分钟后，玩家们甚至连打扫战场都没来得及，就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阵阵轰鸣声。轰隆隆！此刻大地在震颤，浓郁的死气更是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向这边笼罩而来。放眼望去，乌云笼罩下，100万数量的骸骨大军正不断向这边涌来，声势骇人，巍峨壮阔。来了，这群骷髅头又来了，兄弟们做好战斗准备。上一轮哥们一共砍下14个攻城怪物的脑袋，就问你帅不帅？哼哼，这次老子要杀100个。牛逼，我才杀了5个。通过刚刚的战斗，无数玩家心中恐惧早就一扫而空。此刻他们摩拳擦掌，全都自信满满的朝着如同潮水一般的敌人走去。区攻城怪物，任尔等数量再足，我自一剑斩之。渐渐的，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怪物那无比狰狞的模样逐渐映入到了玩家的眼帘，让无数人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这一轮攻城怪物好像比之前的暗荆级怪物强了不少。没有迟疑，玩家们连忙停下脚步，然后他们纷纷丢出探查术，望向了怪物的详细属性。失落骸骨禁卫，紫金，等级50级，种族亡灵族，失落国度，类型紫金级精英怪，生命值95000，攻击力1428，物理防御力2162，魔法防御力1927，技能重击挥斩禁卫之阵，失落死亡誓约。介绍：在岁月的侵蚀下，往日失落国度中逝去的永恒禁卫被蕴含无尽腐朽气息的深渊所侵蚀，逐渐忘了往昔经历的一切，如今只剩下了积累的数百年的浓郁战意。我的妈呀！乖乖，这他妈是紫金级精英怪！好家伙，你们快看着铠甲！哼，即便紫金级精英，无疑能逐一破之。几乎一瞬间，探查到攻城怪物属性的玩家全都一脸懵逼，除了中二病犯了的少部分玩家外，其他人心中都不由得生出了无尽的绝望。紫金级精英怪，他们平时都不见得敢招惹，而现在却需要面对的数量
竟然足足有100万，这谁能顶得住？但一想到放弃任务的惩罚，他们又犹豫了起来。那样好像更惨一些，还不如被紫荆级精英怪给弄死，大不了就掉10%的经验而已。要是能斩杀一头，或许能带来更丰厚的奖励。看来只能寄希望于永恒城各大军团以及天选老板的身上了。故而不少玩家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刚刚还异常膨胀，现在却不得不靠天选之人来 C， 真是造化弄人。正想着，许然的声音再度从头顶传来：所有参战的玩家击杀紫荆级以上的攻城怪物，获得的奖励将会翻倍，包括永恒城积分。此话一出，无疑是为所有玩家打了一剂强心剂。他们不再犹豫，全都掏出武器，冲向浩若渊海的攻城怪物。轰！来自永恒城的防御箭塔和魔法塔纷纷发出了猛烈的咆哮，如同绚烂的烟火，将最前排的攻城怪物尽数淹没其中。史诗级品质的防御攻势又一次展现出了恐怖的杀伤力。战！战！战！死亡阴影仆从军团，暴风大剑士军团，无畏卓绝大剑士军团，史诗级的不朽守护军团，永夜毁灭军团。许然麾下统御的所有军团，此刻全都化作一道锋锐利刃，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向攻城怪物。许然也如法炮制之前的动作，远古冰霜巨龙展开双翼，不断掠行穿梭于战场的上空。无数攻城怪物此刻全都被施加了冰冻或者迟缓效果。不仅如此，由于它们属于骸骨类怪物，满足了史诗级称号无尽骸骨的恐惧的效果，削减防御100%。随着战斗一触即发，来自玩家和各大军团的击杀助攻喊话开始猛烈刷屏，他的参与击杀数又一次暴涨了起来，35000、42000、5万，加上上一轮怪物攻城获得的参与击杀数，许然很快就将参与击杀总数提升到了5万。而这时，令人惊愕的一幕出现了，他发现顺着怪物涌来的方向望去，在遥远的天际竟然浮现出了一片阴暗深邃的虚影，这是无尽深渊。随着参与击杀数不断叠加，许然依稀能看得到这一片虚影的大致轮廓，浓郁的死亡气息，无尽的腐朽之意，恢宏浩荡的规模，这些表象足以证明一点，这一片虚影应该是被岁月遗忘的无尽深渊，而那座埋葬失落国度所有逝者的骸骨之城就藏在这片深渊之内。许然心中已然知晓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骸骨之城彻底出现，就必须不断累加参与击杀数，只有这样，他才能踏足这片从未有人进入的禁地。另外，还有一件事需要验证，这个骸骨之城是否只有他一人能够看到。想到这里，许然直接联系上了幽梦会长悠悠一梦。不出所料的话，此时他应该也在下方战场之中。消息刚发过去，悠悠一梦就做出了回应。不仅是他，整个幽梦公会的土豪都赶来支援永恒城了。经过一番询问，包括悠悠一梦在内，所有玩家都看不到那片无尽深渊虚影。原来如此，这时许然心中豁然开朗，看来骸骨之城应该只对他一人开放，原因正是出自主线任务。那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似乎就变得简单起来了。趁此时机，赶在骸骨之城尚未出现之前，尽可能的集齐史诗套装，然后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机遇。咱们走！许然果断发出指令，让远古幽灵巨龙以俯冲之势快速掠向下方如同潮水般的攻城怪物。在浩浩荡荡数量足有100万的攻城怪物中间，几道由无数骸骨组成的恢宏身影显得格外扎眼，甚至都不需要使用探查术，即便换成后排玩家也能猜得出来这些庞然大物的实力。无一例外，这些应该都是传说级品质的 BOSS。 第71章，咱们要不要蹭个助攻啊？在呼啸得风中，远古冰霜巨龙携带无尽极寒霜雪从天空中骤然降下，目标已然锁定，距离各大军团和玩家最近的那个 BOSS。 这绝对是个难啃的硬骨头，以目前玩家和各大军团的单体作战能力，压根无法和传说级 BOSS 相提并论。毕竟双方模板不同，即便是传说级的军团也只是 NPC 卫兵模板，而 BOSS 却不一样。和先前那头传说级 BOSS 骸骨巨人相比，这一次出现的传说级 BOSS 看上去充满了狰狞的特殊美感。他的身躯呈完整形态，很明显不是骸骨巨人那样临时拼凑起来的劣质货。这也意味着这个 BOSS 的行为、智慧以及协调能力等等硬实力都要比骸骨巨人强了很多。更让人忌惮的是，这名传说级 BOSS 不仅手持一柄燃烧着幽蓝火焰的战戟，体表更是覆盖着一具深邃昏暗的重铠，复杂而神秘的纹络，完美而精致的曲线，
以及无时无刻不在涌动的死亡气息，都在证明着这个 BOSS 生前卓绝的身份——幽魂骸骨统领。许然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 BOSS 的身份。没错，虽然这个主线资料片在前世没有被完美展现出来，但在举世轰动的冰封城攻城战中，正是这道恢宏庞大的身影挥动手中战戟，将城墙斩出一片沟壑，给无数玩家甚至 NPC 卫兵都带来了无尽的恐惧。很好，许然不仅没有惧怕，反而愈发兴奋了起来。在永恒中有一个规则，攻城战斗中，怪物身上的装备越奢华，就代表它爆出来的掉落越珍贵。对于许然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冰霜护盾，倏然，无尽冰霜气息浮现在许然的周遭，随着一阵寒风肆虐，他身躯表面覆盖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霜护盾。哼，不堪一击。随着远古冰霜巨龙的接近， BOSS 和许然四目相对，眼中迸发出了澎湃战意。探查术，瞬息之间，许然丢出去了一个探查术， BOSS 的属性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幽魂骸骨统领萨克，传说，等级50，种族亡灵族，失落国度，类型传说级 BOSS， 上位被评为传奇 BOSS， 生命值70000070000，攻击力8162，物理防御力20141，魔法防御力20127，技能死亡清河战戟挥击燃烧信念幽魂死寂之刃。介绍：在岁月的侵蚀下，处于腐朽深渊中昔日的失落国度骸骨之城统领，如今已然成为了一具幽魂骸骨。即便被无数人遗忘，但他手中的战戟却会让所有人再度想起那一刻的恐惧。不愧是你！看到 BOSS 的属性，许然直呼好家伙，这属性也太爆炸了！和同为传说级品质的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相比，拥有奢华装备的萨克在属性上面简直高出了好几倍，两者的实力压根就不在一个层次上。这就是氪金的强大之处。更何况，它还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幽魂骸骨。顾名思义，这个 BOSS 的身躯虽然是由无数骸骨组成，但拼凑方式却不是像骸骨巨人那样毫无美感的凌乱堆砌，而是由自身灵魂牵引，铸就成了一具更强大的身躯。这样一来，他不仅能发挥出全部实力，更能在极大程度上提高自身的防御属性，起码不会一碰就碎。幽魂骸骨吗？许然没有让远古冰霜巨龙以突脸的方式接近 BOSS， 而是握紧了法杖，准备引导技能。这一幕也被不少玩家看在眼里，有一小部分人看着 BOSS 恢宏而庞大的身躯，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很明显，天选之人想要干掉这个 BOSS， 即便吃不了肉，咱们也得想办法喝点汤。几个等级排行榜前20的玩家开始指定其了作战计划。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他们都佩戴着相同的佣兵团徽章。天选佣兵团，这些玩家是许然先前招募到的元老，都是自己人。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以老大的实力，或许有机会击杀这个 BOSS， 但必然会耗费大量时间，所以自己完全可以趁机蹭个助攻，即便只有 0.001% 的额外奖励。以传说级 BOSS 那丰厚的奖励，对自己来说也算是还不错的收益了。而且助攻奖励不会影响到老大的收益，哪怕有1亿个人蹭助攻，击杀者拿到的奖励依旧是一样的。他们想的没错，许然倒也不在意玩家们蹭个助攻，更何况这群胆子贼大的玩家还是自己佣兵团的人。但一切都需要他们自己去争取。首先需要面临的问题是能对 BOSS 造成伤害，否则不仅蹭不到助攻，反而会将小命葬送其中。正想着，那一小撮玩家指定好了作战计划。 BOSS 还真是猥琐，他的位置虽然离咱们很近，但周围都是紫金级的攻城怪物，那些骷髅怪可不是好惹的。佩戴天选佣兵团徽章的几名玩家纷纷皱起了眉头。你们说，要不要试试远程攻击？不行，你看 BOSS 那精致的铠甲没，你都破不了防御。一时间，这几名玩家陷入到了苦苦的思索之中。与此同时，这种念头也在其他玩家的心中浮现。咱们要不要蹭个助攻啊？那奖励虽然少得可怜，但总比没有强吧。冲了！大部分玩家还在商量，但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起来。但当他们刚冲出去没几步，意外突然发生了。走在最前面的誓约工会玩家刚要庆幸自己成功躲过了一次怪物攻击，就看到一片深邃昏暗向自己笼罩而来。还没来得及反应，这几名誓约工会的玩家浑身血肉立刻被吹成飞灰，骨骼更是支离破碎的爆炸开来。跟在后面的玩家一声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喊出，就被无数玩家的骸骨碎片狠狠贯穿，连带着正在战斗的攻城怪物一起，成片成片的身躯都被打成了筛子，就像是割麦子一样，纷纷倒在了地上。
只有许然麾下的各大军团凭借自身防御和铠甲的庇护，依旧矗立在原地。第72章，面对 BOSS， 谁能忍得住？生命的凋亡正在一瞬间。后方没有被波及到的玩家还在摩拳擦掌的嗷嗷直叫。面对 BOSS， 谁能忍得住？毕竟这可是传说级品质的攻城 BOSS。啥好主意？你召唤的这个骷髅宝宝没走几步，恐怕就会被直接干碎了。我建议冲一波，我快忍不住了。咱们一窝蜂冲上去，只要能蹭到助攻，就算达成目标了，然后再撤出来，这样损失会小很多。我看行，那就这样办。就在后方玩家商量好计划的那一刻，前方传来的动静让他们彻底凌乱了。只见 BOSS 抬起手中燃烧着幽蓝火焰的战戟，轻轻一挥，一片浓郁的死亡气息瞬间涌来。前排冲得最快的那一批玩家全都被吹成了飞灰，就连被波及到的攻城怪物都被打成了筛子。啊，这咋办？刚刚计划不够成熟，要不然咱们还是老老实实刷怪吧。对，那一星半点的助攻犯不上搭条命进去。看到被当场碾成灰的战友，后方玩家们全都呆滞在原地，他们心中的战意瞬间消散，冷汗更是湿透了衣襟。然而就在这时，佩戴天选佣兵团的兄弟们纷纷眼前一亮，他们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在蹭助攻的同时还能给自家老大当洗脚臂，就是现在发光发热。随着一阵呼喊声传来，许然发现佣兵团频道里突然涌现出了无数条消息。先前他建立好了佣兵团，就没再怎么管理，一切都全靠这群玩家自己打拼。不知不觉中，天选佣兵团的玩家数量已经提升到了5万人。迄今为止，没有一人退出，凝聚力好像有点超出许然的想象。而在这一刻，这群佣兵团成员都互相告知了蹭助攻的方法，那就是给自家老大上增益 buff。看到这一幕，许然心中一阵错愕，这群货采取的蹭助攻计划竟然和他先前一样。正想着，他的耳畔回荡起了无数道提示音。提示：你的佣兵团成员抱好大腿，为你施加了增益 buff， 缓慢愈合。提示：你的佣兵团成员暴风大剑，为你施加了增益 buff， 初级暴击增益数。提示：你的佣兵团成员多少艾克已重来，为你施加了增益 buff， 快速释放。提示：你的佣兵团成员我卡起来杀自己，为你施加了增益 buff。 就在许然还在引导技能的功夫，上万条增益 buff 就被挂在了他的身上。几乎是一瞬间，仍处于半空中的许然身上立刻浮现出了无数道璀璨的颜色，绚烂至极，无法描写。在场的所有玩家全都傻了眼，他们哪里见过如此震撼的一幕？足足上万条增益 buff 竟然全都加到了一名玩家的身上，而且这个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如此一来，谁也无法想象这带来的增益效果得有多么恐怖。这一刻，无数玩家纷纷向许然投去了羡慕的目光，就连 BOSS 那犹如万年寒冰般的眼眸中也浮现出了一抹亚色。但许然此时的心情却格外的复杂，这都是什么鬼？一直没空管理佣兵团，他也没在意很多细节。如今一看，好家伙，这都是什么昵称？我的脚越闻越香，进它里面轻一点，撸完记得要洗手。这几个贼特殊的昵称，好像还都跻身进入了华夏区等级排行榜前20。率先提出给许然挂增益 buff 这个主意的也是这群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然身上的增幅 buff 也越来越多，数量从1万直接暴涨到了5万。这一刻，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现在的属性有多么强悍了。唯一能证明的，只有头顶那一枚瞬间就会去成型的巨型陨星。陨星盛宴，砸！许然不再犹豫，直接挥动手中法杖。霎时，破风声响起，那一枚陨星从天而降，以45度斜角狠狠砸向 BOSS。轰！随着陨星砸落，无数烟尘迅速迸发，朝着周遭弥漫开来。同时，一个堪称恐怖的伤害数值从 BOSS 头顶缓缓冒出，负140152，整整14万的伤害，就像是一根利刃刺痛了无数玩家的眼球。我操！核爆！尼玛，这是什么伤害？老子花了所有积蓄买了个黄金法杖，才能打出4位数的伤害。人和人之间亦有区别。兄弟们，你们要不要给俺也加个 buff？ 我也想打出核爆伤害。在无数玩家惊愕的目光中，许然满意的点了点头。以他目前25159点魔法攻击力，一枚陨星能打出 300% 魔攻加成伤害，这么多增益 buff 全都加持在他的身上，造成的伤害确实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换算下来，直接提升了7万多的伤害。而且这还不是重点，释放和冷却才是增益 buff 的主要方向。继续引导，许然尝试着再次引导陨星盛宴。他清楚地记得，
这个技能的持续时间为10秒，期间每引导出1枚陨星，都可造成300%魔法攻击力伤害。也就是说，只要他释放速度够快，就能将输出上限提升到极致。骤然间，1枚燃烧着汹涌烈火的巨大陨星浮现在了天空之中，瞬间引导。这一次轮到许然吃惊了，显然他严重低估了玩家们提供的增益 buff。释放，没有时间可以挥霍，天空中的陨石狠狠砸落，又一次打出了14万左右的恐怖伤害。许然沉默不语，手中法杖不断挥动，轰轰轰，一枚又一枚的陨星逐渐浮现在了战场上方，然后如同下饺子一样狠狠砸在 BOSS 的头顶。这一刻 ，BOSS 还有无数玩家全都傻了眼。原本以为那恐怖的伤害就足以令他们跌破眼镜了，如今这恢宏而震撼人心的场面，足以让他们用一生来铭记。至于 BOSS， 他的血量足足有70万，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数字。但在这一刻，却如同决堤一般，不到几秒的功夫，直接清零。第73章，金色传说，一连双黄。我的乖乖，这特么到底是什么鬼？无数玩家纷纷瞠目结舌，在他们眼中，承骑在远古冰霜巨龙宽阔脊背上的天选老板，浑身散发着数不清的 buff 特效，犹如一个小太阳一样。然而，随着他不断挥动法杖的动作，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无数陨星纷纷浮现。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些燃烧着汹涌火焰的陨星就如同下饺子一般，直接将 BOSS 硬生生的砸到了丝血状态。轰！随着最后一枚陨星坠落，无尽的烟尘弥漫在了 BOSS 所在的整片区域。紧接着 ，BOSS 再也支撑不住他那沉重的身躯。无数骸骨支离破碎，纷纷散落在了染满黑血的泥土之中。击杀！提示：你成功击杀了传说级工程幽魂骸骨统领萨克。传说。提示：触发1倍奖励，本次经验值已获得1倍增幅。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57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58级，获得。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在一道道提示音中，许然身上迸发出了璀璨的升级光柱。先前他蹭了无数玩家的助攻，在1倍奖励的作用下，使得经验获得比例达到了100%。即便他的等级超出了怪物足足10级，有经验惩罚，但在数量面前，即便再少也能积少成多。数万助攻让他的等级直接从53级飙升到了56级，而现在也是一样，即便他的等级已经超出了 BOSS 自身的50级，但传说级 BOSS 提供的经验依旧相当丰厚，更何况还有1倍奖励成功生效，1倍增幅后的海量经验刚一到账，就让他连升3级，59级了。看到自身的等级，许然心中不由得一阵唏嘘，就连自己也没想到，不知不觉他的等级竟然已经接近了60级。如果正常情况，以他的实力，估计现在才刚刚完成第2次职业境界，而如今他只需要再升1级，就可以开启3转以及突破60等级的相关试炼任务了。不过，随着等级的提升，需要的经验值也会水涨船高。换成其他玩家，想提升这一级，单凭刷怪都要足足好几天的功夫。但许然却丝毫不慌，他环顾四周，如同潮水般汹涌的攻城怪物，依旧在不知疲倦地朝着这边涌来。在他们中间，许然能依稀看到几道传说级 BOSS 的身影，单凭击杀他们的经验，就足以让许然突破60级大关了。想到这里，他将目光转向了幽魂骸骨统领萨克的尸体残骸。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可不是升级，而是摸尸。作为特殊的幽魂骸骨生物，萨克的身躯全部由灵魂维持完整。随着他彻底凋亡，所有骸骨都纷纷散落在了地上。击杀奖励正静静地躺在其中，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传说级光泽，萨克果然慷慨。许然发现，在那一堆如同小山一般的骸骨中央，竟然有2抹传说级独有的光泽，这就意味着自己的人品又一次迎来大爆发。这一幕也被不少前排玩家看在眼里。卧槽！金色传说，一连双黄，这是什么运气？我要能爆出来一件传说，这辈子就圆满了。由于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实在太过于震撼，绝大多数玩家先是目瞪口呆，然后泪水逐渐打湿了眼眶，口中更是不停地喃喃自语。有的玩家甚至愣在原地，眼中的色彩像是被抽离了出去一样。不过，这已经算是相当遵守秩序的玩家了。还有不少人直接被2抹传说级的光泽冲昏了头。嘿嘿，传说，抢他丫的，干！他们纷纷停下了手中的攻击，
不顾一切地向这边扑来。吃了，吃了！对于这种失去理智的玩家，还莫等许然下达指令，各大军团以及远古冰霜巨龙就履行了他们的职责。随着利刃和龙息落下，大多数按捺不住心中贪念的玩家都被忠诚的 NPC 守卫砍瓜切菜一般送回了复活点。显然，这场动乱尚未开始，就已经胎死腹中了。看到地上的一片血腥和玩家的零散掉落，后面跟上来的人纷纷冷静了下来。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在死亡的边缘蹦跶了一下。或许只需要再快1秒，他们就会和前面的玩家一样，享受免费回复火点套餐。想到这里，他们感到一阵后怕，身上更是冷汗直流。不过许然倒也没有过多计较，这种事情相当正常，甚至他一开始就预料到了会发生这种情况。毕竟先前他获得的传说乃至史诗级掉落都没有真正展现在玩家的眼前，即便有世界公告，也远远没有这种亲眼见到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大。与其在玩家这边耽误时间，不如看看自己的收获。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死亡悲鸣巨剑传说。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死亡悲鸣护手传说。随着提示音响起，许然的天赋那一栏中浮现出了最独一无二的特殊光泽——万倍奖励生效。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史诗级武器死亡悲鸣巨剑史诗。提示：你获得了史诗级套装部位死亡缭乱悲鸣护手史诗。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当传说级光泽出现的那一刻，许然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获得2件史诗级装备。但当这一切发生在眼前时，他依旧有些激动。不过等他看清楚提示内容的时候，眼中顿时浮现出了一抹失望。好像有点不对劲。他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50级史诗2件套，心脏不由得咯噔一下。坏了，如果没看错的话，这个护手对应的是死亡缭乱悲鸣套装，和他身上的死亡缭乱迷失套装压根不是一回事。许然抱着遗憾的心情望向了这件史诗级护手，他想看看悲鸣对应的是重甲还是皮甲。但下一刻，提示音忽然响起，给许然来了一个狠狠的措手不及。提示：由于你拥有死亡缭乱迷失套装，满足2种套装相互转化的条件，是否将该装备转换为相同套装部位？看到这道提示，许然愣在原地。好家伙，可转化的套装，这种情况前世好像从未出现过。第74章，遗忘在岁月长河中的悲鸣之音。事情的转变足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许然发现，这2个套装竟然可以相互转化，不过只有1次机会，也就是说，他可以将悲鸣套转化为迷失套。同样的，迷失也可以被转化为悲鸣套，两者似乎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联系。抱着疑惑，许然将目光从系统提示上移开，然后望向了悲鸣套装的详细属性。套装：死亡缭乱悲鸣，2件套属性增加自身 40% 移动速度，4件套属性增加自身 30% 穿透伤害，6件套属性增加自身 40% 冷却缩减。他发现，无论是悲鸣还是迷失，前面的2件套、4件套和6件套带来的加成都是一模一样的，而区别在于后面的特殊效果。首先是8件套属性，装备8件套装部位时，可激活死亡缭乱带来的悲鸣效果，可弹奏出唤醒心中的无尽悲鸣之音，不仅能让敌人陷入虚弱状态，还可以让友方单位进入特殊状态悲鸣之怒，大幅度提升属性和战斗力，包括自己。虽然具体数值还需亲自验证，但持续时间却长达5分钟。强，很强，这是许然第一时间给出的评价。不得不说，死亡缭乱悲鸣的8件套效果要比迷失强了不少，毕竟后者只能提供1个控制效果，而且时间只有短暂的8秒，在史诗级套装中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但如果和悲鸣套装相比，就显得有些不足了。给敌人施加虚弱状态，并且加强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友方单位作战能力，无论哪一条都足以令许然感到震撼。一时间，他对于压轴的10件套愈发期待了起来。10件套属性激活套装中所有的死亡缭乱气息，可弹奏出遗忘在岁月长河中的悲鸣之音。击杀目标后，有几率将其从岁月长河中复苏，并且会献上自己的灵魂，成为你麾下最忠诚的眷属。对 BOSS 以及传奇生物同样适用。稳了！看到10件套属性的一瞬间，许然心中就已经有了决断，必须是悲鸣套，和先前获得的迷失套装有些类似。
击杀目标后，他都可以将其变成自己麾下一员，但两者在本质上却有着如同天地一般的差别。迷失套可以将死亡的敌人转化成自己最忠实的附庸，这样一来，他获得的只能是亡灵系的仆从，就和死亡阴影仆从一样，实力会比生前弱了不少。但悲鸣套却不一样，一旦弹奏出遗忘在岁月长河中的悲鸣之音，在击杀目标后就有几率将其从岁月长河中复苏。如果没猜错的话，这种方式获得的眷属将拥有生前最巅峰的实力，差距已然很明显了。许然果断抛弃了之前的选择，将原本穿戴的2件迷失套都换成了悲鸣套装。值得一提的是，这2种套装每一个部位，从属性加成到装备技能基本都差不多，唯一有区别的就是套装特效了。所以许然直接跳过了先前的装备，望向了手中的史诗级护手——死亡缭乱悲鸣护手史诗。需求等级50级，需求职业法系，品质史诗，类型防具，部位手部，生命值加15000，智力加200，物理防御力加649，魔法防御力加703，释放速度正 40%， 装备耐久度永不磨损。装备技能悲鸣之手将无尽悲鸣之意汇聚于双手，可极大程度上增加释放速度 60% 加成，持续时间30秒。装备技能冷却时间3分钟。注：悲鸣之手持续期间，自身魔法值消耗速度增加 20%。介绍：伴随着被遗忘的岁月，唯有无尽悲戚流传于世。这个护手的属性加成相当给力。别的不说，15000的生命值加成足以让许然的血量上限再度飙升一大截，而智力加成也给许然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即便将先前的20级传说护手卸下来，这件装备带来的实际提升也足足有13000点的生命值上限和100点智力加成，而装备技能悲鸣之手更是一个相当强劲的增益状态。30秒的时间里，可以增加 60% 的释放速度，加上许然其他装备带来的相关加成，他甚至能够在瞬间之间引导出无数技能。至于那 20% 的额外魔法值消耗，以他那令人仰望的智力上限，这些消耗基本上就可以被忽略了。穿戴，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从获得史诗级装备到完成穿戴，才过去了不到3秒。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许然的属性又飙升了一大截。算上升级带来的固定属性成长，他的生命值直接从11点万提升到了12.7万，而魔法攻击力也提升了1400点。从之前的26419点，升级带来的固定属性增长已计算其中，直接提升到了27819点。当然，这其中史诗级的辅助装备死亡献祭之书带来的 75% 额外魔法攻击力加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看完自己的属性，许然又看了一眼剩下的那件史诗级武器，从外形上和先前 BOSS 手中那柄燃烧着幽蓝火焰的巨剑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经过万倍奖励可怕的增幅效果，导致其发生了质一般的改变。不得不说，这柄巨剑在史诗级装备中也算是极品了。只可惜作为一名法师，许然无法将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像是处理一件无用的垃圾一样。他将这柄 BOSS 同款巨剑史诗增强版放入了背包，环顾四周，他发现无数战士玩家正一脸幽怨地看着自己，甚至有人捶胸顿足，正不停地说着暴殄天物、明珠蒙尘之类的话。他们的心情糟糕透了，因为无论是谁都明白一点，就算他们出价，许然都不会售卖这件极品装备。当然了，他们也买不起，所以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然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传说级攻城 BOSS。 由于传说级 BOSS 都极为显眼，许然放眼望去，很快就锁定了下一个目标。距离自己不足300米外，正有一头成其巨龙的骸骨类 BOSS， 似乎是先前的战斗引起了他的注意。第75章，腐朽降临，骸骨出现。呼，似乎是割裂空气的声音，又像是刺破空间的声响。这名承骑着巨龙的恢宏身影爆发出了极为恐怖的速度，就像是消失在了原地一样，向这边急速掠来。他盯上了自己，几乎是一瞬间，许然就做出了应对的举措。他一边安抚着战意逐渐浓郁的远古冰霜巨龙，一边丢出去一个探查术。很快 BOSS 的属性面板直接出现在他的眼前。腐化的永恒守墓者卡洛，传说，等级50，种族亡灵族，失落国度，类型传说级 BOSS， 生前曾被评为传奇 BOSS， 生命值100万，攻击力11162，物理防御力18141，魔法防御力17127，技能
死亡亲和，诅咒之使，腐朽凋零之物，死亡祈祷之语，禁忌咒语。介绍：在岁月的侵蚀下，处于腐朽深渊中昔日的失落国度秩序守卫者，如今已然担起了守护无尽深渊这座坟墓的职责。但由于某种原因，他竟然走出了永不见阳光的深渊，重新回到了世间。守墓者。在看到卡洛尔面板的一瞬间，许然就来了兴致。由于前世主线资料片尚未完全展开，所以这是从未出现过的 BOSS， 曾经的传奇生物，足100万的血量，超过1万点的攻击力，那散发着神秘气息的法杖和魔法袍，除了防御比之前的幽魂骸骨统领低了一些，其他的属性都足以令人感到绝望。他身上的各种特征似乎都在描述着一个事实：这个 BOSS 的可怕程度将远超先前遇到的一切生物。而且他乘骑的那一头巨龙更是传说级品质的炼狱古龙，这就意味着这个神秘的守墓者将拥有冠绝世间的移动速度。即便和传说级坐骑中的特殊存在远古冰霜巨龙相比，也只是稍微逊色了一丝。但这些都不是关键，最让许然忌惮的是卡洛尔的技能：死亡亲和，诅咒之使，腐朽凋零之物，死亡祈祷之语，禁忌咒语。其中死亡亲和应该是失落国度里绝大多数传说级 BOSS 的标配了，不仅能让他们拥有更高的死亡系技能伤害，还能大幅度提升他们的冷却缩减。而诅咒之使是死亡系职业常见的一个技能，发出一根由死亡气息构成的魔法箭矢，对敌人造成高额伤害的同时，还能附带诅咒效果。一般2传就有资格学习，但如果是曾经的传奇生物释放，威力恐怕不容小觑。至于腐朽凋零之物和死亡祈祷之语、禁忌咒语，应该是卡洛尔的专属技能了，单凭名字就足以证明其恐怖之处了。更何况禁忌咒语对应的是禁咒的意思，一旦释放，绝对能带来远超其他技能的恐怖破坏力，绝不能让他释放出禁咒。许然心中立刻警铃大作，他的安危倒还好说，毕竟有保命手段，但自己麾下的各大军团绝对扛不住禁咒释放出来的致命伤害，一旦被命中，那损伤可就大了去了。至于玩家，只能说各凭本事了。一念至此，许然果断做出了决定，必须先将控制技能释放出来。想都没想，几乎是一瞬间，他就激活了装备技能悲鸣之手。刹那间，无尽悲鸣之意出现在了他的周遭，转瞬之间就汇聚到了他的双手表面。提示：释放装备技能成功，你的释放速度提升 60%。 提示音刚一出现，许然立刻开始引导技能秩序停滞。释放该技能的期间，除了许然不受任何影响之外，周围200米内的一切都陷入到停滞状态，无一例外，几乎是眨眼的功夫。以许然为中心，无尽的永恒气息骤然爆发出来，秩序于此刻降临。周遭200米范围内，所有玩家、各大军团、攻城怪物，包括卡洛尔以及他身下的炼狱古龙，都像是被按下了停格键一样，再也无法动弹分毫，甚至连天空中四散的飞鸟都停留在了原地。但唯独有一个例外，死亡气息像是凭空出现了一片遮天蔽日的黑雾，浓郁到极致的死亡腐朽气息在此刻爆发了出来。提示：受到敌人技能腐朽凋零之物的影响，你的佣兵团成员已被转化为腐朽亡灵生物。提示：受到敌人技能腐朽凋零之物的英雄，你的友军已被转化为腐朽亡灵生物。提示：由于自身品质和抗性较高，你的史诗级军团暂时抵抗住了腐朽凋零之物的影响。一道道提示犹如刷屏一样浮现而出。许然释放技能的速度已经快到离谱了，但卡洛尔这位无尽深渊的守墓者依旧在一瞬前释放出了一个技能腐朽凋零之物。许然终于明白了这个技能的效果。随着黑雾的不断扩张，所有被波及到的生物都纷纷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变化，生机在凋零，血肉在不断流逝。还莫等玩家们反应过来，他们的身躯就变成了一道道骸骨。提示：受到怪物技能的影响，你已被转化为亡灵生物。提示：受到怪物技能的英雄，你已被转化为……随着提示的响起，所有变成骸骨生物的玩家发现那些没有被波及到的玩家都成为了敌对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也变成了怪物。与此同时，他们的任务栏中也多出了一个临时任务：卡洛尔的祝福临时任务。作为被卡洛尔转化为骸骨生物的你，他许下承诺，只要你击杀一名曾经的同类，就能恢复先前的状态。限定时间20分钟。看到新出现的任务，所有玩家都懵了，一时间喧嚣四起。怎么回事？特么的，我快被自己的尸臭味给隔音吐了！卧槽，我的垂直握把呢？都特么啥时候了，还惦记你那金针菇呢？我不能难以接受。
那咱们要不要做这个临时任务？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又像是腐朽的黑夜骤然降临世间。随着黑雾的扩散，这一刻，足足有几十万玩家变成了一具具狰狞可怖的骸骨生物。第76章，体验到了丰收的喜悦。妈的，这什么情况？位于后方没有被腐朽凋零之物波及到的玩家，全都感到脊背一阵发凉，甚至有不少人禁不住哆嗦了一下。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前一秒还在谈笑风生的队友，这一刻竟然变成了一具骸骨生物。自己要是冲得再快一点，恐怕也会重蹈他们的覆辙。快撤！来不及感叹这无比震撼的一幕，后方各大势力的高层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虽然那些被腐化为骸骨生物的玩家无法用声带发出声音，但依旧可以。区域频道里，无数被腐化为骸骨生物的玩家正不停地发出警告：快后退！我好像控制不了自己了，他好像自己在动，完蛋了，你们快撤！随着一条条消息在区域频道中刷屏，变成无数骸骨生物的玩家纷纷扭过头来，朝着后方的玩家扑去。尤其是牧师，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神圣气息，就像是一盏盏明灯，吸引了无数化身骸骨的玩家。狗日的，真特么恶心！所有人准备后撤！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所有玩家都产生了浓郁的危机感。几乎是一瞬间，后方玩家就撤离了足足数百米的距离。但参战的玩家实在太多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无条件的服从管理，仍旧有少部分玩家留在原地。干！给爷去死！一边怒吼着，这群玩家纷纷掏出武器，义无反顾地朝着化身骸骨的无数玩家冲去。砰砰砰，一件一件快速斩落。面对坚固异常的骸骨，这些玩家只砍了个寂寞。不仅如此，似乎还激起了腐化玩家的凶性。在惨烈的厮杀声中，战线开始被不断地推向城墙方向。快走啊！妈的，这群沙雕头真尼玛铁！区域公告里还在刷屏，但就在这时，还莫等玩家们反应过来，那化身为骸骨生物玩家构成的一片潮水竟然停下了前推的脚步。而城墙之上的玩家看得最清楚，他们纷纷愕然，眼中神色格外的复杂。随着许然一声令下，来自永恒城的各大军团纷纷掠来，虽然数量差距足足有好几倍，但凭借他们自身的传说乃至史诗级面板，依旧扛住了十几万腐化玩家的冲击。不仅如此，随着战斗打响，来自各大军团恐怖的攻势悄然爆发，无数骸骨碎片犹如暴风雪一般洒落一地。提示：你已被永夜毁灭禁卫击杀，损失了 10% 的当前等级经验值。提示：你已被不朽守护禁卫击杀。随着各大军团的雷霆出手，战斗陡然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由玩家化作的骸骨军团竟然不堪一击，犹如摧枯拉朽一般，一个照面就被碾碎了足足1/5。提示：你的不朽守护禁卫成功击杀敌对生物，当前等级已提升。提示：你的死亡阴影图从成功击杀，就像是割麦子一样。各大军团开启了收割，同时也体验到了丰收的喜悦。无数玩家成为敌对生物以后，便可以提供不少经验值了。不过许然的等级太高，所以他才决定让各大军团出手，解决掉这群被腐化的玩家。只有这样，才不会浪费每一份资源。就这样，在许然的指挥下，一场针对腐化玩家的屠杀就此展开。包括城墙上的远程职业在内，几乎所有位于永恒城里的玩家都纷纷愣住了。只有到了真正面对的那一刻，他们才意识到天选之人以及他麾下的军团究竟有多么恐怖。先前势如破竹的攻势，他们还认为是自己在战斗中变强了，但在这一刻，他们彻底认清了双方之间的差距。一时间，整个战场除了厮杀声，只剩下了死一般的沉默。但这一切对于许然来说无足轻重，他从不在意玩家对自己的想法，也不会惧怕其针对自己的谋划。毕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弱者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在战斗打响的那一刻，他就将视线落在了卡洛尔的身上。包括这个传说级 BOSS 在内，他周遭200米范围内的所有生物都陷入到了停滞状态。但想要维持控制效果，必须每秒消耗 5% 的魔法值。时间正1分1秒的过去，即便拥有堪称恐怖的魔法恢复速度，但许然的蓝量也已经掉到了 50% 左右了。所以他决定趁着 BOSS 被控制的功夫，直接用硬伤害灌死对方，不能给半分机会。刹那间，无尽的光明魔法元素争相涌来，以许然为中心，
整个战场之上，所有的光元素似乎都汇聚到了一起，其他区域只剩下一片昏暗和死寂。执掌光暗状态。由于卡洛尔属于死亡系生物，又拥有足足100万的血量，所以只有光之形态才能打出最高的伤害。更何况，随着他击杀无数攻城怪物，满足了执掌光暗之影斗篷这件神器进入了第2阶段的条件，杀戮1000头不低于自身等级的精英怪物。一旦进阶，它不仅能增加执掌光暗状态的持续时间，还能极大程度上提高其带来的强化效果。不仅如此，这件神器还有额外的强化加15特殊效果。神威浩瀚，穿戴该装备后，可对不超过自身等阶15级的怪物触发灭世效果，有几率使攻击变为真实伤害，无视防御，无视抗性，无视免伤。证明其强度的时候已经来临。随着无尽光明魔法元素的涌来，许然的身躯节节暴涨。不仅如此，身后更是浮现出了一片璀璨的光翼，犹如光明神旗降临一般。许然浑身都被绚烂圣光所笼罩，周遭更是有无数炽热光雨从天空中不断向下洒落。这一幕足以让无数人为之战栗，就连无惧生死的骸骨生物都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们齐刷刷抬起头颅，空洞的眼眶中灵魂蛊火正不断的颤动，仿佛已然知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疾冰风暴引导成功。几乎是瞬间，万千冰刃汇聚成型，极致的冷和灼热的光在此刻交织于一起，化作无尽锋芒洒落于战场之中。但这才只是一个开始。当疾冰风暴被丢出来的那一刻，许然犹如神奇降临一般，挥动着手中法杖，代表审判和永恒的锁链也从天空中骤然浮现，带来了无尽的威势和压迫感。第77章，谁也不想成为骷髅架子。是永恒。当无数道篆刻有神秘梵奥魔法铭文的巨大锁链出现在了天空的那一刻，卡洛尔这位无尽深渊的守墓者苍白而绝美的脸庞上缓缓浮现出了不一样的表情。他感觉自己那早已干瘪腐朽的心脏甚至都为之跳动了一下，眼神更是恢复了一丝清明。永恒，卡洛尔一边喃喃自语着，同时纤细的身躯表面瞬间升腾起了惨白的火焰。这时他原本被牢牢禁锢的身躯竟然开始缓缓地动弹了起来。只有许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燃烧灵魂之火，以彻底消亡的代价换取短暂一瞬间的行动能力。禁咒，许然表情看不出任何变化，手中动作不停歇。眨眼之间，一道、两道，无数道蕴含永恒和审判气息的锁链齐刷刷消失在了原地，尽数朝着卡洛尔的方向掠去。而这一刻，沐浴在惨白色火焰里，身躯包括灵魂都在不断化为灰烬的卡洛尔忽然抬起了手臂，面对无数根向自己掠来的审判锁链，他没有释放任何技能，而是一把握住自己腐朽胸骨下的心脏，用尽一切力量朝着许然丢去。吼！巨龙的嘶吼声响彻于整片战场之中，护主心切的远古冰霜巨龙瞬间就挥动双翼想要躲开这一击，但许然却拍了拍他的鳞片，示意他停留在原地。说，随着一枚腐朽的心脏落入他的掌心，无数锁链和万千冰刃彻底淹没了卡洛尔的身躯，令人心悸的伤害数值迸发而出。但许然此刻却没有去看伤害数值，隔着一道道恢宏巨大的锁链，他看向了逐渐化为灰烬的卡洛尔，似乎像是看错了。他发现这位无尽深渊的守墓者眼中竟然浮现出了一抹释然和希翼的神色，不像是敌人，反倒更像是久违的旧友。提示：你成功击杀了传说级 BOSS 腐化的永恒守墓者卡洛尔。传说。提示：触发万倍奖励，本次经验值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60级，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由于你的等级已达当前上限，暂时无法获得任何经验。在不断响起的提示音中，许然的等级也提升到了60级。接下来他只需要找到一位大魔导师，就能开启职业第3次进阶试炼了。到时候等级上限也会随之突破。不过现在可不是最佳时机。果然不是攻城 BOSS 吗？看了一眼提示，许然心中逐渐有了猜测。卡洛尔无论是身份还是宁愿燃烧灵魂也将心脏递给自己的举动，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件事：他的身上绝对存在着未知的秘密，或许和埋葬于无尽深渊下的骸骨之城有关系。抬头看了一眼远处，他发现各大军团击杀被腐化的玩家，自己竟然也能获得参与击杀数，这也导致那片依稀可见的深渊以及其中的骸骨之城虚影愈发清晰了起来。或许用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踏足那片消失在岁月长河中的区域了。想到这里，许然将目光放在了手中那枚腐朽心脏上面。卡洛尔究竟想要告诉自己什么？这一点他很想知道。腐朽的守墓者心脏，传说，类型任务道具，品质传说，持有者天选之人，效果持有该道具可获得一部分失落国度和骸骨之城的权限，当满足一定条件时可触发隐藏任务。介绍，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守着无尽深渊和失落国度的神奇，只有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孤寂，始终和自己作伴。许然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件传说级品质的任务道具。不过在永恒这款游戏中，有不少物品都无法触发万倍奖励的特殊效果，比如任务道具和升级固定属性以及自由属性点等等。甚至如果脑洞够大的话，许然巴不得升级也能触发万倍奖励，比如他升一级直接变成10000级，还有转职次数。总不能说他完成一次职业进阶以后就会变成10000次转职，这显然不现实。因为万倍奖励的目标归根结底的是奖励，和任务道具一样，无论是升级固定属性还是自由属性点，都属于固定的提升，只会受自身转职次数影响，压根不算是奖励的一种，除非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属性点奖励。所以传说级的任务道具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了，满足一定的条件，神奇。许然看着手中腐朽的心脏，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之中。或许有一点他猜错了，或许真正守护失落国度这座墓穴的人是那个消亡在岁月长河中的神奇。不过由于前世的主线剧情并不完整，所以这个失落国度就像是一团看不透的迷雾一样，给他带来的无尽的疑惑。看来只有骸骨之城开启的那一刻才能知晓答案了。他隐隐有种预感，这个失落国度不仅能为他带来难以想象的奖励，甚至还能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层次发生一场闻所未闻的蜕变。那么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就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拾取卡洛尔掉落的奖励，凑齐史诗套装，然后累积到足够的参与击杀数，开启埋葬在无尽深渊之中的化骨之城。环顾四周，随着战斗的推移，那些被卡洛尔转化为骸骨生物的玩家，在各大军团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的攻势下，纷纷挂回了复活点。然后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复活以后竟然又恢复了先前的样子。如此看来，临时任务卡洛尔的祝福应该就是这个传说级 BOSS 开的一个恶趣味玩笑了。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尚未死亡的腐化玩家纷纷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样，望向了正在奋力厮杀的各大军团。或许是卡洛尔挂掉的原因，他们虽然还是骸骨生物，但已经可以稍微支配一下自己的身躯了，所以他们做出了决定，主动应接各大军团的技能，让自己赶紧被送回复活点。反正是游戏，又不会真的死亡，毕竟除了一些特立独行的玩家，谁也不想成为一具骷髅架子。一时间，战场之中上演了令无数人绷不住的一幕，所有被腐化为骸骨的玩家全都主动把脑袋递到各大军团的刀下，随着一道道白光闪过，他们又活蹦乱跳地出现在了复活点中，同时还向各大军团以及天选之人表达了崇高的谢意。第78章大慈大悲活菩萨。一时间，下令击杀无数玩家的许然，在他们心中竟成为了大慈大悲的活菩萨。而随着卡洛尔的彻底消亡，两道璀璨的光芒从他倒下的区域浮现而出，瞬间将周遭昏暗驱散殆尽，又是传说级独有的光泽。看到这一幕的玩家全都骂了，他们想不明白，自己费尽心思爆出来一件黄金级装备，就足以引起整个小区轰动了，结果人家就像是批发一样，一件一件全都是传说级的品质，随便拿出一个都足以引起无数人的哄抢。但羡慕归羡慕，许然以一己之力连续斩杀2个传说级 BOSS， 再加上那如同神奇降临的光之形态，直接震慑住了所有玩家。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玩家敢再来抢夺他的掉落，甚至连偷偷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许然想都不用想，从今以后，只要是参加过永恒城攻城活动的玩家，必然会将许然视为最不能招惹的存在。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带来的压迫感，足以让他们铭记一辈子。打一个巴掌还要给一颗甜枣，许然还指望着玩家们出力，让他刷到足够参与击杀数。更何况这些可都是他的挚爱韭菜，每一个玩家都能在不远的将来为他创造出大量的财富，所以得安抚安抚他们受伤的小心脏。在无数玩家的注视下，许然一边朝着地上的掉落降落，
一边朝着所有玩家开始喊话 ：“OK， 兄弟们，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又是熟悉的开场白。听到许然的声音，不少士气低落的玩家纷纷应声望来。所有玩家请注意，如果没猜错的话，只要击退这一波怪物攻城，本次攻城事件应该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为了不辜负各位的大力驰援，我将以永恒城主的身份向各位保证，攻城结束后将开放积分兑换系统，所有玩家获得的永恒城专属积分，不仅可以用来晋升永恒城荣誉爵位，还能兑换各种奖励，包括装备。许然停顿了一下，发现无数玩家的情绪瞬间被调动了起来。也确实如此，无论是谁都清楚一点，仅仅这一次的攻城战斗，天选之人就击杀了无数怪物，但是那满地数之不尽的掉落奖励足以让人疯狂不已了。再加上其建造一个城的底蕴，不说别的，他用不上的装备随便拿出一件就能引起无数玩家的疯狂哄抢，更不必说还有爵位和其他兑换物品了。就在玩家们还在猜测可兑换的装备最高会是什么品质的时候，许然的声音再度响彻于整片战场。你们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兑换装备的品质了。为了表示诚意，我宣布本次兑换最高品质为传说级。此话一出，无数玩家瞬间愣在原地。我操，传说！话说他到底有多少传说装备，竟然会多到拿出来兑换？小了，格局小了。你没看到装备排行榜？上面天选老板拥有的可都是史诗级套装。这一刻，无数玩家纷纷重新燃烧起了斗志。什么魑魅魍魉，什么攻城怪物，在极品装备面前，屁也不是。顷刻间，玩家们立刻来了劲头，疯狂扑向犹如潮水一般无穷无尽的敌人。在先前的战斗中，玩家们虽然因为被腐化，伤亡高达10几万，但由于他们可以无限复活，所以最不怕的就是持久战。反倒是攻城怪物，在各大军团的冲击和许然释放技能的波及之下，他们的数量从最初的100万大军已经降到了84万左右。只要各大军团还能扛得住，这场战斗迟早会迎来胜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永恒城的城主，许然拥有所有建筑的绝对权限。所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将复活点设置成了收费制度，每复活一次，玩家需要支付1枚银币。这对于无数玩家来说，哪怕再拮据也都是可以接受的价格。但在许然这里却大有不同。要知道，这是可以触发万倍奖励的特殊效果的，也就意味着玩家复活一次都会为他带来足足100金币的巨额收益。单单是先前被各大军团砍死的那10几万腐化玩家，就带来了大概1000多万的额外收益。而如今，玩家们为了让各大军团扛得更久一些，还派出了大量牧师，专门为 NPC 们提供治疗和恢复魔法。他们自己死了还能复活，问题不大。这一波算下来，许然等于足足赚了3次。看到这一景象，即便是心如铁石的他，也不由得泪目了，简直太让人感动了。但感动归感动，他手中的动作却不曾停歇。轰！远古冰霜巨龙刚一落地，便发动了冰霜巨龙吐息，将周围的敌人都纷纷冻成冰雕。许然也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卡洛尔死亡的地方。又是2个传说，不过这一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失落国度的守墓者，卡洛尔不仅拥有传说级的 BOSS 面板，还拥有一头同样是传说级的坐骑。虽然潜力比许然的坐骑要低一些，但看上去已经处于巅峰壮年期了。只可惜，随着卡洛尔将自己的灵魂燃烧殆尽，那头炼狱古龙也随之被烧成了灰烬。所以地上的2个传说级掉落，分别对应着1人和1龙。拾取，许然没有任何的犹豫，弯腰一捞，2件传说级的装备应声落入他的背包。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巨龙之息精粹传说。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死亡悲鸣长靴传说。几乎是同一时刻，来自永恒唯一天赋万倍奖励的特殊提示也在此刻响彻于他的耳畔。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史诗级奖励巨龙之息精粹史诗。提示：你获得了史诗级套装部位死亡缭乱悲鸣长靴史诗。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2件传说级的掉落全都被提升为了史诗级品质。如果许然没记错的话，其中那个史诗级品质的巨龙之息精粹，珍贵程度绝对远超想象。前世他好像查阅过一些资料，无论是巨龙坐骑还是宠物，都拥有一丝进阶更高层次的可能。而根据相关典籍的记载，巨龙之息精粹正是其中的关键道具。第79章，一场前所未有的蜕变。
在许然的印象中，即便到了前世游戏的大后期，巨龙之息精粹都是一种相当珍贵的道具。当然了，仅限暗金级品质以上。在永恒中，巨龙之息精粹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道具，无论它的品质如何改变，其名字都始终是这6个字，但效果却犹如有天翻地覆的差别。而对应史诗级品质的巨龙之息精粹，往往需要击杀史诗级以上的巨龙才能有几率获得，而且还得看脸，只有欧皇附体才有几率拥有传说级以上的巨龙之息精粹。比如现在的许然，一念至此，他的目光立刻落在了这件散发着史诗级特殊光泽的道具上面。巨龙之息精粹，史诗类型：道具，品质：史诗级，使用需求：传说级以上的巨龙一族。效果：当巨龙坐骑或者宠物进入成年期后，可使用该道具为其开启一场品阶晋升仪式，一旦成功，将有几率提升巨龙坐骑或者宠物的品质。介绍：由于该道具品质为史诗级，在为宠物或者坐骑晋升品质时，有几率使其领悟到特殊技能。不错，许然无比欣慰。他属实没有想到，卡洛尔不仅燃烧了自己的灵魂，将腐朽心脏传递给了自己，还让麾下巨龙为自己送来了一件史诗级品质的巨龙之息精粹。看了一眼自己的2头巨龙坐骑，其中远古幽灵巨龙依旧处于成长期，而远古冰霜巨龙则有所不同，在成为他坐骑之前就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因此他满足了使用这个道具的条件。毫不迟疑，许然将这一次的进阶机会分配给了远古冰霜巨龙。提示：是否消耗道具巨龙之息精粹，为你的坐骑极寒之翼远古冰霜巨龙史诗开启品阶晋升仪式。提示：由于该道具属于一次性消耗品，使用后将自动消失，请谨慎选择。提示音尚未结束，许然就已经做出了决定。确定。他话音刚落，无尽璀璨的光芒犹如滔滔江水一般从巨龙之息精粹中涌动而出，瞬息之间，在旁边乖乖坐着的远古冰霜巨龙就被其彻底覆盖其中。一场前所未有的蜕变正在悄然间发生着。提示：你的坐骑正在进行品质晋升仪式，是否将其收回坐骑空间？见状，许然大手一挥，将远古冰霜巨龙这头数百米长的庞然大物直接放回了坐骑空间。原地瞬间多出了一片真空地带，而这时无数的攻城怪物犹如见缝插针一般，直奔他的方向而来。寒霜护甲，随着一阵冷冽到令人战栗的寒意涌来，空气中游离的无数冰元素争相构建成了一道坚固无比的护盾。紧接着，许然又激活了宗师级技能雕王骸骨庇佑之盾和无尽反击，堪比传说级 BOSS 血量厚度的护盾悄然缭绕在他的周遭。至此，护盾和反伤全部激活，即便许然站着不动，无数怪物都会在不知疲惫的攻击下被自身的伤害硬生生反死。乒乒乓乓，在无数攻城怪物疯狂攻击下，许然又看向了另一件史诗级的掉落——死亡缭乱悲鸣长靴史诗。需求等级50级，需求职业法系，品质史诗，类型防具，部位鞋子，生命值加12000，物理防御力加629，魔法防御力加782，移动速度正60%，装备耐久度永不磨损。装备技能雕王悲鸣之影，主动释放装备中蕴含的无尽悲鸣和死亡气息，可使自身进入幻影状态，期间将无法被敌人选中，并且每造成一次伤害都可位移一段距离，持续时间45秒。冷装备技能冷却时间3分钟。注：雕王悲鸣之影持续时间结束后，自身移动速度将减少30%，持续时间10秒。介绍：伴随着被遗忘的岁月，唯有无尽悲戚流传于世。又是一件悲鸣套，加上先前获得的死亡缭乱悲鸣护手史诗，已经满足了4件套需要的条件了。直接穿戴。下一刻，提示音悄然而至。提示：触发史诗级套装4件套效果，你获得了30%穿透伤害加成。许然看了一眼自身的穿透几率，脸上的表情为之一愣。不知不觉中，他的穿透几率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值，即便不吃穿透类的增益 buff， 他也能打出近乎真实伤害的效果。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一点，死亡缭乱悲鸣长靴史诗除了增加主属性移速加成60%之外，还为他提供了10000点的生命值上限加成。即便扣除史诗级品质的无尽哀歌之诗长靴提供的4000点生命值加成，也足足让他额外增加了6000点的生命值上限。至于这件装备的技能，更是重量级，雕王悲鸣之影，
一旦激活，将进入幻影状态，无法选中，意味着只有范围型群攻技能才能对他造成伤害。而在此过程中，他每造成一次伤害，都能位移一次，更是能将自身机动性提升到一个恐怖的层次。即便持续时间结束，会有10秒的时间减少 30% 的移动速度，但以许然那积累到恐怖层次的移速，区 30%移速缩减，不值一提。继续，许然见状，立刻朝着战场深处望去。4件套就已经让他的属性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旦凑齐10件套，恐怕他的实力将会获得难以形容的提升。轰隆隆，战火依旧蔓延在永恒城前方的每一寸角落，呐喊声、厮杀声，还有骸骨碰撞剑刃以及魔法狠狠爆裂开来的声音，全都交融在了一起。在这片恢宏辽阔的战场上， BOSS 的身影显得格外显眼，几乎只用了1-2秒的时间，许然就锁定了下一头如同山岳般的骸骨巨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战吼。他浑身布满狰狞的骨刺，犹如一辆战车横冲直撞地撕扯着眼前的一切生物。杀戮似乎是他心中唯一的想法了。传说级 BOSS。 见状，许然直接锁定了目标。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这头传说级的 BOSS 应该能提供一件史诗级的悲鸣套。很快，利用永恒跃迁作为位移手段，许然接近了这头可怖的 BOSS。 随着他的属性增长，这头50级的 BOSS 显然不再是他的对手。尽管过程略有凶险，但最终他还是将其成功斩杀。第80章战争法则之后，在极致的火力爆发下，许然为无数攻城怪物和玩家上演了一场精准而极具暴力美学的屠杀秀。随着最后一道技能的狠狠砸落，这头叫做毁灭战争巨兽的传说级 BOSS 再也支撑不住他那沉重的身躯。轰隆隆，在地面的剧烈震动声中， BOSS 倒在了满是烟尘的地上。提示：你成功击杀了传说级 BOSS 毁灭战争巨兽戈多传说。提示：触发10000倍奖励，本次经验值已获得10000倍增幅。提示：由于你的等级已达当前上限，暂时无法获得任何经验。随着击杀喊话，一道触发称号特殊效果的提示悄然出现在了许然的耳畔。提示：触发称号特殊效果死亡噩梦，你通过击杀目标学会了戈多的技能战争咆哮高级。根据先前的经验，许然知道触发称号特殊效果完全看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从怪物身上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所以在每次战斗的时候他都会提前激活称号效果。遗憾的是，前面击杀的传说级 BOSS 都没能让他有所收益，但幸运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随着毁灭战争巨兽戈多的倒下，一个高级技能出现在了许然的眼前。与此同时，10000倍奖励也立即生效。提示：10000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高级技能提升至宗师稀有级技能。提示：你获得了技能战争法则之后宗师稀有。宗师稀有，许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他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喜色。10000倍奖励带来的增幅果然强得离谱。没记错的话，宗师稀有级的技能应该是仅次于禁咒的存在了。只不过这个技能看起来不像是法师能够释放出来的样子。但无论如何，这个宗师稀有级技能值得他的重视。战争法则之后宗师稀有，类型宗师级稀有技能，效果激活技能后可获得战争法则的加持，使自身获得无尽战意，并且在接下来的5秒时间内可发出战争法则之后，周围500米内的所有友方单位都将获得 30% 全属性提升。特殊效果畏惧，当战争法则之后传遍四面八方的那一刻，方圆500米范围内的敌人都将陷入畏惧的状态，自身属性暂时衰弱 30%， 有几率出现自相残杀的特殊事件。持续时间3分钟，冷却时间1小时。竟然是一个群体增益技能，许然不由得生出几分敬意。这个技能他不仅能使用，而且还相当的契合自身情况。试想一下，当战争法则的吼声传遍整个战场，各大军团将会获得 30% 的全属性提升，而敌人也会被削弱 30% 的属性，此消彼长。根据前世有个叫 K 神的玩家提出的永恒相对论，这等于直接提升了友方 60% 的全属性，堪称恐怖。自相残杀这个几率触发的特殊效果更是战争利器，这足以证明宗师稀有级技能的强悍之处了。看完这个技能，许然满意的收起法杖，然后他望向了毁灭战争巨兽戈多传说所提供的掉落，开始拾取。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死亡悲鸣法袍传说。提示：
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史诗级套装部位，死亡缭乱，悲鸣法袍，史诗。这绝对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悲鸣套的法袍爆出来了，不得不说，许然的运气相当逆天。迄今为止，他还没有爆出过重复的史诗级悲鸣套装部位，而且像是其他职业的装备，也就爆出来了一把巨剑。他决定将其放置在永恒城专属积分兑换商店里，成为真正的镇店之宝。兑换需要的积分，许然设置成了1000万。或许一直等到游戏大后期，玩家们都无法凑齐兑换需要的专属积分，这就是许然画出来的一个永远都无法被吃到的大饼。悄悄画完饼，许然看了一眼战场，在他击杀毁灭战争巨兽戈多传说的时候，各大军团纷纷展现出了史诗级守卫应有的实力，而玩家们更是无比疯狂。他们不顾一切，用以命换命的打法，试图狂刷永恒城专属积分和人头数，在为许然贡献了海量金币的同时，还将攻城怪物的数量击杀到了不足70万。看样子，这场战争的结束应该会在预期之内。而远处只有许然能看到的无尽深渊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接下来，他要加快动作了，必须趁着骸骨之城尚未开启，把剩下的5件套全都集齐。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给这场战争提速。战争法则之后，宗师稀有，激活。瞬息之间，无尽战意笼罩了许然的身躯。在战争法则的加持下，似乎是从亘古传来的一声战吼从许然所在的区域传出，像是波纹一样，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急速向外扩去。方圆500米范围，所有的玩家还有各大军团属性全都暴涨了足足 30%， 而那些被波及到的攻城怪物则陷入到了萎靡和畏惧状态，看上去虚弱了不少。战！许然的战吼响彻在每一名玩家的耳畔，这一刻，他们也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声怒吼：战！战！战！随着此起彼伏的呼喊声，战斗的惨烈程度又增加了一大截，而许然的参与击杀数也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向上疯狂飙升。渐渐的，他发现远处的无尽深渊虚影似乎正朝着自己这边移动。就在许然又锁定了一头传说级攻城 BOSS 的时候，他甚至都能看清楚骸骨之城那巍峨壮阔的城墙了。看来时间还真的有些不够用了。许然高高举起手中法杖，他一边引导技能对那头被自己锁定的传说级攻城 BOSS 发动了攻势，然后一边抬头朝着天际望去。收网的时间很快也要来临了。在云端之上，那个一直隐藏在暗中的神秘生物此时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仅存的价值便是为许然提供丰厚的掉落以及开启下一阶段主线剧情的线索。第81章，他的胆子是真的肥。轰！随着空气中数之不尽的冰霜元素迸发，疾冰风暴汇聚而出的万千冰刃携带极致幽寒之意，狠狠砸在眼前这头 BOSS 的头上。一片恐怖的伤害数值随之浮现在了对方的头顶。这依旧是一头传说级 BOSS， 但属性要比之前的卡洛低了不少，毕竟装备在其中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加成作用。实际上，这才是传说级 BOSS 的正常实力。因此，许然的击杀过程也要顺利了很多，几乎只用了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对方就已经轰然倒地，彻底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轰！随着这头传说级 BOSS 的倒下，许然开始迅速摸尸。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幽魂之刃传说。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史诗级奖励幽魂掠杀之刃史诗。看到这个装备的一瞬间，许然脸都黑了。果然，好运不会永远眷顾自己。他想要的史诗级悲鸣套并没有如期而至，所以他看都没看，直接将这件足以引起无数玩家哄抢的史诗级装备随手丢到了背包中。紧接着，又望向了如同潮水一般的攻城怪物，100万敌人，其中传说级的 BOSS 大概有7、8个的样子，算上先前的击杀数，此时战场之上只剩下了3道散发着传说级气息的庞然大物。准备动手！许然看了一眼远处的骸骨之城虚影，此时距离彻底凝实只有1步之遥了。他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还会因为玩家们打工速度太快而陷入被动的局面，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既然如此，那就索性一起都杀了。话音刚落，许然的身影立刻消失在了原地，来自永恒的气息瞬间浮现在了战场之上。永恒跃迁发动！
倏然，许然的身影再次浮现而出，不过这一次，他犹如漫天星河中唯一在跃动的光芒，悄然浮现在了数百米外。一道由无数骸骨堆砌而成的身影，正诧异地望着自己。骸骨巨人，这个 BOSS 的名字对于许然来说格外的熟悉，正是被遗忘的骸骨巨人。作为由骸骨暴力堆砌而成的生物，骸骨巨人是无尽深渊中数量最多的传说级 BOSS， 同时也是这一次攻城战斗的主要战力。所以说，除了云端之上的神秘生物，剩下的3名传说级攻城 BOSS 全都是骸骨巨人。死！随着一声沉重的嘶吼，被遗忘的骸骨巨人挥动着手中武器，向许然狠狠砸来。但下一刻，他的身影却在原地瞬间消失。在永恒气息的弥漫之下，许然下一次出现的位置又是足足数百米开外，而在他的一侧，是另一头狰狞恐怖的骸骨巨人。轰！一发疾冰风暴被他丢了出去，万千冰刃直接以最猛烈之势狠狠砸落在了这头骸骨巨人的头顶。死！又是一声撼天动地的咆哮。这一头被遗忘的骸骨巨人也将许然视为了必杀目标。在永恒这款游戏中，无论是怪物还是 BOSS， 仇恨值都有优先级。显然，深入攻城怪物中央的许然是骸骨巨人最先接触到的敌人。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弓箭职业还是法系职业，攻击范围都还差了很远。这也就证实了一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许然将会成为被遗忘的骸骨巨人唯一的目标。换成其他玩家，面对这种局面，恐怕早就吓尿了。但许然却不惧反喜，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必须抢在骸骨之城彻底浮现在世间之前，将所有的传说及 BOSS 都斩杀殆尽。所以，他如法炮制。随着永恒气息的涌动，他那神秘的身影又一次消失在了 BOSS 的眼前。下一刻，许然成功吸引到了最后一头骸骨巨人的仇恨。至此，战场中的骸骨巨人动动动，随着大地的颤动，整整3头传说级的骸骨巨人全都带着无尽愤恨，朝着许然所在的方向移动。亲眼目睹这一幕，所有玩家的心中都不由得咯噔一下。他怎么一口气吸引了3头传说级 BOSS 的仇恨？天选老板这是膨胀了？或许这就是大佬的世界吧，是我永远都想象不到的画面。天宝别杀了，妈妈害怕。又是男妈妈，滚！先前他们还能知道许然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但是现在玩家们已经彻底晕了。他们都知道许然绝对拥有击杀同等级传说级 BOSS 的实力，但一次性直面3个传说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在思索了一瞬后，玩家们依旧选择继续击杀眼前的怪物，哪怕许然因此而挂掉，也还能再次复活。他们已经累了，不想再跟着瞎鸡巴操心了，只希望天选之人不要因为惨死而选择摆烂，否则自己的奖励上哪兑换去？正想着，遥远的云端之上传来了一声巨龙的嘶吼。这声音，玩家们似乎从未听过。无论是远古幽灵巨龙还是远古冰霜巨龙，带来的巨龙吼声都带有浓郁的震慑威压，而这一道巨龙嘶吼，则充满了暴虐和阴沉之意。甚至有不少玩家在听到了这一声巨龙嘶吼的瞬间，心中就莫名涌现出了一种烦躁感。很快，谜底揭晓了。随着无数云层涌动不休，一头浑身嵌满犹如黑琉璃一般铸成的巨龙鳞片，散发着浓郁到近乎实质化黑暗气息的恢宏身影，映入了玩家们的眼帘。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从一开始就有一头巅峰期的传说级巨龙藏匿在暗中，静静等待着时机，准备开启必杀的一击。一时间，许然直接成为了无数玩家眼中的焦点，甚至有不少人已经变成了星星眼。同时面对3头被遗忘的骸骨巨人，再加上一头疑似传说级品质的黑暗巨龙，天选之人的胆子是真特么的肥。第82章，完美无瑕下的腐朽。但很快，有不少观察仔细的玩家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等等，好像云端之上的 BOSS 并不是那头疑似传说级品质的巨龙。此话一出，大量玩家纷纷抬头向天空望去，然后立刻倒吸了一口凉气。嘿嘿，好像猜错了耶，我是不是眼花了？那头巨龙的脊背上怎么还有一个人影？我好像也看到了。在玩家们的窃窃私语声中，许然不为所动。他早就已经猜到了，那个神秘生物并不是这头巨龙这么简单。尽管这头传说级的黑暗巨龙和先前卡洛尔驾驭的那头炼狱古龙一样，都处于壮年巅峰期。想到这里，许然通过心灵沟通，将始终隐藏在空中的远古幽灵巨龙也召唤了过来。随着风声呼啸，化作一道半透明阴影的远古幽灵巨龙浮现在了许然身边。他的速度
远超同级巨龙，哪怕是那头壮年期的黑暗巨龙，也无法与之媲美。接下来，他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了远古幽灵巨龙那宽阔的脊背上，随后身影倏然消失在了原地。破风声，下方无数玩家的呼喊和厮杀声，以及头顶传来高亢的巨龙嘶吼声。这一刻，随着远古幽灵巨龙飞行的高度不断提升，这些声音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瞬间消失在了许然的耳畔。因为随着他和神秘生物的距离越来越近，一道熟悉到令他感到诧异的身影正端坐在黑暗巨龙的脊背上。卡洛尔！许然差点就呼喊了出来，这实在是太诡异了。他发现承袭黑暗巨龙的这个神秘生物竟然和卡洛尔长得一模一样，分明在先前的时候，这个神秘而强大的守墓者才刚刚将自己的灵魂燃烧殆尽。按照常理来说，一旦燃烧了灵魂，哪怕他是 NPC 或者 BOSS 都不可能再度复活于世间，除非卡洛尔的数量不止一个。想到这里，许然直接丢过去了一个探查术。很快，这个疑似卡洛尔的神秘生物属性面板一览无余。腐化的永恒唤醒者卡洛尔，传说，等级60，种族亡灵族，失落国度，类型传说级 BOSS， 生前曾被评为传奇 BOSS， 生命值140万140万，攻击力11852，物理防御力15297，魔法防御力16054，技能死亡亲和，诅咒之使，腐朽凋零之物，死亡祈祷之语，禁忌咒语。介绍：在岁月的侵蚀下，处于腐朽深渊中昔日的失落国度秩序守卫者，如今已然担起了一个神秘的职责，那就是重新开启无尽深渊这座埋葬在岁月长河中的坟墓。还真是卡洛尔。看到了 BOSS 的属性面板，许然眼中浮现出了一丝诧异之色。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传说级 BOSS 竟然也叫卡洛尔，但前缀却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个卡洛尔不再是守墓者，而是成为了唤醒者，而介绍也和之前略有不同。如今已然担起了一个神秘的职责，那就是重新开启无尽深渊这座埋葬在岁月长河中的坟墓。许然喃喃自语，重复了介绍中提到的关键句子。看到这里，他瞳孔为之一缩。开启无尽深渊，许然心中忽然有了一个猜测，或许无论是守墓者还是唤醒者，或许都不是真正的卡洛，这位昔日的失落国度秩序守卫者，或许还在那座暗无天日的无尽深渊中静静地仰望着天空原来的方向。许然清楚地记得，前世自己在查阅关于失落国度的一些资料时，曾经看到一个很荒谬的记载。当然了，与其说是记载，倒不如说是一个大胆的猜测。失落国度的消亡，这一过程看起来像是一场势力与势力之间的战争，主角是联起手来相互合作的光明和黑暗阵营，以及被围攻的永恒国度，但实际上是个大阵营背后神奇之间的博弈。最终，这场战争以永恒国度的彻底消亡而告终，来自永恒国度的未知神奇也因此被埋葬在了无尽深渊之中，或许永远都无法再重返世间。这个猜测在前世曾经上过一段时间的热搜，但绝大多数的玩家都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没办法，这太荒谬了，更何况在时间的无情冲刷下，记忆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但在许然这里却有所不同，因为前世留下这个猜测的 NPC 正是发布主线任务剧情的大魔导师威利斯特。没有任何的迟疑，许然直接挥动手中法杖，口中更是念诵起了晦涩难懂的咒语。他要趁着骸骨之城即将开启的机会，将这个卡洛尔斩杀在此，想要验证自己的猜测，这是唯一的方式。就在许然释放技能，准备和一众拥有恐怖实力的传说级 BOSS 厮杀的时候，无尽深渊中，一道白皙无瑕的身影触碰了一下布满裂纹的脸庞，无视从表面掉落的碎屑，他始终一脸平静地凝视着头顶暗淡的天空，似乎在那遥不可及的区域有无比重要的东西。唉，在无尽的死寂和昏暗中，这道身影的主人缓缓叹息了一声，他眼中充满了无尽的落寞，还有对活下去的厌倦。对他来说，失去生命的自己只剩下一根根腐烂发臭的骸骨，即便能维持表面上的完美无瑕，但骨子里却依旧在不断的腐朽。最后的结局无非是在漆黑死寂的无尽深渊中苟活下去，和那些骸骨一起腐烂发臭，直到消磨掉最后的理智，成为一堆腐朽的尘埃。如今恰好有个走出去的机会，哪怕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也死而无憾了。想到这里，他将视线放在了自己手中的一枚腐朽心脏上面。扑通扑通，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没因腐朽而干瘪的心脏正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苏醒过来，微弱的心跳在只剩下静谧的无尽深渊中显得是那么的刺耳。如果许然能看到这一幕，必然会惊愕万分。这个白皙无瑕的身影对他来说绝对已经到了无法再熟悉的地步，和外界正在厮杀的卡洛尔没有一分一毫的差别。当然了，唯一不同之处是他身上氤氲而出的恐怖气势。第83章，天选之人真是无能。不仅如此，在处于无尽深渊中的这道身影旁边，还有一片巍峨壮阔的恢宏骸骨。这些骸骨排列的格外有规律，远远望去，犹如一头沉睡中的巨龙，但其身躯却是由无数的骸骨完美拼凑而成。如果说体型达到数百米的远古幽灵巨龙对于无数玩家来说是一个庞然大物，那么这道由无数骸骨汇聚而成的巨龙就足以用遮蔽天际来形容。只不过在似乎永远都无法被驱散的黑暗中，和卡洛尔几乎一模一样的 NPC 似乎感受到了远处战场的动静，又像是被某种气息所牵制住了心神一样。他放下摩挲着身畔巨龙骸骨的手，抬头朝着头顶望去。在那漆黑一片中，一抹光隐约浮现而出，虽然微弱到了难以察觉的地步，但显得是那么的真实。与此同时，在永恒城战场之上，永恒气息弥漫在许然的周遭，天空中更是有无数道恢宏壮阔的神秘锁链浮现而出。轰隆隆，当秩序锁链向下落去，所有被锁定的攻城怪物都被贯穿在了地面之上，包括那3头骸骨巨人和卡洛尔。然而就在这时，还剩下50万左右的攻城怪物却逐渐浮现出躁动的气息，猩红的光芒似乎代表着永不停滞的杀戮。所有骸骨生物的身躯竟然全都迎风而长，须臾之间，所有攻城怪物无论是体型还是属性全都暴涨了一大截。正面与之碰撞的玩家瞬间压力倍增。卧槽，特么怎么这么猛？这群怪磕了西地内飞，几下就把我给送去复活了。实力增长的这么快，或许有可能是伐地内飞。靠，老子快撑不住了！你们还在讨论这玩意？加血啊！坏了，我挂了！几乎是一瞬间，战斗的局势立刻从之前玩家占据上风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怪物莫名的增强，给玩家们带来了沉重而惨痛的打击，犹如割麦子一样，大片大片的玩家全都化作一道道白光被送回了复活点。由于跑尸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正面与之对抗的战力瞬间跌落了一大截。这完全就是恶性循环。在接近50万名狂暴骸骨生物的攻击下，许然麾下的各大军团也逐渐出现了伤亡。没办法，敌人实在是太多了。虽然各大军团的品质都远超怪物，甚至有一大半都是史诗级品质的不朽和毁灭军团，但在足够多的数量面前，质量有时候也会显得苍白而无力。满打满算，许然麾下大军的数量也就只有10万左右，人数差异导致了其无法阻挡所有骸骨生物的脚步。渐渐的，随着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攻城怪物距离永恒城的城墙也越来越近了。轰轰！城墙之上高耸入云的防御塔纷纷发动了震天动地的嘶吼。提示：感受到来自敌人的压力，永恒城防御系统已提升至 120% 全力运行状态。届时，魔法技能以及防御屏障此刻全都以 120% 的高负荷状态在运行着。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而在战场中央，被秩序锁链狠狠贯穿在地上的卡洛尔面无表情地挥动着手中法杖，随着浓郁的昏暗气息氤氲而出。3头传说级 BOSS 骸骨巨人齐刷刷地扭头看向永恒城的方向。提示：传说级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对你的仇恨已消失，暂时将不会对你发起攻击。提示：传说级 BOSS 被遗忘的骸骨。一连3道公告响起，在没有任何人拉走仇恨的前提下，这几头骸骨巨人纷纷取消了对许然的追逐，他们犹如行尸走肉一般，不顾周遭的骸骨生物是否会被自己踩成碎片，径直朝着城墙的方向走去。目标已然变成了永恒城。麻蛋，天选之人真是无能，竟然连仇恨都拉不稳。这3头传说 BOSS 估计能硬扛着防御攻势把城墙给拆了，咋办？话说咱们也没人对这几个骸骨巨人输出啊，这仇恨转移的太反常了。我知道了，这是剧情杀，天选之人招惹到了不该惹的人，永恒城必须被除名。看到这令人心悸的一幕，无数玩家纷纷陷入到了一片躁动之中，分歧随之产生。有人在怒斥许然饭桶拉不住仇恨，有人冷静分析 OT 的原因，觉得不是他的锅。
有人在绝望地认为，玩家们的牌面永恒城应该是守不住了。当然，也有不少玩家依旧在不断地朝着城外战场跑去，被击杀、复活，然后赶回去，继续被击杀。这一部分玩家全都被打出了火气，他们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佩戴着天选佣兵团的徽章。经过先前的战斗，他们早就认可了许然这个甩手掌柜，即便他一直薅玩家羊毛来着，但这不代表他们不着急。几乎是一晃眼的功夫，佣兵团频道里就传来了无数哀嚎：“老大，我快撑不住了！呜，哥哥这 boss 伤害好高，我都挂了好几次了。俺也一样。咱们佣兵团还有妹子，来，我给你报销复活的金币。差不多得了。根据统计，咱们佣兵团男女比例是4:6，妹子比男的还要多。这些可都是老大的迷妹，你真要报销？老大的迷妹啊，那算了，快给我加血，完了我挂了。”佣兵团频道里的信息瞬间就累积到了上万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请示老大应该怎么办。但这些刷屏的信息却并没有影响到许然手中的动作，相反，他释放技能的速度愈发快速了起来。无数攻城怪物的狂暴，骸骨巨人的脱离仇恨，看上去一切都来得令人猝不及防。但只有许然看破了这一切，一切反常的源头都来自那道坐在黑暗巨龙脊背上的身影，只有他能看得到。在远处的天际出现了一道微不可视的裂痕，腐朽、死亡、无尽的黑暗，这些诡谲气息正从中不断涌出。而随着卡洛尔挥动法杖，这些气息涌出的速度骤然加快，所以才导致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所以，想要解决危局，必须从源头入手。第84章，被遗忘的领悟之时，火力全开。在狂风呼啸的1000米高空中，许然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但手中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歇。法杖不断挥动中，所有增益 buff 全都被他加持到了自己的身上，就连幸运眷顾也被他刷了出来。不仅如此，神器执掌光暗之影斗篷带来的特殊形态执掌光暗也此刻完成了激活，犹如光明神奇降临。这一刻，在昏暗无光、血腥遍布的战场之上，身披无尽辉耀与光芒的许然成为了所有人心中最夺目而璀璨的焦点。动手了！好家伙，现在才准备动手？爱谁让你是我的宝呢？给你个 buff 吃。天宝，下次别这样了，吓哭妈妈了。拿妈妈爬，姐姐，我有个增加生命值上限的高级增益技能，奶我一口，我给天宝加上。如果能成功结束这一战，俺也要加入天选佣兵团。如果说之前的战斗给无数玩家带来了无尽的惨痛回忆和绝望，那么此刻许然的动作就等同于为所有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虽然药效尚未生效，但所有人都暗暗攥住了拳头。即便无法看到遥远天际的神秘裂痕，以及逐渐蔓延至整片战场的诡谲气息，他们依旧隐隐猜到了异变的源头——卡洛尔。因此，他们全都对无数怪物发起了冲锋，并不是为了造成多少伤害，而是想要给许然叠加几个增益 buff， 1个、100个、1000个、10000个。几乎同时，在许然开始吟唱技能的那一刻，数万玩家拼命给许然加上了增益 buff。如果有人能在怪群中撑得住几秒，就能听到他们挂掉之前的喃喃自语：“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而就在这时，许然的技能也释放了出来。玩家们给的增益 buff 虽然无法左右战斗的局势，但确实也能提升一部分战斗力，总比没有的好。随着魔法气息的骤然爆发，一道道技能以恐怖的速度被许然甩了出来，然后劈头盖脸的砸在了卡洛尔那纤细的身躯之上。不过，在释放技能之前，许然就为卡洛尔施加了死亡印记。一旦这个传说级 BOSS 挂掉，他就有几率通过称号死亡噩梦的特殊效果，掌握到其拥有的一个技能。虽然几率很小，但谁也不知道幸运会在何时眷顾自己。轰！轰隆隆！在许然的全力爆发下，经过光之体态强化后的技能绽放出了最绚烂、最致命的光华。刹那间，卡洛尔和黑暗巨龙所处的位置尽数被各种汹涌澎湃的元素波动所笼罩。卡洛尔尚未来得及反应，他的身躯就淹没在了这片如同潮水般的技能里面，恐怖的伤害数值甚至都来不及浮现，他的血条就被直接清空。顶着灼热而耀眼的光芒，所有玩家都翘首以望。他们发现，那个给无数人带来沉重压力的传说级 BOSS 身躯好像再也支撑不住了。随着一声闷哼，他那苍白无瑕的皮肤犹如瓷器一般，正一寸寸的皲裂开来，其中蕴藏的浓郁死气瞬间涌了出来。提示：
你成功击杀了传说及 BOSS 腐化的永恒唤醒者卡洛。传说提示：触发万倍奖励，本次经验值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由于你的等级已达当前上限，暂时无法获得任何经验。当提示响起的那一刻，卡洛尔的身躯彻底粉碎，连同他承骑的那头黑暗巨龙一起化为无数碎片漫天飞舞。然而，令人感到愕然的是，这些碎片并非由骸骨组成，更像是一幕画面被许然硬生生的打碎，化为了漫天幻影，在空气中逐渐湮灭，然后消失，只留下了2抹散发着传说级品质的璀璨光泽。又是2件传说级的掉落，但许然却没有立刻将其拾取到背包里，而是在原地陷入了沉思之中。碎片，唤醒者。看到这里，许然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根据前世查阅的典籍，失落国度彻底被淹没于无尽深渊的那一刻，依旧还有无数生灵活着，在无尽深渊的侵蚀下，他们全都被腐化成了无数的骸骨生物，麻木、无知无觉，只剩下往昔的记忆支离破碎的残留在暗无天日的无尽深渊中，包括那个造就被遗忘的极寒之巅的未知神奇。或许他也在漫长的岁月中被侵蚀，成为了一具骸骨生物。许然心中隐隐有个猜测，卡洛尔他见过了2次，第一次叫做腐化的永恒守墓者卡洛尔，那个时候他浑身都已经变成了骸骨，肌肤已经被腐化成了一片惨白和破败。而这一次，他的名字变成了腐化的永恒唤醒者，看上去似乎被黑暗和死亡所笼罩，但其状态却并没有多少被腐化的痕迹，只有彻底失去的那一刻，在漫天消弭的碎片中才能看到被侵蚀的痕迹。也就是说，2个卡洛尔的状态并不一样，就像是处于不同的被侵蚀阶段。唤醒，许然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但直觉告诉他，或许他的猜测有极大的可能是真相。想到这里，从许久之前就处于沉寂状态的主线任务终于又一次传开了提示音。提示：由于你成功击杀了神秘生物，以及清楚了附近隐藏的情报探子，完美完成了本次的任务目标，获得了寒霜帝国军功点1500点。提示：主线任务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第3阶段已完成，由于本次评分为完美，破格，获得额外奖励被遗忘的领悟之石传说。提示：除特殊奖励外，其余奖励会系列任务完成后发放。随着提示响起，万倍奖励得特殊光泽也在此刻迸发而出。首先是对整个阵营和寒霜帝国的贡献，获得了1500军功点。而随着提示音的响起，奖励的质变也就此开启。提示：触发万倍奖励，本次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获得了寒霜帝国军功点1500万。第85章无尽深渊的线索，整整1500万点军功点顺利到账。尽管早有准备，许然依旧被这大手笔给震撼到了。先前他获得了2次军功点的奖励，分别是1000万和500万点，兑换军衔和激活军团，一共消耗了500万点。剩下的1000万点和这一次的1500万军功点加在一起，足足有2500万点。这在前世绝对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当然了，前世到了游戏后期，他一度拥有过上亿的军功点，但现在只是游戏前期，更何况是一次性获得了足足1500万点军功点。单凭购买力和起到的效果，两者甚至都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不过许然却并没有骄傲自满或者就此满足，因为他要谋划的事情并不局限于整个冰封城或者寒霜帝国区域，而是整个世界。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继续推进主线任务。毕竟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主线剧情资料片给的奖励才是真正的重量级。想到这，许然直接望向了任务面板。随着任务进程的推进，后续的任务内容也逐渐浮现而出，但和想象中的情况好像有点不一样。这并不是下一阶段的任务。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类型主线任务为1，难度未知，当前阶段寻觅真相，第4阶段未激活。内容由于你成功击杀了神秘生物，并且清剿了周遭的情报探子，而在他遗留下来的物品中似乎有关于骸骨之城的相关线索，接下来请找到线索并且击杀攻城怪物，才能开启下一阶段第4阶段的剧情。介绍：威利斯特从古龙巴萨尔的头颅中感受到了失落国度的气息，或许他们没有消亡在历史长河中，即将卷土重来。看到这里，许然忽然想起了第3阶段的任务目标。根据威利斯特的推断，击杀神秘生物后，或许这会让他有几率获得骸骨之城的线索。所以说，这个线索应该就藏匿在卡洛尔的尸体中。但尸体，许然猛地抬头，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向天际望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永恒唤醒者的卡洛身躯化作的无数碎片，似乎并不是向下方洒落的，而是朝着无尽深渊那条裂缝的方向不断涌去。这或许就是线索。顺着碎片飘荡的方向看去，许然瞳孔忽然为之一缩。那些碎片并不是没有规律的移动，反而在构建着一个极其特殊又具有韵律的轮廓，像是一扇门。门，许然喃喃自语，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不仅如此，地上那些被击杀的骸骨生物身躯也在逐渐化为灰烬。随着疾风呼啸，漫天灰烬扶摇而起，也在朝着无尽深渊虚影的方向翻涌移动。没错，就是一扇门。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无数碎片和灰烬竟然缓缓构建出了一扇巨门的轮廓。只不过距离其完全成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根据主线任务中提到的线索，想要开启下一阶段的剧情，他需要完成2件事。线索他已经找到了，剩下的就是将所有的攻城怪物都尽数击杀。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踏入骸骨之城的线索。意识到了这一点，许然又将视线落在了下方战场中央，作为怪物异变的源头。随着卡洛尔的死亡，按照规律，这些骸骨生物会立刻恢复之前的状态。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巨门轮廓逐渐清晰的时候，所有的骸骨生物竟然又一次获得了提升，它们的体型再次得到扩张，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威压和气息更是狂躁到了极点，就像是强行提升了一阶品质。它们对玩家造成的伤害足足攀升了一大截，双方的战损比开始以一种夸张速度飙升，就连实力强横的各大军团减员速度都比之前离谱了不少。一时间，玩家们尸骸遍野，复活点中一片人山人海，估计用不了多久，玩家们就会全线崩溃。提示：玩家中流击水使用复活点功能，你获得了1银币的收益。提示：玩家且听龙吟使用复活点，随着玩家们缴纳复活费用，万倍奖励正不断的生效着。提示：触发万倍奖励，本次奖励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你获得了奖励100金币。提示：你获得了。海量的金币一瞬间涌入了许然的账户，但他却并没有任何高兴的神色。玩家们挂掉的速度太快了，这样下去，谁来给他刷参与击杀数？看了一眼天际的无尽深渊，目前已经清晰到了极点，距离彻底凝实，或许只剩下一步之遥了。不能在最后关头错失良机。话虽如此，但许然依旧不慌，他心中已然有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先前他以完美破格的评分完成了主线任务的第3阶段，所以获得了特殊奖励。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一个技能领悟石，还是堪称绝世稀有的传说级领悟石。想到这里，他直接提取了任务奖励。提示：提取奖励被遗忘的领悟之石传说成功。随着提示的响起，天赋万倍奖励也随之发出璀璨的光芒。万倍增幅，成功触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奖励被遗忘的领悟之石史诗。提示音消失的同一时刻，一枚散发着柔和而神秘光泽的石块出现在了许然的手中。奖励到手，史诗级品质。没有迟疑，许然直接望向了这枚史诗级品质的道具——被遗忘的领悟之石史诗。类型：道具，一次性消耗类。品质：史诗。唯一效果：消耗该道具可从被遗忘系列技能中随机抽取一个宗师级技能，有几率获得宗师稀有级技能。这个道具的介绍很简单，但其中蕴含的信息却相当重要。可随机抽取一个宗师级技能，有几率获得宗师稀有技能，而且还是被遗忘系列技能。不出所料的话，被遗忘系列技能对应的正是失落国度曾经掌握的力量和法则。望着领悟之石上面篆刻的纹络，许然义无反顾地使用了这个道具。直觉告诉自己，如果先前的规律准确无误的话，有可能在抽取技能的时候，他还可以触发一次万倍奖励。第86章，卡洛尔果然大方。提示：是否消耗道具，从被遗忘系列技能中随机抽取一个宗师级技能。就是现在，许然毫不吝惜这个传说级品质的道具，直接开抽。随着一道璀璨的光芒浮现而出，抽取结果接踵而至。提示：抽取成功，你从被遗忘系列技能中随机抽取到了永恒之炭宗师。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技能奖励品质已从宗师级提升至禁咒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禁忌技能永恒湮灭的叹息禁咒。望着提示，
许然愣了一刹，永恒？尽管他早就有了预料，但没想到被遗忘系列的技能竟然真的和永恒有关系。要知道，他的职业正是永恒法师，而且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万倍奖励真的生效了。宗师级的永恒之叹，摇身一变，竟然成为了禁咒。永恒湮灭的叹息，禁咒。类型：技能。品质：禁咒。效果：通过对永恒法则的感悟，可唤醒足够的永恒气息，将其汇聚于法杖之中。通过一定时间的吟唱，可释放出永恒湮灭的叹息，对500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500%至5000魔法攻击伤害加成，并且附带湮灭效果。冷却时间6小时。注：技能伤害受自身对永恒法则的感悟以及蓄力时间长短而变化，最高可打出5000魔法攻击加成的伤害。注：蓄力期间每秒消耗自身魔法值 8%。介绍：一切自永恒起。乖乖，作为永恒系法师职业，许然自然知道永恒这2个字代表着什么。在永恒这款游戏中，一切诞生的源头都来自于秩序法则，这是起点，而万物终会消亡，代表终点的则是毁灭法则。然而，将毁灭和秩序融合在一切，代表整个过程和规律的便是永恒法则。因此，永恒是禁忌，同时又是一切的根源。永恒国度。缓缓念诵着这几个字，许然一双星眸逐渐亮了起来。他隐约像是猜到了什么。或许，当初永恒国度的消亡，与其说是光明和黑暗2大阵营为了打压新崛起的势力联手谋划的一切，倒不如说是忌惮。没错，许然心脏猛地一跳。光明代表的是秩序，而黑暗则象征着毁灭。正是以为永恒国度曾经领悟到了永恒这一法则，才会导致其遭到了2大阵营的合力围攻。也可以说，一旦试图掌握永恒法则，就要与全世界为敌。那这样看的话，我也挺悲壮的。作为选择永恒法师这个职业的玩家，许然不仅没有惧意，反而是一脸轻松的样子。当初永恒国度采取的方式是感悟永恒法则，还是不够激进，所以才会在没有成长起来之前被2大阵营围剿而亡。但许然却不同，他剑走偏锋。对于永恒法则，他选择的方式是掌控，必然会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所有生灵都要仰望的存在。如果他无法突破后来的针对以及围追堵截，从而顺利成长起来，那也没有必要继续掌控永恒法则了。想到这里，许然望向了战场。时间转瞬即逝，在这段时间里，玩家们的伤亡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值，而那些被2次强化并且陷入狂暴状态的攻城怪物正朝着永恒城扑去，距离已然不足100米。许然顺手一捞，将卡洛和那头黑暗巨龙爆出来的掉落尽数收入囊中。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死亡悲鸣之语传说。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巨龙之息精粹传说。悲鸣套和巨龙之息精粹。许然眼中难掩喜色。卡洛果然大方，没猜错的话，一旦万倍奖励生效，他将又多出一件史诗级品质的悲鸣套部位。同时，远古幽灵巨龙晋升品质需要的道具也有了着落。正想着，提示应如期而至。万倍奖励成功触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史诗级奖励巨龙之息精粹史诗。提示：你获得了史诗级套装部位死亡缭乱悲鸣之语手镯史诗。和前面有所不同，这一次爆出来的悲鸣套部位对应的是手镯，无论是属性还是装备技能都相当的强悍。死亡缭乱悲鸣之语手镯史诗。需求等级50级，需求职业无要求，品质史诗，类型首饰，部位手镯，力量加400，智力加400，暴击率正 30%， 装备耐久度永不磨损，史诗级装备特殊属性。装备技能悲鸣之语激活装备中蕴含的力量，可为自身带来迷失之语的加成，可使为自身恢复大量魔法值，开启瞬间可恢复 40% 魔法值，后续将每秒恢复 10% 的魔法值，持续时间6秒，冷却时间20分钟。不愧是史诗套装，许然刚刚学到手一个禁咒，恰好和这件手镯完美适配。永恒湮灭的叹息这个禁咒技能伤害并不是恒定的，而是根据蓄力时间以及自身对永恒法则的领悟逐渐提升。
最高能打出5000%的魔法攻击力加成的伤害，这倍率简直恐怖。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蓄力过程中每秒将消耗8%的魔法值，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缺乏魔法值恢复手段的话，想要将伤害打满，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有了这件装备，情况就有所不同了。400点的智力和力量加成，还有30%暴击率暂且不提，单单是装备技能带来的回蓝量，就有可能让这个禁咒技能达到蓄力上限，这绝对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提示。所以许然二话没说，直接装备上了这个史诗级手镯，同时他望向了战场。这时候几十万攻城骸骨怪物距离城墙只有几步之遥，永恒城的防御系统早就已经超负荷运转了。但出乎预料的是，玩家们竟然还没有放弃，仍然在不知疲惫地朝着怪物冲去。想来也是，复活只会掉落10%的经验值和支付1银币的费用，如果能抢到人头，那就是血赚。第87章，啥时候法师也会嘲讽技能了？提示：你的等级提升到了30级，已满足第2次转职条件。提示：由于你的等级已达当前上限，暂时无法获得任何经验。随着战斗愈发激烈，永恒城中汇聚了足足有100多万的玩家，尽管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挂了好几次，甚至有个狠人挂了足足32次，但击杀攻城怪物带来的经验值对他们来说依旧丰厚到令人难以相信。毕竟这可是约20多级杀怪，因此有不少玩家的等级都纷纷抵达了30级大关。职业2次进阶的试炼任务也早已出现在了他们的任务栏之中。原本许然猜测这一批玩家指定会撤离战场去完成他们的2转试炼，但却没想到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开永恒城区域范围，这着实让许然感动的不轻。毕竟虽然不是雪中送炭，但仅凭玩家们提供的复活收益，就让他获得了足足上亿枚金币。这种优质韭菜值得认可，但他并不知道事情真相。实际上玩家们早就憋疯了，面对2转任务，谁能忍得住不去转职？但一想到离开永恒城，先前的任务就会自动判定失败，并且那些永恒城专属积分也会直接消失，所以无数玩家强行忍住了跑路的冲动，继续和攻城怪物厮杀着。但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期待，如果有剧情杀，能够将这些怪物都给瞬间秒杀，如果能这样就好了。正想着，位于城墙之上的远程职业纷纷愣在了原地。等等，哪里来的法则波动？炽热的光芒好像让我睁不开眼睛了。卧槽，剧情杀！无数玩家纷纷愕然。放眼望去，足足有30-40万攻城怪物如同潮水一般涌在永恒城的城墙下方，乒乒乓乓。随着他们不知疲惫的攻击，这座恢宏巨城的城墙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痕迹。虽然看起来想要被摧毁还要一定的时间，但无论是谁都格外的心慌。但就在这一刻，暗淡的战场上方忽然有浓郁到极致的魔法元素在涌动不休，法则的气息更是从怪群中弥漫而出，几乎不用判断，有脑子的玩家都能分辨得清楚，这股法则气息在天选之人的身上曾经出现过。一时间，玩家们全都握紧了武器，眼中充满了希冀。天选之人，永恒城主，他要释放大招了，还真是让人泪目啊！得知玩家们即便面临2转也要继续奋战，许然心中格外感动。他举起手中法杖，口中开始念诵晦涩神秘的咒语。这场惨烈的攻城战斗也到了该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了。来自一切的本源，从万物之始到毁灭之际，凌驾于无数法则之上的永恒。伴随着咒语的念诵，涌动在周遭的永恒法则气息此刻竟然开始疯狂躁动了起来。以许然为中心，紊乱的魔法元素，各种法则气息全都开始疯狂的旋转起来，犹如一道遮天蔽日的漩涡，出现在战场的最中央。这一幕足以让全世界玩家为之震撼。卧槽，天总来真的！话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是啊，我还在搓火球术，他竟然开始释放这种毁天灭地的技能了。不懂就问，这是不是禁咒？妈的，老子是个战士，你问我，我问谁？在玩家窃窃私语中，许然通过对永恒法则的领悟，正在唤醒越来越多的永恒法则气息，并且将其不断汇聚在身畔。随着咒语的念诵，一股足以令无数生灵感到恐惧的气息悄然浮现。这是湮灭的气息。不过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许然并没有释放出这个威势可怕的禁咒，
而是依旧在吟唱着晦涩的咒语。他还在蓄力。根据禁咒永恒湮灭的叹息的介绍，技能所造成的伤害受自身对永恒法则的感悟以及蓄力时间长短的影响，最高可打出5000魔法攻击加成的伤害。如今，许然估计以当前的蓄力阶段以及他对永恒法则的领悟，这个禁咒一旦砸下去，应该能秒杀下方无数的骸骨生物。毕竟，在称号的无尽骸骨的恐惧作用下，下方的几十万骸骨生物都被消掉了所有防御，但他却迟迟没有动手。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在吟唱咒语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隐藏效果。蓄力不仅能提高禁咒的伤害，还能不断提升禁咒的规模和覆盖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他一直蓄力，不被敌人打断，或许有机会释放出一个足以覆盖整片战场的禁忌技能。就在许然吟唱技能的同一时刻，无数骸骨生物都纷纷抬起了狰狞的头颅，他们沾染腐朽血肉的眼眶中罕见地浮现出了复杂的神色。这在平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作为曾经永恒国度中的生灵，他们的灵魂深处依旧对永恒气息有一丝记忆。这也导致他们不仅没有逃避，反而像是受到了吸引一样，他们扭头朝着许然所在的位置看了过来，看上去竟然是欣喜若狂的样子。坏了，天选之人的禁咒最怕被打断了。玩家们纷纷暗道一声不妙，有人更是惊呼出声。他们发现，不仅是那数量可怖的攻城怪物锁定了天选之人，就连3头传说级 BOSS 骸骨巨人，此刻也都纷纷停下了进攻的步伐。一切都像是陷入到了绝对的静止状态。战场之中的所有敌人，此刻全都抬起头颅，目光死死地锁在许然的身上。下一刻，这些骸骨生物全都放弃了厚重的城墙，争相朝着禁咒的方向涌去，犹如飞蛾扑火一般。卧槽，有挂！这一幕直接看麻了无数的玩家，不少战士玩家纷纷一阵错愕。啥时候法师也会嘲讽技能了？还是说是禁咒带来的特殊效果？这种惊人的嘲讽效果竟然是从一个法系职业手里发出来的，对于无数战士职业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第88章特殊的击杀喊话。而目睹了下一幕的法师玩家们更是齐刷刷的流下了悲伤的泪水。禁咒好像要出现了，所有法系职业的玩家一颗心全都提了起来。这是开服以来第一次有人释放出禁咒，包括 NPC 在内，而这历史性的一幕竟然就在自己眼前上演，他们怎么能不激动？朝着战场望去，首先众人映入眼帘的是无数如同潮水般的怪物，其中还有3头体型恢宏的骸骨巨人，他们全都反常的朝着许然簇拥而去，好像并没有攻击意图，反而像是在期待着什么一样。而在他们的视线的尽头，是一道由永恒法则气息和无数魔法元素汇聚而成的漩涡，正缓缓盘旋在大半个战场的上方，恰好能将所有怪物都囊括其中。永恒降临，湮灭一切。随着最后一句咒语从许然口中缓缓念诵而出，蓄力也就此完成。提示：是否释放禁咒永恒湮灭的叹息？提示：根据当前对永恒法则的领悟以及蓄力时间，本次释放技能的伤害加成为魔法攻击力的2600%。2600%。望着提示，许然心中不免有些骇然。由于所有的骸骨生物和骸骨巨人都如同潮水般簇拥了过来，所以他没有再蓄力下去。但谁会想到，凭借他2转巅峰的永恒法则领悟，再加上这么久的蓄力时间，竟然才能发挥出这个禁咒的一半力量，足以证明禁咒级技能的可怕之处。足够了。许然没有任何的犹豫，他直接望向了停滞在下方战场的无数怪物，然后将这个禁咒级技能狠狠砸了下去。嗡！一声轰鸣声悄然响起，这一刻，似乎连空气都在为之战栗。所有的永恒法则气息携带无尽的魔法元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向下坠落，犹如天倾地覆。轰隆隆！当令人无法喘息的禁咒缓缓坠落的那一刻，时间仿若停滞了一般，所有玩家都在同一时刻闭上了双眼，血泪立刻从他们眼角滴落。提示音也在此刻响起。提示：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你陷入到了失明状态。提示：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你陷入到了战栗状态。提示：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你陷入到了恐惧状态。提示：受到未知力量的。几乎是瞬间，所有玩家的耳畔都响起了刷屏一般的提示音，一连数道提示争相涌现。最让他们感到操蛋的是失明状态。马德，老子瞎了！明明是友军，
特么怎么也能被闪瞎眼？嗨，我都动不了了。我好像要3分钟才能恢复视力。无数玩家嘴上说着，但心脏却砰砰直跳。在失明状态袭来的前一秒，他们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无尽的永恒气息犹如末日降临一般，将所有的骸骨生物都尽数囊括其中。然后，摧枯拉朽，强横犹如天地覆落的劲咒，直接将所有处于技能范围内的骸骨生物尽数囊括其中。这就是玩家看到的最后一幕，震撼到令他们此生难忘。但接下来更为恐怖，咔咔咔，几乎是一瞬间，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被禁咒命中的敌人全都化为了碎片，然后碾压为粉尘。恍然间，整个战场之中只剩下了3头骸骨巨人，还在原地不知所措。这一击，就算是传说级 BOSS 也要大残。提示：你击杀了紫金级攻城怪物失落骸骨禁卫。提示：你击杀了紫金级攻城怪物失落骸骨禁卫。提示：由于你的等级已达当前上限，暂时无法获得任何经验。提示：你击杀了紫金级攻城怪物失落骸骨禁卫。攻城怪物剩余的数量原本大概在35万左右，一个禁咒砸下去，没有任何一头骸骨生物能存活下去。这一刻，谁也没有体验过一次性出现35万条击杀喊话的遭遇。对此许然只想说，很烦。但烦归烦，怪物带来的收益却足以令无数人感到震撼。尤其是触发称号死亡噩梦特殊效果的提示音，更是让许然心情瞬间愉悦起来。提示：触发称号特殊效果死亡噩梦，你通过击杀目标学会了失落骸骨禁卫的技能重击挥斩终极。提示：触发称号特殊效果死亡噩梦，你通过击杀目标学会了失落骸骨禁卫的技能失落死亡誓约终极。根据先前的经验，许然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由于触发称号死亡噩梦的特殊效果完全看运气，所以在每次战斗的时候，他都会提前激活称号效果。这一次没有遗憾，击杀如此数量的大军，他怎么可能错失掠夺技能的机会呢？一连2个技能出现在了系统提示中，而万倍奖励也在此刻做好了准备。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终极技能提升至宗师级技能。提示：你获得了技能重疾风暴斩宗师。提示：你获得了技能失落凋亡之势宗师。奖励成功到账。一连2个宗师级技能让许然大呼血赚。他原本以为这2个技能中的重疾风暴斩是物理系职业专属技能，身为法系压根发挥不出效果，强行使用恐怕只有一个结果，刮痧。但他没想到，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个技能竟然也被调整到了几乎完美适配自身的程度。重疾风暴斩宗师。类型：技能。品质：宗师级。效果：挥动手中法杖，汇聚周遭魔法元素，可构建出一柄蕴含随机属性的魔法重戟，不断挥斩之间可以普通攻击的形式对敌人造成高额伤害，200%魔法攻击力加成，以及额外的元素属性效果，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20分钟。注：重戟挥斩期间造成的额外效果将受元素属性影响。介绍：原本为失落骸骨禁卫得专属技能，在神秘力量的改造下，将会完美适配于拥有者。第89章，想在新手村过一辈子。看到这个技能，许然只想说，还有这种操作？他好像又挖掘出来了一个万倍奖励的隐藏效果。这是一个近战技能，但造成的伤害会受他自身的魔法攻击力影响。不仅如此，随机元素属性更是会让这个技能的趣味性和上限大幅度提升。比如火元素或许会带来灼烧效果，死亡元素会带来剥夺生机的特殊效果，而像是冰元素还会打出冰冻效果。许然甚至隐隐有种猜测，如果能将技能组合起来，是否能打出元素反应，比如蒸发、冻结、感电和融化等等。但这只是一个猜想，毕竟这个技能本身就已经相当强悍了，或许只有等到实战的时候才能继续挖掘其隐藏的潜力了。抱着浓郁的兴趣，许然又将视线落在了另一个技能上面。没猜错的话，失落死亡誓约虽然是个终极技能，但却是失落骸骨禁卫的核心技能。尽管这也是物理系技能，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或许将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失落凋亡之势宗师。类型：技能。品质：宗师级。效果：通过短暂的吟唱，可引导周遭的死亡气息构建出一个强大的守护屏障，覆盖范围为100米，期间一共可阻挡自身生命值500%的伤害，持续时间3分钟，冷却时间15分钟。注：守护屏障持续期间
被囊括其中的生物将无法离开该屏障，包括友方单位。介绍：原本为失落骸骨禁卫得专属核心技能，在神秘力量的改造下，将会完美适配于拥有者。这个技能也是重量级。护盾屏障，一想到这，许然就不由得唏嘘不已。在永恒这款游戏中，有一些类型的技能相当稀有，护盾屏障便是其中之一。他记得前世有一个玩家获得了一个伤害吸收量为自身生命值 20% 的护盾屏障，就足以用来越阶砍 BOSS 了。当时还引起了一场轰动。原因很简单，护盾屏障类技能有一个特别之处，无论敌人造成的伤害有多高，哪怕超出了伤害吸收量无数倍，也只能一击打碎护盾屏障。想要击杀其中的玩家，还需要再发动一次攻击。这个规则甚至适用于神明。前世那名获得护盾屏障类技能的玩家，正是凭借 20% 生命值加成的护盾，硬抗了来自神奇的一击。当然了，下一次攻击他就嘎了，但对许然来说，这绝对具有战略意义。毕竟他可不会站着挨打，以他的实力，在这段时间内足以发起一场致命的轰击了。很好，望着这两个技能，许然格外欣慰，这绝对没有辜负他一直坚持给敌人叠加死亡印记的辛苦，回馈可谓是相当丰厚了。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个的时候。抬头向头顶望去，这个时候，随着所有攻城怪物的死亡，所有的骸骨碎片全都化作漫天灰烬朝着天空涌去。远远望着，那座神秘的巨门距离成型只差一步之遥。想到这，许然将目光转向了战场中的3头传说级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在经受了禁咒的毁灭式打击后，骸骨巨人即便血量厚到令人绝望，但此时也只剩下了一丝血，看上去只需要补上一刀就能将其击杀。届时不仅能有几率获得史诗级悲鸣套部位，还会将那座神秘巨门彻底构建完整，从而打通前往无尽深渊的路途。所以他没有迟疑，随着法杖散发出夺目而璀璨的光芒，许然的技能又一次被引导了出来。就在此刻，随着时间的推移，玩家们逐渐从失明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就在他们刚刚看清楚战场中的情景时，全都感到后背一阵发凉，冷汗更是噌的一声淌了下来。诡异、惊悚，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整个辽阔的战场中，所有骸骨生物全都消失在了原地，只剩下了3头传说级 BOSS 以及那铺满一地令人神晕目眩的装备和金币。这一幕谁都没有见过，顿时所有参与此战的玩家都目瞪口呆，望着地上那璀璨的掉落，他们不由得吞了一口唾沫。这得是多少装备？别说是1%了，就是1/1000都足以让自己的身家暴涨到一个可怕的地步。不少势力更是感觉脑子嗡嗡的，自己这边为了凑装备，连 DKP 奖励都只是白银和黄金级装备，而如今这满地的掉落，保底都是紫金极品汇。霎然间，贪欲就像是恶魔，逐渐从每个人心中悄然浮现。他们压根无法想象，这一笔巨大的财富如果落在许然的手中，会掀起多大的涟漪，或许会让这个实力恐怖又拥有一座巨城的玩家拥有改变整个世界的力量。想到这一点，不少势力高层的一颗心全都沉到了最低谷。但无论是谁，此刻都保持着沉默，他们不敢去招惹许然，更不敢想着去争夺这些掉落。他们都清楚一点，虽然只要能抢到一部分，就足以将自身势力变成一个庞然大物。不过他们虽然是赌狗，却绝不是傻狗，只有脑子有坑的玩家才会想着去抢夺装备。为了势力长远发展，他们不仅不能抢夺，甚至还要替许然守住这些掉落。到时候即便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去购买，那也是无比值得的一件事。因此所有势力都保持着沉默，但散人玩家却不会有这么多的顾虑。那些装备咱们怎么分？说话的玩家叫做程路遥到外婆桥，他望着满地的掉落，忍不住开了口。霎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齐刷刷落在了他的身上，看得他不免有些发虚。你抢一下试试？没看到禁咒？还是说你想在新手村过一辈子？不少玩家纷纷出声呵斥，导致不少有歪心思的散人玩家心中的贪念瞬间烟消云散。这掉落自己不能拿，否则将付出自己承受不起的代价。正想着，战场中央仅存的3道恢宏巨大的骸骨巨人再也支撑不住自己那沉重的身躯，轰的一声，这3头传说级 BOSS 彻底倒在了地上。除了一地的骸骨碎片在到处迸溅和滚落之外，整个永恒城只剩下了一片寂然。第90章主线任务第4阶段，
提示：你成功击杀了传说级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传说。提示：你成功击杀了传说级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传说。提示：你成功击杀了传说级 BOSS 被遗忘的骸骨巨人。传说。提示：触发万倍奖励，本次经验值已获得万倍增幅。提示：由于你的等级已达当前上限，暂时无法获得任何经验。一连数道提示响起，象征着3头骸骨巨人全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他们倒下的那一刻，所有散落在地上的尸骸碎片全都在不断的燃烧中化作漫天灰烬，朝着天际涌去，像是汹涌澎湃的灰烬长河。骸骨生物，传说级 BOSS， 来自无尽深渊失落国度，所有被击杀的攻城怪物全都逐渐消失在了这个世间。许然不知道他们化为的灰烬究竟最后会有什么结局，但他却明白一点，随着恢宏而神秘的巨门不断趋于完整，其中散发出的一股气息让他有种格外熟悉的感觉。永恒。许然心中有些震撼，或许他猜测的一切都是真的。曾经永恒国度的覆灭，或许真的是因为接触了永恒这一法则，而恰好自己是掌控永恒法则的永恒法师，所以才会导致主线任务进行得如此顺利。望着头顶的震撼一幕，许然不动声色，木已成舟。骸骨之城早晚都会对自己开放，再加上这个被流放到历史长河中的失落国度，只有自己才能感知到，所以也压根不需要担心有玩家会来抢占先机。因为来自主线任务的系统提示已经在他耳畔响了起来。提示：由于你成功击杀了所有攻城生物，并且成功激活了无尽深渊之门，主线任务第4阶段前置已完成。提示：主线任务内容已更新，请及时查看。在提示音不断响起的时候，许然一边让远古幽灵巨龙缓缓下落，准备拾取地上的传说级品质掉落，一边望向了任务：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类型：主线任务为1，难度未知，当前阶段寻觅真相，第4阶段。内容：由于你成功击杀了神秘生物，并且清剿了周遭的情报探子，而在他遗留下来的物品中似乎有关于骸骨之城的相关线索。在你彻底剿灭攻城大军的同时，无尽深渊大门已成功开启。接下来你需要完成以下目标。任务目标1：请在无尽深渊大门开启的时候前往无尽深渊，锁定其中失落国度，又名被遗忘的永恒国度具体方位，并且找到踏入其中的方法。任务目标2：通过你对卡洛尔提供的线索中得知，似乎失落国度藏有本次异变的根源，请前往骸骨之城进行探查。注：该阶段有不同的任务目标，完成数量越多，奖励也会越丰厚，对于后续剧情的也会有不同的影响。介绍：威利斯特从古龙巴萨尔的头颅中感受到了失落国度的气息，或许他们没有消亡，在历史长河中即将卷土重来。果然如此，许然发现自己的猜测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接下来他只需要等到无尽深渊大门彻底开启，然后踏入其中，确定失落国度具体方位的同时，还要前往其中的骸骨之城探查一番。想到这里，许然的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阵警惕。这一切虽然对于其他玩家来说绝对是做梦都无法完成的事情，但在他的努力下，主线任务的推进似乎有点过于顺利了。曾经无人抵达过的失落国度和骸骨之城马上就要掀开其神秘的面纱了，这让他有些忐忑。毕竟谁也不知道其中隐藏着什么，即便是许然自己也能从前世的典籍中获得支离破碎的信息。不过有一点是准确无误的，在这座神秘的骸骨之城里，至少有一个往昔的神器，不知道它是否存活，所以一切都要谨慎一些。作为整个永恒世界巅峰生物，神奇绝对能给所有人带来无尽恐惧，所以不得不防。一边想着，许然望向了脚下，在他查看任务内容的时候，远古幽灵巨龙已经稳稳落在了地面上，眼前是铺满一地的璀璨掉落，其中一共有4道散发着传说级独有光泽的物品，正等待着许然的拾取。没有迟疑，许然逐一将其拾取到了手中。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死亡悲鸣护肩传说。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技能封印石虚空之刺传说。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悼念者之刃传说。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死亡悲鸣护腿传说。一共4件传说级掉落，其名字和类型一览无余，其中有2件是悲鸣套装的部位，算是相当不错了。至于悼念者之刃，是一个传说级的战士武器，对许然来说唯一的作用是作为永恒城专属积分兑换的奖品，算是一个大饼，可以吸引无数玩家为自己打工。而剩下的技能封印石
则要珍贵多了。这是一个道具，属于一次性消耗品，其中封印了某位强者留下的技能，一旦释放将等同于其亲自降临，往往都属于相当珍贵的道具了。但这些都还只是开始，万倍奖励早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奖励死亡缭乱、悲鸣护肩、史诗。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技能封印时虚无裂缝、史诗。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悼念者的哀嚎之刃、史诗。提示：你获得了奖励死亡缭乱、悲鸣护腿、史诗。一共4件装备，在永恒唯一天赋万倍奖励的作用下，瞬间被提升到了传说级品质。算上之前的死亡缭乱、悲鸣法袍，加上对应的护肩和护腿部位，许然已然集齐了7件套，只剩3件，他就可以将悲鸣10件套全部集齐了。虽然目前攻城战斗已然结束，战场中再无传说级 BOSS 了，但许然一直有种预感，一旦他踏入骸骨之城，或许能将剩下的悲鸣套装部位全部集齐。第91章，一半昏暗一半辉光。想到这里，许然将目光落在了这2件悲鸣套装部位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护肩，死亡缭乱、悲鸣护肩、史诗。需求等级50级，需求职业法系，品质史诗，类型防具，部位手部，生命值加15000，物理防御力加815，魔法防御力加786，暴击率正 50%， 装备耐久度永不磨损。装备技能悲鸣之吼将无尽悲鸣之意汇聚于身躯周遭，随着短暂的蓄力过程，可爆发出震慑周遭200米范围的悲鸣之吼，被命中的敌人都将遭受高额伤害， 450% 魔法攻击力加成。装备技能冷却时间10分钟。注：被悲鸣之吼命中的敌人将会陷入眩晕状态，持续时间10秒，并且短时间内无法听到一切声响，持续时间30秒。介绍：伴随着被遗忘的岁月，唯有无尽悲戚流传于世。护肩部位对应的主属性加成，最极品的就是暴击率或者爆伤。目前许然还没有获得过爆伤护肩，毕竟这种类型的装备到了游戏后期才会出现，所以暴击率为主属性的死亡缭乱、悲鸣护肩、史诗是目前最极品的护肩部位，没有之一。更何况这件装备的技能和其他部位有所不同，还是一个主动伤害类型的技能，不仅能打出不俗的伤害，还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控制效果，相当极品。许然直接穿戴。随后系统提示应如期而至。提示：触发史诗级套装4件套效果，你获得了 40% 冷却缩减加成。这 40% 的冷却缩减刚一生效，许然发现自己的冷却缩减已经快要满了。像是很多冷却时间短的技能几乎都可以实现短时间内快速释放的效果了，但像是动辄10个小时的那种技能以及装备技能还是需要等待一会的，但他已经知足了。想到这，许然又望向了另一件悲鸣套装部位，护腿，死亡缭乱、悲鸣护腿，史诗。需求等级50级，需求职业法系，品质史诗，类型防具，部位手部，生命值加15000，物理防御力加758，魔法防御力加741，魔法值恢复速度正 50%， 装备耐久度永不磨损。装备技能悲鸣之玉将无尽悲鸣之意汇聚于身躯周遭，可短时间内提升自身的防御值 50%， 并且免疫受到的流血、剥夺生机、中毒等负面持续扣血状态，持续时间5分钟。装备技能冷却时间30分钟。注：当悲鸣之玉生效的时候，有5秒的霸体时间，可无视绝大多数的控制效果。介绍：伴随着被遗忘的岁月，唯有无尽悲戚流传于世。和护肩部位有所不同，在永恒中，护腿的主属性如果是回蓝速度，那就证明这是一件极品装备。当然了，如果是回血的话也是不错的，但对于法师来说，蓝条有时候比血条更有价值。很快许然就将这件装备穿戴在了身上，然后又翻出来之前毁灭战争巨兽戈多传说所提供的掉落死亡缭乱悲鸣法袍史诗。这件装备的属性加成是2万点生命值上限加成，以及大概1000左右的双防加成。主属性的话是稀有的反伤 60%， 堪称极品中的极品。这件装备先前在击杀戈多的时候，他并没有仔细浏览，就匆匆装备在了身上。现在一看，
在史诗级品质的装备中也算是佼佼者了。很好，许然这时发现，只要再获得一件悲鸣套其他部位的装备，自己就能解锁8件套特殊效果了。到时候，他的实力将会获得一个恐怖的提升。所以，骸骨之城他去定了。又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他发现那座恢宏神秘的无尽深渊之门已经彻底构建完成了，此时好似正在激活开启中。趁着这个时间，许然又望向了其他的掉落。技能封印石，虚无裂缝，史诗类型，道具，一次性消耗类，使用需求无，品质史诗级，道具效果，消耗道具可激活道具中封印的技能虚无裂缝，可发挥出其中蕴含的空间魔法气息，通过对空间的改造，可制造出虚无裂缝，对敌人造成恐怖的伤害，50万点伤害，并且有几率造成残废效果，无法恢复。注：使用该道具需要消耗至少1万点魔法值。介绍：虚空大魔导师阿利亚曾经封印的一个技能，威势堪比禁咒，无论是破坏力还是伤害，都将给敌人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当然，前提是对方还活着。空间技能，许然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在永恒中，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法则，都是绝大多数人，包括传奇生物都无法掌握的力量。而一旦拥有，必然会获得睥睨一切的可能。前世这个叫阿利亚的 NPC 在整个世界都赫赫有名，他凭借对空间魔法的掌握，可随意创造魔法传送阵，并且可利用空间裂缝瞬杀敌人。用玩家的话来说，就是帅到无需解释。对于许然来说，空间魔法也同样珍贵，就像是之前他领悟到的永恒跃迁一样。作为凌驾无数法则之上的永恒法则，其中就蕴含着空间法则和时间法则的相关力量，效果相当强悍。所以这枚一次性道具绝对是无价之宝。正想着，城墙之上忽然传来了阵阵惊呼，区域频道中更是传来了玩家一片刷屏。兄弟们，快看头顶，好像有点不对劲啊！咋回事？我瞅瞅。卧槽，天怎么出现了个窟窿？天降不祥，必有灾祸。妹子玩家快加我好友，我给你消灾避祸。话说，这莫不是天选老板搞出来的大场面？顺着玩家的视线望去，许然瞳孔骤然一缩，和其他玩家只看到一个窟窿不一样，许然能看到其中的无尽深渊以及其中沉浮的失落国度。他发现，在巍峨高耸的永恒城上方，那扇神秘而恢宏的巨门正缓缓开启着。随着这一过程，无尽的黑暗和死寂正从中弥漫出，阴阳割昏晓，一时间竟然形成了一道以许然为中心的分界线，一半昏暗一半辉光的震撼奇景。第92章优先探索权。看到这里，所有的玩家，包括属于许然麾下的各大军团，全都不约而同地愣在原地。他们虽然看不到这神秘恢宏的一幕，但许然的身影却格外的清晰。随着无尽辉光和昏暗洒落长空，一道虚幻的阶梯出现在了许然的面前。一步踏出，许然的左脚缓缓落在了这道天梯之上。虽然这一切看起来无比虚幻，但对许然来说，却和实质阶梯没有半分不同。他明白，这是无尽深渊之门的指引和呼唤，想要承载着他的脚步，一步步朝着那个被掩埋于岁月长河的永恒国度走去，直到彻底推开那扇被尘封了许久的无尽深渊之门。就这样，许然踏着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天梯，如同凌空虚度一般，朝着天际不断走去。单单是这一幕，对于目前阶段的玩家来说，都如此震撼。如果他们能亲眼目睹这一切，心中的波动，许然都难以想象。卧槽，月步，这到底是什么技能？还是装备？我猜测，这很有可能是主线任务剧情的特殊效果。笑死，主线任务还没完成，就有剧情了。一时间，不少玩家纷纷出言吐槽，这种反常情况像极了以前的游戏剧情 CG， 这让他们不得不怀疑，天选之人恐怕已经进入了游戏剧情之中。尽管如此，依旧有不少玩家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许然的实力毋庸置疑，但主线任务剧情还是算了吧，毕竟谁的主线任务剧情会简陋到让所有玩家都看不到？但由于攻城战斗刚刚结束，这场战斗的任务和奖励都在结算之中，所以玩家们索性闲着没事，开始尝试着验证天选之人是否进入了游戏剧情。咋办？兄弟们验证一下，我先来。天选之人，你就是个 G 吧，被我带到头套给你薅掉。正讨论着，忽然整个区域频道都陷入到了一阵寂静之中，所有玩家此刻都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此时，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好家伙，自己只是说说而已，怎么有人当真了？直接现场表演一波怒骂天选之人。不过话虽如此，他们心中却好奇的要死，天选之人到底有没有触发任务剧情？如果触发的话，作为永恒城守卫战的一份子，自己是否也能有份？还是说，这反常的一幕关系着接下来的自己任务奖励发放？想到这里，不少玩家兴奋了起来。他们一改常态，竟然全都希望天选之人成功触发主线剧情。毕竟，当关乎到自己利益的时候，无论是谁都无法拒绝更多的奖励。就在玩家们翘首以望的时候，许然已然接近了那座散发着神秘气息的无尽深渊之门。在只有他才能看得到的视野中，恢宏而繁奥的铭文正从这座巨门的表面被逐一点亮。提示：当前已满足开启无尽深渊之门的条件，是否开启？当提示响起的一瞬间，许然就伸出了手掌，随着他轻轻一推，这道足足有几十米高的巨门竟然被轻松地推开了一条裂缝。刹那间，来自无尽深渊中吹来的腐朽和凋亡气息尽数喷涌而出，化作遮天蔽日的阴影，将许然的身影彻底淹没。与此同时，所有玩家的耳畔全都响起了世界公告的声音，而且并不止一道。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功开启特殊区域无尽深渊，获得特殊称号深渊之启暗金。世界公告：天选之人作为首名开启该区域的玩家，他将获得无尽深渊的优先探索权，在未来的24小时内，无尽深渊将成为他的私人专属区域，期间若是成功完成探索，该区域将永久只对其开放，反之则成为公开区域。两道世界公告各自都刷屏了3次，给全华夏区的玩家都带来了一场难以想象的冲击。刹那间，所有玩家都呆滞在了原地，而整个永恒城区域范围里也只剩下了一片寂静，只有世界频道里的消息还在不断的刷屏，无数人都在疯狂的询问，这究竟发生了什么？24小时的优先探索权，期间若探索成功，无尽深渊将永久对天选之人开放，成为他的专属区域。先前许然释放禁咒的场景似乎还在他们的眼前浮现着，这就意味着只要他足够给力，玩家们甚至连喝汤的机会都没有，简直令人绝望。经此一战，玩家们早已认可了许然的强横实力，他们一致认为许然完成这个主线剧情几乎是手拿把攥的事情，更有甚者，早已开始下注赌许然究竟能提前几个小时完成对这片区域的探索。但他们却并不知道，此时许然的心情格外的复杂。随着他一步踏出，周遭的一切瞬间变换了模样，从之前烽烟尚存的永恒城战场变成了压抑到令人窒息的昏暗。提示：你发现了区域无尽深渊。许然刚一出现，这片沉寂了无数载岁月的深渊立刻传来了一阵颤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尽深渊传来的异常动静愈发的剧烈了起来。刹那间，无尽的腐朽和死寂气息从周遭暗处纷纷浮现而出，化作星光点点，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朝着一个方向席卷而去。方向真是许然的正前方。顺着腐朽和死寂气息的方向望去，一个如梦一般迷幻又危险的气泡就浮沉在这座深渊之中，其中涌现出的气息让他感到熟悉到了极点。永恒，许然喃喃自语，心中更是一阵惊骇。随着他视线的落下，这个气泡中浮现出了一片倒影，一切都像是骤然变大了一般，层层叠叠的倒影瞬间清晰。其中，一座如同巍峨山巅一般的骸骨之山正孤寂地矗立着，同样孤寂的，还有一道近乎透明却美到让人窒息的身影，似乎像是察觉到了许然的目光。他缓缓睁开了眼眸，和许然见到了所有 NPC 甚至所有生物都不一样，这个身影的瞳孔中宛若倒映着浩瀚星河。恰好此时他和许然四目相对。第93章如何锁定的方法。看到这张近乎完美的脸庞，许然心中掀起了无尽的波澜。太熟悉了，这一幕对于许然来说简直就像是不久前刚刚见到的一样。守墓者卡洛，唤醒者卡洛，这个浑身充满神秘气息的卡洛又是什么身份？许然不明白，尽管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太有冲击力了。如果换成其他玩家，恐怕要么被这灵异景象当场吓尿，要么就会陷入到无尽的怀疑人生之中。卡洛尔，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包括许然在内都百思不得其解。
但和其他人不同，许然看上去相当镇定。不仅如此，他还仔细观察了一遍疑似卡洛尔的这道身影，想要发现和挖掘更多的线索。但没想到，虚幻的泡影只支撑了一瞬间，随着啪嗒一声响起，一切都归于死寂和虚无，似乎永远都望不到尽头的深渊中，只剩下了远处还在缓缓流动的泡影和浪花。提示：你发现了无尽深渊。提示：由于你所处的范围属于无尽深渊的最边缘处，是否通过消耗永恒印记达到跨区域无尽深渊内的移动？提示：永恒印记可通过无尽深渊内收集，或者是完成委托来获取。提示：你当前拥有的永恒印记数量为31764枚。一连串的提示让此刻的许然有些懵逼，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传闻中的无尽深渊竟然真的是一条犹如时间铸就而成的岁月长河，其中的无数浪花都代表着每一分每一秒不断流逝的时间，倒映在其中的光影则是那一刻所发生的故事，而像是许然之前看到的那些梦幻般的泡影，这些并非是某一刻的场面，而是代表着停滞在那段时间内的世界，就像是从泡影出现再到悄然破碎，都代表着某一刻的世界。一枚一枚，这数量难以统计的无数浪花和泡影，在不断的汹涌流动中，构成了这座横跨亘古的历史长河。想到这里，许然的目光落向了另一边，在那里，一个似乎刚刚才诞生的泡影浮现在了许然的眼前。不假思索，许然立刻猜到了泡影中的景象，应该是永恒城此刻或者前一秒发生的事情。想到这里，许然心中倒是真的生出了几分兴趣，他很想看看自己踏入无尽深渊中的这段时间里，正在永恒城等待战争结算的玩家们在干嘛，而这座恢宏而辽阔的巨城此刻又是什么样的状态。怀着疑惑，许然将目光落在了这个如梦如幻的泡影表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道厚重而散发着骇人气势的城墙。永恒城这座雄伟巨城，在经历了先前那场堪称史诗级一般的攻城战斗后，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攻击。换成其他的主城，比如冰封城，说不定已经有城墙一角被击溃了。一旦这样，惨烈的巷战将会一触即发。但永恒城却有所不同，它不是主城，但在史诗级模板蓝图的建造下，除了疆域范围少了一些，其他的都不比其他主城弱，甚至更强。因此，即便遭到了百万攻城怪物的冲击，永恒城城墙的表面伤痕累累，但却没有出现像是城墙倒塌一角这种灾难级的损伤。但这不是重点，在许然踏入无尽深渊的这段时间内，那些受到攻击的防御工事全都开始了不同速度下的自主修复。不仅如此，在招募到的史诗级 NPC 的率领和特殊统御能力下，那些各大军团战死的空缺全都其从新兵营中招募出来的新兵顶替完成。虽然战斗力逊色很多，但足以碾压不少玩家的属性面板了。尤其是在对方尚未二转的前提下，许然相信，假以时日，这些被招募出来的新兵必然会随之成长起来，直到成为无数敌人心中的梦魇。不过，许然发现，随着2个卡洛尔的死亡，再加上刚刚出现的那个疑似卡洛尔的身影，导致许然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如果说守墓者象征着一切都归于凋亡和寂灭，那么先前守墓者形态的卡洛尔恰好满足这个条件。腐朽、死亡正在朝着骸骨转化的身躯，都在证明着一个事实：这个守墓者卡洛尔似乎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要么成为一具行尸走肉的骸骨生物，要么就将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而像是幻行者卡洛尔则有所不同，他的皮肤虽然暗无血色，甚至白皙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但无论是自身维持的状态，还是心中对余生的渴望，两者似乎都不在一个层次上。换句话说，那就是这个幻行者卡洛尔拥有着令人羡慕欲狂的鲜活生机。但是随着这2个卡洛尔的彻底消亡，这一次出现的他似乎又有所不同了。这个卡洛尔的状态看上去既没有前者稳重，又没有后者活泼，就像是正处于中间状态一样，又或者正在进行着事件状态。总而言之，就像是更真实或者更符合逻辑一样。而随着先前2个卡洛尔的死亡，失落国度或者说是骸骨之城中，高端战斗力也只剩下了眼前这道身影。许然估计，或许很有一种可能，在接下来的主线任务之中，他要调查的一切情况，有很大的可能和这一道身影有莫大的关系。所以他心中已然生出了一个缜密的计划。接下来继续寻找关于卡洛尔的信息和往昔片段，
从而找出来关于失落国度的相关信息。毕竟，只有探查到了失落国度的具体方位，才能推进下一阶段的主线任务。否则，单单是解锁了骸骨之城的方位，恐怕也是不行。正想着，许然忽然愣在原地。骸骨之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一双紧锁的眉头骤然舒展开来。出人预料的事情出现了，他好像意识到了如何在无数泡影和浪花之中顺利找到并且锁定失落国度目前方位的方法。第94章，破万的永恒印记。在主线任务中，关于下一阶段一共有2个目标，其中任务目标1需要让他在无尽深渊大门开启的时候前往无尽深渊，锁定其中失落国度又名被遗忘的永恒国度具体方位之后，他还需要找到踏入其中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向下完成任务目标2。根据他对卡洛尔提供的相关线索中得知，似乎在失落国度中藏匿着关于本次异变的失落国度根源。同样的，这2个目标万变不离其宗，随便拎一个出来，都不难看出其表现出来的意图，那就是找到曾经失落在无尽岁月中的永恒国度，开启一场神秘而未知的探查。毕竟，这个阶段有着2个不同的任务目标，完成的越多以及完成度越完美，他能获得的奖励也会越丰厚，甚至对于后续的主线剧情资料片也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先前的主线任务，他还有麾下的各大军团以及玩家可以作伴，但如今他估计应该到了自己独自行动的时候了，否则也不会需要消耗一定的永恒印记来试图在岁月长河中搜寻到失落国度的具体位置。永恒印记，许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眼眸骤然一亮，他的心脏更是突突直跳。如果没猜错的话，自己好像一个不小心悄悄走了大运。印记，在永恒这款游戏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印记、徽记、标记等等，其中徽记就像是许然一手创建的天选佣兵团的徽章一样，属于一种身份的象征。当然了，只有凭借徽记才能利用权限进行一些常人无法进行的动作，比如佣兵任务。毕竟没有天选佣兵团徽记的人也没办法接受许然发布的佣兵任务，更不会成为他的韭菜。而标记就很简单了，顾名思义，就是对目标施加的某种标记，在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场中甚至能起到关键的作用，比如救救我，还有什么猥琐发育，别浪。但这些都不是重点，印记才是最让玩家感到激动的东西。每个隐藏区域或者地图都会有对应的商店，只需要收集到一定数量的印记，就能兑换到无比珍惜的极品道具和装备。当然了，需要收集的是这个区域的专属印记，其他区域的压根不行。这也是许然纳闷的一点。迄今为止，他虽然踏入了无尽深渊，但是没有击杀怪物或者收集印记，如今却多出了整整31764枚。想到这里，许然直接打开了永恒印记兑换商店。提示：你成功开启了永恒印记兑换商店，由于当前探索度为0，只开放最基础兑换物品类型。基础兑换物品。随着提示音的响起，无尽深渊专属兑换商店缓缓出现在了许然的面前。只不过里面只有一些最基础的兑换物品。原本许然也是这样想的，但当他看清楚这些兑换物品的时候，心中的愕然简直无以复加。从黑铁一直到紫荆棘，装备、宠物、坐骑、道具、强化材料等等，应有尽有。而兑换的价格更是低到了离谱。紫荆棘套装嗜血刽子手，每个部位兑换价格均为5枚永恒印记。紫荆棘装备强化石，兑换价格为3枚永恒印记。如果没记错的话，许然拥有的数量是整整31764枚，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旦完成对该区域的探索，解锁了更多的商店售卖内容，他甚至可以实现将商店直接搬空的梦想。看了一眼24小时的优先探索权，才刚计时没多久，许然直接将目光落在了那些浪花和泡影上面。提示音又一次响彻在他的耳畔。提示：由于你所处的范围属于无尽深渊的最边缘处，是否通过消耗永恒印记达到跨区域无尽深渊内的移动？提示：永恒印记可通过无尽深渊内收集，或者是完成委托来获取。提示：你当前拥有的永恒印记数量为31764枚。面对提示，许然随便找了一个泡影，观察了一会，他总算明白了其中的故事和过往。这应该是几十年前的曙光帝国，当时爆发了一场修道院叛乱，而这个泡影恰好记载的就是当初这个事件。提示：是否前往岁月之影？曙光帝国修道院叛乱。提示：
本次快速移动将消耗15枚永恒印记。看到提示的一瞬间，许然就来了兴致，15个永恒印记就足以让他实现快速移动。和其他玩家不一样，楚明拥有海量的永恒印记，他完全可以通过快速移动抵达任何时间点的无尽深渊，通过不断的探查，最终获得最有价值的线索，并且抵达骸骨之城。没有迟疑，许然开始搜索。很快，他锁定了一个孤零零的梦幻泡影，其中呈现出的景象好像正是几年前的无尽深渊。提示：你消耗了12枚永恒印记，将快速移动至无尽深渊6年前。随着提示音的响起，一道传送阵悄然浮现。嗡！当永恒印记玺消失在许然手中的那一刻，传送阵的特殊光泽也在此刻亮了起来。许然的身躯也陡然消失在了原地，但他却不知道，这个消息很快就落入到所有玩家的耳畔。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进入特殊区域的玩家，获得称号咫尺之遥赤金。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进入特殊区域的。世界公告：恭喜！一连3道世界公告响起，所有玩家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但他们却并没有太过于惊愕，因为早在许然刚踏入无尽深渊的那一刻，正在等待攻城战斗结算的玩家们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不知何时，一幕场景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正是许然处于无尽深渊的景象。就在传送阵光芒亮起的一瞬间，许然的身影骤然消失在了原地。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华夏区。传送阵这种东西很正常，玩家在非敌对区域只要支付了传送费用就能实现快速移动。寻常这种事情压根不会被提及，但如今却大有不同了。第95章诡异的变化。毕竟这可是隐藏的特殊区域，鬼知道这个天选之人会因此获得多少奇遇，所以几乎是一瞬间，来自其他区域的各大势力纷纷坐不住了。单单看世界公告提及到天选之人的频率，他们就能知道这货绝对不简单，所以有不少玩家都纷纷警惕了起来。他乘坐传送阵消失是几个意思？看起来他应该去的是几年前的无尽深渊，这是在搞什么？对了，忽然想到了一件事，你是说主线任务进行到哪里了？在交谈中，玩家们好像意识到了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对，主线任务剧情，他们绝望地发现自己这边好像连许然的主线任务进度都不清楚，能看到的只有他消失不见的身影。想到这一点，所有玩家都面面相窥，原地只剩下了一片沉默。毫无疑问，他们不仅失去了许然的踪迹，连攻城战斗的结算至今都没有动静。他们能做的只有默默的等待。提示：你进入了永恒国度6年前。提示：你发现了骸骨之城6年前。随着许然做出决定，他眼前的场景瞬间发生了改变，稍微一花就变成了如今的样子。荒凉、寂寞、暗无天日，整个无尽深渊都像是被岁月侵蚀后的产物，又像是最腐朽最肮脏的垃圾倾倒处。比起先前，给人一种更具压迫感的威势。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提示音的响起，许然也如约出现在了失落国度之中。这是一片何等恢宏的世界！咔咔，刚进入失落国度，许然就被眼前的一切给深深震撼到了。骸骨，无数道几乎无穷无尽的骸骨散落在辽阔看不到尽头的往昔永恒国度之中，无论是规模，还是说浓郁到极点的死亡气息，都远超许然的想象。即便是前世，他也未曾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大场面。相比之下，先前攻城战斗出现的100万骸骨生物大军似乎连10%都不到。只不过这里的骸骨生物尚处于沉寂状态，即便许然这个蕴含生机的人类出现在这里，但整个往昔永恒国度依旧被无尽的静谧所充斥。不对劲，许然没有任何的犹豫，在踏入这片区域后，他直接呼唤出了远古幽灵巨龙，纵身一跃，许然出现在了小家伙虚幻的几倍之上，速度立刻飙升到了极致。虽然他又额外获得了1枚巨龙之息精粹，但他暂时没有让远古幽灵巨龙开启进化的打算。毕竟一旦开启进化，或许他将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陷入到没有坐骑的状态。好，远古幽灵巨龙刚一出现，他就抬起头颅，对着周遭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龙嘶吼声。吼吼！这片往昔永恒国度的疆域实在是太辽阔了。随着远古幽灵巨龙发出来的动静，许然立刻让其爆发出了最高的速度。
如同一道遮天蔽日的影子，朝着前方深处掠去。他知道，这无数的骸骨目前还不是自己能够碾压的存在，数量再少一些，倒还可以。所以，面对危机，许然选择了孤注一掷。每个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中心点，他必须趁着无数骸骨生物尚未苏醒过来，抢先一步找到关于这里的线索。他隐隐有种预感，一旦自己弄清楚了这里的线索，主线任务的要求恐怕也会自动完成了。没有任何的犹豫，许然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他操纵着身下的远古幽灵巨龙，快速掠过一道道恢宏的大殿石柱，用最短的路线向前行进，原地只留下了一片呼啸风声。按照前世的记忆，像是这种主线任务，玩家往往都只能起到推动作用，并不是真正的主力。但许然却不一样，他不仅要推动主线剧情，还要和敌人正面相抗。这样虽然无比危险，但收益也和风险成正比。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甚至都无法想象自己会获得多么丰厚的回馈。随着远古幽灵巨龙的不断掠行，周遭的场景犹如倒带一般正不断的向后退去。很快，许然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静，这里太安静了，没有任何的生物，也没有任何的动静传出来，似乎在整个失落国度中只有许然一个活人一样。他不知道6年前的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有一点无比清晰，这个时间点的失落国度或许已经没有探索下去的必要了。想到这里，许然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扭头就走。咚！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忽然传来，紧接着整个失落国度似乎都陷入到了一片震战之中。无数的骸骨此时正纷纷的向空中飘去，即便有些已经深埋在了泥土之中，被腐朽的力量侵蚀掉了大半，也依旧随之浮了起来。这也正是震战的原因。这是许然心中疑惑不已，他想不明白这异常的变化因何而起，但他却没有坐以待毙。我们上去。许然轻轻地拍了拍远古幽灵巨龙的鳞片，示意他朝天空飞去。下方的无数骸骨，无论对谁来说都太诡异了，不如先观察一会，等动静消失了再做定夺。但就在这时，整个失落国度都陷入到了一片震战之中，所有的骸骨全都如同听到了召集的号角，朝着某个方向涌去。在空中，粘稠到令人不适的死亡和腐朽气息将无数骸骨都奋简拼凑在了一起。骸骨骑士、腐朽尸妖、被遗忘的骸骨巨人等等，先前攻城战斗中出现过的怪物又一次出现在了这座深渊下的失落国度之中。与此同时，整片区域都像是被激活了一般，浓郁腐朽和死亡气息正不断的翻涌和扩散，将每一寸角落都覆盖得完完全全。这一点许然无比清楚，前世的时候他就知道，无尽深渊中最不缺乏的就是腐朽和死亡。但仔细观察后，他又有了新的发现。永恒，首先是一丝微弱的永恒法则气息从腐朽和死亡中出现，紧接着，随着无数骸骨生物被拼凑成了一个个整体，这一丝永恒法则气息的浓郁程度也在不断提升，然后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径直朝着许然所在的方向涌来。第96章，枷锁和束缚。根据前世的记忆，许然无比清楚，在游戏前期的时候，所有神奇看起来似乎消失在了岁月之中，但实际上，神奇并不会凋亡，只是在沉睡。因为信仰的力量往往都不足以支撑神奇随时出现在世间，而一旦时机成熟，神奇们便会从无尽的沉眠中苏醒，重新取回尘世间的权柄。那一场终灭之战，与其说是各族之间的战争，倒不如说是神奇与试图掌握法则的生灵之间的决战。没错，在永恒中有一个隐藏的规则，在第3次转职以后，无论是玩家还是 NPC， 亦或者是 BOSS 或者传奇生物等等，都会随着职业的进阶，可感悟到对应职业的法则气息。当然了，这只是一小部分，不过一旦感悟到了一丝法则，自身实力都会发生质一般的蜕变。所以3转这个转折点相当重要。也正因如此，随着对法则的感悟愈发深厚，不仅实力会实现飞一般的提升，对应的生命层次也会逐渐发生改变。一旦触碰到了法则领域的力量，就会晋升为传奇阶。在这个阶段，像是法系职业会获得大魔导师的认证，而战士类和骑士类职业也会有对应的大剑士以及骑士长认证。再往上，随着对法则的感悟愈发深厚，直到可以融合一部分法则的力量，就会晋升为半神。这个阶段，半神强者会拥有超越凡俗的实力，一旦出手，便足以对其他生灵造成毁灭般的打击。
但凡事无绝对，半神之中亦有混子。像是盘踞在被遗忘的极寒之巅里的那头冰霜远古巨龙，就曾经凭借自身种族天赋和无数载岁月的实力积累，硬生生将一名半神吹成了冰屑。而且在晋升半神以后，虽然寿命会增长到一个恐怖的数值，但始终有一个极限。只有完全感悟了法则，并且对应法则没有神奇或者神奇被自己击败，才能成为所对应法则的神奇。一旦到了这个阶段，才能称得上代表着法则。寻常玩家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得知这些隐秘。即便是许然，在经历了终灭之战以后，才知道成为神奇和掌控法则之间的关系。但如今，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猜测：即便是完全感悟了法则，并且将自身与法则融合在了一起，一旦遭到其他神奇的联手袭杀，恐怕也难逃死亡的厄运。所以，只有真正掌握了法则，将自身凌驾于一切法则之上，才能算是真正的不朽。这一次，许然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永恒。许然深吸一口气，心中忽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就在刚刚，在无尽骸骨涌动、永恒气息迅速弥漫而来的那一刻，他好像从骸骨之下瞥见了一道掩埋在最深处的熟悉身影，正是叫做卡洛尔的 NPC。或许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名神奇，只不过在当初那场失落之战中，被黑暗和光明两大阵营神奇联手击杀，最终和无数骸骨一起被埋葬在了这个永不见天日的深渊里。所以像是之前最早出现的守墓者身份，对应的是生命的终点，而唤醒者对应的是起点。至于现在正被下方无数骸骨掩埋起来的那一道身躯，对应的是现在，他正处于生与死之间。说不定这位神奇对应的法则是永恒，所以才遭到了联手袭杀。心中有了猜测以后，许然立刻做出了决断，即便为了完成主线任务的这一阶段，他也要掀开隐藏在无尽骸骨中的真相。而如果和猜测的没有出入，对方掌握的是永恒法则，那就意味着许然只要能干掉他，就等同于提前预知了永恒法则的神位。一旦他有朝一日将永恒法则完全掌握，那个时候便可以直接实现生命层次的蜕变，成为凌驾于一切神明之上的永恒之神。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胆的想法。目前最重要的一点是主线任务，没有任何的迟疑。许然挥手之间，远古幽灵巨龙猛然张开双翼，随着灰烬和死亡气息的骤然迸发，远古幽灵巨龙化作一道透明的暗影，载着许然朝着无数骸骨的方向掠去。在气势汹涌的巨龙脊背上，许然握紧了手中法杖。这一刻，他看到了埋葬在骸骨下方的那一道身躯，却没想到再次相见的那一刻，卡洛尔又一次睁开了他的眼眸。死寂，腐朽。在他那灰白色的瞳孔中，许然看不到一丝的生机和活力，但这一切都转瞬即逝。不到一个呼吸的功夫，骸骨又一次涌了上来，将他的身躯再度掩埋其中。这时许然意识到了一件事，他好像猜错了。这数不清的骸骨不仅不受卡洛尔的掌握，反倒像是一个枷锁，深深地将其埋葬在了无数骸骨的最下方。动手！许然立刻做出了决断。主线任务这一阶段的要求是探查真相，那么他的选择只有一个，即便是硬来，那也要将眼前的骸骨击成碎片。随着他指令的下达，远古幽灵巨龙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并且狠狠撞向了无数骸骨。轰！一声撞击声响起，无数骸骨支离破碎，漫天纷飞。一个缺口被成功打开，但下一刻，立刻有数不清的骸骨再度补了上来，让人郁闷不已。但许然却心中一动，继续下达了指令：必须快，用最快的时间一次次的将骸骨击溃。只要击溃的速度远超其恢复的速度，就可以将缺口逐渐扩张，达到最终的目的。咚！又一声狠狠的撞击传来，无数骸骨组成的这片坟墓和枷锁表面再度出现了一个豁口，比之前要大了一些。因为在同一时刻，许然也发动了攻击。在高到离谱的魔法攻击力加成下，他的伤害简直能用恐怖来形容。还要再快！没有任何的犹豫，许然挥动着手中法杖，在远古幽灵巨龙再度撞上数不清骸骨的那一刻，释放出了极冰风暴。这一刹那，万千携带着极寒之意的冰刃开始狠狠切割试图合拢的骸骨。这还没有结束，随着短暂的吟唱，在极为恐怖的释放速度加持下，一道燃烧着汹涌火焰的陨星从天空中坠落而下。轰！陨星盛宴引导完成。从空中汇聚出来的这一道陨星直接让骸骨枷锁出现了一大片空白地带，甚至还好像惹怒了这些骸骨。第97章洞彻灵魂的寒冷。咔咔咔咔咔，像是风暴在汇聚一样，
所有的骸骨都纷纷开始躁动了起来，他们像是拥有了独立的意识，争相浮现出了最狰狞的一面。攻击，转瞬即至，咻咻咻，咻咻咻！随着如同布帛被撕裂的声音响起，无数骸骨如同利刃一般割裂空气，朝着许然所在的方向掠来，速度快到令人猝不及防。但就在这时，在完成了陨星盛宴第2枚陨星引导以后，许然直接纵身一跃，然后做出了一个常人压根无法想象的动作。他离开了巨龙那宽阔的脊背，竟然直接踩在了斜着向下砸落的陨星上面，朝着骸骨所在的方向落去。轰轰轰！无数骸骨如同利刃一般切割着巨大的陨星，随着火星的不断迸现，陨星的表面被切得支离破碎。然而瞬息之间，许然就抵达了层层骸骨的上方。轰隆隆！就在这枚陨星和骸骨撞击在一切的瞬间，许然身上出现了多个护盾的光芒，霎时他犹如一个人形太阳，照亮了整片区域的昏暗和死寂。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护盾被一层层叠加在身上，许然又发动了宗师级技能无尽反击，所有对自身造成的伤害都会以100%的数值反弹给伤害释放方，期间还有几率造成双倍伤害。即便许然也需要吃下这部分伤害，但在护盾的加持下，他完全可以实现无伤反弹的效果。嗡！随着一阵璀璨光芒浮现而出，无尽反击彻底生效，所有骸骨对许然施加的伤害和作用力都在这一刻被反弹了回去。刹那之间，所有骸骨都被自身的力量给硬生生弹飞，原地出现了一个人形缺口。就是现在，在获得了关键进展后，许然直接纵身一跃，永恒跃迁发动，瞬息之间，他的身影从原地骤然消失。紧接着，等他再度出现在空气中的时候，已然抵达了层层骸骨的最下方。轰！伴随着一声巨震，光芒肆意挥洒进了骸骨下方。这是许然身上护盾以及无尽反击的特有光芒，霎然驱散了千百年来笼罩在此的昏暗，同时也让许然看清楚了被桎梏困在这里的那道身躯。果然，猜到没错。许然暗暗点头，他的猜想已然得到了验证。顺着视线望去，只见一道绝美的身躯正被尘封在无尽的昏暗中，一道道由惨白骸骨构成的锁链正死死地将其定在原地，而在他的心脏位置却空空如也。望着眼前的这一幕，许然直接望向了自己的背包，在里面，一枚干瘪腐朽的心脏正静静地躺在其中。虽然看起来生机全无，但实际上它依旧在微弱地跳动着。虽然看上去许然的内心并没有任何的波澜，但实际上他隐约又得出了一个猜测。根据时间线，此处的场景正处于6年前。在这个时间点里，卡洛并没有苏醒，甚至还缺失了其最重要的部位——腐朽的心脏。但在后来攻城战斗的时候，卡洛就已经苏醒了，这就说明他的心脏似乎在后来的某个时间段被人补齐了，因此才会出现后续的攻城战斗。许然深吸一口气，缓缓从背包中将那枚腐朽的心脏取了出来。刹那间，一道又一道璀璨的光芒浮现而出。或许是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影响，这枚心脏跳动的频率好像开始逐渐提升。渐渐的，腐朽心脏跳动的频率接近了正常人的心跳。一股突然袭来的恶心感和恐惧感涌上许然的心头，随之而来的还有似乎能洞彻灵魂的冰属性魔法元素。但紧接着，原本一直缭绕在许然周遭的永恒气息瞬间翻涌而来。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在永恒气息的作用下，腐朽心脏对许然产生的影响就已经被完全屏蔽掉了，压根没给其一丝反应时间。而那一股似乎能洞彻灵魂的寒冷，对于许然来说压根不算痛苦，他反而如沐春风。在刚开服的时候，他获得了一个永久增益 buff， 所处环境越是寒冷，他的魔法值恢复速度也就越快，而且还免疫其带来的负面效果。再加上后面史诗级套装给予的冰属性抗性，冰属性的技能对于许然来说压根就是在刮痧，甚至有一些连伤害都不一定能打出来，更不要提控制效果了。无视了这枚心脏和对应卡洛尔的那一具身躯带来的负面影响，许然直接将手中那枚腐朽的心脏放入了那一具缺口之中。轰！刹那间，无数的死亡和腐朽气息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来。当心脏触碰到其缺口的一瞬间，骨骼、肌肉、纹理、血管等等全都在一瞬间生了出来。虽然其中看不出一丝生机，但这枚心脏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卡洛尔的身躯相融合。不仅如此，转眼之间地动山摇，在大地的不断震颤中，
一根根骸骨又一次纷纷涌来，像是在穿针引线。那些骸骨开始再次重新填补最初的缺口。糟！许然绝不可能坐以待毙，被无数骸骨封印在最底下，神器都无法挣脱的枷锁，以他目前的实力，想要从内部向外突破，恐怕有些难。所以，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在无数骸骨尚未合拢之前离开这里。随着许然一声令下，远古幽灵巨龙化作一道灰白之影，朝着缺口处迅速掠来。与此同时，从骸骨之海中涌出了无数根巨大的骸骨之手，看起来他们想要直接将远古幽灵巨龙从空中拽下来，但谁也想不到，远古幽灵巨龙竟然迸发出了惊人的速度，瞬息便抵达了缺口处。这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缺口的大小已经缩小到了只能容纳2个人的范围。这头数百米长的巨龙，恐怕连一根爪子都伸不进去。但就在这一刻，许然下达了一条指令：幽灵化。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远古幽灵巨龙骤然进入了幽灵形态。期间，可无视一切物体的阻拦，极大程度上提高自身飞行和移动速度。这绝对是远古幽灵巨龙最核心的能力。毕竟，这代表一切阻碍在幽灵形态面前都形同虚设。第98章，继续提升高度。不过，幽灵化有一个缺点，虽然在此期间，坐骑的主人并不会因为远古幽灵巨龙而掉下去，但却不代表许然也能和坐骑一样进入幽灵状态。如果硬来，恐怕会出现巨龙过去了，人还在原地的盛况。但现在不同，没有时间再犹豫了。趁着缺口尚未消失，完成了腐朽心脏安置后，许然就没有理由再待在原地作死了。只听一阵风声呼啸，他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了如同一道透明阴影的远古幽灵巨龙的脊背上。然后，这头幽灵化的巨龙陡然加速，以一个极为巧妙的角度，载着许然从只剩下1个人大小的缺口处冲了出去。砰！当许然冲出缺口的那一刻，身后传来了一声闷响，无数骸骨以及那骸骨构成的巨手纷纷拍在了缺口处。原本他们想要试图将许然永远束缚在里面，却没想到被他冲了出来。无视了骸骨的愤恨，许然从空中向下望去，他好像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此时远古幽灵巨龙正处于半空中，恰好能让许然获得一些高度上的优势。只是随便一瞥，他的瞳孔骤然一缩。之前他亲手将腐朽的心脏放入了卡洛尔身躯的前方缺口处，而如今这个正在愈合的骸骨缺口，似乎和其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相似。心脏。许然心中霎时涌现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他没有言语，而是直接下达了指令，让远古幽灵巨龙的高度向上攀升。随着如同刀割一般的风吹拂而来，下方那似乎无穷无尽的骸骨之海即将显示出它的轮廓来。渐渐的，许然发现这个缺口的大致轮廓好像真的和卡洛尔心脏缺口的形状一模一样。继续提升高度，许然不断下达指令，让远古幽灵巨龙硬扛着无尽深渊中的腐朽和死亡气息直冲云霄而去。毕竟，远古幽灵巨龙可不怕腐朽，因为它本身就代表了腐朽和死亡。感受着耳畔呼啸的风声，许然一边让远古幽灵巨龙将高度节节攀升，一边望向了背包。如果没记错的话，刚刚世界公告中好像提供了一个赤金级的奖励，称号咫尺之遥，赤金。提取。趁着远古幽灵巨龙提升高度的功夫，许然将世界公告的奖励提取到了手里。提示：你获得了奖励，称号咫尺之遥，赤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史诗级称号。提示：你获得了奖励，跨越长河之瞥，史诗。看到提示的一瞬间，许然心中一阵难以置信。没办法，根据万倍奖励的规律，一般来说，像是赤金级以上的物品或者奖励能晋升1级品质，就属于是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蜕变了。想要实现从赤金到史诗级直接跨越2级品质，简直需要逆天的运气。如今这一幕就摆在了许然的面前。查看称号，许然在心中暗暗呼唤了一声，随即眼前就浮现出了史诗级独有的光泽。称号的具体信息也一览无余：跨越长河之瞥，史诗。类型：称号。品质：史诗级。特殊效果：该称号不可以与其他称号叠加生效。主动效果1：跨越时间长河，全力激活称号之中蕴含的时间法则气息，可使自身进入与时间共鸣的状态，期间可有短暂的时间跨越时间的长河，看到指定某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冷却时间2小时。主动效果2：
十之一瞥。当调动称号中蕴含的时间法则气息时，可对目标施加十之一瞥，可看破其在无尽岁月长河中的最大弱点。冷却时间10小时。介绍：时间是最公平的东西。看到这个史诗级称号的具体效果，许然心中肃然起敬。时间是除了永恒、秩序以及毁灭之外，最稀有、最神秘的法则了。只要能掌控时间，或许就足以拥有改变一切的力量。很明显，这个称号带来的效果绝对可怕到令常人难以想象。首先，佩戴称号后可以使用效果1，探查到指定时间点发生的事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效果2则属于一个战斗辅助类效果，可以看到目标最大的弱点。如今许然已经激活了要害攻击系统，根据规则，只要在战斗的过程中，甭管是偷袭还是正面相抗，一旦命中了要害，打出了攻击判定，这一次的伤害就会获得大幅度的提升，并且还会触发多种负面效果，比如把怪物眼球打爆了，会导致对方失明；比如将敌人的腿斩下来，对方就会丧失一大部分的移动能力，等等，这些都是要害攻击的效果。而找到最大的弱点，就意味着许然能一击命中其绝对的要害，增伤效果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相当恐怖。不过对于许然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主线任务。恰好他刚刚获得了这个史诗级称号，不如等窥探到整个失落国度的那一刻再激活称号。他也想看看后来的卡洛和这片失落国度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了一眼周遭，许然发现随着远古幽灵巨龙的高度不断攀升，下方无尽骸骨构成的海洋似乎有了被他窥探到全貌的一丝可能，所以高度还要继续攀升。趁着这个机会，许然索性闲来无事，除了刚刚获得的称号之外，他还有个公告奖励没有提取。同样的，这也是一个称号。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功开启特殊区域无尽深渊，获得特殊称号深渊之启暗金。没有迟疑，许然直接选择了提取奖励。提示因如期而至，带来了令人振奋和激动的好消息。提示：你获得了奖励称号深渊之启暗金。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暗金级提升至传说级称号。提示：你获得了奖励无尽深渊的迷途传说。还真是幸运，许然喃喃自语。万倍奖励成功生效，将一个暗金级称号直接提升到传说级的品质，这足以证明这个天赋的可怕程度，以及许然的逆天气运了。第99章冰封一切的源头。传说级称号在许然眼中显然已经算不上是最有价值的了，毕竟他连史诗级称号都拥有不止一个。但在其他玩家眼中，别说是传说了，哪怕是个白银级的称号都足以引起不少人的围观。比如今天早上，许然在尚未踏入无尽深渊的时候，就在区域频道中看到了有玩家在讨论关于称号的问题。一个叫玩家通过砍怪获得了一个白银级品质的称号，效果很简单，但又有点阴间，引得不少玩家爆笑如雷。这个称号叫做正大光明的偷袭者，只有正面发动偷袭的时候才能触发称号特效，造成3倍额外伤害。伤害加成方面属实有点爆炸，但触发方式却让人有些绷不住了。这在永恒中属于相当正常的事情，毕竟称号系统更多的是起到辅助作用，偶尔整活是正常的。但许然获得的那些称号却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因为品质实在是太高了。比如刚刚获得的这一件传说级品质的称号无尽深渊的迷途传说。类型称号，品质传说级。唯一被动效果，无尽深渊迷途佩戴称号的时候所出现以及路过的区域，一切踪迹都将被隐藏起来，并且制造出种种假象，使追踪自身的敌人暂时陷入无尽深渊中。注：当目标暂时陷入无尽深渊迷途中的时候，有几率永久迷失其中，被掩埋于岁月长河之中，无法重见天日。介绍：无尽深渊专属称号，具有唯一性。死！许然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传说级称号，所以在看到只有一个被动效果的时候，他大失所望。但却没有想到，这个被动效果竟然恐怖如斯，可以在掩盖行迹的同时，让追踪自己的敌人暂时陷入到无尽深渊之中，而且还有一定的几率使其永久被掩埋于其中，无法再从岁月长河中返回世间。不错，许然在看清楚称号无尽深渊的迷途传说的一瞬间，心中就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如果没看错的话，下方那数不清的骸骨好像就在追逐着自己。
在查看称号的这段时间里，远古幽灵巨龙依旧在不断的向上攀升高度，无数的骸骨也纷至沓来。他原本想要借助高度优势一探整个失落国度的全貌，却没想到这些骸骨穷追不舍，挡住了他的视线。既然如此，许然就做出了决定，没有任何的犹豫，他直接其他称号都取消了佩戴，然后带上了这个传说级称号。如果这些骸骨算是敌人的话，那么或许能触发称号无尽深渊的迷途传说的被动效果，将他们尽数流放在无尽深渊之中。霎时，令人惊愕的一幕出现了。当许然佩戴好称号的一瞬间，以所在的区域为中心，一道足以遮蔽一切的迷途之物迅速翻涌而来，刹那间就将他所及之处尽数掩盖其中。不仅如此，所有追逐而来的骸骨压根都没来得及反应，就骤然消失在了原地。提示：触发称号无尽深渊的迷途传说的被动效果，目标已被暂时流放到无尽深渊。提示：触发称号无尽迷途。随着一道道提示响起，原本那些遮挡视线的骸骨纷纷被流放到了无尽深渊之中。没错，虽然他们现在所处的失落国度也属于在无尽深渊中，但在称号无尽深渊的迷途传说的作用下，这些骸骨全都被暂时流放到了其他的区域。而正因如此，这一刻许然也彻底看清楚了下方的景象。雄伟、壮阔、广袤无垠，下方所有的骸骨组成的那一片望不到尽头的海洋，竟然呈现出了一个固定的形状。这一点许然之前也有过对应的猜测，就像是被桎梏在层层骸骨下方的卡洛一样。这些骸骨从最高空望下去，或许应该也呈现出一个人形，但许然却没有想到，他猜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由无数骸骨拼凑出来的骸骨之海，竟然是一根法杖的模样。至于卡洛尔所处的位置，也并非是心脏，而是对应着法杖镶嵌宝石的位置。嗡！就在这一刻，那枚腐朽的心脏似乎和被掩埋在骸骨之下的卡洛彻底融合在了一起。随着一声有力的心脏跳动声，大地都震颤起来。与此同时，一道直贯天际的恢宏光柱直插云端。咔咔咔！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出现了。以卡洛尔被掩埋的位置为中心，一股似乎能洞彻一切的寒意骤然迸发开来。随着心脏的不断跳动，无尽的寒意携带足以冰封一切的气息迅速朝外扩散开来。所及之处，无论是骸骨还是其他，都被瞬间冻结，就连空气都洒落起了锋锐的霜雪。暴风雪要来了。许然拍了拍远古幽灵巨龙的鳞片，笑着说道。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不难发现，随着数不清的骸骨被冰封冻结，一根冰蓝色的恢宏法杖正悄悄地汇聚成型，像是一个讯号。当这根覆盖大半个失落国度疆域的法杖开始趋于完整的时候，周遭的永恒气息也开始愈发浓郁了起来，像是那枚法杖里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们一样。所有的永恒法则气息尽数涌去。看到这一幕，许然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难道说自己的猜测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错了？卡洛尔并不是先前被掩埋在无尽深渊的神器，而是他手里的那根法杖。这简直太荒谬了。但仔细想想的话，好像也有很大的可能。根据前世的记忆，许然可清楚地记得，在终灭之战里和神奇一起厮杀的未知生灵，其中好像就有一些具有装备的特性。想到这里，许然直接下达了指令，向下冲刺。就是现在！远古冰霜巨龙立刻领会到了主人的意思，直接进入了幽灵状态，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向下坠落。很快，许然距离地面的距离已然不足数百米。而这个时候，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全都只剩下了一片雪白。这道足以冰封一切的气息扩散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第100章，绵延千里的法杖。饶是许然也没有想到，如此短的时间里，先前还无比凶悍和活跃的骸骨竟然全都陷入到了冻结状态。看起来暂时无法再恢复先前的状态了。很强，不过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对。但凭借丰厚的经验，几乎一眼许然就看破了这枚法杖的底细。看上去虽然在恢复往昔的力量，但却总给许然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么应该叫苟延残喘。问题不大。许然目光坚定，继续让远古幽灵巨龙向下掠去。接下来他早有打算，无论如何也要将这根足以颠覆一切的法杖搞到手，哪怕其中的力量不足全盛时期1/1000，但他却丝毫不慌，因为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早就已经按捺不住了。当然了，哪怕是神器，
也要根据使用者自身的力量来判定强弱。因此，对于许然来说，这根法杖到手之后，不应该是获取武器的结束，而更像是一个开始。他将利用这根法杖带来的优势，继续将雪球滚起来，直到一步一步达到他心中最初的期望。呼！这时，许然距离地面，也就是法杖的位置，已经不足100米。望着这绵延数千里的法杖，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获取方式究竟是什么？还是说，这是剧情的一部分，玩家根本得不到？刚一生出这个想法，许然就将其否定了。对他来说，自己看中的东西，哪怕是神奇降临，也要从其嘴里抢下来一块肉。没有任何的犹豫，许然让远古幽灵巨龙不再遏制自身的下降速度，反而直接以最快的速度向下撞去。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轰！随着一声巨响，远古幽灵巨龙狠狠地撞向了那根法杖，然后被当场冻成冰雕。而许然则早就下了车，他优雅而沉稳地落在了被冰封的骸骨之上。在冰霜女神的眷顾 buff 作用下，他消耗的魔法值正在不断的恢复中，对于周围的寒冷更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看起来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落地以后，许然先是环顾四周，然后瞳孔骤然一缩，他发现随着冻结的迅速蔓延开来，被无数骸骨埋葬在最底下的那道身影，竟然逐渐浮现在了他的眼前。出来了！许然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的好机会，动手时机已到，必须果断。许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曾经有一名被腐朽到只剩骸骨的神奇，他高高举起了一根蕴含恐怖到极致威压的法杖，用尽全力引导出了席卷整个寒霜帝国的可怕禁咒，直接将这片原本肥沃的广袤土地变成了万载寒霜覆盖之境。那场景比起眼前冻结无数骸骨不遑多让。最离谱的是，那座号称永恒大陆最高山峰的遗忘的极寒之巅，正是这一根法杖造就的奇观。一直以来，许然都渴望这样一根法杖。眼前的这些骸骨实际上应该是后来那些攻城的骸骨生物，而卡洛尔不出所料的话，代表的应该就是那枚法杖。如今机会就摆在自己面前，所以他必须将其牢牢抓住。该动手了。许然深吸一口气，紧接着他望向了技能栏中一个特殊的印记：禁咒，永恒湮灭的叹息。类型：技能。品质：禁咒。效果：通过对永恒法则的感悟，可唤醒足够的永恒气息，将其汇聚于法杖之中。通过一定时间的吟唱，可释放出永恒湮灭的叹息，对500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500%至5000%魔法攻击伤害加成，并且附带湮灭效果，冷却时间6小时。注：技能伤害受自身对永恒法则的感悟以及蓄力时间长短而变化，最高可打出5000%魔法攻击加成的伤害。注：蓄力期间每秒消耗自身魔法值 8%。介绍：一切自永恒起。这个禁咒技能在同级别里面也算是特殊的了，因为伤害加成并不固定，受自身对永恒法则的感悟以及蓄力时间影响。蓄力的问题，许然暂时无需担心，因为根据估算，卡洛尔想要彻底苏醒还需要一些时间，问题应该不大。至于对永恒法则的感悟，许然缓缓抬起头，他朝着天际和昏暗更深处望去，目光似乎能够穿过一切，抵达这片无尽深渊的最深处。他所处的位置是岁月长河中的一个泡影，同样的，还有无数的泡影和浪花都漂浮在这片始终在向前流淌的时间长河中，将它们串联在一起的正是神秘而浩瀚的永恒法则。所以这世间或许没有什么地方比无尽深渊中的永恒法则气息更浓郁了。因此这个禁咒必须要放，而且现在就是释放的最佳时机，一旦错过将抱憾终生。来自一切的本源，从万物之始到毁灭之际，凌驾于无数法则之上的永恒，伴随着咒语的念诵，涌动在周遭的永恒法则气息，此刻竟然开始疯狂躁动了起来。许然面无表情，他仍旧是一脸平静地看着即将浮现而出的卡洛。目标锁定。霎时，以许然为中心，紊乱的魔法元素，各种法则气息，全都开始疯狂地旋转起来，骤然间化作了一道足以遮蔽一切的漩涡。如果说那根法杖冻结数不尽骸骨的场面能让玩家们惊掉下巴，那现在这一幕就能让他们再度脱臼。呼呼呼！随着狂风呼啸而起，空气中数不清的永恒法则气息争相涌来。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像是受到了许然的呼唤。在无尽深渊这片永不见阳光的区域，始终流淌不息的岁月长河正簌簌作响，弥漫在每一个时间点，
每一幕场景的神秘气息正以一种近乎恐怖的速度弥漫而出，然后涌入了许然所在的那一处泡影。这是令人感到无比震撼的一幕，这同样又是谁都无法想象的一幕。对于所有生灵和势力，包括 NPC 来说，珍惜到难以形容的永恒法则气息，此刻竟然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某一处，方向恰好对应着许然所在的那一处泡影。而此时，随着许然的不断吟唱，晦涩的咒语正在周遭不断的回荡。第101章，流逝生机，不用解释。这一刻，汹涌澎湃的魔法元素纷纷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一样，一反常态，全都朝着两侧汇拢，像是在自动规避某种更强大的气息。许然脸上刚刚浮现出亚色，很快就被震撼所替代。永恒法则，数之不尽、近乎实质化的永恒法则气息，竟然从遥远的无尽深渊最深处涌来。骤然间，许然只感觉无数玄奥和神秘的气息和感悟也随之袭来。提示：受到特殊环境影响，你对永恒法则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提示：受到特殊环境影响，你对永恒法则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提示：受到特殊环境。在一道道提示响起的时候，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许然对于永恒法则的感悟，像是直接无视了等级和职业的限制，开始迅速的攀升了起来。要知道，当他等级提升到60级以后，一直就没来得及去开启第3次职业进阶的试炼任务。这也导致了一点，许然目前依旧是2转，但在这一刻，事情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浓郁到近乎实质化的永恒法则作用下，一股极为特殊的气息出现在许然的周遭。领域，根据前世的记忆，许然一眼就看出来了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没别的，除了属性和法则不同，这一幕和他前世3转觉醒领域技能的场面不能说是完全一致，也得说是一模一样。这不合理。尽管许然嘴上这样说，但在2转阶段就能提前掌握一个领域技能，绝对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即便是提前预知，正想着，提示音再度响起，让原本就颇为震撼的许然愈发惊愕了起来。提示：由于你对于永恒法则的领悟愈发深厚，将领悟一个对应法则的领域技能。提示：由于你目前的职业状态为2次进阶，所以本次领悟的领域技能为中级。提示：当你完成第3次职业进阶后，可正常领悟到对应的领域技能。好家伙，许然只想说，这是提前让他预知到了一个青春版。不过，白嫖的谁又会拒绝呢？这可是3转强者才能掌握的领域技能，和其他类型的技能简直如同有天地悬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许然猜测，虽然这个领域技能只是中级，但如果万倍奖励成功生效，恐怕会带来一场质一般的蜕变。而蜕变的时机就在现在。随着许然身上的永恒法则气息浓郁到了一个极点，一片覆盖周遭数十米范围的领域即将汇聚成型。这时，提示音也如期而至。提示：领悟成功，你领悟到了一个新的技能，永恒侵蚀，终极领域技。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技能奖励品质已从中级提升至宗师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新的技能，来自永恒的流逝，宗师级领域技能。许然心中一阵卧槽。由于感悟领域技能的强度和对应法则的亲和度有关系，即便是前世获得宗师级领域技能的玩家，也不过一个巴掌的数目，每一个都是排行榜前5名的狠人，同时又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金钱、时间和精力等等。如果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必然会当场破防。自己费了那么大的劲，竟然有人通过释放禁咒，直接就领悟了一个宗师级领域技能。而且最离谱的是，这还是个白嫖的技能。一旦许然完成了职业第3次进阶任务，成功3次转职，他应该还能再获得一个领域技能，品质绝不会比现在的低。想到这里，许然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将目光落在了这个技能上面。来自永恒的流逝，宗师。类型：领域技能，永恒法师职业专属技能。品质：宗师级。效果：调动自身感悟或者掌握的永恒法则气息，构建出一片领域，将对所有处于其中的敌人造成无法豁免的流逝效果，期间流逝生机、流逝时间、流逝魔法、流逝速度等等。注：可主动豁免对某个目标的影响。介绍：一切自永恒开始。作为许然提前额外获得的一个技能，来自永恒的流逝绝对是宗师级领域技中的巅峰。流逝生机不用解释，那就是掉血，不过会同时掉落生命值上限，堪称恶心。流逝时间这就相当恐怖了，一旦陷入该状态，
自身的时间流逝速度会大幅度加快。换句话说，就是自己可以用的时间变少了，所以也就等于变慢了。至于流逝魔法和流逝速度，都和这个有些类似，一个是不断的掉蓝，并且魔法值上限也会随之跌落，而另一个就是速度的不断衰减了。如果许然没有猜错的话，根据技能的介绍，这些所有的负面状态都可以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一旦有倒霉蛋中了所有的流逝效果，甚至都不用许然出手，他自己就已经嗝屁了。想到这，许然心情一片大好，连带着他念诵咒语的声音也变得愉悦了一些。头顶那已经变成一片猩红和湮灭气息的天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只见一道由永恒法则气息和无数魔法元素汇聚而成的漩涡，正缓缓盘旋一片冻结骸骨之海的上方，恰好将所有被冰封的骸骨都尽数囊括其中。永恒降临，湮灭一切。随着最后一句咒语从许然口中缓缓念诵而出，蓄力也就此完成。提示：是否释放禁咒永恒湮灭的叹息？提示：根据当前对永恒法则的领悟以及蓄力时间，本次释放技能的伤害加成为魔法攻击力的3100%。3100%。许然清楚地记得，上一次禁咒的释放伤害加成为2600%，足以证明这一次的提升效果有多么显著。许然看了一眼卡洛尔的状态，他似乎即将在苏醒的边缘了。没有迟疑，许然一声暴喝，他直接对准前方的卡洛尔，然后将这个伤害加成31倍的禁咒级技能狠狠地砸了下去。第102章，老子又瞎了。嗡！随着禁咒被砸落而下，一道轰鸣声悄然响起，紧接着无尽湮灭和永恒气息瞬间绽放到了最绚烂的极点。这一刻，似乎连空气都在为之站立。然而，不知道是因为永恒气息涌入了这片泡影般的世界，还是其他的未知原因，当禁咒彻底成型，永恒法则气息贯连整个岁月长河的那一刻，所在处于永恒城的玩家眼前纷纷出现了让他们无比震撼的一幕，犹如亲临其境，他们竟然可以看得到许然周遭发生的一切了。好耶，终于不用死等了。我估计这又是一段主线任务剧情。话说，这好像是个大场面。随着玩家们将视线落在许然这边，顿时响起了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无穷无尽的骸骨之海，冰封万里的神秘巨型法杖，以及正在酝酿即将释放的禁咒，都给所有人带来了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震撼。同一时刻，这些玩家们的耳畔好像又一次响起了提示音，对他们来说格外的熟悉。提示：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你陷入到了失明状态。提示：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你陷入到了站立状态。提示：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你陷入到了恐惧状态。提示：受到未知力量的。几乎是瞬间，所有玩家的耳畔都响起了刷屏一般的提示音。马德，老子又瞎了！一天来2次禁咒，这币的冷却缩减到底有多离谱？话说，这禁咒目前有哪个玩家能扛得住？认真讨论。此话一出，不少玩家纷纷陷入了沉默之中。他们不想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最弱的血牛战士，穿戴最好的装备，再让无数人给加上 buff， 想要扛得下这一个禁咒，绝对不可能。一想到这一点，所有玩家都郁闷不已。倒也不是因为一天瞎了2次，而是因为都已经这份上了，自始至终，他们好像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亲眼看到禁咒彻底绽放的那一刻，然后还被叠了这么多负面 buff， 简直血亏。不玩了，下线了，给点抚恤金吧，俺失明状态没法恢复了，必须挂掉才行了。又动不了了，旁边的战士妹子刚同意要给老子联系方式，干！操蛋，隔着一个区域竟然也能造成这种影响，真恶心。在无数玩家无奈的吐槽声中，禁咒的威势也在此刻彻底爆发，似乎足以让天地为之倾覆。无尽的永恒气息犹如灾厄和劫难降临一般，将所有的骸骨包括卡洛尔都尽数囊括其中，然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将其轰杀。强横犹如天地覆落的禁咒将大半个失落国度都尽数囊括其中。随着强横如同天地覆落的禁咒砸下来，所有被冰封冻结的骸骨都被其恐怖的威势碾压成为碎片和尘埃，像是在清扫一切一样。禁咒所及之处，所有骸骨和坚冰都瞬间凋零，就连那一根恢宏而巨大的法杖都在这一刻支离破碎。很快，所有的一切就如同禁咒的名字一样，凋零、湮灭。除了那个神秘的卡洛，这就是禁咒。在释放完了禁咒以后，
许然看了一眼卡洛，下一瞬，他的瞳孔骤然一缩，好像有点不太对劲。随着数不清的骸骨尽数被湮灭气息所消融殆尽，那个恢宏而巨大的法杖也早就荡然无存了。除了卡洛之外，原地只剩下了一枚暗淡到了极点、沾满尘埃的古朴法杖。这正是不合理的地方。按照许然之前的推断，再加上种种线索，表明了一件事：卡洛应该不是那个染指永恒法则的神器，更像是那一根法杖。但如今，卡洛没有被禁咒轰杀，原地却出现了一根暗淡的古朴法杖。很明显，许然猜错了。从一开始，法杖都始终藏匿在无数骸骨之中，只有将这些骸骨构成的海洋彻底击溃，才能让那根法杖重现眼前。而卡洛应该和法杖没有关系，他更像是握着法杖的那个神器。只不过，在岁月长河的流放以及无尽深渊的侵蚀下，他早已厌倦了一切。或许，如果没有执念的话，他最大的期望就是从容的死亡。但现在可不是琢磨这个的时候。遭到了禁咒的轰击，卡洛尔虽然没有被一举轰杀，但其气息和苏醒速度都大为减慢，给了许然不少缓和的时间。看着那根前世赫赫有名，简直堪称万众瞩目的神秘法杖，如今就摆在自己的面前，许然无比果断。他立刻弯腰将其拾取了起来。如果不趁这个机会将这根法杖搞到手，一旦等卡洛尔这个神奇苏醒过来，自己恐怕连命都保不住。没有任何的犹豫，许然伸手一捞，感觉手中多出了一根法杖后，立刻尝试着消耗永恒积分，朝着其他的时间点跃迁。与此同时，提示音也在他的耳畔响起：提示：是否前往岁月之影，曙光帝国修道院叛乱。提示：本次快速移动将消耗15枚永恒印记。先前，许然选择的是几年前的无尽深渊。不出预料的话，眼前泡影中记载的事件，应该是当初曙光帝国所爆发的一场修道院叛乱，其中甚至有传说级强者的踪迹。事件的时间应该就发生在几十年前。一想到这里，许然眼前不由得为之一亮。曙光帝国修道院叛乱，如果能揪出来那个传说级的 BOSS， 说不定他距离凑齐悲鸣史诗套会再进一步。无比果断，许然直接做出了决定，确定进入。随着他话音刚落，无数的永恒气息瞬间包裹住了他的全身，即将带着他前往下一个世界。这一次，从拾取到起身，再到触发区域内快速移动，他的动作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快到了极致，只用了不到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完成了。直到这时，关于拾取成功的提示音才刚刚响起。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无尽灾际冻结之杖，神级。神器。当许然看到这个提示的一瞬间，他的心脏就猛然跳动了一瞬。面对神器，无论换成谁，恐怕都会当场色变。第103章可成长的属性。但让许然感到奇怪的事情出现了，一直等到这件物品拾取到了手中，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根法杖依旧是原本古朴又暗淡的样子。许然看到这里，心中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他隐隐有种猜测，或许和万倍奖励没有关系，是这根法杖本身出现了问题。思索至此，许然索性直接将目光落在了这根法杖上面。无尽灾际冻结之杖，神级。需求等级无。需求职业法系职业。品质神级。类型法杖，可成长。部位武器封印中。当前成长阶段一阶。耐久值永不磨损。效果1，解除法杖桎梏后可激活该效果。效果2，解除法杖桎梏后可激活该效果。装备技能唯一灾际之冻结，解除法杖桎梏后可激活该效果。装备进阶需求冻结1000头等级不低于自身的传说级 BOSS， 可进入成长第2阶段。介绍：可带来无尽灾际和冻结，但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看到这根法杖的具体信息后，许然算是明白了一切。原来真的不怪万倍奖励不生效，而是这根法杖它本身就没有解除桎梏。在永恒中，装备也有很多状态，比如寻常可见的装备往往都是可交易的类型，还有任务奖励或者 NPC 赠予的装备都属于不可交易的范畴。同时还有其他的类型，比如封印装备，又叫封装，其本身往往属于不可交易的类型，但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后，可以将这件装备转化为封印装备，这时候就可以自由拾取和交易了。这根无尽灾际冻结之杖显然就是一件封装。究竟是谁这么大的手笔，
许然当然清楚，关于封印装备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是一件普通的黄金级装备，都能掏空寻常玩家的口袋。而封装神器，前世好像没有人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有个土豪封装了一个传说级戒指给妹子，据说他足足消耗了1/3个顶级势力的资源，但现实往往都充满了戏剧性。妹子收了这个堪称无价的礼物后，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引得无数玩家纷纷愕然。因此这个壮举也被称为史上最大的怨种。所以哪怕用脚趾头去想，都能明白封装这件神器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少。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解除封印的方式相比之下却要简单了太多，只需要直接装备即可。不过这样一来，这件装备也就和自己绑定了，想要交易和自由拾取就需要再次封装了。对于许然来说，这压根就不是他应该担心的事。他可没有将神器拱手让人的打算，更没有当舔狗和大冤种的习惯。提示：是否装备该法杖将自动解除该装备的封装效果。提示：该装备处于残损状态，该举动将有一定的风险。面对提示，许然直接将其无视。残损状态，他可浑然不惧，有万倍奖励在手。只要这件装备是神级品质，就能将其提升到令神奇都为之动容的地步。装备，许然话音刚落，这枚法杖的封印就被缓缓揭开。刹那间，璀璨而夺目的光芒将他的身躯彻底照亮，就连周围的昏暗也都退避到了最远处。提示：正在快速移动至岁月之影，曙光帝国修道院叛乱。随着提示音的响起，在许然身躯缓缓消失的前一秒，他发现卡洛尔已然苏醒。出乎预料的是，这道绝美的身影并没有做出任何的举动，反而正一脸平静地注视着许然的离开。提示：你发现了曙光帝国修道院。提示：你进入了血色修道院。当提示响起的那一瞬间，许然手中的法杖也恢复了原本的光泽。在璀璨而闪耀的光芒下，一根澄澈到极致的法杖正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只不过一根狰狞的裂纹从头到尾贯穿了法杖的本身，直接破坏了这一份美感。提示：装备无尽灾忌冻结之杖，神级，成功，你已解除该装备的封印。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神级提升至神话级品质。看到这里，许然为之一愣。神话？他诧异不已，前世可从没听说过还有神话级的装备。这一变故让许然心中隐隐有种猜测，很有可能在神级以上不仅有神话这个品质，甚至还有更高的存在。不管这个猜测是否准确，有一点毋庸置疑，神话品质的装备绝对要碾压神器。没有任何的犹豫，许然直接将目光落在了这根法杖上面。无尽灾忌冻结之杖，神话级。需求等级无。需求职业法系职业。品质神话级。类型法杖，可成长。部位武器，已绑定。当前成长阶段1阶。耐久值永不磨损。效果1：智力加1999，魔法值上限加99999，穿戴后生效。效果2：周遭所处环境中冰属性元素越浓郁，自身的魔法穿透、魔法恢复速度、魔法暴击率等等属性也会随之增加，最高上限为 80%。 装备技能：灾忌之冻结，激活法杖内蕴含的力量，可燃烧自身生命值和魔法值，通过不断挥洒出极寒之冰，可调动无尽的冰霜法则，对指定范围带来一场灾忌冻结之雨，可带来无尽的冰封效果，冷却时间12小时。注意，处于灾忌之冻结状态时，燃烧生命值可提升冻结效果以及范围，燃烧魔法值可提升冻结效果的持续时间，最高上限为永久。注2：当持有该装备时，可免疫一切冰属性魔法伤害，并且可将自身掌握的一个冰属性技能转化为领域类技能。装备进阶需求：冻结1000头等级不低于自身的传说级 BOSS， 可进入成长第2阶段。介绍：可带来无尽灾忌和冻结，但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看到这件装备的一瞬间，许然就被2个数字给震撼到了。1999点智力加成，99999点魔法值上限加成。这恐怖的加成数值竟然只是这件装备的其中一个效果。最离谱的是，这件神话级的装备竟然还拥有可成长的属性。第104章极寒领域改造成功。根据先前获得的神级装备，不难得知一个规律，但凡是可成长型装备，其加成的属性都会随着成长阶段而提升。这就意味着这件装备带来的恐怖加成
远远不止如此。随着装备成长阶段的提升，加成属性也会随之水涨船高。不仅如此，像是装备提供的技能，其效果和持续时间也会随之变化。总的来说，成长装备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东西。根据前世有玩家的统计，同样都是相同属性和等级的两件装备，拥有可成长属性的那一件会比另一件价值高出数倍，甚至几十倍。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距。看到这里，许然不由得暗暗啧舌，这才只是第一个效果，就如此可怕。再加上后面的效果和装备技能，神话级装备的属性绝对远超神级装备。首先是效果2，当自身所处的环境越冷，自己就会获得多种增益，比如魔法穿透、魔法恢复速度、魔法暴击等等都会随之获得提升。这和冰霜女神的眷顾那个 buff 似乎有些相似，但其核心却不一样。要知道，这件神话级法杖的加成上限可是足足有 80%。 什么概念？以它自身的冷却缩减、魔法恢复速度和暴击等等数据，甚至都不用叠满寒冷 buff， 就能直接抵达 100% 满值。至于装备技能灾际之冻结，更是个重量级。毋庸置疑，这应该就是先前那名神奇挥动法杖造就出冰封千万里寒霜帝国的技能。当然了，以许然目前的实力，压根无法和神奇相提并论，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个技能绝对比之前强了一大截，甚至比起禁咒都不遑多让。因为无论是魔法值还是生命值上限，当前阶段很少有人能和许然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这装备虽然以冰属性为主，但无论是属性还是装备技能都和许然无比契合。而且如果许然没看错的话，这个装备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效果，当持有该装备时，可免疫一切冰属性魔法伤害，并且可将自身掌握的一个冰属性技能转化为领域类技能。这个效果注定今后冰系伤害将对许然无法生效，而且还能让他拥有的一个冰系技能无条件转换为领域类技能。提示：请从你自身掌握的冰属性技能中挑选出一个，使其转化为领域类技能。提示：转化技能的品质将遵循原本技能的品质。望着提示，许然陷入了沉思。他的冰系技能并不算很多，但毫无疑问，他一直都在使用。比如极冰风暴这个高级群攻技能，能一次性打出爆炸的多段伤害。当然了，随着等级提升和不断转职，这个技能已经稍微显得有些乏力了。但对于许然来说，意义还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个技能实在是太好用了，随便丢一个出去，无论是对群还是对单，都能打出令人心悸的多段伤害。而像是另一个冰系技能寒霜护盾，对于许然来说就有些鸡肋了。按照两个技能的类型来说，显然寒霜护盾更适合改变为领域技能，不过对许然来说却有些不一样。两者虽然都是高级技能，但他拥有的护盾技能实在是太多了。寒霜护盾虽然能在提供护盾的同时还可以打出一次爆发伤害，不过整体算下来性价比并不算很高，所以许然稍微思索了一瞬就做出了决定。无论如何，他都要选择极冰风暴。提示：你已选择极冰风暴高级作为本次提升的技能，该过程不可逆，是否继续？面对提示，许然没有犹豫，直接做出了决定。继续。对所有人来说，领域技能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除了许然之外，可能无数人究其一生都只能获得一个领域技能，所以重要性毋庸置疑了。随着许然话音刚落，极冰风暴这个技能便悄然发生了改变。系统提示音又一次从他的耳畔响起。提示：晋升成功，你获得了领域技能极冰风暴领域高级。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技能奖励品质已从高级提升至宗师稀有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领域技能极冰领域宗师稀有。在提示响起的那一刻，万倍奖励也瞬间发挥出了其应有的效果，将这个高级技能一举提升到了宗师稀有品质。这对于极冰风暴来说简直就是一场逆天的提升。没有迟疑，许然直接将目光落在了技能栏中，他想看看这个被提升为宗师稀有品质的领域技能究竟有多么的恐怖。极冰领域宗师稀有。类型：领域技能群攻。品质：宗师稀有。效果：通过引导和指引自身掌握的冰霜法则，使自己与冰属性魔法元素产生共鸣，将构建出一片极冰领域，将对所有处于领域内的敌人造成极高的冰属性魔法伤害，以及冻结、迟缓、僵硬等多重负面伤害，每秒消耗魔法值 3%。 注：极冰领域内构建出的无数冰刃都可被其他魔法元素附魔，打出多种元素反应，
并且可以自主锁敌，无需引导。看到这个技能的具体内容，许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如果自己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让将原本的疾冰风暴直接变成了随时跟着他的移动风暴。虽然每秒需要消耗 3% 的魔法值，但以许然目前的魔法值恢复速度，这点消耗量压根不是问题。他的续航早已远超所有人的想象了。正想着，远处传来了一阵窸窣声。这时候，许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抵达了曙光帝国修道院这个往昔片段里了。放眼望去，前方是一片无垠而荒凉的草地，足足有人高的杂草将前方的一切都掩饰得一干二净，只有一道建筑群的轮廓依稀可见。没猜错的话，那里应该就是修道院了，里面应该藏着大量的怪物，还有一头传说级品质的 BOSS。 只不过许然不知道他们的等级是多少，能否提供足够多的收益。但多想无益，许然直接拎起手中法杖，抬腿朝着前方走去。与此同时，空气中的温度骤然下降，雪花从天空中挥洒纷飞而下，几乎是瞬间，一片极寒就缭绕在了许然周遭。第105章群起而攻之。自始至终，许然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完成主线任务。目前这一阶段，他有2个任务目标。首先，他需要找到并且锁定失落国度的位置，这对于他来说并不算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但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通过卡洛尔提供的线索不难得知，似乎失落国度中藏有本次异变的根源，所以任务第2个目标需要他前往骸骨之城进行探查。早在之前，通过足够的击杀数，许然已经满足了踏入骸骨之城的条件了。接下来，他只需要找到失落国度真正的位置，才能进入那座传闻中的骸骨之城。真正的位置，许然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和那些泡影不同，真正的失落国度就藏匿在无尽岁月长河中的某一个点，所以他必须尽快将其找出来，然后开启骸骨之城。想到这里，许然又准备消耗一定的永恒印记，想要实现快速移动。毕竟时间宝贵，这一处修道院事件虽然油水很大，但应该对主线任务没有什么作用。想到这里，他停下了脚步，然后选择了快速移动。提示：是否前往岁月之影？曙光帝国修道院叛乱。提示：本次快速移动将消耗15枚永恒印记。首先映入眼帘的又是这个曙光帝国修道院叛乱，让许然有些无语。没有任何的迟疑，他选择了其他的区域作为目标，开始快速移动。提示：正在快速移动至岁月之影，落日余晖之意。随着提示音的响起，许然的身躯缓缓消失在了这片杂草无际的区域。下一刻，厮杀从他耳畔响起。呜！随着沉闷的号角声响起，数不尽的生灵都陷入到了一片疯狂厮杀中。代表秩序的光明阵营，代表毁灭的黑暗阵营，此刻竟然全都联起手来，共同攻打传闻中的永恒国度。没有任何的迟疑，显然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前方不远处那一座恢宏到令无数人感到由衷震撼的巨城。许然自认为永恒城虽然不属于主城级别，但比起来巍峨高耸的冰封城也不遑多让了。但和这座巨城相比，永恒城甚至就像是一个玩具。不出所料的话，这应该就是传闻中骸骨之城的前身了。曾经有典籍记载过，永恒国度当初为了建造这座巨城，消耗了无数的资源和精力，而名字似乎充满了巧合。骸骨之城曾经的名字也叫做永恒城。最终历时41年，永恒国度汇聚了整个世界最巅峰的科技和生产技巧，消耗了无尽资源，这才让这座巨城耸立在了世人面前。无论是谁见到这震撼人心的一幕，心中都会不由得生出同一个想法：如果能拥有这样的一座巨城，此生无憾。不过许然清楚地知道一点，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即便是这座恢宏巨城，最终也逃不过被掩埋在岁月长河中的命运。当然了，许然估计，或许直到最后，这座堪称世间巅峰的巨城都没有真正意义上被攻破。永恒国度一夜之间消失的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看到这一幕，许然心中略微有些纠结。作为如梦如幻的泡影，眼前这段过往只有极其短暂的时间，他也无法确定真正的失落国度入口是否就藏在这里。正想着，一道劲风朝着他呼啸而来，净化污秽，剿灭永恒。或许是许然身上浓郁的永恒气息吸引了无数敌人的注意。这一刻，周围无论是光明阵营还是黑暗阵营的 NPC 大军，都齐刷刷朝着他所在的方向看了过来。提示：
你的出现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请做好战斗准备。提示：你进入了战斗状态，暂时无法快速移动。提示：你进入了战斗状态，暂时。在提示响起的那一刻，许然就拎起手中法杖，开始释放技能了。既然无法离开，那索性就参与到底。冰霜！一声轻喝，许然周遭立刻出现出了无尽的冰属性魔法元素，在不断翻涌之中，化作一片极寒之境，缭绕在他周围200米的范围内。领域技能开启，刹那间，数之不尽的冰刃纷纷从空气中汇聚而出，割裂、冻结、迟缓，种种令人产生无尽压迫感的气息顷刻而至。极冰领域这个宗师稀有级品质的领域技能，在这一刻绽放出了其恐怖的一面。斩！大手一挥，领域彻底张开，许然也在此刻朝着前方飞速掠去。随之而动的，还有无数足以割裂一切躯体的极寒冰刃。速速！速速速速！充满厮杀和血腥哀嚎的战场上，好像忽然响起了一阵微弱又瘆人的动静。紧随其后，是无数身躯被割裂、轰然倒地的声音。随着许然的移动，所有被极冰领域笼罩在内的敌人，竟然全都如同被割的韭菜一样支离破碎。与此同时，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害数值也纷纷从他们头顶浮现。眨眼的功夫，随着大量戛然而止的哀嚎声，来自2大阵营的 NPC 士兵全都齐刷刷的倒了一大片。这一幕也让2大阵营的那些 NPC 士兵倍感屈辱。作为黑暗阵营和光明阵营的普通士兵，他们不仅地位不算很高，战斗力也没高到哪里去。但离谱的是，区区一个疑似完成领域掌握的敌人，就足以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这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顷刻间，这些 NPC 也纷纷开始了反击，一道道散发着死亡、黑暗等等气息的魔法技能直接被汇聚在了一起，化作漫天的黑色光雨，朝着如同黑夜中明灯的许然轰去。而携带圣光和审判气息的无数技能和剑士也纷纷紧随其后，朝着许然掠去。提示：审判卫兵对你发动了决斗，是否同意？提示：死亡巫师使用技能死亡之焰，率先对你发动了攻击。提示：自然猎人已释放出猎犬，正在试图控制你的位移。提示：你已被刺客杀机锁定。第106章暗夜禁卫统领。一时间，许然的身影被彻底淹没在了一片技能海中。然而下一幕发生的事情让其他 NPC 感到了一种屈辱。2大阵营联手，齐心协力进攻那所谓的永恒国度，没想到他们表面看上去正乖乖地龟缩在巨城中防守，结果却悄悄出现在了他们大军后方。这已经不能叫作死了，即便是一个掌握领域的3转强者，恐怕也无法幸免于难。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偏偏许然凭借离谱的移动速度和位移技能，躲避了绝大多数的致命伤害。而像是其他的锁定技能，单单是各种护盾就足以应对了。再加上许然那堪称恐怖、令人绝望的魔法和物理防御力，这些 NPC 的伤害暂时还不足以让他的血量跌落太多。只是有一点有些烦人，沐浴在黑暗死亡和光明审判的技能中，耳畔的提示音犹如刷屏一般，简直一刻都不曾停歇。思索了一下，许然决定暂时不再出手。这些应该都是过往的事件，流淌在岁月长河之中。自己如果因为轻举妄动，导致后续的历史发生未知改变，问题就大了。所以他决定静观其变，毕竟这些小喽啰还暂时不值得他出手。就这样，许然通过位移技能和娴熟的走位，再加上厚到离谱的护盾，在敌人大军中肆意穿梭，放眼望去，压根没有能威胁到他的存在。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大概在半分钟后，黑暗阵营大军深处传来了一阵躁动，紧接着一抹极难察觉的幽光直冲许然而来。袭击！几乎是一瞬间，战斗经验丰富到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许然察觉到了突如其来的危机，没有任何的迟疑，他直接发动了技能永恒跃迁，身影骤然消失在了原地。咻！直到这时，声音才传递过来，只见一根散发着无尽幽暗气息的剑矢已然狠狠灌入了许然先前站着的地方。霎然间，包含泥土和残骸断壁都被消融成了一片虚无，其恐怖伤害可见一斑。许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了一跳，速度太快了，快到他都险些来不及反应。而且顺着剑矢的方向望去，他并没有发现任何 BOSS 的痕迹，只有如同潮水一般的黑暗阵营 NPC 士兵。又来！正想着，许然心脏突突直跳，一股危机感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剑矢又来了！想都不想，许然直接发动了永恒跃迁第2段位移，
随着他身影的缓缓消失，一根箭矢再次贯穿了他身下的土壤。真实之眼激活了永恒跃迁第2段后，许然的脸色相当严肃。无论是箭矢的威力，还是这诡异的箭矢掠行速度，以及那无法察觉到的踪迹和身影，都在证明着一件事：这个 BOSS 绝对是一条大鱼。所以当下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尽快锁定袭击 BOSS 的位置，而且还要赶在永恒跃迁次数消耗殆尽之前，否则以他其他的位移技能，估计很难躲开这一击。当然了，以许然那10几万的生命值上限，倒也无需担心会被 BOSS 秒杀，他只是不想让自己陷入被动局势罢了。正想着，许然的身影出现在了远处，他通过不同的角度尝试着搜寻 BOSS 的踪迹。2秒 ，BOSS 的释放速度很快，所以每次都只有2秒的观察时间。许然无比冷静，大脑开始快速分析起来。BOSS 释放箭矢只需要短暂的2秒时间，而对方一旦完成了技能的释放，留给他位移的时间就被压缩到了1瞬间。这就意味着一件事：这个隐藏在暗中的 BOSS 绝对会在很小的一个范围里乱窜，思索只在1瞬间。当下一枚箭矢狠狠袭来的那一刻，许然已经找到了应对的方式，通过永恒跃迁不断调整角度，找到 BOSS 的大概方位，然后疯狂甩技能洗地即可。咻！随着箭矢狠狠灌入地面，许然的身影浮现在了不同方向的远处。看了一眼技能栏，永恒跃迁还剩下1次位移次数，但也足够了。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他已经锁定了 BOSS 的大概方位，就连手中的技能也早就捏好了。轰！随着一阵短暂的吟唱，在许然极为恐怖的释放速度加持下，下一枚箭矢即将袭来的那一刻，燃烧着汹涌火焰的巨大陨星已然从空中浮现。随着刺耳的破风声，陨星盛宴的第1枚陨星狠狠砸向了 BOSS 所在的位置，顿时掀起了一片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值。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一点，随着许然的攻击，关于触发战斗的系统提示也在此刻如期而至。提示：你的举动引起了传说级 BOSS 暗夜禁卫统领拉尼尔的注意，请及时做好战斗准备。提示：你的举动引起了传说级 BOSS 暗夜禁卫。许然重复了一遍这4个字，眼中浮现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神色。无论是代表毁灭的黑暗阵营，还是代表秩序的光明阵营，其王城都拥有一支极其恐怖的大军，其中暗夜禁卫就是属于黑暗阵营的那个大军，而这个叫做拉尼尔的传说级 BOSS 正是其中的一个统领，其实力绝对远超常人想象。嗡！就在许然引导出第2枚陨星的时候，又一枚箭矢消失在了空气中。下一刻，携带无尽威势和黑暗气息的箭矢竟然将这枚尚在空中的陨星直接贯穿。随着一声嗡鸣，在其黑暗湮灭气息的作用下，第2枚陨星直接被消弭成了虚无。不仅如此，许然发现前一刻还停留在自己视线中的 BOSS 现在竟然又一次消失在了人群中。这一个诡异的位移隐藏技能让许然心中生出了一种渴望，如果自己也能把这个技能捞到手，那对实力的增益将不容小觑。一念至此，许然给 BOSS 挂上了死亡印记。尽管受其诡异技能的影响，他有时候会丢失 BOSS 的视野，不过一旦将其击杀，自己就有可能掌握到对方的一个技能。而接下来也到了2大阵营和永恒国度展开真正决战的时间了。第107章，来自巨龙的隐藏特点。厮杀声、号角声、哀嚎和血肉被割裂的声音交汇在了战场上方，俨然直接将这里变成了一片真正的修罗场。无数残肢断臂和尸骸都散落一地，鲜血更是将整片土地染成了红色。至于许然，在一道道的箭矢掠行中，他正不断地接近 BOSS 的位置。这场战斗是过去式，可谓是和他毫无关系，但 BOSS 却有所不同了。其掉落一旦经过10000倍奖励的增幅，那就保底是一件史诗级装备，说不定还能让他凑齐其中一件悲鸣史诗套。一时间，在许然那恐怖的释放速度以及远古幽灵巨龙极高的飞行速度下，双方攻防逐渐完成了反转，许然成为了追杀的那一方。望着不断消失又不断出现的 BOSS 身影，许然面无表情地丢着一个又一个技能，他也不管砸得准不准，反正对于法师来说，随手一个范围技能砸过去比什么都好使。轰轰轰，技能的宣泄声此起彼伏，而不知不觉中，许然已经接近了城墙的位置。望着高耸入云的城墙以及那令人绝望的防御工事，或许想要全歼2大阵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守下去却相当轻松。他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的骸骨之城直接沦陷。
他猜测，很有可能是内部出了问题，否则单凭战斗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一切。正想着，许然感觉头顶传来了一阵风声和动静，刚一抬头就看到城墙之上出现了大概有数千条巨龙，在其脊背上依稀能看到对应巨龙数量的人影。乖乖，许然悠然长叹，也就是那个时候了。现在想要看到如此数量的巨龙，可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了。不出所料的话，这些巨龙应该也随着永恒国度一起消弭于岁月之中了。等等，不对！望着那数千条巨龙，许然心中忽然涌现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眼前这座恢宏巨城的陷落，或许和巨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前世许然听到过一个传闻，巨龙不仅在魔法免伤率方面远超其他生物，而且还有一个隐藏的特点：当其达到一定数量时，魔法免伤率还能相互叠加。如今这数千条巨龙，恐怕即便是法系禁咒都不一定能打得出伤害。许然早就观察了四周，他发现这座恢宏巨城的防御塔中，魔法轰击塔占据了大概 80% 的数量。也就是说，虽然其火力覆盖堪称举世无双，但如果面对巨龙带来的群体免伤，恐怕还真的要遭重。似乎像是在印证许然内心的想法。就在这一刻，所有归属于永恒国度的巨龙大军竟然在这一刻齐刷刷地朝着城墙的方向掠去。他们头顶的名字瞬间变成了和两大阵营一模一样的颜色，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然从防守的那一方变成了攻城的敌人。敌袭，快阻止！站在城下，许然都能听得到城墙上 NPC 守军的嘶吼声，但为时已晚。数千条巨龙带来的震慑和破坏力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而这个错误或许不应该是永恒国度的错误，实际上是两大阵营的谋划，没有人为此买单。很快，随着周围战斗逐渐趋于平静，城墙之上成为了另类而惨烈的主战场。而这时，许然也成功将那名传说级 BOSS 打成了残血状态。不过，就在他即将斩杀 BOSS 的时候，这座恢宏巨城竟然开始缓缓下落，看样子很快就会陷入地下，也就是那片永不见天日的无尽深渊。找到了！许然的心脏猛地一跳，他好像找到了真正失落国度的入口。想到这里，许然望向了任务栏，果然，在主线任务第4阶段中，任务目标 E 已经完成了，只剩下踏入骸骨之城这一个目标了。没有任何的犹豫，许然下达指令，让远古幽灵巨龙化作幽灵形态，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掠行。骸骨之城陷落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要赶在其陷落之前，利用其防御暂时被无数巨龙破坏的时机，踏入这座传闻中的骸骨之城。不过，在此之前，许然挥动了手中法杖一下，随着一阵魔法元素的涌动，战场中的一道身影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缓缓倒在了泥土中。提示：你成功击杀了传说级 BOSS 暗夜禁卫统领拉尼尔。在提示响起的那一刻，远古幽灵巨龙掠到了 BOSS 尸体上方。随着风声骤降，许然完成了掉落的拾取。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技能书前行之略。提示：你拾取到了奖励死亡悲鸣护妖传说。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高级提升至宗师级技能。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技能书来自黑暗的轻语宗师。提示：你获得了死亡缭乱悲鸣护妖史诗。随着提示的响起，一连双史诗给许然带来了十足的惊喜，而且没看错的话，这个护妖应该也是悲鸣套装的一部分。不过时间紧急，机会稍纵即逝，许然打算先踏入骸骨之城，再查看这些令自己感到无比满意的掉落。轰！正想着，凭借卓绝的飞行速度，远古幽灵巨龙竟然真的在那座巨城陷落的前一刻踏入了其中。下一瞬，无尽黑暗吞噬了所有的光，坠落感瞬间涌上全身。许然明白，他的任务目标应该马上就要完成了。果不其然，提示音接踵而至。提示：你成功确定了失落国度的位置，并且踏入了骸骨之城，满足了任务第4阶段的要求。提示：主线任务失落国度卷土重来任务内容已更新，请注意查看。许然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毕竟这座当初谁也没能找到的入口，想要踏足其中，困难可想而知。但如今，随着远古幽灵巨龙伸展双翼，他已然出现在了这座充满腐朽和死亡气息的深渊之中。第108章，神奇的真正身躯。提示：
你成功进入了隐藏区域失落国度。提示：你成功进入了隐藏区域骸骨之城。随着提示音的响起，许然至今都有些不可思议。他没想到，当初两大阵营为了让这座恢宏巨城沦陷，竟然用的是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想要达成目标，有时候不妨采取一些令常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或许能有不一样的效果。现在正是如此，下坠还在继续，像是在经历过场 CG 剧情一样，整个永恒国度都在向深渊中坠落。而在此过程中，所有的一切都开始逐渐腐朽和破败，无数生灵全都变成了由骸骨组成的狰狞怪物。那座往昔的恢宏巨城也在此刻逐渐被腐朽，成为了一座骸骨之城。与此同时，主线任务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虽然依旧是第4阶段，但其目标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类型：主线任务为1，难度未知。当前阶段寻觅真相，第4阶段。内容：由于你成功进入了失落国度，并且锁定了其具体方位，然后又成功踏入了骸骨之城，满足了主线任务第4阶段的准备工作。接下来你需要完成以下目标。任务目标1，请通过对骸骨之城的探查，找到背后谋划之人的真正意图。任务目标2，通过手中掌握的那根神话级法杖，找到当初被埋葬的那名神祇，选择是否解开其桎梏，还是让其永远沉睡在这片无尽深渊里。注：该阶段有不同的任务目标，完成数量越多，奖励也会越丰厚，对于后续剧情的也会有不同的影响。介绍：威利斯特从古龙巴萨尔的头颅中感受到了失落国度的气息，或许他们没有消亡在历史长河中，即将卷土重来。选择吗？许然早就料到了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根据他的推断，2个选择或许会带来2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在永恒这款游戏中，有一个默认的规则：玩家即便成功激活了主线任务，但往往因为身份、财力以及实力等等原因，很难成为任务的核心，往往都是起到推动剧情等打酱油的作用。看上去，主线任务的奖励丰厚到难以想象，但只有许然知道，一旦以最核心的方式参与其中，然后完美甚至破格达成主线任务目标，他获得的奖励将是正常情况下的数倍，甚至数百倍都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许然必须谨慎做出选择，才能将收益达到最大化。比如任务目标1，请通过对骸骨之城的探查，找到背后谋划之人的真正意图。首先，他要去确定背后谋划之人的身份以及其行动轨迹，否则任务压根进行不下去。不过根据先前的种种线索来看，背后谋划之人很有可能和2大阵营有关系，只不过其具体身份暂且还不知道。许然倒是不慌，他另有妙计，无论哪个背后谋划之人究竟想要做什么，他都不需要关心。接下来，他只需要找到隐藏在骸骨之城中价值最高的物品。到了那个时候，背后谋划之人自然就浮出水面了。至于主线任务目标2，倒是有些困难。由于无尽灾际冻结之杖这个神话级的装备已经成为了许然的囊中之物，所以才会出现了这个特殊的目标：击杀卡洛尔，解除其桎梏，将其释放出来。这2个选择对他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最主要的一点，他并不知道做出那种选择会对自己更有利。或许只有等到真正面对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了。正想着，许然感觉那失落国度下坠感忽然减缓了不少。他立刻明白，这段剧情马上结束了。不过就在这时候，一道身影出现了，绝美无瑕，美到让人似乎能忘记一切。在缓缓下坠的过程中，一道恢宏足足有半个骸骨之城高的绝美身影悄然出现在了一侧。他一手挥动法杖，口中缓缓念诵着晦涩难懂的咒语，另一只手则直接将骸骨之城托在了半空中。这一幕足以震撼玩家无数年。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早在之前，所有参加永恒城攻城防守战斗的玩家，在等待结算的时候，也都纷纷共享到了无尽深渊的视野。从许然锁定了失落国度和骸骨之城方位的那一刻起，玩家们就陷入到了绝对的震撼之中。这堪称史诗篇章的一幕，竟然在这一刻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一时间，有不少玩家因此而认可了许然的地位。然而就在那道恢宏而绝美的身影出现时，整个华夏区的玩家全都看到了这一幕。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主线剧情资料片。刹那间，无论是先前见惯了大场面的玩家，
还是其他主城刚看到这一幕的玩家，所有人在这一刻全都陷入到了一片轰然中。话说，这身影怎么这么大？是 BOSS 还是 NPC？ 上次查资料听说，神奇的真正身躯好像就是这么大，大到让咱们如同蝼蚁一样渺小。都自己人，别打击士气了。话说，这就是待会天选之人要打的 BOSS 吗？哎，这逼真不厚道，有 BOSS 也不让咱们一起去刷。一时间，世界频道中一片火热，无数玩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像极了卡洛尔的这道身影。瞄了一眼，许然都有些绷不住了。面对神奇，他可没有将其击杀的把握，毕竟那可是在游戏大后期都堪称无敌于世的存在。除非许然也得到了法则的认可，在获得神格后才能晋升为神奇。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有机会拿捏那些神奇们。所以，在没有弄清楚这道恢宏巨影的真正意图之前，他是不会贸然出手的。正想着，一道轰鸣声响彻在了整个无尽深渊，是大地的震颤声，同时也是空间和时间被改变的声音。只见那道疑似神奇的巨大身影，手中法杖猛地一挥，无尽冰霜法则几乎凝为了无数结晶，争相瞬间向上涌去。其目标对应的正是寒霜帝国的那片区域。第109章神格的特殊力量。霎然间，所有玩家的视线都随着那根散发着无尽冰寒气息的法杖转移到了深渊外界。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全是生机。这鸟语花香的一幕让不少玩家的大脑当场宕机。这是咋回事？我那么大的寒霜帝国呢？话说，这满地的冰霜都去哪里了？在玩家的心里，寒霜帝国就和生机盎然没啥关系。这里终年被冰雪所覆盖，从遗忘的极寒之巅吹来的风更是充斥着刺骨般的严寒。即便有植物，也都像是针叶林那种不惧严寒的种类。如今这一幕映入眼帘，玩家们简直太不适应了。但有处于寒霜帝国的聪明人急忙环顾了一下四周，冻土还在，那应该只是剧情资料片罢了。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玩家在世界频道里抗议，不公平，重开！为什么寒霜帝国的场景和现实不统一？差不多得了，凑合看吧。话说我是真的不适应，你看那剧情里连被遗忘的极寒之巅都弄没了。就在所有玩家表示剧情和现实不一致时，在卡洛尔的引导下，无尽霜雪尽数洒落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刹那间，凛冬已至，万物凋零。只见卡洛尔手中握着的法杖轻轻一挥，他浑身如玉般无瑕的肌肤瞬间变得惨白破败。虽然有一种特殊的美感，让人心醉不已，但许然却知道，他使用的这根法杖可以燃烧生机和魔法值来换取没有上限的提升。现如今，卡洛尔便挥动着法杖，将自身所有生机和魔法都尽数燃烧殆尽，施展出了作为一名神祇此生最强的一次攻击。轰！随着无尽霜雪洒落，树木、花草、山川河流几乎全都在一瞬间被冰霜法则所冻结。眨眼之间，整个寒霜帝国的疆域全都被化作了永不消融的冻土，而其攻击的落点则是那直插云端的被遗忘的极寒之巅。卧槽！看到这一幕，无数玩家全都愣在原地。这是何等的威势，足足改变了整个帝国疆域的地形。不仅如此，这冻土更是让他们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难道说，被遗忘的极寒之巅和寒霜帝国都是这一个技能给砸出来的？这他妈就是神奇的力量吗？我不敢相信。不少玩家纷纷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不得不说，这个资料片带来的震撼感绝对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媲美的。霎时，世界频道、区域频道还有玩家们的佣兵团频道里全都开始刷起了屏。这场面简直太壮观了。不过和他们不一样，许然此时正静静地望着那恢宏浩荡的神奇身影，眼中带着审视的目光，想要完成主线任务。或许他不能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否则差上哪怕一丝一毫都会导致评分不再是完美。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始终紧紧盯着一切。终于，在这一刻，他等到了。随着卡洛尔挥动法杖，将整个寒霜帝国疆域尽数变为冰封冻土的那一刻，他趁此功夫，将无尽风霜汇聚成为一道漩涡，使其倒卷回了漆黑一片的无尽深渊。这一幕，在其他人看来并不怎么显眼，但许然却从未停止过观察。他一眼就看出来了里面的猫腻。真实之眼。随着一声轻喝，许然的视线瞬间变成了一片灰白。在泾渭分明的两种色彩中，他察觉到了一处蹊跷的地方。
卡洛尔好像藏匿了什么东西。首先，他在自身生机燃烧殆尽的那一刻，将额头的一枚璀璨晶体剔除了下来。霎然间，神威弥漫在了整片区域，包括骸骨之城在内，整个失落国度竟然停止了下坠，就这样悬浮在了岁月长河的上方。一枚神格将整个失落国度都托了起来，虽然无法豁免腐朽和凋亡的气息，但总算也没有让其跌入岁月长河中，成为一朵浪花。这个动作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无比耀目，这也正是失落国度的骸骨生物还能从无尽深渊中再度爬出来的原因。想到这里，许然心中不由得一阵火热。神格，如果这个剧情是真实的话，那就意味着在失落国度的下方还有一枚神格。不过这不是最让许然感兴趣的事情。明修站到暗度陈仓，在卡洛尔拿出神格的那一刻，趁此机会，他悄然将一枚光点埋向了被遗忘的极寒之巅。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注定。作为掌握永恒的法师，许然一瞬间便感知到了这枚光点之中蕴含的气息，正是浓郁到极致的永恒法则结晶体。甚至他还有个大胆的猜测，或许这个光点是永恒神格的一枚碎片。看来接下来的目标又多了一些。察觉到了一切后，许然饶有兴趣地继续观看着剧情片。看起来这段主线剧情资料片尚未结束，应该还有后续的一些剧情。为了合理安排时间，许然决定趁此机会查看一下刚才获得的奖励。首先是那本宗师级品质的技能书，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先前那名传说级 BOSS 的核心技能。虽然称号没有将其强行掠夺过来，但却被爆了出来，令人欣慰不已。提示：你掌握了新的技能，来自黑暗的轻语宗师。双手一搓，技能书化作漫天光点，四处纷飞挥洒。而许然的技能栏中也多出了一个新的技能，来自黑暗的轻语宗师。类型：宗师级技能。效果：瞬间引导技能，汇聚空气中的黑暗元素，将自身隐藏于黑暗和阴影之中，可瞬间移动一段距离，并且期间可完美隐藏自身踪迹，只要不主动发起攻击，就不会被任何生灵所察觉。持续时间120秒，冷却时间3分钟。介绍：黑暗之轻语，更像情人之间的若即若离。好技能，第一眼许然就看出了这个技能的价值。瞬间引导技能，然后藏匿于黑暗与阴影之间，可瞬移一段距离，期间还会完美隐藏自身踪迹。这和先前那个 BOSS 使用的技能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其中一个效果引起了许然的注意，只要不主动发起攻击，就不会被任何生灵所察觉。第110章采购一空，这是一个隐藏行迹的技能，有点像是许然的神器披风带来的特殊效果。自身处于黑夜中的时候，将完全遮蔽一切信息，不会被人所察觉。不过虽然这个技能有冷却时间，但其能做到在白天也可以遮蔽一切，这一点弥足珍贵了。而除了这个技能之外，许然还通过击杀 BOSS 获得了一件装备：死亡缭乱，悲鸣护腰，史诗。这件装备提供的属性和其他部位一样，相当的可观，生命值加15000点，双防加成都在1000多，而负重上限则提升到9999，再加上一个增加临时生命值上限的装备技能，这件史诗级的防具让许然格外的满意。不仅如此，随着他完成装备，悲鸣套装属性激活的提示如期而至。提示：装备穿戴成功。提示：触发史诗级套装8件套效果，可激活死亡缭乱带来的悲鸣效果。8件套，许然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集齐了8件悲鸣套装。在装备8件套装部位时，可激活死亡缭乱带来的悲鸣效果，可弹奏出唤醒心中的无尽悲鸣之音，不仅能让敌人陷入虚弱状态，还可以让友方单位进入特殊状态悲鸣之怒，大幅度提升属性和战斗力。包括自己在内，虽然具体数值还需亲自验证，但单凭这长达5分钟的持续时间，就足以令许然为之心动不已了。接下来他只需要再获得2件不重复的悲鸣套装部位，10件套的套装效果也会随之激活。正想着，他抬头朝着天空望去，随着剧情的不断推动，那名疑似卡洛尔的未知神奇已然耗尽了所有生机，神格也迸发出耀目的光芒，将整个失落国度都托举在了岁月长河的上方。至于外界，冰封绵延至数万里，寒霜帝国的雏形就此浮现。这场景直接震撼到了所有玩家的心神，他们这才知道，该死的主线任务资料片竟然能够弄出来这么大的场面，那奖励的有多离谱，
就在玩家窃窃私语的时候，失落国度彻底被掩埋在了无尽深渊下面。虽然有神格的力量作为支撑，让其不至于凋零毁灭，但在腐朽和死亡的气息侵蚀下，无数生灵全都变成了骸骨。看到这里，许然心中一片明朗。如果没猜错的话，任务目标中提到的谋划之人真正的意图应该就是这枚神格了。所以许然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夺取这一切，只有这样，真正大鱼才会按捺不住浮出水面。不过他也要小心，任务目标2里面说的相当清楚了，通过手中掌握的这根神话级法杖，可找到当初被埋葬的那名神祇。然后他需要选择是否揭开神祇的禁锢，还是说让其永远沉睡在这片无尽深渊之中。所以他必须确定一件事，做出决定，会不会对自己造成一定的威胁？如果没有的话，又能带来多少好处？随着剧情资料片的暂时谢幕，这片区域的时间点好像已经来到了和外界同步的阶段。但自己记得没错的话，神格的位置应该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没什么问题了。一边想着，许然在一片漆黑中不断掠行，朝着记忆中神格的方位移动。由于整个无尽深渊都被漆黑所笼罩，伸手不见五指，所以神器执掌光暗交织之影斗篷的特殊效果也在此刻成功触发。他的一切踪迹，任何人都无法察觉。就这样，许然游走于黑暗之中，踏着地上的骸骨，朝着目标地点进发。在此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让许然啼笑皆非的事情。早在之前攻城战斗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一个特殊称号——无尽骸骨的恐惧史诗级。类型：称号特殊，品质史诗级。特殊效果：该称号可以与其他称号叠加生效。效果1：骸骨类生物对自身造成的伤害会相对应的减少 50%。效果2：对骸骨类生物发起攻击或者处于其周围时，有几率触发特殊效果无尽骸骨的恐惧。期间，骸骨生物无法移动、无法攻击、无法言语，并且有几率会陷入无防御状态，持续时间随双方实力差距而定。效果3：在失落国度的骸骨之城中，将自动获得伪装，同时购买物品和交易时都可享受6折优惠。该效果可与爵位效果叠加。介绍：谁会再次踏入骸骨之城呢？当主线任务剧情结束的那一刻，许然也算是在真正意义上抵达了骸骨之城，所以这个称号的特殊效果3立刻生效。提示：触发史诗级称号效果，处于骸骨之城的你将获得伪装，同时购买物品和交易时都可享受6折优惠。果然没有猜错，刹那间，原本浑身还在散发着永恒气息的许然，下一秒立刻变成了一副骷髅架子，浑身散发的气息更是和周遭的骸骨生物一模一样，堪称是完美融入。而这一幕也让无数玩家感到一阵诧异，甚至有些摸不到头脑。人呢？刚刚还在这呢，怎么一下就消失了？他们发现，在剧情结束的那一刻，许然就消失在了自己的视线中，只有一个移速快到模糊的骷髅，正朝着骸骨之城的最中央狂奔。一边跑着，许然不断地观察四周，这座城市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死寂，街道、巷弄都井然有序，甚至商铺中还挂着不少待交易的商品。早在之前的时候，许然的心中一直就有个疑惑，这座遍地是逝者的骸骨之城到底该怎么交易，又该和谁交易？如今眼前的这一幕算是给了他一个答案。大致看了一眼，这些商铺售卖的大多数都是被死亡和腐朽侵蚀的物品，也有一些是遍布死亡气息区域独有的特产。即便是许然看到这些东西，心中都不由得咯噔了一下。对于所有人来说，这座骸骨之城都是一片未开发的区域，这里面售卖的物品经过了无数载岁月的累积，已经达到了一个近乎恐怖的数量。如果许然能全部拿下，即便在永恒城中售卖，都能让他赚得盆满钵溢。趁着赶路的功夫，当着所有玩家的面，一个移速高到离谱的骸骨生物在各大店铺中疯狂乱窜，其中售卖的物品全都被其采购一空。第111章被神格侵蚀的区域。太狗了，无耻！无数玩家看到了这一幕，纷纷感觉自己拳头都硬了。天选之人顶着个骷髅外壳，竟然将骸骨之城中累积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存货全都收入囊中。从最便宜的劣质月光石到昂贵又珍惜的死寂幽檀，所有被许然看到的物品都没有逃过一劫，不惜一切代价。许然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金币，哪怕是先前玩家们传送到永恒城带来的金币数量就足以有几千万了。而像是复活收取的1银币，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让他险些赚麻了。算下来，
他现在持有的金币数量竟然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4.8亿。这些金币足以将这些累积的物品都抢购一空了。虽然他并不知道未来这座骸骨之城还会不会对自己开放，但能顺手购买的事情，他还是愿意做一做的。没多久，沿途所有商铺的售卖物品就已经告罄了。看着满背包的物品，许然心中一阵舒畅。购买这些物品虽然消耗了海量的金币，但后续绝对能为自己赚到数倍甚至数百倍的收益。如果不是史诗级腰带带来的负重9999加成，恐怕他现在早已寸步难行了。一边想着，许然飞速地朝着骸骨之城的最中央狂奔。沿途遇到的所有骸骨生物都无法勘破他的伪装，反而流露了友好的神情。但让许然感到意外的是，几乎像是同时收到了一个指令，位于骸骨之城里的所有骸骨生物都逐渐朝着这边汇聚而来，似乎像是在防备着什么。这也给许然带来了一个讯息，或许暗中谋划一切的那个人已经察觉到了他的目的，同样也都是那一枚神格。这也就是说，对方急了，一切都在计算之中。许然脚步不曾停歇，呼唤出了远古幽灵巨龙。在他指令下，远古幽灵巨龙化作一片灰雾，和周遭的环境彻底融为一体，其属性也和这片无尽深渊相当契合。因此许然即便成其巨龙，也丝毫没有违和感。只不过在无数玩家的眼中，就显得有些恶狗和鬼畜了。卧槽，谁见过骷髅成其一头巨龙这种事？其他 NPC 眼都瞎了吗？话说这头龙是真的贼帅，真特么羡慕天选之人。不对，你们快看，天选之人的飞行轨迹好像有点古怪。此话一出，无数玩家纷纷愕然。骷髅成其巨龙这种事确实足够荒唐，但更荒唐的是，在远古幽灵巨龙的急速移动中，许然正朝着失落国度的下方掠去。根据其速度判断，或许用不了几分钟就能抵达这片国度的下方。随着风声呼啸，许然眼前已然出现了失落国度断裂的陆地层，只要向下方掠去，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那枚神格了。我们走。许然轻轻拍了拍远古幽灵巨龙的鳞片，直接下达了俯冲的指令。轰！犹如狠狠撞入平静湖面一样，许然和远古幽灵巨龙一起突破了桎梏，抵达了失落国度的下方。而许然在进入失落国度下方的一瞬间，他就感觉到一阵翻转力猛地袭来，紧接着整个世界都像是倒过来了一样。放眼望去，眼前的一幕让他心中充满了震撼。这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荒原，除了满地的腐朽土壤和裂纹，旁无他物。而在这片荒原最中央的空中，一枚如同太阳一般耀目的光源正散发着永不熄灭的光芒，一股神性和法则的威压夹杂其中，如同随着呼吸一般不断向外扩散开来。许然抬头望去，一片璀璨的长河正在天空中缓缓流淌，时间和空间的伟力使其将永远这样流淌和运转下去，直到一切都崩坏为止。时间长河。许然抬头看着这一切，眼中浮现出了一丝谨慎的神色。时间太神秘了，或许其中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好处。如果能将这个无尽深渊变成自己的地盘，那他以后就可以慢慢探索了。不过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那枚光源。看到如同太阳一般耀目的光芒时，许然心中就已然有了一个答案，这应该就是神格了。毫无废话，远古幽灵巨龙挥动双翼，承载着许然朝着光源的方向掠去。但很快他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远古幽灵巨龙的速度好像在不断衰减。不仅如此，他发现周遭的一切都似乎处于被冻结的状态，来自神格的冰霜法则侵蚀，足以让一切生灵为之战栗。唯一的例外只有许然。神话级法杖再加上永久增益 buff 冰之眷顾的特殊效果，已然使得他无惧任何寒冷，甚至越冷，他的属性和战斗力也就越强。这片被神格肆无忌惮侵蚀的区域，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片乐土。将远古幽灵巨龙收回了坐骑空间，许然抬腿朝着前方掠去。在史诗套装的加成下，他的移动速度已然叠加到了一个离谱的地步，在别人眼中犹如残影一般掠过。然而就在他朝着神格所在区域不断掠近的时候，无尽深渊中，一道白皙无瑕的身影正远远地望着这一切，眼中一改往日的疲倦，反而多出了几分感兴趣的神色，和之前的卡洛尔一模一样。不过唯一不同的是，那一枚腐朽的心脏已然被安放到了他的胸口，角度、方位都和许然之前安置的一模一样。扑通扑通，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没因腐朽而干瘪的心脏正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苏醒过来。与此同时，他正以极为恐怖的速度朝着许然的方向掠来。这一幕自然也落在了许然的眼中。看到这一切，他心中不由得涌现出了荒唐的念头：难道说，背后谋划一切的人真的就是这位曾经的神祇？许然仔细观察，很快他就皱起了眉头。在卡洛尔的背后竟然还捆着足足几十条锁链，上面流转的神秘纹络和魔法禁制都显得格外的刺目。是神级禁制，而且还是冰霜属性的神级禁制。熟知前世剧情走向的许然立刻想通了其中的关键。那么答案已经很明显了，是这名往昔陨落的神祇自己将自己封印了起来。第112章，自己封印自己，自己封印自己。许然心中一阵无语。无论如何，他都没有猜到卡洛尔竟然是一个感知以及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障碍以及精神活动不协调的病人。换句话说，就是在漫长岁月中，他已然分裂出了多个人格和躯体。为了不在这片永不见天日的深渊中腐烂发臭，他谋划了这一切，想要重新拿回神格。只要能恢复一部分往昔神力，他也能逃离出去。而为了阻止自己，不让自己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所以他才会用神级禁制将自己封印在这片失落国度中。包括之前的守墓者卡洛尔，还有唤醒者卡洛尔，都是同样的道理。不过实力却大有不同。有一点毋庸置疑，如今被封印起来的卡洛尔，也就是这个往昔的神祇，实力将远超许然的想象。天时地利人和，在这片失落国度中，他甚至能爆发出更为恐怖的力量。但许然却丝毫不慌，身处无边无际的昏暗之中，他的一切行迹都无法被人察觉到。但神祇却有所不同，卡洛尔虽然无法确定许然的具体位置，却能感知到他正以极快的速度接近神格。毕竟神格可是他自己的物品，即便失去了，也有一种特殊的共鸣存在。所以这一刻，他的速度骤然迸发，看上去似乎想要抢先一步拿下神格。不过许然却一反常态，见到这一幕，他的速度不仅没有加快，反而慢了下来。就这样，一步一步，在洞彻灵魂的刺骨寒冷中，闲庭信步一般朝着神格所在的方位走去。不知不觉中，主线任务第4阶段的任务目标已经完成了。显然，远处这名曾经的神祇在背后谋划了一切。不过黑暗阵营应该也在外界进行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也在谋划抢夺这枚神格。正因如此，许然一下子不着急了。如果没猜错的话，现在所有人，包括卡洛尔这名往昔的神祇，都无法接近神格，应该只有他自己是一个例外。如果这样，他可一点都不着急了，因为许然总有一种预感，或许卡洛尔谋划的这一切，与其说是想从樊笼里挣脱出来，倒不如说是更想让许然拿到那枚神格。这绝对不是巧合。所以许然心中早已有了一个猜测。首先有一种可能，真正的卡洛尔不愿被利用，宁愿让许然掌控神格，他也不愿意让神格落入到其他人或者势力的手中。还有一种可能，这位往昔的神祇早已被腐朽所侵蚀，他忘掉了曾经的一切，现在只想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深渊中爬出去。所以他的打算很有可能是想等自己将神格拿到手，然后再抢夺回来。而这两种可能，不管是哪一种，对于许然来说都问题不大。他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无论如何，许然也想看看，在这个主线任务背后隐藏的故事到底是多么的神秘。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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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许然如同散步一般朝着神格悠然自得地走去。果然，卡洛尔的反应验证了他内心的想法。轰隆隆，随着他身影的不断掠来，无数锁链瞬间绷紧，上面的各种禁制和铭文全都发出了灼目的光泽。滋啦啦，在这气息的作用下，卡洛尔如遭重击，停在原地静静地望着许然，不再有任何的动作。谁也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就连观看本次主线任务资料片的玩家都骂了：卧槽，这还要走多久？那神祇也是好脾气，要是老子一刀给他劈了。话说神格如果被玩家拿到手，会发生什么事情？被困意和无聊双重折磨的玩家纷纷开始吐槽起来。随着有人提了一嘴神格，玩家们忽然来了精神。卧槽！他们全都齐刷刷地喊了一声卧槽，然后心中全都不由得生出一个想法：如果是天选之人拿到神格，以那狠人的做事方法，怕不是当场给镶嵌到脑门上。想到这里，不少玩家开始认真分析起来了局势。这或许将是一件改变整个华夏区乃至全世界格局的事情。
毕竟神奇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到时候一定会有无数玩家死心塌地的追随许然。毕竟在游戏中，华夏区所有玩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大佬的实力和自己相差不多时，底气和自傲会让自己随时想要挑战大佬的地位，哪怕是追随，也不一定是死心塌地。但若是大佬和自己之间的差距已然犹如天地一般悬殊，那个时候，很多玩家又会一窝蜂围了上去，忠诚度相比之下还算可以。当然了，也有玩家在理智地分析这件事情，他们纷纷指出，以当前游戏的推进阶段，玩家即便拿到了神格，也只能是怀璧其罪，压根无法和其融合，所以他们决定还是离许然远一点，说不定哪天就像这个失落国度一样，被两大势力联手给办了。一时间，整个世界频道中沸沸扬扬，全都在讨论着这一件事。而这个时候，不知不觉中，许然已经接近了这枚神格所在的区域。这里虽然有夺目而璀璨的光，但却感受不到一丝温度，寒冷，无法形容的彻骨之寒，似乎能将一切，甚至是时间都为之冻结。但许然却依旧保持着原本的步伐，一步一步朝着神格走去。这时候，所有玩家都屏住了呼吸，取走神格，这可是一辈子都不一定能看到的大场面。自己要是因为和其他玩家争论而错过了，那才是真的后悔终生了。与此同时，他们还有不少疑惑。按照常理来说，这枚神格应该承载着失落国度所有的重量，使其不会跌入时间长河中。而一旦将其拿走，或许整个失落国度，包括骸骨之城以及那无数的逝者，都将彻底消失在岁月之中。到了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机会重临世间了。正想着，不少玩家这才恍然大悟，靠，怪不得天选之人把骸骨之城里的所有货物都给买空了，这货早就打算想毁掉这里了。哭了，戳我 XP 的神奇是要被迫消失了吗？就在无数玩家纷纷展开讨论的时候，许然已然抬起手掌，朝着那枚璀璨夺目的神格伸了过去。第113章，我不懂，但大受震撼。这要真把这里给毁了，可就亏大了。话说，咱们团长啥时候干过亏本的事情？瞎操什么心呢？也倒是，你们天选佣兵团的人都是一群牲畜，跟蝗虫一样寸草不留。卧槽，他来真的！玩家们看到这一幕，彻底懵了。他们虽然早有预料，觉得许然应该会尝试着拿走那枚神格，但却没想到，当这一幕真的出现在眼前，造成的冲击力竟然让他们心脏都为之停滞了一刹那。但许然却压根没给他们反应的时间。随着他伸出手掌，一枚散发着极尽寒意的神格就这样落入了许然的掌心，而其挥洒而出的璀璨光芒也消失在了原地。整个失落国度的背面霎时陷入到了一片昏暗之中。当然了，这对于失落国度来说压根没啥变化，真正的区别在于不断震颤的大地以及那再一次出现的下坠感。提示：你拾取到了冰霜神格神级。提示：由于你取走了维持失落国度平衡的物品，如果无法在1分钟内使其恢复，否则将导致失落国度彻底消失在时间长河中。随着提示音的响起，神格应声入手，而处于失落国度中的所有生灵都产生了一种即将消亡的预感。但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这些骸骨生物，包括卡洛这位神奇，不仅没有愤怒地向许然发动攻势，也没有流露出多少恨意，反而有一种解脱之意流露于表面，让不少人纷纷诧异不已。不过这还不是最让人感到离谱的事情。随着神格的到手，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也被成功触发了。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神级提升至神话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冰霜主神神格神话。当那枚神格落入许然手中的那一刻，绚烂而璀璨的光芒竟然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绽放开来，瞬间将整个无尽深渊的大部分区域都彻底照亮。这也意味着，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整片区域都将恢复到白昼状态，而许然的伪装也在此刻消失不见。浓郁的永恒气息正如同一道道神辉缭绕在许然的周遭，看起来似乎和整个失落国度中汇聚的永恒法则气息产生了一种神秘而玄奥的共鸣。不仅如此，就连那时间长河也都像是在一瞬间停滞了流动。转瞬之间，从其中蕴含的无数岁月之境中，所有的永恒气息都争相朝着许然涌来。这一幕让所有玩家都看傻了眼。卧槽，这特么也太帅了！话说这是什么元素？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俺也一样。等等，你们快看这个神奇，
正讨论着，有眼尖的玩家忽然发出惊呼。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先前始终静静看着许然的卡洛忽然抬起了手臂，似乎是永恒法则的气息刺激到了这位曾经的神奇。他那白皙充满裂纹的脸上，腐朽气息稍微退散了一些，浮现出了一抹诧异的神色。紧接着，他大手一挥，将整个失落国度都翻转了过来。这一刹那，无数骸骨生物也一反之前的态度，全都双目猩红，以一种极度疯狂的状态朝着许然所在的方向涌来。没有任何的犹豫，许然直接举起手中法杖——无尽灾际冻结之杖，神化级。这枚法杖长3尺2，通体呈现湛蓝透明状态，上面还嵌着神秘而玄奥的魔法纹络，那代表着禁忌的力量，又象征着常人永远都无法企及的神话。刚一出现，就让所有玩家乃至所有骸骨生物和那名往昔的神奇都不由得停住了呼吸。神器？我看不懂，但我大为震撼。话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法杖好像是之前资料片中被那个神奇握在手里的同款？哼，何止是同款，你看那神奇手里还有法杖。就在这时，玩家们才意识到，当主线任务资料片结束的时候，时间流速恢复到了和外界同步时，卡洛手中的法杖也随之消失了。而且这还是那根造就整个寒霜帝国被遗忘极寒之巅的法杖。单单是一个资料片的剧情，就让无数玩家为之癫狂不已。不过别说是他们了，就连卡洛此时都无法淡定了。他没想到，这柄法杖落到了许然手中后，竟然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其威势甚至连自己都有些惧怕不已。或许这名才刚完成职业2次进阶的冒险者无法完全发挥出法杖的具体威力，但凭借其超越神级的品质，足以带来改变战局的力量了。而且最离谱的是，作为曾经的冰霜神奇，他的技能全都是冰属性伤害，而只要持有无尽灾际冻结之杖，就能触发特殊效果，免疫一切冰属性伤害。所以他才会调动所有的骸骨生物对许然发动最后的围剿，而且必须要在许然发挥出法杖恐怖威势之前将其做掉。轰隆隆，数以百万乃至千万的骸骨生物此刻全都朝着许然的方向爬来，黑暗、死亡以及腐朽的气息都让他们比先前要可怕得多。最重要的是数量，先前即便有一座巨城和无数玩家布置好了防守战线，最多也才只需要面对100万攻城怪物，如今这骸骨生物的数量简直无法统计，或许只能用无穷无尽来形容。这时候许然显然也意识到了对方的攻击意图，不过他并没有慌乱，而是抬起了手中神话级的法杖。随着一阵咒语念诵声响起，他的生命值和魔法值缓缓开始燃烧了起来，而周遭的冰属性元素和冰霜法则也纷纷汇聚而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神话级法杖的特殊效果。周遭所处环境中冰属性元素越浓郁，自身的魔法穿透、魔法恢复速度、魔法暴击率等等属性也会随之增加，最高上限为 80%。 显然现阶段游戏里没有比这里还要冷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效果将会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第114章，他要把整个国度冻起来。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此刻被他握在左手中的冰霜主神神格正散发着无尽寒意，而右手则是那柄神话级品质的法杖。几乎是一瞬间，随着咒语的念诵声响起，许然激活了神话级法杖的装备技能灾际之冻结。激活法杖内蕴含的力量，可燃烧自身生命值和魔法值，通过不断挥洒出极寒之冰，可调动无尽的冰霜法则，对指定范围带来一场灾际冻结之雨，可带来令一切皆无的冰封效果。这个装备技能不仅是造就后世寒霜帝国的技能，更是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变成了强化版。当处于灾际之冻结状态时，燃烧生命值可提升冻结效果以及释放范围，燃烧魔法值可提升冻结效果的持续时间，最高上限为永久。永久，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引起许然的重视。根据前世的记忆，寒霜帝国在游戏最后的阶段，那终年覆盖其表面的冰霜还是融化殆尽了，所以这也证明了一件事：原本的灾际之冻结带来的最高持续时间绝对不是永久。也正因如此，许然才决定用这个技能完成一次神奇都未曾实现的事情，冻结一切之寒意。请将。随着许然的咒语念诵声，空气中的冰霜魔法元素和冰霜法则气息全都如同暴风雨一般朝着他所在的方向涌来。这场面绝对不比之前主线剧情中神奇带来的威势弱到哪里去。卧槽！
这特么又是一个禁咒。话说，我怎么感觉这个技能好像有点眼熟？废话，能不眼熟吗？这不就是之前那个神奇一法杖下去弄出来个寒霜帝国的名场面吗？那为什么这个技能天选之人也会？不公平，重来！一时间，所有玩家都被眼前这一幕给震撼住了。无尽的寒意，凋零洒落而下的万千冰霜，似乎都和之前卡洛尔释放出的技能有些类似，但实际上其寒冷要愈发猛烈。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抹平了一部分技能的威势差距，这也导致两个场面在看上去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相同的还有许然不断跌落的生命值和魔法值。提示：你使用了高级恢复药剂，生命值恢复 25%。 提示：你使用了宗师级恢复药剂，生命值恢复 50%。 提示：你使用了魔法恢复药剂，魔法值恢复 15%。 提示：你使用了。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嗑药，再加上诸多 buff 和被动的效果，许然无论是血量还是魔法值的恢复速度都远超所有人，但再快也没有这个技能抽得快，所以只有嗑药才能让这个技能的威力发挥到极致。许然背包中获得的药剂，其中大多数都是高级或者宗师级品质，甚至有很多都是一些稀有的药剂，换成其他玩家恐怕平时一瓶都不舍得用，或许只有开荒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一瓶，但在许然这里却大有不同，一瓶、2瓶、3瓶，如同不要钱一样。许然一瓶又一瓶的痛饮着恢复药剂和魔法药剂。见到这一幕，不少玩家纷纷愣在原地。我没看错吧？那是宗师级恢复药剂？啥玩意？上次我记得大土豪悠悠一梦曾经花费了几千金买了一瓶高级药剂，这宗师级还不得价值过万？小了，格局小了。我听药剂师玩家说，宗师级和宗师级以上的药剂使用都没有任何的冷却时间，也就是说可以一直喝。当然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钱来挥霍。不少玩家恍然大悟，显然是从中领悟到了游戏的真谛。这话要是被许然听到，他恐怕也举双手赞成。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和金币，实力提升速度就是比其他人快很多。还有其他方面，比如现在他不停的嗑药，正是因为宗师级以上的药剂不需要冷却时间，只要有就能一直喝下去。药剂是许然最不缺的东西，就算是击杀普通怪物掉落的初级恢复药剂，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都能一跃提升为高级恢复药剂。而如果是高级恢复药剂的话，那必然会被万倍奖励提升为宗师级品质，所以这也导致他背包里的宗师级药剂简直堆积成了一座小山。而先前在骸骨之城中大肆购买的物品，也在此刻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随着一瓶又一瓶药剂的嗑下去，许然的血量一直在最危险的阶段徘徊，但始终都没有因此而挂掉，反而导致漫天风霜愈发汹涌澎湃起来。随着海量的生命值砸下去，风雪席卷的范围和造成的效果也将逐步提升到极限。而魔法值的宣泄也让在这个技能带来的冻结效果持续时间提升到了117个小时，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攀升。渐渐的，一场席卷整个失落国度的风霜即将从天空中宣泄而下。快看，这天选之人想要干啥？我怎么觉得他的目标不是那数不清的骸骨怪物？你别告诉我，他想要把整个失落国度都给冻起来？开什么玩笑，兄弟，这都快坠下去了。在无数玩家的注视下，许然将目光牢牢地锁定在卡洛尔这个曾经的神奇身上，为的就是隐藏自己的意图。与此同时，无数骸骨生物距离他的位置已然不足1000米远，或许用不了1分钟，数不清的骸骨生物就能将他直接撕成碎片。快！许然眼中迸发出了无尽战意，他骗过了所有人，包括所有的玩家和以及往昔的神奇和那数不清的骸骨生物们。轰轰轰！随着一阵阵如同山岳撼地一般的脚步声响起，无数骸骨生物如同蚂蚁一般从失落国度的另一面翻了过来，抵达了许然的面前。而这时，一道提示音也从许然的耳畔响起，提示：引导成功，以当前魔法值和生命值的投入，本次技能将造成永久冻结效果。没有任何的犹豫，一直站在失落国度背面，生命值只剩下 3% 的许然将这个蕴含有大恐怖的技能直接甩了出去。第115章，奖励亦有区别。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许然的目标不再是那名先前的神奇，也不是眼前蜂涌而至的骸骨生物，而是整个失落国度。轰！随着技能的脱手而出，无尽霜雪尽数挥洒而下，漫天的寒意足以凋零冻结一切。骤然之间，
狠狠覆盖了下来。沿途所及之处，沾染到冰霜法则气息的生灵和一切物体都在瞬间进入了冻结状态。轰隆隆，随着冰霜法则气息的不断蔓延，整个失落国度正逐渐被坚冰所覆盖。不仅如此，冻结的边缘还在不断的向外扩张，好像有一种趋势，有一种想要将这个失落国度冻结起来，然后卡在无尽深渊墙壁上的趋势。看上去，虽然许然造成的冻结范围不如神奇燃烧生命来的广阔无垠，但这一幕依旧在无数玩家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格局小了，我也承认，是我刚刚说话大声了点，我好像蒙对了。天选之人的目标是想要把这个失落国度给冻住。在玩家的讨论声中，不少人纷纷朝着远处望去，他们这才发现，这一场堪称视觉盛宴的冰霜之雨，不仅将整个失落国度都给冻结到了无尽深渊墙壁表面，而且还将那些爬到失落国度背面的骸骨生物以及那位神奇都尽数冻结在原地。死寂似乎在这一刻成为了这片区域唯一的色彩。与此同时，任务提示也如期而至。提示：由于你成功找到了背后谋划之人，并且阻止了他的一切计划，任务目标已完成度为完美破格。提示：由于你永久冻结了那一位曾经的神奇，任务目标2完成度为完美破格。提示：由于你以完美破格的完成度完成了主线任务第4阶段，获得额外奖励灼热之心传说。提示：由于你的杰出贡献，获得寒霜帝国军功点1500点。提示：由于你完成了主线任务第4阶段，下一阶段的相关任务内容已更新，请注意查看。一连数道提示给许然来了一场大大的惊喜，万倍奖励也在此刻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提示：提取奖励成功，你获得了道具灼热之心传说。提示：你获得了1500军功点。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本次获得的军功点数量已获得万倍提升。提示：你获得了道具焚尽一切的心脏传说。提示：你获得了寒霜帝国军功点1500万。看到提示，许然当场直呼赚妈了。单单是额外的奖励，他就获得了一件史诗级道具和1500万点军功点。要是完成这个主线任务，那收益又将会有多么的震撼人心。他隐隐有种预感，随着剧情的推进和发展，这个主线任务似乎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恐怕用不了多久，自己就能拿到最终的奖励了。不过现在，他决定先查看一下刚刚获得的那件道具。直觉告诉自己，这个史诗级品质的道具好像并不简单。焚尽一切的心脏，史诗。类型：道具，一次性消耗品。品质：史诗级。效果：激活心脏中的力量，可释放出足以焚尽一切的火焰，只需要选择你的目标即可。介绍：足以焚尽一切的心脏，似乎只有极致的寒季才能与之相抗。看到这件道具的一瞬间，许然就想到了它的真正用途，当然不是解除眼前这些骸骨生物和卡洛尔的冻结状态，而是那座被遗忘的极寒之巅。许然清楚地记得，当初卡洛尔这位往昔神奇，在其即将沦陷于无尽深渊的那一刻，他悄悄将一枚散发着永恒气息的晶体放置在了被遗忘的极寒之巅中。根据前世的记忆，想要使其消融，或者说打开一道豁口，就必须使用传说级以上的火属性焚烧道具才可以。显然，这个焚尽一切的心脏最为合适。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不过许然却并没有放松下来。但现在可不是想这个的时候，主线任务的下一阶段必须要尽快完成。他总有一种预感，还有其他的势力，比如黑暗阵营，也想要趁机插手其中，只不过现在进不来而已。按捺住心中的激动，许然将目光转向了任务栏中。反正无论是往昔的神奇，还是那些骸骨生物，此时都已然被永久冻结。即便是解除冻结状态，也需要许然亲手来释放相关的解除魔法，暂时不会有危机袭来，所以他完全可以趁此时机查看下一阶段的任务内容。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类型：主线任务为1，难度未知。当前阶段一切的结束，第5阶段。内容：你通过对骸骨之城的探查，找到了背后谋划之人卡洛尔这名往昔神奇的真正意图，并且成功粉碎了他的计划。满足任务目标2使其永远沉睡在这片无尽深渊里的条件，算是初步解决了心头大患。但眼下最关键的是失落国度和这片无尽深渊的安置问题，所以接下来你有2个选择。选择1，阻止失落国度坠落于时间的长河，避免其最后成为一朵如梦如幻的泡影，并且将其烙印上你的气息，即可完成该系列主线任务。选择2，
放任失落国度坠落于时间的长河，使其彻底消弭于世间，只以泡影的形式留存其中。做出该选择，亦可完成该系列主线任务。注：该阶段有不同的选择，你的选择将对后续剧情产生不同的影响，也会获得不同的最终奖励。介绍：威利斯特从古隆巴萨尔的头颅中感受到了失落国度的气息，或许他们没有消亡在历史长河中，即将卷土重来。不知不觉，这个主线任务已经算是要结束了。第5阶段，许然要面临2个选择，要么让失落国度坠落在时间长河中，要么就阻止这一切。看起来，似乎这2种选择带来的结局有些不同，奖励也有区别。第116章，始料不及的变故。许然原本在心中就始终有个大胆的猜测，这次的主线剧情资料片或许和各大阵营之间的博弈有关，而真正想要将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就是拥有足以制衡黑暗和光明阵营这2个庞然大物的力量。显然，失落国度算是满足这个条件，同样的，也是许然最好的选择。然而，这原本只是他的一个猜想，结果现在却变成了现实。选择1，阻止失落国度坠落于时间的长河，避免其最后成为一朵如梦如幻的泡影，并且将其烙印上你的气息，即可完成该系列主线任务。这也就是说，只要许然能够阻止失落国度毁灭，然后烙印上自己的气息，就能完成这次的主线任务了。而目前，他好像已经基本上满足了这个选择的要求了，只差一点，将其烙印上自己的气息。至于选择2，说实话，许然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走这条选择线。毕竟失落国度的消失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导致无尽深渊也会随之消失不见。那样的话，可就亏大了。相反，如果他能完成烙印气息，将整个失落国度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或许自己还能拥有无尽深渊的探索权。这样一来，简直赚妈了。这甚至都不需要选择。行走在无尽寒季里，许然在思索一个问题：该如何烙印自己的气息？首先，许然望向了先前获得的那枚神格，或许他会告诉自己答案。冰霜主神神格，神话。类型：道具，特殊道具。品质：神话。归属：天选之人。效果：持有可使自身获得冰霜主神神格的激活资格。作为冰霜主神的神格，可以让持有者暂时与冰霜法则相互融合，使其释放的所有冰系技能都可以获得极高的加成效果，具体数值待验证，并且免疫一切冰属性伤害和控制效果。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24小时。效果：融合神格后，可使自身获得冰霜主神的身份，一旦成为主神级存在，可掌控绝大部分的冰霜法则，获得神奇级别的加持和增益，具体效果待验证。融合神格条件：自身等级达到120级，并且完成传奇阶位认证，或者掌握绝大部分冰霜法则。介绍：曾经的一枚冰霜神格，在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下，晋升为了主神级别的神格。看到这枚神格的详细属性，许然心中不由得为之一惊。乖，这属性虽然没有具体数值的描述，但足以让所有人为之疯狂了，包括他自己。只不过理智告诉他，这枚神格暂时他还不能融合。首先是融合条件他不满足，需要120级后完成传奇阶位认证，或者是掌握绝大部分冰霜法则。首先第一个条件，他暂时是无法满足了，而掌握冰霜法则对他来说更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事情。别的不说，永恒法则的优先级绝对要远超其他的法则，所以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冰霜法则而放弃了更为珍惜和强大的东西。更何况，根据这枚神格在掌握法则这方面，还只是掌握绝大部分的冰霜法则。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许然都明白一个道理：想要站在整个世界的巅峰，就必须完全的掌握某一种法则，否则就意味着自身存在着一些弱点。因此，如果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贸然融合这枚神格，继承冰霜主神的身份。不过幸好，这枚神格的使用方法还有持有，许然可以通过激活神格，暂时与冰霜法则相互融合。这样一来，他等于获得了5分钟的冰霜主神的体验卡，不仅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24小时的冷却时间足以让他每天都能体验一次了。唯一的缺点是带来的威势可能要缩水不少，而且还会引来恐怖强者的觊觎。但许然丝毫不惧，他隐隐有一种预感，或许有一天，他可以通过永恒法则完全掌握其他法则。不仅如此，将气息烙印在失落国度的契机，或许只需要以持有的方式暂时融合冰霜法则即可。提示：是否激活冰霜主神神格，以持有神格的方式使自身暂时融合冰霜法则。提示：
本次暂时融合的冰霜法则将适配于自身的等级和转职进度。就是现在。没有迟疑，许然直接做出了决断。确定。随着他话音刚落，左手这枚冰霜主神神格立刻迸发出了绚烂而璀璨的光芒。瞬间，整个失落国度，甚至这片深渊都被其照得亮如白昼。与之呼应的，还有那迅速弥漫开来的冰霜法则气息。提示：你正以持有的方式暂时和冰霜法则相互融合。提示：由于你暂时拥有冰霜主神的身份，成功与失落国度产生共鸣，是否将自身气息烙印其中？提示：一旦完成烙印，失落国度以及这片深渊都将只对你开放，并且成为你的专属领地。特殊。随着许然的动作，一道道提示随之而来。果然，没有猜错，单单以持有的方式，他就可以完成气息的烙印，而且还能让整个失落国度乃至无尽深渊都成为他的个人专属领地，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许然当机立断，他选择了烙印气息。紧接着，无尽的冰霜法则携带着许然的气息，瞬间扩散到了这片被遗忘国度的每一寸角落，与之交织融合，最后将其烙印其中。而随着这一过程，整个失落国度都在散发着极其特殊的光泽。出乎预料，是永恒法则的气息，和先前这个国度信奉的永恒不同，这是专属于许然，完全被他掌握的那一份永恒法则。而这一变化，恰好和位于无尽深渊下方的岁月长河产生了一丝极为特殊的共鸣。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在同一时刻发生着。一场令许然都始料不及的变故，似乎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来。第117章，世界与国度。提示：正在对失落国度烙印属于你的个人气息，当前进度 5%。提示：正在对失落国度烙印属于你的。随着提示音的响起，烙印气息的进度也在不断的向上攀升。5%、10%、20%、30%。而在这一过程中，许然也忽然察觉到自己竟然和时间长河产生了一丝共鸣，虽然微弱到难以察觉，但确实存在，这让他心中不免有了几分诧异。这也让他想起来了一件事：永恒法则。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法则，其中糅合了秩序和混乱、初始与终结、生命与死亡以及光明与黑暗等等法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世界的本源都来自于永恒法则，包括时间。所以说，这一切虽然在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一切都只是他的个人猜测，或许等到进度完成的那一刻，才会揭晓最后的答案。与此同时，所有通过视觉共享看到这一幕的玩家全都傻了眼。从一开始，许然释放神话级法杖技能，将整个失落国度都冻结在这片永不见天日的深渊里，再到后来激活冰霜主神神格，暂时化身冰霜主神，以及将自身气息彻底烙印在这片散落了无数骸骨的辽阔国度中。这一过程实际上只用了短短的几个呼吸的功夫，因此视觉上带来的震撼绝对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的乖乖，这是什么情况？我就和女友发了个亲亲表情包，怎么就看不懂发生了什么了？我怀疑我玩了个假游戏。你们说，天选之人他到底获得了什么奖励，才有这么大的阵势？谁知道，我估计是神器，我猜是神宠。哼，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被封印的神器。呜呜，我的老婆！所有的玩家全都屏住了呼吸，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一切，同时也没有人能想象得到，竟然有人能在这个阶段造就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仅仅从远处看去，就足以让他们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了。要是让这些玩家知道许然即将拥有失落国度作为自己的专属私人领地，恐怕会有无数人破防。要知道，以目前这个游戏阶段，只有他一个人拥有玩家专属私人领地。就在玩家还在麻木的时候，许然的烙印进度已然接近了满值。98%、99%、100%。随着进度条达到满值，这片失落数百载岁月的疆域彻底被烙印上了许然的个人气息。提示音也随之响起。提示：你成功的将自身气息烙印在了失落国度中，从此以后该区域将只对你开放，成为你的专属领地。特殊。提示：你获得了专属特殊领地失落国度。同一时刻，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也发出了璀璨而夺目的光芒。嗡！刹那间，将整片昏暗的失落国度再度照耀得亮如白昼。万倍奖励生效。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国度提升至世界，
最高品质。提示：你获得了专属特殊领地失落世界。这一刻，包括骸骨之城和失落国度，乃至整个无尽深渊，都像是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相互远离。这实际上并不是在移动，而是整个无尽深渊在一瞬间扩张了无数倍，从原本的国度级领地直接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世界。这种事情许然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过，如今却真的发生在了自己的眼前，让他都有些瞠目结舌。反倒是玩家们至今还没有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喂，你们还能看得到画面吗？兄弟们，我的视野怎么黑掉了？好家伙，私人专属领地无法查看。一时间，无数玩家纷纷愣在原地，他们惊愕地发现自己竟然无法继续通过共享视角查看无尽深渊中发生的一切了，眼前已然变成了漆黑一片。然而就在他们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世界公告的声音如期而至。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获得世界级领地失落世界，获得称号创世。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一连刷了3遍，世界公告给无数玩家犹如带来了当头一棒，让他们原来就匮乏的游戏知识又多出了一个未解之谜。世界级领地，还有这种说法？不是说最多只能将领的提升为国度级别吗？我读书少，这世界公告是不是说错了？对于很多人来说，领地是一个极其遥远的词汇，或许究其一生，他们都不一定能拥有一个小镇，所以对于世界级领地并不算很敏感。但像是各大势力就不同了，他们深知领地的重要性，如果能花钱购买，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一块领地。许然前段时间就听说过，有土豪想要购买一座小镇作为自己的领地，结果被他所在的主城无情拒绝了。结果这土豪不仅不死心，还在论坛上放出了重金悬赏。可惜现阶段还没有玩家能够将镇级领地打下来，故而领地对于各大势力来说堪称永远的痛。尤其当这个世界级领地出现的一瞬间，他们更是彻底破防。不过纵观人类历史，所有势力之间的博弈并不只有战争和对抗，其中也包含合纵连横。当实力差距是在太过于悬殊时，他们甚至都生不出要联合起来对抗许然的想法，反而有不少势力纷纷决定想要和许然交好。毕竟对他们来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但根据之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天选之人相当高冷，好像距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妹子土豪公会能和他稍微说上点话。一时间，不少大型公会的会长都陷入到了纠结之中。在另一边，他们并不知道，就在自己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能和天选之人搭上点关系的时候，刚完成气息烙印的许然也正愁着该怎么和各大势力以及所有玩家进行愉快而美好的交易。第118章全面谋划。望着已经成为自己个人专属领地的无尽深渊，许然心中一阵唏嘘。曾经的永恒国度，如今却是一片荒芜。放眼望去，除了数不清被冻结的骸骨生物和那个往昔神奇之外，这片深渊里没有任何的生灵。必须合理利用这里的资源，从而换取更多的回馈。几乎是一瞬间，许然的目标就已经确定了：薅羊毛，要多线程进行。首先是各大势力。经过这一次的主线任务，许然知道各大势力对于领地装备的需求已经相当迫切了。领地这个没办法，即便有，许然也不会将其拱手让人。但是一些低品质的装备和其他的东西，许然觉得应该能从各大势力手里换到海量的资源。他压根不担心其他势力崛起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威胁，因为那样就太侮辱自己的实力了。而许然的目标却并不止这一个，除了各大势力，还有所有玩家群体。经过这场战斗，有数不清的玩家挂掉了 N 次。虽然给许然提供了数亿金币的收益，但这还不够。药水、装备，这些也都是玩家群体最渴望的东西。许然相信他们一定不会拒绝自己的交易要求的。除此之外，许然还将目光放在了 NPC 势力上面。在永恒中，除了代表秩序的光明阵营以及代表毁灭的黑暗阵营之外，还有一些中立势力，他们又被称为中立混乱阵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立混乱阵营的规模绝对不比两大阵营少多少。经过这次的主线任务剧情，许然和其掌握的永恒法则必定会引起两大阵营的注意。相比之下，他的实力和军团依旧无法和两大阵营相提并论，所以必须尽快发育起来。而中立混乱阵营显然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和联合目标。恰好
许然拥有从骸骨之城里大肆购买囤积起来的各种道具、药水等各种资源。根据前世的经验，他可以轻松地根据中立混乱阵营各大种族的习惯和需求，赚取数百甚至几十倍的资源。只有这样，他才能利用两大阵营还没腾出手的功夫，将自身以及己方势力发展成为足以与两大阵营相匹敌的庞然大物。说干就干。许然看了一眼，随着气息的烙印成功，主线任务最后一个阶段也算是完成了。最后的结算还在进行中。根据以往经验，算上其他玩家先前攻城战斗做出的贡献，许然估计至少还要等10几分钟才能彻底结算完成。趁此机会，许然先发布了好几条面向全体玩家的世界喊话，其中的内容清晰明了，每一个都是重磅消息。首先是奖励，随着主线剧情的落幕，永恒城将对所有玩家全面开放，不受欢迎的玩家除外，所有人都可以前往永恒城，用专属积分兑换相对应的奖励。其次是交易，永恒城将开放售卖和拍卖系统，将本次主线任务以及失落国度中的装备和其他物品统一出售，其中品质极高和足够珍贵的物品都将投入拍卖行，玩家们可以自由拍卖，只需要缴纳 5% 的拍卖手续费即可。最后是合作，永恒城将针对有意合作的各大势力推出专属装备、药水、道具等等物品的售卖渠道，一旦被列为值得信赖的伙伴，甚至可以进行长期交易，享受团购优惠价。一共是3个方面，直接拿捏住了所有玩家。他的意思相当明确，只需要付出他眼中用不上的一些垃圾物品，就能让各大势力以及全体玩家为自己打工。这一份谋划，资本家看了都流泪。所有玩家听到这个消息后，脸上的表情都相当的精彩，其中参与盗攻城战的玩家心中更是无比的激动。兄弟，以后永恒城就是我的家。对，我现在巴不得花钱传送到永恒城，听说奖励相当丰厚。呵呵，你知道兑换的积分得多少吗？再多老子也乐意。没积分的兄弟们别酸了。随着世界频道里的喧闹，永恒城的门槛都差点被踩平了，传送阵更是直接被玩家的身影给淹没了。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等待兑换系统的开启，然后领取自己的奖励。而且听说售卖和拍卖也要开放了，他们决定来一场报复性消费。除了劲头高涨的玩家们，此刻各大势力心中的情绪也是难以平复。合作、长期交易、团购优惠价格，无论是许然提出的哪一点，都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吸引力。各大势力可不傻，他们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阳谋。许然的野心很大，他想要让各大势力都去当自己的打工仔。但即便如此，各大势力依旧无法拒绝这一场合作，即便它并不公平。不仅如此，各大势力还纷纷调动人员，携带大量金币前往永恒城蹲守。他们隐隐有种预感，拍卖一旦开启，其中必定会出现让无数人都为之心动的好东西。为了发展，必须尽力将其拿下。一时间，随着各大势力疯狂收购金币的行为，市面上流通的所有金币全都被抢购一空，其价格更是一口气涨了好几倍。这一切都在许然的计算之中，他甚至还抛售了几千万的金币，先兑换到了各大势力收集到的一些好东西。到时候他们再通过竞价，会再次把金币返还给自己的。一场针对全区的垄断就此展开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许然又以永恒城的身份，向所有中立混乱阵营的种族和势力都发送了一份不多不少、恰好好处的赠礼，里面全都是失落国度的特产，目的正是为了产生吸引，从而打开贸易豁口。同时，许然还提供了一个情报，内容就是两大阵营准备联手，合力剿灭或者吞并中立混乱阵营的计划。这些虽然都是假消息，但根据前世记忆，这一份情报有理有据，说服力极强。虽然不一定能够让各大中立混乱阵营的种族和势力信服，但依旧可以埋下一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两大阵营必然会遭到其他种族和势力的仇视与敌对。第119章，神话级称号。只有这样才算是做到了物尽其用，不然中立混乱阵营始终是一个隐患，万一被两大阵营煽动，率先对自己发难，那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许然才会采用先下手为强的计划。不过和世界喊话不同，和 NPC 势力之间的沟通需要派出 NPC 信使，估计需要好几天的时间，这些赠礼和情报才会被送到各大势力和种族的手中。不过许然倒也不着急，他深知两大阵营计划的提出再到实施必然会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点时间差不是问题。做完这一切，
许然又看了一眼时间，此时才刚刚过去了几分钟，主线任务结算似乎很快就要完成了。于是许然又望向了领地系统，他想看看这个前世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世界级领地究竟是什么情况。失落世界，类型领地，玩家个人专属，规模世界级，归属天选之人，期限永久持有，建设进度 0%， 当前状态待建设，未开放。效果一，位于该世界内所有生灵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腐朽气息侵蚀，随着领主的不断建设，可选择减少或者增多世界内存在的腐朽气息。效果二，该世界级领地的入口将完全隐藏于虚空，领主可随时召唤其降临，并且在进入之后可完全隔绝自身气息，解除被锁定、控制等等状态。召唤时间无限制。特殊效果，作为掌控了一小部分时间与岁月长河的人，领主天选之人可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该世界的时间流速以及时间暂停与恢复等等，具体限制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注：如频繁操控时间使其停滞和恢复，有几率让该世界陷入崩溃，请谨慎使用。介绍：一个世界级规模的领地或许是对你最好的奖励。粗略地看了一眼，许然依旧被这个世界级领地给深深地震撼到了。虽然看上去这个失落世界的范围比自己所在的永恒世界要小了太多太多，应该算是一个附属小世界的样子，但比起来寒霜帝国和曾经的失落国度这种领地又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总的来说，作为领地绝对够用，甚至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根据许然的估计，可能他到了游戏后期都不一定能将这个世界级领地建设完整。不过一切皆有可能，单凭这个领地他可以随时召唤出来，然后又能让其消失于虚空，就足以证明其恐怖的含金量了。而且还能作为临时躲避致命攻击的一种方式，作用涵盖范围之广，让许然都不由得暗暗啧舌。世界级领地果然可怕，不过有一点值得他注意，作为世界级领地，就注定其不会真正意义上重新出现在永恒世界里，除非以后许然能将失落国度从其中取出来，那就意味着永恒城依旧是他的大本营，值得继续投入资源来维护扩张以及建造。从最初获得领地的时候，许然就有一个谋划，永恒城所处的位置在寒霜帝国的边缘，距离黑暗阵营很近，这对于许然来说绝对是最佳的发展位置，战略意义非比寻常。因为一旦处于某一阵营的核心腹地，那必将处处受制于人，所以许然打算以此为大本营，一步一步向外扩张，逐步蚕食掉两大阵营控制较弱的边缘区域。那就这样做。许然看了一眼永恒城当前状态，顿时愣了一霎。好家伙，这才短短的几分钟，偌大的永恒城竟然已经处于爆满状态，有数不清的玩家乘坐主城级传送阵从其他的区域抵达了这里，只为了等待即将开启的拍卖和售卖系统以及专属积分兑换商店。他们看上去是想来大赚一笔，但从宏观和长远角度来说，最大的赢家绝对是永恒城。很好，不错不错。许然心情愉悦，望向了先前的世界公告。主线任务最后一个阶段的奖励是这个世界级的领地，早已完成发放了，而主线任务的全部奖励距离结算完成还有一步之遥。没记错的话，先前世界公告里还提供了一个称号奖励。许然决定先将其提取出来，看看万倍奖励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提取。随着许然的指令，提示音骤然而至，天赋万倍奖励也在此刻发挥出了其恐怖的效果。提示：提取奖励成功，你获得了称号创世。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神级提升至神话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称号创世神话。卧槽，谁也不曾料到世界公告的奖励竟然会是神级品质，即便是许然见到这一幕也不由得暗道一声卧槽。没别的，单凭万倍奖励将其提升到了神话级品质这一点，就足以值得许然为之欢呼了。没有丝毫的迟疑，许然直接将视线放在了这个称号上面。创世神话，类型称号，品质神话级，归属天选之人。特殊效果，该称号可以与其他称号叠加生效。效果一，佩戴称号时可无视一切生灵的威压和气息震慑，并且不再受等级、阶位压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效果二，造成攻击时有几率触发创世神罚特殊效果，对其造成额外的伤害，具体数值待验证。唯一被动，创世在进行建造、维修、
改造等等领地建设行为时，可将其所需要的资源缩减 95%， 并且降低 95% 建造需要的时间。一旦建造成功，则有几率获得具有特殊效果的成品。被动效果无冷却。介绍：创世。简单粗暴。这个称号的内容并不算很多，实际上可以归于2点。首先是无视一切生物带来的威压和气势震慑，包括神奇，并且攻击时有几率打出额外的伤害，具体数值尚且不明，但神话级称号绝对不会弱到哪里去。而后面的唯一被动效果更是重头戏，建造领地时可减少 95% 的资源需求和时间，这意味着只需要 5% 的付出就能换来 100% 的回报。不对，许然这才想起来，如果能触发万倍奖励的话，那可就是 5% 的付出能换来足足1万倍的回馈。这一点好像不仅适用于失落世界，就连永恒城乃至他未来获得的领地都同样可以生效。第120章，众筹给他修建筑。不对，许然这才想起来，如果能触发万倍奖励的话，那可就是 5% 的付出能换来足足1万倍的回馈。这一点好像不仅适用于失落世界，就连永恒城乃至他未来获得的领地都同样可以生效。果然，一旦品质到了神话级，其效果都绝非常人可以想象的了。许然轻叹了一声，原本他以为凭借自己丰厚的阅历，足以对一切都波澜不惊了，但实际上，在万倍奖励带来的特殊效果面前，即便是他也很难绷得住。没办法，有时候这恐怖的增幅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当然了，他巴不得自己天天下巴都被惊到脱臼，因为这样的话，就说明他的奖励将会变得同样离谱。不过说是这样说，还是得验证一下是否能够生效。面对这个称号描述的内容，许然决定验证一下其真正的效果，所以他决定从永恒城开始。经历了这一场惨烈的攻城战斗，永恒城中的建筑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攻击，其中绝大多数建筑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完成了自主修复，而像是一些受损惨重的箭塔和城墙，至今还在自我修复中。所以许然决定从这一点入手，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想。打开领地面板，许然很快就找到了永恒城。作为城主，许然可以远程通过领地面板进行其中的建设、修复以及改造工作，所以他索性直接选中了所有尚未修复完整的建筑，然后选择加速修复。瞬间，提示从他耳畔响了起来。提示：是否消耗一定资源进行建筑快速修复？提示：触发称号创世、神话的唯一被动效果，本次修复将只需要消耗 5% 的资源。果然，确定修复。许然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做出了选择。提示：修复时间为20秒，触发称号创世、神话的唯一被动效果，本次修复将只需要 5% 的时间。很好，看到这里，许然已经关掉了领地建设面板，他的猜测已经完全得到了验证。这个神话级的称号果然能在其他的领地生效，这也足以证明其恐怖的效果了。所以接下来领地内发生的事情，他甚至都不用去看了，反倒是玩家们此刻并不淡定了。此时，永恒城中，无数的玩家纷纷挤到了这一座恢宏巨城中，有不少人都未曾见过这史诗级模板蓝图建造出的防御工事。霎时，城墙上那高耸入云的各种防御塔，以及城中堪称辉煌胶印的建筑，都让他们陷入到了深深的震撼之中。美中不足的是，有些防御工事还处于破损状态，这让一些强迫症的玩家有些难受了。喂，这可都是艺术品，怎么不修好啊？天选老板那么有钱，还不修？俺们要不要众筹给他修一修啊？土狗，你没看到那些建筑都在自我修复吗？对，能自主修复，干嘛要花钱？就在他们正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忽然一阵惊呼传来，有眼尖的玩家指着远处的防御工事，急忙喊了起来：快看，那些受损的防御工事好像要加速修复了。他话音刚落，提示骤然响起：区域公告，永恒城中所有受损防御工事正在加速修复中，请所有玩家远离这些建筑，等待修复结束。这个区域公告尚未播报完毕，另一条区域公告紧随其后而来。区域公告，永恒城内所有受损防御工事修复完毕。刚看到这一幕，玩家们纷纷傻了眼，还能有这种操作？一秒就把这些建筑修复好了？我他妈上次在寒林镇看到有耕牛把小镇围墙给撞坏了，修复可是用了足足好几分钟。这就是金钱的味道吗？一时间，
无数玩家纷纷将视线从城墙上收了回来，许然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又变得恐怖了一些，敬畏逐渐在他们心中埋下了种子，就连那些想和美女 NPC 搭讪的玩家也都纷纷老实了起来。霎时，整个永恒城井然有序，一片和谐，所有人都在乖乖地等待着城主的出现。与此同时，许然这边也终于等到了主线任务全部奖励的结算提示。提示：由于你全程以完美破格评分完成了本次主线任务，并且没有出现死亡事件，本次主线任务奖励的最终结算将上浮 10% 奖励。提示：由于你通过对骸骨之城以及失落国度的探查，找到了背后谋划之人卡洛这名往昔神奇的真正意图，并且成功粉碎了他的计划，本次主线任务的评分为完美。提示：由于你成功阻止失落国度坠落于时间的长河，避免其最后成为一朵如梦如幻的泡影，并且将其烙印上你的气息，本次主线任务评分已提升为完美破格。提示：你作为首名完成主线任务的玩家，将获得额外奖励，随机装备宝箱神级。提示：你获得了主线任务奖励永恒法则碎片神级。提示：你获得了主线任务奖励军工点 X10000。提示：你获得了主线任务奖励随机装备宝箱史诗。提示：你获得了主线任务奖励随机宠物宝箱史诗。提示：你获得了主线任务奖励随机道具宝箱史诗。提示：你获得了主线任务奖。这一刹那，随着提示的响起，数不清的奖励正纷纷出现在许然的眼前。除了其中提供的神级宝箱和神级的永恒法则碎片之外，还有一连串的史诗级宝箱，其中包含了随机装备、随机宠物、随机道具、随机称号、随机强化材料。算下来，单单是史诗级宝箱，许然就一共获得了5个，而且还有海量的军功点和功勋值，这些全都在任务结算的一瞬间出现在他的眼前，全都在等待着唯一天赋万倍奖励的增幅提升。对此他只能说，还是自己先前的见识少了。第121章，电子的最佳选择。原因很简单，即便在上一世，许然都没见过有玩家从主线任务中捞到这么多好处。众所周知，除了击杀传奇以上的生物，主线任务便是捞奖励的天花板，没有之一。但即便如此，前世玩家完成主线任务，除了经验和军功点功勋值之外，最多好像也就拿到过3件奖励，这还包含了在主线任务过程中拿到的隐藏奖励，这些许然还都没有计算进去。比如神话级武器无尽灾际冻结之杖，比如神话级神格冰霜主神神格，比如史诗级乃至神话级的称号悲鸣套装等等，加起来整个主线任务提供的奖励数量竟然达到了2位数。更何况还有一座永恒城和一个世界级的私人专属领地，全都被他收入囊中。如果被其他玩家知道，恐怕他们必然会彻底破防。这种程度的奖励，即便开挂或者卡 bug 都是无法实现的。他天选之人，竟然就这么轻松的搞到手里了，不公平！重赛！不过对于许然来说，本次的主线任务他可不轻松。每一次抉择，每一次战斗，其中都有绞尽脑汁的谋划和生与死的考验。单凭直面神奇和无数的骸骨怪物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其危险程度了。风险越大，收益也就越高，双方往往都是成正比的。所以许然并不认为自己这是赚了多大的便宜，真正的血赚实际上来自万倍奖励。随着主线任务奖励的发放，这个唯一永恒级的天赋也在同一时刻发挥出了作用。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神级提升至神话级品质。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史诗级提升至神级品质。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史诗级提升至神级品质。提示：万倍。当一道道提示音响起的瞬间，许然获得的所有奖励全都纷纷发生了质一般的蜕变。提示：你获得了奖励军功点1亿。提示：你获得了奖励随机装备宝箱神级。提示：你获得了奖励随机宠物宝箱神级。提示：你获得了奖励随机道具宝箱神级。提示：你获得了奖。这一次的主线任务奖励最低也都是史诗级品质，这也就意味着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些史诗级的品质也都会水涨船高，变成对应的神级奖励。刹那间，5个神级宝箱齐刷刷地出现在了许然的背包中，散发出了闪耀而璀璨的光芒，足以令无数生灵为之心醉不已。但这才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除了晋升为神级品质的史诗级奖励之外，像原本就是神级品质的奖励，此刻更是散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夺目光泽。提示：你获得了奖励，随机装备宝箱，神话级。提示：你获得了奖励，永恒神格碎片，神话级。果然，许然心中的期待没有落空，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竟然真的让这2件神级奖励摇身一变成为了神话级品质。神话级，许然心中的激动无法抑制。在前世，他甚至都没有听到过有玩家获得过神话级的装备，神级便已经是天花板了。当然了，神话级装备不参与排行榜的名次，所以也不排除那几个最巅峰的神级玩家是不是隐藏了自己拥有神话级装备的可能。但有一点，许然无比明确，即便是前世的神级玩家，恐怕也不会拥有如此多的神话级奖励。这一幕，或许在他们的眼中，可能也是连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场景，如今却上演在了许然的眼前。没有任何的迟疑，按捺住心中的激动，许然选择了开启宝箱。首先，他选择的是随机神级宝箱，因为根据前世掌握的信息和其他宝箱不同，所有随机宝箱能开出的物品全都遵循着一个规律。第一次开启的，有极大的可能和自身的职业、种族、属性等等完全不搭边。也就是说，如果玩家只有1枚宝箱，那就是完全看脸。许然也早就验证了这个规律。前世他每次开装备类随机宝箱，第一发永远都是战士、骑士的装备，要么就是其他种族的专属装备，所以很难不让他怀疑，这种规律是为了增加游戏内装备的流通几率。毕竟开出的物品虽然不合适，但价值摆在那里。比如开出了最抢手的单手剑，可能还会引起不少玩家的哄抢，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血赚。所以很多玩家都保持着同一个习惯，如果想要通过开启随机宝箱提升自身实力的话，他们往往会囤积一些宝箱，然后先开几个价值较低的宝箱，等到时机成熟再开启更高品质的宝箱，那个时候往往才会实现收益的最大化。这一点和强化先生电子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当然了，赌狗除外，而许然并不是赌狗，他可不想第一发就开出一把神话级单手剑武器。如果是那样，价值固然很高，但以目前玩家们的经济情况，或许到了游戏大后期，很多大型势力都不一定能买得起这种品质的装备。再说了，许然目前又不缺钱，无论是现实还是游戏，他随便在黑市抛售点金币，赚的米比很多大型企业利润都要高不少。所以开启适合自身奖励的优先级被提升到了最高。所以许然首先选择的神级品质的随机道具宝箱和随机称号宝箱，相比神级装备、神级宠物以及神级强化材料，道具和称号似乎是当电子的最佳选择。提示：是否开启随机道具宝箱？神级，你将从神级品质的道具中随机抽取本次道具。提示：由于宝箱中开启的奖励品质已经触发过天赋万倍奖励特殊效果，本次开启无法再次触发。开启，许然对此早有预料，因为这正是随机宝箱的规则，所以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开启宝箱。随着一片神级品质独有的光辉洒落，一枚散发着无尽威压的碎片出现在了许然的眼前。第122章终究是错怪了。卧槽！许然眼眸骤然一滞，心中波澜瞬间翻涌了起来。望着这枚散发着特殊光泽和无尽威压的碎片，他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谁会想到，这才是第一发随机宝箱，竟然就出货了。提示：抽取成功，本次随机抽取的道具为天赋法则融合碎片，神级。天赋融合碎片法则。许然一改往日沉稳，忽然激动了起来。这换成是谁，恐怕都无法冷静下来，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神级品质的道具，更是极其稀有的宠物类道具，其作用可以让宠物凭空额外获得一个天赋。首先，宠物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游戏资源，一个不错的宠物甚至能够发挥出无数玩家都无法媲美的作用。许然记得前世有个玩家意外获得了一个黄金级的蛮荒雄狮作为自己的宠物，经过1周时间的简单培养，这个在兽类一族中属于资质一般的宠物，实力竟然直接反超了它的主人，甚至足以吊打普通玩家。这时候很多人才意识到宠物的重要性。接下来，随着游戏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极品的宠物也争相浮出水面。玩家们发现，即便是同一种族的宠物，其天赋也各有不同，而能获得一个极品天赋，往往就意味着这个宠物将拥有成为顶级战力的可能。因此那段时间又被玩家戏称为预售资料片。最离谱的是，
产出几率低到感人的天赋融合碎片也一度被炒到了天价。曾经有一个暗金级品质的天赋融合碎片，竟然拍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价格，价值堪比一件传说级装备。不过，天赋融合碎片也证明了其恐怖的加成，即便对最垃圾的宠物使用，都足以为其提供一个对应碎片品质的天赋。也就是说，比如给黑铁级的宠物使用一个神级品质的天赋融合碎片，那么它必然会获得一个神级天赋。虽然战斗力依旧无法和神宠相提并论，但其发挥出的天赋效果却不遑多让，所以这一发抽取的幸运程度已经不言而喻了。没有迟疑，许然怀着激动的心情，将目光转向了这个散发着柔和神级辉光的道具。天赋法则融合碎片，神级。类型：道具，一次性消耗品。品质：神级。使用目标：宠物。使用需求：20级。使用效果：天赋法则融合激活该碎片的力量，使其与自身拥有的宠物所融合，可为其额外提供一个法则级的天赋，并且有几率出现对应主神级法则的天赋。使用后该道具消失。介绍：建议给高品质的宠物使用，以提高其资质上限。乖乖，不得不说，神级品质的天赋法则融合碎片依旧给许然带来了十足的惊喜。单凭这法则级的天赋，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宠物成为最顶级的神宠了，而且还有几率获得对应主神的法则。在永恒中，神奇之间亦有实力的差别，其中像是剧毒、阴影以及普通的冰霜、火焰等等法则，都对应的是普通神奇。就像是至今还处于冻结状态的卡洛，这位曾经的神明原本掌握的正是普通的冰霜法则，像是空间、时间、死亡、生命、光明、黑暗、秩序、混乱等等趋向于本源的法则，又被称为主神级法则。掌握这些法则的神奇将会获得主神神格，而像是冰火风雷等元素法则，往往也属于组成世界本源的一部分。只要满足苛刻的条件，便可以根据其掌握程度晋升为主神级的可怕存在。不过永恒法则是一个例外，单单是一枚永恒神格碎片就足以获得神话级品质的评价，这一点就能证明其真正的阶位应该远超主神。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宠物能够获得对应主神的法则，一旦等到其完全成长起来，其自身实力和发挥出的作用绝对能碾压普通神奇。对此，许然只能说是好抽，因为在自己的背包里还静静地躺着一个随机宠物宝箱，对应的正是神级品质。没有迟疑，许然趁热打铁。他隐隐有种预感，或许是刚刚完成主线任务的原因，他的幸运值似乎被提升到了极致，所以他决定将剩下的宝箱全都逐一开启。提示：是否开启随机称号宝箱？神级，你将从神级品质的称号中随机抽取本次称号。提示：由于宝箱中开启的奖励品质已经触发过天赋万倍奖励特殊效果，本次开启无法再次触发。没问题，神级称号足以让他的硬实力再度提升一大截了，所以他果断选择了确定。随着一阵璀璨绚烂的光芒浮现而出，昏暗无光的失落国度又一次被照得亮如白昼。与此同时，神级品质独有的光辉照亮了许然的脸庞。提示：抽取成功，本次随机抽取的称号为雷霆之雨，神级。雷属性。望着称号的名字，许然心中一阵疑惑，好像他还从没获得过雷属性的技能。这个称号有可能对自己的增益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大，但也不亏，毕竟作为一名法师，再加上永恒法则代表着世界本源的一切，他早晚都会解锁雷属性的技能，所以无论是当做垫子，还是作为以后技能的增益手段，这个称号都足以引起他的重视。想到这里，许然将目光落到了这个称号上面。雷霆之雨，神级。类型：称号。品质：神级。特殊效果：该称号可以与其他称号叠加生效。唯一被动效果：当称号生效后，每次对敌人造成伤害都有 20% 的几率附带雷霆攻击，造成其最大生命值 5% 到 50% 的伤害。被动效果无冷却。注：当目标为传奇阶位以上时，效果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根据目标对雷属性法则的掌握也会有同等效果。介绍：天空中划过的电光是此生不变的雷霆低语。看到这个称号的详细属性时，许然不由得肃然起敬。终究是错怪了，这个称号不需要他拥有雷属性的技能，甚至也不需要他掌握雷属性法则，每次攻击都能有 20% 的几率直接打出雷劈。不仅特效绚烂到了极致，其效果也绝对能称得上是恐怖。第123章，意料之外的双手大剑。更何况雷属性又被称为无冕之王，
和火焰、冰霜等等一样，雷霆也是组成世界的几大基础元素之一。雷属性虽然对应的是普通神格，但其可怕的毁灭性往往让其具备堪比主神的实力。而一旦像火焰、冰霜那样晋升为了主神神格，其威势更是有可能和光明、黑暗等等主神法则相媲美，其恐怖程度可见一斑。不错，一连串的好运眷顾让许然对其他宝箱充满了期待。除了开启的这2个宝箱之外，他手里还有随机装备宝箱神级、随机强化材料宝箱神级、随机宠物宝箱神级，以及随机装备宝箱神话级，一共4个宝箱。许然心中有了决定，先开启随机强化材料宝箱。随着这一次的主线任务落下帷幕，他的装备也获得了极大程度上的更迭和提升。那么强化和镶嵌宝珠等等也要提升日程了。由于永恒城的出现，许然招募了大量宗师级的铁匠，还修建了对应的史诗级强化建筑。他原本打算等领完奖励就回城强化，却没想到瞌睡有人送枕头。这个神级品质的强化材料宝箱绝对值得他的期待。提示：是否开启随机强化材料宝箱神级，你将从神级品质的强化材料中随机抽取本次强化材料。提示：由于宝箱中开启的奖励品质已经触发过天赋万倍奖励特殊效果，本次开启无法再次触发。那么接下来到了强化材料了，确定，热血澎湃。无论是什么游戏，开箱和抽卡都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当然，除非像是攒了几万元时，结果90发歪了小保底，最后还要再抽90发才能来个大保底，那样心态可就炸了。当然了，虽然总有人会为老婆买单，但如果能一发入魂，绝对没人会选择前者。随着许然做出决定，神级品质独有的光辉又一次照亮了这片昏暗的深渊。与此同时，还带来了令人愉悦的系统提示。提示：抽取成功，本次随机抽取的强化材料为灼热的支配法则增幅10神级。看到提示的一瞬间，许然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增幅10终于出现了。作为前世最珍惜的那一部分资源，装备增幅10永远在玩家心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一席之地。无他，只因为装备增幅10往往会让装备附带更为与原本不同的效果，而且可以叠加生效，带来1+1绝对大于2的用户体验。看了一眼身上装备的神话级法杖，许然更是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众所周知，冰霜和火焰这2种法则一旦能够打出元素反应，必将带来更为恐怖的伤害和破坏力。更何况这是一枚神级品质的装备增幅10，绝对配得上这柄神话级品质的法杖。想到这，许然直接将目光锁定了这枚装备增幅10。灼热的支配法则增幅10神级，类型强化材料，装备增幅10，品质神级，使用等级60级，使用需求装备武器，增幅成功率 99%。 增幅效果：灼热的支配法则使用增幅时，完成装备增幅后，可以让被增幅的武器附带火焰法则效果，攻击目标时可叠加生效灼热的支配，使其遭到火属性攻击的同时，还将陷入被支配的状态。注：灼热的支配带来的持续时间随目标自身的元素抗性而改变。介绍：神级品质的装备增幅时，或许能在巨石城里卖出一个天价。听说矮人神将索伦正在收购它，说不定能换到一件神器。神器？矮人神将？许然看到这个强化材料的介绍，不由得摇了摇头。在永恒中，很多种族都有对应的特殊能力，其中属于中立混乱阵营的矮人一族，最大的特点就是锻造技艺高超，而矮人神将更是在前世受到了无数玩家的尊敬。如果能获得他的青睐，关于装备方面或许将获得比其他玩家更大的优势。话虽如此，许然却不会将这个神级品质的装备增幅10拱手让人。神将拥有万倍奖励的自己，如果能将锻造师这个副职业提升到宗师级水平，到时候无论是锻造的品质还是属性，恐怕都不会比这个神将弱到哪里去。想到这里，许然将这个装备增幅10放入了背包，等到返回永恒城，他就要着手强化这个神话级的法杖了。没有废话，许然继续开箱。提示：是否开启随机装备宝箱神级，你将从神级品质的装备中随机抽取本次装备。提示：由于宝箱中开启的奖励品质已经触发过天赋万倍奖励特殊效果，本次开启无法再次触发。这一次轮到装备了。随着璀璨而绚烂的光芒再次出现，一件武器的轮廓逐渐浮现在了许然的面前。坏了！看到这里，他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尽管装备具体的样子还没有彻底浮现于眼前，但从轮廓上就能看得出来大致的类型。
怕啥来啥。这是一柄双手大剑，而且属性看上去还极其特殊，还没开出来，一股肃杀、血腥的气息就直接扑面而来，锋芒之意甚至割断了许然前额的一缕发丝，足以证明这柄神级品质的双手大剑所代表的法则是什么了。没错，装备一旦达到了神级品质，往往都会获得法则级的力量，就像是先前许然的神器斗篷，显然就拥有光明和黑暗两种法则的力量，而那根神话级的法杖更是拥有最为纯粹的冰霜法则气息。根据这件装备散发的气息来看，其代表的应该是杀戮法则。只是许然想不通，为什么运气如此爆棚的时刻会给自己来一把双手大剑。根据前世的记忆，好像除了有个叫古定刀九的武器战玩家曾经因为爆出来了一把法系职业的双手大剑而哭了3个月之外，没有再听说过有法系职业能用的双手大剑了。估计啊，是记了。许然叹了一口气，望向了系统提示。第124章神话级披风。提示：抽取成功，本次随机抽取的装备为杀戮与征服之刃，神级。果然没有猜错，这把看上去染满鲜血，充斥着无尽锋锐和杀戮气息的双手大剑，对应的正是杀戮法则。只不过，奇怪的事情好像发生了，他的幸运依旧强硬。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好像还真是一柄法系职业的双手大剑。牛批！钦佩之情从他心里油然而生。没想到传闻是真的，他真的和当初那个叫古定刀九的武器战一样，爆出来了一把法系双手大剑。只不过，作为一名法系职业玩家，许然完全可以使用这柄神级武器。想到这里，许然直接选择查看具体属性：杀戮与征服之刃，神级，需求等级60，需求职业法系职业，品质神级，类型双手大剑，非成长型装备，部位特殊武器，未绑定，物理攻击力加3000，魔法攻击力加6000，攻击速度正60%，移动速度负20%，全能吸血率正50%，魔法暴击率正50%，装备耐久，永不磨损。效果1：杀戮对目标造成伤害时，可暂时提升自身生命值上限，伤害的40%，持续时间5分钟。效果2：征服对目标释放技能时，可通过杀戮法则气息暂时影响其心神，带来恐惧、混乱、迷失等等负面效果，持续时间随敌人精神抗性而改变。装备技能杀戮绽放，激活武器中蕴含的无尽杀戮法则气息，可使自身进入杀戮绽放状态，每击杀一个目标都可增加10%的伤害，叠加层数无上限，持续时间20秒，击杀目标后可叠加该持续时间。装备技能冷却时间2小时。注：当处于杀戮绽放状态时，随着击杀数量的叠加，自身精神状态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请谨慎使用。介绍：曾经的杀戮神器遗留下的剑刃，需要极高的精神力才能掌控该武器。这武器绝对能称得上是神器中的极品。实际上，由于神级武器其中蕴含的法则气息不同，其带来的效果和具体的强度也各有千秋。比如蕴含主神级法则的武器，无论是发挥出的效果还是其装备属性，往往都要比普通法则的装备强悍一些。在许然的记忆中，杀戮法则作为一种极其特殊的法则，绝对能算得上是主神级法则中的第一梯队了。也就是说，这柄双手大剑足以和前世赫赫有名的几个神器相提并论了。当然了，如果和神话级的无尽灾际冻结之杖相比，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双方不是一种类型的武器，一个是成长型法杖，一个则是对应60级的双手大剑，压根就没有可比性。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件武器对于许然来说，绝对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那就是换装。现在是游戏前期，换装这个概念还没有被玩家提出来，但一旦到了游戏后期，在战斗中换装趋于常态化是必然的发生的事情。合理根据战斗环境切换装备，不仅能让玩家发挥出各种装备的可怕效果，同时还有几率突破自身的实力上限，打出更为恐怖的伤害。前世有好几个玩核爆的神级玩家，正是换装这个概念的忠实拥趸。也就是说，这两件装备不仅不冲突，反而还会因为换装能够相互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上限。很好，许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次的主线任务奖励的丰厚程度早已远超他的想象。这种程度的奖励，可能在前世都未曾出现过。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还有最值得期待的宠物以及神话级装备的开箱。一边想着，散发着一股深厚而浩瀚气息的光芒的宝箱出现在了许然的面前。这是一枚神话级品质的宝箱，其中开出的装备
品质必然是神话级，这是来自主线任务额外的奖励。刚出现的时候，连许然都不敢相信，所以他打算趁热打铁，先把装备宝箱都开出来，再去开启随机宠物宝箱。他隐隐有一种预感，自己很有可能从随机宠物宝箱里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神级宠物。而眼前这个神话级品质的随机装备宝箱，他只希望别再是武器了，否则自己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武器大师了。一边想着，许然缓缓开启了这个神话品质的宝箱。提示：是否开启随机装备宝箱？神话级，你将从神话级品质的装备中随机抽取本次装备。提示：由于宝箱中开启的奖励品质已经触发过天赋万倍奖励特殊效果，本次开启无法再次触发。开启。当提示音响起的瞬间，许然就立刻选择了确定。随着神话级品质专属的威压和浑厚气息氤氲开来，宝箱中躺着的装备也逐渐浮现出了一个大致轮廓。好家伙，披风！许然眼中神色略显复杂。按照常理来说，披风在所有玩家的心目中都无比的重要，因为像是披风和辅助装备等等都属于极其特殊的部位，爆率不仅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而且还很难产出极品属性。这也是先前执掌光暗交织之影斗篷被许然一口气强化到+15的原因。但如今却出现了一个神话级品质的披风，这就意味着神级品质的执掌光暗交织之影斗篷即将要宣告退役了。如果是一件辅助装备的话，许然估计会更开心的，但披风的话也值得他庆幸了。毕竟要是随机抽取到其他职业的装备和武器，那就真的记了。一边想着，抽取完成的系统提示也接踵而至。提示：抽取成功，本次随机抽取的装备为永恒之初降临的宣告，神话级。当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浓郁的永恒法则气息又一次充斥在了这片荒芜死寂的深渊之中。不仅如此，像是在互相呼应一样，作为主线任务神话级奖励之一的永恒神格碎片，表面也升腾起来一片繁奥的符文，给人带来了一种极其神秘的感觉。第125章，暗流涌动的征兆。永恒，出乎预料。许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随机抽取到的神话级装备竟然蕴含了永恒法则。不仅如此，当其彻底浮现于眼前的那一刻，一直静静躺在他背包里，之前被万倍奖励强化为永恒神格碎片的这枚神话级道具，竟然也与之发生了一丝微弱的反应。这件披风看上去充满了神秘和虚幻的感觉，整体犹如由无尽星河构成一样，在不断翻涌之间流转不息，而其中散发出的浓郁永恒法则气息更是给人带来一种震撼灵魂的压迫感。没有任何的犹豫，许然望向了这件神话级品质的披风。永恒之初降临的宣告，神话级。需求等级无，需求职业任意职业皆可。品质传说，类型特殊防具，可成长。部位披风，当前成长阶段1阶。效果1：永恒之初的祝福，力量加500，智力加500，体力加500，敏捷加500，自身对永恒法则的掌握提升 20%， 穿戴后生效。效果2：永恒之初的低语，当自身使用蕴含永恒法则气息的技能时，将有几率触发该效果，在10秒内所有永恒系技能都将无需吟唱，完成瞬间释放。装备技能：永恒之初降临宣告，激活装备内蕴含的力量，可使自身进入永恒之初降临状态，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10小时。注意，处于永恒之初降临状态时，可根据自身的要求降临对应的法则，例如无说要有光，则周遭便会充斥最为浓郁的光属性法则气息。其他法则同理。注2：当要求降临的法则为永恒时，自身将进入永恒之初降临的最终形态，期间免疫一切伤害，并且极大程度上提高自身所有技能攻击的上限。具体数值待验证。装备进阶需求：杀戮2名不低于自身等级的神奇。02：可使装备进入第2阶段，提高永恒之初降临的持续时间和强化效果，并且增加装备属性加成。介绍：永恒之初的降临亦是一切的开始。卧槽！看到这件神话级披风的属性，许然整个人都惊了。这是什么属性加成？全属性都提升500点，简直堪称恐怖。而且和之前的神级披风执掌光暗交织之影斗篷不一样，这件神话级披风虽然不再提供光明状态下提高 60% 闪避几率，以及黑暗环境中可无视实力差距免疫一切生物探查的这些强悍效果，但其具备的第2个效果足以让许然的攻击变成无数敌人心中的梦魇。10秒内所有永恒系技能都将无需吟唱，做到瞬间释放，哪怕是禁咒。而这个效果的触发方式也相当的简单，只要释放蕴含永恒法则气息的技能，就有几率触发这个效果。而这还不是其最核心的属性，
永恒之初降临，这绝对是许然目前为止见过最为离谱的状态技能了。直接以要求的方式，让指定的法则降临于周遭，对敌人造成未知的伤害。虽然具体数值尚不明确，但神话级披风，即便再拉，恐怕也不会让人失望。想到这里，许然又望向了那枚永恒神格碎片。又没有反应了。他发现这一枚神格碎片目前自己并不能使用，也无法发挥出任何效果。或许只有等到集齐了所有的碎片，他才能像冰霜主神神格那样展现出其绝世的风采。不过有一点许然却略有疑惑，如果下一次他获得的是一枚神格碎片，那是否能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将其晋升为完整的神格？这是否也就意味着自己只需要再寻找1到2枚永恒神格碎片，就能拥有成为永恒神奇的机会？然而就在许然一边思索这些事情，一边准备开启随机宠物宝箱的时候，一场未知的风暴正从暗中悄然涌来。寒霜帝国冰封城外，簌簌，随着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响起，一群来自黑暗阵营的不速之客已经悄然抵达了这座号称永不消融的大型主城。即便是已经获得传奇阶位认定的大魔导师，但伊芙雅心中依旧没有半分松懈，因为这座主城中也有对应的传奇阶 NPC， 而且还不止一位，所以他只想尽快完成任务的布置，然后离开这里。这鬼地方太冷了，而且还没有黑暗气息的笼罩，让他嗓子痒痒，老想咳嗽。簌簌，他如同野猫一般，悄悄地在灌木丛中掠出，然后贴着城墙开始移动起来。跟随他一起的还有几名实力强大的暗夜精灵。暗夜精灵作为精灵一族中特立独行的分支，并不属于中立混乱阵营的范畴，反而加入了黑暗阵营。其无论是隐匿能力还是对黑暗魔法的感知，都远超其他生物。显然伊芙雅也是一名高等暗夜精灵，甚至拥有着王族血脉。借助夜色的掩护，伊芙雅沿着城墙向东侧城门移动，在那边有一小队放哨的卫兵。噗嗤，几分钟后，几道利刃穿透血肉的微弱声音响起。在暗夜精灵的隐匿脚步下，这一个卫兵小队在无声无息中失去了生命。每一个领地都拥有模板蓝图，冰封城也不例外。作为光明阵营的一座巍峨主城，它的模板蓝图的品质为传说级，即便在没有开启最高警戒状态的情况下，即便是高级伪装也无法混入城中。显然伊芙雅早就有所预料。随着一阵黑暗气息的隐晦流动，那一支少尉小队的身躯缓缓消融殆尽，化作一张张惨白的人皮散落在原地。穿上，还有5分钟应该就到了换防的时间了。伊芙雅轻启阴唇，望向身后的暗夜精灵说道，进城以后直奔城主大厅，我自己前往魔法师协会。是。清一色的暗夜精灵全都低下了他们那完美无瑕的脸庞，表示自己听明白了。不消片刻，在完美的伪装下，几名散发着和原本少尉小队一样气息的身影再度出现在了原地。稍微适应了一会，他们这才捡起地上的火把和兵刃，然后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径直朝着东侧城门走去。第126章，抓几个冒险者做实验。吱嘎，随着冰封城沉重的东侧城门缓缓开启，远处巡逻的卫兵纷纷朝着这边望了过来。他们举起手中的火把，一脸戒备地盯着这几名换防的少尉 NPC。波尔，你在搞什么鬼？换防为什么不绕点路？你这个该死的酒鬼，每次都喜欢打开这笨重的大门。一名巡逻的 NPC 冲着少尉们嚷嚷了几句，显然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他嘴上虽然这样说，但也没有多加刁难，反而放任他们返回了主城。哈哈，恐怕波尔已经忍不住了。你知道的。旁边有个巡逻 NPC 见状，忍不住哈哈大笑。听说他最近看上酒馆里的女人了，每天都会把大把的钞票丢在那，可能是太想念那个燃烧镇的娘们儿。波尔这次竟然乖乖地关上了大门。听到这话，巡逻卫兵队长心情这才稍微愉悦了一些。哼，算他还有点良心。巡逻小队发现城门已经关得严丝合缝了以后，纷纷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该死的色鬼，早晚死在女人床上。别说了，听说你昨晚也去酒馆了，今晚要不要一起？随着巡逻小队的离开，已然踏入冰封城中的伊芙雅瞬间松了一口气。他倒不怕这群只有2转实力的守卫 NPC， 想要干掉他们，甚至自己都不用吟唱魔法，随便挥动法杖就能让其成为一团团血雾。但一旦惊动了城中的其他强者，计划失败的后果他可承担不起。毕竟谁也不愿意和黑暗法庭那群恶鬼打交道。据说上次还将一个传奇阶位的犯人硬生生改造成了一个只知道杀戮的战争机器。黑暗阵营以实力为尊，相比较崇尚秩序的光明阵营，
要更加自由一些，但实际上也更加的不自由，因为以实力为尊，也就意味着弱者要遵循强者指定的规则。即便是传奇阶大魔导师伊芙雅，也只能享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无法毫无顾忌的做事。幸运的是，作为传奇强者，他只需要完成这次任务，就能前往深渊殿堂学习一门禁咒，到时候自己就满足成为城主的要求了。即便成为一个偏僻区域的城主，那也算是一方诸侯，足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柄了。想到这一点，伊芙雅眼中的冷冽之意愈发浓郁了起来。尽管从表面看上去有一层伪装遮掩住了她那绝美无瑕的容颜，但其眼眸中流转的神采依旧足以令无数人沉醉其中。还蛮热闹的嘛。走在主城那宽阔的街道上，伊芙雅朝着四周看了一圈，放眼望去，尽管被黑夜笼罩，但这座恢宏主城依旧充斥着不少烟火的气息。玩家、本地居民以及来自各个种族的一些中立 NPC 全都散落在各个街道里，在天空中洋洋洒洒落下的雪花中显得格外热闹。没想到冒险者还都是一个样子。看了几眼，伊芙雅喝了口热气，一小团白雾瞬间从他眼前飘了出去，让这名来自黑暗阵营的传奇强者心底悠然生出了几分开心的意味。哼哼，他没想到这么冷的环境下，这群冒险者竟然还像是有用不完的活力，而自己都快被冻僵了。伊芙雅决定了，等完成了这次任务，他就抓来几个冒险者做实验，看看他们在极端环境下是否也能保持心态的乐观。一边想着，他瞄了一眼后面跟着的暗夜精灵，顿时有些心虚。如果让这群下位族人知道了自己心中的想法，那他的形象可就全毁了。等回去就抓冒险者做实验。一边立着 flag， 伊芙雅一边带队朝着目的地走去。在越来越大的风雪里，他的身影逐渐模糊了起来。几分钟后，在热闹非凡的冰封城中，几名少尉 NPC 竟然当着所有玩家的面逐渐接近了城主大厅。沿途不少玩家也注意到了这件事，但他们却不以为然。平日里就有不少 NPC 在主城里走来走去，拿着长矛武器的卫兵过来，应该也很正常吧。甚至还有不少玩家凑了上去，很明显，他们想要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挖掘出值钱的情报或者任务。但令人失望的事情出现了，无论他们怎么纠缠，这群 NPC 卫兵都不为所动，甚至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如果是现实世界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般人恐怕早就黯然离开了。但这有所不同，是游戏里。看到这一幕，被拒绝的玩家们不仅没有半分沮丧，反而愈发感兴趣了起来。兄弟们，我敢用我的向上人头保证，这里面绝对有大任务。对，我上次听说天选之人就是软磨硬泡，尾随了大魔导师足足3天3夜，才捞到了一个主线任务。咱们要不然也……说得对，咱们也尾随。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被当成变态啊？聒噪，人家 NPC 都没说啥，咱们跟着就完事了。就这样，玩家们充分地发挥出了第4天灾的优势，浑然不顾其他人怪异的目光，一直尾随着这群 NPC。伊芙雅看到这一幕，心中格外的诧异。他属实没有想到，光明阵营的冒险者竟然会这么的厚脸皮，竟然寸步不离地跟着自己。杀还是不杀？杀了的话，恐怕会影响计划的顺利实施。不杀，这群冒险者会不会看破自己的伪装？正犹豫着，城主大殿已然近在眼前。伊芙雅咬了咬牙，暂时按捺住了心中的杀机。原因很简单，一名3转魔导师 NPC 正在不远处经过，足足等了2-3分钟，那名 NPC 消失在了视野中。伊芙雅这才拍了拍胸脯，稍微松了一口气。有这群玩家跟着，自己不能太过于反常。看来魔法师协会去不成了，只能改变计划。没有迟疑，在他的眼神沟通下，伪装成少尉 NPC 的几名暗夜精灵纷纷散开。随着一阵窸窣的脚步声，他们将这座巍峨华美的城主大殿围了起来，然后当着身后尾随玩家的面，拿出一件件魔法材料，开始构建起了魔法阵。看到这一幕，不少玩家纷纷来了精神。卧槽！我就说这群卫兵不是寻常 NPC，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即将要触发一个主线任务了？第127章，传闻中的女武神。听到旁边玩家的话，尾随的这群人纷纷出言附和。我看靠谱，说不定咱们兄弟几个也要和天选之人一样，成为一方巨擘了。对了，听说那群参加永恒城战斗的玩家们已经分到奖励了。对，狗日的全都身价暴涨。何止啊！听到这话，有消息灵通的玩家忽然激动了起来，听说一个个都开始兑换奖励，甚至开始在永恒城大肆消费了。妈的，后悔一直待在冰封城了，这破主城迟早要完。我不许你侮辱主城，这不就快要触发任务了？
一收到任务，这群玩家们纷纷又打起了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魔法元素的隐晦流动中，他们纷纷瞪大了双眼。离谱！这群卫兵竟然开始构建起了魔法阵。好家伙，什么时候这些普通 NPC 也能掌握这么高深恐怖的魔法了？这必然有大事要发生。就在玩家们围观这群伪装成卫兵的暗夜精灵布置魔法阵的时候，无尽深渊中传来了一阵极其特殊的律动。提示：抽取成功，本次随机抽取的宠物为暗之寂灭女武神神级。提示：由于你获得了神级宠物暗之寂灭女武神，成为首名获得宠物的玩家，宠物排行榜已激活。提示：由于你获得了神级宠物暗之寂灭女武神，精灵一族将视你为最真挚的朋友，精灵一族的友好度已提升为尊敬。在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世界公告也出现在了许然的视野中。随着璀璨的金光弥漫开来，全区所有玩家都纷纷为之道吸了一口凉气。死！特么又是天选之人，这货又捞到了什么好处？靠！尼玛快看，宠物排行榜好像开了！在玩家们纷纷愣住的时候，世界公告已然浮现在了他们的耳畔。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获得宠物的玩家，成功激活了宠物排行榜，获得奖励宠物技能宝箱紫金。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选之人成为首名。一连3道公告，犹如给所有人来了狠狠的一击。宠物，这意味着什么？即便是孤狼玩家，只要获得一个宠物，就等同于有了与之呼应的同伴，不仅游戏旅程不再孤单，更是能为自己平添几分战力方面的加成。只是不知道这个宠物到底是什么品质。不过能上世界公告的，往往就已经证明了其可怕的含金量了。一时间，不少玩家纷纷做出了同一个动作，打开宠物排行榜，一眼望去，整个榜单上只有1名玩家，天选之人，而对应的宠物等级更是让所有玩家彻底破防。等等，我他妈是眼花了还是咋了？怎么看到的是神级宠物？你没瞎，我这边看也是神宠。不是吧？我怎么这边看是我获得了神宠呢？这货没救了，找人抬走吧。一时间，许然获得神宠的事情直接传遍了整个华夏区，所有玩家都欲哭无泪。这货的幸运值究竟是多少？30级刚开放坐骑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个传说级坐骑，而对应60级才开放的宠物，这厮竟然有拿到手了一个神级宠物，是不是非要让人破防才算是快乐游戏？不少玩家想到这一点，甚至都控制不住心中的抑郁，任凭泪水打湿了眼眶。但许然却不管自己是不是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楚之上，此时他正目光呆滞地望着自己的宠物。神宠精灵，如果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玩家们必然也会和他一样呆滞在原地。只见一道几乎完美的身影正悄然浮现，白皙无瑕的肌肤，如瀑一般的及腰长发，搭配其身上如同黑琉璃一般透彻的青铠甲，简直犹如带来了一场视觉上的盛宴，绝美，动人心魄。许然甚至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个神级宠物了。在永恒这款游戏中，坐骑之中最稀有的是巨龙一族，而品质最为珍贵的宠物对应的便是精灵。精灵一族有很多分支，比如光之精灵、冰霜精灵、自然精灵和暗夜精灵等等。而在精灵一族中，往往也有阶位之分，从下位、中位、上位这些普通的精灵到高等精灵，拥有王族血脉的精灵都拥有不同程度的美貌和恐怖实力。即便两世为人，许然见过很多号称角色的精灵，甚至也见过玩家评选出的10大最美 NPC 和玩家，但却从未见过如此绝美的容颜。纵然是天使，恐怕也要逊色几分。而这个精灵的名字也让他想到了曾经翻阅过的相关资料。前世，许然在图书馆中查阅过关于宠物的一些资料，他也曾以做客的形式踏足过精灵之森。这也就是说，他对于精灵一族有着很深的见解。其他玩家不知道，在王血精灵，比如精灵女王和公主之上，还有更为神秘的存在，那就是女武神。他们往往会以沉睡的方式来度过数万载的岁月，每一名都拥有令人无法想象的恐怖实力。根据典籍的记载，每一个种族的精灵都只能同时存在一名女武神，其代表的法则也对应着其自身的种族。比如这名拥有暗之寂灭称号的女武神，便是暗夜精灵一族中地位、血脉以及实力最为崇高的存在。即便是暗夜精灵女王，见到她的一瞬间也要低头行礼。而像是其他一族的精灵，只要不是同样的女武神，都必须要认可她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听从其派遣，没有例外。这就是女武神的特殊牌面。
哪怕他的等级只有最可怜的1级，而对方已然获得了传奇阶位的认定。双方一旦见面，后者也必须向只在传闻中出现的女武神乖乖行礼。威利斯参见主人。正想着，女武神用她那清幽婉转的声音向许然宣告了自己的忠诚。很好，不必多礼。许然一边扶起威利斯，一边将目光放在了他的属性面板上。他很想看看传说中宠物界中的天花板精灵一族中的女武神究竟会拥有多么恐怖的属性和技能。第128章足以闪瞎眼的组合禁咒。不出所料，神级宠物的面板果然华丽到令人感到震撼。暗之寂灭女武神威利斯，神级，类型宠物，品质神级，等级1级，当前阶段尚未转职，种族暗夜精灵，归属天选之人，阵营与主人同步，生命值1000，魔法值1000，物理攻击力120，力量 X6， 魔法攻击力114，智力 X6， 物理防御力304，魔法防御力298，力量20，智力19，体质20，敏捷20，物理暴击率 20%， 初始数值，魔法暴击率 20%， 初始数值，忠诚度 100%， 永不背叛。技能暗之法则融合黑暗寂灭之刃繁花暗落斩。介绍天选之人的神级宠物似乎拥有对黑暗法则极高程度上的运用能力。看到威利斯的属性，许然有些心惊。1级尚未转职，初始属性就已经这么恐怖了。20点左右的初始4维，足以让无数玩家为之泪目了。而其加成也高达可怕的6倍。也就是说，他在1级的时候，加成比例就已经比普通职业第2次转职后还要离谱了。这绝对是一个恐怖的加成，足以拉开与其他宠物乃至玩家的优势。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忠诚度为 100%， 这就意味着即便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会无条件的服从主人命令，永远都不会产生背叛的心思，哪怕许然让他灭掉精灵一族。这就是规则，如同钢铁一般坚固，不可撼动。当然了，许然也没有理由，更没有必要灭掉整个精灵一族。根据前世的经历，精灵一族虽然有些排斥外人，但生性爱好和平，并不会主动招惹玩家和其他的势力。他们往往都会聚集在精灵之森，不参与征伐与战争。不过一旦有人入侵这片广袤的森林，他们也会拿起武器，发挥出令常人无法想象的可怕实力，让入侵者付出血的代价。一边看着威利斯的面板，许然心中一阵愕然，好像自己还看漏了一些东西。对，是技能。他的心思缜密，每一次获得极品装备、道具、坐骑等等，必然会每一条属性和词条都看个仔细。宠物自然也是一样。然而就在他看清楚威利斯的技能时，心中的波澜瞬间汹涌澎湃。禁咒，这个神级宠物的初始技能竟然有一个禁咒。作为神级宠物，威利斯一共拥有3个初始技能，分别是暗之法则融合、黑暗寂灭之刃、繁花暗落斩。其中暗之法则融合是一个被动技能，增加对黑暗法则的融合程度，拥有增加暗系伤害、暴击和技能效果等等的作用。而剩下的2个技能分别对应的是宗师和禁咒品质。黑暗寂灭之刃，类型技能，品质宗师级，归属威利斯，技能效果唤醒周遭游离的黑暗法则气息，使其汇聚于自身兵刃之中，可斩出一道蕴含黑暗寂灭气息的剑气，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高额伤害，600%物理攻击力加成，冷却时间50秒，消耗自身10%魔法值。介绍黑暗寂灭，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宗师级技能，而且是一个瞬发远程技能。不仅如此，还拥有一定的技能范围，对于战士类职业来说，绝对能成为一个最核心的技能。就算是许然，也不免有些眼馋。但这还不是重头戏，没看错的话，另一个技能应该是一个实打实的禁咒。繁花暗落斩，禁咒，类型技能组合技能，品质禁咒，归属威利斯·沃尔天选之人，技能效果全力催动自身所融合的黑暗法则，与主人催动的法则相呼应，对指定范围内的敌人造成多次瞬间斩击，期间宠物与主人都将化作剑光，免疫一切伤害，每段斩击都能造成超额伤害，根据催动法则气息的强度而定，冷却时间6小时。注：释放该技能需要宠物主人与宠物合力催动法则及力量，方能打出组合技效果。介绍：剑光如我，斩尽无杂。好家伙，果然很有战士类职业禁咒的风格。看到这个技能的一瞬间，许然的眼眸
就不由得为之一亮。这不仅是个禁咒，而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组合技能。在永恒中，禁咒级技能并不是法师专属，所有职业都可以掌握。只不过，根据职业的不同，禁咒的类型和效果也各有千秋。比如骑士职业的禁咒，往往都需要极品坐骑来配合，打出恐怖的混合伤害。而像是牧师也有对应的禁咒，不过一般都和治疗、守护以及各种增益 buff 有关，其效果往往都十分惊人。像是盗贼和弓箭手职业，禁咒分别对应的是绝对隐匿后的极致爆发，以及最为精准和最具贯穿效果的恐怖伤害。至于战士类职业，其禁咒一般都是以高额物理伤害为主。除了法系职业禁咒的恢宏特效之外，就属战士类职业释放出的禁咒最为绚烂华丽。这个组合禁咒更是闪瞎眼特效的天花板，化身剑光斩落而下，法则的爆裂，元素的激荡，期间还免疫一切伤害，足以证明这个禁咒的可怕威势了。而且作为宠物和主人的组合禁咒，更是能发挥出许然自身恐怖的实力。试想一下，一旦许然激活了永恒这个最为神秘的法则，相互配合下，或许能将这个禁咒的上限提升到一个堪称恐怖的层次，或许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出那一幕。想到这里，许然召唤出了无尽深渊之门，任务奖励已经领取完毕，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前往被遗忘的极寒之巅，比如建造永恒城和失落世界这两个领地。而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则是转职。根据永恒法师的转职要求，想要完成第3次职业进阶，他必须前往主城才能激活转职试炼任务，而距离自己最近的主城只有号称永不消融的冰封城。一边想着，许然从无尽深渊之门中一步踏出，身影出现在了永恒城的上方。随着一阵风声呼啸，远古幽灵巨龙那恢宏的身影立刻浮现而出，一声令下，许然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在巨龙宽阔的脊背上，他犹如离弦之箭一般朝着远处的巍峨主城掠去。第129章，濒临瓦解的主城。就在许然驾驭着远古幽灵巨龙，犹如一道阴云般掠向冰封城的时候，这个号称永不消融的主城中，传来了一阵诡异而特殊的魔法波动。经过一番布置，投入了大量的魔法晶石和魔法材料之后，一座座繁奥又复杂的魔法阵纷纷浮现而出，像是一道道黑夜中的繁星。这些传送阵骤然点亮，然后一座又一座的串联在一起，构成了一道圆形，恰好将这座偌大的城主大殿直接围在里面。成了！伊芙雅停下手中动作，看到已然被点亮的魔法阵脉络，兴奋地拍了拍手。在他身后，数量越来越多的围观玩家此时也兴奋地齐齐拍手。成了！成了！说完这话，玩家们这才意识到事情好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说不定现在就可以触发主线任务了。万一自己成为了天选之人，那岂不是直接起飞？不能错过，哪怕被 NPC 拒绝也要死缠到底。想到这里，他们纷纷凑了上来。话说，卫兵队长大人，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对，俺们会各种技能，能抗能奶，还能打输出，工资只要其他人的80%，老子只要市场价的1半，我只要30%。呵呵，我不要钱。在一阵喧闹声中，玩家们纷纷开始内卷，一个比一个出价低，更有甚者，拿出了几枚金币递给了伊芙雅，拍着胸脯表示自己愿意付钱帮忙。看到这一幕，伊芙雅整个人都傻了。虽然自己在黑暗阵营也很受欢迎，有不少冒险者经常想要在自己这边领取任务，他有时候无聊，偶尔也会发布一些无关痛痒的任务。看到玩家们屁颠的去努力，然后兴奋地跑回来领奖励，伊芙雅的心情也会好很多呢。但谁会想到，光明阵营这群该死的冒险者竟然如此的死缠烂打，而且下限极低。不仅如此，他们还傻到掉渣。明明这边魔法传送阵、魔法屏蔽阵、魔法禁锢阵都已经被自己激活了，这群冒险者还想着搜刮任务线索，直接把伊芙雅给整不会了。卫兵队长大人，你看我行不行？我已经完成2转任务了，属性贼牛逼。对，虽然上次我骚扰过冰封城的吟游诗人，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好人，我想你也会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好机会的吧。对了，卫兵队长大人，俺还没有好好介绍自己的技能和属性。而这时，玩家们还在围着伊芙雅叽叽喳喳的吵闹个不休。几秒后，回过神来的卫兵队长终于开口了：你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伊芙雅的话如同春寒料峭融化的冰霜，冷冽而充满着肃杀之意。而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所有魔法阵全都发出了阵阵轰鸣，显然全都已经彻底激活了。看到这一幕，玩家们愈发兴奋了起来。无论是谁，此时恐怕也不会往敌人身上去想，只能认为这是任务即将触发的征兆。所以听到这话，他们纷纷小鸡啄米一样疯狂点头。对对对，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吗？您尽管说，我和兄弟们都会尽力去办好。算我一个。一时间，玩家们纷纷高举双手凑了上来，距离伊芙雅也越来越近了。很好，恰好。伊芙雅抿了抿嘴，对着玩家们展颜一笑。那我想要。他话音未落，周遭空气中瞬间翻涌起了无尽的黑暗元素以及法则的气息，而其原本雄浑粗犷的声线也逐渐变得悦耳动听了起来。在玩家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下一句话已然映入所有人的耳畔：我想要的是你们的性命。此话一出，所有玩家立刻冷汗直流，有不少反应和脑子转得比较快的玩家纷纷扭头就走。随着魔法阵的轰然激活，在无尽黑暗中逐渐浮现出了一道道神秘而恢宏的身影，看上去其威势可怕到了极致。哪里还有什么少尉队长？这分明是一群浩浩荡荡的血精灵大军。而在昏暗笼罩下，原先少尉队长位置那一道身影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名拥有无瑕容颜、完美的让人惊心动魄的暗夜精灵黑暗大魔导师。我操，黑暗大魔导师，干他丫的，怪不得一直无法触发任务。我就说嘛，这人肯定有问题。操，马后炮别逼逼了。话说他真好看啊。这不是废话，人家可是传闻中的暗夜精灵，那身材那样貌，刷刷刷。玩家们话音未落，一道道蕴含着死亡、黑暗和诅咒等等气息的技能便悄然浮现而出，紧随其后的是狂飙而出的鲜血。骤然间，刀光浮现，还莫等这群玩家们做出反应，伊芙雅挥手之间便让无数从传送阵中涌出的黑暗阵营强者将他们斩成了碎片，更有甚者，还被做成了一具具骷髅，痛不欲生。不仅如此，距离最近的那名玩家更是连话都没说完，就被伊芙雅挥动着手中匕首将其脖颈无情的割断。呵呵呵 ，BOSS。即便身为大魔导师，但伊芙雅的物理攻击依旧能够秒杀目前阶段的玩家，几乎是一个照面。周遭所有玩家再无一人生还，而随着他一挥手，无尽的黑雾瞬间从其身后的传送阵中涌出，里面还有数之不尽的黑暗阵营强者争相从中涌了出来。以城主大殿为中心，黑雾开始逐渐向外弥漫开来。不仅如此，随着雾气的覆盖，这座号称永不消融的主城防御屏障竟然逐渐衰弱了下来，像是被从内部突破了一样。从冰封城中的城主大殿开始，一边倒的屠杀和抢占核心位置的战斗正式上演。敌袭，敌袭！这一刹那，整个冰封城陷入到了最高警戒的状态。快激活主城最高防御系统！有统领级的 NPC 在大声呼喊着，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围绕城主大殿的魔法阵就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壁垒，将整个主城的指挥权限削弱到了极致。几乎只是一会的功夫，一座主城就陷入到了濒临瓦解的局面。第130章特殊的异族加分项。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竟然会夸张到了这一步。几乎只用了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整个主城就要沦陷到敌人手中了。这简直就是荒唐！无数玩家更是纷纷表示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快，冰封城就要完犊子了？马德，堂堂主城的守卫全都特么是吃干饭的，被黑暗狗打上门来了还睡大觉？老子刚反应过来就被黑暗阵营那娘们给秒了。别提了，主城防御系统都被黑了，那群守卫还在集结呢。冰封城真特么的废物！一时间，无数玩家纷纷怒骂主城的不作为，甚至都牵连上了整个寒霜帝国乃至偌大的光明阵营。原因无他，这也怪光明阵营自己。从开服到现在，黑暗阵营一直都采取的激进政策，不仅四处蠢蠢欲动，听说前天还打下来一座小镇，但号称代表秩序的光明阵营却显得太过于稳健了。敌人出现，不追，只会谴责，简直能把人气的半死。而像是先前永恒城的攻城战斗，虽然军功点和奖励基本上全都由光明阵营和寒霜帝国承担，但从开始到结束，这群 NPC 竟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甚至连后勤都没有提供，这直接让无数玩家伤透了心。但这不是最离谱的，最让无数玩家感到寒心的时候便是现在。随着魔法传送阵构建成型，并且完成了激活，如同潮水一般的敌人此刻全都出现在了这座恢宏巍峨的主城之中。看上去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 NPC 士兵，都拥有至少3转的实力，这给人带来的压迫感，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但偏偏的，都已经到了如此危机时刻，冰封城竟然还是没有任何反应，这已经不能称之为离谱了，显然就是故意为之。一时间，不少志向高远、自认为代表正义的玩家纷纷感到一阵气馁。虽然不知道后续事态的发展如何，但他们已经对自家阵营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在心中生出了个念头：要是早知道是这样，倒还不如一开始就选择黑暗阵营为出生点了。而黑暗阵营也不一定都代表的是邪恶，就像是玩武侠网游的玩家一样，在游戏里一开始就选择邪门歪道作为自己初始发展路线的玩家，实际上不过都是一群天生叛逆、喜欢冒险和刺激，或者想要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并且不在意其他人眼光的人。他们不一定全都是邪恶、爱搞事的玩家，相反，即便是选择了正道，也依旧有不少败类。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真正心肠邪恶的人不一定分是哪个阵营，而阵营不过是一群人对于人生的理念罢了。更何况，黑暗阵营的妹子听说质量不仅不比自家阵营低，甚至还有特殊的体型，样貌加分，会大大增加异族风情。当然了，骷髅除外。兄弟们，接下来怎么办？我看这光明阵营是待不下去了，我都挂了3次了。是啊，马德黑暗阵营的 NPC 都杀到复活点了，这边竟然还在集结，我是服了。就算这是冰封城计划的一部分，也不能直接把咱们给卖了吧？不如这样，咱们干脆脱离阵营，去黑暗混混吧。听说那样好像会遭到光明阵营的追杀。一听到追杀，不少玩家纷纷陷入了沉默之中。光明阵营虽然有时候很狗，比如永恒城和冰封城遭到围攻时，出兵速度慢如老狗，但在缉拿和复仇这些方面，他们的效率又高得离谱。换句玩家的话来说，那就是这群 Beyond 的 NPC 最 TM 的记仇了。想到这，不少玩家纷纷又犹豫了起来。追杀对于势单力薄的他们来说，可是一个值得头疼的事情。正想着，忽然有人发出一声惊呼：卧槽，你们在怕什么鬼？听到这话，一直被击杀的冰封城玩家纷纷浮现出了疑惑的神色。咋回事？你有什么好办法？听到这话，发出惊呼的那名玩家一脸傲然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几秒后他才继续开口：你们是不是傻？就算咱们一开始就是黑暗阵营的玩家，不也会遭到光明阵营的追杀吗？咱们要是脱离了光明阵营，谁还会在这里混啊？听到这话，所有人纷纷大喜过望。是啊，那咱们还犹豫个屁，直接走人算了。根据游戏规则，脱离阵营以后，咱们就可以使用传送阵了。好耶！没办法，无数玩家也想逃，但逃不掉。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城主大殿附近构建而成的一座座魔法传送阵中，浮现出了数不清的黑暗阵营 NPC， 甚至还有一些实力相当不俗的玩家。他们如狼似虎，不仅将半个主城都占到了自己手中，还一路摧枯拉朽，借助人数和实力优势占据了半个复活点，剩下的一半尚且处于拉锯战中。以目前的局势来看，失去复活点控制是迟早的事情，而一旦丢了复活点，那就意味着一件事：在这场闪电一般的战争中，所有留在冰封城里的玩家都将被杀到零级，成为一张白纸。所以他们目前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脱离阵营，然后乘坐主城级传送阵离开这个鬼地方。这样的话，虽然会遭到追杀，但只要能撑到加入黑暗阵营，那从此自己的人生将会一片坦途，起码不会被轮摆。想到这里，尚且留在冰封城的玩家全都在频道里开始了组团。所有人开始抱团，咱们尽快转移，一起去脱离阵营。来，我这个100人团已经满了，快去组下一个。在玩家的吆喝声中，1个100人团，2个100人团，5个100人团，从未有如此团结的情况出现。所有玩家全都用最快的速度汇合，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100人团。与此同时，一道恢宏长达数百米的巨龙出现在了这座被战火覆盖的主城上方。望着堪称惨烈的厮杀，许然心中疑惑丛生。这怎么一会的功夫不到，冰封城就快要撑不住了？这群 NPC 到底在干什么？大魔导师威利斯特此时又在哪里？第131章，威利斯特的计划。站在巨龙宽阔的脊背上，许然借助高度优势不断观察着下方的情况。他发现直到被占领大半个主城都没有见到多少 NPC 发起反抗。其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包括执法者统领在内的所有冰封城大军此时都被堵在了军营之中。强悍而可怕的敌人，掌握黑暗法则的传奇阶大魔导师，
正挥动着他那散发着夺目光泽的法杖，将所有的卫兵都封印在了屏障之中。在这个绝美的暗夜精灵身后，更是汇聚了数不清的黑暗阵营强者，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一样。敌人的数量让他都有些触目惊心。乖乖，黑暗阵营这是来真的。许然看到了敌人那恐怖的规模，心中那招兵买马的计划愈发急迫了起来。不行，必须尽快招募更多的 NPC， 起码得达到失落国度中那无数骸骨生物的规模，才能有防守的资格，否则就会像下方那群倒霉的玩家一样，只能被迫抱团取暖，然后试图发起突围。通过高度优势，许然很轻松地看到了复活点汇聚的无数玩家。他发现，这平日里看起来无比自由散漫、不受约束的玩家，此时竟然发挥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集结速度。短短的几秒过去了，他们竟然一口气集结了数百个团队，每个都是100人团。根据粗略估算，被留在永恒城里的倒霉蛋大概有20万左右。这才几秒的功夫，就有几万的玩家做好了突围的准备。而且他们最让许然刮目相看的一点是其表现出来的纪律性。组成100人团以后，所有人都没有擅自行动，反而在原地乖乖等待其他人的集合。原因很简单，虽然主城大厅就在对面，双方相隔不足10几米的距离，但从远处魔法传送阵中涌来的敌人已然将前往主城大厅的道路给拦腰截断。想要脱离阵营，必须抱团一起冲过去，期间一旦掉队，等待自己的将是被彻底轮白的结局。想到这里，许然不由得一阵唏嘘。不得不说，冰封城应该是下了一步臭棋。这20万名玩家先前全都是对光明阵营忠心耿耿的优质玩家，但如今却被所谓的谋划给硬生生的逼向了敌人的怀抱，这简直就是失了智。不过许然对此也表示理解，虽然他刚刚抵达这座被战火笼罩的巍峨主城，但一眼就看出来了冰封城高层的谋划，显然还是前世一样的套路。有人暗自勾结黑暗阵营，说不定整个寒霜帝国的大部分高层都被暗中腐蚀了，所以冰封城的陷落是必然的。这一点大魔导师威利斯特显然也早已知晓。看了一眼魔法师协会附近没有多少敌人，显然黑暗阵营也有些忌惮这位传闻中的大魔导师。从一开始计划被玩家们给搞歪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失去了招惹这位号称寒霜帝国天花板战力传奇强者的打算。最重要的一点，形势比人强。他们相信威利斯特面对无数的强者，应该不会拿命来挽救这座主城的，更何况还不一定能挽救的了。对此许然却有不同的看法。根据对威利斯特这位传奇 NPC 的了解，他谋划的永远都是真正对己方有利的计划，包括先前没有支援永恒城，只为许然提供了堪称丰厚到难以想象的奖励，并不是他冷血无情，而是因为他早就知道寒霜帝国骨子里都烂掉了，一旦出兵，他身后这座主城必然会沦陷到敌人的手中。届时不仅支援的军团会全军覆灭，就连许然和永恒城都会陷入到两面包夹之势的局面，那是一步臭棋。而现在一旦出手，也就意味着他将失去一切，倒不如极大程度上保存手中拥有的底牌。许然猜测，威利斯特已经彻底失望了，他估计想要找一个机会，找一个能将冰封城里所有军团带走的机会，然后重新建立一个势力。或许有一天能将这个已然烂到根的寒霜帝国取而代之，那他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在巨龙的脊背上，许然喃喃自语，望向了复活点。远古幽灵巨龙作为死亡系的坐骑，它拥有对光明法则气息的极致感应，通过心灵感应直接让许然明白了整座主城中隐藏的魔法阵。一般来说，主城里一般都只有一座大型主城级传送阵，但根据对威利斯特的了解，许然知道他必定早就做好了跑路的准备，也就是 Plan B。 所以说冰封城或许和其他的主城不一样，还隐藏着一座主城级传送阵。根据远古幽灵巨龙的感知，很快许然就锁定了这座传送阵的方位，就在复活点对面的主城大厅。许然听到这个消息，目光微微一滞。由于这座号称永不消融的主城是建立在被遗忘的极寒之巅山脚和山腰处的，所以很多建筑的地基都保持着倾斜状态，这也导致这座主城的建筑相当有意思，有时候看上去要足足绕上一大圈，但有时候只需要腾空而起就能抵达目的地。恰好那座传送阵就在主城大厅附近，而被无数敌人强者围堵的兵营左侧小门恰好在其下方。也就是说，只要所有大军能从左侧小门中离开，腾空几十米就能抵达那座主城级传送阵。而如今即便双方已然展开了战斗，但由于大门紧闭，双方的伤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惨重。
反而迄今为止只损失了几百个普通的卫兵。或许计划要开始了。许然话音刚落，他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在对应左侧小门的位置，有一道阴影正逐渐接近，纤细的腰身和修长高挑的轮廓，以及其手中携带的那根标志性的法杖，似乎都在证明着阴影的身份，正是威利斯特。威利斯特，还真是巧，只差一个字。作为传闻中的大魔导师，威利斯特和许然刚刚获得的神级宠物只差一个字，前者叫威利斯特，而神宠这叫威利斯，这很正常。许然还见过2个 NPC 重名的一幕，说白了，区分其身份靠的不仅仅是名字，更多的还有职业、身份和所有人公认的称谓。不过眼下最重要的可不是这个，而是威利斯特的计划。第132章资料片的内容。没有轻举妄动，许然站在巨龙宽阔的脊背上，静静地望着下方的大魔导师。但下一刻，让他惊愕的一幕出现了。对方似乎心有所感，在威利斯特抵达了左侧小门的那一刻，他像是早就知道许然的方位一样，忽然抬头对着他笑了笑，甚至还一脸狡黠地眨了眨眼睛。许然并没有预判到这个绝美的大魔导师竟然会发现自己，而且看起来他像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位置。看到威利斯特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惆怅，情绪不仅没有因为这座主城即将陷落而低迷，反而有些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许然就明白，这个女人一定有隐藏的后手，说不定将自己也计算在了其中。不过有一点，或许威利斯特估计错了。看上去冰封城一旦陷落，自己所掌握的永恒城就会成为一块飞地，不仅在战略意义上会受到来自敌人的钳制，在战术上也不利于各种谋划的实施，并且也会陷入被动的局面。或许这就是威利斯特的底气，他认为自己一定会来，可是却不知道许然并不是为了帮忙，而是为了他第3次职业进阶的试炼任务。不过无论怎样，许然都不可能让这个大魔导师挂了，因为就在前一刻，他的任务栏中总算多出了一个新的任务，第3次试炼转职任务，此刻成功触发。提示：第3次职业进阶任务已解锁，是否接受？注意，由于你的职业为永恒级唯一职业，该任务的难度将从炼狱级提升至未知级。从炼狱到未知，许然看到这里不由得兴奋了起来。还有这种好事？根据以往的经验，任务难度越高，往往就代表着其奖励也会越丰厚。先前的转职试炼任务让他成功触发了一个主线任务的前置任务，那么这次又会为他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未知级，一听就知道，这一次的任务和奖励怕不是比先前的失落国度卷土重来系列任务还要丰厚得多。对此许然求之不得，毕竟对于所有玩家来说，转职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像是战士转职为狂战士这种普通的转职试炼任务，难度基本上是个人都能完成。这也往往意味着转职后的属性加成并不会像许然这样恐怖。同样的，许然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和风险，绝对能换回与之相配的回馈，所以没有迟疑，许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接受任务。提示：你接受了第3次转职试炼任务，当前任务风雨飘摇的冰霜国度已解锁，请查看详细内容。看到这里，许然瞳孔骤然一缩，单单看这个任务的名字，他就猜到了任务涉及到的一部分内容了。风雨飘摇，冰霜国度，那不就恰好对应着寒霜帝国以及即将陷落的冰封城？怪不得这个试炼任务要返回冰封城才能触发。同一时刻，许然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阵无语。别告诉自己，想要完成这一次的主线任务，就必须要从黑暗阵营的手中将这座巍峨主城抢回来吧？要是这样的话，他付出的代价可就太大了。所谓的寒霜帝国不仅付不起对应价值的奖励，更不会去支付这一笔奖励的，因为从一开始，这座主城的陷落就和他们高层的决策有关系。换句话说，冰封城会被黑暗阵营夺走，其中绝对有寒霜帝国的默许和暗中帮助，否则以2大阵营的边境壁垒，黑暗阵营暂时还无法渗透到在这里来。想到这里，许然嘴角微翘。如果真是如他猜想的那样，需要从黑暗阵营手中将这座主城给抢回来，那么他也绝对不会奉还给寒霜帝国。要是那样的话，就只有一个选择了，他要复刻先前抢夺马尔镇的计划，一旦将这座主城抢回来，势必要将其变成自己疆域的一部分。单单从战略意义上，就足以引起他的重视了。更何况，唇亡齿寒的道理谁都懂，一旦冰封城陷落，他的封地永恒城也会受到黑暗阵营的重重包围。既然如此，那他索性就将这片辽阔的区域尽数变成自己的疆域，当初的马尔镇一样。
想到这里，许然将视线落在了这个刚触发的试炼任务上面。没猜错的话，任务内容真的和下方这座主城有关。风雨飘摇的冰霜国度，类型转职试炼任务，难度未知级，内容请前往主城冰封城，协助威利斯特完成对主城守卫大军的转移与安置，并且阻止黑暗阵营的下一步入侵。注：主城守卫大军的存活率将影响任务的评分，对于最终奖励和整个任务的走向也有一定的影响。出乎预料，许然发现这个任务竟然没有要求让自己夺回这座主城。或许系统也意识到了，这基本上算是无法完成的要求了，所以许然接下来需要做到事情只有区区2条，但难度却超乎常人想象。首先是救下冰封城幸存的大军，根据其存活率判定这一轮任务的评价以及对后续剧情的走向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伤亡惨重，许然或许有可能面临奖励缩水甚至任务失败的不利局面。所以想要成功顺利的3转，他就必须保住这几十万 NPC 大军的小命。那既然如此，就必须来一场真正血腥的厮杀了。许然摇了摇头，他发现任务的第2个要求是阻止黑暗阵营的下一步扩张。也就是说，他无需冒着巨大的风险夺回这座巍峨主城，便可以从容地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看起来系统还算厚道，不过许然谋划的可不止如此。算了一眼下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利斯特布置的魔法阵也缓缓成型了。接下来许然估计会有一场血战发生在这附近，同时也意味着资料片的正式开启。在永恒中，每一次资料片的更迭都会在对应主线任务完成以后的几天之内，因为还需要触发的各种条件都逐一满足。没记错的话，失落国度卷土重来对应的资料片应该和2大阵营有关系，所以许然要做的事情有3点。首先，他要完成试炼任务，救出这几十万 NPC 大军。其次，必须趁着这个机会将这座主城以及附近广袤辽阔的区域都尽数收入囊中。最后，那便是资料片的内容了。第133章相对自由的抉择。没猜错的话，在先前的主线任务完成以后，对应的资料片就一直都处于待激活的状态。而黑暗阵营的入侵、寒霜帝国高层的资敌行为，以及这座巍峨主城的陷落，似乎都在预示着一件事：资料片会在主城被占领下来的那一刻彻底开放。不过在此之前，会根据玩家具体身份和对资料片的重要程度不同，触发不同的任务。时间或许会提前，也可能会在资料片后面。正想着，提示音从许然的耳畔悄然响起，让他虎躯不由得为之一震。来了！提示：由于你拥有主城、国度以及史诗级以上的军团和 NPC 统帅，满足建立阵营的条件，是否建立新的阵营，以开启阵营对抗之旅。提示：如建设阵营成功，你将自动脱离之前的阵营，但声望、军功点、功勋值等等都不会因此而改变。阵营？许然猛地一惊，心中不由得泛起几分的不可思议。好家伙，游戏进程才推进到第1个资料片，自己竟然就满足建立阵营的条件了。这个消息换成其他玩家，恐怕必然会觉得自己听错了。阵营？玩家还能自己建立阵营？简直是笑话！这不仅是笑话了，简直就是荒唐。再说了，玩家建立的阵营又有谁会加入并且保持着忠心耿耿的态度？而且这不正好与工会的功能重合了？甚至现在还没有工会令牌出现，各大势力都以佣兵团的方式汇拢着手下弟兄。要是让他们知道有人能够建立阵营，怕不是会当场破防。但对许然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机会。玩家建立阵营这件事，他前世就有所耳闻，尽管条件苛刻到难以想象，但随着游戏进程的不断推进，总会大型势力能够累积到足够的优势，让其话事人触发建立阵营的提示。而一旦建立了阵营，往往就意味着玩家会获得更高的自治权。在资源和实力都和地位能相匹配的前提下，拥有一个阵营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但要注意的是，前提必须有足够硬的实力，还要有足够多的玩家 NPC 加入，才能有资格建立阵营，和黑暗、光明2大阵营分庭抗礼。最重要的是要有钱，因为招募玩家还尚且好说，有时候只需要积累人气和名望即可。而招募 NPC 的话，除了自身有各种奇遇，比如能够获得某一种族和势力的效忠，那么就必须老老实实的花钱砸。没错，建立了阵营以后，阵营最高统帅便可以消耗海量金币和资源，招募到各种品质和种族以及职业的 NPC， 从而组建出一支只对自己效忠的军团。也只有这样，
才算是初步拥有了自保的实力。否则前脚刚一建好阵营，后脚就被两大阵营派出的先锋大军给灭了，那就相当于白白投入了时间和精力以及大量的资源。因为单单是建立阵营都需要投入一些资源，不过许然却毫不在意，这些资源的投入是为了以后更丰厚的回报。经过一次的主线任务，许然的身家已经增长到了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地步。首先是金币，由于先前蹭了数不清的参与击杀数，导致这场攻城战斗的怪物掉落注定会分他一部分。更何况10几万 NPC 军团也提供了海量的击杀数，这些掉落加在一切，再算上先前许然发布任务抽成的那一部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的金币数量直接累积到了171亿的可怕地步。许然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目前的自己已然拥有了让所有人都无法企及的财富，即便是所谓的寒霜帝国，或许都无法在金币上与许然相提并论。根据前世的记忆，像是寒霜帝国这种程度的势力，可以调动的资金往往都在150亿左右。当然了，其固定资产和国库中累积了无数在岁月的资源，肯定是许然无法媲美的。不过，整整171亿金币，足以让许然招募到海量的 NPC 大军了。没有任何的迟疑，许然先是远程发布了调兵指令，他让位于永恒城中休整的所有 NPC 大军全都开始朝着冰封城的方向行军，然后又面向永恒城的玩家发布了一个任务，内容很简单，但又无比的刺激：抢夺主城，玩家自治。几乎是一瞬间，位于永恒城中的所有玩家耳畔全都不约而同地响起了一道提示。提示：永恒城主向您分享了新的任务，是否接受？提示：永恒城主向您分享了新任务。望着这一道道提示，玩家们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们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区域频道，想要从中询问关于任务的线索，却没想到有不少人在任务弹出的一瞬间就将其接到了手。顿时，整个区域频道响起了一阵道吸凉气声，此起彼伏，好不壮观。你们看了没有？天选老板说要反推冰封城，何止啊，看他那意思是想要将这个主城拿到手里，所以给咱们发布了任务。那咱们不就是工具人了？听到这话，不少玩家纷纷摇头。好家伙，还工具人？一个敌人给10个金币和5点永恒城专属积分，我就问你当不当工具人？当。但我还是想说，俺一点也不想当工具人。好吧。对于这个愣头青，不少玩家纷纷表示无奈。他们很想告诉他，生活本就如此操蛋，不是给 NPC 当狗，就是给大佬们当狗，两者没有任何的不同。当然了，如果非要说出一些不一样，那就只能说给大佬当狗起码不会遭到凌辱。很多时候，有嘴臭的 NPC 发布了任务，一路还要不停地辱骂玩家，有人甚至想要砍死这种货色。无奈，系统提示一旦击杀，将会受到通缉和举报，不仅丢了奖励，更会失去以后接任务的机会。而玩家就不一样了，即便接了大佬的任务，也是想做就做，不做拉倒，有着相对的自由。更何况，先前寒霜帝国和冰封城的不作为，让无数玩家心中都憋着一口气。至今还有几十万玩家被困在复活典里死来死去，谁还没有几个朋友？如今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反攻回去让自己和大家都爽快的机会，玩家们没有理由不去接受它。第134章就是为了2个字，所以没有迟疑。几乎是一瞬间，绝大多数位于永恒城中的玩家都接受了这个任务。提示：接受任务成功，任务内容已更新，请注意查看。由于领取主线任务和工程奖励，再加上等待拍卖和售卖系统的开启，所以有大概200万的玩家留在永恒城中。所以让许然都惊呆的一幕出现了。当他刚发布任务的前几秒，就看到接取任务的人数在快速飙升。不对，应该叫以一种让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向上飙升。10万、50万、100万、150万、200万，几乎只用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玩家接受任务的数量就已然突破了200万。而且最离谱的是，这个数值竟然还在不断的提升。虽然增长速度远远没有先前那么猛，但也是以万为单位，并且随着报名人数的增长，许然的金币数值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增长起来。传送费用，许然发现，在这会功夫就有无数的玩家接到了这个消息，从其他的主城乘坐传送阵纷纷抵达了永恒城，为的不是别的，是想要凭借这个机会和先前参与到永恒城怪物工程保卫战的玩家一样，获得丰厚的收益。很多玩家敏锐地
察觉到了许然背后代表的价值和利益。即便看上去他人畜无害，但实际上心中的谋划远超所有人想象。跟着天选之人魂绝对不会吃亏，因为有玩家在论坛上统计了许然从开始到现在的活动轨迹和记录。他们发现这货好像从没有走过一条弯路，甚至都没有出现吃亏的情况。这就说明了一点，要么天选之人真的像他名字一样是被上天选中的幸运儿，要么就掌握着其他人都没有的信息。但不管怎样，只要能跟着他魂，就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因此随着时间的逐步推移，永恒城中多出了大量的玩家身影，任务响应人数也从200万暴涨到了300多万，最后停留在了320万左右。这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数值，320万玩家甚至都将偌大的永恒城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全都望着自己的任务栏，等待着任务的开启。卧槽，兄弟们快看，这是传送阵，我这边也有传送阵，城东有2个，你们快看任务内容，好像更新了。很快随着不少玩家的惊呼，相关任务也发布了新的内容。反攻主城计划，类型任务特殊，发布玩家天选之人，难度极其简单，发布人评定。当前任务内容，通过构建于永恒城中的主城级传送阵，前往冰封城，配合即将兵临城下的 NPC 军团，展开主城反攻计划。注：期间请配合任务发布者的指挥，否则其有权限对你的任务表现进行评价，严重违规者将受到系统惩罚。介绍：反攻过去，让冰封城成为永恒阵营的第一座主城。死！玩家们看到任务的内容，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没别的，单单是这10几个主城级的魔法传送阵，就值得他们惊愕一场了。在永恒中，即便没有参与过领地的建设，但根据查阅相关典籍，依旧有玩家在第一时间提供了主城级传送阵的建造价格。全部资源换算成金币的话，应该在1500万左右。也就是说，这短短的一会功夫，天选之人就硬生生的砸了2个多亿金币。我的妈，2个多亿！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哼，人家都建造这么一座巨城了，每天光是税收都是你一辈子无法企及的数字，你说哪里来的钱？不过有一说一，这2个多亿依旧不是小数目，我估计天选之人手里也就这么多钱了。我看也是。在玩家的惊愕声中，许然在遥远的冰封城里也构建了对应的传送阵，只不过他这边只需要构建一座即可。以为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散落在永恒城里那整整320万玩家大军全都传送到一个点上，然后利用其带来的冲击力给黑暗阵营来上狠狠的一击。毕竟没有比玩家还要优秀的炮灰了，稍微付出几枚金币就足以让他们为之奋斗、厮杀，甚至忠诚的奔向死亡。而像是 NPC， 如果不是自己招募到的军团，恐怕很难指挥得动。而在这段时间里，许然并不只是构建了主城级魔法传送阵，趁着这段时间，他亲手击毙了一名传说级的 BOSS， 并且阻止了其打断威利斯特构建魔法阵的动作。呼！随着一阵风声呼啸，许然从远古幽灵巨龙那宽阔而虚幻的脊背上一跃而下，双脚稳稳地落在了威利斯特面前的地砖上。多谢。接下来你怎么打断？听到威利斯特感谢的话，许然没有在意，反而明知故问地打听起了他的下一步计划。威利斯特闻言，眼神有些黯然。你对我不满意，但是碍于某种原因没有直说，或许你是觉得我原来做的事情不够厚道。听到这话，许然也不由得沉默了。但下一刻他长叹了一口气，有一个拼尽全力去调查、战斗、厮杀来做一个朋友发布的任务，他没有想过要靠谁来做到这一切，而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来完成任务。然而这一切都看在那个朋友的眼中。说到这里，许然望向了威利斯特，但从始至终这个朋友都没有任何的表示。许然似乎眼泪都要滴了下来，整个人都像是沮丧了下去一样，让人有种格外心疼的感觉。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向下说，但即便如此，那个人仍然战胜了一切困难。而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他的朋友遭遇了危机，目前生死未卜。许然眼中尽湿了泪水，望着威利斯特神情地说道，但至今为止他的朋友都像是一个谜团，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想要帮助对方的计划，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字，那就是感情。说到这里，许然的意思已经相当明确了，他先是诉说了自己心中的委屈，然后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便是被狠狠地伤害过，但他依旧愿意回来保护威利斯特，并且毫无保留。而这一切都是为了2个字：奖励。从一开始他心中就隐隐有种预感，这个从开服一直存活到游戏结束的大魔导师
似乎拥有着所有人都无法看透的秘密。第135章，抓紧脱离了再说。不过好像到最后，许然都不知道这个大魔导师的秘密是什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如果说许然在玩家群体中属于挂得最晚的那一批，那么威利斯特就属于 NPC 群体之中活到最后的那一个。这个成名不知道多少年的大魔导师，实力相当神秘，即便是许然，现阶段也没有把握能与之匹敌。相比之下，远处那位攻城战的始作俑者，暗夜精灵一族的传奇阶强者伊芙雅，一身黑暗法则气息虽然浓郁，但许然却有信心与之一战。原因很简单，前者是高深莫测的神秘传奇强者，而后者则是一名刚获得传奇阶认证没多久的普通传奇 NPC。 虽然等级和实力也相当高深莫测，但许然却有一定的机会。当然了，许然也找不出理由来击杀威利斯特，毕竟迄今为止他都没有对自己展露出半分敌意。而最重要的一点，相比于击杀威利斯特换来的奖励，许然更看重的是其潜在的价值。换句话说，活着的威利斯特能提供的好处远超其死去所带来的价值。更何况许然现在又多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正在率领黑暗阵营 NPC 围攻兵营大门的伊芙雅。暗夜精灵也参与其中了吗？许然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的伊芙雅，心中隐隐生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是这一次主线任务的缘故，他的出现，亦或者说是永恒法则的再度出现，让原本维持着表面平静的两大阵营再度掀起了一场波澜。或许随着岁月的更迭，数百年前参与那场失落国度之战的那些 NPC 早已经随着岁月而凋亡，但总会有传承留下。像是威利斯特这种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传奇强者也不在少数。因此无论如此，现在两大阵营或许都会采取同一个计划，针对许然这个代表着永恒的新势力。所以很有可能那些中立混乱势力也成为了他们拉拢的目标，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了。许然没有迟疑，直接将先前的选项拉了出来。提示：由于你拥有主城、国度以及史诗级以上的军团和 NPC 统帅，满足建立阵营的条件，是否建立新的阵营，以开启阵营对抗之旅。提示：如建设阵营成功，你将自动脱离之前的阵营，但声望、军功点、功勋值等等都不会因此而改变。面对这两个提示，许然之前并没有贸然选择，因为这其中的利弊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如今随着冰封城的即将陷落，以及暗夜精灵一族参与的这场战争，都让他产生了一种急迫感，必须尽快发展起来了。所以他决定建立新的阵营，一个只属于玩家的阵营，然后趁着敌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将一切能争取过来的奖励、能羡慕到手的军团全都收入囊中，届时才有机会与之抗衡。所以确定脱离阵营，许然的语气犹如斩钉截铁一般，直接做出了最果断的决定：创建阵营。他话音刚落，几道提示瞬间响起。提示：由于你的选择，你已经脱离了原阵营，成为无阵营玩家。提示：由于你叛逃出原本的阵营，导致自己将遭到来自光明阵营的追杀，为期30天，期间一旦被击杀，将失去一切阵营中获得的奖励。追杀？许然没有迟疑，无视了这两条提示，然后继续创建阵营。提示：由于你满足了创建阵营的条件，创建阵营成功，请为你的阵营取一个响亮的名字。这一次许然没有像是天选佣兵团那样用自己的 ID 一部分作为阵营的名字，而是直接选择了永恒这个名字。嚣张，简直太嚣张了，但这绝对不是鲁莽。反正敌人早就已经盯上了自己，而两大阵营也在暗中不断的谋划着应该怎么样才能遏制自己的发展速度，故而自己也没有必要再伪装下去，索性趁着这段时间肆无忌惮的发展，无比嚣张的招揽一切。只有这样，他才能最合理的利用好剩下的时间。提示：阵营命名成功，你成功创建了永恒阵营。提示：作为首个创建阵营的玩家，你将获得一次免费招募的权限，可指定某个范围的 NPC 成为你的忠实拥趸，永不背叛。又来！看到这里，许然都不由得乐了起来。先前在获得领地永恒城地的时候，他也曾获得过类似的奖励，导致他在一定时间内疯狂构建起了整座主城的防御工事，为此剩下了一笔极为可观的金币。如今又因为自己成为首个创建阵营的玩家，导致自己能够获得一次免费招募的权限，从而可以将指定范围内的 NPC 变成自己最忠诚的小弟，永不背叛。看到这里，许然不由得将视线转向了前方不远处的兵营，在那边足足有数量高达几十万主城级的守卫大军。与此同时，那些被困在复活点的玩家此时已经全体挂了至少10次，他们也因此而至少跌落了1级的经验。
若不是触发了攻城战斗，一旦参战，玩家死亡只会扣除10%的经验，否则他们现在至少会掉个10多级，先前积累的那些优势都将荡然无存。兄弟们，好像敌人的数量好像在减少，是个好机会，咱们冲！好像是和世界频道有关系。什么世界频道？此话一出，不少玩家这才注意到世界频道里的一条公告。先前战斗太惨烈，也可以说是被杀得太难受，导致他们压根没看到这条世界公告。但现在也来不及查看啥世界公告了，最佳机会就在眼前，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冲过去。只要能抵达了主城大厅，就不同再像这样在复活点饱受折磨了。即便转换阵营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惩罚，他们也愿意。想到这里，所有玩家齐心协力，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声，然后趁着怪物都被威利斯特那边吸引过去的功夫，直接强行冲破了敌人的封锁，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了主城大厅。兄弟们，进来了！抓紧时间脱离阵营，说不定第一个脱离阵营的玩家还会获得奖励呢。别说了，趁着敌人还没来剿灭咱，抓紧脱离了再说。第136章，关于创建阵营的利弊。敌人的可怕数量以及那令人绝望的实力差距，都给这一批玩家们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但即便如此，玩家们依旧不忘初心，他们脑海里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抓住时机，趁着敌人还没有围剿上来，必须先把阵营给赚了，否则又会被送回复活点，接受那一次又一次的挂掉又被复活起来的折磨。所以在一片催促声中，终于有玩家脱离了阵营，成为了无阵营玩家。然而就在他们想要将自身阵营转换成黑暗阵营的时候，一个其他的选项忽然冒了来。提示：由于你已脱离了光明阵营，接下来请从黑暗阵营和永恒阵营中挑选一个作为自己的所属阵营。提示：由于你已脱离了光明阵营，接下来几乎同一时刻，所有脱离阵营的玩家耳畔都响起了这一道提示。他们这才发现自己可以选择加入的阵营好像凭空多出了一个。什么情况？永恒阵营？这谁听说过？我总感觉好像有点耳熟，刚刚的世界公告是不是就说这个来着？对，好像和天选之人又有点关系。先前这群玩家哪有功夫去看什么世界公告，全都趁着机会朝着主城大厅的方向突围。如今情况稍微缓和了下来，他们这才有空查看刚刚的世界公告。如今一看，所有玩家全都懵了。好家伙，新的阵营好像出现了。永恒阵营由永恒城主、失落世界之主天选之人创建，其核心主城所在地尚未确定，其标志、旗帜等等皆未确定，有涉嫌诈骗的可能，请谨慎选择。好家伙，玩家能够建立阵营，真乃我辈强者。话说，咱们要不要试着投靠天选大佬？听说他带着整整320万玩家和无数的 NPC 大军正在朝着冰封城行进呢。呵呵，你爱去你去，我可不给玩家当狗，脑子抽了。跟着 NPC 不也是当狗？我反而觉得天选之人更尊重玩家们。对，我听说天选佣兵团的玩家们做事全凭自由，佣兵团任务又多，里面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在里面的。我选择加入永恒阵营。确实，接下来就要和2大阵营对着干了，想想就刺激。一时间，玩家们纷纷打起了精神。在座的几十万玩家全都认可一个观点，那就是光明阵营怂如老狗，黑暗阵营又有屠杀自己的血海深仇。那既然2个阵营都不是好鸟，还不如加入永恒阵营，跟着天选大佬混，就算吃不上肉，那也能喝上一口汤。听说上次参加永恒城攻城保卫战的玩家都已经换上了黄金级品质套装了。看了一眼自身的青铜散剑混搭套装，不少玩家纷纷流下了悲伤的泪水。都到了这份上，还不如跟着天选之人混，反正听说他平时也不会干涉自己的自由。再说了，这就是一个阵营，又不是像那种天天要打卡上班还要参考 K 派的大型工会一样辛苦又奔波，没有任何的犹豫。绝大多数脱离了阵营的玩家都做出了自认是最正确的选择，加入阵营。永恒提示：玩家周游列国加入了永恒阵营。提示：玩家给我一个吉伯加入了永恒阵营。提示：玩家爷奥奈我和331加入了永恒阵营。提示：玩家野兽先辈加入。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许然刚将视线转移到兵营上方，就听到了数不尽的提示音在耳畔响起。同一时刻，让他都感到惊愕的一幕出现了。就在自己刚刚创建阵营成功的那一刻，就有数不清的玩家脱离了原本的阵营，选择追随自己。这一幕换成是谁，恐怕都有些摸不到头脑。不过许然却很快就洞悉了其中的玄奥。复活点，原来如此。顺着视线望去，许然发现
现在仍处于复活点的只有几个头铁的玩家，其他所有人都涌入了主城大厅。或许这群实力虽然不俗，但却霉运当头的玩家做出了唯一的正确的选择，只有脱离阵营才能结束这一场折磨。偏偏自己在这个时候又创建了一个新的阵营，故而才发生了后面的这一切。想到这里，许然也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这种意外之喜，谁又会不喜欢呢？看了一眼，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被困在冰封城里的玩家都加入了永恒阵营，其数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值，20万。提示：由于你创建的永恒阵营人数已超过20万，你解锁了特殊兵种永恒禁卫白银，请为你的禁卫选择固定属性。特殊兵种。许然看到这里，心中豁然开朗，他这才想起来前世对于阵营的一些特殊福利。首先就是会根据加入阵营的玩家数量，触发不同阶段的特殊兵种奖励。当人数突破20万的时候，会解锁黄金级品质的禁卫；当人数突破200万的时候，会解锁暗金级品质的禁卫；当人数突破3000万的时候，会解锁紫金级品质的禁卫。当人数随着加入阵营的玩家数量不断递增，解锁特殊兵种禁卫的品质也会随之水涨船高。许然记得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曾经提到过一件事，当加入阵营的玩家数量突破30亿的时候，会解锁对应的传说及特殊军团，这就是最高可以解锁的禁卫品质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选择禁卫对应的属性，具体内容许然尚且不知，因为他前世虽然统帅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军团，但却没有建立过阵营。事实上，即便是前世，也没有玩家能将阵营玩到一定的规模，因为当他们才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就被两大阵营以摧枯拉朽之势给碾碎了。谈何后续的发展，但许然却有所不同。一开局他就获得了足足20万玩家的追随。看了一眼整个冰封城的局势，他隐隐有种预感，接下来只要自己能够让剧情稳定的推进下去，即便什么都不做，恐怕都会有无数的玩家争相加入自己创建的永恒阵营。第137章，一场疯狂的招募。不过想归想，许然对于这个特殊兵种的敬畏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因为当其出现在系统提示中的那一刻，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便在此刻发出了璀璨而夺目的光芒，就像是划破无尽黑夜的曙光，顷刻照亮了周遭的昏暗和死寂。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黄金级品质提升至赤金级品质。提示：你解锁了特殊兵种永恒禁卫赤金，请为你的禁卫选择固定属性。随着提示的响起，对应的属性也在此刻悄然发生了改变。一开始，当这一批特殊兵种品质为黄金级时，可选择的属性只有冰火风雷，这是个基础属性。而如今随着万倍奖励的生效，赤金级的永恒禁卫对应的法则已然出现了黑暗、光明以及生命和死亡这种主神级法则属性了。当然了，作为赤金级品质的军团，这一批永恒禁卫所激活只是对应的属性并不具备法则的力量，但也足以让无数人为之震撼了。毕竟这可是特殊的军团。许然看了一眼，以目前永恒阵营的等级，他能招募的大军数量为100万。虽然这一批赤金级的特殊永恒禁卫堪称猛的没有朋友，但在传说乃至史诗级品质的军团面前，依旧有些不够看的。毕竟整整100万名额，要是全都给了赤金级品质的禁卫，那就太失了智了。他相信后续还会有无数玩家争相涌入自己的永恒阵营，到时候解锁的永恒禁卫，其品质可就不是赤金级这么简单的了。而现在他不妨将注意放在下方的兵营之中，享有一次免费招募权限，可以将指定区域内的 NPC 招募成为自己的死忠。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一批免费白嫖到的军团虽然也会占用那100万的名额，但其数量大概只有几十万的样子，不至于将其全部占满。而且作为主城级的守卫军团，他们无论是实力还是战斗水平和经验，都足以让许然为之期待。不仅如此，许然同时还有一个大胆的念头，如果能趁着这个机会将冰封城中那些3转甚至传奇阶强者都收入自己的麾下，怕不是会当场起飞。虽然不至于拳打光明，脚踢黑暗阵营，但也足以在这片区域立足下来了。说干就干，没有一点迟疑，许然当机立断地选择了指定的区域，使用了这一次的免费招募权限。提示：是否消耗你获得的一次免费招募权限，将指定范围内的 NPC 变成自己的忠实拥趸，永不背叛。确定。一边说着，许然指定了招募 NPC 的范围，正是对应着冰封城的兵营。
他原本想要试探一下，将划定的范围偏移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一旁布置魔法阵的威利斯特也包含进去。但让他没想到的事情出现了，指定招募 NPC 的范围要远超他最初的计划。别说是将整个兵营乃至威利斯特都覆盖其中了，就连大门外面的黑暗阵营也可以被囊括一部分。既然如此，许然索性也不再微操，他直接指定了招募的范围，将兵营、威利斯特以及黑暗阵营的一部分军团全都囊括其中，然后免费招募就此开启。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在自己指定的这片区域内 NPC 的数量已然远超100万的数量。不仅如此，其中还掺杂了一些实力堪称恐怖的 NPC 强者。招募，但随着许然的一声令下，免费招募的权限彻底生效，提示音也在此刻开始了一场刷屏浪潮。提示：由于你选择的目标 NPC 数量超出了自身阵营可招募的上限，本次招募将自动筛选品质更高、实力更强的 NPC 作为招募的目标。提示：由于你选择的目标 NPC 数量超出了自身阵营可招募的。许然想过关于提示刷屏的问题，应该像是招募成功、招募到2转乃至3转强者的那种提示，但却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选择的目标 NPC 数量已然超出了自身阵营可招募的上限。许然愣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里的冰封城大军数量怎么看都不到100万，甚至最多也就70万左右，怎么就超出上限了？难道说黑暗阵营的也算？一想到这里，许然刚想说拜托，自己可是光明阵营，但立刻他反应了过来，好家伙，现在他已然脱离了原本的阵营，创建了一个新的永恒阵营。这也就意味着自己招募的目标不仅仅是整整一兵营的冰封城大军，那外面拥挤如同潮水的黑暗阵营大军也属于可招募的范畴。这还不是最大的好消息，一旦超出了上限，系统竟然能为自己筛选出品质更高、属性更强、实力更为恐怖的麾下一员。这样不仅让他省了大量的心力，还能极大程度上保证了他这一次招募的性价比。正想着的时候，提示音再度从耳畔响起。这一次的提示内容不复先前，已然变成了招募成功的字眼。筛选开始了。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3转冰霜敬畏的效忠，由于触发了特殊效果，该 NPC 对你的忠诚度为 100%， 永不背叛。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3转幽夜敬畏的效忠，由于触发了特殊效果，该 NPC 对你的忠诚度为 100%， 永不背叛。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3转。随着一道道提示的响起，令人感到无比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原本名字全都一片猩红，表示敌对状态的那些 NPC， 此时全都被烙印上了许然的专属信息，而他们头顶也全都出现了同样的一个前缀，那就是所属为永恒阵营。不仅如此，向许然表示忠诚 NPC 清一色几乎全都是3转赤金级的品质，如果其数量达到100万，将会发挥出极其恐怖的力量。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不断招募，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也在此刻再度发出了夺目而绚烂的光芒，像是黑夜中照亮一切的明灯。那璀璨而柔和的光犹如泉水般流动，于瞬息之间将所有被招募到许然麾下的 NPC 全都覆盖其中。第138章节节攀升的品质。直到现在，许然这才想起来，根据奖励的不同，万倍奖励也能将其强化到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即便只是白银级品质的卫兵也能发生质一般的蜕变。更何况由于数量太过于庞大，远超许然的100万招募名额，这些被招募到手的忠诚拥趸最差也都对应着3转的实力，品质更是没有低于暗金级的存在。也就是说，一旦经过万倍奖励的增幅强化，说不定许然刚招募到的军团会摇身一变成为传闻中的100万传说级军团。根据前世的记忆，这种恐怖规模和品质的100万军团一直到了游戏后期才会出现，而且还是2大阵营那绝对的精锐。对于现在的游戏进程，不说别的，只要2大阵营不是真的彻底撕破脸皮，一开始就丢王炸，那即便是寒霜帝国恐怕也没有与之匹配的军团了。很好，一边说着，许然发现万倍奖励已然在此刻生效，随着一道道璀璨的光芒，原本那些被招募到许然麾下军团中的3转 NPC 强者周身气息骤然迸发，其品质也在节节攀升。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暗金级品质提升至传说级品质。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紫金级品质提升至传说稀有级品质。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品质提升至史诗级品质。
随着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的生效，对应暗金级的 NPC 全都被提升到了传说级的品质，而像是紫金级品质也纷纷被提升到了传说稀有级品质。虽然依旧是传说级，但其拥有的稀有属性足以成为传说级 NPC 卫兵中的巅峰存在了。这两种品质的 NPC 数量大概有80万左右，剩下的20万 NPC 则全都是清一色的赤金级品质。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整整20万大军摇身一变，竟然成为了史诗级兵种。卧槽！饶是淡定如许然，此刻也不由得激动了起来。史诗级军团规模竟然达到了恐怖的20万，不得不说，单凭这20万史诗级军团就足以应对数倍甚至几十倍相同等级的敌人了。而且最让人激动的事情是等级，由于这些 NPC 原本的等级就在80级到100级之间，经过万倍奖励的作用，他们的等级全都被统一提升到了100级。三转巅峰，战斗力暴涨了不知道多少倍。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3转传说及冰霜敬畏的效忠，由于触发了特殊效果，该 NPC 对你的忠诚度为100%，永不背叛。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3转传说及幽夜敬畏的效忠，由于触发了特殊效果，该 NPC 对你的忠诚度为100%，永不背叛。提示：招募成功，你获得了3转史诗级。在一道道提示音中，整整100万大军齐刷刷的烙印上了许然的个人气息。其中80万传说级 NPC， 其中有60万是冰霜敬畏。虽然和之前的名字一样，但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们拥有了传说级模板，不仅掌握了冰霜法则，自身属性也获得了极大程度的增幅。而80万中剩下的20万大军全都是原本黑暗阵营的精锐幽夜敬畏，他们掌握的法则是黑暗法则，一身实力更是高深莫测。而像是那些拥有更高品质和属性的 NPC， 全都获得了清一水的史诗级模板。而且由于升阶的缘故，他们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看上去和之前大相径庭。提示：你解锁了特殊兵种永恒敬畏史诗，请为你的敬畏选择固定属性。史诗级敬畏军团还能自由选择对应的固定属性。看到这里，许然心中翻涌起了一阵惊天骇浪。要知道，他们可都是由一部分的黑暗阵营和冰封城原本的 NPC 强者组成，其属性并不均一。他没想到，这20万史诗级的永恒敬畏军团竟然可以自由选择属性。要是能出现主神级法则或者对应的特殊主神级法则就好了。许然并不奢望会出现永恒法则，毕竟单单是一枚神格碎片，对应的都是神话级品质。要是能下放具体法则到 NPC 身上，至少得是神级品质。所以他认为，即便像是光明、黑暗这种主神级法则都已经足够写传了，即便先前那80万传说级敬畏也都解锁了对应的主神级法则。想到这里，许然直接开始选择。提示：请从以下属性中选择一个作为永恒敬畏史诗级的固定主属性。打开属性选择的一瞬间，许然的一双眼眸瞬间瞪大，其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竟然真的有永恒法则，不过好像不太完整。永恒法则初步掌握：黑暗法则、光明法则、守护法则、自然法则、空间法则、死亡法则、生命法则。许然发现自己可以为这20万史诗级军团选择的属性竟然多达几十种，其中包括了绝大多数的主神级法则，而且还有一些极其特殊的法则，比如永恒法则和空间法则。初步掌握，许然看到这里不由得陷入了思索之中。如果在开服初期有人询问自己在初步掌握的永恒法则以及完整的空间法则面前会选择哪一个，他一定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毕竟作为游戏中最神秘最稀有的法则，永恒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失望。但现在许然却不会这样想了。作为掌握了一部分永恒法则的玩家，再加上手中持有的永恒神格碎片，他知道自己会在不久的将来拥有赋予麾下永恒法则的实力。算下来，要是选择了初步掌握永恒法则，那么到时候属性就重复了，还不如选择同样很神秘又相当实用的空间法则。说不定这整整20万大军能给自己带来想象不到的惊喜。第139章次元裂痕斩。没有任何的迟疑，许然直接从各种法则中间挑选出了空间法则，然后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提示：你已选择空间法则作为永恒敬畏的主属性，你可以在后续更改或者添加其他的法则属性，以提高其品质和实力上限。提示：你麾下的史诗级永恒敬畏已解锁主属性空间法则。提示：
你麾下的史诗及永恒敬畏已解锁新的技能，请注意查看。提示：你麾下的史诗及永恒敬畏已解锁新的技能。随着提示的刷屏，一股极其神秘、足以更改周遭空间的气息骤然涌来，然后将所有对应着永恒敬畏身份的 NPC 全都笼罩在其中。与此同时，这些永恒敬畏的技能栏中瞬间多出了好几个技能：空间传送精通，类型技能，品质宗师级，归属永恒敬畏。被动效果：由于永恒敬畏对空间法则的掌握，在乘坐传送阵时可瞬间抵达目的地，极大程度上缩短传送的时间。主动效果：由于永恒敬畏对空间法则的掌握，可主动构建一座传送阵，传送至各大主城以及之前抵达过的标记点。除了自己之外，传送阵只能允许最多10名生物开启传送，传送阵持续时间10分钟，构建传送阵冷却时间20分钟。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在前世堪称神级技能的空间传送精通。没别的，单单其主动效果就足以令无数玩家为之疯狂了。许然记得，前世一直到了游戏中后期才有转职隐藏职业空间法师的玩家解锁了类似的技能，从此这名玩家便受到了无数大型势力的招揽。虽然一次只能传送10个名额，但却拥有一个极其特殊的隐藏属性，那就是只要提前做好标记，也就是开过对应的地图，传送阵的那一头便可以定位到其位置。也就是说，只要是玩家去过的地方，传送阵都能构建到对应的位置。就凭这一点，那名玩家便成为了无数人需要仰望的存在。而根据前世玩家的统计，一直到了游戏的最后阶段，拥有类似传送技能的玩家数量也不到10人。而现在却不一样了，随着空间法则的掌握，所有的永恒敬畏都同时解锁了这个技能，没有一个遗漏。这意味着，只要许然一声令下，他甚至能够直接开启整整20万个传送阵。而对应的，除了开启传送阵的永恒敬畏，还能额外带着200万兵力同时传送。不仅如此，许然还有了新的发现，踏足过的区域就可以构建传送阵的那一头。而这个区域并不是单单对应着永恒敬畏走过的地方，还包括了他们共同主人踏足过的区域。也就是说，许然走过的每一处角落，以及这些永恒敬畏曾经去过的地方，传送阵落点都可以完成构建。开启传送阵，许然决定试验一下。由于这整整20万的史诗级永恒敬畏是由曾经黑暗阵营和冰封城的强者组成，所以他想看一看能够解锁的区域到底有多少。随着他的指令下达，其中一名永恒敬畏开始了魔法的引导。随着空间法则气息瞬间翻涌而来，一道又一道的魔法纹络从地面浮现而出，魔法传送阵的雏形正缓缓呈现在他的眼前。提示：传送阵雏形构建完成，请选择指定区域作为你的传送终点。随着提示音的响起，一张特殊的地图骤然浮现于许然的眼前。永不陷落的冰封城，巍峨高耸的永恒城，神秘而莫测的荒寂平原，熟悉而幽森的新手村区域。除了失落世界之外，许然踏足过的每一片区域都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不仅如此，远在圣光帝国的曙光城，寒霜帝国的绝大部分区域，以及黑暗阵营的辽阔疆域，也有很多区域都呈现出明亮的光芒。这些地方全都满足构建传送终点的要求。许然发现，从中赫然有对应2大阵营最核心的区域，包括黑暗王城和曙光王城。这也就意味着，只要自己一声令下，整整20万道传送阵构建成型后，就能将220万精锐大军直接传送到2大阵营最核心的区域，直捣黄龙，弹指间便可以做到。不过，许然目前却没有这样做的打算，毕竟他的势力尚且处于成长阶段，自己必须趁着这段时间达成快速发育起来的目的。与其说这是一种突袭的途径，更像是一张底牌。目前直接传送到敌人的老巢，对自己可没有半点好处。但等到永恒阵营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才能叫做真正的出其不意，直捣黄龙。想到这，许然又望向了永恒敬畏的其他技能：次元裂痕斩，类型技能，品质宗师级，归属永恒敬畏。被动效果：由于永恒敬畏对空间法则的掌握，在引导出次元裂痕斩的时候，可免疫其对自身造成的伤害。主动效果：由于永恒敬畏对空间法则的掌握，可主动引导空间法则气息，将周遭的空间撕开一条裂痕，对敌人造成附带空间法则的撕裂伤害。具体数值随空间裂缝的稳定程度以及造成的规模大小而改变，持续时间亦是同理，冷却时间2小时。又是一个宗师级技能，不过这个技能看上去好像强的有些离谱。空间裂痕，
许然几乎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技能的可怕威势。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斩击，而是其对空间法则的引导制造出来的空间裂缝所造成的破坏力和技能威势更为恐怖。想到这里，许然看了一眼下方密密麻麻的 NPC 人群，心中已然有了一个初步的计划。随着招募的生效，不仅仅是处于兵营中的 NPC 成为了许然麾下最忠诚的一员，那些在黑暗阵营大军中的三转强者，也有至少30万的数量被转换成了他最忠实的小弟。其中掌握空间法则的永恒敬畏数量大概有10万左右。每一个 NPC 都拥有着同样一个宗师级技能，那就是能够撕裂空间，制造出恐怖伤害和破坏效果的次元裂痕斩。第140章响彻耳畔的区域公告，动手！许然看了一眼兵营内外的场景，直接下达了指令。大概有10万左右的永恒敬畏，能够直接命中周遭的黑暗阵营强者。而从一开始到现在，时间实际上才过了不足半分钟。在这短暂的几十秒钟，黑暗阵营的绝大多数 NPC 压根都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就看到周遭的身影纷纷换了一个模样，就连气息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变得陌生，变得让自己有些恐惧，变得自己像是从未见过一样。然而就在这时，一直处于后方的黑暗大魔导师，也就是那名绝美的暗夜精灵伊芙雅，忽然发出了一声冷冽的暴喝：小心！所有人往后退10米。他话音未落，许然手中的法杖就已然落了下来。这一次他没有出手，更没有释放任何的技能，所做的动作不过是下达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指令而已：发动技能次元裂痕斩，位于敌人周遭的每一个永恒敬畏。这一刹那，所有将忠诚永远奉上的永恒敬畏全都齐刷刷地抬起了手中武器。他们的职业很难界定，如果非要下个结论，许然觉得他们应该属于近战法系职业，而掌控的核心属性是极其神秘的空间法则。所以在这一刻，他们引导起了周遭的空间法则气息，将其聚拢在了掌心。随着手指滑动，玄奥而神秘又无法阻挡的空间法则气息骤然迸发。嗡嗡嗡！随着一道道极其特殊的声音响起，原本稳固的空间瞬间紊乱了起来。不仅如此，深邃到难以察觉的黑悄然浮现于每一名永恒敬畏的附近。空间裂痕出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空间裂缝出现的那一瞬间，似乎能割裂一切的锋锐之意便席卷了周遭每一名生物。冷酷、惨烈又无情，这些狭长而恐怖的空间裂缝携带嗡鸣声，如同摧枯拉朽一般，竟然直接将周遭的黑暗阵营强者尽数割裂成一寸一寸的血肉碎块。谁也无法想象，平日里被自己忽视的空间，最让自己感到安心、最没有存在感的空间，竟然在这一刻成为了连死神都恐惧的梦魇。但这还不是最可怕之处。在一开始，当许然看到这个技能的一瞬间，他心中就浮现出了一个详细而阴损的计划。空间裂缝带来的斩击，实际上是对于空间的一种操纵，并不属于技能光效或者由魔法元素构成。因此，每一道空间裂缝都是真实存在的，即便技能释放结束，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才能缓缓消失。这种类型的技能也必将会造成另一种情况的发生，那就是连锁反应。在永恒中，周遭每一寸空间都拥有相对的稳定性，在遭受一些恐怖技能，比如之前释放的禁咒，都会对空间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威胁，往往会出现类似于空间扭曲甚至空间裂痕的特殊情况。而这种情况往往都意味着一件事：空间扭曲和空间裂痕都会导致这片空间变得极其不稳定，甚至紊乱。而随着大概10万名永恒敬畏的技能释放，周遭每一寸区域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空间裂缝，在撕碎周遭敌人的同时，这些空间裂缝也会因为不稳定的空间而互相吞噬、融合，最后汇聚成一个庞然大物。许然不知道最后的裂痕会有多么令人瞠目结舌的规模，他也不知道其会带来多么恐怖的后果，或许能将半个主城都毁掉，但他并不在意，因为从最初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过保留这座主城的建筑，自己想要的不过是一座主城而已。如今拥有了神话级的称号创世，他建造一切领地的消耗和时间都将大大缩减，幅度高达恐怖的 95%。 所以他早就有了一个决定，如果能夺下冰封城，那他必须给这座主城找一个合适的模板蓝图，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重建。不仅如此，他还想将这座横亘在被遗忘的极寒之巅山腰下的主城改造成一座只属于自己的恢宏巨城。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空间裂痕带来的后果他都能接受，除非在空间缝隙的那一头隐藏着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应对的可怕生物。想到这里，许然心中还真的咯噔一下。他可清楚地记得，
在前世终灭之战的最后阶段，虽然他没有撑到最后，但由于足够幸运和自身实力也够硬，所以他也算是最后倒下的那一批玩家了。正因如此，他也见到了让自己此生难忘的一幕。当自己手中的武器再也无力握住时，当那些誓死追随自己的大军化为无数血土，干涸在这场战争中的时候，当他望着满目疮痍和破败，最终倒下的时候，那些许然早已记不清自己战斗了多久。在昏暗无光的天空尽头，他发现了一道道神奇和未知生灵的恢宏身影，那不仅象征着无尽的绝望，更是为许然透露了一个恐怖的真相。或许到了神奇那个生命层次，还存在着与之匹敌的神秘生物，甚至有可能在实力方面，那些未知生灵都比寻常的神奇恐怖得多。可能只有掌握类似于死亡、生命、空间和时间这种特殊法则的主神，才拥有与其一战之力。而如今，第六感告诉许然，好像在空间裂缝的那一边，应该就有关于未知生灵的一些线索和踪迹。准备战斗，所有成员。此刻，许然冷静到了极点。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仅要将这些黑暗阵营的大军尽数击溃或者剿灭，更要提防空间裂缝那一头的未知生灵。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等待。等待着黑暗阵营被打疼了，然后采取强行抢夺主城领地核心的计划，直到这座巍峨主城易主，成为黑暗阵营所夺下的第一座光明阵营的主城。那个时候他才会出手抢夺，就像是当初的马尔镇抢夺过程一样。许然想要的可不仅仅是一场主城级战斗的胜利，还要将这座横亘在永恒城和黑暗阵营以及光明阵营这三方势力之间的主城直接收入自己的囊中。正想着的时候，忽然一道区域公告响彻在每一名位于冰封城玩家的耳畔。第141章，绷不住了。这一回功夫，大概20万玩家都已经陆续的完成了阵营的脱离，并且全都不约而同的加入了一个新的阵营——永恒阵营。在许然动手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正争分夺秒的朝着复活点赶去。由于永恒阵营尚未和黑暗阵营以及光明阵营开战，所以无论是在光明阵营还是黑暗阵营的 NPC 的眼中，这群玩家都属于中立生物，不会主动发起攻击。玩家们显然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全都克制自己想动手的念头，快速的朝着复活点冲了过去。其中也有不少受气的玩家，在发现敌人不再攻击自己时，索性大摇大摆的从对方眼前走过去，算是小出了一口恶气。提示：是否消耗金币乘坐主城级传送阵冰封城前往其他区域？提示：请选择你想要传送的区域。几乎一瞬间，所有开启传送玩家的眼前都纷纷浮现出了一张传送地图，其中自己归属的阵营传送点恰好对应的是永恒城，所以他们的目标便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永恒城。提示：正在传送，目标区域为永恒城。提示：由于本次传送目的地为己方阵营，消耗金币数额将减少 50%。 看到一道道的提示，玩家们瞬间兴奋了起来。好耶！原本他们以为自己要面临破产的窘境了，因为在永恒中有一个规则，跨阵营传送需要支付往日10倍的传送费用。但不知怎么回事，永恒城竟然将这一笔相对玩家来说比较昂贵的费用减少了一半，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的举动。一时间，这整整20万玩家对于永恒阵营的归属感被提升到了极致。不仅如此，他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的想要抵达一座主城。不对，永恒城虽然还不到主城的规模，但无论是建设进度还是 NPC 质量，甚至都比一般的主城强了不少。这也让不少人心中暗暗点头。单冲这一份发展潜力，即便自己选择脱离阵营是为了从不断挂掉，然后复活中解脱出来，但也正因如此，原本就没多少期待的他们，此时心中全都是惊愕。永恒阵营好像还真的有搞头。一边想着，整整20万玩家直接大摇大摆地从黑暗阵营大军的眼皮底下踏上了传送阵。随着传送和空间法则的嗡鸣，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恢宏而壮阔的永恒城。而当他们消失在冰封城的前一秒，一道区域公告忽然响彻在他们耳畔。区域公告？什么鬼？听到区域公告专属的提示声，这20万玩家全都呆若木鸡。区域公告：冰封城。由于冰封城遭受毁灭性的攻击，领地状态已更改，目前已脱离寒霜帝国和光明阵营的统辖，成为敌对区域。玩家们虽然已经抵达了永恒城，但提示音却依旧在他们耳畔不停回荡着，像是在宣告着一座主城的落幕，又像是在无声的嘲讽，讽刺着始终都没有出手和做出反击的寒霜帝国以及光明阵营。好像
有点不对劲。冰封城真的沦陷了？狗月的寒霜帝国都是一群怂炮，一枪不开就被占领了主城，我是觉得真憋屈。一边说着，这些玩家纷纷攥紧了拳头。如果有机会，他们真想亲手干掉寒霜帝国的高层，还有黑暗阵营的入侵者。这种屈辱的滋味，换成是谁，恐怕也无法忍受。除非心里有点变态，喜欢被虐的感觉。咱们怎么办？你说能怎么办？当然是干他丫的。话说，我之前看世界频道好像在说，天选老板带着300多万玩家要反攻冰封城了。对，那现在应该快集结完毕了，咱们要不要一起？我看行。妈的，这一次我得弄死那群黑暗阵营的 Beyond。等等，好像不太对啊。一边说着，有玩家注意到了永恒城中的蹊跷。先前无论在论坛还是玩家开启的直播视频中，这座由天选老板亲手建造出来的巨城始终都是人满为患的样子。这里不仅有实力可怕的各种 NPC， 来自各大主城想要交易、拍卖、领取奖励和任务的玩家，甚至都能将这座巨城给挤得满满当当。但如今，偌大个永恒城竟然一片冷清，只有如同雕像一般矗立在城墙上的史诗级守卫，以及散落在城区的那些 NPC。除此之外，甚至都看不到半个玩家的身影。卧槽，人呢？别告诉我咱们来晚了，他们已经开始朝着冰封城进军了。走，上城墙看看。不少机灵的玩家纷纷意识到了一件事：如果那320万玩家早就集合完毕，开始朝着冰封城行军的话，现在应该能看得到他们的踪迹。所以不少玩家纷纷冲向了城墙。但很快，登上城墙的玩家纷纷愣在了原地。站在高耸入云的史诗级防御城墙上，能够获得极高的视野加成，远远望去，甚至连冰封城的大致轮廓都能看得到。但让人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的是，他们竟然没有看到一名玩家的踪迹。整个永恒城以及其前往冰封城的路上，始终都是一片空荡荡的，哪有半点人影？话说，这里怎么那么多主城级传送阵啊？我的娘来，这得多少金币才能砸出来？我看世界公告里说，那300多万玩家好像已经通过传送阵抵达了冰封城。坏了，主城抢夺战开始了。这20万玩家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反攻的号角已然在此刻吹响，而自己却在那一刻脱离了战场。一想到先前永恒城攻城战中那些玩家的丰厚收益，这20万玩家就心痛不已。自己也太尿了，连喝汤好像都赶不上热乎的。不行，咱们必须得回去。这边不是有传送阵吗？咱们要不然也坐传送阵回去。冲，早就憋屈死了。话音未落，心急的不少玩家就已然踏上了返程的传送阵。然而下一刻，耳畔响起的提示音让他们有些绷不住了。第142章，卧槽的刷屏。提示：是否消耗金币乘坐主城级传送阵永恒城前往其他区域？提示：请选择你想要传送的区域。几乎一瞬间，所有开启传送玩家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了一张传送地图，其中自己所在的位置恰好对应着归属阵营的传送点永恒城。不过现在他们的目标已然改变，是那座已然易主的主城冰封城。所以毫不迟疑，所有玩家全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冰封城作为自己的传送终点。随着他们做出选择，提示音也纷纷从耳畔响了起来。提示：正在传送，目标区域为冰封城城。提示：由于本次传送目的地为己方阵营，消耗金币数额将减少 50%。 看到一道道的提示，玩家们又一次愣在了原地。什么情况？己方阵营作为永恒阵营的一份子，自己传送到永恒城，判定是己方阵营也就算了，但现在冰封城已然更换了主人，怎么还判定是己方阵营？要知道，当他们脱离阵营的那一瞬间，就意味着冰封城不再是属于自己这一方的主城了。如今这个提示让20万玩家全都有些懵逼。咋回事？己方阵营系统特么的出错了？真是太讽刺了，都到了这个时候还在侮辱咱们。我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世界频道好像也没有一点动静，这到底是啥情况？这整整20万玩家全都一脸懵逼。他们发现不仅永恒城中空无人烟，就连世界频道里都是一片寂静。这也就罢了，好像连论坛此刻都停止了跟帖滚动。这一切都给这整整20万玩家一个错觉，好像除了他们之外，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一刻消失不见了。瞬间，他们感到后脊梁骨一阵发麻，所有人都下意识的在世界频道里留言。有人在询问到底咋回事，
有人在询问人都去哪里了，更有人在感叹自己这20万玩家好像同时穿越了。当然也有可能只有他们没有穿越。一时间，整个频道不再沉寂，而是变得乌烟瘴气。终于，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其他区域玩家的回应。面对这20万消息严重滞后的玩家，其他人此刻只想说2个字：看直播。听到这话，这群正准备传送到冰封城的玩家们纷纷为之一愣。直播？什么直播？我康康！原来有人回复，我还以为我穿越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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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一个刹那，世界频道里竟然开始了卧槽的刷屏。那20万玩家在打开直播的一瞬间，就看到所有的直播间都在转播着同一个画面，其中对应的正是320万玩家大军，还有站在巨龙宽阔几倍上的天选之人，以及他统帅的100万传说和史诗级军团。当然，这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幕。顺着直播的镜头望去，一个足足绵延了近1000米的巨大裂痕，此时正浮现在冰封城的中央，就像是一张深邃不可见的大口，似乎要将一切都吞噬进去，包括黑暗。如果仔细查看的话，不难发现，数不清的黑暗阵营强者竟然消失了一大部分。根据战场中所展现出来的剑拔弩张，即便是个傻子也能看得出来，被干掉的那一批敌人，应该就是被这空间裂缝所撕裂、吞噬殆尽的。剩下的数量似乎已经不足为惧了。随着天选之人的指令，整整320万玩家直接如同潮水一般涌向了剩下的敌人，全军覆没，或许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看到这一幕，很多玩家心中充斥着的全都是满满的惊愕。谁也不曾想到，战斗的转折竟然会这么的快。最让人感到惊愕的，实际上是冰封城这座巍峨主城的状态。目前来说，冰封城当前仍处于占领中的状态。4、3、2，而且倒计时也逐渐消失不见。随之而来的是系统的提示音：区域公告，冰封城已被完全占领。作为敌对关系，你将受到驱逐和追杀，请及时应对。然而就在这个提示响起的时候，那名传闻中令所有玩家都闻风丧胆或者兴致大增的黑暗大魔导师伊芙雅正被许然拎在手里，看上去楚楚可怜，犹如一个小鸡仔一样。这也正是先前无论是世界频道还是游戏论坛都是一片噤若寒蝉的原因。这太令人感到震撼了，传奇接强者竟然就这样被那天选之人给拎在了手里。虽然玩家们都无比清楚一件事，伊芙雅是刚刚晋升传奇强者的 NPC， 但由于其暗夜精灵的种族以及所掌握的一部分法则是黑暗，那可是主神级的法则，所以谁也没有想到天选之人竟然在电光火石之间将其打到了残血，而且还牢牢地控制在了手中。当倒计时结束的一瞬间，冰封城的上方，那原本就昏暗的天空顷刻间便化成了一片漆黑。远古幽灵巨龙如同一道足以遮蔽一切的阴云一般，陡然间展开那近1000米宽的双翼，化作一道阴影从空中掠过。在他宽阔的脊背上，许然手中拎着的伊芙雅手里正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枚领地核心。和先前马尔镇见过的领地核心不一样，主城级的领地核心，无论是恢宏的光芒，亦或者是散发出的骇人气息，都足以令无数人感到由衷的震撼。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像是一场梦。正当伊芙雅这位传奇阶大魔导师夺取到主城领地核心的那一刻，许然立刻出手，直接连带着领地核心将伊芙雅直接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然而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还莫等所有玩家反应过来，许然手中就出现了一柄散发着血腥、杀戮与特殊光泽的双手大剑，正是法系专属双手大剑杀戮与征服之刃神级。看到这一幕，玩家们纷纷愣在了原地。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法系职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拿出一柄战士用的双手大剑？这是在搞什么？是为了羞辱那名传奇阶大魔导师吗？第143章军工兑换开放。正想着，几乎所有的玩家全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双眸，好像有点不太对劲。那柄燃烧着猩红血焰的双手大剑并不是传说级品质，也更不是史诗级品质，而是一柄只有传闻中才出现过的神器。我超神器，呵呵，没有见识的东西。我上次还抽到了3把神器，顺便抽到了一只克勤。除了一些耍宝的玩家之外，几乎所有玩家都流下了羡慕的泪水。神器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就出现在玩家的手中？不过看到这里，很多人心里还稍微平衡了一些。毕竟双手大剑嘛，对应的除了战士职业就是极其稀有的狂暴骑士。一个法系职业获得了物理系神器，
想想就有点好笑。一想到这一点，甚至有不少玩家笑了出来。但也有很多看得远的大型势力和土豪老板在同一时刻联系上了许然，一开口就提出了个天价。天选老板，我知道这柄大剑你用不上，所以我打算出价2亿买下这柄大剑，你看如何？天总果然威风，不过这双手大剑可否忍痛割爱？我愿意出价3个亿的现实币直接购买，你看怎么样？天选老板，给我摸摸你的双手大剑呗，反正你又用不了。天选哥哥，能租几天你的神器吗？我是学生，没太多钱。几乎是一瞬间，神器双手大剑一出，牛鬼蛇神都纷纷也随之而来。有人想要用一个天文数字将这柄神器购入自己的囊中，有人想用骗术来一场违法行为，更有人痴心妄想，想要用自己的学生身份白嫖这柄神器双手大剑。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作为法系职业，许然应该对此没有什么需求。甚至有不少人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拿出来神器双手大剑，应该是在打广告，意思已经相当明确了，正是想要让所有人哄抢这个神器，然后展开一场临时的拍卖会。所以只用了几秒钟，黑市交易中的金币兑换比例又一次攀升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度，就连许然也不例外。看到这个比例数值以后，心脏都为之一跳。唉，真不是不想卖，是因为这柄双手大剑还真的适合法系职业。许然只想说小了，这群战士职业的格局实在是太小了。谁说双手大剑只适用于物理系？法系大剑不仅能打出爆炸的魔法伤害，更是能让孱弱的法系职业拥有强硬的身板和刀刀暴击的嗜血爽感。对于自己来说，价值甚至超过了同等品质的法杖。毕竟没有人会拒绝4亿战斗的节奏和爽感，当然了，也不会有人拒绝一个发财的好机会。比如现在，没有迟疑，许然直接拿出10亿金币，将其投入到了黑市交易系统中。刹那间，这些金币直接以一个离谱的比例被兑换成了现实币。一瞬间，许然在现实中的账户里多出了整整580个亿。没错，由于神器的出现，金币的兑换比例已经提升到了1比580这个离谱的数值。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几乎是一晃眼的功夫。很多和许然私聊的土豪又平添了几分底气。天老板，我刚刚又收了4个亿的金币，加上原来的2个亿，你看可以吧？这可是我最后的波纹了。天总，我出价5个亿的金币，卖不卖？没有套路，也没有任何的拉扯。现在还和许然进行交涉，想要交易的土豪大佬手中至少都握着几个亿的金币。一想到神器级的双手大剑，这群战士大佬心中就升起一片火热。只要能搞到手，什么叫天选之人，什么叫传奇强者，通通都是一群废物、土鸡瓦狗罢了。在神器级双手大剑的逆天威势下，一切都将在电光火石之间被摧枯拉朽的斩成碎片，没有例外。就在他们正畅想未来的时候，许然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手中拎着的伊芙雅。这名传奇接强者显然已经料到了自己的命运，他已然闭上了绝美的眼眸，静静地等待着生命尽头的到来。而许然也没有任何怜香惜玉的想法，至少对这个暗夜精灵他兴趣不大。毕竟在他的宠物空间里，还有一位冠绝天下的暗夜精灵女武神。唰！随着血腥气息的弥漫开来，来自杀戮法则气息的锋锐之意立刻朝着四面八方涌去，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和机会。许然当着所有玩家和 NPC 的面，直接挥动手中大剑，将伊芙雅的头颅给割了下来。咕噜噜，随着头颅在地面的滚动声响起，那一枚散发着特殊光芒的主城级领地核心也落在了许然的手中。陡然间，2极反转，一切似乎都像是被暂停了一样。这座已然被烙印上黑暗气息的主城又一次更换了主人。同一时刻，来自区域公告的提示声也响彻在所有玩家的耳畔。区域公告：冰封城，由于冰封城遭受攻击，领地状态已更改，目前已脱离黑暗阵营的统辖，成为玩家天选之人的私人领地。区域公告：冰封城，由于冰封城遭受攻击，领地状态已更改。一连3遍区域公告，直接宣告了一个令无数人都始料不及的结果：冰封城遭到攻击，冰封城领地核心被抢夺，冰封城已成为天选之人的私人领地。转瞬之间，整个主城都被烙印上了许然的专属气息。同时在他耳畔响起的提示音又多出了几道。提示：你成功占领了主城冰封城，由于你占领了黑暗阵营敌对实际掌控的主城，你获得了5000专属通用军工点。提示：由于你创建并且加入了阵营军工系统已开启，你可以将先前的军工点都转化为专属通用军工点，在军工商店中兑换想要的物品和奖励。提示：由于你成功占领的主城冰封城
成为首名抢夺并且占领主城的玩家，获得天道奖励模板蓝图类。看着提示，许然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好家伙，军工点，专属于永恒阵营的军工兑换系统终于开启了，而且还支持原有军工转化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一件事，自己先前获得的那些海量军工点依旧可以在自家阵营的商店里兑换。不仅如此，他发现自己好像还获得了一个模板蓝图类的天道奖励。第144章，怎么会有这么多白嫖的机会？模板蓝图类的天道奖励，饶是许然也没有想到奖励竟然会如此丰厚。要知道，他虽然早就有了想要重建冰封城的打算，但也没有过白嫖的想法。原本打算的是通过兑换获得蓝图，然后利用万倍奖励得特殊效果，将其晋升为传说级以上的品质。由于他脱离了光明阵营，根据前世的经验，玩家一旦脱离了阵营，虽然能够保存上一个阵营的军工点和功勋值，但后续获得的军工点和功勋值往往就属于新阵营的了，两者并不能直接叠加。所以他打算找个机会，干脆将原本光明阵营的军工点和功勋值都给兑换成物品和资源。但却没有想到，作为阵营的创建者，他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原先所有的军工点和功勋值全都转化为专属通用的类型，不仅可以和后续获得的军工点和功勋值叠加，还能在己方阵营的兑换系统中使用。再加上模板蓝图类的天道奖励，这一波至少给许然省下了上亿的军工点。如果被其他玩家知道，恐怕他们连信都不敢信。这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白嫖的机会呢？根本不可能。想到这，许然抑制住心中的喜悦，将目光放在了系统提示上面。不出所料的话，一旦他提取出奖励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便会立刻生效。那个时候，这个主城级的模板蓝图将会发生一场常人无法想象的蜕变。即便目前还不知道它的具体品质，但天道奖励出品必然没有废物。没有迟疑，许然直接选择了提取奖励。提示：正在提取属于你的天道奖励，本次将从模板蓝图类型中抽取一个作为你的奖励。提示：本次抽取的模板蓝图品质将从暗金级到传说级之间浮动，完全遵循随机规则。伴随着提示音的响起，许然立刻为自己刷出来了幸运眷顾的增益 buff， 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个人习惯。无论是开箱还是抽取奖励，亦或者拾取掉落，他都会给自己挂上幸运眷顾，甚至有时候释放技能都会刷出这个 buff， 因为那样的话还会提升不少暴击的可能性，打出更高的输出。正想着，璀璨的光芒骤然浮现于许然的眼前，奖励提取成功，随即结果也逐渐浮出了水面。根据往日的经验，几乎一眼他就看出来了这个模板蓝图的具体品质。这绚烂到令人为之心醉的光泽，对应的正是传说级品质。一发入魂，最高上限传说级，目前已然到手。提示：天道奖励抽取成功，你获得了模板蓝图凛冬咆哮传说。在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也立刻生效。在其可怕的效果影响下，这张传说级品质的模板蓝图顷刻间散发出了史诗级的独有光泽。史诗出现。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史诗级稀有品质。提示：你获得了史诗级模板蓝图永动寂然史诗稀有。提示：检测到你拥有主城级领地，满足史诗稀有级模板蓝图永动寂然史诗的使用条件，是否激活该模板蓝图，替代之前的传说级模板蓝图。提示音绵延不绝，一直响彻个不停，但其中的信息却让许然心情大为振奋了起来。不说别的，单凭这史诗稀有级冰系模板蓝图就足以让他直呼幸运了。毕竟这里可是寒霜帝国的疆域，在不远处更是有被遗忘的极寒之巅矗立于风雪之中。冰系模板蓝图绝对是最契合这座主城的一个选择。永动寂然史诗稀有，类型模板蓝图主城级领地，品质史诗稀有，使用条件主城自适应规模。效果：激活后可使领地开启永动寂然模板蓝图，激活特殊卫兵、特殊 NPC、特殊建筑等等。特殊属性1：永动所有防御工事、城内建筑、领地核心都将终年被冰霜法则覆盖，生成厚重的冰甲，可都将额外增加 200% 的防御力和3倍的耐久值。特殊效果2：既然一旦主城级领地成功，所有处于其疆域范围内的敌人都将受到冰霜法则的侵蚀、镇压，可对其造成冰冻、迟缓、冻伤等等负面状态。介绍：主城级模板蓝图可额外覆盖至城区外2000米范围。好蓝图，
不愧是史诗稀有品质的主城级模板蓝图。即便是见多识广的许然，看到这一幕也不由得为之心动了。所以，他没有丝毫的迟疑，直接撤销了这座主城原有的模板蓝图，然后使用了这个史诗级品质的永动既然。刹那间，轰隆隆的声响传遍了整座主城。此时，玩家们以及许然麾下的100万大军，还在和黑暗阵营的敌人厮杀着。随着原有传说级模板蓝图的撤销，这座饱受战火璀璨的主城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故。首先是城墙，在许然的指令下，原本虽然厚重由冰霜巨石建造而成的城墙轰然倒塌在地。经过建造系统的自动分解，一块块对应原本传说级品质的冰霜巨石出现在了主城仓库之中。而在此过程中，让许然没想到又尚且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出现了。随着唯一永恒级天赋的特殊光芒浮现，所有被分解出来的冰霜巨石全都获得了足足10000倍的品质提升，看上去好像和传说级模板蓝图的遭遇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提示：拆除建筑主城城墙成功，你获得了分解材料冰霜巨石传说。提示：10000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材料永动巨石史诗。提示：10000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材料永动巨石史诗。没有任何的套路，10000倍奖励就是如此的 bug。 经过简单的分解，原本传说级品质的建筑材料转瞬之间就变成了史诗级的永动巨石，其效果好像也和之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145章，极寒之巅吹来的风雪。而随着一道道提示不知疲惫的响起，数不清的永动巨石全都出现在了主城的建造仓库之中，其表面散发的寒气甚至足以将周遭的空气冻结。永动，许然心中忽然为之一愣。就在他选择使用史诗级模板蓝图的时候，其中需要的建造材料也一览无余地展现于眼前。首先是建造城墙的主要材料。作为史诗级模板蓝图，建造城墙需要的材料往往都有很多种选择，像是之前的永恒城也是一样。但一般来说，永远都只有一种最契合模板蓝图的材料。如果找不到的话，玩家就只能将就用其他的材料，或者消耗海量的金币从建造商店中购买一部分。许然不缺钱，但也深知一个道理：建造商店中购买的材料是有数量上限的。或许建造永恒城足够了，但眼前的冰封城可是一座主城，想要建造主城的围墙，单凭商店购买的那一部分应该是不够用的。当然了，许然拥有神话级称号创始，对此应该是不愁的。但谁又会嫌弃自己花的钱少呢？显然这个永动巨石正是对应城墙类防御工事最契合的材料，对自己来说。所以当提示出现的那一刻，许然立刻直呼自己足够幸运。永动巨石，对，他也万万没有想到，最契合史诗级模板蓝图永动既然的城墙材料竟然这么简单就到手了，而且数量还远超自己的想象，足以为自己省下一笔昂贵的费用。永动巨石史诗，类型材料建筑类，品质史诗，使用需求主城级模板蓝图，效果在永夜既然、冻结之域、凛冬倾覆等等史诗级模板蓝图的城墙建设中使用，可激活模板蓝图的全部效果，并且获得效果永动，可使平凡触碰城墙的目标有几率陷入到永动状态。注：施工请注意，千万不要频繁接触城墙。永动果然是这个特殊的效果。许然发现，史诗级模板蓝图和这个史诗级材料实际上是在相互成就，只有满足了双方的需求条件，才能触发可以永远冻结敌人的特殊效果永动。没有任何的迟疑，许然当机立断，直接将这一批永动巨石投入到了建设之中。随着一阵轰鸣，城墙纷纷被分解成巨石的同时，原地又耸立起来了一道道巍峨高耸的城墙，远远望去，令无数人感到震撼不已。提示：建造史诗稀有级防御工事成功，你获得了城墙类建筑永动之壁垒。提示：建造史诗稀有级防御。随着提示的响起，厚重而气势磅礴的城墙取代了之前的防御工事。不仅如此，随着许然的一道道指令发出来，那高耸入云的沉重城门也纷纷被分解成了一堆堆传说级的材料，和附近的地砖一起，在10000倍奖励的作用下，蜕变成为了史诗级品质的建筑材料，没有半分例外。提示：拆除建筑主城城门成功，你获得了分解材料冰霜之石传说。提示
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材料覆血之玉史诗。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材料永动巨石史诗。其中地砖拆除分解出来的材料和城墙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永动巨石。当然了，在规模上面要稍微小了一些。至于拆除城门分解到的材料，就令人感到诧异不已了。覆血之玉史诗。类型：材料建筑类。品质：史诗。使用需求：主城级模板蓝图。效果：在永夜既然、冻结之玉、凛冬倾覆等等史诗级模板蓝图的城墙建设中使用，可激活模板蓝图的全部效果，并且获得效果覆血。所有试图推动城门或者攻击城门的目标都将被无尽风雪覆盖，放逐于覆血之地。注：被负面效果覆血命中的目标，若3秒内无法挣脱身躯表面覆盖的风雪，将永远被放逐于覆血之地。若成功挣脱，可继续攻击城门。不得不说，这个叫做覆血之玉的材料绝对能称得上史诗级材料里的天花板了。谁会想到，由这个材料打造出的城门竟然还能有几率放逐敌人？不仅如此，好像其自身就具备冻结和迟缓等等负面效果。或许只有极其强大和恐怖的敌人才有机会挣脱覆血这个特殊的负面状态。想到这里，许然毫不犹豫，直接将主城大门以及附近的地砖都完成了建造。轰隆隆，随着大地的震颤和咆哮，围绕偌大的一座主城的城墙和高耸城门缓缓浮现于所有人的眼前。看到这一幕，所有玩家都呆若木鸡。就这么一回功夫，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这么辽阔的一座主城就完成了城墙和城门的更新。这是什么效率？一时间，所有人都摸不到头脑，心中只剩下了无尽的疑惑。真特么的快！话说这天选之人真是阴损到家了，先把城墙给更新成更高的品质，然后黑暗阵营的这些 NPC 就等于瓮中之鳖，怎么也跑不了了。天选老板的腹黑我是认的，你们没看那群黑暗阵营的 NPC 一个个脸都绿了？不对啊，我上次亲眼看到永恒城建造的过程了，怎么这一次城墙建造的这么快？估计是用什么道具了吧？天选之人一向都很抽象，听说上次还一掷千金修复建筑呢。卧槽，你们快看！随着一阵喧嚣，有不少眼尖的玩家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你们看，俺们永恒阵营真是有排面，建造的第一座主城就直接引发了雪崩，有谁能比？就是，这主城我感觉比王城还有排面了，可我总觉得心神不宁，哪里有点不对劲？望着从被遗忘的极寒之巅滚落下来的无尽冰雪，有少数玩家心中突然涌现出了一阵不祥的预感。第146章，杀戮绽放叠加的层数。雪崩，这排面虽然够了，但好像咱们距离被遗忘的极寒之巅有点近啊！话音刚落，很多玩家纷纷瞪大了眼球，心中浮现出了一个可怕而恐怖的场景。雪崩，那岂不是这座百废待兴的主城也要遭到冲击？听到这话，不少玩家纷纷顺着其所指的方向望去，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被遗忘的极寒之巅上面。随着这座主城城墙和城门的建造成功，天空中飘落的雪花也越来越多，似乎连远处那直插云端的山巅都为之颤抖了起来。而作为矗立了足足数百年的茫茫雪山，这座被无数人遗忘的极寒之巅，其表面覆盖的冰雪已然累积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在先前的战斗中，大地的震颤便已然让这座雪山出现了一些异状。如今随着建造主城的剧烈动静传递过去，无尽冰雪瞬间分崩离析，以不可阻挡之势朝着山脚涌来。其对应的方向，恰好是这座刚刚矗立起来的巍峨主城。看到这一幕，很多正在和黑暗阵营 NPC 厮杀的玩家都不约而同的慌了。毕竟这可关乎自己的小命。虽然现在自己仍处于攻城战斗之中，但一旦挂掉了，还是要损失10%的经验。但转念一想，人家天选老板都不慌，自己在这纠结个锤子，反正就 TM10% 的经验值而已，和一座主城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想到这里，他们也不再慌张，反而生出了想要看戏的心思。此刻谁都想看看，在堪称史上最恐怖、规模最大的雪崩之下，这刚刚建造好的城墙能不能撑得住几秒？甚至有不少很不厚道的玩家在原地开了盘口。我赌这城墙能撑半分钟，有人跟吗？哼，10秒都不一定撑得住，雪直接给你淹了，你咋办？确实，如果是其他主城倒也罢了，现在这个主城百废俱兴，连个防御屏障都没有，凭借城墙是真的扛不住。
我也这样觉得，没有防御屏障，估计都扛不住10秒。无数玩家都保持着悲观的态度，但他们依旧不慌。反正能够复活，不如趁着这段时间多杀几个黑暗阵营的 NPC。这群3转 NPC 虽然只是普通的近卫模板，但在刚刚2转的玩家眼中，这些 NPC 简直和 BOSS 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还是成千上万的 BOSS。所以直到现在，虽然玩家们占据了数量的优势，但面对敌人那恐怖的实力，战斗的进展依旧不算很顺利。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敌人的灭亡是注定的。只不过谁也不清楚需要多久，更不清楚得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但对于玩家们来说，只要能抢得到人头，哪怕挂上10次也无所谓，毕竟收益在这里摆着。因此，即便有雪崩的威胁在远处袭来，所有玩家依旧嗷嗷叫的朝着敌人冲去，没有半分退缩的意思，看上去无比的狂热。反倒是许然正一脸冷静地望着远处的山巅。雪崩？怎么可能？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场雪崩是虚假的，而是其形成的原因并非因为主城这边传来的动静。看了一眼下方的战场，大概还有30-40万的黑暗阵营 NPC 在和玩家们互相厮杀，战斗仍旧处于焦灼状态。在数量上，这几十万黑暗阵营的 NPC 相比其总兵力只不过是9牛1毛，但也算是一支精锐军团了。黑暗阵营恐怕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一股中坚力量。最重要的一点，这里还有暗夜精灵一族的成员。伊芙雅被许然斩杀的消息尚未传递到敌人的耳中，哪怕是为了继续拉拢暗夜精灵乃至整个精灵一族，黑暗阵营恐怕都没有理由放弃营救他们。因此，这场突如其来的雪崩背后绝对有黑暗阵营动的手脚。不过一旦无数冰雪砸落，那些黑暗阵营的大军恐怕也会遭到重创，这并不能达到对方的真正目的。所以几乎是一瞬间，许然就已然猜到了敌人的动向，绝对还有另一股敌人藏匿在暗中。一旦雪崩砸下来，他们肯定会抱起发难，在救出伊芙雅和黑暗阵营军团的同时，说不定还会给冰封城带来一击重击，还算高明的谋划。不过许然一边下达着建造指令，一边饶有兴趣地望向城外。他很想说，虽然谋划的不错，但对方显然忽视了一点。如果这座冰封城变成一座连雪崩都无法奈何的铜墙铁壁，那一切的计划可就都要宣告失败了。更何况伊芙雅不仅挂掉了，还为自己提供了一个相当强悍的临时增益——杀戮绽放。作为神器级别的双手大剑，杀戮与征服之刃拥有的几个效果都和战斗有关，没有一个是废属性。首先是效果1，杀戮。当对目标造成伤害时，可暂时提升自身生命值上限，伤害的 40%， 持续时间5分钟。从许然击杀伊芙雅到现在，时间才过去了短短的3分钟。而随着他一声指令的下达，这座巍峨主城对应的守护屏障也缓缓成型。一旦有威胁袭来，史诗稀有级品质的守护臂障会立刻生效，将其牢牢地隔绝在外。而至于效果2，征服，则更为恐怖。对目标释放技能时，可通过杀戮法则气息暂时影响其心神，带来恐惧、混乱、迷失等等负面效果，持续时间随敌人精神抗性而改变。只要许然释放技能，哪怕是神奇都要受到各种负面效果的影响，哪怕敌人的数量再多，他也能从容应对。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一点，装备技能杀戮绽放是许然此刻的底牌之一。杀戮绽放激活武器中蕴含的无尽杀戮法则气息，可使自身进入杀戮绽放状态，每击杀一个目标都可增加 10% 的伤害，叠加层数无上限，持续时间20秒，击杀目标后可叠加该持续时间。装备技能冷却时间2小时。注：当处于杀戮绽放状态时，随着击杀数量的叠加，自身精神状态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请谨慎使用。这一把杀戮神器遗留下的剑刃，需要极高的精神力才能掌控该武器。而从一开始到现在，许然虽然在建造着主城防御工事，但他手中的攻击却没有停下，几乎每隔10几秒，他就会悄悄斩杀一名黑暗阵营的 NPC。第147章，雪崩抵达异象丛生。所以直到此时此刻，杀戮绽放的层数还在不断叠加，而且已经涨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提示：你击杀了黑暗禁卫，由于你正处于杀戮绽放状态，每击杀一个目标都会增加 10% 的伤害。提示：当前杀戮绽放层数已叠加至105层，攻击力提升比例为 1050%。提示：受杀戮绽放层数的影响，你的精神状态受到了影响，根据你当前的精神力判定，距离完全失控还剩 65%，10倍的伤害提升。完全失控，许然心中冷冽如铁，对此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从击杀伊芙雅的那一刻，
他就想好了自己接下来的计划。根据当前自己建立阵营以及掌握永恒法则气息这几件事，隐藏在暗中的敌人和势力必然会遏制自己的发展。真正的大鱼尚未浮出水面，其实力必然相当恐怖。许然清楚地知道一点，自己的实力固然已经成长到一个可观的地步，但相比较那些老牌传奇接强者，还是有些不够看。所以即便冒着精神力完全失控的风险，他也要趁此机会奠定胜局，至少要敲山震虎一下。有句老话说得好，打得一拳开，省得百拳来。他可不想怂如老狗，那样即便最后变强了，也会感到索然无味。既然掌握了号称一切本源的永恒法则，那他必然要凭借自身实力，硬生生的从无数的阻碍和荆棘中踏出一条血路来。不过有一点他需要谨慎应对，随着杀戮绽放层数的不断叠加，杀戮法则也对他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血腥暴虐的情绪始终在他心中酝酿弥漫，似是想要冲破桎梏，将疯狂彻底释放出来。所以必须要在叠加到一定层数后见好就收，否则他会重蹈前世某个玩家的覆辙。没错，前世也有一名叫做白马寺当家住持的玩家，获得了传闻中极其神秘的杀戮法则青睐，和这柄神器级的双手大剑有点像。白马寺获得的那柄传说级长戟，也有个和杀戮绽放类似的装备技能，只要不断杀戮就能叠加自身的伤害，而负面影响更是一模一样。随着击杀数量的叠加，自身精神状态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白马寺却毫无感觉，他只想爽快的叠加层数，然后大杀四方。因此在一场公会血战之中，他直接杀出了一条血路，不仅震慑住了无数玩家，更是将自身的伤害叠加到了10倍的恐怖地步。和许然现在差不多，但他的精神状态已然濒临失控。或许这就是神器与传说级武器的差距，当然也可能是白马寺和许然精神力的差别。随着一名玩家的脑袋被斩得高高飞起，他的精神状态彻底绷不住了，失控、血腥和杀戮彻底占据了这名玩家的心神。与此同时，白马寺的实力也提升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一场堪称史上最血腥最疯狂的厮杀从此刻展开，直到最后战斗结束，白马寺最终也挂回了复活点，一切也就随之落幕了。然而这个时候，玩家们才发现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这名叫做白马寺当家住持的玩家，即便挂掉重新复活了一次，他的精神状态依旧保持着先前的样子，失控，无法驱散。从此以后，这名玩家便被血腥和杀戮彻底控制，成为了一个行尸走肉。想到这里，许然也不由得沉默了。根据前世的经验，杀戮法则固然强悍到了离谱的程度，但其负面影响也足以令无数人为之色变，包括他自己。所以有一点他必须谨记，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失控。不过有个值得庆幸的好消息，或许是掌握永恒法则的缘故，也可能是精神力远超常人的原因，许然一直将伤害叠加到了10倍多，依旧保持着绝对的冷静。斩！随着双手大剑挥斩而下，令人瞠目结舌的魔法伤害瞬间从一名 NPC 的头顶冒了出来。提示：你击杀了黑暗禁卫，由于你正处于杀戮绽放状态，每击杀一个目标都会增加 10% 的伤害。提示：当前杀戮绽放层数已叠加至106层，攻击力提升比例为 1060%。 随着提示音的响起，许然周遭缭绕的血腥和杀戮气息又浓郁了几分。在无数玩家的眼中，此刻的他犹如杀戮神奇降临一般，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和凛冽杀机。话说这雪崩都快来了，天选老板还不着急？着急啥？主城已经来不及建造了，只能等着被雪崩给埋了。幸亏咱们没啥要紧的东西，挂了也无所谓。我看那天选老板好像都已经认命绝望了。话是这样，但我总觉得他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看到许然每隔不到20秒就击杀一名 NPC， 不少玩家纷纷交头接耳，他们统一认定天选之人应该是开始摆烂了，否则绝对不可能是这一副样子。正想着，远处轰鸣声越来越近，地面也开始剧烈的颤动了起来，像是有一头洪水猛兽正从远处急速掠来，弹指之间或许就能将自己甚至整个主城都撞成一地的碎片。空气中的温度也骤然降落到了一个令人不适的地步，狂风夹杂着雪花，吹得不少玩家脸颊生疼。雪崩要来了，来了！与此同时，许然望着即将抵达城墙的白色浪潮，口中不由得喃喃自语。检验史诗级模板蓝图强度的一刻终于要来了。他暂时没有开启守护屏障，看了一眼时间，随手干掉一名黑暗阵营的禁卫后，
他再次望向了城墙的位置，雪崩已然触碰到了高耸的城墙。轰！陡然间，一声剧烈的撞击声从城墙所在的方向迅速传来。然而从视觉上看，雪崩碰撞城墙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的白色浪潮顷刻间便一拥而上，挤在了城墙的外面。看到这里，绝大多数玩家都不由得闭上了双眼，他们脑海中更是浮现出脆脆纱被掰断的场面，但现实往往都和想象相悖，堪称令人绝望的雪崩竟然没有冲垮这座主城的城墙，反而像是受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影响，无数冰雪竟然全都粘在了厚重城墙的外面。第148章杀戮绽放的层数。提示：你的领地冰封城正在遭受攻击。提示：冰封城城墙正在遭受攻击。提示：由于遭到未知目标袭击，冰封城实施稀有级城墙特殊效果已自动激活。提示：由于遭到未知目标袭击，冰封城实施稀有级城门特殊效果已自动激活。几乎是一瞬间，许然的耳畔就响起了一道道提示音，其中有预警提示，同时也有自动激活特殊效果的提示。作为史诗稀有级城墙，在经过最契合的史诗级材料建造后，自然也就获得了来自涌动巨石的特殊效果。涌动巨石，史诗。类型：材料，建筑类。品质，史诗。使用需求：主城级模板蓝图。效果：在永夜既然、冻结之域、凛冬倾覆等等史诗级模板蓝图的城墙建设中使用，可激活模板蓝图的全部效果，并且获得效果涌动，可使平凡触碰城墙的目标有几率陷入到涌动状态。注：施工请注意，千万不要频繁接触城墙，和涌动巨石中描述的差不多，只要是触碰城墙多次的目标，就会有几率陷入到涌动状态。然而由于冰封城的模板蓝图品质为史诗稀有级，所以这个特殊效果的表现就更胜了一筹，不仅触发的几率更高，而且还附带了一个额外的稀有效果——冻结蔓延。当频繁攻击或者触碰城墙的目标被永久冻结时，在其附近满足接触条件的其他目标也会陷入到冻结状态，该效果非永久冻结。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提升，直接导致了这一场足以淹没一切的雪崩竟然被阻拦在了城墙的外面。实际上，许然虽然早有预料，但他心中依旧生出了无尽的惊愕。谁会想到，涌动巨石的特殊效果对于毫无生机的冰雪也能生效？但看到介绍里面提到的目标以后，他就豁然开朗了。目标指的可不单单是生物，其中还掺杂了一些像是风雪等等具有实体的目标。因此当雪崩来临，携带无尽风雪狠狠涌向高耸城墙的那一刻，一切都像是被按上了停格键一样，戛然而止。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风雪，在接触到城墙的时候便被永远冻结在了这片广袤的疆域里。与此同时，还触发了额外的稀有效果，在冻结蔓延的作用下，一传十，十传百，所有的冰雪竟然全都凝结成为了一道道坚固的寒冰，再也无法滚动和翻涌。然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除了建造城墙用的史诗级材料无比契合模板蓝图之外，这座巍峨主城的4座城门也都用了类似的史诗级材料，在和史诗稀有级模板蓝图的相互作用下，同样发挥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作用。覆雪之域，史诗。类型：材料，建筑类。品质：史诗。使用需求：主城级模板蓝图。效果：在永夜既然、冻结之域、凛冬倾覆等等史诗级模板蓝图的城墙建设中使用，可激活模板蓝图的全部效果，并且获得效果覆雪。所有试图推动城门或者攻击城门的目标都将有几率被无尽风雪覆盖，放逐于覆雪之地。这便是城门激活的特殊效果。覆雪，所有试图推动城门以及攻击城门的目标都将有几率被放逐到覆雪之地。故而当雪崩抵达的那一刻，所有和高耸城墙接触的冰雪全都被永久的冻结在了原地。误打误撞之间，竟然成为了一道更为坚固的冰甲城墙，绵延不知道多少里，厚度绝对比传闻中黑暗王城的城墙还要离谱。原本许然以为被雪崩撞上的这一面城门应该是无法再使用了，在涌动的效果下，说不定以后冰封城只剩下3个出口了。但在覆雪状态的影响下，所有与城门接触的冰雪竟然全都被放逐到了未知而神秘的覆雪之境里。由于冰封城建立在被遗忘的极寒之巅山脚处，所以此时一条直通极寒之巅一眼都望不到尽头的道路出现在了城门的外面，自冰封城起一直绵延到整个永恒世界最高的山巅。不过尽管最前排的雪崩被阻拦了下来，但后面依旧有源源不断的风雪朝着这边涌来，看上去
这一幕不仅没有给玩家们带来十足的安全感，反而让现在的情况愈发凶险了起来。他们并不知道，所有触碰城墙的冰雪都被永远冻结在了原地。根据平时的经验，即便被冻结住了，但也无法阻挡源源不断的雪崩涌来，甚至会起到一些负面作用。完犊子了，这玩意宜疏不宜堵啊！等越来越多的冰雪冲垮了前排冻结的部分和城墙，这个主城就全完了。我还以为天选之人足智多谋，今日一看也不过如此。不许说我男神！哼，你才是不过如此。我看天选老板应该另有谋划。你没看他还在有一搭没一搭的杀着敌人吗？搞笑，那是摆烂好不好？玩家们各执己见，纷纷展开了激烈的争吵。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即便有人认定这座主城完蛋了，但依旧没有一名玩家离开，而且支持许然的玩家数量远超诋毁他的玩家。骂战甚至一度绵延到了论坛和其他的平台。然而和玩家不同，在距离冰封城不远处，一道道高耸巍峨的庞然大物正一步步朝着这边走来。和其他的黑暗阵营 NPC 不同，他们脑袋上顶着的名字并非一片猩红，而是代表中立的橙色。但随着他们的脚步越来越近，其眼中的杀机和怒意也越来越汹涌。似乎由于某种原因，这些中立的 NPC 被暗中操控着，试图对冰封城发动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提示：你击杀了黑暗禁卫，由于你正处于杀戮绽放状态，每击杀一个目标都会增加 10% 的伤害。提示：当前杀戮绽放层数已叠加至111层，攻击力提升比例为 1110%。中立又击杀了一名黑暗禁卫。许然感觉自己心中的杀意和暴力又多出了几分，不过他此时依旧保持着绝对的冷静。许然在等待，他在等隐藏在暗中的敌人出现，更是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开启主线任务资料片的机会。第149章四面楚歌。而现在看来，隐藏在暗中的敌人好像已经出现了，同时这也意味着主线任务资料片也会在随后开启。通过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带来的极高视觉加成，他在远古幽灵巨龙宽阔后背上的许然发现了袭来敌人的踪迹。作为用史诗稀有级模板蓝图建造的主城，冰封城不仅拥有可怕的火力覆盖和让人感到绝望的防御系统，还会在敌对生物出现在距离主城几公里外的时候，便可以提前做出预警，从而及早部署相关防御工事，以获得更高的赢面。然而这一次没有自动预警的原因很简单，敌人明显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弱智。相反，作为黑暗阵营的 NPC， 他们采取了极其巧妙的入侵方式，让中立种族出手，在抵达冰封城的那一刻暴起发难。即便那样会让这些中立种族受伤惨重，但带来的效果绝对比任何方式还要好。最重要的一点，作为黑暗阵营的 NPC， 他们可对中立种族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弱肉强食不仅是黑暗阵营，更是整个游戏乃至一切拥有智慧生物社会永恒不变的道理。所以在黑暗阵营 NPC 的眼中，即便是友方军团也不过是利用的对象罢了。显而易见，根据前世的记忆，许然几乎只用了一眼就看出来了这群庞然大物的真实身份。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传闻中被黑暗阵营和光明阵营共同奴役的独眼巨人一族。作为巨人一族，独眼巨人在往昔岁月里也曾有过的辉煌的时刻，只不过犹如绚烂的烟火，这一份辉煌短暂的可怜。因为在像是冰霜巨人和毁灭巨人等等高等巨人的眼中，独眼巨人并不能得到巨人的认可，只能沦为奴隶。而随着巨人衰落，精灵隐退，兽人和人类相继崛起，独眼巨人便成为了巨人一族妥协的生物。兽人、黑暗阵营、光明阵营直接将绝大多数的独眼巨人以及比较弱一些的其他巨人控制了起来，作为自己的奴隶大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独眼巨人一族力大无穷，并且对魔法有着极高的免疫力，所以也就获得了其主人的青睐。他们往往也在攻城战斗里会担任核心的输出单位，是一群不容小觑的可怕敌人。不过相比暗夜精灵和其他精灵一族，独眼巨人的价值还是要逊色不少的。所以在权衡利弊之下，他们很乐意拿这群奴隶的命换取黑暗阵营精锐和暗夜精灵大魔导师的性命。或许有朝一日，暗夜精灵或者精灵一族成为了两大阵营的奴隶，他们也会和独眼巨人一样，成为随时都可以被牺牲的弃子。但不是现在。咚咚咚，随着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大地似乎都在颤抖了起来，如同潮水一般的独眼巨人，数量足足有几万，这绝对能够对主城及城墙造成一定的威胁。而远处的雪崩尚未停歇，越来越多的冰雪被阻拦在城墙外，
似乎已经快要按不住了。而在另外的两侧城墙外面，也有数不清的敌人正不断涌来。骸骨生物作为不死族的一员，这些骸骨生物都是黑暗阵营较为常见的炮灰。它们的作用很简单，那就是蚕食，通过其廉价的生命和数不尽的数量，硬生生地蚕食掉四周坚固的城墙，给雪崩和独眼巨人创造一个最佳的进攻环境。看到这里，在四重夹击和重重包围之下，玩家们终于慌了。开城门！卧槽，这次真没退路了。我总有种预感，天选老板好像是在钓鱼。俺也一样。话说，这天选老板好像还是不慌不忙的样子。别搞笑了，你看城里那被吞噬的建筑和那还没消失的空间裂缝，单凭这些就够他头疼的了。大家还是赶紧跑路吧，反正也拿到敌对 NPC 的人头了。我还想贪一次，我的内心隐隐告诉我，这一次不能再撤了，否则和那怂货光明阵营有啥区别？看到这一幕，很多人都彻底陷入了慌乱之中。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更多的人竟然选择了相信天选之人，相信冰封城。像是最早加入永恒阵营的那20万玩家，此时更是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地朝着城门的方向冲去。他们早就通过传送阵抵达了这里，看到了一些玩家的怂样后，他们不由得暗暗在心中表示鄙夷，同时也燃烧起了汹涌战意。反正自己也挂了不少次了，还不如搏一搏，说不定单车变摩托。他们作为普通职业，即便转职后升级要的经验也比许然少了很多很多，所以只需要拿到几个黑暗阵营 NPC 的人头，他们落后的等级就全回来了，说不定还会有额外的收益。要是爆出来一件装备，那可就血赚不亏。同一时刻，和这一批玩家抱着同样想法的还有不少人，他们在内心隐隐有个猜测，显然一场远超之前规模的战争即将就要打响了。先前的永恒城攻城守卫战都会相关任务下发和专属积分的累积系统开启，如今这一次牵扯的可是一座巍峨主城，他们觉得天选老板必然会发布相关的任务，以及激活冰封城专属积分的累积系统。如果他足够大方的话，说不定还能提供一些额外的奖励。要是那样，哪怕只能捞到几个人头，自己和自己的小队也能赚得盆满钵溢。一时间，所有玩家都纷纷行动了起来，他们一边朝着城墙的方向狂奔而去，一边开始在附近频道和区域频道发布喊话：组队刷攻城怪物，1缺3来 T 来奶来输出，法师暴力100人团招募，白银套以上的2转法爷加，来个牧师优先分配职业装备，刺客100人团出城摸敌人和捡漏，会高级隐匿技能的贼快进组，双手大锤武器战，黄金套装和高级技能，求个固定队。在玩家的喊话中，无数人都在翘首以望，他们都在等待着天选之人发布相关任务以及开启专属积分累积系统。但让人感到惊愕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到任务的时候，一道道世界公告就已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耳畔。等看到其中的内容的时候，玩家们纷纷瞠目结舌。第150章资料片内容开启。世界公告：由于玩家天选之人成功完成了主线任务失落国度系列，从而满足了主线资料片的触发条件，获得奖励1000点世界声望值。世界公告：由于玩家天选之人成功抢夺到一座主城，并且建立了除了2大阵营外的势力，引起了敌对阵营的攻击和绞杀，推进了主线资料片的开启，获得奖励2000点世界声望值。世界公告：开服以来第一个主线资料片已开启，本次资料片内容为纷争再临，相关玩法以及更新内容将在资料片详情中展示，请所有玩家积极参与。一连3道世界公告，每一道都连刷了3遍，这也导致所有玩家的耳畔此时全都是世界公告特有的声音。资料片？什么鬼？纷争再临，我猜应该和天选之人现在的动作有关。我感觉也是，说不定咱们也参与其中了。说的没错，这场攻城战或许就是开启主线资料片的关键。兄弟们快看，资料片具体内容出现了。这一刻，被世界公告险些闪瞎双眼的玩家们纷纷望向了新的资料片。在开服的时候，很多人就通过指引 NPC 知道了一些关于这个游戏的部分背景故事。首先是2大阵营，代表秩序的光明阵营和代表毁灭的黑暗阵营，各自占据着最为辽阔的疆域。其中光明在北方，黑暗在南方。2大阵营常年征战不休的同时，还在暗中蚕食着中立混乱阵营的土地。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所有种族和所有阵营都必须遵循的，那就是表面的和平。虽然在边缘区域常常会爆发一些战斗和纷争，但那往往都是小打小闹，或者是牵扯到利益分配的另类比斗。即便在蚕食混乱中立阵营的土地和人口、资源等等，
但也都在暗中悄然进行的，速度相当缓慢。所以说，即便两大阵营穷兵黩武，一直在暗中积蓄实力，但始终都没有真正的打起来。不过如今却大有不同，随着主城的陷落，雪崩降临，黑暗阵营携带中立、混乱阵营的炮灰向一座主城发起进攻。这种激烈的战斗或许已经不能称之为小打小闹了，显而易见，俨然已经成为了两大阵营以及中立混乱阵营之间的战争。当然了，其中还包括了天选之人所建立的永恒阵营。所以新的资料片内容对应的正是阵营真正掀起战争和对抗的剧情。纷争在临。类型：资料片。内容：随着天选之人谋夺冰封城，黑暗阵营决定进攻这座主城，试图将其掌握于自己的手中，所以携带大军率先向天选之人以及他所建立的永恒阵营发起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与此同时，作为主城最初主人的光明阵营此刻正按捺不发，似乎也在酝酿着未知的谋划。一夜之间，波澜骤现，纷争在临，一场阵营与阵营、势力与势力、种族与种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恢宏之战就此掀开了帷幕。看到这里，不少玩家纷纷瞠目结舌，天选之人真够牌面，这是所有人此刻共同的心声。他们甚至有些羡慕许然，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又有谁会拒绝呢？不过很快玩家就被资料片后续的内容吸引到了注意。除了资料片背景介绍外，本次还更新了多种玩法和奖励模式等等，这些内容让玩家们纷纷攥紧了双拳，心中更是充满了期待和激动。原因无他，奖励实在是太丰厚了，诚意满满。本次资料片更新玩法：玩法一，战场功勋系统。目前有玩家加入的三大阵营将会爆发出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在战场之中击杀敌人将额外获得对应品质和等级的功勋值、金币和其他奖励。注：功勋值虽然为通用功勋值，但在三大阵营中兑换的稀有物品将有所不同，并且还可以兑换各大阵营的军衔、职位、爵位、封地等等稀有资源。玩法二，战场任务系统。随着战争的爆发，来自三大阵营以及中立混乱阵营的 NPC 将会发布更多的战场任务，一旦触发还有可能开启后续的连锁剧情，并且获得丰厚的奖励。注：战场任务包含的类型有后勤补给、前线侦察、据点争夺、兵力援助、物资押送、物资劫掠、潜入与反潜等等，将根据任务难度、品质的不同获得相对应的丰厚奖励，包含功勋值、金币、装备以及其他奖励等等。玩法三，战场攻防系统。随着战争的爆发，各大阵营将会开启主城争夺战，所有玩家在开启前都可前往对应的阵营 NPC 处报名，参与主城争夺战，可通过占领或者防守行为获得攻防积分，可兑换和领取丰厚奖励。注意，当积分达到200点时，可获得保底奖励，并且拥有攻防掉落物品的拍卖权。而随着积分的不断累加，可解锁对应阶段可兑换的奖励，并且还可以团体的方式累积攻防积分。注二，攻防掉落物品为被击杀的 BOSS 所得掉落的珍稀物品，在限定时间内出价最高者将拥有该物品，扣除 5% 的税收，剩下的所有拍卖金额将由所有参战玩家共同瓜分，满足200攻防积分要求。看到这里，很多玩家都骂了，谁会想到全新资料片的开启竟然会解锁这么多的玩法？单单是主要玩法就足足有3个。首先是功勋系统，这简直让无数玩家为之弹冠相庆。原因很简单，功勋不仅可以兑换奖励，还可以兑换各大阵营的军衔、职位、爵位、封地等等稀有资源，这才是重头戏。不仅如此，战场任务系统更是重量级玩法。不说别的，单单是能提供功勋值和其他奖励这一点，就足以引起玩家们的重视了。更何况这可是任务，不仅能获得丰厚奖励，还能有几率开启连锁剧情，其中的吸引恐怕只有玩家们自己才知道了。因此有玩家总结出来了这些任务的对应价值和类型。为了方便统计，他们将任务归类为3种。首先是后勤，像是后勤补给、物资押送、物资劫掠这种就属于连环任务。第151章血赚不亏的方式。实际上这类型的任务有点像是押标和结标玩法，玩家们可以先去收集和购买物资，上缴给阵营军需官，接下来可以领取任务，将其押送到目的地，事后再去劫掠敌对阵营押送的物资，一旦得手还能再完成一次后勤补给任务。如此一来，3个任务变成了一个环，甚至有玩家已经在论坛制定出了疯狂的究极白嫖计划。首先是劫掠物资，玩家们可以组成各种百人团，埋伏到敌对阵营的必经之路上，一旦有落单或者实力不如自己百人团的玩家出现，他们便会一拥而上，抱起发难。等瓜分的物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
他们便可以返回己方阵营上缴物资，然后再去捞一份押送物资的奖励。虽然玩法内容里没有提到任务次数，但玩家们心中自然有点 AC 数，任务应该是有次数限制的，所以能白嫖的就要尽力白嫖。当然了，这也需要一定的实力，要是太菜或者装备太烂的话，反而等同于给敌对阵营玩家送功勋职了。但无论如何，单单是这个后勤类的另类连环任务就引起了无数玩家热烈的讨论，而另外2种的任务类型也被玩家们给总结了出来，同样让人激动不已。第2种是对抗类，像是据点争夺、兵力援助这些任务都属于玩家与 NPC 相互协助的对抗任务，玩家们可以前往各大据点参与其抢夺或者防守行动，通过具体表现可获得对应的奖励。有很多人猜测，这些据点应该就是各大阵营在前线布置的兵营、后勤等等据点，有着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获胜，不仅能获得足够丰厚的奖励，还会对战争的局势带来一些改变。至于最后一种类型，又被玩家们戏称为无间道计划、夜不收培训方案、永恒打更人训练准则等等，包含了前线侦察、潜入和反潜等等系列任务。完成这些任务，玩家不仅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小队协作，只要能完成任务，不择一切手段也在默许的范围之中。实际上，这更像是一些现实隐藏副本，侦察和潜入以及反潜往往都需要偷袭和击杀相对应的 BOSS 和 NPC， 所以称呼其为一种另类的副本也算是相当贴切了。不过，如果说潜入侦察类型的任务像是小型副本，那么玩法3中提到的阵营攻防战斗便是对应超大规模的团队副本了。和以往的攻城战有些不同，随着资料片的开启，各大阵营算是彻底撕破了脸。从此以后，进攻各大主城的频率将会远超玩家们的想象。届时，不仅会出现数不清的敌对怪物，还会有对应的攻城 BOSS 袭来，根据其不同的品质，击杀后都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当然了，这其中的奖励并不属于某个玩家。当然了，如果有玩家抢到了最后一击，便可以获得一个对应 BOSS 品质的宝箱，和正常击杀 BOSS 的奖励差不多。但除此之外， BOSS 还会额外掉落群体奖励。当攻城战落下帷幕后，无论胜负，这些奖励都会被放入阵营拍卖会中，由所有满足200积分条件的玩家共同争夺。除了要将拍卖总额的 5% 上缴给阵营最高统帅之外，其他的所有奖励都将由玩家共同瓜分。玩家们心中都有一杆秤，根据目前各大势力对极品装备和资源的需求程度，恐怕拍卖金额会被抬到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高度。无论如何，自己都血赚不亏。当然了，有一点玩家们也无比清楚，高回馈往往对应的是高风险。虽然攻城战斗死亡不会掉落装备和经验和技能熟练度，但依旧会造成装备耐久度的损失。不过这不是重要之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失败的惩罚。攻城失败倒还好，但一旦防守失败，导致主城沦陷到了敌人的手中，这个时候玩家也会获得对应的战败惩罚，不仅会进入虚弱状态，还会获得士气低迷的负面状态。无论是任务还是功勋值以及其他奖励的获得比例，都会相对应的缩减一部分。士气跌得越多，奖励缩减的那部分就会越多。当然了，一旦防守或者抢夺主城成功，玩家也会获得士气高涨的增益效果。同理，士气涨得越高，对应奖励增加的幅度也会越高。这一点，许然倒是相当欣赏。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鞭策玩家的好方法。在这种规则之下，玩家们必然会拧成一股绳，共同朝着胜利这个目标奋战。所以，除了要直面 NPC 类敌人和怪物的攻击之外，玩家们还要应对敌对阵营其他玩家的攻击和偷袭，更是为这一场场史诗级团队副本平添了几分刺激的对抗元素。总的来说，这一次资料片更新的内容足以让无数玩家为之激动不已了。奖励更是吸引到了所有玩家的视线，其中也包括许然。根据前世的记忆，一直到了游戏后期的时候，两大阵营才彻底撕破脸，双方就此展开了征伐。类似于本次资料片的各种玩家才会被逐渐推送出来。但有一点不一样，这一次资料片的主角可不单单是黑暗和光明这两大阵营，其中还包含了许然一手创建的永恒阵营。和其他玩家有所不同，作为阵营的创建者和最高统帅，他拥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权限和收益。首先是功勋系统，他可以制定兑换的规则和数值，在不同的情况下，自己完全可以通过更改兑换规则和数值提高玩家的积极性。当然了，这不是重点。除此之外，许然还可以发布任务，并且从其中抽取 20% 的奖励。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一部分奖励必然会触发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到了那时，他恐怕会获得无数玩家此生都难以企及的丰厚奖励。以此类推，在玩法3的攻防战中，无论是拍卖金额的 5% 抽水，还是攻防积分兑换的规则和数值的更改，都是许然独有的权限。所以这就是建立阵营的好处之一。不过，想要获得这些奖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所建立的阵营能在这场波澜溅起的阵营征伐战争中撑下去，否则一切都将是镜花水月，一碰就碎。第152章，战场系列任务开启。所以当资料片发布的第一时间，许然最先做的事情并不是查看资料片的内容，而是分析了包括永恒阵营在内3大阵营和中立阵营的各种数据。他发现和想象中的一样，局势好像并不是很乐观。首先是疆域，对于阵营或者势力来说，疆域往往都是极为重要的核心点，只有拥有辽阔的疆域，才能拥有更高的上限。比如资源，如果拥有的是弹丸之地，那即便资源再丰厚，也比不过疆域辽阔的其他阵营。还有兵力，在永恒中招募军团的数量虽然有上限，但随着不断的发展，这个上限会被逐渐提升到一个相对恐怖的数值，包括黑暗阵营和光明阵营在内。迄今为止，距离招满兵力上限还有极大的一段距离。原因很简单，有时候金币和资源不一定是万能的。招募 NPC 卫兵除了要消耗金币和资源之外，还要受到人口总值的限制，而决定人口上限的因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疆域。只有辽阔的疆域才能拥有足够多的人口。同样的道理，像是 NPC、交易物品的种类，还有各种珍稀宝物，往往都要辽阔的疆域作为大前提。而和其他阵营相比，哪怕是中立混乱阵营，永恒阵营所掌握的冰封城和永恒城都不过是弹丸之地罢了，哪怕是寒霜帝国都不值一提。因此，想要和其他阵营争锋，就必须大肆扩张疆域的规模，组成攻防战斗。或许后续将会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频率出现在所有人眼前。除了疆域外，军团规模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可是阵营的硬实力。对于阵营之间的战争来说，只有拥有足够多的兵力，才能同时多线开战。只有多线开战，才能做到快速发育。否则敌人随便来一手声东击西，自己的军团就会陷入不断奔疲之中，到时候即便不费一兵一卒，也能将自己给硬生生拖垮。加上封地永恒城的军团，许然目前拥有的军团规模才只有区100万出头。这一个数字，在其他玩家眼里或许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一座主城的玩家才有多少？这100多万大军足以作为攻打主城的兵力了。但和两大阵营弹指间就能派出一支1000万军团的规模相比，数量差距实在是太过于悬殊了。而且这还是小打小闹。许然清楚地记得，前世到了游戏后期，两大阵营的战争全面爆发，动辄便会派出上亿的精锐大军，那场面才能称得上是震撼恢宏。如果将许然这100万大军投入战场，恐怕会立刻淹没其中。哪怕其品质为传说级，甚至是史诗级，在绝对的数量面前，除非自身实力恐怖到了极致，否则就等于在给人家送人头。想到这里，许然暗暗在心中下了决定，他准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随着不断的发展，他可招募的人数上限必然会如同坐火箭一般飞速增长，所以他必须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招募高品质的 NPC 军团，最好品质能在传说级品质以上，这将是他的绝对主力，没有之一。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大量的资源和金币用来提升 NPC 军团的装备、实力以及各种主城的建设等等。而如果通过刷怪或者刷 BOSS 来获得，这等同于天方夜谭。所以他必须掌握一个极高效率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自己快速积累资源和金币。在一开始的时候，许然心中就有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玩家。没错，这世上或许没有比玩家还要好用和优秀的工具人了。随便抛出一点利益，往往就会有无数人争相涌来，甘愿成为自己的打工仔。偏偏的，许然还拥有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只要是他发布的任务，都能抽取一部分奖励作为自己的回馈。而经过先前的实验，他早就得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无论是抽取多少比例的奖励，他都必然能触发万倍奖励的特殊效果，直接将其价值提升足足1万倍。不仅如此，主城攻防战、各种战场任务等等等等，好像都可以触发万倍奖励的特殊效果。如此一来，他必将可以快速积累资源和财富，能够极大程度上提升自己和麾下军团的战斗力，从而在这一次的资料片中
获得与黑暗和光明阵营这两个庞然大物相抗的机会。想到这里，许然没有任何的迟疑，他利用自身的阵营最高统帅权限，直接发布了一系列的战场任务。后勤补给，玩家收集各种锻造材料和制作材料，将其提交给永恒阵营军需官后，可获得丰厚的奖励和功勋值。物资押送，玩家提交给永恒阵营军需官的资源，需要及时运送到永恒城进行锻造和制作，沿途若能规避风险，将其安稳运送到目的地，将获得丰厚的奖励和功勋值。物资劫掠，随着黑暗阵营大军的袭来，敌人后勤补给线也成为了永恒阵营重点打击的目标。玩家若是能及时阻断黑暗阵营后勤补给线，并且劫掠到对应的物资，便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和功勋值。前线侦察，面对黑暗大军的攻城计划，冰封城急需玩家调查清楚敌人的规模和战术布置，若是能够提供足够准确的情报，将根据其情报的价值和完整程度，发放对应数值的功勋值和奖励。潜入，由于战斗一触即发，现永恒阵营将招募拥有伪装道具和技能或者装备的玩家，利用伪装潜伏到黑暗阵营大军中，然后根据其表现和潜入程度，决定是否触发后续任务，奖励亦是同理。一时间，随着许然的动作，像是后勤补给、前线侦察、据点争夺、兵力援助、物资押送、物资劫掠、潜入与反潜等等战场任务，此刻全都出现在了归属于永恒阵营玩家的任务面板中，等待着他们的接取。第153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然了，虽然发布了这么多的任务，但像是据点争夺和兵力支援这种类型的技能还是相当稀少的，并不是许然不给机会，而是因为战争刚刚开始，连敌人大本营的位置都没有摸清楚，怎么开启据点争夺，所以优先被许然推出来的就是后勤和侦察这两个大类。接下来将有无数玩家争先恐后的冲向敌人后方，他们将任劳任怨，不惧危险，甚至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一个又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情报。然后这些情报被传递回来以后，系统便会自动生成相关的战场任务，从而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但这还只是任务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时雪崩带来的无尽冰雪已然累积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尽管和城墙接触的那一部分冰雪在永冻巨石的特殊效果下被冻成了一块块万载寒冰，但其接触面是固定的。随着雪崩的彻底爆发开来，无数冰雪竟然堆积成了一道直贯云端的寒冰之墙，那高度看上去足以令无数人感到瞠目结舌。虽然无法和不远处被遗忘的极寒之巅相比，但也足以触碰到天空的云雾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道直贯天际的冰雪巨墙逐渐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它再也支撑不住，从被遗忘的极寒之巅吹来的寒风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歇。这也导致在许然发布任务的那段时间里，这道巨墙渐渐有了崩碎的趋势。而现在，崩碎已然彻底开始。轰！轰隆隆！随着一道又一道来自寒冰的轰鸣声响起，无数冰雪骤然从天际向下坠落，就像是一堆被叠到房顶的乐高积木，朝着志同狠狠地砸落了下来。如今这雪崩带来的冰雪便等同于积木，而稚嫩的幼童则代表着下方尚未完全构建成型的冰封城。不过这一切都是表象罢了，看上去这座被重新覆盖了模板蓝图的主城已然成为了一座简陋的荒芜之地。在史诗级模板蓝图的作用下，地砖、房屋、建筑、广场、雕像等等，原本这座主城里的一切此刻全都被分解成了最初的材料。而在唯一永恒级天赋的作用下，这些被分解出来的材料全都发生了质一般的蜕变。由于原本的冰封城模板蓝图为传说级，即便是传说级中比较拉的那一种，但作为一座主城，建造防御工事、建筑、城墙等等用的材料依旧不容小觑。许然发现，其中 99% 都是传说级品质的基础建造材料，而剩下的 1% 甚至还对应着史诗级品质。当然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好像主城级守护屏障用的那些材料品质是史诗级，这也导致了冰封城在前世堪堪扛住了来自失落国度的攻击。虽然城墙被干碎了，玩家和 NPC 死伤无数，但就说守没守住吧，无论在永恒中还是现实世界，一切看的都是最终的结果。所以总的来说，先前建设冰封城用的材料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起码保底都是传说级材料，也算是对得上那一张同样都是传说级品质的模板蓝图了。而如今却大有不同。提示：拆除建筑拍卖行成功，你获得了分解材料、磐石之精粹、
传说。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材料磐石之心，史诗。提示：拆除建筑魔法师协会成功，你获得了分解材料魔法共鸣石，传说。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传说级提升史诗级品质。提示：你获得了材料魔法唤醒之石，史诗。随着不断的分解，无数对应传说级的材料也都纷纷出现在了许然眼前。与此同时，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也在此刻立即生效，所有的传说级品质建造材料都被强化到了史诗级品质，而将其稀少的那一部分史诗级材料也触发了万倍奖励的特殊效果，获得了极致的强化。不过由于神级材料数量稀少，本身就极难获得，所以这些史诗级建造材料全都蜕变成为了史诗稀有级品质。不单单是强度和属性获得了极大幅度的提升，就连其特殊效果也都纷纷得到了相应的蜕变。更何况这些材料作为史诗稀有品质，还等同于额外拥有一个词条。不过目前许然并没有建造对应的建筑，像是拍卖行，还有魔法师协会、佣兵团大厅等等，都是一片空地，就连民居和其他建筑，整座主城都看不到任何一栋。这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到现在，许然一座建筑都没有建造，只是将一圈城墙给围了起来。当然了，还有4个城门，但这只是表面看上去的荒凉和简陋。随着他一声令下，所有工匠 NPC 全部出动，开始了疯狂而迅速的建造行动。由于神话级称号创世带来的效果，无论建造哪一块领地，只要是属于许然所有，便能触发缩减 95% 建造时间和减少 95% 材料的特殊效果。所以只要他想建造，除了像是城主大殿、主城大厅和拍卖行那种基础类建筑，一般的防御工事都会在短暂的时间矗立在这座巍峨主城之中。而现在许然就有了这个想法，所以在他的指令下达后，无数史诗级材料纷纷被投入到了建造之中。几乎只用了不到1分钟的时候，各种防御工事便纷纷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这一次依旧没有建造任何的基础建筑，但几乎覆盖了所有城墙和城门的防御工事却浮现出了其狰狞的一面。史诗稀有级防御箭塔涌动之矛极速箭塔，史诗稀有级防御魔法塔涌动之盾防御屏障魔法塔，史诗稀有级反击魔法塔涌动寂灭之刃反击魔法塔，史诗稀有级毁灭魔法塔涌动寂灭之暴风雪魔法塔。随着一道道高耸入云的魔法塔矗立起来，来自史诗稀有级模板蓝图的威压骤然浮现在了所有试图入侵的敌人心中，无一例外，全都给他们埋下了一枚叫做恐惧的种子。第154章隐藏的潜规则。和玩家们有些不同，在永恒中 NPC 无疑也拥有着相当高的智慧，甚至其中有不少比玩家们还要狡诈和阴险，亦或者是睿智。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很多玩家狡黠如狐，常常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极大程度上提升自己的收益。同样的道理，也有不少玩家天真烂漫，单纯的像是一张白纸。这种人往往都会或多或少的吃上一些亏，除非本身福缘深厚，人生一片坦途。但这种终究是少数，就像是蠢笨如猪的玩家一样，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这就是玩家，千人千面，各有不同。但 NPC 却不一样，或许是不一样的人生阅历，让他们有着和玩家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们心无杂念，无比忠诚，甚至有时候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甘愿赴死。迄今为止，论坛上已经有不少玩家诉说过关于 NPC 的感人故事了，但偏偏有很多女玩家往往就喜欢这重发刀子的剧情和任务。更有甚者，极大程度上的发挥了腐女的作用，将一个个 NPC 牺牲和赴死的故事和剧情编造成了激情满满的悲剧。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不可以否认，在群体战斗中，如果没有出现特殊情况的话，无论是凝聚力还是反应能力， NPC 都要比玩家强上不少，这也造成了战斗力的差距，哪怕双方实力一模一样。不过玩家们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复活。就像是这一次的主城攻防战，敌人刚刚兵临城下，真正的厮杀尚未开始，但有不少玩家却凭借一次次的复活，已经率先偷袭干掉了不少普通模板的 NPC 卫兵了。显而易见，来自黑暗阵营的大军采取的是闪电攻势，他们将会利用人数和速度优势，以及那即将砸下来的无数冰雪，极快地击溃城墙和这座主城的第一道防线，然后凭借精锐大军撕开一条口子。一旦到了这个阶段，
这座城防简陋到了让人叹息的主城，便等同于直接沦陷了。但让黑暗阵营统帅指挥没想到的事情出现了。轰隆隆，随着大地的震颤，当无数冰雪砸落下来的时候，一道厚重如同山岳一般的主城守护壁障骤然浮现在了冰封城的上方，直接将这遮天蔽日一般的无尽冰雪尽数的隔绝在外，场面足以令神明感到震撼。这是人工建筑强行对抗天灾的表现。偏偏史诗稀有级模板蓝图建造出来的守护屏障扛下了这让无数人为之绝望的雪崩，更是给黑暗阵营大军心中狠狠来了一击。这一击不仅直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事前从未想过的麻烦。没错，麻烦。谁也不知道整个永恒世界最高的山峰所累积的冰雪有多少，更没人知道这场雪崩的规模究竟有多么的恐怖。但有一点，他们此刻已然知晓了，那就是当雪崩带来的无数冰雪被这座巍峨主城的守护屏障所阻拦后，所带来的可怕威势究竟有多么的骇人。或许一个球的受力点最为均衡，同时也最为稳固，所以和其他主城一样，冰封城第二守护屏障也是半个球体的模样。所以当无数冰雪被挡下来的那一刻，他们全都不受控制地朝着城外滑落而去，然后狠狠地砸下去。而此时此刻，除了对应西面被遗忘的极寒之巅的那片城墙和城门之外，其他的3个方向都陷入到了敌人的包围之中。骸骨生物和独眼巨人此时已然抵达了城墙之下，一切都像是被设计好的一样。瞬间的功夫，无数风雪狠狠地砸在了近在咫尺的敌人身上。其中独眼巨人还好，皮糙肉厚，防御极高的他们并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但面对被冻结了一部分的冰雪，他们依旧掉了一大截的血量，那庞大而恢宏的身躯也出现了鲜血淋漓的伤痕，看起来战斗力应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那些骸骨生物就不一样了，他们本身就是由一根根白骨组成，脆弱到自己都能把自己的头骨给卸下来。而面对着雪崩带来的无数冰雪，骸骨生物是压根扛不住的。在永恒中还有一个隐藏的潜规则，当对目标造成伤害时，如果其陷入到一些控制效果中，将会受到额外的伤害，伤害上限受其具体情况而定。虽然具体的算法许然不太清楚，但他却看明白了一点，这群骸骨生物大军中有一些本身就孱弱或者长得相当奇怪，走路都不稳的那些 NPC， 压根扛不住无数冰雪的冲击。轰轰轰，在冰雪碰撞的轰鸣声中，数不清的骸骨生物纷纷被砸成了一堆堆碎骨，似乎再也站不起来了。更有甚者，直接被砸成了硝粉。看了一眼，许然不由得微微挑了挑眉毛，心中有些错愕。实际上，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利用雪崩带来的无数冰雪，先干掉一部分敌人，是他一开始就打算好了的，但却没想到产生的效果竟然如此恐怖。这群骸骨生物好像远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弱一些。根据许然前世对黑暗阵营的了解，他知道自己唯一的优势是先知先觉，一直以来都可以利用前世的记忆获悉后续剧情的发展和走向。而黑暗阵营中的高层 NPC 可不是省油的灯，无论是谋略还是智慧，恐怕都不在自己之下。而自己引以为傲的战斗和指挥经验，也不一定有这些征战不知道多少载岁月的 NPC 高。所以当这群骸骨生物实力孱弱的情况刚一表现出来的时候，许然的心里立刻敲响了警钟。这事情有古怪。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想要进攻一座主城，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就是直接围攻，派出大量的军团，如同一个铁桶一般将整个主城团团围住。显然，先前黑暗阵营的做法显然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当然了，战场瞬息万变，由于雪崩的原因，他们只需要围住这座主城的3面城墙即可。原本许然也认为这是正常的，骸骨生物稍微弱一点也无可厚非，毕竟攻城需要将主力设置成一柄锋锐的兵刃，然后狠狠地切入到坚固的城墙和防御之中。至于两侧的大军，起到的只能是牵制作用。但让人费解的事情是，这群骸骨生物的实力也太低了。第155章获得经验的最佳来源，简直……许然心中暗暗泛起一阵无语，简直可以用一碰就碎来形容。即便是提供辅助和牵制的作用，恐怕也是不行，因为一旦战斗正式打响，这群孱弱无比的骸骨生物可就现出了原形。而许然显然也不是傻瓜，如果真的发现两侧的敌人实际上是一群耀武扬威的纸老虎，必然会对正面进攻的独眼巨人发起反冲击。届时进攻计划不仅会失败，甚至还会被许然反攻回去，那样可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事出反常必有妖，凭借多年的战斗经验
以及对黑暗阵营战斗风格的了解，他立刻就猜到了对方的大致计划。或许进攻是一场幌子，黑暗阵营从一开始恐怕也不是想要和他的永恒阵营厮杀。毕竟冰封城虽然沦陷了，但这里依旧属于光明阵营的实际管辖之中，黑暗阵营属于远程作战，短时间还可以，一旦陷入到僵持之中，光明阵营可不是吃醋的。作为秩序的拥护者，他们必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好机会。到了那个时候，一直隐忍的光明阵营必然会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伏击。想到这里，许然的瞳孔不由得为之一缩。这个道理自己都能很轻易的想出来，黑暗阵营没有理由想不到。但对方依旧没有停手，反而试图将这场攻城战搞得举世皆知。再加上骸骨生物出人预料的孱弱，许然判定对方一定在偷偷谋划着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边说着，许然望向了远处的北方天际。冰封城所处的位置在寒霜帝国的最南端，恰好处于黑暗阵营和光明阵营的边缘，属于实打实的缓冲地带。这里资源一般，除了地利优势之外，似乎没有太大的优势。与之相反，在冰封城的东北方向，还有一座矗立在荒原之上的主城，叫做凛冬城。这座主城不仅拥有丰厚的矿产和木材资源，野怪和周围副本的等级也都在50到80级之间，属于接下来玩家们优先考虑的进驻区域。但这不是重点，这座主城真正的加分项在于其地理优势。如果用阵营的南大门来形容冰封城，那么凛冬城便足以用咽喉来比喻。没错，就像是整个寒霜帝国的咽喉一样，这座资源丰富、物产富饶的主城就像是一个咽喉，直接扼住了前往寒霜帝国更深处的唯一道路。其他区域全都是无法攀越的高山，所以这里是佯攻。黑暗阵营真正的目标是凛冬城。许然喃喃自语，心中隐隐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反正我又没有办法在短暂的时间里彻底剿灭那群皮糙肉厚的独眼巨人，所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让我配合他们演一场戏。想到这里，许然不由得握紧了手中法杖，演一场明攻冰封、暗夺凛冬的好戏。他话音刚落，一道道指令便如同雪花一般洒向了所有的军团。除了来自永恒城的 NPC 军团之外，在冰封城中招募的100万传说级以上的大军，全都乘坐传送阵离开这里。由于史诗级的永恒禁卫全都掌握着空间法则，所以他们拥有谁都无法企及的机动性。许然打算让他们带着100万大军直接传送到凛冬城的附近，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必然会抱起发难。或许100万大军对于2大阵营来说不值一提，但保底都是传说级的品质，绝对不容任何人小觑。这只是传说级的禁卫，而那20万史诗级品质的永恒禁卫能发挥出的实力更为恐怖，或许无法和传奇阶生物相提并论，但距离各大阵营的巅峰兵种来说，已经算是普通军团里的第一梯队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数量相对足够，100万大军全都实打实的战斗单位。由于招募的原因，他们全都保持了其原本的等级，并且做出了相对的调整，甚至距离传奇阶生物的认证要求在等级方面已经相差不远了。显而易见，这一次前往凛冬城的战争就是他们获得经验的最佳来源。开始战斗吧。是。目送着100万传说级以上 NPC 大军的离开，偌大个主城并没有人发现这一幕。换成平时，这早就被玩家们传开了，但现在却有所不同。首先是雪崩，在无数冰雪朝着城外洒落的恢宏场景衬托下，军团的消失也就没有那么遮掩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玩家数量，虽然许然拥有100万大军，但和数百万以及正在不断赶来的玩家相比，就要少了太多了。所以在许然的指令下，100万大军悄然撤离了这里，直扑凛冬城的北部区域。至于这一次的攻城战斗，许然并没有任何担心。虽然没有了足够可怕的 NPC 军团作为防守的中坚力量，但有数百万玩家相助，敌人恐怕很难接近这座主城的城墙。更何况单凭高耸入云耸立着的各种史诗稀有级防御塔，就够这群独眼巨人喝一壶了。至于两侧的骸骨生物，好像在雪崩的不断轰击下，这群弱鸡已然全都化为了一地碎片。由于等级太低，甚至都没有提供多少经验。不过许然也不着急了，既然已经洞悉了黑暗阵营的真正目的，那他接下来只需要耐心等待时机即可。既然对方想要自己配合演一场戏给光明阵营看，那他自然是乐意之至。提示：你发现了敌对区域冰雪裂谷。提示：
由于该区域以及附近的主城疆域内正有敌对阵营在战斗，请谨慎应对。提示：由于该区域以及附近的……随着一道道提示响起，一道曼妙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了冰雪裂谷之中。望着缓缓消失的传送光芒，威利斯完美无瑕的眉眼中浮现出了几分警惕。远处的厮杀声意味着凛冬城的战斗好像已经趋于白热化了。突如其来的攻城战给这座主城来了一个狠狠的措手不及。然而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发现主城附近竟然布满了黑暗阵营的斥候。想要将主城遭到袭击的消息传递出去，恐怕已经变成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了。第156章，传递不出去的情报怎么办？咱们这边遭到攻击的情报好像传递不出去了。在凛冬城那高耸巍峨的城墙上，一名统领正惆怅地望着城外。数不清的黑暗阵营禁卫全都穿戴着整齐划一的深灰色铠甲，一步一步地朝着这座主城走来。无论任何时候，攻城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攻城的那一方往往都需要付出极高的损失和伤亡。一般来说，其兵力差距应该至少为10比1，才有希望将主城给攻打下来。根据许然前世的记忆，他对于各大主城在游戏中前期所拥有的兵力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作为寒霜帝国乃至整个光明阵营中都算是比较重要的主城，凛冬城的兵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超冰封城。而且在建造这座主城的时候，模板蓝图的品质好像对应的也是传说稀有级品质，仅仅比史诗若上一线。而建造这座主城用的材料更是离谱，几乎全都是史诗级的品质。毫无疑问，这座主城的防守能力绝对碾压远处的冰封城。原因很简单，当初建造这座主城的时候，是由光明阵营投入的海量资源。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处，利益才是驱动一切的根本。因为在距离凛冬城只有3公里外，有一座密银矿。密银是永恒里一种极其特别和稀有的金属，它十分珍贵，珍贵到整个世界只有4座矿床，其中冰霜帝国和自然之森各自蕴藏着1座，剩下的2座则在黑暗阵营的疆域之中。密银外表通常呈现银白色，看上去和普通的银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除了其无时无刻不氤氲而出的特殊光泽，以及对魔法元素极高的亲和性，其坚固性远超钢铁，但又轻巧得多。许然记得前世寒霜帝国甚至一度将这座主城连同密银矿脉全都拱手让给了黑暗阵营，这也导致黑暗阵营在一开始就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当场来自圣光城的魔法师协会会长，那位活了不知道多少在岁月的传奇阶大魔导师库伦，就对密银产生了浓郁的兴趣。他说过，密银是这个世界中最神秘和稀有的金属，所有势力都会为了它而抢得头破血流。它的延展性如同青铜一样大，又可以像是玻璃一样发出照耀一切的光泽。只要寻找到宗师级以上的矮人强者，便可以将它打造成坚胜钢铁却又轻如鹅毛的装备。它的性质没有人可以理解，美丽绚烂程度如同白银一般，但密银的光泽却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衰退，反而会因为吸收纠缠了无数的魔法元素而变得更加恐怖和神秘，光芒璀璨。传闻中，来自自然之森的精灵一族就用密银打造了一把锁和一把钥匙，所谓的锁便是后来被用以封印世界之树裂痕的星辰之门。世界之树早已在无数岁月中枯萎倒塌，因此遗留下了一片空洞的虚无，无时无刻不再向外溢散着元素和永恒世界的本源气息。所以为了填补世界之树枯萎带来的缺口，这座由无数密银锻造而成的星辰之门便成为了天空中最为绚烂的月亮。没错，在永恒世界中，如果处于夜晚时分，玩家们只要抬头就会发现一幕令人惊愕的景象，在那天穹之上竟然挂着2个月亮，其中一个便是传闻中的星辰之门。当然了，魔法亲和以及极高的封印属性并不只是密银的所有作用，坚固和魔法免疫的特质让其成为了无数强者眼中炙手可热的神级材料。当然，这并不是指密银的品质为神级，而是在称赞其特殊的效果。传闻矮人族神将索伦就拥有一件密银铠甲，大概在120年前，这位矮人族的神将遭到了黑暗阵营的偷袭，正是凭借这身密银铠甲，他竟然无视了史诗级武器带来的特殊效果以及无数轰击而来的魔法技能，从容地离开了包围圈。从此以后，密银的重要性在所有人心中又提升了一大截。所以随着这座矿床被勘探发现，光明阵营丝毫没有迟疑，直接将其定为了最高的战略目标。
无论是为了守护，还是更好的开采这些秘银，光明阵营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保护秘银矿脉。但现在，黑暗大军却已经将岭东城以及秘银矿脉那片繁荣的区域都尽数包围了起来。为了提高开采秘银的效率， NPC 们在这片秘银矿脉附近建造了一座小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荒芜的区域逐渐繁华起来。到了现在，已然成为了一座牢不可破的要塞。对于领地的规模，许然早就有所了解了。从据点、村落、小镇、要塞、城市，一直到最高级别的主城，随着领地级别的提升，其中解锁的功能也会随之增多。不仅如此，防守能力和防御攻势，以及所管辖的疆域范围也都会逐步提升。要塞已经是仅次于永恒城那种普通城市的大型领地了。但即便如此，面对海量的敌人，要塞级的领地依旧有些不够看，因为黑暗阵营这一次派出的军团数量实在是太多了。随着传送光芒的浮现，百万大军齐刷刷地出现在了距离岭东城不远的冰雪裂谷。这里终年被冰雪覆盖，四处都游荡着55级的黄金及精英怪，名字叫做阿塔里斯冰霜巨魔。和玩家相比，这些喜欢群体出动的精英怪战斗力简直高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因此，当许然带着神级宠物暗夜精灵一族的女武神威利斯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他很快就做出了相对的指令，先探查一下黑暗阵营大军的大致数量和对应的实力，然后再指定下一步的计划。看了一眼，许然发现这附近都是黑暗阵营的斥候，除此之外，只有光明阵营传信哨兵时不时传来的惨叫声。不过史诗级军团永恒禁卫可不是吃素的，对于这群掌握了空间法则的 NPC 来说，探查到敌人的大致规模还是没有问题的。随着簌簌的脚步声响起，没过多久，史诗级军团派出的斥候便获悉到了远处黑暗阵营大军的相关情报。第157章，想不通的事情。相比之下，这群叫做阿塔里斯冰霜巨魔的精英怪显然要比黑暗阵营的大军弱了许多。原因很简单，因为黑暗阵营这一次出动的军团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一共有20个军团，分别对应着骸骨生物，包含暗影系的黑暗生物以及各种职业的超大规模军团。每一个军团的兵力数量都有大概50万左右，加起来，即便不算那些带队的传奇阶 NPC 强者，数量也已然超过了1000万。而这座岭东城的 NPC 军团却只有5个，每一个军团的数量都只有35万左右。即便加上在密银矿脉巡逻和守护的传说级军团，其数量满打满算也只有200万，恰好满足了10比1的数量比例。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却并不只是这些。先前关于防守和进攻所需要的兵力比例是按照裸进攻的方式来统计的，战场之中一切都瞬息万变。攻城器械、攻城专属种族以及其中担任指挥和主力的强者数量，这些都是决定胜负的筹码。首先是攻城器械。作为一座被光明阵营守护多年的主城，这座蕴藏着密银矿脉的岭东城防守能力堪称强到离谱。即便是密银矿脉所在的白银要塞，也都被投入了血本，其用的模板蓝图和建造材料竟然通通都是史诗级，这待遇可比那冰封城恐怖得多。所以防守方在防御攻势方面已然做到了极致，但作为攻击这一方的黑暗阵营显然提前做足了准备。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用了什么方式，能越过冰封城所管辖的疆域，将这数量令人瞠目结舌的工程器械给运送到了这里。传说级工程投石机数量大概在100架左右。史诗级工程撞击车由于其规模宏大，所以在数量上无比清晰和明确，一眼望去，对应的工程撞击车数量竟然足足有20辆。而像是传说级品质叫做屠夫的破城重型弩车，数量也接近400辆。还有传说级的云梯车、盾锯车、战壕车等等，这些对应着不同功能的工程器械全都累积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值。我的乖乖，这看上去贼他妈的吓人！我听说冰封城要遭到黑暗阵营攻城了，却没想到下一刻咱们这遭了殃。是啊，不过听说咱们的主城模板蓝图好像对应的是传说稀有品质，应该不怕这群黑暗阵营的工程器械吧？我看悬，你瞅瞅那敌人的数量，足足有咱们这边的10倍。飞龙七连怎么说？得了吧，这边还有玩家呢。一时间，看到这一幕的岭东城玩家全都心中一阵错愕。他们没有想到，前一秒还在吃瓜，下一秒自己这边就遭到了黑暗阵营疯狂的攻打。看那恐怖的数量，以及动辄是传说级甚至史诗级的工程器械
所有目睹这一幕的玩家心里都直发怵，玩家们也能填补一定的数量差距。开什么玩笑！由于那该死的冰封城遭到攻击，大概有200万的玩家从凛冬城传送去了隔壁主城。迄今为止，听说冰封城的玩家数量已经累积到了接近1000万。谁他妈知道这1000万玩家是怎么挤在一个主城里的？而自己这边，有人粗略的估算了一下，现在仍处于凛冬城里玩家数量大概只有不到200万了，几乎全体都刚刚2转，等级在35级左右。而来自黑暗阵营的20个军团，基本上全都对应着2转巅峰或者3转的实力，而且都具备精英怪的实力。对于玩家来说，每一个都堪称小 boss。平日里，要是遇到这种类似小 boss 的敌人，玩家们恐怕嘴都笑歪了。但现在却不一样 ，TM 的谁能想象得到，数量足足有1000万多的敌人，每一个都拥有精英怪模板，在他们面前，即便玩家的数量再翻出几倍，恐怕都不一定能赢下这场战斗。数量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即便玩家能复活，恐怕也不一定能跟得上对方杀戮的速度。就像是当初的永恒城攻城守卫战，那时候玩家能起到关键作用，并不只是敌人属性不如现在的原因，其数量要超出敌人才是最核心的重点。只有这样，玩家们才能不断的战死和复活，然后跑过来继续参加战斗。如此一来，就能达成一个惨烈的循环，拿命来换伤害。即便会扣除10%的经验，但获得的收益却远超投入的代价。一开始，玩家们显然也是这个打算。一听说有攻城战，很多玩家都不由得兴奋了起来。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在资料片更新以后，只要是处于被攻城的主城范围内，都会自动加入到这场主城攻防战之中。但谁会想到，敌人的数量竟然如此恐怖？这完全是抱着破城的目的而来的。有一点毋庸置疑，当资料片更新了关于主城攻防战的内容后，在其丰厚奖励的背后也蕴含着一定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失败的惩罚。攻城失败倒还好，而一旦防守失败了，便会导致所守护的主城沦陷于敌人的攻击之下。与此同时，玩家也会获得对应的战败惩罚，这时不仅会进入虚弱状态，还会获得士气低迷的负面状态。届时，无论是任务和功勋值，还有其他相关奖励的获得比例，都会被缩减一大截。其缩减的那一部分取决于士气跌落的比例，士气跌落的越多，奖励减少的也就越多。不过一旦防守成功，或者抢占下来了攻击的这座主城，即便只混了个200攻防积分，玩家们也能获得士气方面的提升，以及额外的奖励，丰厚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毋庸置疑，在永恒这款游戏中，无论任何时候，奖励都是最核心的东西，往往都对应着是玩家们心中最渴望的东西。不过随着战斗的逐渐打响，他们看到敌人那恐怖的数量以及攻城器械之后，心中早就凉的像是冰块一样。第158章，要不要赌一赌？没有任何例外，只要是看到这一幕的玩家，全都为这场战斗画上了注定失败的标记。实际上，不仅是他们，就连远处静静望着这边的许然，此时也保持着相同的看法。和玩家们看待局势的角度和方向有所不同。除了攻城器械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在影响着这场攻城战。比如攻城专属种族和独眼巨人一族有些相似，在永恒这个万族林立的世界里，很多种族都拥有一些特殊的血脉能力。比如矮人一族擅长锻造和饮酒，对于他们来说，最感兴趣的就是锻造出一件好的武器。而如果你能赠予矮人，并且与其一同饮下列如火焰的酒液，必然能获得对方的友谊。而像是人类一族，其最擅长的是其恐怖的学习能力。无论是其他种族所掌握的一切技能和知识，总会有杰出的人类一族成员横空出世与其相争。无数玩家更是将这个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次，黑暗阵营派出来攻打凛冬城的军团中，有几个极其特殊的种族，分别是独眼巨人和蛮荒树精。首先，独眼巨人先前许然已经见过了，对于这群具备恐怖破坏力的庞然大物，他倒是有了应对之策。魔法免疫，防御值极高，那么就用几乎可以撕碎一切的空间法则来应对。他相信，在史诗级永恒敬畏的空间裂缝攻击下，这群大块头必然会被斩成一块块碎肉。反倒是后者，那群传闻中的蛮荒树精，让许然隐隐有些忌惮。作为树精一族，他们也拥有操纵周遭草木的能力，并且能够发出缠绕一切的藤蔓。对于攻城来说，
绝对能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黑暗阵营的强者完全可以利用缠绕到城墙之上的藤蔓攀上城墙，然后展开一场数量悬殊的近身肉搏战。不仅如此，和传统树精一族有所不同，这群似乎从蛮荒中活到现在，一直游荡在东边自然之森里的可怕种族，不仅拥有可以缠绕一切的藤蔓，其体型也足足有近100米高，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根根巨木横亘于云端与地面之中，其表面覆盖着厚重的岩层和苔藓，一般的火焰魔法砸落下去，恐怕连痕迹都不一定能留得下。因此，无论是力大无穷的独眼巨人，还是能够搭建并且发出缠绕一切藤蔓的蛮荒树精，都能起到相当核心的作用。所以，他们又被称之为攻城专属种族。许然很难相信，这座传闻中光明阵营一手扶持的主城，究竟能用什么方式来破局？单单应对这该死的蛮荒树精，恐怕就力有不逮。除此之外，决定战争走向的因素，还有在双方军团中担任指挥和主力的强者数量。这一点，双方的比例倒是差不多。看上去，每一个军团都对应着至少2个传说级品质的强者，但关键在于军团的规模。这一战的防守方凛东城能防守的只有5个军团，而攻城方黑暗阵营则派出了足足20个军团，每个军团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可怕的50万。所以说，双方实际上总体强者数量的比例和军团规模差距几乎一样，依旧是10比1，黑暗阵营是10，而光明阵营一手扶持的凛东城则是那可怜的1。更不要提隐藏在普通禁卫中的传奇阶强者，虽然他们尚未浮出水面，但根据许然的估计以及威利斯的特殊感应属性，其大致数量已然清晰了起来。主人，我感觉黑暗阵营这边应该有4个传奇阶，而凛东城那边好像只有1个。一边望着战场，威利斯眉头微皱，若有所思地说道：要不要赌一赌？利用阿里托亚的真实之眼看了一圈，许然心中也逐渐有了答案。他想和这个传闻中的神级女武神赌一把。赌注很简单，是精灵一族的月亮井。在一开始，许然刚获得这个神级宠物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了一个疯狂而大胆的计划。他想要进入传闻中精灵一族的禁地月亮井。如果没猜错的话，那里面应该藏着一株世界树幼苗。目前，即便是女武神或者精灵女王都不曾发现。前世，一直到了游戏后期，才有选择了精灵作为种族的玩家误打误撞之间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它属于精灵一族，无法获得世界树的认可，反而只能望树兴叹。而这个消息传递到了其他的玩家耳中，更是直接掀起了万重浪。但很快，无数玩家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原因很简单，作为精灵一族的禁地，月亮井只有精灵一族才能踏足。除此之外，获得了女武神认可的玩家也能踏足其中。同样的，根据规则，也只有获得了女武神认可的其他种族玩家才能带走这株世界树的幼苗。所以当许然获得神级宠物女武神的那一刻，他就有了带走世界树幼苗的想法。毕竟对于他来说，世界树可是超越神级品质的存在。而且他心中总有一种预感，世界树虽然是一棵植物，但更像是一个宠物，一个超越神宠的宠物。只可惜坑爹的是，虽然女武神威利斯有对自己100%的完全忠诚，但要求是获得女武神的认可，他无法凭空使其认可自己。而如今，打赌就是一个绝佳的方式。好，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哦。显然，威利斯也极其配合许然。很快，双方就签署了契约，对赌直接生效。而在这个时候，史诗级攻城投石机的呼啸声接连不断的响彻于远处，厮杀、战火、咆哮、哀嚎，全都在这一刻糅杂在凛东城的上方。随着战斗的展开，厮杀中最为惨烈的那一阶段已经缓缓展开了。而就在此刻，正在吃瓜的许然忽然收敛起了脸上的笑意。走！一声令下，他带着100万传说级和史诗级军团陡然间就消失在了原地。从始至终，他心中最重要的目标都不是凛东城。第159章，过路费就够喝一壶的了。凛东城作为一座隶属于寒霜帝国的主城，其最大的价值可不是主城本身，而是这周边的无数矿脉、资源以及分布的高等级怪物，和那传闻中令无数人眼红的秘银矿脉。实际上这些都是许然的目标，同样也是黑暗阵营的此次的目标。故而从一开始的时候，
许然就没有接近那座雄伟壮阔的岭东城。毕竟随着资料片的完全开放，三大阵营已然成为水火不容之势。看上去，黑暗阵营正在向永恒和光明两大阵营同时掀起了攻伐的脚步。在此情况下，无论是许然还是光明阵营，目前都只是单方面的对黑暗阵营发起了宣战。现在双方还暂时没撕破脸，起码能维持表面上的宁静平和，所以许然要趁着这段时间捞到足够的好处。显而易见，这一次就是大捞好处的最佳时机。密银矿脉，许然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望向了远处的密银矿脉。站在远古幽灵巨龙那宽阔的脊背上，许然遥遥望向远方。不说别的，单单是这边肃杀的气息就足以为他指引路途了。顺着气息望去，许然很轻易的就能看到一道绵延足足数百里的矿脉正横亘在这片辽阔的疆域之中，山脉耸立，曲折不息。提示：你发现了新区域——灰烬山脉。灰烬山脉，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寒霜帝国里第二大的矿脉了。许然对于这片区域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在寒霜帝国这片终年覆盖冰雪的区域，并不全都是白雪皑皑的一片死寂，其中也有火山、湖泊以及充满死亡、火焰、雷霆等等魔法元素的特殊区域。其中这片绵延数百里，被称为灰烬山脉的区域，虽然看上去不如被遗忘的极寒之巅那样高耸入云，蔚为壮观，但其规模也足以引得无数人惊叹了。要知道，这绵延数百里的山脉中，每一处都蕴含着大量稀有的矿脉，其中不乏金铁、赤铜、荧光石这些品质较高的锻造和魔法矿产材料，更有对应着各种元素的魔法水晶和魔法水晶原萃等等稀有矿产。何况还有密银和其伴生矿石星银石了。前者不仅可以打造极其可怕的武器、铠甲，甚至各种类型的装备等等，还能制作各种魔法道具，而后者则是对应着打造坐骑套装的专属材料。没错，作为密银的伴生矿，星银石制作出的玩家装备实际上都没啥乱用，因为其质地轻如鸿毛，如果打造成武器，那和笑话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像是铠甲，更是需要一定的重量支撑。最重要的是，星银石对于制空能力有着极其强横的提升效果。如果单纯用来打造玩家用的铠甲，无论从成本还是从作用上都不是最佳选择。而无论对于飞行坐骑还是其他坐骑，星银石打造出来的坐骑装备全都是无法被忽略的极品宝物。想到这里，许然心中劲头十足。如果没猜错的话，只要是自己亲手开采出来的矿脉，恐怕都属于奖励的一种。到时候几乎有接近于无限的可能使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发挥出特殊的效果。不仅如此，像是密银和其伴生矿星银石也将会发生一场谁都没有想过的蜕变。迄今为止，哪怕是前世，许然好像都没有听说过密银的上位材料。作为史诗级材料，密银似乎已经达到了巅峰的品质，想要再往上提升的话，恐怕就得需要万倍奖励这种极其特殊的手段了。不过星银石倒是有着上位材料，作为密银的伴生矿，星银石的品质并不是恒定的，受密银数量和气息浓郁的影响，也和堆砌成长的时间长短有关。星银石的品质往往都会在紫金级到传说级品质之间随机，而一旦满足了苛刻而神秘的条件，星银石便会逐渐演化为星银石原萃，对应的品质足会提升一大阶。最高星银石原萃的品质将有可能被提升到史诗级。所以这座像极了一条锋锐剑芒的灰烬山脉是他首要争取的目标。不过和其他区域不同，数百载风雪的覆盖以及冻彻灵魂的寒冷并没有将这片区域的灼热所淹没。灰烬、火山熔岩以及无时无刻不升腾而起的硫磺蒸汽，都在展现着这片区域的与众不同。对了，还有硫磺，这片区域出产的硫磺品质，许然前世听说足有紫金级的品质，对于巨龙一族来说，绝对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就是一直受光明阵营的庇佑和重视，否则这里早就被巨龙给占据了。毕竟硫磺可是除了闪闪发光珠宝之外，最值得巨龙一族重视的东西。看到这里，许然已然知晓了黑暗阵营的大致计划，恐怕围攻岭东城是假，想要击溃白银要塞，掌握这片连绵数百里的区域是真。当然了，想要在这片辽阔到难以形容的疆域中立足，还需要占领周遭的小镇、村落以及各种据点等领地。如此一来，黑暗阵营才能建立出一条越过永恒阵营的路线，将这里的矿脉给运送回去。否则就等着在漫长岁月里被许然狂刷资源吧。
哪怕许然不出手抢夺开采出来的矿产，单单是过路费，就够黑暗阵营喝一壶的了。所以他们进攻冰封城的意图已经彻底明确了，进攻这座位于2大阵营，不对，是3大阵营边缘的主城，有12秒之效果。首先可以掩人耳目，趁着光明阵营尚未注意到的时机，火速击溃白银要塞，抢占密银矿脉。而如果能攻下岭东城，那就更好不过了。其次还有起到巩固运输路线的作用，拿下冰封城，直接就等于打通了前往黑暗阵营的一条通天坦途。如此一来，谁管特娘的永恒阵营，饶是许然，恐怕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面对实力的差距，谁都不敢轻举妄动。难不成那个永恒阵营的最高统帅还能将其手里仅有的100万大军直接一股脑丢出来，给自己一个措手不及？这些便是黑暗阵营高层的想法。第160章暗灭君主之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们才做出了这个决定。不得不说，这个计划相当完美。虽然大胆冒进，但其起到的效果和承担的风险可完全不成正比。这绝对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即便是许然，他也不得不佩服这群黑暗阵营的脑洞实在是太激进了，这简直就是赌徒行为。不过从其谋划的内容来说，还是相当完美的。不过有一点他们算错了，作为新建立的阵营，永恒阵营确实只有100万 NPC 大军，但在其背后站着的可不仅仅是这100万大军，还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和数千万的玩家。固然他们的等级、装备、技能和转职次数都远远逊色于黑暗阵营的 NPC 大军，但玩家也有一个无法复制的优势，复活。只要被杀了，玩家就可以通过复活点重新加入到厮杀和战斗之中，这足以抹平一部分实力上的差距，导致许然起码拥有反抗的机会。所以在黑暗阵营眼中，孤注一掷将100万大军都投放到战场中的疯狂行为，正是此刻许然心中的想法。而且他已经开始实施了。看了一眼，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黑暗阵营的1000万大军，整整20个军团全都整齐划一地发动了攻势。岭东城那边的战斗和厮杀已然趋于白热化，但除了大量的斥候外，黑暗阵营悄悄将一部分军团转移到了白银要塞的附近，甚至都不用仔细观察，许然就已经能大致猜到这部分军团的个体实力了。这些可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其实力绝对不会低于传说级，甚至其中有可能隐藏着史诗级品质的黑暗禁卫。这些军团基本上都和散落分布在周遭的斥候配置差不多，斥候们将这片区域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铁桶，以避免消息传递到光明阵营的耳朵里。实力自然要相当恐怖，否则单单是岭东城派出来的突围军团就能将其给干碎了，那这一切谋划将变得毫无意义。过了几秒钟，威利斯传递来了探查的具体情报。作为暗夜精灵一族的女武神，这个神器宠物拥有着其他种族都望尘莫及的隐匿和探查能力。虽然她尚未完成转职，但无论从技能和手中的武器来说，都能看出其大致的职业类型，应该是近战类剑士。所以在繁盛的矿脉丛林中，她拥有堪称恐怖的杀伤和破坏力。由于威利斯才刚刚成为许然的宠物，所以等级只有可怜的1级，但随着手起刀落，他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对目标斥候的暗杀，用想象不到的速度探查到了敌人的详细情报。他的等级也在急速的提升着，5级、10级、15级、20级，几乎只用了短暂的时间。尚未完成情报探查的时候，许然就已经接到了他抵达20级等级上限的系统提示，可以开始转职了。在永恒中，宠物和玩家有些类似，不仅可以穿戴对应的装备，还能进行转职和学习技能，几乎就等同于一个 NPC 类型的好兄弟或者好老婆。当然，也不排除有玩家将宠物当成儿子和女儿来养，比如前世有个叫呱呱叫的玩家就养了一头蜗牛当儿子。而随着宠物抵达20级大关，转职任务就会随之开放，根据难度不同和转职任务内容的不同，所获得的职业也有所不同。但由于时间紧急，许然只是瞄了一眼相关的转职任务。他原本想粗略的看一下，看看转职任务的难度有多高，毕竟转职任务固然重要，但关于敌人的情报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一看竟然直接吓了自己一跳。炼狱级难度对应的正是史诗级隐藏宠物职业，还有神秘级难度。许然只是浅看了一眼，立刻就做出了决断，必须选择最高的难度。他相信自己，更相信这个神级品质的宠物。区区20级一转任务，难度即便再高，
能有自己当初神话级难度高。要知道，神秘级对应的正是威利斯当前的品质神级宠物，所以没有迟疑，许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神秘级作为本次转职任务的难度。下一瞬，提示音悄然响起，也带来了关于转职任务的详细内容。提示：恭喜你成功选择神秘级难度作为你的宠物转职任务，接下来将从神秘级难度的任务中随机抽取一个作为威利斯的转职任务。提示：正在抽取转职任务。提示：抽取成功，你的宠物威利斯随机抽取到了转职任务暗灭君主之路神秘级。随着提示的响起，许然的任务栏中瞬间多出了一个绚烂的任务图标，对应的正是威利斯的神级职业转职任务暗灭君主之路神秘级。类型：转职任务首次。需求：近战类神级宠物。任务内容：检测到该宠物当前处于交战阵营的战斗之中，本次任务将要求该宠物于1小时内击杀5000名等级和转职次数不低于自身的敌人，期间不可死亡，不可脱离战斗，除非敌人主动脱战，否则将取消本次转职任务。介绍：暗灭君主，暗之极致的掌控者。暗灭君主，许然看到这里，心中忽然蹦出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没错，前世他曾经见过带有暗灭君主前缀的 NPC， 而其具体身份足以令无数生灵感到震颤和恐惧。黑暗女神。前世一直到了游戏大后期，随着神奇复苏与终结末路这个资料片的开启，掌控对应各大法则的神奇才陆续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就像人有千面各有不同一样，对应不同法则的神明，其性格和做事标准，甚至连看待问题的角度都有很大的不一样。许然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已然成为了4传巅峰强者，并且获得了传奇阶强者认定，成为了传闻中的传奇强者。但随着黑暗神殿的缓缓开启，一道足以惊艳万年的身影出现在了黑暗神殿之中。他迈着无瑕的玉足，浑身散发着代表毁灭的黑暗法则气息，一步一步从其中走来。只用了一眼，无数的黑暗法则气息便将在场的所有玩家都尽数淹没。第161章，一场无比荒唐的好戏。即便是许然，也不过只是多撑了几秒。在无尽的黑暗和死寂的侵蚀下，他似乎像是熬了足足万年甚至亿万年才见到刺目的阳光。而随着许然的复活，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游戏时间，霎时他发现了一个常人未曾发现的细节和秘密。或许这位沉睡了不知道多少载岁月的黑暗女神，好像已经掌握了一部分时间法则。众所周知，时间、空间以及毁灭等主神中都极为神秘和恐怖的法则，并没有出现真正能完全掌控的神奇，所以很多神奇都在暗中研究，尝试掌握这些玄奥而神秘的特殊法则。有一点他们无比清楚，即便只掌握了一部分，他们也能拥有极其可怕的实力增幅。当然了，永恒法则也属于其中，不过其难度和风险也同样最为恐怖。除了被2大阵营联起手来直接毁灭并且流放到岁月长河中的永恒国度之外，好像就没有人再去敢触碰永恒了。奇怪，当时许然也有些纳闷，黑暗女神究竟用了什么方式掌握了一部分时间法则？要知道，这可是时间法则，足以颠覆一切的时间法则。直到后来，许然才明白，原来一切都来自于黑暗女神开启的暗灭君主之路。这个神级职业不仅包含了黑暗法则和一部分毁灭法则，其中甚至还蕴藏着空间和时间这2个极其神秘的特殊法则。所以没有迟疑，许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威利斯成功转职。虽然和包含一切、超脱一切的永恒法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暗灭君主这个职业已经算是所有隐藏特殊职业中的天花板了。5000名敌人，看了一眼转职要求，许然心中有些无语。1个小时击杀5000名等级不低于自身的敌人。很明显，转职任务都是根据当前所处的环境以及所接受的任务或者剧情来判定具体内容的。而随着威利斯的探查，这个难度为神秘级的转职任务，内容已经和白银要塞附近的敌人扯上了关系。3转强者，动辄都是精锐中的精锐，等级几乎都在8、9世纪以上。这配置不用看，即便是一个5人玩家小队，恐怕都不敢直面单个这样的敌人。而现在的威利斯等级却只有20级，1小时只有3600秒，这就意味着威利斯每 3.6 秒就要干掉一名敌人，还真是对应的难度啊。看到这里，许然不由得暗暗吐槽。不过他倒是不担心，虽然威利斯的等级和属性都远远逊色于敌人，但凭借他掌握的技能和战斗技巧，甚至都能对这些3转强者 NPC 造成碾压的效果。
毕竟他可是获得了女武神称谓的神级宠物，即便换成黑暗阵营中的 BOSS 来，他都有一战之力。更何况，他还拥有一个禁咒级技能，即便他的基础属性受等级和转职次数的限制，并没有多么恐怖。不过，一旦将这个禁咒释放出来，也能打出让无数人为之瞠目结舌的伤害。因为禁咒级技能已然脱离了普通技能的范畴，即便伤害为零，其带来的恐怖效果也足以干掉一般的敌人了。一旦释放，当然了，还需要排除一种情况，对方没有锁定技能以及全图伤害类技能，因为一切都建立在存活的条件之上，只有活着才有输出，同时也只有在敌人没有锁定技能和全图类技能的前提下，威利斯才有秀的机会。如果是那样的话，纵使血量上限只有一点，也能轻松的戏耍这些所谓的三转强者。这就是战斗经验的重要性。许然先前能够越阶击杀 BOSS 和敌人，恐怕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战斗经验的缘故。动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然思索的这回功夫，远古幽灵巨龙已经出现在了白银要塞的上方。这座拥有史诗级模板蓝图的要塞级领地，此时正将其狰狞的爪牙对准了前方的黑暗阵营军团。其中黑暗阵营一共来了3个军团，其兵力部署数量大致在150万左右。而白银要塞由于其重要性以及对光明阵营起到的战略意义，其中竟然隐藏了接近50万数量的兵力，而且清一水的全都是来自寒霜帝国的冰霜禁卫。这群掌握冰霜法则的禁卫，随便拎一个出来都堪比实力强横的野外 BOSS， 接近50万的数量，更是足以让无数人不由得战栗发抖。看起来双方兵力比例在3比1，黑暗阵营的赢面好像比想象中的小一些，甚至都没有赢的可能。一边望着下方，在远古幽灵巨龙脊背上的许然若有所思地思考着黑暗阵营的计划。他隐隐有种预感，黑暗阵营应该还有隐藏的暗手，否则现在用这些兵力进攻，简直和失了智没啥区别。即便从玩家中挑选一个智障出来，恐怕也干不出这种送人头的事情来。随着如同从洪荒时代响彻而来的号角声响起，战斗开启了。双方大军在呐喊和战鼓号角声中展开了惨烈而骇人的厮杀。要塞级的防御工事一般都要极大程度上逊色于普通城池，更不要提和主城相比了。但白银要塞却有所不同，史诗级品质的模板蓝图足以阻挡住敌人的数次进攻，然后能让己方大军赢得极高的战果。一时间，随着厮杀和战斗的开始，双方的尸骸不断的被丢弃在脚下，战斗也在一瞬间进入了白热化状态。不过让人感到古怪的事情出现了，黑暗阵营的3大军团竟然以极高的效率朝着城墙攀爬，雷声大雨点小，那整整50万来自寒霜帝国的精锐竟然没有对敌人造成太大的损伤，反倒像是一群怯战蜥蜴。当黑暗阵营一股脑的涌上来时，他们竟然不由得有向后退去的趋势。古怪，不过好像也很正常。看到这一幕，刚开始许然还有些不明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总算是看明白了战场的局势。这倒不是黑暗阵营勇武无敌的缘故，问题出在了寒霜帝国驻守在此的50万大军身上，他们压根就没有过多的抵抗。虽然看上去双方厮杀的一片火热，但 TM 的全都在演戏，演一场兵败弃城而逃的荒唐大戏。第162章传奇阶剑术大宗师。只见那无数的禁卫如同潮水一般向这座巍峨的要塞冲去，而在城墙上防守的寒霜帝国禁卫竟然也如同潮水一般向城中退去。吱嘎，随着双方的动作，城门在磨牙一般难听的声音中缓缓开启。看到这一幕，不光是在远处遥遥望着这边动向的许然，就连一旁警惕的威利斯也都是一脸瞠目结舌的样子。和主人一样，他也想不通，从战斗一开始到现在，双方竟然在刚动手之际就一触即退，旋即防守的那一方立刻后撤。转眼之间，偌大个白银要塞的城墙之上竟然没有了半个人影。主人，这是在搞什么？望着一旁的暗夜精灵，许然不由得摇了摇头。根据女武神的传承来看，威利斯活的岁数可能比自己活的天数还要久，但阅历却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作为精灵一族的女武神，她几乎从未离开过那片叫做自然之森的区域，也从来没有见到过除了精灵一族之外的人类。当然了，动物还是见过不少的，杀戮、血腥，即便是和平静谧的自然之森也无可避免。但他怎么也想不通，两方明显是敌对状态的人类，此时竟然会做出如此有默契的配合来。一方进攻，一方撤退，完美衔接。
几乎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来自黑暗阵营的大军就已然攀上了城墙，看起来或许用不了太久。这座要色级的领地，这座管辖疆域覆盖着整片连绵不绝灰烬山脉的领地，这座出产稀有矿产秘银的领地就要沦陷到黑暗阵营手里了。而从战斗开始到现在，双方甚至都没有产生半分伤亡，即便是许然也不由得浮现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这是真的不装了，真够疯狂的。看着这荒唐的一幕，许然倒也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虽然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但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有了心理准备。不说别的，单单凭借那散落在附近将这片区域封成一个铁桶的斥候 NPC 们，就足以证明这边的消息是无法传递出去的，甚至连一个苍蝇都无法进出。不过有个例外，谁也不曾想到许然统帅的100万大军中有足足20万的史诗级永恒禁卫，同时也更难预料，这20万数量的永恒禁卫竟然全都掌握着空间法则。嗡嗡嗡，随着嗡鸣声此起彼伏的响起，传送阵的光泽霎时照亮了周遭的一切昏暗，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传送阵，空间法则的波动。刚刚抵达城墙上的那一刻，黑暗阵营带队的传奇接强者纷纷一脸愕然，然后朝着城外望去。不是已经设置好了魔法禁制了吗？感受着传送阵的光芒，即便是传奇阶的强者，这名叫做剧毒之咒罗多的剑术大宗师也不由得暗暗心惊。这种规模，这种数量，这种速度便汇聚而成的传送阵，对方绝对拥有至少3转巅峰的实力，而且还掌握了空间法则。如果是平常，他倒也没有必要这样惊愕。作为剑术大宗师，又获得了传奇阶强者的身份认证，罗多在黑暗阵营中也见过无数精彩艳艳的天才，其中莫说是掌握空间法则的强者了，就连触碰时间的人都是存在的。但让他感到惊愕的不是这空间法则的掌控程度，而是数量。没错，正是这传送阵对应的数量，以及那浮现于传送阵中的一道道身影，竟然犹如潮水一般绵延不绝。很明显，这一道道数不清的身影应该都是一些拥有普通境未模板的 NPC。 他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究竟 TM 的有谁能让几十万掌握空间法则的3转巅峰强者自愿心甘情愿地成为麾下一员？有这能力，甚至都能在各大主城有一定的地位了。不说别的，即便没有1分1毫的战斗能力，单凭对空间法则的掌握程度，就至少能混上一个伯爵的爵位，更不要提对应职位了。要知道，这可是动辄横跨数千里甚至上万里无视距离的空间法则呀。而如今这一幕，不仅让罗多陷入到了石化状态，刚刚攀上城墙，正准备趁此机会快速占领这座要塞和秘银矿脉的诸多黑暗禁卫也都纷纷愣在了原地。时间过得很快，而传送阵从构建到成型再到传送成功的过程更快一些。还莫等所有人反应过来，来自永恒阵营的100万大军就已然兵临城下了。璀璨闪烁着寒光的铠甲，冰霜、黑暗散发出来的骇人气息，以及空间法则气息带来的致命波动，都让这群黑暗阵营的3转强者心中一阵凛然。好像这些和光明阵营不属于同一路子的100万大军并不属于自己的友军，因为似乎无穷无尽的杀意和战意几乎直冲云霄，似乎只需要一声令下，这100万大军便会不计一切代价朝着这座拥有史诗级模板蓝图的要塞冲来。敌袭！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罗多率先反应了过来，他一脚踢开旁边的卫兵，伸手便将一柄燃烧着幽绿色火焰的弓箭捞在了手中。剑术大宗师并不是一个头衔，而是对应的职业形态，实际上是属于弓箭书和猎人这些远程弓弩系职业的终极认定，就像是对应着战士职业的大剑术师和战狂等等，还有对应法系职业的大魔导师，这些都对应着各大职业巅峰的认定。所以即便是随手拉弓引箭，这位剑术大宗师也足以引动风雷和魔法元素无数。轰！倏然，同样都是幽绿色的光泽从弓箭中陡然氤氲开来，似乎都能将周遭空气染成一片墨绿一样。一枚携带无尽剧毒的箭矢迅速向天空中掠去，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不难发现，在云端之上，一头远古幽灵巨龙正冷冷地盯着城墙处的罗多。同样的，这位叫做罗多的传奇接剑术大宗师也发现了许然的存在。面对这数不清的传送阵光泽，以及3转巅峰对应着传说和史诗品质的禁卫军团，罗多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当然是对他来说最正确的决定。第163章，砰砰直跳。咻！箭矢划破空气的声音刚刚响彻云霄，
许然便陡然消失在了原地。远古幽灵巨龙化作一道幽魂，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朝着下方掠去，似乎单凭双翼加速就足以甩开这一道蕴含剧毒的剑矢。但这是传奇接强者的全力一击，再加上弓箭手和猎人这类职业一贯都阴损的不行，基本上箭矢都附带有追踪效果。只听咻的一声，这枚携带有未知剧毒的箭矢便扭头又朝着许然下落的方向追逐而去。既然如此，那就不躲了。显然这个叫做罗多的剑术大宗师并不是许然击杀的第一个传奇接强者，当然了，也不是他击杀的最后一个传奇。面对这种情况，他果断地做出了属于自己风格的选择。硬刚，战场变化全都在一瞬之间，就像是先前击杀的那名叫做伊芙雅的暗夜精灵一族的传奇接强者。如果不是他暴起发难，凭借杀戮与征服之刃带来的强大效果，越不可能做到先前那个程度。击杀或许可以，但那么干脆利落，自身还没有遭到半分伤害，相对来说就有些困难了。所以必须趁此机会，在电光火石之间干掉这个对自己有极大威胁的传奇接强者。同一时刻，进攻也该开始了，全面进攻，准备入城。话音刚落，传送阵尚未彻底消失，整整100万大军便一拥而上，朝着城墙的方向掠去。不过他们可并不是鲁莽或者轻敌。一般来说，攻城战斗很有讲究，除了攻防双方要有一定的数量和实力差距之外，还要有攻城器械等等外物的辅助。没有人会贸然发起进攻，更没有人会在缺少攻城器械的前提下，直接让大军一窝蜂地冲向城墙。再说了，攻城器械倒还是小事，许然这100万大军在整整150万黑暗阵营大军面前好像有些不够看。要知道，单凭防御攻势就能抹平一大截双方实力差距了，而如今自己这边在人数上吃亏，攻下这座要塞的几率岂不是就更低了？但显然不是，许然绝对不可能无的放矢，也不会任由自己麾下军团成员去给黑暗阵营送人头。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在造势，在营造一种假象。作为永恒阵营的最高统帅，许然掌握着己方阵营的所有权限。从一开始到现在，他和代表秩序的光明阵营都没有彻底撕破脸。就算是那20万脱离光明阵营的玩家选择加入永恒阵营的这件事，也不过是人家自己的选择，对于两大阵营的关系没有半点影响。所以目前许然还算是光明阵营的友军，所以这也造成了一件事：作为友好阵营，当某一方遭受敌人攻击时，另一方是可以无条件发起支援的。只不过一般没人这样做，除非脑子抽风或者有利可图。显然这一次的原因是满足了后者的条件。有利可图，不说其他的，单单是这片矿脉就足以让人心动不已了。所以许然必须出手，而一旦友方阵营出手，那么被攻击的阵营便不可能投降，这是指定好的规则，即便是神奇降临，也要义无反顾地执行下去。先前来自寒霜帝国的守卫，此刻早已离开了城墙，逃到了城中。他们只需要趁此机会从城墙另一侧的大门离开，这座要塞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即便后续需要面对问责，也不过是担负战败的后果罢了，问题不大。反正又没人看得到，这边的消息更是连传都传不出去。再者说了，黑暗阵营也不可能如此短视，长期和寒霜帝国合作才是最佳的选择。这几乎是所有来自寒霜帝国守卫军的想法。所以既然没有后顾之忧，又不需要担心东窗事发的事情，再加上高层又特意下达了指令，让他们将这座白银要塞连同密银矿脉和那几百里的山脉都尽数拱手让给黑暗阵营，所以守城的50多万大军便不再迟疑，他们索性直接润了，完美践行了崩撤脉溜的基本原则。但随着城外脚步声响起，呐喊声更是震慑云霄。刚刚逃离城墙的众多冰霜禁卫纷纷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了：是谁这么不长眼？城墙都已经失守了，怎么还来支援？这不是胡闹吗？听到外面的动静，城里的守军全都陷入到了焦急的状态。他们始终想不明白，究竟是哪里来的愣头青，竟然敢在这个时候反过来夺取这座要塞。固然要塞领地核心还没有落到黑暗阵营大军的手中，守城的优势没有想象中的大，但这附近又有谁能够与其争锋？不行，先看看是怎么回事。城墙！一想到这里，先前负责守卫密银矿脉和白银要塞的军团，其中高层纷纷反应了过来。究竟是谁在和黑暗阵营交手这件事？只要登上城墙，单单凭借高度上带来的优势，必然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迟疑，前脚想要离开的这群货，
后脚又鬼使神差地折返了回去，然后顺着石阶快速爬上了城墙。一时间，城墙之上呈现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幕：黑暗阵营的禁卫大军竟然和光明阵营的守卫同时共存在城墙上，而且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城外的大军，眼中全都是难以置信。这怎么回事啊？到底哪里来的友军？望着许然和100万大军头顶的印记，只要是眼睛没毛病都能看得出来。友好模式，这就代表着永恒阵营目前和光明阵营还翻不了脸，起码不能互相攻击。但作为友好模式的话，帮不帮忙就是另一回事了。相比之下，像是比友好模式更高一层的盟友模式就有所不同了。一旦开战，无论处于何等状况，双方必须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敌人，否则将会承担一切责罚，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所以在看到这一幕后，这群来自冰霜帝国隶属于光明阵营的守卫全都急了。这情况接下来怎么办？纸怎么又能包得住火？正想着，忽然城外传来了一阵喧嚣，这一景象更是让黑暗阵营和寒霜帝国的守卫的一颗心不由得砰砰直跳。第164章，从不吃亏，天选老板。好像情况有点不对劲。按照正常的流程，这大概50多万寒霜帝国的守卫军应该已经快撤离这座要塞了，而一旦他们离开，领地核心便可以满足快速融合的条件。但偏偏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直接将他们的后路给堵死了一大半。友好模式，想要规避就只能当自己没有看见。而如今已然有不少自己的人看到了城外赶来的友军，所以这事情好像变得棘手了起来。既然如此，那就只有有所放弃了。看到这一幕，来自光明阵营寒霜帝国的守卫军统领显然也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决断了，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迟疑，直接下达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愣在原地的指令：所有见到城外情况的守卫军，全部格杀勿论，只要没看到，那就等同于没有发生。接下来只需要带着大军赶紧撤离即可。区区友好模式，看来这个刚刚出现的永恒阵营也不过如此。来自寒霜帝国的守卫统领下达了指令后，心中不由得暗呼一声侥幸，幸亏自己一贯谨慎，让自己的卫兵先上去瞅了一眼，否则还真的没法收场了。实际上，规避这种情况有好几种方式。首先便是他选择的击杀所有目击者，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带着大军从容离开，牺牲的不过是那一小撮爬城墙最快的卫兵罢了。在50万大军和寒霜帝国高层亲自下达的指令面前，这些生命不值一提。而第二种则是配合许然，然后装作不敌被俘，反而能对许然这边的攻城计划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但这明显是损人不利己，自己吃亏的事情还是算了吧。还有其他的也都是相当的阴损，而且还都是让自己血亏的那种做法，极其不人道。思来想去，守卫统领还是咬牙牺牲了一部分卫兵，想要提高离开这里的效率。唰，随着人头滚落，此时位于要塞里的寒霜禁卫纷纷扭头就走，就连那一部分亲眼目睹城外景象的卫兵也都留给了黑暗阵营。时间毕竟有限，他们不可能在这里浪费时间。随着人头的不断滚落，大致有几千数量的卫兵全都在此刻被处决了个干净。与此同时，城外的攻势也尚未停歇，随着厮杀声和呐喊声不断接近，在号角和战鼓擂动之间，100万传说级以上的禁卫大军已然抵达了城墙边缘。而这个时候，来自寒霜帝国的那50万大军也已经快要逃出了这座拥有史诗级模板蓝图的要塞。吱嘎，随着一声嘈杂难听的声音响起，甚至连城门都在此刻被其缓缓打开。整整50万大军，他们没有任何的停留，全都整齐划一地朝着城外涌去，就像是从沙丁鱼罐头中流出来的汁液一样，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这一幕若是让许然看到，他必然无比的钦佩，逃跑都能如此的优雅，简直就是跑路的专家。但此刻他可没有功夫去感叹这些。在这段时间里，他始终都在和城墙上的传奇接剑术大宗师厮杀，但在这一过程中，他还干了一件事，一件足以让无数人感到震撼的事情。宣战。在永恒中，各大势力之间是可以进行宣战的，但佣兵团除外。从开服到现在，至今还没有玩家成功创建工会。原因很简单，没有爆出来工会令牌。根据前世的记忆以及游戏规则，不难得出关于工会令牌的相关讯息。只有等级达到60级，才能通过功勋或者军功点兑换，要么就要通过任务或者击杀 BOSS 的掉落来获取工会令牌了。不过迄今为止，
只有许然的等级达到了60级的高度。但偏偏在工会令牌这方面，许然的脸好像有点黑，至今没有获得过工会令牌。一般来说，只有工会和阵营之间才能宣战，而如今许然开启的这一次宣战，很明显不是针对于玩家，而是两大阵营。世界公告：永恒阵营之主天选之人对黑暗阵营发起宣战，由于其所在区域为黑暗、光明两大阵营交战区域，由于永恒阵营和光明阵营同时向黑暗阵营发起宣战，永恒阵营将和光明阵营达成特殊状态联盟。世界公告：永恒阵营之主天选之人对黑暗阵营发起宣战，由于其所在区域。一共3道世界公告，于此刻响彻于所有玩家、所有势力以及所有 NPC 的耳畔。其中的内容相当明确，当光明和黑暗两大阵营开战之际，永恒阵营横插一杠子。然后由于永恒阵营和光明阵营属于友好状态，再加上双方都同时对黑暗阵营发起宣战，所以永恒阵营和光明阵营自动达成结盟状态。期间双方不可互相攻击，期间所有主城都尽数开放权限，期间所有防御工事双方都可以获得操控权限，期间所有处于交战区域中的双方阵营成员都将无条件共同迎击敌人，否则杀无赦。看到这里，所有玩家都懵了，卧槽，天选之人在搞什么？这样一来，永恒城和冰封城岂不是等同于对光明阵营开放了？没错，但你要换个角度想的话，光明阵营的主城也对永恒这边开放了呀。恕我直言，10个永恒阵营也打不过光明阵营，但我总觉得这次光明和黑暗阵营都要吃大亏。我也是这样想的。玩家们不明觉厉，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这么久了，谁不知道天选之人从不吃亏，主动达成结盟状态，其中必然有他的谋划，说不定他要来一波大的动作。一时间，有不少尚且犹豫的玩家纷纷选择了脱离阵营，加入了永恒阵营。这其中甚至有来自黑暗阵营的玩家，但这还是小风浪，真正的喧嚣还在许然所在的这座巍峨要塞。当达成结盟状态的一瞬间，恰好那50万来自寒霜帝国的守卫彻底离开了这座要塞，占领这座要塞的条件好像莫名其妙之间就这样达成了。但看到结盟的消息后，黑暗阵营看着眼前即将到手的密银矿脉和白银要塞，心中总是有种不祥的预感，好像一切都像是被谋划好了一样，包括即将落入黑暗阵营手中的这座要塞。第165章，损人不利己。蹊跷，结盟的理由是什么？望着阴沉的天空，剑术大宗师罗多停下了手中拉弓引箭的动作，暂时没有再对许然出手。由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城墙之上，所以永恒阵营那些禁卫，包括那头骑着该死巨龙的法师，也无法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反倒是自己凭借极高的剑术造诣和高度优势，携带有剧毒的箭矢已然干掉了足足数百名传说级禁卫。不止于此，原本那些箭矢在贯穿身躯的那一刻还会爆炸开来，毒雾会顺着风向朝着周遭蔓延，一旦规模大起来，恐怕会带来想象不到的杀伤效果。这就是剧毒法则的可怕之处，令人防不胜防。但偏偏那头巨龙坏了他的好事。只见他那狰狞大口一张一合，灰色雾霭便弥漫到了战场之中。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灰色雾气竟然能够抵消一部分剧毒法则带来的侵蚀，使其基本上造成不了太大的伤亡。起码那些传说级乃至史诗级的禁卫军团，一时半会不可能因此而挂掉。再加上己方这边防守的兵力也超越了进攻方的规模，若是寻常，估计自己必然不会相信有人竟然拿100万大军去硬刚自己 1.5 倍数量的敌人，而且还是主动攻城的这一方。这和失心疯有什么分别？但这群实力大概都在100级左右，尚处于3转阶段的敌人，一个比一个生猛，竟然将战斗和厮杀的局势维持到了双方持平的状态，甚至给了罗多一种感觉，就像是对方刻意在操纵局势一样，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的态势。实际上，罗多是真的想多了，他并不知道许然这100万大军对应的具体品质，可不光是3转强者，即便是神奇之间也有一定的区别。放眼望去，城墙上以及城外和永恒禁卫厮杀的那些黑暗阵营大军，基本上也都处于3转阶段，但这些 NPC 的品质太低了，潜力不够，每成长一点就会被拉开一小截差距。如今已然3转了，那差距可就大了去了。满打满算，这些来自黑暗阵营的3转强者，虽然算得上是精锐，在其他玩家的眼中，甚至都能和一般的小 BOSS 相提并论了，但始终他们不过都是暗金或者紫金级品质的 NPC 而已。
想要和传说乃至史诗级的同类相对抗，就需要更多的人数来填补差距。再加上，即便有城墙带来的高度优势，能让远程职业无伤输出，但那些防御工事和城墙上的守护屏障，可不会对黑暗阵营大军有半分庇佑的意思。原因很简单，迄今为止，这座要塞仍旧处于光明阵营的掌控之中。只有将要塞核心水晶抢夺到手，将这座要塞攥到自己的手里，黑暗阵营才能使用这些防御工事。所以，战场双方陷入僵持的原因，并不是许然在故意戏耍他们，而是真的事实如此。但在罗多和黑暗阵营一众高层的眼中，事情可就不一样了。随着战斗的推进，他们越打越心惊。这100万大军也太恐怖了，不仅掌握了空间法则，还拥有至少是传说甚至史诗的 NPC 模板。这等同于将他们放在火上烤，也等同于在逼迫他们硬拿这座要塞。话是这样说，但逼迫敌人拿下这座要塞，将密银矿拱手让人，到底是图什么？这一点，就连罗多也想不通。损人不利己，还是专门想要恶心一下光明阵营？亦或者，这个密银矿脉实际上是个坑？想到这里，罗多忽然瞪大了双眸。这位纵横战场无数载岁月的剑术大宗师，黑暗阵营军团统领，忽然想到了问题的关键。如果自己拿下了白银要塞和密银矿脉，这不就等同于自己直接掌控了这片区域？但这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飞地。没错，如今那个叫做天选之人的冒险家，竟然死皮不要脸一般和光明阵营主动结盟。这也导致其所拥有的冰封城和永恒城虽然属于永恒阵营，但也等同于是光明阵营其他的疆域，因为这就是结盟状态的特殊效果，没有办法豁免，更没有办法去更改，除非双方不再结盟。一想到这里，罗多心中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他好像明白了，或许光明阵营和永恒阵营正是有此打算，目的就是为了逼迫自己，让黑暗阵营不得不掌控这片密银矿脉。这样一来，永恒阵营便可以和光明阵营一起联手将其封在这片弹丸之地中。凋亡是注定的事情。想到这里，这位获得了传奇阶认定的剑术大宗师也不由得出了一后背的冷汗。从开始到现在，黑暗阵营自认为自己的计划堪称天衣无缝，却没想到这其中竟然掺杂了永恒阵营的谋划。无声无息之间，便可以掌控全部局势，将劣势化作自身优势。这份阴毒实属罕见。不过这可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最终的受益者自然还是光明阵营。他搞不懂永恒阵营这位究竟是什么意图，但有一点他无比清楚，时间没有多久了，他必须尽快行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将局势尽量扭转到自己手里。想到这里，罗多没有任何的迟疑，索性直接收起了手中蕴含特殊光泽的弓箭，然后对所有黑暗阵营军团下达了指令：所有人听令！看了一眼远处天际，始终冷冷看着自己的天选之人，他心中一阵无语。搞了半天，这货竟然干了一件对自己没有半分好处的事情。吃饱了撑的，撤退！暗暗骂了许然一声，罗多紧接着就下达了撤退的指令。作为掌管黑暗阵营各大军团多年的传奇阶强者，罗多的统帅能力和他的实力一样恐怖。只见一声令下，所有黑暗阵营的军团成员纷纷放下了手中武器。位于城墙上的远程单位，此刻全都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城中跑去。那些在城外正在与来自永恒阵营100万大军交战的 NPC 也都纷纷脱离了战斗，令行禁止。他们没有任何的慌张和迟疑，直接让前排尚且处于惨烈厮杀无法脱身的那部分 NPC 舍生取义，为绝大多数同伴争取时间。第166章有默契的动作。就这样，几乎在电光火石之间，来自黑暗阵营突袭的大军便如同潮水一般收缩到了白银要塞里面去了。看到这一幕，在半空中指挥大军进行厮杀的许然也不由得愣在了原地。如今事情发展的趋势好像有点不对劲。他原本的打算是想复刻之前的谋划，也就是说逼着黑暗阵营强行占领这座要塞，然后自己再给抢回来。如此一转手，这座要塞连带着密银矿脉以及那绵延数百米的山脉都将成为自己的私人物品，而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凭借100万大军干掉这数量超出自己的敌人。所以他才想到了结盟这一招，那便是利用战斗过程中一旦结盟就能无条件进驻光明阵营的主城进行防守，同时也能使用黑暗阵营都无法激活的防御工事。那可是史诗级模板蓝图建造出来的各种防御工事，效果足以和主城级相媲美。但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2个前提下：黑暗阵营愿意和自己打，同时也愿意
将这片区域先给占领下来。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否则自己即便击溃了黑暗阵营，那也不能平白无故占领结盟友方的要塞。如此一来，自己岂不是白忙活了一场？想到这里，许然也不由得暗暗佩服起了罗多。不愧是你，传奇阶强者果然有两把刷子。不说别的，单单是果断放弃，就足以证明这位强者的魄力了。不得不说，如今的白银要塞和密银矿脉就像是一个鱼饵，一旦咬钩，等待自己的不一定是无穷的财富和资源，还有那未知的风险。想到这里，许然立刻向100万传说级以上的大军发出了指令：所有人听令，快速行军，争取比黑暗阵营还要提前入城。他话音刚落，其麾下所有成员都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眼看着敌人正如同潮水般退去，速度简直快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们也纷纷迈开脚步，义无反顾地朝着前方的要塞冲去。而由于黑暗阵营尚未掌握这座要塞，所以对于其中的建筑，他们压根没有半点权限。所以无视是城墙之上的防御箭塔和魔法塔，还是那厚重如同山岳一般的城门，他们都无法操控。幸亏城门一直都是打开的状态，否则黑暗阵营在城外的这一部分兵力可就全都回不来了。不过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城门关闭不上，这就代表着一件事：黑暗阵营的无数 NPC 能涌入这座要塞之中，许然麾下的100万大军同样也可以自由进入。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关闭城门，同样也能操纵防御工事。为了不让城外的大军全部被阻拦到城外，他们必须要赶在永恒阵营100万大军的前面进入这座要塞，然后撤离这里。只有这样才算是让黑暗阵营勉强接受的结果。想到这里，罗多指挥着远程单位率先朝着另一处城门冲去。但很快，前方跑得最快的 NPC 传递来了一个让他心凉的消息：统领，门关了。统领，咱们怎么办？听到这个消息，罗多只想一拳捶死这个暴姓卫兵。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没有权限，那不就等于是死？黑暗阵营弱肉强食，哪有什么所谓的忠诚？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利益，其次便是自己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这厚重家底。显然，参加此战的3大军团便是罗多眼中的家底，更是他屹立不倒的保证。而如今城门已然关闭，就意味着他已然成为了瓮中之鳖。即便能够防守成功，等待自己的也将是敌人那源源不断的进攻。他现在犹如无根之木，虽然有大概150万大军，但早晚会被对方给消耗殆尽。看到这一情景，罗多似乎也有点摆烂了。他脑海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快，一定要快一点撤离这里。只要不让自己的损失太过于惨重，即便要面对黑暗阵营的苛责，也无需担心。至于光明阵营和永恒阵营，他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去管谁才是获利的那一方了。从厮杀开始的时候，要说最痛恨的还是那狡诈恶毒的天选之人，要是没有他横插一杠子，这边早就得手了。但现在却有所不同了。谁会想到光明阵营那群吃里扒外的东西，在和自己这边达成约定，让出这座要塞的时候，竟然在临走时把城门给关了。这不等于将自己的后路给封死了？所以他一想到这里，就恨得牙根直痒痒。这等同于是光明阵营将他给狠狠地坑了一次。实际上，光明阵营也有话说。来自寒霜帝国的那50万大军，虽然早就接到了指令要提前撤出这座要塞，但谁会放心这群黑暗阵营的牲口？离开前关上城门，也是他们自我保护的手段之一。甚至他们还在撤退的沿途设下了无数的陷阱、魔法阵等等有损德性的布置，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命。显然，罗多和黑暗阵营的大军可不会理解他们的苦衷。一边破口大骂，罗多一边找到了要塞核心水晶。想要占领一座领地有好几种方式，其中最简单的、最快速的，就是在确定领地内没有原有势力的反抗力量后，直接在核心水晶上烙印自己的气息。如此一来，便可以直接获得这座要塞了。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直接抢夺等等，就像是在冰封城许然干掉威利斯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这样一来的话，往往需要更久的时间。很明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看了一眼城外，此时白银要塞的城墙外面正上演着让人无语的一幕。数以百万的黑暗阵营大军和同样数量的永恒阵营大军正不顾一切地朝着城门处狂奔，没有人在互相攻击，也没有人发出任何的动作。前一刻还在惨烈厮杀的双方，此时竟然极其有默契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跑去。但由于双方都是3传强者的实力，
而且很明显，许然麾下的100万大军品质更高，所以爆发出的速度也要快上一线。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奔跑的过程中，永恒阵营的100万大军竟然逐渐跑到了敌人的前头去了。第167章，捞好处和领东城，还真是阴魂不散呢。罗多扶着额头，心中不由得升起一阵绞痛感。他原本以为这一次是赚妈了的好机会，却没有想到，等待自己的竟然是永恒阵营这群阴损的牲口。一时间，他只想破口大骂，但时间却没有给他机会。眼看着永恒阵营的100万大军逐渐超越的己方的军团，他立刻将目光放在了那枚要塞核心水晶上面。没有时间了，必须撤了。想要开启城门，他就必须先掌握这座要塞的权限。如此一来，恐怕这座白银矿脉和对应的要塞和附近疆域都会落入到永恒阵营的手里。他早就听说那个叫做天选之人的冒险者贪婪又心狠，是个不折不扣的强盗劫匪，但却没想到竟然真的让他捡了个大便宜。思索至此，即便是罗多心中也不由得高看了这个刚刚崛起的阵营几分。但转念一想，他又释然了。如此一来，倒也算是不错的结果。只要永恒阵营敢占领了这座要塞和密银矿脉，那他们和光明阵营的结盟必然不攻自破，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反目成仇的情况。一想到双方狗咬狗的情景，罗多心情不由得畅快了几分。就这样办，占领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所以没有任何的迟疑。在城外脚步声越来越近的情况下，罗多选择了烙印气息。下一刻，区域公告悄然响起，悄然浮现在了许然的耳畔。区域公告：白银要塞，由于白银要塞遭受攻击，领地状态已更改，目前已脱离寒霜帝国统辖，成为敌对区域。提示音回荡在处于这片区域每一名玩家的耳畔。实际上，除了许然之外，这片区域还有其他光明阵营的玩家，他们基本上都是一群生活玩家，接受了委托，在这里进行矿产的采集。原本应该待在矿脉附近的，但由于出来采购物资，才被困在了这座要塞中，被动的接受战火的洗礼。实际上，和许然一样，他们也拥有着占领这座要塞的机会，但前提是要从敌人的手中将那枚领地核心水晶给抢过来。这估计只有许然敢做，并且能够做到了。而根据目前的情况看，白银要塞仍处于占领中的状态，但由于反抗力量已然完全离开，所以倒计时只有极其短暂的5秒。4、3、2、1。随着倒计时结束，提示音也随之响起。区域公告：白银要塞，白银要塞已被完全占领，作为敌对关系，你将受到驱逐和追杀，请及时应对。就是现在！当倒计时结束的一瞬间，原本就昏暗的天空瞬间变成了一片漆黑。远古幽灵巨龙张开双翼，化作一道遮天蔽日的阴云，向下急速俯冲而去。一直按捺不发的许然终于有了动作，他犹如离弦之箭一般，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朝着城墙扑去。目睹这一场景的玩家，此时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口中不住地喃喃自语：这是天选之人，这座棋我挖一辈子矿怕是都。何止，我上次买了一匹马花了我50金币，真他妈黑心。话说咱们得撤了吧，这里已经不属于咱们阵营的管辖了。撤是要撤，但我总觉得天选老板好像有想法。这一幕让处于白银要塞里的上千名玩家纷纷噤若寒蝉。在窃窃私语中，有人赶紧去世界频道里将这边的消息传递了过去，同时也有人开启了直播。霎时，这边恢宏的场景浮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更有甚者，已经提前做好脱离阵营的准备了。他们决定加入永恒阵营，说不定能成为元老级的人物。一时间，偌大个要塞暗流瞬间涌动了起来。不仅如此，看到这一幕的其他区域玩家也纷纷炸开了锅。话说，天选老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看是想要帮光明阵营守住这座要塞，然后好抱大腿吧。目光短浅之辈，我听说这里可是有密银矿脉的。对了，我听 NPC 唠嗑说，那边的密银矿脉足足能买下来3个寒霜帝国，就是一时半会开采不出来，是个问题。乖乖，难不成天选老板真是冲着密银去的？在玩家的热切讨论中，不少大型势力纷纷对此产生了兴趣，其中有一些是先前没有得到半分收益的势力，目睹着许然即将捡个大便宜，心中自然是有些难受。但难受归难受，他们早已经躺平，对天选之人动手，笑话！不说别的，现在永恒阵营的玩家数量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值了，更不要提人家的100万大军了。所以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既然吃不到肉，那喝点汤也行，说不定运气爆棚，让自己也捞到什么好处呢。想到这里，很多势力包括散人玩家纷纷掏钱乘坐主城级传送阵朝着许然那边赶去。作为一座要塞，白银要塞是没有传送阵的，要想抵达这里，无论是玩家还是 NPC 都需要乘坐主城级传送阵前往岭东城，然后再跑到旁边的白银要塞。看了一眼，随着时间的推移，冰封城这边的战士逐渐消退，来自黑暗阵营的进攻已经接近了尾声，这座主城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所以没有任何的迟疑。即便是参与此战的玩家，也都纷纷加入到了这场捞好处的狂欢之中。所有人传送终点，选择的都是相同的结果，岭东城。但让人没想到的事情出现了，随着金币的消耗，传送阵的璀璨光明亮起，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岭东城的那一刻，眼前发生的一切都让无数人瞬间愣在原地。这座传闻中屹立不倒的主城，如今竟然正陷于战火和厮杀之中，而且看起来其中的卫兵全都伤亡惨重，有不少人急忙跑到城中高处，朝着城墙外面望去。下一刻，他们彻底破防了。只见在岭东城外那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全都被一片漆黑所覆盖，那可不是其他的东西，而是望不到尽头，数量更是数之不尽的黑暗阵营大军。第168章结盟。卧槽，这是什么鬼？怎么这么多的攻城 NPC？ 妈的，这边的事情怎么没有一个人在世界频道里说一声？人家岭东城土著巴不得把所有人都骗过来守城呢，为什么要告诉你？那天选大佬那边咋办？好家伙，你觉得人家需要你担心吗？呵呵，老子能力多得去了，还能帮他管钱管妹子。或许就连无数玩家自己都意识不到，他们拥有一个神奇的潜力，不仅能够在面临极度危险境地的时候，还能冷静地分析其他的事情，甚至还能因此而讨论个不停。从他们抵达岭东城，看到这近千万大军攻城的惨烈一幕后，区域公告里便响起了一系列分析的声音，但还莫等分析出个道道，很多人的注意都被转移到了妹子身上，然后绝大多数人都被带偏了，开始热火朝天地讨论了起来，完全不顾城外那堪称惨烈的厮杀和战斗。看到这一幕，那些原本就在岭东城里受罪的玩家全都骂了，他们思前想后也不明白，这群争相涌入岭东城的玩家们此时竟然就这样开始了闲扯淡，花费昂贵传送金币，就是为了来这座岌岌可危的岭东城闲扯淡。想到这里，他们纷纷无语哀叹，甚至有人还在区域频道里发出了询问。很快，有人给出了答案，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心中已然判定了这场攻城战的胜负。迄今为止，光明阵营都没有发布任何求救任务，也就是说，这场已经兵临城下的攻城战斗，玩家们都没有接到相关的守卫任务，更没有对应的主城攻防战，奖励自然也是虚无缥缈的存在。没有好处，玩家们是很难提起兴趣的，毕竟连任务都不给，凭什么帮光明阵营守城？就凭这群原本就在岭东城里的玩家故意隐瞒这里正在被攻城，实际上他们都猜错了一点，或许隐瞒这里被围攻这个事情的玩家是故意这样做的，但岭东城以及光明阵营可不是有意的。有苦难说，冷暖自知，哪怕到了现在，这周遭依旧被黑暗阵营所掌握，他们的求救情报仍旧传递不出去，而没有来自上层的指令，他们哪里敢发布相关的守城任务，只能自发的呼吁玩家用画饼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帮忙守城。但今时不同往日，经过这么久的锻炼，刚刚抵达这座恢宏主城的玩家们可都不是省油的灯。经过 NPC 的磨练以及阵营之间权力斗争的洗礼，他们早就明白了一点，只要不是发布的任务或者委托，所有一切的口头承诺都是白打工，而且哪怕有任务，自己这边也很有可能会血亏。反倒是天选老板有所不同，他是个实打实的好人，每一次的任务都会按时发放，而且发布任务的奖励也都丰厚到让人难以想象。每次想到这里，就有不少玩家纷纷泪目。在他们的心中，许然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不仅名动天下，而且还一诺千金。在拥有极高实力的前提下，从不主动屠戮玩家，更没听说过有为了练级清场的习惯，这让无数散人玩家都不由得起了拥护之心。对比那些所谓的各大势力，许然做的简直厚道到了极致。最重要的一点，跟着他不说能捞到太多的好处，起码不会血亏和陷入危险的境地，单凭这些就足够了。不知不觉中，许然积攒了一大批的忠诚粉丝，甚至在有人对他产生质疑的时候，还主动站出来维护他。但若是让许然知道，
他恐怕会哑然失笑。对此，只能说是玩家们脑补的太过分了。任务奖励丰厚，是因为他会在其中抽取一部分作为自身的奖励，而且这一部分能够触发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所以对他来说，奖励自然是越丰厚越好。所以每一次他发布的任务奖励都在最高的那一档，经常都是提到最高上限，直接拉满。而不拖延奖励的发放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玩家的奖励到账了，他的抽成才能也随之到账。也就是说，一切都建立在利益之上。他可没有玩家们想象中的那样拥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像是练级、清场和抢 BOSS， 对他来说更没有必要了。作为拥有万倍奖励这个唯一永恒级天赋的玩家，许然的升级速度绝对称得上是最快的，没有之一。桎梏他的只有自身等级上限，像是练级，压根没有必要。有那功夫多刷几个 BOSS 多好，何必清场练级？但这些许然都不知道，他只是在区域公告和世界公告里发现了玩家整齐划一的呼声，好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玩家都想要询问自己能不能给他们发放任务。看了一眼，许然很快就了解了事情的大致经过，但无论是眼前的白银要塞还是岭东城，全都不属于他的领地。如果能代替光明阵营将对应的任务发放给所有玩家，那他可太愿意了，毕竟能在其中抽走一部分收益，然后经过万倍奖励的作用，足以令他赚妈了。这种好事他想是不会有人拒绝的。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两个都不属于他的地盘，好像没有相关的权限。或许只有将消息传递给光明阵营，才能使其远程发布对应的主城防守战任务，以及开启主城攻防战模式。但这样的话，许然可就半点好处都捞不到了。不仅如此，那他之前谋划的一切就全都化作泡影了，而且后续也将陷入被动之中。没有好处的事情，谁愿意去做？许然是个正常人，所以他不会做出那种愚蠢的决定。即便两大阵营已然结盟，双方的关系仍处于友好融洽的状态。正想着，他突然为之一愣。结盟？许然猛地抬头，眼中浮现出了一阵不可思议。偶然间，他好像抓到了一丝线索。对于捞好处和发布相关任务，他心中已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第169章，蹩脚至极的理由。这个想法属实可以被称之为大胆的想法，但对于许然来说，可行性绝对称得上100%。原因很简单，结盟。正是因为光明阵营和他所在的永恒阵营如今正处于结盟状态，而对于两个阵营或者势力来说，即便没有结盟，只是友好状态，双方也无法互相征伐和厮杀。而一旦结盟，双方便会成为比友好模式更高一层的盟友模式，这就有所不同了。一旦开战，无论处于何等状况，双方必须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敌人，否则将会承担一切责罚，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而且处于结盟状态下的双方还有更多的约束和权限，期间所有主城都尽数开放权限，期间所有防御工事双方都可以获得操控权限，期间所有处于交战区域中的双方阵营成员都将无条件共同迎击敌人，否则杀无赦。直到这个时候，许然才意识到自己好像拥有光明阵营所管辖的所有主城权限。当然了，除了光明阵营的那座王城，这是底线，即便是盟友也无法逾越的一条线。想到这里，许然立刻找到了阵营面板中发布任务的系统。霎时，他眼中浮现出了一丝喜悦之色。果然没有猜错，随着结盟对应的权限开放，他好像拥有了光明阵营所有主城的任务发布权限。当然了，这一份权限也有限制，比如正在处于交战状态的岭东城，许然拥有的是所有权限，而像是投降和大量拆除建筑这些触发恶意事件的权限，自然也是无法解锁的。这些可都是连城主都没有的权限，只有阵营统帅或者阵营之主那个级别的可怕存在才能做出对应的选择。恰好许然这些条件都一一满足，所以对于他来说，岭东城的一切防守战任务都能挨着发放给所有玩家，同时主城攻防战也可以由他开启，一切都是远程操纵，只需要动用一个念头即可。而像是其他没有被战火袭扰的主城，许然的权限就少得可怜了，无法解锁关于军事、建造类等等重要的权限，只能发布商业和委托类任务。基本上许然能做的事情只有这些，但已经足够了。没有任何的迟疑，许然直接当了一次权限狗，开始大肆发布任务。天选老板求带飞，
能不能给俺个发育的机会？俺们决定等领完奖励，全都加入永恒阵营。天选大佬来撅我，求雷普，楼上可太臭了。随着玩家的讨论，就在世界频道即将偏了风格的时候，许然的名字从中一闪而过，引起了无数玩家的注意。他只说了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就足以引起一场渲染大波，并且让无数玩家纷纷感到了无尽的不可思议和荒唐感。发布任务了，只有短短的5个字，直接让所有人的目光都纷纷转移到了任务面板上。当然了，也有极其少数的玩家一直都习惯了泼冷水。有人在说天选之人这任务估计没啥油水，也有人在说不能给玩家当狗，这任务不做也罢。更是有人在说天选老板这次指定是让玩家们当炮灰，最好别去，因为他又没有光明阵营的指挥和决定权限。基本上键盘侠都有着不少理由。不过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在奖励和自身安全面前，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岭东城里的玩家数量越来越多。尽管已经有不少人在世界频道里提醒，这边没有任何的攻防战可以参加，只有那正在攻城的千万黑暗阵营大军，但依旧有海量的玩家乘坐传送阵朝着这边涌来。原因很简单，对于很多人来说，凑热闹是一种天生就有的特质。与此同时，他们心中也隐隐有个期待，期待着光明阵营能够奋起一次，也期待着天选之人，也就是永恒阵营会带来一场极度丰厚的收益。所以一时间，这座比冰封城还要辽阔的主城竟然涌入了足足数百万的玩家。算上最早就在岭东城的那批玩家，还有先前涌来的那些人，此时整个岭东城里竟然汇聚了足足有1500万左右的玩家。偌大个主城，此时竟然被挤成了一个罐头，插脚无缝，是此刻岭东城唯一的写照。扑通扑通，随着一声声跌落到地面的沉闷声响起，就连城墙上都挤满了玩家们的身影。时不时就有一些倒霉的玩家被从城墙上挤下去，然后被敌人给一击秒杀，或者干脆直接摔死算球。这也导致这座主城的复活点人满为患，甚至需要在复活后排队才能离开这片区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所有光明阵营玩家的任务面板中都浮现出了数道提示。提示：永恒阵营之主天选之人对你发布了新的收集任务，是否接受？提示：永恒阵营之主天选之人对你发布了新的兑换任务，是否接受？提示：永恒阵营之主天选之人对你发布了新的委托任务，是否接受？一道道提示此起彼伏，响彻于玩家们的耳畔。不仅仅是位于岭东城的玩家，这一刻，除了光明阵营王城之外，其他所有主城所掌管疆域内的玩家都不约而同地接到了相同的3个任务，分别对应着收集任务、兑换任务以及委托任务。这些都和战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才能面向全体光明阵营的玩家发布。但话虽如此，这3个任务对应的内容可足以令许然赚得盆满钵溢。首先是收集任务，只要玩家能收集到对应的强化材料、治疗药剂，就能获得丰厚的奖励和对应的金币、装备等等。由于许然所建立的永恒阵营和光明阵营属于结盟状态，所以尽管他有对应的权限，但发布任务也需要提供一个合理的借口。许然发布这个收集任务的理由便是救援受伤的 NPC 以及维修强化受损 NPC 的装备。这个理由可谓是蹩脚至极，就连威利斯都忍不住担心能不能被对方所接受。第170章，给点服务小费。让他没想到的是，光明阵营像是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一样，不仅没有任何的犹豫就通过了这个任务，就连其他任务也都被快速的同意发放了。这让许然心中感到万分惊愕。要知道，兑换这些资源可是面向所有主城内玩家的，而且兑换这些资源所付出的金币等奖励可全都由光明阵营提供。也就是说，一切付出都和他以及所建立的永恒阵营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收益却将由他全权分配。像是光明阵营这边糊弄糊弄就得了，压根不需要有啥心理负担。毕竟如此多年来，其积累的财富足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随便拿出一点，就足以将一座主城给硬生生砸成销粉。不过许然并不知道，光明阵营没有多纠缠和刁难的原因，实际上这其中的原因相当简单。突然蹦出来个阵营，而且一言不合就和自己这边成了盟友状态，他们也想看看这货到底是想要搞什么。毕竟由于黑暗阵营的封锁，光明阵营至今都没能发现秘银矿脉即将被夺走的消息。而另一方面，则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些任务的确挺搞的，但又有几个冒险者能买账。
再者说了，作为一个阵营的主宰，他天选之人，能不给己方军团提供治疗、强化装备等等服务，一切都是有章程的。既然如此，那给他点服务小费又有什么问题？只可惜，光明阵营的高层并不知道，首先是秘银矿脉要丢了，目前已然落入了黑暗阵营的手中。然后在这段时间里，罗多又利用刚刚到手的权限，将这座主城的城门给成功开启，从而给自己争取到了一定的撤退时间。但令人无语的是，城外的那部分军团竟然和许然的100万大军一起涌入了城中，双方似乎正处于对峙状态，让他有些难受。但最应该难受的，或许还是仍旧被蒙在鼓里的光明阵营。他们没有想到，对应的这些任务刚一发布，就在无数玩家群体中掀起了一场惊天骇浪。所有人此刻都陷入到了震惊状态，他们想不通，竟然还有这种做慈善的好人。天选老板大气，不愧是我天总，比市场价高出 1.5 倍的价格来收强化材料，还真是让人泪目。这还是小意思，你看后面的任务，拿各种强化材料和生产材料等资源兑换相对应的通用阵营积分和军功点，这也太感人了。何止呢？你们看这委托，只要能提供相对应的材料和资源，也能获得丰厚的经验。相比之下，光明阵营和黑暗阵营都抠门死了。确实，要说厚道，还得是天选老板。几乎同一时间，所有光明阵营的玩家全都不由得感叹许然的大气，同时也被他的诚意给彻底感动到了。这3个任务虽然类型不太一样，但其核心本质却是没有丝毫的区别，那就是换玩家们拿各种材料和资源来兑换相对应的奖励。其中委托提供的是经验奖励，足以打动那一部分想要快速提升等级的玩家，而兑换任务提供的则是通用阵营积分和军功点，这是在吸引那一部分想要积攒对应军功点和通用阵营积分的玩家。而像是收集任务就比较均衡了，其中有金币和装备等奖励，对应的是其他犹豫或者纠结其他奖励的玩家。这3类任务直接等同于覆盖了全体玩家，直接稳准狠地打在了他们的软肋之上，所以没有给光明阵营和黑暗阵营任何的反应时间。这3个任务刚一出现，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所有玩家都无比疯狂地开始兑换手中多余的物资，有些势力甚至开始大肆收购类似的资源。这一刻，有数不清的资源正以一种近乎离谱的速度涌向许然，涌向这个刚刚建立没多久的永恒阵营。或许这是一个契机，一个让永恒阵营快速崛起的契机。这数不清的资源固然无法和光明、黑暗阵营无数载岁月的积累相提并论，但足以让许然又得到一次发展的机会。这一次，永恒阵营的实力将会获得史诗级的提升。这一点，有很多聪明人都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但此刻谁也没有戳破。这场狂欢不仅是对于许然的一次提升机会，更是面向全体玩家，让他们也获得实力飙升的好机会。至于买单的人，谁又会去管光明阵营亏还是不亏？即便亏了，那又如何？所以那些尚未加入到战场的玩家，全都用另一种方式参与着这一次的超大型事件。他们高兴了，但此时此刻，处于岭东城里的那1500万玩家却懵逼了。这啥情况？不是说好给咱们发放任务的吗？对啊，还有主城攻防战的开启。话说天选老板不会放咱们鸽子吧？妈的，太憋屈了！我永远相信天选老板。等等吧。在无数玩家翘首以盼的时候，许然此刻正面对着罗多的双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蕴含有秘银矿脉的白银要塞已经彻底成为了黑暗阵营的疆域，但在地图上却没有任何的区域和其接壤，就是一块飞地。许然原本想要给玩家们发布任务，但他却发现罗多以及其率领的黑暗阵营大军不仅没有利用防御工事反抗，竟然直接打开了另一侧的城门，然后正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外面窜去。看到这一幕，许然豁然开朗，原来如此，黑暗阵营显然也不是吃亏的主。这么做等同于直接将这个要塞以及秘银矿脉全都送到了自己的面前，吃下还是还给光明阵营，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前者，两大阵营必然会瞬间反目，然后成为不死不休的敌人，这显然是黑暗阵营喜闻乐见的事情。但如果还给人家，那自己可就是血亏无疑了。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无比痛楚的抉择，一旦选择不好，迎接自己的将是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但许然此时却丝毫不慌，不仅如此，他还稳如老狗。第171章，按捺不住了，没有理由，更没有任何的必要去慌张。
此刻的局势显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状态，三大阵营之间犹如堆放了无数个火药桶一样，稍微一个火星子落下来，就会直接引起一场惊天爆炸。别看现在黑暗阵营已经动手，而且许然和光明阵营也对其发起了宣战，但迄今为止，一切都还只是小打小闹。由于消息的滞后和黑暗阵营的刻意封锁，牵扯到极大利益的密银矿脉和岭东城，在光明阵营心中仍旧没有太大的风险。但如果许然真的出手抢夺，不说主城了，单单是这一座白银要塞和其中蕴藏的密银等珍稀矿脉被夺走，就足以引起光明阵营的怒火了。而一旦主城也被趁机抢走，那指不定要出什么事情。不过对于许然来说，这个密银矿脉和白银要塞，自己是绝对不可能放过的。无论如何，他都要将其吃到嘴里去。但怎么吃，以及什么时候吃到嘴里去，就有待商榷了。起码现在不能先吃掉岭东城，尽管其中那1500万玩家已经成为他最忠诚的拥趸了。忠诚度暂且不提，但在任务和利益面前，他相信玩家们自然会有相对应的决断。毕竟能参与到这场战斗，并且消耗金币不远千里传送到岭东城的人，没有一个是沙雕。想到这里，许然看了一眼正从另一侧城门鱼贯而出的黑暗阵营大军，以及那个在城中指挥撤退的剑术大宗师，一个大胆而缜密的计划从他心中逐渐具备了雏形。既然资料片开启了，那不掀起战争可就太没意思了。一边喃喃自语，许然一边下达了指令：所有史诗级品质的永恒禁卫听令。随着时间的推移，黑暗阵营在城外的大军和许然率领的100万军团几乎在同一时刻都涌入到了这座要塞之中。这一幕足以令所有人瞠目结舌。作为已经宣战、明确是对立状态的两大阵营，此时竟然相安无事，几乎都能将这座要塞挤满的 NPC 大军，竟然没有任何一处爆发战斗，足以证明双方的战斗素养以及令行禁止的服从性。而当许然话音刚落的那一刻，整整20万史诗级品质的永恒禁卫全都如同离弦利箭一般朝着前方掠去。直到这时，他们的速度才完全爆发出来，让传奇接剑术大宗师罗多都为之侧目。果然按捺不住了，罗多不知道哪里掏出来一根矮人族特制卷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望着远处的许然和20万传说级永恒禁卫。没有人能够抵抗的了这种致命吸引。这可是一座密银矿脉，那枚被烙印了罗多气息的要塞核心水晶，此时被其放置在了要塞大厅那高耸的屋顶之上，似乎正静静等待着许然的夺取。罗多吐了一口烟圈，在雾气中双眸浮现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这样一来，看起来永恒阵营赚了，但和光明狗一样，实际上是大亏特亏。罗多自认为自己算是自控能力异常强悍的人类了，当初拒绝了无数美貌贵妇的暗中邀请，此时又亲手将这枚领地核心水晶送了出去。在他眼中，这个上位3转的毛头小子压根无法扛得住这一份致命吸引。哪怕其足智多谋，但在某些方面将还得是老的辣，这几乎等同于阳谋了。无论这座要塞许然吃下还是放弃不吃，都会陷入到被动的局面。吃下的话，会导致结盟状态荡然无存，接下来需要直接承受两大阵营的怒火。而放弃不吃，自己辛苦来一趟没有任何收益，简直就是实打实的打工人不说，放走黑暗阵营大军也足够光明阵营借题发挥了。他可太了解那群自诩代表秩序的光明贵族了，对于永恒阵营这个隐患，绝对会立刻处理在尚未成长之前。正义和秩序不过是能正大光明抢夺一切的理由罢了。一边吐着烟圈，罗多望着远古幽灵巨龙宽阔脊背上的那道身影，眼中浮现出了一丝惋惜的神色。这个冒险者不错，如果能加入黑暗阵营，说不定真的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黑暗阵营信奉的只有一个原则，强者为尊，哪怕是和黑暗阵营结盟，恐怕也要比在光明这边勾心斗角要强得多。但一切都没有如果，对待敌人，罗多从来都不会仁慈和手软，他只需要静静的等待，等待着己方大军撤离这里，保存自己的嫡系军团，然后再看看这个创建永恒阵营的冒险者究竟会做出何等选择。不过一切都已经和自己这边没有了关系，罗多甚至都已经开始考虑返回黑暗阵营之后要不要去找个优雅贵妇抚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了。正想着呢，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喧嚣声，深吸了一口手里的矮人族特制卷烟，罗多将阴翳的目光转向了城门的方向。一贯令行禁止的军团怎么这会发出了动静？这么快？只是一眼，罗多就不由得愣在了原地。他发现
在自己发呆的这回功夫，整整20万道身影已然从后方人群中冲到了最前方，爆发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三转军团。看到这一幕，罗多心中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能爆发出这种速度的 NPC， 其品质绝对不会低于史诗级。一想到这里，他心中一阵悚然。是啊，刚刚建立的永恒阵营不过就是一个萌芽而已。对于黑暗阵营和光明阵营来说，只要认真起来，碾灭他们就像是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能招募到这种数量的史诗级 NPC， 这就已经代表了一件事：这个看上去尚未三转的冒险者拥有批量招募史诗级强者的渠道。而这种品质的军团，不对，即便是传说级品质的军团，一旦能够批量招募，那就意味着一件事：只要有足够的资源，这个叫做天选之人的冒险者就能用最快的时间招募到海量的史诗级大军。要知道，哪怕是传说级品质的军团，在黑暗阵营和光明阵营之中都算得上是绝对的精锐了。第172章，真舍得下血本。资源不行。罗多想到这一点，心中顿时警铃大作。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忽然从他的心中悄然浮现：难道一开始这个叫做天选之人的冒险者就有了详细的计划？火中取栗。他的目标不是岭东城，更不是这座白银要塞，而是在这场战争中掌握到最极限规模的资源。显而易见，无论是岭东城还是白银要塞，亦或者密银和这绵延数百里的矿脉，从一开始这些就已经成为了对方的目标，包括自己。尽管罗多是一名 NPC， 但在永恒中 NPC 不仅拥有不低于玩家的智慧，还拥有实力属性、军衔和职位等晋升的渠道。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普通的 NPC 卫兵，只要能够不断的积累功勋值和军功点，再加上实力、潜力以及智谋，甚至有可能成为传奇接强者和军团统帅。罗多曾经就是一个平民，正是凭借功勋值和军功点，不仅让他获得了对应着伯爵的爵位和封地，更是掌控了4个规模为50万的军团，甚至还有数量颇多的贵族美妇在暗中向他抛出橄榄枝。而在这场攻城战中，他也被寄予了厚望。黑暗阵营议会做出了决定，让他率领3个军团强袭这座白银要塞。无论得手与否，他和他的军团成员都能获得海量的军功点和功勋值。所以对于这2个方面，罗多的嗅觉相当的敏感。当那20万史诗级军团出动的一瞬间，他就猜测许然是想要拿他麾下大军的人头来换取海量的军功点和功勋值了。想到这里，罗多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下达了指令。最高指令，所有人快速突围。这是罗多所统帅军团的暗号。一旦下达了最高指令，就往往意味着他做好了亲自出手的准备。所以一听到这话，所有黑暗阵营的大军全都发了疯一般朝着城外冲去。霎时，整座要塞中烟尘滚滚，所有 NPC 都闭门不出，宽阔的街道上只有黑暗阵营大军在狂奔，甚至都拖出了残影。他们不顾一切，甚至将所有增益速度的技能都释放了出来，目的只有一个：快速突围。轰轰轰！随着远处黑暗阵营大军狂奔发出的脚步声响起，隶属于许然的20万史诗级军团此刻竟然率先抵达了这一侧城门。看到这一幕，罗多心中更是咯噔一下。他迅速丢下手中燃烧的只剩下1截的卷烟，然后掏出背后的长弓。来自传奇接强者的威压悄然浮现，霎然，幽绿色的异样光芒从罗多手中的长弓表面流转开来。作为一个远程物理系职业，他竟然开始吟唱起了晦涩难懂的咒语。这出人预料的一幕让许然都有些忍俊不禁。禁咒。罗多虽然是远程物理系职业，但其作为剑术大宗师和传奇接强者，他也领悟了一个专属于自己职业的禁咒。除此之外，还有对应属性的领域技能。罗多所领悟的法则是剧毒法则气息，这是一个小众的法则，威力暂且不提，但其恶心和难以应对的程度都令无数人深恶痛绝。许然清楚地记得，前世有个叫做星宿老怪帝的玩家，就凭借一手剧毒，直接硬生生地毒死了半个主城的 NPC 和玩家，后来也因此被玩家称之为屠半城。但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这种程度的毒就有些不太够看的了，但这也足以证明剧毒的恐怖之处了。更何况罗多掌握的可是剧毒法则气息，随着其念诵咒语的动作，五彩斑斓的雾气争相从他周遭涌现而出。许然对于这个在黑暗阵营中大名鼎鼎的传奇接强者也有着些许的了解。他的禁咒好像是一个全地图无差别攻击类技能，一旦吟唱完毕，他
他将发出一根直贯云霄的箭矢，在升腾到云端的那一刻，箭矢中蕴含的无尽剧毒和对应的剧毒法则气息将会彻底爆发，然后便会有一场覆盖区域极为广阔的剧毒之雨从天空中泼洒而下。只要沾染上这剧毒雨水的生灵，都会无差别陷入中毒状态。不仅如此，还会污染水源、食物、土地等等一切能接触到雨水的东西，持续时间甚至长达好几天，简直足以用恶心来形容。根据许然的估算，以及对罗多目前所领悟的剧毒法则气息进度的了解，他大致判断出来了这个禁咒的覆盖范围。虽然和当初那名玩家在下毒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禁咒，而且是一个传奇接强者释放出的禁咒，其覆盖范围应该恰好对应着这整一座要塞，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哈哈，想到这里，许然忍不住笑出声来。说实话，这个叫罗多的绝命毒师还真是想多了，自己可没有想要占领这座要塞的意图，起码目前没有。在他的谋划中，这座要塞可不是留给自己享用的，接下来要长时间待在这里的势力另有他人，所以许然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他一边对百万大军发号施令，一边好整以暇地看着正在引导禁咒的传奇接强者。来自剧毒无尽的凋零和腐朽，请收下所有的祭品。咒语还在念诵之中。与此同时，罗多还从身上掏出来一瓶又一瓶散发着传说级光泽的药剂，这些全都对应着各种剧毒，单单一瓶拿出来便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如今却被其无情地打开了瓶塞，然后随着咒语的念诵而化作一道道斑斓五彩的光点。在永恒中，有很多法则都相当的离谱，释放必须要一定的条件，甚至有些条件都让人感到苛刻和无语。比如阴影法则，想要掌握这种法则并且发挥出所有效果，就必须将自身埋在影子之中，不能有任何光芒散发出来。还有像是杀戮法则，先前许然手中拎着的双手大剑，显然其中就蕴含着杀戮法则。虽然可以通过击杀目标暂时提升自身的实力，但却会对精神造成一定的影响。第173章，我宣布个事。不过由于黑暗阵营并不上钩，所以先前在冰封城的时候，许然也没有继续叠加下去。鬼知道叠加到最后究竟会不会让自己的精神崩溃，成为一具只知道杀戮的行尸走肉。而剧毒法则也有些类似，但其副作用并不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什么损伤，也不会让自己行为变得很怪异，而是会让背包里的金币和资源以一种极其可怕的速度流失干净。前世那个叫做星宿老怪的玩家曾经毒死过半个主城的 NPC 和玩家，一度引起了公愤。但很多人事后才知道，为了上演这一场惊世骇俗的大场面，他花光了多年来的积蓄，甚至还背负了巨额欠款。因此剧毒法则的副作用就很明显了，那就是烧钱。那还只是下毒，而像是罗多这样释放一场禁咒所消耗的剧毒道具和药剂，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作为传奇阶强者，他的身家算是比较丰厚的了，但这一个禁咒释放下来，恐怕也要大大的出一次血了。不过话虽如此，但罗多心中却无比的清楚，只要他能对永恒阵营和光明阵营造成一定的前置效果，就算是成功了。到时候等返回黑暗阵营后，这些损耗必然会逐一报销，除非没有起到啥效果，或者自己搞砸了这一切。呵呵，怎么可能？随着念诵咒语即将要念诵完毕，剧毒法则的气息也彻底笼罩了这片区域。抬头望去，即便是老眼昏花，恐怕也能看得清楚，目前情况有些不太妙。正对着白银要塞，在其上方天空中，云端已然被剧毒染成了五颜六色的斑斓状，而且随着水汽的不断翻涌，雨滴似乎快要落下来了。快，准备突围！看了一眼，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此时位于这座白银要塞里的黑暗阵营大军还有大概100万左右。先前的远程单位早就已经从城门中跑出去了，此时正头也不回地朝着岭东城狂奔。显然这是罗多的指令。在看到20万史诗级军团出动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一场血战即将开启。但现在可不是厮杀的时候，为了保持自己统帅军团的完整，所以他决定强行突围。在城中奔袭的黑暗阵营大军，去掉先前城外厮杀被干掉的那一部分，剩下的数量还有大概90万左右。他不信90万大军会被那区20万史诗级军团给拦在城里，即便是90万头牛，恐怕也能直接冲破城门，从中挤出来了。更何况一场席卷整个白银要塞的禁咒即将就要拉开帷幕了，所以一切都要快，快！所有人不要纠缠，直接突围！在罗多的指令声中，黑暗阵营的大军全都爆发出了最快的速度，对于周围的一切都不再关注，
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冲。只要能冲出前方不远处的城门，就算成功。但他们却没有想到，除了20万提前抵达城门，在两侧站着如同山岳般的史诗级军团，剩下的80万传说级军团此时也正和他们一起朝着城门处疯狂奔袭。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许是随着黑暗阵营大军的全速爆发，也可能是主动降低了速度。这80万传说级军团虽然依旧在向城门处奔袭，但却逐渐被甩到了后方。看上去，整个要塞里的兵力分布呈现出了3段式。首先是20万的史诗级军团，这是许然的麾下成员，目前正站在城门两侧静静等候着什么。中间那一段对应的是黑暗阵营整整90万大军，此时正爆发出吃奶的劲头，朝着这边跑来。而最后面是传说级品质的80万大军，他们的速度明显要比黑暗阵营慢了一截，但阵型却保持得完美无瑕，似乎就像是一个整体，正一步一步朝着这边移动。看到这里，正处于城中一处屋顶的罗多心中隐隐生出了一阵不祥的预感。这样的布局，这样的气氛，总感觉有点像是要瓮中捉鳖的感觉。正想着的时候，黑暗阵营的大军终于抵达了城门前方，准备突围。杀！随着一声声嘶吼，这些来自黑暗阵营的3转强者纷纷掏出了武器，朝着城门处冲去。在他们心中，一场惨烈的突围战或许即将就要拉开帷幕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狂风骤起，天空忽然又昏暗了几分。只见一道遮天蔽日，足足有数百米长的巨龙正朝着下方掠来。轰！随着烟尘四处蹦去，远古幽灵巨龙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之上，恰好正处于黑暗阵营那90万大军和城门之间。兄弟们！许然站在巨龙那宽阔的脊背上，高高举起手臂，冲着敌人们大声喊了起来。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事。一边说着，他看了一眼不远处正在引导着禁咒的剑术大宗师。这货的禁咒早就吟唱完毕了，但始终悬而不发，恐怕正是在等他的麾下军团离开这里。但许然却不会让他这么轻松就达成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他对于此刻正躺在要塞大厅屋顶上的领地核心水晶表现出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反而直接出现在了如同潮水一般的敌人面前。这一举动直接让包括黑暗阵营军团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心中暗暗倒吸了一口凉气。几十万大军面前振臂高呼，他到底要干什么？这是黑暗阵营剩下2大军团成员心中同时出现的一个想法，同时也是不远处罗多在脑海中思索的念头。他想不明白，都到了这个时候，迟迟都没有动手的意思，反而在这里和自己麾下军团闲扯淡，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劝降？怎么可能？不先说别的，首先是阵营不同，想要投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再者说了，自己这边士气还没有跌落多少，怎么也不会触发投降的事件。但根据先前和许然争锋的记忆来看，这个一手创建永恒阵营的冒险者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第174章，这货是穷疯了。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一点，拖延时间，恐怕对方是要等待自己禁咒憋不住了再暴起发难。想到这，罗多心中一阵无语。禁咒可不是其他技能能够相提并论的，不说别的，他至少还能保持半个小时的时候不让这道禁咒砸落下来。而时间目前虽然有点紧急，但区半个小时他还是拖得起的。想到这里，罗多打算直接发号施令，让麾下所有成员不用管敌人是否阻拦，直接开启突围行动。但就在他刚要发布指令的时候，许然的下一句话忽然让他愣在了原地。罗多，我知道你在看，商量个事吧，一个人投给我10个金币，我就放他们离开。当然了，为了表示诚意，你可以对我发布委托。一边说着，许然一边笑眯眯地望向罗多，给对方一个和善的眼神。相信我，绝不食言。听到这话，罗多心中一阵无奈，这货是穷疯了，这都敢勒索。他知不知道自己头顶酝酿的可是一道禁咒，小心有命拿这笔钱，没有命来花。想到这里，罗多心中不免有些憋屈，好像事情到了如今这个地步，这一笔钱还真是要出了。不过10枚金币还可以接受，毕竟他麾下的这2个军团可都清一水的全是3转强者，招募的话至少需要付出几10倍甚至100倍的代价。想到这里，他直接点头表示了同意，然后准备对许然发布跨阵营委托任务。这实际上相当于是一种变相收过路费的行为，但无可奈何，迟则生变，留给黑暗阵营大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说别的，单单是头顶这个禁咒就足够他们喝一壶的了，所以没有任何的迟疑，罗多选择了接受。只是他有一点想不明白，直接交付金币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通过发布跨阵营委托的方式来给这个天选之人上缴过路费？要知道，发布跨阵营委托是要收取10%的手续费的，这无法规避，必须要由被委托的那一方来承担。也就是说，不管咋样，许然都要上缴10%的费用给系统。只不过在罗多的眼中，这一部分是上缴给阵营罢了，还真是谨慎。罗多无语地摇了摇头，然后准备签订跨阵营委托。在他眼中，显然许然是谨慎过了头，但自己现在已经被拿捏住了，所以这话也只能在心里想一想了。一边想着，他向许然发布了跨阵营委托。提示：你收到了来自其他阵营 NPC 的跨阵营委托，是否接受？提示：本次委托为跨阵营委托，系统将收取10%的费用，是否继续？确定。许然可毫不犹豫，区10%的手续费而已。在其他玩家眼中，这绝对是一笔让人肉疼不已的巨款，但在许然这边，甚至连9牛1毛都算不上，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做好了大捞一笔的打算。而让罗多通过发布跨阵营委托任务的方式来支付这一部分的过路费，正是因为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一旦完成了委托，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将直接获得万倍的奖励，收益直接翻了足足1万倍。那其中区10%的手续费又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许然直接望向了委托的内容，他想看看罗多有没有老老实实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发布委托任务。请在30分钟内让其麾下成员安全离开城门，每离开一个便可以获得10枚金币的委托奖励，奖励总值受累积完成次数决定。缓缓念诵着委托的内容，许然眼眸逐渐亮了起来。他属实没有想到，罗多为了怕自己暗中偷偷做手脚，或者是出尔反尔，竟然将这个委托设置成为了累积次数的委托。也就是说，这个委托任务的奖励已经被设置成了10金币，而他每送走一个黑暗阵营的 NPC 都算是完成了一次委托任务，然后最终的奖励是通过累积的次数决定的。这就意味着他送走多少黑暗阵营 NPC 就能获得对应的奖励，从而避免了绝大多数的风险。看到这里，许然不由得暗暗点头，不错的选择，谨慎而不失缜密。不过对于自己来说，这好像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好事，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可就没打算将所有黑暗阵营大军都送离这座要塞。这座密银矿脉和要塞实际上就像是一个烫手山药，现在谁拿谁就处于被动的状态。原本他还忐忑，寻思怎么才能让对方指定一个分批次的委托任务，但却没想到罗多竟然这么的善解人意，直接将其设置成为了累积次数的委托任务。所以许然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这个委托，然后指挥着大军开始放人。怪了，看到许然这么配合，罗多一时间都有些难以适应了。谁会想到这个对立阵营的最高指挥竟然这么爽快，这反而弄得罗多有些忐忑起来了。但时间不等人，看了一眼头顶的禁咒，罗多直接下达了最高权限指令，所有人不要动手，然后以有序的方式撤离这座城门。随着他话音刚落，黑暗阵营大军齐刷刷地动了起来，他们排成一条长龙，然后朝着城门外快速冲去。而那20万史诗级军团则全都纷纷部署在城门附近，将其围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盾位之墙，只留下了一个豁口，供对方离开这里。一旦有变故发生，这扼住整个要塞喉咙的20万大军便可以直接将城门彻底堵住，即便对方有100万大军突围，恐怕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一刻，恢宏厚重的城门前上演了足以令各大阵营瞠目结舌的一幕。先前还厮杀个不休的双方，此时竟然和谐有序的互相点头示意，压根看不出半分想要动手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在金钱和利益面前，双方的高层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不过就在黑暗阵营那90多万大军从城门处有序离开的时候，后来那些属于许然麾下的80万传说级禁卫竟然没有跟上来。第175章，为了钱出卖尊严。在即将破晓的昏暗中，这整整80万传说级品质的黑暗禁卫和寒霜禁卫此时正化作一道道道的阴影，在悄无声息之间消失在了这座要塞之中。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就连停留在这座要塞中的上千名玩家都没能窥探得到他们具体的动向。尽管他们全程目睹了这场堪称为荒唐的战斗，原因很简单，从那20万史诗级军团抵达城门处的时候，一直位于白银要塞上方的许然就让远古幽灵巨龙释放了他的专属技能灰烬之物。这个技能的覆盖范围虽然无法和罗多引导的禁咒级技能相提并论，但笼罩范围也相当的庞大。再加上随着这头巨龙的不断成长，迄今为止他释放出的灰烬之物堪堪能将后方那80万传说级禁卫军团笼罩其中。
只是很拥挤罢了。但他们却毫不在意，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执行许然的指令。所以在深深的浓雾裹挟下，这80万传说级禁卫大军便消失在了昏暗之中。看到这里，玩家们纷纷感到一阵诧异。话说，这是在干什么？看起来好像天选老板和黑暗阵营达成了某种不可告人的协议，双方好像在派交易。我就知道这货和光明阵营也是一丘之貉。不对，他还不如人家，竟然为了钱出卖尊严，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还能放走他们？楼上 NC， 这又不是人家永恒阵营的地盘，能来帮忙就不错了。我总感觉啊，有点不对劲。是啊，天选老板恐怕要另有安排了。一边说着，这上千名玩家，其中有不少人纷纷朝着那团灰烬之雾弥漫的方向摸去。他们没打算干扰许然麾下军团的行动，只是想看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望着即将从地平线升起的太阳，白嫖之王丝毫不顾这绝美的景色，闷头朝着前方大步狂奔。顺着他的行进路线望去，恐怕不难发现，数不清犹如潮水一般的黑暗禁卫和寒霜禁卫正整齐划一地朝着城外奔袭。那是他们入城的方向。这样一来，直接等同于原路返回了。白嫖之王此刻很兴奋，他心中激动难言，目光更是死死地盯着前方。从开服到现在，他选择的职业是最令人诟病的盗贼。攻击虽然高，但却都是单体伤害；控制虽然足，但对 BOSS 和对群体怪物就显得极其无力了。不仅如此，血量堪称各职业最低，攻击距离又是各职业中最短的那个，防御更是比纸还脆。唯一的优势是攻速和移动速度。白嫖之王一直信奉一个道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所以从开服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将所有的自由属性加在了敏捷上面。全敏盗贼，其他的力量、智力、体质等等，全都靠升级带来的固定属性成长来支撑。但这也导致他血量和防御堪称玩家之中最脆的那一个档次。攻击也不见得有多高，但有一点，他够快。后来白嫖之王转职成为了暗影刺客后，更是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但即便如此，他也才堪堪能够跟得上那80万3传传说级禁卫军团的脚步。至于其他玩家，早就不知道被甩到了哪里。好机会，一定要跟紧了兄弟。话说这货跑得还真快，你看其他玩家都跟不上他。何止，我听说这货跑得比一些3传强者都要快不少，在速度方面几乎是咱们区最顶的人了。胡扯，你忘了还有，别提天选老板了，他还有什么不是最屌的？撞在我敏捷系盗贼的门面。在白嫖之王撒丫子狂奔的时候，他的直播间里霎时涌入了无数的玩家，只有他才能掌握的独家视角和情报，让其成为了目前所有玩家的焦点。这也让他获得了一些打赏。当然了，如果这些奖励放在许然的面前，他必然会不屑一顾。但对于一个普通玩家来说，绝对能称得上是一笔足以让自己发育一大截的资源了。所以白嫖之王狂奔的劲头越来越足了。兄弟们，城门快要到了！白嫖之王一颗心砰砰直跳，眼中的喜色难以掩盖。他已经意识到了一件事，自己好像发现了天选之人接下来要做的一个疯狂计划。兄弟们，你们看，他们已经出城了。白嫖之王不顾风险，他直接喝下一瓶技能增幅药剂，将自身的隐秘技能又强化了一个档次，然后身躯缓缓消失在了空气中。下一刻，他也离开了这座被暴风雨笼罩的要塞。提示：你已经离开了白银要塞。提示：你正处于野外区域，一旦被击杀，将会掉落整整一个等级。提示：你所在的区域已被标记为高危区域，请做好战斗准备。在一道道提示音中，白嫖之王战战兢兢地离开了城门，朝着许然麾下大军望去。卧槽，乖乖，这特么要来真的！看到眼前的一幕，他顿时愣在了原地，甚至连手中匕首掉了下来都尚未察觉。卧槽，天选老板到底想要搞什么？我也看不懂。不仅是白嫖之王，这一刻，所有通过直播看到这一幕的玩家也都纷纷呆若木鸡。这谁能顶得住？谁又能想到，前面还在和黑暗阵营敌方军团共同争夺城门的80万大军，后脚就又返回了城外。不仅如此，随着急速的行军，这整整80万大军竟然朝着四周散了开来。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必然会发现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规律。除了被20万史诗级军团堵住的那一侧城门，这座白银要塞剩下的3个城门竟然全都被许然麾下的军团给围了个水泄不通。如果说是守城的话，守方往往只需要付出很少行动，就能让攻方付出惨烈的代价。但要是从城中突围，
困兽之斗的话，那攻方只需要堵住城门，便可以尽情杀戮。第176章，果然不讲信用，而且这样一来，效率反而高得离谱。毕竟想要突围出城，就只有城门这唯一的途径才能离开。一旦被堵住了城门，那不就是乱杀？当然了，如果是单兵作战的话，完全可以冒险从城墙上跳下来，只要不被发现，就问题不大。而一旦数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切都会变得无比显眼。到了那个时候，别说的从城墙上跳下来了，就连扣个鼻孔都能被攻方找到破绽，在猝不及防之间，指不定从哪里就会掠来阴险的一箭。而像是群体从城门突围或者跳城墙这种行为，绝对犹如黑夜中最亮的那盏明灯，将会引来无数的敌人，并且会趁机对自己这方发起致命攻击。总而言之，当战斗类型一旦从攻城变成了突围，双方的优劣势身份就彻底改变了，无论用何等方式，也无法再逆转回来。当然了，除非有外援或者意外出现。不过，很明显，在许然的缜密计划下，一切都没有被翻盘的可能。他早就安排好了一切，甚至都已经做好了对方会报喜发难的准备。但玩家们却不会这样想。看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有人不由得暗骂许然胆大包天，有人在不断分析他成功的几率以及到底想要谋夺些什么，更有人在寻找其中的漏洞，甚至想要向黑暗阵营告密，提前将他的计划给揭露到所有人的眼前。但这一切似乎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格外的苍白无力。他们发现，尽管许然这个计划疯狂且胆大，但成功的几率却高达100%。也就是说，只要他能报喜发难，或许还真的能将黑暗阵营的大军给留下来一些。起码这座主城将会是他的囊中之物，而且也不需要担心光明阵营会就此翻脸，毕竟他的大军目前正部署在城外，一旦开战，再不济也能直接撤退。而如果他的行动计划被提供到了黑暗阵营议会那边，时间上也来不及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场阴谋，而更像是在明牌。许然的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了，一口气吃不下一个胖子。如果非要将这150万敌人给一口吞下去，他单凭100万大军几乎是做不到的。即便拥有史诗级3转强者，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他绝对不会接受的局面。所以他才通过那20万史诗级禁卫军团的堵门，再加上罗多又捏着一个禁咒不敢释放，所以他拿捏住了敌方，不仅可以狠狠地敲诈其一番，还可以将其名正言顺地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在城外干瞪眼，一部分在城中郁闷地等待着离开。只有这样，他心中那个计划才算是完美地实施了出来。而现在，一切都已经上了正规，即便此时罗多意识到了不对劲，也已经晚了一步。提示：恭喜你成功完成了罗多的跨阵营委托，你获得了奖励10金币。提示：由于本次委托任务为跨阵营委托，将收取10%的手续费。由于你的身份为阵营之主，将享受免手续费的特殊权限。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数量已获得对应的增幅效果。提示：你获得了奖励10万金币。提示：恭喜你完成了罗多的跨阵营委托，你获得了奖励10金币。提示：由于本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又一个的黑暗阵营敌军都被许然放出了白银要塞，每过一个敌人，来自罗多的委托都会给他提供足足10枚金币，同时对应的也会触发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直接将这10枚金币变成整整10万。而在这段时间内，位于白银要塞中的那90万敌军已然被许然放出去了30万。随着耳畔提示音犹如刷屏一般的响个不停，不知不觉中，许然竟然通过万倍奖励一共获得了足足301枚金币，这绝对是一笔海量的资源，同时也是他缜密计划中的一环。只有这样，他才能快速的积累足够的财富，然后疯狂招募军团，在光明阵营和黑暗阵营都尚未反应过来的前提下，将自身阵营的实力提升到一个足以和其争锋的地步。而这一切都还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他要的可不只是金币，同样的还有其他的资源。单单一个密银矿脉虽然价值连城，但却很难变现，但如果能够利用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或许能将其数量或者质量提升足足1万倍，而且自己这边或许还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只需要将他那个缜密的计划实施到完美的程度即可。想到这里，许然直接一声令下，停。看了一眼时间，此时黑暗阵营大军才刚刚离开了30万，城中大概还有50万左右的敌人。同时，站在高高屋顶上的罗多也快要控制不住所引导的禁咒了。携带剧烈毒素的禁咒一旦洒落下来，或许整个白银要塞
都将被毒素所充斥。时机差不多了，动手！就在许然刚刚喊停的那一刻，整整20万史诗级禁卫都像是接到了指令一样，纷纷朝着城门的方向涌去。刹那间，原本流出来的豁口被其填补成了完美无缺的样子，一座不可逾越的禁军堡垒出现在了黑暗阵营和罗多的眼前。果然不讲信用。罗多眼中神色有些不耐了。距离天空中引导的禁咒失控还剩下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了，这该死的永恒阵营之主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只留下了一处豁口，所以黑暗阵营大军出城的速度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影响。要是城门洞开，或许几分钟就能撤离出去，但现在足足过去了小半个消失，才过去了30万名黑暗阵营军团成员，足以证明这个天选之人的无耻。所以他现在喊停，应该是想临时加价了。罗多暗骂了一声阴损，表面却是如沐春风的样子。天选之人，请问有什么事情吗？他扭头朝着许然望去，脸上挤出了一丝僵硬的笑容。第177章，肃杀一片。事到如今，他似乎已然知晓了自己的处境。骑虎难下，是目前最贴切的形容词。但作为老牌传奇接强者，他活的年数甚至比许然吃过的饭还多，因此智慧也远超寻常人。几乎是一瞬间，他就明悟了一切，并且还想出来了一个相对有效的针对方案。最好你不要狮子大开口，否则内外一起进攻，你会更被动。他的潜台词再明确不过了。很简单，城外的那30万大军，还有城中的这60万大军，以及提前离开的那50万大军，实际上都算不上是外面的力量。真正的内外夹击，指的是佯攻岭东城的1000万黑暗阵营军团，以及这座拥有史诗级模板蓝图要塞的防御工事。当然了，这是罗多心中的想法，虽然通过潜台词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但双方在表面上却还没有彻底撕破脸。罗多依旧保持着微笑的样子，浑然不顾自己那传奇接强者的高贵身份。他的意思已经表达得相当明确了，接下来就看这个叫做天选之人的冒险者会不会见好就收了。一边想着，罗多将目光转向了城门方向。霎时，他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只见那20万史诗级禁卫军团脚步竟然没有半分停歇，不仅没有将城门让出来，反而抱起发难，率先对他的麾下军团发起了攻势。偷袭，敌袭，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随着战斗的突如其来，剩下的60万黑暗阵营大军也纷纷做出了反应，但始终还是晚了一步。只是一瞬间，在史诗级永恒禁卫的攻势下，他们的数量顿时锐减了5万左右，士气更是唰的一下跌落了不少。继续，许然面无表情，冷冷的在一旁发号施令。他下达的指令很简单，只需要让100万大军配合起来，他就能够将这55万黑暗阵营大军都尽数堵在白银要塞里，然后迎接他们统帅释放出的禁咒。不仅如此，城外的那一部分也跑不了。一边想着，许然以永恒阵营之主的身份发布了一系列的阵营任务，其中的内容正是和城外那30万敌人有关。这一刻，所有脱离原本阵营选择追随许然脚步加入永恒阵营的玩家，耳畔全都回荡起了一条条提示音，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提示：你所在的阵营发布了新的阵营任务，白银要塞斩尽杀绝，是否接受？提示：你所在的阵营发布了新的阵营任务，白银要塞围追堵截，是否接受？提示：你所在的阵营发布了新的阵营任务，白银要塞清逐残寇，是否接受？提示：接受白银要塞系列阵营任务后，请前往永恒阵营所实际掌控的主城，通过传送阵可免费传送到目的地。提示：由于本次系列任务难度较高，一旦以较高评分完成该任务，将获得双倍奖励。霎时，所有头上顶着永恒阵营这几个大字的玩家都纷纷兴奋了起来。卧槽，果然永恒阵营福利贼多，竟然又出现阵营任务了，双倍任务奖励还不开冲？传送阵，我听说那群坐传送阵的玩家都被传到了岭东城，然后困在那出不来了。愚昧无知！看到这一系列任务，其他玩家都纷纷一脸愕然的样子。谁会料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天选老板竟然没有忘记给他们发布任务。和始终装死的光明阵营相比，双方简直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很多玩家心中都只有一个想法，那即便是被传送到岭东城，也要接了这个系列任务。因为迄今为止，许然好像都没有吃过一次亏，更没有刻意坑过普通玩家。再者说了，自己已经加入了永恒阵营，只要没有叛变的心思，就算是自己人了。天选之人也没有必要坑自己阵营的玩家。
想到这里，无数玩家纷纷做出了决断，接受任务。这个白银要塞的系列任务一共有3个类型，其中斩尽杀绝是和城外的30万黑暗阵营军团成员正面相抗，需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而且一旦挂掉就无法再次参战了。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看上去这个任务异常危险，但实际上却有整整80万传说级3转强者在前面顶着，被秒掉的几率应该不会太高。但很多人依旧有些无语，迄今为止好像都没有见到过天选老板的奶妈军团，这全都是菜刀队，谁能扛得住伤亡？实际上许然也有过这个想法，但对于现在的永恒阵营来说，100万大军要分一部分名额给奶妈或者辅助军团的话，战斗力必然没有现在高。他是寻思着让玩家当打工人来着，玩家的牧师能够发挥出的作用甚至堪比狂暴武器战士军团，不仅能奶，还能打出极高的伤害，所以目前他还没有招募奶妈或者辅助军团的打算。毕竟有传说级军团在前面扛着，玩家们的安全应该能够得到一部分保障。再说了，他这一次奖励发放的凭据采取的是任务评分的方式，即便拿不到人头，但通过打的伤害或者提供的增益 buff 以及抗下的伤害都能获得相对应的评分，奖励不会少给半分。更何况虽然这个系列任务危险程度很高，但奖励也异常丰厚，对目前玩家来说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丰厚奖励了。而第2个任务围追堵截则需要玩家构成防御战线或者包围圈，阻止那剩下的敌人冲出重围。第3个任务青竹残扣更是需要玩家追逐清剿最后逃窜的敌人。这3个任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聪明的处理方式就是全都接了，只要参与到这一场战斗中来，就能将这3个任务给完成了。即便是铁混子，只要不是开局暴毙，也能获得不菲的收益了。一想到这一点，玩家们就纷纷兴奋了起来，他们没有迟疑，直接踏上了前往任务地点的传送阵。与此同时，白银要塞中也是一片肃杀。第178章，来自禁咒的痛楚。在许然的指挥下，剩下的55万左右的黑暗阵营大军以及那个传说接强者罗多，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堵在了这座拥有史诗级模板蓝图的要塞中。让人惊愕的事情并不只有这些，罗多原本以为许然不过是想要临时加价来一次狮子大开口，但却没有想到他竟然玩真的。而且朝着城外望去的话，不难发现一个令无数黑暗阵营 NPC 人心惶惶的事情。原本那本应该出现在城中的80万传说级大军，此时竟然将这座要塞给围成了一个铁桶，而自己这边的兵力此时又被分散成为了3份，战斗力被衰减了一大截。显而易见，在永恒中，如果是大规模战斗的话，军团数量和规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如果是100万大军，分成10部分和敌人展开厮杀的效果是远远无法和一个整体相提并论的。更何况还有厚重的城墙，直接将战场割裂成了2个部分，无论哪个部分，似乎黑暗阵营都处于弱势的这一方。卑鄙无耻的冒险者！罗多看到这一幕，心急如焚。他没想到这个贪婪所求无度的冒险者竟然能够有这种谋划，一步一步直接将整整150万大军拖入了深不见底的深渊。不仅如此，自己好像还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禁咒，悬在空中的禁咒就像是一柄足以毁灭一切的剑刃，或许撑不过几分钟，这个禁咒便会尽数宣泄而下。此时白银要塞里只剩下了黑暗阵营的大军，除此之外，原本在城中的那些 NPC 全都大门紧闭，甚至连躲避的场所都不愿意提供。如此一来，位于白银要塞中的这一部分黑暗阵营大军就等于要直面禁咒的轰击，或许压根存活不了多少。该死！准备列阵防御，突围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所以罗多只能无奈地让己方军团先躲避禁咒的威势，然后再看看后续该怎么做。他此刻心如乱麻，手中的法杖似乎都要握不住了，而天空中那道由剧毒法则气息氤氲而成的斑斓阴云也摇摇欲坠了起来。什么情况？正按照罗多指令寻找遮蔽物的黑暗阵营大军忽然齐刷刷抬起了头，然后摸了摸脸颊，好像要下雨了。雨滴砸落在地板上，砸落在他们的脸上、盔甲上、武器上、身躯上，迸溅出了一朵又一朵的水花。一场倾盆大雨在仓促之间几乎将整个要塞都覆盖了个完全。太阳也从此刻冉冉升起，在破晓时分的半昏半明之间，一场雨帘呈现在了所有黑暗阵营以及观看直播的玩家眼前。下雨了，
是的，下雨了。这雨好像有点问题。那可不是吗？谁又见过散发着五颜六色的雨？我见过，上次有个完毒的炼金术士就会释放这种技能，只不过没这么恢宏罢了。这雨有毒。留下最后一句话的是一名玩家。从开服完成转职以后，他就一直待在这座白银要塞附近。作为一名生活玩家，他选择了采矿和锻造这两个副职业。显而易见，白银要塞是最适合这类生活玩家的区域了。然而就在今天，一场厮杀席卷了这座平时静谧平和的要塞，同时也让他大受震撼。不过在其他人趁机跑出要塞的时候，他依旧留在了这里。做出同样选择的玩家还有大概几百个。眨眼的功夫，雨帘遮蔽住了所有人的视线，同时也带来了一场谁都没有想到的惨烈场景。啪嗒啪嗒，随着雨滴砸在脸上，想象中冰凉的感觉并没有出现，这些玩家们反而感觉身上脸上有种热热的感觉。乍一感受似乎还有些舒服，但这种感觉只是持续了一瞬间，下一秒，或许没有用1秒的时间，温热就变成了滚烫，随后灼烧之意甚至都沁入了他们的骨髓之中。痛楚、毒素缠身，似乎在一瞬间从他们的灵魂深处爆发了出来。不过这种折磨只存在了短暂的几秒时间，很快来自禁咒的恐怖毒素就将这一部分玩家送回了复活点。但黑暗阵营大军就远远没有这么幸运了。在永恒中，玩家拥有多种攻击模式，比如和平模式。在这种状态下，玩家只能对怪物造成伤害，释放的技能即便覆盖在其他玩家身上也无法打出丝毫的伤害数值。还有自由模式，这也就是玩家口中常常出现的开红。一旦开启了自由模式，释放的技能就会攻击到任何被波及到的生命。当然了，和自己组队或者组成百人团的玩家也能豁免这一部分伤害。但如果是一个工会的话，开启自由模式很容易攻击到其他队里或者团里的兄弟们。所以一般来说，玩家们要是打群战都会开启同盟或者工会、佣兵团模式。顾名思义，同盟模式一旦开启，就无法对同阵营或者结盟阵营的玩家和 NPC 造成伤害。而工会、佣兵团模式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同一个工会或者佣兵团的玩家也无法造成丝毫的伤害，这些都属于玩家的特权。而 NPC 则有所不同，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都有玩家研究出了战斗方面的一些规律。他们发现，无论是哪种 NPC 都无法像玩家一样拥有多种模式切换。当然也可以说，他们只有一种模式可以选择，那就是自由模式。一旦释放技能，只要被波及到的话都要遭重，哪怕是亲生父亲，要是被一剑砍到了胳膊，也要变成杨过。所以 NPC 的战斗方式往往都会采取集体攻击，远程单位基本上不会和近战混在一起。但随着这场禁咒带来的剧毒之雨洒落，同样都是黑暗阵营的那些 NPC 全都受到了重创。但由于他们都属于3转强者，血量自然是远超玩家，因此即便中了各种剧毒负面状态，但一时半会也还挂不掉，所以他们也遭受了更多的痛苦。第179章，就像牛羊一样，在蕴含腐朽和侵蚀之意的毒素雨水中，血肉、骸骨、毛发和装备等等，只要是沾染上雨水的物体，似乎都在不断的消融。甚至就连史诗级模板蓝图构造而成的这座要塞，都在剧毒的侵蚀下留下了一些痕迹。嘶嘶，随着雨水的不断落下，那些史诗级的建造材料表面都出现了一些被灼烧和腐蚀的痕迹。但史诗级就是史诗级，在其可怕的强度支撑下，即便是能够改变地形的禁咒，也只能留下浅浅的痕迹，但也足以证明这场禁咒的可怕威势了。卧槽，您快看，兄弟们，好像白银要塞出大事了！要塞里幸存者是白嫖之王，他好像在直播禁咒的威势。这是什么情况？那个黑暗阵营的大佬竟然在攻击自己人。不得不说，天选老板真是个老银币，竟然利用敌人对自己的信任，把黑暗阵营给狠狠坑了一手。呵，这样一来，惹恼了黑暗阵营，凛东城的援军可不会手软。我看未必，好像有不少玩家也赶来帮忙了。先前这名叫做白嫖之王的玩家，正是凭借一手卓绝的速度跟上了许然的80万传说级军团，从而获得了不少玩家的关注。礼物险些让他收妈了。而后来他又凭借敏锐的嗅觉察觉到了这边的异常情况，因此在第一时间里他就又返回了白银要塞。不过谨慎告诉他，一定不能离黑暗阵营太近，故而他躲在城墙的一角，恰好避开了那恐怖的禁咒之雨。
也正因如此，其他玩家也才能看到这震撼人心的一幕。不过，很多人在惊愕许然手段狠辣之余，也纷纷替他担忧了起来。毕竟，黑暗阵营可不是吃素的，怎么可能会坐视他直接坑杀这100万黑暗阵营大军？要知道，先前那冰封城里的几十万大军，就足足让黑暗阵营不惜消耗资源发起一场攻城战，甚至还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雪崩。但他们却不知道，人命在黑暗阵营眼中其实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利益和实力才是他们遵从的一切准则。不过有一点，他们倒是猜对了，虽然罗多以及他麾下军团的性命不值钱，但密银矿脉可不是轻易要放弃的东西。局势发展到了现在，许然都已经摸不透黑暗阵营下一步的计划了。放弃？太憋屈。继续争夺？得不偿失。毕竟这是一块飞地，想要将大量的密银矿脉送出去，恐怕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不仅如此，他们还要顾忌永恒阵营和光明阵营的围攻，稍有差池，这里驻守的大军就会全军覆灭。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所以许然也摸不透黑暗阵营接下来会做出何等的抉择了。但对于他来说，这两个抉择带来的影响却有所不同。密银矿脉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烫手山芋了，虽然价值和战略意义都远超所有人的想象，足以引起两大阵营的竭力抢夺。而许然一旦获得的话，自身实力和势力也将发生一场质一般的飞跃。只要他能招募到宗师级锻造大师，就等同于拥有了无数神兵利器。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一旦这个要塞落入了永恒阵营的手中，自然也会遭到其他两大阵营的无休止的征伐。和黑暗阵营还不一样，他要面对的可是实力深不可测的两大阵营。更何况，虽然开采密银矿脉，他亲自出手的话是可以触发唯一永恒级天赋10000倍奖励的，足足将收益提升10000倍。但从一开始，他可就没有打算当一个矿工，所以他有了一个更为大胆和激进的想法，那就是在和光明阵营结盟的前提下，暗中和黑暗阵营合作。从白银要塞前往黑暗阵营的道路，不出预料的话，有2条，分别对应着被遗忘的极寒之巅两侧的冰封城和末日火山群岛。根据如今的游戏进度，末日火山群岛尚未完全喷发，如今正汇聚着数量难以想象的火蜥蜴和几头远古炼狱火龙，想要将密银运送过去，恐怕是压根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不说别的，那些喜欢闪闪发光稀有金属的巨龙就不会轻易放过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冰封城是现在唯一的一条路线，如今却稳稳地掌握在了许然的手中，坚若磐石。也就是说，黑暗阵营的 NPC 只要开采出了密银矿脉，就必须经过冰封城这条路线送到黑暗阵营的实际控制疆域中。这也是他们先前用蹩脚借口尝试着对冰封城发起攻城战的原因。所以许然心中有了一个疯狂大胆的计划，挟天子以令诸侯。他要凭借冰封城这条必经之路收取黑暗阵营的过路费，所以黑暗阵营必须拿下这座密银矿脉。不仅如此，他还不能让黑暗阵营大军攻下其他的主城，包括近在咫尺的那座凛冬城，否则对方一旦掌握了主城，就等同于拥有了另外的移动路线。坚固的主城城墙不是重点，主城及传送阵足以让黑暗阵营将海量的密银矿石通过传送的方式偷偷运送到他们的地盘。那么接下来许然要做的事情就变得无比清晰了起来。首先是暂时放缓白银要塞的进攻，然后不能让黑暗阵营的1000万大军攻下附近的那座凛冬城。不仅如此，要把他们像是牛羊一样赶到白银要塞。喃喃自语了几句，许然望向了远方的凛冬城，他直接下达了指令，准备撤离，然后汇合起来开启传送阵。许然一边向远古幽灵巨龙下达了移动指令，一边让100万大军汇合在一起。逐渐的，如同潮水一般的100万军团从城门的外面悄然退去，然后乌泱泱一片，开始朝着一团汇聚了起来。此时禁咒还在不断的洒落，在致命的毒素侵蚀之下，整整55万黑暗阵营大军正在被不断的消耗中。罗多一口银牙都快要被咬碎了，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一会拼命的攻击，一会又如同潮水般撤退。他一度怀疑这个天选之人是不是吃错了药，到底在搞什么鬼。第180章，再勒索一次。偏偏这该死的禁咒还在不断的向下洒落致命的毒素，不仅将整个要塞染成了一片斑斓，令人不寒而栗。被困在城中的几十万大军也即将要死伤殆尽了。最离谱的是，这禁咒竟然遮挡住了视线，让他一时半会察觉不到城外的动向。但渐渐的，他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好像城外的战斗
也并没有像是想象中那样惨烈。凭借传奇阶强者的属性，罗多的感知远超常人，即便是3转强者，或许都不如他的1/10。这便是传奇阶强者的可怕之处。即便看不清楚城外战斗的具体情况，但他却能通过听来判断大概的局势，有冒险者的动静。不仅如此，数量好像比他想象中的要多不少，起码有数百万。作为老牌传奇阶强者，罗多平日也和冒险者有了一些接触，无论是黑暗阵营还是光明阵营，这些冒险者除了贪财好色，喜欢帮助他人来获取报酬之外，往往都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到了哪里，那动静都小不了。比如战斗的时候，很多冒险者嘴里会喊着很多他听不懂的词汇，比如奥利给，我是尤拉小姐的狗，你指尖跃动的电光是我此生不灭的信仰，只因你太美等等。这些话不仅让很多 NPC 摸不到头脑，甚至有些还具有一定的精神污染特性，简直让人神烦。不过也有例外，听说有不少 NPC 经过一番洗脑，甚至也没事就蹦出来1-2句玩家口中的奇怪词汇，比如什么猫雷在干嘛，在偷家，能偷掉吗？有的，我的天啊，他出了个明刀司命，简直令人目瞪口呆。一想到这里，罗多心中就泛起了一阵阵的无语。根据他敏锐的听觉，很明显城外的那些奥利给、秘制小汉堡等等词汇正是出自冒险者的口。天选之人麾下的那些精锐成员可不会这样说话，他们就像是一群机器，一群只知道杀戮的人形机器，即便数量多达100万，也不会发出任何的动静，往往都会在无声无息之间冲到你的脸上，然后挥下手中锋锐无双的武器。即便在黑暗阵营的眼中，这100万传说及以上品质的禁卫军团也是值得钦佩的对象。好像走神了。罗多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一想到这群冒险者，好像他就忍不住的有些头大了起来。一想到这里，他好像意识到了一件事，天选之人似乎也是一个冒险者，消失了。通过敏锐的听觉，罗多在冒险者带来的聒噪声中隐约听到了许然麾下军团铠甲的响声，但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对方好像并没有和先前一样大杀特杀，而像是在挪动脚步和被动防御。这一异状让罗多瞬间警惕了起来。从一开始的时候能够突破重围，猛地出现在白银要塞，就足以让他心中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测，一个不愿意接受的真相。或许这个叫做天选之人的冒险者，也可以说是刚刚创建的永恒阵营拥有掌握空间法则的大军。霎然间，罗多脑海中浮现出了那20万史诗级永恒禁卫的身影。空间法则，坏了！一切似乎都豁然开朗，好像也都能解释得通了。罗多心中不禁有些不寒而栗，他发现自己好像从头到尾都被这个叫做天选之人的冒险者给骗了。从战斗开始的那一刻，永恒阵营可能就没打算谋夺这座密银矿脉，进攻、入城以及堵住城门，还有现在的撤离白银要塞，继而将这座要塞给围成一团，随后再通过掌握空间法则气息的军团构建好定向传送阵，从而将那些该死聒噪的玩家给传送过来当炮灰。这些举动应该全都是其完美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其真正的意图好像不是密营，也不是要塞，甚至都不是远处那座巍峨而立的主城。地图没有任何的迟疑，罗多从腰间掏出来了一张羊皮卷，迅速地将其展开，蕴含有寒霜帝国和黑暗阵营北部疆域的地图立刻呈现在了他的眼前。此时白银要塞中无数的黑暗阵营大军的哀嚎已然小了很多，他们的生机随着禁咒的砸落很快就已经流逝殆尽了。一道道飞灰正随风而起，化作漫天烟尘和灰烬，充斥在了这座要塞的上方。而在高耸的屋顶上，这些凋亡生命的首领正死死地盯着手中的羊皮卷地图。他没有看麾下成员一眼，此时正眉心紧皱地看着地图上的内容，眼中的神色似乎有种止不住的颤抖感。而这一幕也被躲在远处城墙一角的白嫖之王拍了下来。天选老板在搞什么鬼？这个黑暗阵营的大 boss 又在干什么？一边嘀咕着，他一边将直播画面呈现给了所有玩家。由于禁咒的缘故，他也看不太清楚城外的动向，更是猜不透许然的谋划和计策。反倒是不少玩家们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这是要塞里的情况。城外有玩家直播，我发现那些永恒阵营的 NPC 好像一直在围堵敌人，并没有彻底大开杀戒。废话，数量差距并不是很大，拿头去杀。我总感觉不太妙，永恒阵营的这100万大军实力可比黑暗阵营这几十万残兵败将高了不少。看城里那 boss 的样子，好像发现了点什么。说的没错，岭东城刚刚传来的消息，黑暗阵营那1000万大军有要撤退的痕迹了。在玩家叽叽喳喳的讨论中，
不少聪明人心中纷纷多出了无数个猜想。有人猜测，黑暗阵营的撤退是必然的，这一点天选老板应该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将那个传奇阶大 BOSS 和其麾下军团都困在这座要塞。根据要塞里玩家的描述，好像这货先前就通过堵住城门，勒索了一波黑暗阵营，而现在他围住了白银要塞，就等同于掌握了密银矿脉和一部分人质，便可以做出和抢劫的匪徒类似的事情来了。坏了，他胆子也太大了吧！一次不过瘾，竟然还要再勒索黑暗阵营一次。第181章，工会令牌的消息。我的乖乖，他知不知道岭东城这边撤军了？你这不废话吗？都是玩家，谁看不到世界公告？说不定很忙没顾得上看。也是，要不要提醒他一下？在察觉到围攻岭东城黑暗阵营要撤军的动静后，很多玩家都纷纷攥紧了拳头。作为游戏第一人，许然的名气已燃冠绝权区，而永恒阵营也成为了数百万玩家心中的最佳选择。按照常理和思维习惯，无论是各大势力还是散人玩家，都会乐意见到游戏榜一吃亏或者挂掉。这不仅是游戏的乐趣，还能让他们心中好受一些。但在利益面前，绝大多数玩家似乎都陷入到了挣扎之中。作为玩家，一旦挂了的话，或许会爆出一些装备和物品，还会掉点经验值。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是一个要命的事情。除了爆出来值钱的东西，或者在妹子面前被杀丢脸之外，很多时候都只不过是被杀了有点生气而已。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天选老板挂了不要紧，重要的是其挂掉的后果。一旦挂掉，也就意味着他麾下那100万大军也将遭受灭顶之灾。而根据加入了永恒阵营的玩家透露，这个刚建立起来的阵营，除了玩家和那100万大军之外，只有10来万的各类小规模军团了。那些都是先前许然在永恒城积攒起来的家底，即便吹破天，恐怕也挡不住两大阵营弹指间出兵数百万的攻势。所以说，天选老板一旦挂掉，也就意味着永恒阵营也会随之消逝。在很多大型势力的眼中，他们巴不得永恒阵营垮台，然后给自己一些发育的时间。毕竟许然就像是悬在他们头顶的一座巍峨高山，让其始终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观点变了，任务、资源以及这一次更新的资料片，都足以证明永恒阵营存在的价值。在利益面前，一切都是镜花水月。只要是有点脑子的玩家，都能明白一个道理：永恒阵营一旦垮掉，他们将会失去无数任务、资源以及资料片中提及到的各种奖励。指望两大阵营带给自己福利，还不如组织工会成员多刷几个野外 BOSS， 说不定还能爆出来工会令牌。一想到工会令牌，无数势力更是陷入了沉默之中。在偶然间，有闲的蛋疼的玩家没事翻看永恒阵营兑换商店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个令无数玩家感到愕然的事情：工会令牌。在兑换商店中竟然出现了兑换工会令牌的选项。虽然有兑换限额以及极高的兑换门槛，但这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了。原因无他，主要是这笔道具的爆率实在是太感人了。从开服到现在，在许然四处发展的时间里，其他人也并没有闲着。很多大型玩家势力组织刷了不少野外 BOSS， 也通关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副本，但迄今为止都没有见到工会令牌的半个影子。截止到目前，整个华夏区所有玩家势力还都是以佣兵团的方式在发展，而一旦建立了工会，不仅能够解锁工会技能兑换商店，还有工会领地、工会任务和工会活动等等选项，这些都能极大程度上提升玩家和对应工会的硬实力。不说别的，单单是第一个创建工会的系统奖励，就足以令所有大型势力为之心动了。因此，当工会令牌出现的这个消息传出后，无数势力纷纷陷入到了纠结之中。他们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将势力转移到永恒阵营。原本他们打算派出一部分精锐，脱离原有阵营，加入到天选之人的麾下，然后兑换了工会令牌就走人。但很快他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原因很简单，在永恒阵营包括其他阵营之中，兑换商店一共分为3种。第一种是功勋值兑换商店，这个获取最简单，击杀敌对玩家 NPC， 完成相对应的任务都能获得功勋值。只要心狠手辣，说不定还能和敌对阵营的工会商量好互刷的计划，积累海量的功勋值。当然了，这需要工会成员的无私奉献。而第二种则是军功点兑换商店。对于很多玩家和势力来说，军功点都是一个极其难以获取的东西。一般来说，都需要完成相对应的任务，对所属阵营做出一定贡献才能获得。因为这还牵扯到军衔系统，
想要晋升军衔和获得职位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军功点。不过和两大阵营有所不同，天选之人豪气逼人，他经常会给玩家发放一些任务，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人头悬赏，只要能击杀敌人，就能获得军功点、功勋值和金币等等丰厚的奖励。这也是吸引玩家加入永恒阵营为他打工的一个诱饵。不过这种方式和功勋值一样，玩家和势力都可以通过在两大阵营干任务和刷人头，获得通用的军功点和功勋值，然后积累到了达标的数值后，就可以去兑换了，再返回原来的阵营。这种行为又被玩家戏称为留学。但偏偏这工会令牌拿捏住了所有人，兑换其需要的东西在第三种类型的兑换商店中，也就是专属积分兑换商店。专属积分只要脱离了阵营就会立刻清零，所以这就意味着一件事，想要工会令牌就必须老老实实的给天选之人和永恒阵营打工，否则压根没有半点机会。一想到这里，各大玩家势力就来气，这天选之人可真是阴损到家了，竟然靠一个工会令牌直接将所有人都给拿捏得死死的，包括散人玩家。因为即便他们不想创建工会，一旦获得了工会令牌，也等同于掌握了无尽的财富，到时候将会有无数的势力主动找上门，开出一个谁都无法拒绝的高价。所以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玩家加入到永恒阵营中，然后成为一个勤勤恳恳的打工仔。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即便是眼红或者是敌对的玩家势力，也都无法允许永恒阵营垮掉。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得含泪脱离阵营，然后全体加入到许然的麾下，整个势力都将成为他的忠实打工仔，简直就是牛马。第182章，你老婆是谁？马德，我受不了这鸟气，谁爱去谁去。会长，不是我不想去，只是我老婆不同意。你老婆谁？飓风城城主。好家伙，咱们也是同一个老婆，那也算是连经了。在意识到黑暗阵营有了撤退的打算，无数玩家势力纷纷坐不住了，他们纷纷下达了指令，所有工会成员全都脱离原有阵营，然后加入永恒阵营的怀抱。像是那些迷恋 NPC， 甚至称呼其是自己老婆的魔怔人，直接踢了算球。不仅如此，做出这种决定的不单是光明阵营的势力，甚至还有一些是隶属于黑暗阵营的势力和玩家。或许曾经是敌对关系，但此刻他们全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加入永恒阵营，疯狂积攒阵营专属积分。根据专属积分的获取规则，玩家可以凭借佣兵团的身份上缴一部分阵营专属积分给佣兵团团长。如此一来，各大势力会长获取专属积分的速度将远超散人玩家，这也是他们不得不心动的原因。而且如今就有一个积攒阵营专属积分的绝佳机会。根据目前的局势来看，显而易见，白银要塞以及包围这个要塞的永恒阵营玩家和 NPC 军团已经成为了黑暗阵营下一步要进攻的目标。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护永恒阵营不被黑暗阵营给冲垮了。也正因如此，一旦扛下了攻势，他们必然会获得大量的阵营专属积分。或许这种大规模战争一次两次无法让他们兑换到工会令牌，但根据各大阵营之间那紧张的关系，后续类似的事件必然不会少。可能用不了多久，第一个工会就会出现在所有玩家面前。冲！会长，我决定不听老婆的，不能当妻管严，我真想 TM 的踢了你。一时间，无数大型势力纷纷脱离了原有的阵营，然后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全体都加入到了永恒阵营之中。提示：寂寞如雪佣兵团全体成员已加入你所创建的永恒阵营。提示：门房秦大爷佣兵团全体成员已加入你所创建的永恒阵营。提示：东白往事佣兵团全体。正指挥着百万军团厮杀的许然，突然发现自己的阵营全线面板中提示音正如同潮水般涌来。在刷屏一般的加入提示消息中，他发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佣兵团，这不是个大势力吗？别看这些佣兵团的名字都属于整活的那一类型，但其背后可都代表着华夏区各大顶级工会，荣耀、华庭，还有珠联璧合等等。前世在光明阵营排行榜前500的大型势力，竟然来了接近200个。就连先前被他搞得元气大伤的灰烬工会，也都纷纷成为了他的打工仔。这还不是最离谱的，他发现前世在黑暗阵营排行前500的大型势力，竟然也来了接近100。而像是没上榜的很多玩家和一些中小型势力，更是不计其数。他们都以多个佣兵团的方式，批量的加入到了许然一手创建的永恒阵营中。一时间，永恒阵营玩家的数量从几百万瞬间突破了8000万，这绝对能算得上令无数人感到震撼的一幕了。
8000万玩家，虽然无法和两大阵营相提并论，但他发现这些可都是各大玩家势力的精锐，而且包括其高层和会长也都纷纷投入到了许然的麾下。这一景象让许然都有些目瞪口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自己是错过了什么消息？怎么突然间这些前世体量甚大的各大玩家势力和精锐玩家都纷纷加入了自己的阵营？他们难道不知道，作为玩家阵营，自己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只要想对谁动手，无论如何都逃避不了。这几乎等同于将脖子送到了自己的剑下，一旦反叛，将会遭受灭顶之灾。许然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才让这些玩家势力如此疯狂？难道是得知了黑暗阵营撤退的消息，想要赶过来保护自己？世界频道他也一直都在关注着。当围攻岭东城这近1000万黑暗阵营大军有撤退意图的时候，他就已经察觉到了。但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为了让黑暗阵营那1000万大军放弃那座主城，然后扭头冲向白银要塞，他还借助了那一批接受了白银要塞系列任务玩家的手，直接清剿干净了这座要塞和岭东城之间所有来自黑暗阵营的敌方斥候，再加上禁咒营造出来的假象，这将那黑暗阵营1000万大军给骗过来。然而如今，他却好像连所有玩家也都给一同骗了过来。很快，他在世界频道中发现了真相：工会令牌在永恒阵营的专属积分商店中，竟然刷新出了3块工会令牌。这玩意可真是稀有，迄今为止，就连许然都没有爆出来过一块。霎时，许然想明白了这其中的一切，原来是工会令牌的原因，才导致各大玩家势力像是疯了一样加入到自己的麾下。看了一眼，兑换工会令牌一共需要100万永恒阵营专属积分，这要换成平时，可能很多势力需要付出数个月的时间才能刷出来同等数量的积分。到了那个时候，黄花菜恐怕都凉了。但现在却不一样，随着资料片的开启，3大阵营之间犹如放置了一个火药桶，一场场大规模的战争将会一触即发。所以这才给了各大玩家势力一个希望，一个短期内迅速兑换到工会令牌的希望。许然看到这里，不由得在心中苦笑了一声，太搞了。他属实没有想到，永恒阵营一瞬间扩张到8000万规模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工会令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几乎是一瞬间，那8000万玩家全都接受了白银要塞的系列任务，然后获得了定向传送阵的权限。不出预料的话，几秒后，他们就会分批次乘坐主城传送阵抵达这片辽阔的战场，然后奉献出自己的忠诚，哪怕牺牲生命也要竭尽全力的守护许然和永恒阵营的100万大军。第183章香喷喷的鱼饵。看到这里，许然都不免有些泪目了。谁会想到，如今竟然会发生这样动人心魄的一幕？无数玩家全都接受了白银要塞系列任务，然后争先恐后的想要乘坐传送阵前往飓风城和白银要塞之间。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保护100万大军，保护白银要塞，保护岌岌可危尚且处于襁褓之中的永恒阵营。这怎么能令人不泪目？但感动归感动，玩家们的行为固然值得尊敬，但如果真的将黑暗阵营给拦了下来，那就和他的计划彻底背道而驰了。毕竟他要做的可不是夺取这该死的白银要塞和密银矿，而是更多的利益。等等，好像有点不太对。想到这里，许然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太对劲，好像他的计划并不是真的和如今的局面南辕北辙，反而有了新的转机。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转机甚至足以让他用更少的投入换取更多的回报。人就是这样，一旦想到了其中的关键，其他部分也会豁然开朗。现在的关键就是利益，而获得利益最佳方式是让黑暗阵营占领白银要塞和附近的各种稀有矿脉，包括密银。而原本许然打算的是将黑暗阵营的1000万大军赶到白银要塞，使其被迫和自己签订一系列不公平的条约，然后利用10000倍奖励收割足以让两大阵营都为之疯狂的收益。但由于他的兵力只有100万，想要一次性应对1000万数量的敌人，恐怕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所以他原本的打算是准备发布悬赏，用光明阵营的钱让岭东城中那1500万玩家听从自己的指挥，直接将黑暗阵营大军像是赶鸭子一样直接给撵到白银要塞。然而现在玩家们的动向却让他彻底懵了逼。看这阵势，玩家们像是想要将敌人给死死地拦在岭东城和白银要塞之间，甚至看上去所有玩家都做好了用死亡拖延敌人脚步的准备。原本许然有些着急，他本来是打算将敌人给赶到白银要塞，然后再去消耗海量金币招募 NPC 军团，
或许能够有机会将其围在城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千万的玩家争先恐后的加入到了永恒阵营，再加上战争和战功的累积，截止到目前，永恒阵营可招募的军团规模上限已经从100万提升到了800万。也就是说，许然只要想招募，只需要一定的时间便可以拥有800万 NPC 禁卫军团。不说别的，品质至少应该都是传说级，但凭借招募的 NPC 困住这近1000万的黑暗阵营精锐，恐怕他依旧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如今有了玩家的阻挡，他便可以通过这些打工人的攻击，极大程度上削弱敌人的数量和战斗力。或许玩家们拦不住黑暗阵营的大军，即便能够尽数阻拦，许然也要想办法给对方留下至少1半的兵力。原因很简单，制衡。毕竟1000万大军会让黑暗阵营有了充足的底气，或许对方还会凭借人数优势，后续找机会继续攻打岭东城，甚至抢夺永恒阵营自己的地盘。而若是将其歼灭到只有100-200万的数量，不说别的，光明阵营那群欺软怕硬的高层必定会下达攻击的指令，将白银要塞重新收复回去。这两种情况可都会造成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局面。所以只有让黑暗阵营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才能让光明阵营忌惮这边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也让黑暗阵营熄灭了继续攻城的心思，接下来只被动防守这一座白银要塞和密银矿脉。换句话说，如今的白银要塞就是个香喷喷的鱼饵，只有黑暗阵营将其一口吞下去，他们才不能算是白忙活一场，还血亏1000万大军。同时也只有这样，黑暗阵营才能不会背水一战。当初韩信10面埋伏围困项羽，却留个口子网开一面，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他要做的就是避免对方背水一战，而许然现在的谋划也是一样。当然了，和韩信有所不同，更何况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只有这样，他才能和黑暗阵营谈下一步的条件，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的打工仔。所以目前玩家们的数量不能太多，同时也不能太少。一旦那8000万刚加入永恒阵营的玩家一股脑地涌入到了这片战场中，单单是数量和规模，甚至就能挤满这片空旷的战场。而若是人数太少了，许然就需要用大量 NPC 军团来填补空缺，那样损失可就有些大了。既然这是一个机会，那他就必须要抓住。想到这里，许然直接下达了指令，将先前20万史诗级永恒禁卫构建的定向魔法传送阵给撤去1/3，同时还设置了传送的费用，每一名玩家只收1银币。这传送费用堪称史上最低了，对于玩家来说都是一笔小钱，但在许然这里却有重大的意义。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一旦触发，每1枚银币都将变成足100金币。如果抵达这里的玩家数量为1000万的话，那他单单是传送费用获得的金币数额就将达到一个恐怖的数字，10亿金币。这一笔巨款将成为他招募 NPC 军团的资金。根据目前永恒阵营可招募的 NPC 数量上限来看，他至少还可以再招募700万大军。一边想着，许然从远古幽灵巨龙那宽阔的脊背上一跃而下，踏上了前往冰封城的传送阵。当他身影消失的那一刻，20万史诗级永恒禁卫构建的定向传送阵也在此刻完成了撤销和激活。随着璀璨的光芒挥洒而出，在朝阳冉冉升起的时分，数不清的身影从沐浴着传送阵的特殊光芒出现在了这片辽阔而充满战火的土地上。提示：乘坐主城级传送阵抵达定向传送阵终点，将收取1银币的传送费用，是否开启传送？提示：受定向传送阵终点的制约，本次传送需要排队等候，前方排队人数为127万。在一道道提示声中，不少玩家按捺住心中的激动，踏上了前往白银要塞的传送阵。第184章不谋而合的想法。提示：传送费用缴纳成功，正在传送中。提示：你离开了冰封城。提示：你发现了白银荒原。在提示音和传送阵的特殊光芒中，数不清的玩家在抵达白银荒原的第一时间就不由得开始吐槽了起来。真坑，这传送阵还要收费1银币，你脑子里都装的是什么？构建传送阵不要钱，你平时在主城传送那可都是以金币为单位，现在来混奖励就心疼1银币的价格了。话说这和做慈善没啥区别了，传送阵构建可是有门槛的。兄弟们，我刚刚转职了隐藏职业空间剑士，后面给你们构建传送阵不收费。等你能建造传送阵了，到时候我都成神了。快看，岭东城那边的黑暗阵营大军好像真的撤军了。卧槽，怎么这么快？随着无数玩家抵达这边，很多人都发现了远处岭东城传来的动静，
同时，世界频道里也传来了不少玩家提供的重要情报，其中毫无例外，讨论的内容基本上都和黑暗阵营撤军的消息有关。而提供情报的玩家正是被困在凛冬城中的那1500万倒霉蛋。黑暗阵营全面撤军，然后冲着天选老板去了。参加阻击战的兄弟们做好准备，对方还剩下900多万的人数，我们这边也开始组织反攻了。等咱们一起包抄这群黑暗阵营的牛马。有魂白银要塞系列任务的睾丸吗？加个好友求带飞。副本来人加。一时间，世界频道里掀起了一场滔天巨浪。此刻，位于其他主城没有参与到这场战斗的玩家，还有凛冬城被困的那1500万倒霉蛋，以及正在排队等着传送的永恒阵营玩家，此刻全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反倒是已经抵达白银荒原的这一部分玩家和先前早就抵达这边的人，此时的脸色都相当难看。在白银要塞和凛冬城的之间，有一个空旷辽阔的白银荒原，而在一侧才是那绵延数百里的稀有矿产山脉，所以放眼望去，便能将凛冬城那边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随着世界频道炸开了锅，位于白银荒原的所有人全都握紧了手中的武器。敌人从凛冬城撤离的黑暗阵营大军，此时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朝着这边狂奔，似乎用不了10几分钟，最前面的敌人就能和玩家们发生接触。所有人做好准备，王朝的兄弟们，拿奖励刷军功点和专属积分了。灰烬的兄弟们，待会记得给我狠狠的杀。夜雨的宝宝们，加油！这些基本上都是加入永恒阵营的各大势力喊的话。此话一出，所有大型势力都纷纷会心一笑。麻蛋的，全都是来刷阵营专属积分的。看来工会令牌的吸引要远超所有人的想象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刻，被利益吸引而来的玩家们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斗素养，不仅分成了一个个100人战斗团，各职业的分工也是相当的明确。肉盾类战士被放置在了最前面，然后侧翼全都是攻高速度快的战士和刺客类职业。不过也有例外，像是武器战、狂战士等等都和肉盾们一起早就做好了一场血战的准备。而防御高、拥有大量增益 buff 和光环技能的骑士也都纷纷被散落在了各个100人团中。骑士职业太全面了，可以冲锋，可以给友方叠 buff 和光环技能，还可以在战斗的过程中奶一奶身边的那些近战憨憨们。当然了，前提他们要有一匹好的坐骑和不错的装备，否则跑不动也奶不动。随着游戏进程的推移，很多玩家都刷到了一些还凑合的坐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青铜级的品质，像是白银或者黄金，那可都能卖出一个天价了，足以证明骑士这个职业的烧钱程度。但实际上，永恒中各大职业都相当烧钱和耗费资源。处于肉盾后方的玩家，职业全都是清一水的牧师等奶妈职业，而在其后方，则是远程物理系职业，也就是弓箭手。他们全都和法师站在一起，将牧师等奶妈职业包围在了人群的最中央。这个阵型布置正是前世赫赫有名的一保4阵容。牧师在中央，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近战、肉盾、远程单位，所以叫做一保4。至于拥有隐匿技能的盗贼和刺客，则不在其保护的范畴之中。这种孤儿职业，很多奶妈和妹子都相当的痛恨，不敲上一法杖就不错了，想吃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完成了阵容的构建，玩家们的底气逐渐充足了起来。在这段时间里，传送阵一刻都没有停歇，数不清的身影全都成片成片的浮现在后方的传送阵里面。然后在各大势力的指挥下，这些源源不断的玩家全都按照4保1的要求完成了阵容的整合。作为打工仔，他们的效率、纪律性以及敬业程度都赢得了许然的尊重。虽然这些玩家在他眼中是实打实的炮灰和工具人，但其也能起到不小的作用。而在这些玩家的眼中，许然又是一掷千金的老板，保护老板和带老板做任务抵御敌人，更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即便拿了钱，就要实打实的办事，否则来这一趟和观光旅游也没啥区别了。所以，双方属于是各取所需。一时间，整个永恒阵营频道里全都是其乐融融的状态，甚至一些刚刚加入阵营的大型势力要和许然商量着来一场联合拍卖和售卖会。他们想要获得一些装备，许然也想要对应的稀有资源，双方简直不谋而合。刚一提出这个想法，许然就大手一挥表示了同意。不过联合拍卖和售卖会要等到战斗结束了才能如期开启。原因很简单，在许然大肆招募 NPC 军团一掷一金的时候，
从岭东城而来，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向白银要塞的900多万黑暗阵营大军和玩家们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足1000米。第185章，明明是我老婆，做好战斗准备。那群肮脏又残忍的入侵者要来了。统计一下，咱们这边有多少人？各大团长给我上报人数。在白银荒原中，来自许然麾下史诗级军团的一名 NPC 大声喊道。就在刚刚，作为一名拥有史诗级模板并且拥有特殊能力全能指挥的稀有 NPC， 洛尔被亲自指定为了战场总指挥。当然了，这个头衔后面还要加一个零食。之所以让洛尔担任战场指挥，是因为玩家势力实在太多了，而由于谁都不服谁，他们索性提出了谁人多谁就担任指挥的职责。但谁也没想到，人数最多的竟然是许然麾下的禁卫军团。而经过一番极有默契的博弈后，各大势力竟然真的同意了这个提议，让英姿飒爽的绝美 NPC 洛尔担任了战场的指挥，甚至他们还在阵营频道里请示了一番。许然对此表示相当同意，他原本就打算操纵战局，让黑暗阵营大军最后只剩下400-500万左右的数量，正愁着该怎么实施这个想法，玩家们却给了他一个机会，一个可以正大光明打假赛的机会。这一次传送过来的玩家大多数都是来自各大势力的高等级装备不错的精锐玩家，他们虽然实力不如 NPC， 但其在人数方面却能抹平一部分劣势。截止到目前，加上原本就传送来的那一部分玩家，位于战场中的玩家数量已然累积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字2700万。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这个数值还在继续增长。根据许然的估计，当战斗彻底打响的那一刻，这片辽阔的区域将会同时有3000万玩家共同迎击敌人，这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数字，甚至直接将战场给挤了一个满满当当。而随着玩家人数的扩张，反倒是加快了和黑暗阵营大军接触的时间。冲！兄弟们给我杀！这群碧莲岭东城的1500万玩家都刚不过，拿头和咱们打。人家那是主城防守，扰乱军心，踢出去！冲！随着黑暗阵营大军的来袭，所有玩家们也都纷纷掏出手中武器，在他们独有的喧闹声中冲上前去。咚咚咚！正规军果然非同寻常，战鼓声、号角声，随着双方彻底展开厮杀，也在此刻响彻在了这片辽阔的荒原之上。瞬息之间，先前围攻岭东城未果，士气跌落一大截的黑暗阵营又将士气给提了回来。但令人感到惊诧的是，玩家们的士气也提升了一大截。虽然没有具体的增益 buff 效果，毕竟那是敌方的战鼓和号角，但对于玩家来说，听谁的不是听，带劲就行。随着黑暗阵营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席卷而来，3000万数量足以将这片辽阔荒原挤满的玩家全都以多个1保4的军团形式冲向敌人。只能说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却很骨感。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玩家都想玩一手史上人数最多的1保4战术，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如果真的将3000万玩家都挤在一起，那和自杀就没什么区别了。那样的话，便只有前片的肉盾在挨揍，后面的远程职业甚至连敌人的衣角都碰不到。所以在洛尔的指挥下，虽然依旧沿袭了先进的1保4战术，但却是以一个个军团的形式展开的阵容。不仅如此，他还设置了多个迂回和偷袭军团，其中全都是功高血薄、移速快的刺客类职业，数量大概有300万左右。他们全都拥有隐匿技能，将在无形之中先对黑暗阵营大军中的辅助和奶妈展开偷袭。当然了，作为3转 NPC， 即便是奶妈，可能都不是目前2转没多久玩家能随手拿捏的菜。所以洛尔在许然的授意下，又组建了一个骑士团。这些骑士都拥有移速还算不错的坐骑，装备也都看得过去。在 buff 加满和光环覆盖的情况下，拥有了暂时抗住对方压力的能力。他们将化作一柄重锤，从侧后方突袭黑暗阵营大军的奶妈和远程单位，撕开一条大口子，然后再让如同锋锐匕首一般的刺客袭杀军团，快速切入其中，造成致命一击。杀人先杀奶，这是战场中最重要的准则。当洛尔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所有玩家势力都纷纷表示了佩服。单凭这点，这个指挥还是有2把刷子的，或许还不足自己的1/10，但也够用了。一边想着，各大势力纷纷派出精锐的刺客和骑士类职业，尽全力地配合了洛尔的指挥。轰隆隆，轰隆隆，随着战斗开启，就在双方厮杀正酣的时候，洛尔正式下达了指令：冲！数量为200万的骑士军团用迂回的方式
绕到远处，然后从敌军侧后方突袭杀出。而那数量为300万的刺客袭杀军团，更是早就率先离开了后方。在悄无声息中，他们通过隐秘技能已经绕到了约定好的地点。一旦骑士军团将敌人的后排撕开一条口子，他们便会如影而至。届时，他们化作一道道锋锐的镰刀，将敌人后排脆皮和奶妈职业的人头尽数收割下来。时间一分一秒的在过去，就在骑士军团以迂回的方式绕了半圈，快要接近敌军后方的时候，马蹄声骤然响起。在一片轰隆隆的声音中，身穿一身漆黑铠甲的 NPC 骑士和其坐下那移速极快的坐骑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中。卧槽，什么鬼？这是黑暗阵营的偷袭大军？难不成他们和洛尔老婆用的是同一个战术？胡说，洛尔明明是我的老婆。是我的，是我的。此话一出，为首负责指挥骑士团的王朝会长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都 TM 什么时候了，竟然还在讨论 NPC 老婆这些事？不过洛尔确实很好看，是那种飒爽的感觉。一边想着，王朝工会的会长严肃了起来。恐怕他们用的是一样的战术，说不定大量刺客类 NPC 也在不远处。咱们先按兵不动，等对方过去再说。另外，王朝工会的会长像是想起了什么，对着身后一个移速贼快的玩家下达了另一个指令。第186章，没有不透风的墙。接下来你去报信，就说这边一片安全，已经做好了报喜发难的准备了。由于玩家和玩家之间是可以通过佣兵团、好友频道甚至区域频道进行沟通的，所以王朝工会的会长选择让小弟前去报假情报。一听到又能见到洛尔，说不定还可以近距离看一看这个 NPC 绝美的荣耀。这名要报信的玩家心中大喜，他巴不得立刻回去，但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会长，为什么咱们要隐瞒这边的情报？这样不就惨了？听到这话，王朝工会的会长不由得欣慰一笑。成长了，他手底下的弟兄们成长了。王朝工会是华夏区排行前10的大型势力。不仅如此，这个工会有一个原则，只收骑士类职业的玩家。所以这一次出动的200万大军，其中有一大半都是王朝的人马。这也导致在洛尔和玩家大本营那边压根就没有他的工会成员。平日里，他对手底下这群只知道莽着冲锋的骑士多少有些惋惜的感觉，因为他们从来不思考事情，凡事都让他这个会长来考虑和决断。而如今，这个叫白毛的玩家却罕见地做出了思考，这让他不禁有些欣慰了起来。虽然这家伙很好色，而且还是极色，但移速够快，冲锋够猛，再加上现在又会思考了，应该是可造之才，说不定以后可以培养成自己的专属智囊团。一想到这里，王朝工会的会长脸上就不由得浮现出了一抹微笑。咱们的人全都在这，你确定能打得过黑暗阵营这群牲口？要是趁着这个机会让其他工会元气大伤，那根据王朝相对论，咱们岂不是就等于实力大增？听到这话，旁边的几个高层纷纷若有其事的点了点头，表示认可。实际上，他们现在要么在想对方的马儿有多帅，跑得多快，要么就是在和妹子偷偷聊天，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一切都有会长谋划，自己跟着冲就完事了。甚至王朝工会的玩家很严肃地考虑过一个问题，大家伙好像更适合在黑暗阵营混。根据刻板印象，那边的画风可和光明阵营这边截然不同。但后来随着对阵营的了解越来越多后，他们才意识到黑暗阵营虽然无比混乱，但实际上阴谋诡计层出不穷。让这群莽夫在黑暗阵营混的话，迟早会被搞垮。但偏偏光明阵营又无聊和怂得要死，所以他们一度怀疑自己到底该选择哪一个阵营。如今他们在会长的带领下，全体都加入到了由玩家创建的永恒阵营中。说实话，他们对于这个阵营的归属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所以当会长提出来隐瞒敌人骑士团和刺客团的主意时，他们压根就没听到心里去，冲就完事了，杀爽了，比啥都要强。一边想着，这群来自王朝工会的骑士全都目送着敌人的渐行渐远。当然了，除了王朝工会的玩家之外，这里还有其他工会的骑士和刺客。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立刻将这边发生的一切都汇报给了后方战场中的工会高层。霎时，不少大型势力的佣兵团频道中充斥的都是关于敌袭的消息，但不知为何，所有得到消息的大型势力竟然都做出了和王朝工会一样的选择，那就是隐瞒这个消息。只不过他们和王朝的人不太一样，基本上这些大型势力的主力都还在战场之中，正静静地等待着洛尔的指挥。厮杀已然拉开序幕，
但由于参与这场战斗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足足有3000万名玩家，所以这也导致了一个情况，有很多玩家和大型势力都被派到后方担任防守和准备战斗的工作，一时半会压根就没机会和敌人战斗，没法战斗，就没有办法积累功勋值、军功点以及最重要的阵营专属积分，所以他们无比的着急，甚至有很多会长嘴上都差点急出了泡。但如今却有所不同，敌袭的消息已经出现了，尽管洛尔还被蒙在鼓里，但他们却已经摩拳擦掌，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了。他们认为，只要担任守护大后方的自己知道了关于敌人即将发起偷袭的消息，那么就不会出大问题，反而还能狂刷一波奖励。要知道，这些隐藏在暗中即将发起突袭的敌人，可都是一个个行走的军功点和阵营专属积分。想到这里，很多大型势力都暗戳戳地安排好了阻击计划，然后在后方静静地等候着黑暗阵营偷袭军团的大驾光临。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黑暗阵营这边派出偷袭的骑士团和刺客团的时候，许然也在同一时间察觉到了不对劲。他虽然仍旧在冰封城中招募 NPC 军团，但依旧有不少自家佣兵团的兄弟们给他汇报了这边的情况。不过他的做法竟然也和王朝工会的会长一样，选择了隐瞒这个情报，不让洛尔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投入了海量让人难以想象的金币，直接凭借自身作为阵营之主的权限，开始了一场疯狂的 NPC 军团招募计划。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将正面战场的指挥权暂时交给洛尔，这一批试图发起偷袭的敌人将由他亲手来应对。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他将给黑暗阵营送上一份大礼。一边想着，许然又望向了招募系统。和之前有所不同，当许然成功建立永恒阵营的那一刻，他就解锁了整个阵营的最高权限，不仅拥有最高的军衔，职位也都是对应的阵营最高统帅，所以只要是招募系统中出现的 NPC， 他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招募，只要金币足够。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所有刚建立成型的阵营，像是模板蓝图，招募 NPC 的品质还有招募 NPC 的数量都会随着不断的扩张和战斗而递增，也就是说阵营也需要成长。就像是光明和黑暗这两个屹立无数载岁月的阵营，也都是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才能解锁像是传说和史诗级的 NPC。 而即便发展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他们最高好像也只能招募到史诗级品质的 NPC 军团，而且还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第187章一场纷飞光雨。原因很简单，招募一般的 NPC 需要资源，而批量招募史诗级品质的 NPC 就得消耗秘银、硫磺、水晶等等极其稀有和昂贵的资源了。这也是秘银矿脉会引起两大阵营不顾一切抢夺的原因。但目前来说，许然暂时还用不上这些无比稀有的资源。迄今为止，永恒阵营解锁的 NPC 招募品质最高也就是暗金级，上面还有传说以及史诗，这是阵营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即便是他也无法忽略。而且能够招募到赤金级品质的 NPC 军团，也是凭借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积累到的海量成长度才做到了这一切。不过有个好消息，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招募 NPC 军团也能触发这个唯一永恒级天赋，从而可以将其品质从赤金级提升到对应的层次，发生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蜕变。这也是许然能够和黑暗阵营撕破脸，甚至因对方一手的底气。没有任何的迟疑，许然当机立断发起了招募。提示：是否招募赤金级品质的 NPC 凋零剑士？提示：本次招募为批量招募，招募价格为2万金币，请选择你要招募的具体数量。提示：是否招募赤金级品质的 NPC 审判大魔法师？提示：本次招募为批量招募，招募价格为3万金币，请选择你要招募的具体数量。提示：是否招募赤金级？随着一道道提示的响起，许然的面前出现了多个选择，这些都对应着他最高能招募的 NPC 军团品质，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职业，其中甚至有一些特殊的隐藏职业，让许然都不由得暗呼一声血赚。不过他发现这次招募的 NPC 价格好像要比上一次高了不少。他清楚地记得，当初在冰封城兑换军衔的时候，他用了道具把军衔暂时提升到了7阶，获得了招募赤金级 NPC 卓绝剑士的权限。而当时的招募价格，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4000枚金币。而即便如此，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些赤金级品质的卓绝剑士也被提升到了史诗级的可怕品质，9阶史诗级 NPC 无畏卓绝大剑士。这绝对是一场令人想都想不到的蜕变。因为按照常理来推算，
万倍奖励应该只能将其强化成8阶传说级 NPC， 但在卓绝剑士的身上却发生了不同的改变。尽管9阶无畏卓绝大剑士在史诗级中算是最弱的那一档，但史诗就是史诗，面对第一个档次的传说级，即便等级和装备稍微差一点，也足以造成碾压之势了。而如今这一批赤金级品质的 NPC 价格全都超出了先前的卓绝剑士，那是否就意味着这一批 NPC 也将成为史诗级品质的强者？若是如此，那其对应的实力将会提升到一个可怕的层次，或许还不足以和掌握空间法则的永恒敬畏相提并论，但也不会相差太远。其掌握的法则恐怕也至少是对应着主神级。所以许然没有再犹豫，时间不等人，他大手一挥，直接开始了批量招募。目前来说，他还能招募足700万大军，所以他索性直接招募了200万名凋零剑士。根据其名字来看，这些叫做凋零剑士的赤金级 NPC 一旦被万倍奖励提升到传说乃至史诗级的品质，其掌握的法则应该就是主神级的死亡法则。开始招募，时间紧急，许然可没工夫多墨迹。随着他做出选择，提示应如期而至。提示：是否以2万金币的价格批量招募7阶凋零剑士赤金级？确定，数量为200万。提示：正在批量招募中，本次招募的 NPC 为7阶凋零剑士赤金级。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7阶凋零剑士赤金级，数量为200万名。唰的一声，随着提示音的响起，在无数玩家赶往战场后，陷入沉寂和静谧中的冰封城霎时多出了数不清的身影，足有200万名凋零剑士，全都整齐划一地向许然表示了自己最高的忠诚。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当招募完成的一刹那，万倍奖励独有的光芒轰然洒落，犹如一场纷飞光雨，在晨曦已至的绚烂阳光下，覆盖在了每一名凋零剑士的身上。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史诗级规模。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9阶凋零之刃大剑士史诗级，数量为200万名。提示：检测到你拥有领地和主城，请选择指定的领地或者主城，将招募的军团投放其中。和先前不同，作为阵营之主，许然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限，他可以指定这些招募出来的 NPC 投放到自己拥有的主城和领地里面。目前他拥有的主城只有冰封城和骸骨之城，后者显然不合适，毕竟无法快速行军和传送，就是一个弊端。许然决定等有空的时候，就将失落世界中的这座骸骨之城重新修复一番。毕竟这座堪比2大阵营王城的恢宏主城，其中蕴含的财富可要远超一般的主城了。除此之外，还有一座永恒城。显而易见，目前这些 NPC 投放到冰封城是最合适的选择。更何况，许然此时也就在这座刚刚重建一新的雄伟巨城中，亲眼望着麾下刚刚被招募出来的整整200万史诗级军团出现，所以他打算将接下来招募的军团都尽数安排到这里。一边想着，许然望向了这些被招募出来的9阶史诗级 NPC 军团，心中不免有些激动。果然没有猜错，唯一永恒级天赋真的起了作用，不仅将这些对应着赤金级品质的凋零剑士提升成为了9阶史诗级的品质，而且他们所掌握的法则也是对应着凋零这2个字。死亡法则对应的可是主神级的法则。第188章，代表审判的法则。不仅如此，死亡法则也是和生命法则、光明法则、黑暗法则同一个档次的法则，不仅能够汲取死者的力量，甚至还有可能掌握到剥夺生机的力量，这可是大杀器。在永恒中，如果说空间和时间法则是极其神秘的存在，那生命和死亡法则代表的就是生与死的极致。前者一旦掌握，将拥有恐怖的复苏和治愈能力，生命力也将得到可怕的提升；而后者则代表的是凋零，一旦掌握，不仅能够直接剥夺生机，无视其防御，直接消掉其生命值上限，而且还能汲取生机，对自身产生极致的强化。一个可谓是极致的攻击，一个便是极致的治疗。目前来说，那20万史诗级品质的永恒敬畏拥有的空间法则神秘而不可或缺，但它也相当缺主力输出。显然，这200万的史诗级军团所掌握的死亡法则必定能够让他们成为战争杀伐的主力。当然了，不止于此。接下来许然又望向了招募面板，除了近战物理系的战士职业外，还有对应远程的7阶赤金级 NPC 审判大魔法师。提示：是否招募赤金级品质的 NPC 审判大魔法师？
提示：本次招募为批量招募，招募价格为3万金币，请选择你要招募的具体数量。和凋零剑士的属性有些不同，这些叫做审判大魔法师的 NPC， 一旦能成功触发唯一永恒级天赋1倍奖励，或许能够掌握到传闻中的审判法则。审判法则是一种更为可怕的法则，这一点从其昂贵的招募价格中便能得到一些体现。不仅如此，像是光明阵营代表的便是秩序和审判，一旦成功掌握，这些被招募出来 NPC 军团便能以一种极其强横的方式对敌人发起审判宣告。若是面对黑暗、死亡等等被审判克制的法则，不仅能够打出极其恐怖的伤害，还可以发挥出令人悚然的控制效果。而像是拥有生命或者光明等气息的敌人，其伤害也不容小觑。总的来说，审判法则绝对能够让其发挥出致命的伤害和骇人听闻的控制效果。当然了，一切都要建立在1倍奖励成功生效的前提下，否则这些赤金级 NPC 就是伤害高一些的普通军团了。不过根据先前的情况来看，触发唯一永恒级天赋1倍奖励的几率应该是100%了，所以没有迟疑，许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招募。数量和凋零剑士一样，也是整整200万。开始招募。当许然话音刚落的时候，提示音便如期而至。看上去内容和凋零剑士差不多，只在价格上有些区别。提示：是否以3万金币的价格批量招募7阶审判大魔法师赤金级？确定。数量为200万。提示：正在批量招募中，本次招募的 NPC 为7阶审判大魔法师赤金级。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7阶审判大魔法师赤金级，数量为200万名。唰的一声，随着提示音的响起，在这座恢宏壮阔的冰封城中又多出了足足200万道身影。他们全都手持法杖，身上披着篆刻神秘纹络的魔法袍，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形的威压，似乎能够审判一切罪恶。然而就在此刻，异变突起，随着招募的完成，唯一永恒级天赋1倍奖励又一次将其独有的光芒洒落在每一名审判大魔法师的身上。提示：1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史诗级规模。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9阶审判大魔导师史诗级，数量为200万名。提示：检测到你拥有领地和主城，请选择指定的领地或者主城，将招募的军团投放其中。大魔导师，许然看到这里不由得瞪大了双眸。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些原本只获得大魔法师认证的2传巅峰强者，竟然在1倍奖励的作用下成为了传闻中的大魔导师。这是什么概念？根据正常的情况来推算的话，无论是玩家还是 NPC， 亦或者拥有 BOSS 模板的强者，想要成为大魔导师就必须获得实力的认定。许然清楚地记得，前世无数玩家纷纷都吐槽过大魔导师的认定难度，这可是对应着法系职业的最高层次。一旦认定成功，大魔导师便能学习宗师级技能和领域技能，甚至有机会领悟到传闻中的禁咒。而如今，这整整200万大军竟然全都如同 bug 一样避开了认证，以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直接成为了传闻中的大魔导师。当然了，大魔导师之间也有区别，就像是实力恐怖到令人心中忐忑的威利斯特，以及被许然亲手抹脖子的伊芙雅。这2个绝美的 NPC 虽然都是大魔导师，但却压根不在一个层次上，犹如有天地般的悬殊一样。当初在冰封城中，伊芙雅甚至都不敢去惊动威利斯特，或许在其面前，同样身为大魔导师的伊芙雅都和蝼蚁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虽然大魔导师或者是其他职业的最终认定都有着一定的实力差别，但有一点是无比正确的，即便是再弱的大魔导师，实力也要比没有获得认定的3传强者恐怖得多，哪怕其是3传巅峰。换句话说，即便这些刚刚被晋升为审判大魔导师的 NPC 没有 BOSS 面板和岁月积淀的恐怖实力，但他们单个拎出来，绝对能对黑暗阵营的3转强者造成碾压之势。而且最重要的一点，200万，整整200万名大魔导师，这绝对是一股极其可怕的力量。随便培养一番，他们甚至每一个都拥有领悟禁咒的潜力。许然甚至都不敢想，若是整整200万大魔导师一起吟唱禁咒的话，将会造成多么恐怖的破坏力。想到这里，许然又望向了招募面板中的其他选项，这里面还有对应着其他职业的赤金级 NPC， 像是骑士、牧师、刺客、猎人等等职业，和法系职业一样，也都处于可招募的状态。第189章，一个天文数字。不出预料的话
一旦将这些对应各个职业的 NPC 招募到自己的麾下，万倍奖励依旧能够发挥出其可怕的效果，直接将其提升至史诗级品质。所以没有迟疑，许然直接开始挑选合适的职业。目前来看，战士类和法系职业他一共招募了400万，而目前永恒阵营可招募的 NPC 数量上限为800万，扣除先前那100万传说级和史诗级大军，以及这400万史诗级战士和法系职业 NPC， 距离招募上限还有足足300万。300万在别人眼中或许是一个天文数字，但经历过前世终灭之战的许然，心中却始终保持着波澜不惊的状态。在游戏中后期的时候，黑暗和光明两大阵营动辄出动个1000万大军，根本就没有什么压力。而一旦到了游戏大后期，甚至会出现数千万甚至数亿规模的恢宏场面，这些到了后来甚至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目前来说，1000万大军对于两大阵营来说应该算是极限了，毕竟还没有彻底撕破脸，基本上发生的都是小规模的战斗和摩擦。所以在后勤和战备没有完全铺开的时候，两大阵营应该不会出动更多数量的军团了。所以这800万大军应该算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了。接下来许然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从其他类型的职业中挑选出合适的目标，然后将剩下的300万名额尽数招满。金币压根不是问题，迄今为止单单是这一次玩家们支付的传送费用，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就足以满足招募需要的资源了，甚至还有些盈余。想到这，许然望向了招募面板，除了战士系和法系职业外，他能招募的职业还有像是骑士、牧师、刺客、猎人，也就是弓箭手等职业。在永恒中没有废物的职业，无论是战士还是骑士，亦或者是牧师、刺客等等职业，都有一定的短板和长处。而他选择职业的方式也很简单，根据目前的阵容来搭配，并且结合实际战斗情况，从而安排招募的优先级。换句话来说，所有职业都值得他的招募，但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招募的详细内容。像是对目前局势影响不大的职业，就暂时先搁置在这里，等到后续提升兵力上限的时候，再将其招募到自己的麾下。而对于拥有前世记忆的许然来说，这种事情无比的简单。他深知每一种兵种的作用，更是明白所有的搭配方式。组建大军往往都有几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前排肉盾，这很重要。如果没有防御和血量足够高的前排，即便凋零之刃大剑士伤害再高，实力再恐怖，也会被敌人的远程单位率先消耗一波。而即便硬生生顶着攻势完成了突脸，这些近战职业也都会受到敌人前排肉盾的阻碍。这就是克制和被克制的关系。所以想要取得不俗的战果，并且缩减大军的伤亡，就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前排肉盾。在永恒中，一般有2个职业可以产出合格的肉盾，分别是战士类职业的盾卫，还有就是重装骑士了。前者拥有极致的防御和可怕的控制效果，是不折不扣的最佳抗伤伙伴。而后者的话，虽然防御和控制要低了一些，但重装铠甲和坐骑冲锋结合在一起，就能使其拥有更高的动能和冲击力，在抗住伤害的同时，还能打出令人惊心的伤害。一个极致防御和可怕控制，一个能扛能打，机动性更是远超前者，各有优劣，基本上就要结合实际来看了。换作平时，许然必然会选择全都要，但如今他只有300万的招募名额，全都要那不太现实。所以许然在简略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局势后，选择了后者，招募重装骑士。原因很简单，作为史诗级品质的 NPC 军团，凋零之刃大剑士自身防御就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甚至和黑暗阵营的3转巅峰盾卫相比，都不一定能落到下风。而史诗级的审判大魔导师更是拥有可怕的控制效果。所以根据他目前的阵容搭配来看，盾卫显然不如重装骑士的优先级高，毕竟最好的防御便是直接将敌人碾为碎片。况且重装骑士还有一个可怕的作用，那就是冲锋。如果许然能招募100万名重装骑士，就足以掀起一场令敌人感到战力的冲锋盛宴了。一旦他们全体发起冲锋，这100万重装骑士将会化作一柄重锤，狠狠地砸进敌人的大军之中，使其被撕开一条大口子，效果绝对比单方面的挨揍要强。所以许然没有迟疑，他接下来要招募的 NPC 对应的职业正是重装骑士。提示：是否以3万金币的价格批量招募7阶冰霜重装骑士赤金级？提示音再度响起，许然果断选择了心中最理想的招募数量，确定数量为100万。
提示：正在批量招募中，本次招募的 NPC 为7阶冰霜重装骑士赤金级。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7阶冰霜重装骑士赤金级，数量为100万名。刹那间，壮阔的一幕出现了，足足100万名身披寒霜铠甲，身下骑着冰霜战马的巍峨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同一时刻，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也在此刻生效。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史诗级规模。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9阶冰封重装骑士长史诗级，数量为100万名。提示：检测到你拥有领地和主城，请选择指定的领地或者主城，将招募的军团投放其中。和先前招募的军团一样，这些被万倍奖励提升到史诗级的冰封重装骑士长也都被投放到了冰封城中，没有例外。从他们的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些史诗级品质的重装骑士觉醒的属性为冰霜法则。而且最让人感到惊愕的是，他们身下那巍峨而立的坐骑也都保持着同样的品质，全都是史诗。第190章，冲阵和收割军团。冰霜，许然自然知道冰霜法则只是一般的主神级法则，但即便如此，那也对应着传闻中的主神。这也正是许然先前选择的结果。在永恒阵营的招募面板中，相同品质的还有黑暗重装骑士，但他要的是前排肉盾，所以冰霜属性绝对要比黑暗强得多。更何况，如果没猜错的话，他接下来要应对的敌人可不只是黑暗阵营，光明阵营也在暗中谋划着。所以冰霜属性更适合目前的自己。至于其他的骑士 NPC， 后续随着可招募数量的提升，将会源源不断的被招募出来，献上最高的忠诚。还有200万的名额，接下来应该是乃禾刺客了。许然这一次没有打算招募其他的远程单位，所以猎人和弓箭手这一类远程物理系职业暂时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了。原因很简单，远程单位有审判大魔导师就足以打出耸人听闻的可怕伤害了。相比之下，他需要的是冲阵军团和收割。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目前来看，最适合自己的战术便是闪电战，所以他打算以冰封重装骑士长为前排，凋零之刃大剑士为主要攻坚力量，配合上后排审判大魔导师的极致火力覆盖，足以完成收割了。但这还不够完美，首先要解决的是各大军团的续航问题。迄今为止，许然都没有对应的辅助系和奶妈军团。随着厮杀的持续，他麾下的 NPC 军团数量正在以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减少。为了保持战斗规模，不能有太多减员的情况出现，所以奶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相当重要。同时，还有刺客类 NPC 也是他必须要招募的职业，因为他选择的是闪电冲阵打法，所以敌人的后排和远程单位就必须重点照顾一番，否则一旦让其做好准备，那还不等冲到敌人的脸上，自己这边就已经伤亡惨重了。所以最后的100万招募名额，许然决定留给关键的刺客职业。没有迟疑，许然又一次开启了招募。首先是奶妈，提示是否以3万金币的价格批量招募7阶圣光祭祀赤金级。提示音再度响起，许然看了一眼自己的招募上限，还剩下200万，所以果断选择了心中最理想的招募数量，确定数量为100万。提示正在批量招募中，本次招募的 NPC 为7阶圣光祭祀赤金级。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7阶圣光祭祀赤金级，数量为100万名。作为7阶 NPC， 这些叫做圣光祭祀的奶妈看上去名字非常简洁，但他们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容小觑。掌握圣光也就是光明属性的 NPC 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驱散。除了可怕的治疗效果之外，他们也能为友军和自己提供驱散效果，将其受到的控制和负面状态都逐一驱散殆尽。在大规模战斗中，如果这种 NPC 的数量足够多的话，将代表着一个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己方将完全不受负面状态和控制技能的影响，可以尽情的释放技能和发起冲锋。所以许然才选择了圣光祭祀，只是不知道万倍奖励能够带来什么样的蜕变。一边想着，令人感到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当提示音消失的那一刻，无尽的夺目光芒尽数的从天空中洒落而下，犹如光明在歌颂，又像是天使在低语。来自万倍奖励的特殊效果，将这整整100万名圣光祭祀全都化为了无尽的光耀。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史诗级规模。提示
你成功招募到了9阶圣曜庇佑大祭司，史诗级，数量为100万名。提示：检测到你拥有领地和主城，请选择指定的领地或者主城，将招募的军团投放其中。大祭司，许然心中一阵悚然，果然自己的猜测没有任何的差错，和刚刚被招募出来的骑士长没有区别。这些大祭司也都对应着治疗系职业的最终认定，同时也代表着他们拥有更为恐怖的治疗效果。不仅如此，来自光明法则的气息让这些圣曜庇佑大祭司拥有了对黑暗、死亡、剧毒等等毁灭系法则的克制，而且还使其掌握了一个特殊的被动技能庇佑之光。当其遭受攻击，血量跌落到最低谷时，来自光明法则的气息将庇佑着这些圣曜庇佑大祭司，使其免疫致命伤害持续时间3秒。不仅如此，还能对死亡的友方发起生命复苏，使其站起来继续战斗，也就是传说中的复活技能明刀司命。还有复活。许然看到这里，在惊愕之余，心中不免生出了一丝恶趣味。后者倒是正常，很多治疗系职业到了游戏中期都会领悟对应的复活技能，不过战斗中复活这一点还是证明了其含金量了。反倒是那个免疫致命伤害3秒给人带来的诧异和震撼更多一些。不得不承认，这个特殊的能力绝对能使让这些史诗级治疗 NPC 发挥出的作用又往上提升一大截。别的不说，单单是面对敌人刺客团带来的袭杀，就多出了极高的底气。3秒的时间，足以让这群战斗力也不俗的奶妈挥动法杖发起反击了。不过时间紧急，他不再多想，而是继续招募剩下的100万大军。这一次，轮到刺客军团了。想到这里，他又将视线从城中那无数史诗级军团中挪开，望向了招募面板。但下一刻，他的表情立刻凝固在了脸上，好像有点不对劲。许然发现，在招募面板中存在着3个不同类型的赤金级刺客类职业，这3种刺客在具体的职业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第一种叫做暗影盗贼，作为在黑暗中行走和发起袭杀的职业，刺客类职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隐匿后的猛然一击。血量、防御、魔法值上限，这些都和这个职业没有太大的关系。第191章3倍昂贵价格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刺客类职业最重要的属性那就是隐匿能力。而暗影法则虽然不如其他的主神级法则，伤害平平也没太多的加持，但却有一个极其契合刺客的特点，那就是完全藏匿于阴影之中，几乎不可能被敌人发现，除非实力差距太过于悬殊。所以许然一眼就看中了这个职业。尽管是作为刺客类职业的盗贼，攻击要低了不少，如果没有其他的备选，他必定会秒选暗影盗贼作为自己麾下的一员。但偏偏事与愿违，除了掌握暗影之力的盗贼之外，第2个同为赤金级的职业叫做杀戮刺客。这个名字一听就给人一种不凡的感觉。实际上，这不是错觉。刺客和盗贼相比，速度略有不如，但差距并不是很大。两者防御、血量以及隐匿能力也都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不过，没有完美的职业，也没有废物的职业。在永恒中，每个职业都有对应的特点。如果说盗贼的特点是可以无声无息中发起偷窃和袭杀，那刺客便是最可怕、最有效率的暗杀工具。凭借可怕的隐匿效果以及其远超盗贼的攻击力，刺客绝对能称得上是脆皮和远程职业最可怕的梦魇。而杀戮法则的加持，更是让原本伤害就贼高的刺客如虎添翼。根据玩家的统计，在永恒中，刺客类职业的爆发仅次于全输出的法师、比剑士、弓箭手等公认的大 C 伤害都要高一大截，相当离谱。当然了，作为单体职业，没有任何群攻技能也是一种遗憾。想到这里，许然不免有些犹豫了。在杀戮法则的加持下，这些刺客能发挥出的作用绝对不比暗影盗贼弱，两者作用还各有不同，属实难顶。不过也有解决的方法。两种刺客类职业都招募50万即可，但这是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做出这种决定，因为只有到了一定的规模，军团才会发挥出其恐怖的实力。显而易见，掌握暗影法则和杀戮法则的这2种职业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想到这里，许然决定查看剩下的那个刺客类职业的分支。他竟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念头，如果第3个刺客类职业分支不错的话，他索性就直接选了。毕竟抉择可是一件无比折磨的事情。一边想着，他望向招募面板的瞳孔，忽然为之一缩。随即，许然暗道了一声，果然如此。在一开始查看刺客类职业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他当时粗略地瞥了一眼，依稀看到了随机这2个字，而如今这个猜测也彻底得到了证实。提示：是否以9万金币的价格批量招募7阶随机刺客类职业赤金级？乖乖，这么贵？提示音再度响起。许然看了一眼这招募价格，脸上的神色有些凝重。他原本以为随机招募的职业应该会比其他的类型便宜一些，像是暗影盗贼和杀戮刺客，价格都是一模一样的3万金币，而这个随机刺客竟然足足要9万枚金币，这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应赤金级品质的规格，足以和传说级品质的 NPC 相媲美了。招募。尽管如此，许然依旧做出了决断。根据前世的记忆，他无比的清楚一件事，或许在其他方面，比如系统的武器商店，贵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极品，还有可能被坑到一次，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在招募系统中，这个规律却完全不适用，一分钱一分货。即便属性和对应的技能都眼花缭乱，但价格却无法欺骗自己。同样品质的前提下，只买最贵，闭着眼睛买都可以，绝对不会亏。许然现在也是相同的做法。招募开启，招募数量100万。提示：正在批量招募中，本次招募的 NPC 为7阶随机刺客类职业赤金级。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7阶随机刺客类职业停滞之刃游侠赤金级，数量为100万名。停滞，这是什么属性？看到这里，许然一颗心忽然砰砰直跳了起来。停滞游侠，作为7阶暗金级品质的 NPC， 这些叫做停滞之刃游侠的刺客，属性和名字看上去都格外的神秘，但许然却隐隐有了一个猜测：这些刺客类分支中的另类，其掌握的法则好像也是一个另类，一个足以让无数生灵为之战栗的另类。战士、法师、刺客、猎人、牧师、骑士这6个职业又被称为6大基础职业，而在永恒中，这些职业都有对应的分支，就像是法系职业中有暗法、火法、风法、兵法，近战类职业对应的盾位、剑士、狂战、武器战等等一样，这些都是各个职业的分支。而刺客类职业也分为盗贼、刺客、游侠等等，其中游侠又被称之为最特殊的刺客类职业，他们的武器往往都是短剑，战斗风格以快攻为主，伤害虽然比刺客和法师等等高爆发职业低一点，但也差距甚微。最主要的是，他们隐匿方式也相当另类。游侠不会隐身技能，但他们会利用周围的环境以及光线，凭借手中短剑和一些外物带来伪装效果，甚至其隐匿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刺客类职业还要好一些。原因很简单，伪装属于物理层面上的效果，像是照明术、驱散术等等破隐身的技能都对其无法生效，所以说他们又被称为刺客界的叛人，剑士类职业派来的细作。而停滞属性则更是重量级了，或许其他玩家并不知道，但凭借前世记忆，许然不用猜都知道停滞究竟代表着什么，其中蕴含了一丝无比神秘，稀有到很多人都未曾见识过的时间法则的力量。伪装时间，想到这里，许然心中充满了期待，他倒想看看这些掌握一丝时间法则的游侠，在万倍奖励的作用下，究竟能否真正掌握到时间法则气息。第192章，组合禁咒的出现。同一时刻，他也期待着自己麾下那800万史诗级军团彻底成型的那一刻。一边想着，提示音再度响起，这意味着万倍奖励的特殊效果也在此刻生效。提示：万倍增幅成功，你获得的奖励品质已从赤金级提升至史诗级规模。提示：你成功招募到了9阶时间之痕急行者，史诗级，数量为100万名。提示：检测到你拥有领地和主城，请选择指定的领地或者主城，将招募的军团投放其中。果然没错，时间。许然心中的激动无法掩盖，传闻中极其神秘的时间法则竟然就这样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这让他心中怎么能平静得下来？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在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的作用下，这些游侠也自动获得了职业的最终认定。没记错的话，作为刺客类职业的游侠，其最终认定正是急行者和风行者。没错，在永恒中，所有职业都有对应的最终认定，但实际上，所有职业的最终认定都并非只有一条路，凡事都有例外。在每个职业的成长过程中，都有对应该职业的专属法则，就像是火法，火焰便是其最基础的法则。这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火法最终将获得火焰大魔导师的认定。
不过一旦火法掌握了其他的法则气息，对应的最终认定也会得到更迭。比如雷属性，那么火法将会被迫去进行雷霆大魔导师的认定。不过这还算不错的，如果法系职业掌握了物理系的法则，那就会成为传闻中凤毛麟角的近战法师。同理，像是一些物理系职业，若是获得了魔法的青睐，那么职业的最终认定也会随之改变。游侠也是一样的道理。一般来说，作为刺客系职业之一的游侠，可掌握的基础法则是风，所以正常情况下，一旦获得了职业的最终认定，便会成为风行者，而一旦掌握了其他属性的法则气息，就会成为极行者，前缀对应的则是其掌握的属性。很明显，许然刚刚招募出来的这一批极行者，其掌握的法则清一色都是时间，最神秘的法则时间，在此刻悄然浮现于冰封城中。在时间法则气息的缭绕下，那100万时间之痕极行者的身上都氤氲着特殊的光芒，似乎只要轻轻一抬手，便足以对时间造成一定的影响。不过有一点他无比清楚，通过名字的前缀，许然一眼就能获悉到这100万史诗级军团对时间法则的掌控进度，应该只有一丝。不过即便如此，也足够了。时间可不是那么好干预的。作为永恒法则的掌控者，他可以领悟到所有一切法则的玄奥，其中就包括时间。而迄今为止，他好像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触碰到时间法则。再说了，史诗级品质的普通模板 NPC 能够有这种进度，已经算是相当可怕的事情了。即便是刚才那些被招募出来的其他职业 NPC， 其掌握法则的程度也没有多高，只能算是初步的运用罢了。毕竟，真正意义上完全掌握法则，就连神奇都做不到。根据前世的记忆，他曾经通过翻阅典籍了解过一部分这方面的线索。不同阶段对于法则掌握的进度也有所不同，像是史诗或者说是传奇阶强者，对法则的掌握一般来说都比较粗浅。这种程度下，只能对法则有着基本的应用，但法则就是法则，即便是只能运用一丝，也足以对其他生灵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了。而若是晋升为半神，那么就能熟练运用一部分对应法则的力量了。这个时候，或许自身还没有完成生命层次的蜕变，成为传闻中的神奇，但出手造成的威势已经远超想象中的可怕了。而一旦成为了神奇，这就意味着自己不仅掌握了大部分法则，身躯和灵魂也开始和法则融合在一起，获得了生命层次的改变。在这个时候，一般很难有生灵能够威胁到神奇的性命，包括同为神奇的存在。想要击杀一名神奇，还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除非拥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就像是当初永恒国度中那个被流放到无尽深渊中的冰霜神奇一样。而若是能够完全融合法则的话，就意味着自己已经晋升为了主神级的可怕存在。当然了，其对应的法则也要是主神级才行，像是剧毒这种普通的法则是无法完全融合成功的，所以也就意味着融合剧毒法则的生灵永远都无法成为主神。至于主神再往上，许然的记忆和翻阅的典籍中就没有相关的记载了。但有一点值得重视，像是时间、空间、秩序、毁灭等等主神级法则中序列无比靠前的法则，或许拥有超出主神级的一丝可能，但具体的情况无人知晓。一想到了这里，许然望向那100万游侠军团的目光变得灼热了起来。毫无疑问，他这一次招募出来的大军几乎全都对应着主神级法则，潜力堪称史上之最。现在他们的实力虽然只是获得了职业最终认定，尚且没有全体都获得传奇阶强者的认证，但要知道，这可是普通的卫兵 NPC。 许然相信一点，只要能够从一场又一场惨烈的战争中活下来，他麾下的这800万军团就会不断的成长，在生与死的魔力中成为所有生灵都要仰望的存在。而那个时候，两大阵营，亦或者说前世终灭之战中出现的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奇和神秘生灵，都需要正视这一股力量。一边想着，许然又看了一眼这些掌握时间的史诗级 NPC， 时间操纵竟然拥有组合禁咒。看到这里，许然又一次陷入到了呆滞状态。这不怪他没见过世面，而是谁都无法想到，这些掌握时间的普通 NPC 竟然拥有释放禁咒的力量，而且对应的禁咒属性正是时间法则。作为史诗级 NPC， 时间之痕极行者一共拥有6个技能，其中像是附带一定时间法则的主动输出技能一共有3个，剩下的有3个分别对应着隐匿、增益效果以及这个组合禁咒。第193章属于 T0 级别的爆发伤害。基本上，这些叫做时间之痕极行者的 NPC 技能都融入了一些时间法则气息。他们的主动输出技能分别是时间之掠、时间之刺、
时间之斩。其中时间之掠有点类似于冲锋，但有所不同的是，这是可以在隐匿状态下的掠行，在瞬息之间完成对敌人的突脸，并且打出蕴含时间法则气息的恐怖一击，不仅能够使其暂时陷入到衰老状态，导致战斗力急速下跌，而且还能打出可怕的伤害。而时间之刺更是重量级技能，瞬间用短剑类武器对敌人发动一次刺激，处于敌人背后时造成的伤害提升3倍，处于敌人侧面时造成的伤害提升2倍，处于敌人正面时造成的伤害无提升。这一点倒是蛮符合刺客类职业的特色，伤害更是离谱。而且作为史诗级 NPC 掌握的技能，这个宗师技能也可以在隐匿状态下使用，不过和时间之掠一样，使用过就会暂时脱离隐身状态。但由于有时间法则气息的影响，发起这猛然刺激的同时，一旦得手，目标就会陷入到时间流速缓慢的状态。虽然持续时间只有极其短暂的2秒，但由于时缓，被攻击的目标却要度过10几秒甚至更久的漫长时间，想要反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2秒的时间对于法师来说可能啥都干不了，除非释放速度快到许然这个程度，能够瞬发一些技能，否则连吟唱都还没有结束，目标就已经脱离了时缓状态。而像是刺客类职业就不一样了，游侠的移动速度或许没有盗贼离谱，伤害也要比刺客低上一线，但游侠的攻击速度和释放速度却足以令其他职业黯然失色。只要能给上控制，游侠能够打出的爆发伤害绝对是 T0 这个档次的。而作为掌握时间法则的极行者，更是足以令无数生灵为之战力不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时间之斩攻击技能，这个技能和前2个有些不同，是一个能打出持续伤害的技能。挥动手中短剑，可对敌人造成连续的斩击，不仅能够打出恐怖的伤害，还能为其附带时缓的负面状态，足以弥补爆发不足的问题。不得不说，单单是这3个攻击技能就足以令其压制过其他获得职业最终认定的 NPC 了，像是3转巅峰的那些所谓的强者，更是爆杀。不仅如此，这整整100万游侠大军剩下的3个技能也让许然心惊不已。时间之前激活自身掌握的一部分时间法则，使其暂时加持在自己身上，然后消失在时间的遮掩之下。何为时间的遮掩？在永恒中，正常来说，时间是持续流动的，基本上没有逆转时间的可能，所以操纵时间只能控制其流逝的速度。更可怕的强者还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当然了，也不排除完全掌控时间后能够追溯时光的可能，但那太遥远了，目前还不在所有人的考虑范围内。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掌握过时间法则的可怕强者，每一个都是惊才艳艳的天纵之才，经过无数载岁月的研究，让他们获得了对时间的另一种特殊用法，也就是时间遮掩。目前来看，时间只能向前流动，不可逆转。而除了放缓、加快以及暂停这几种操纵时间的方式外，他们还想到了一个理论，那就是抽走目标的时间，让其某段时间像是直接被按下了跳过键一样，成为一段空白，其中发生的一切在目标的眼中自然是不留一丝痕迹了。而这只是理论，前世许然听到后也觉得有些离谱了，但到了游戏大后期，他还真的见识过了被抽走时间的那一幕，简直和提出的理论效果一模一样。而如今，这个效果也在时间之痕极行者的身上出现了。他们的隐匿实际上并不是隐身，反而是大摇大摆地走到敌人的身后或者附近，然后利用对时间法则气息的掌握，提前抽走了敌人目睹自己到来的那一部分时间，使其成为一段空白，从而也能达成隐身的效果。而且这个隐匿还不会被任何的技能所针对，除非对方掌握了更高层次的时间法则。当然了，弊端也是有的，那就是技能影响的距离，像是远处的敌人就无法被提前抽走时间，照样能够看到他们。但作为刺客类职业，他们还拥有最基础的隐匿技能，只要距离稍微远一点，就压根不会被勘破隐身状态，而近处敌人也会受到时间之前的影响，无计可施，问题不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增益技能，这个技能可以凭借对时间流速的影响，在持续时间内可以使自身技能快速完成蓄力，从而打出更加恐怖的伤害，相当好用。而最让许然感兴趣的就是最后的那个组合技能了。组合禁咒，顾名思义，就是由多个单位组合起来打出的禁咒级技能，就像是神宠威利斯和许然的组合禁咒一样，需要两方同时开始引导。禁咒的效果毋庸置疑，无论是单体禁咒还是由多人合力引导出来的组合禁咒，其威力实力上都差不多。
因为一般来说，多人合力引导出来的组合禁咒都会因为人数的提升而增加一些威力，但能够独自引导并且成功释放出禁咒的人，实力都要恐怖得多。毕竟能单独释放的话，干嘛还要和别人玩拼多多？当然不排除有那种极其可怕的强者引导出骇人听闻的禁咒，所以综合下来，威力倒也差不多。不过这组合禁咒释放的要求和其他单独释放的禁咒相比，孰优孰劣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因为单独释放的禁咒要保证一个前提，那就是释放者的实力必须要提升到一个极高的层次，才能成功引导出禁咒。而组合禁咒就简单多了，往往都不需要太高的实力，只需要数量即可。许然始终相信一点，无论如何，这个由100万大军共同引导出来的禁咒，绝对拥有让无数生灵乃至庞大的阵营和势力都为之战栗的可怕效果。第194章，实在太他喵的帅了！100万大军，史诗级品质，职业最终认定，无比神秘的时间法则，这些条件，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足以令无数人为之色变了。而如今，他们却都组合在了一起，并且拥有了一起释放禁咒的可能。或许就连许然都不清楚，这个叫做时间操纵的禁咒，一旦完成引导，将会描绘出多么可怕和骇人听闻的一幕。很好，准备出发。想到这里，许然立刻做出了指令。刚刚被他招募出来的大军将会被他投放到战场之中。不过怎么投放，投放的数量，投放的顺序，这些步骤都将跟着他心中那个大胆的计划走。准备传送。话音刚落，冰封城中所有的主城级传送阵都纷纷发出了轰鸣声，璀璨的传送光芒和空间法则气息唰的一声扩散开来，一场无比恢宏的视觉盛宴就此上演。招募这足足700万大军，虽然数量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但在批量招募的前提之下，许然用的时间其实很短暂。在此过程中，尽管冰封城这边的敌人除了主动撤退的一部分之外，剩下的那些已经被消灭的七七八八了，所以留下来的玩家也寥寥无几。但即便如此，其数量也至少有几十万。从开始到现在，他们等于是直接目睹了这恢宏壮观的一幕。从200万凋零之刃大剑士出现在冰封城中的那一刻，他们就纷纷傻了眼。紧接着，200万审判大魔导师，100万冰封重装骑士长，100万圣耀庇佑大祭司，100万时间之痕急行者，加起来一共700万道身影，直接将这座恢宏主城快要挤满了。这壮观的一幕，险些惊掉了目睹此景玩家的眼珠子。更有甚者，还给自己来了一剑，想要看看这是不是在做梦。话说，天选老板不是在岭东城干仗的吗？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估计是打不过临时招募 NPC 军团了。不科学，听说那边的玩家足足有3000多万了，怎么可能打不过？听说是真的打不过，那边黑暗阵营的人对后方发起了突袭，更何况那3000万玩家还有一部分在传送呢。我也听说了，黑暗阵营的大军全都是3转巅峰，即便是排行榜前10恐怕都干不过。当然了，除了天选老板这个怪物，那你们觉得天选老板招募的这些 NPC 究竟对应的是什么品质和实力？我还真看不出来。正讨论着，有人提到了这700万军团的具体品质和实力，纷纷疑惑不已。看上去，这些 NPC 实在是太 TM 帅了，流光溢彩的武器和铠甲，深邃神秘的魔法袍和法则波动，还有那足以冰封万里的恐怖坐骑，这数百万大军的可怕威势，此刻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故而看到这一幕，很多玩家都不由得在世界频道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的字眼权都和这边招募的 NPC 军团有关。而这个消息落在了有心人的耳中，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了。反攻好像要开始了。这一刻，无论是其他区域没有参与到这场战争中的玩家，亦或者正在岭东城中庆幸不已的那1500万名玩家，还是脱离了原有阵营，成为许然忠实马仔的几千万玩家，都纷纷地意识到了一个事情。这是一个讯号，一个拉开反攻号角的信号。传送阵的光芒已然照亮了整个冰封城，数百万大军正犹如一道数不清的洪流般涌向战场，然后对那些黑暗阵营的大军造成致命一击。这绝对是一件无比振奋人心的事情。刹那间，所有参与到这场战斗中的玩家都纷纷士气大增，他们手中的攻击甚至比之前还要快了一些。不过他们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奖励。天选之人要派出大军梭哈到白银要塞的战场中了。显然那个传闻中的密银矿脉，他是势在必得了。所以接下来这1000万大军可没法让自己这些人慢慢砍下去了。所以很多势力都急了，
尽管他们心中一直有个疑惑，天选老板突然暴起发难，准备投入大量 NPC 兵力到战场之中，而这样做的话，接下来必然会占领这座白银要塞，掌控秘银矿脉。这样一来，可就真的和光明阵营撕破脸了。谁给他的勇气，一口气和两大阵营硬刚到底？不过疑惑归疑惑，此时对于各大势力和无数玩家来说，最重要的可不是白银要塞的归属，专属积分。这近千万的黑暗阵营大军，可都代表着活生生的阵营专属积分，甚至也就等于工会令牌。一旦许然的大军参与到这场战斗中，他们接下来能刷的分可就少了太多了，所以必须要加快速度了。所有人嗑药，嗑药！这次的伤害数值纳入 K 派考核，所有人给我打起精神！所有的药剂费、修理装备费、矿工费、外卖费全都由工会报销，给我冲！几乎同一时刻，所有具备一定实力的大型工会全都在各自的佣兵团中发布了这一次的奖励措施。面对积分的致命吸引，他们甚至不惜砸下重金也要刷够分数，而且要在永恒阵营 NPC 军团抵达之前刷得越多越好。这些消息乍一出现，整个战场都陷入到了一片轰然之中，无数玩家犹如打了鸡血一样，疯狂地冲向敌人。他们在不少聪明人的提醒下，纷纷将复活点设置到了就近的飓风城。而由于光明阵营和永恒阵营如今还是结盟的关系，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复活后通过主城传送阵定点传送到战场之中。虽然要消耗一些金币，但绝对血赚不亏，因为有些会长一掷千金，甚至还设置了抚恤金制度。当然了，为了防止恶意刷死亡次数骗取工会的抚恤金，他们也会根据每次死亡承受伤害和造成伤害来判定是否违规。总而言之，整个战场已然彻底陷入到了疯狂的状态。而此刻许然却和玩家的激动有所不同，他直接被这些玩家和势力的骚操作给整懵了。第195章，憋着一肚子坏水。这么疯狂，是因为这边的动静吗？世界频道里的玩家们骚动的原因，他也得知了个大概。属实没有想到，一切的原因竟然都和自己招募到数百万 NPC 军团，然后开启传送阵有关。许然想到这里，不由得哑然失笑。他可没有想过要全歼敌人的打算，否则自己和谁去拉扯，又能去勒索谁？光明阵营，别闹了！如果真的将黑暗阵营这近千万大军给剿灭了，那自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硬刚光明阵营，索性直接夺取白银要塞算了。而这样的话，会很亏，血亏的那种。真的不如利用黑暗阵营当打工仔，然后自己通过勒索来获得更为丰厚的万倍奖励。甚至他内心还有个想法，到时候发布一些任务，让玩家们一边用少量兵力假装围攻光明阵营，然后再不断的劫掠他们矿脉中的资源，这样就能给黑暗阵营一定的压力，使其派出大量的 NPC 军团来巩固这边的利益。否则光明阵营可不是吃素的，迟早会将白银阵营给蚕食回去。所以这数百万 NPC 大军被招募出来的初衷，并非要剿灭黑暗阵营的近千万大军，而是要布置一条战线，将白银要塞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区域，然后营造出一种自己在进攻的假象，实际上是在保护白银要塞和挟持绑架黑暗阵营剩下的那一部分 NPC 军团。所以说目前玩家们单纯是想多了，自己又怎么可能会断了他们的财路呢？毕竟作为合格的韭菜，他们每击杀一名敌对 NPC 也能给许然提供一部分抽成奖励，和玩家们不太一样。在唯一永恒级天赋万倍奖励的作用下，他获得的收益可要远超所有人。正想着，冰封城中所有的主城级传送阵已然发出了璀璨而闪耀的光芒，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处于完全激活的状态了。为了保证传送和行军的效率，许然在重新以史诗级模板蓝图建造这座主城的时候，一口气建造了整整20座主城级传送阵。虽然消耗了海量的金币，但时间就是生命，行军的效率可是他最看重的东西。再说了，有数千万甚至近亿玩家兢兢业业地为自己打工，金币这方面暂时还不需要担心。开始传送。正因如此，这座恢宏而巍峨的主城便上演了极其震撼人心的一幕。整整700万史诗级 NPC 军团成员在同一时刻踏上传送阵，然后开启了主城之间的传送。由于定向传送阵的数量被许然撤掉了一部分，所以他选择的传送终点是厮杀战场附近的主城。提示：正在传送中，传送终点为岭东城。提示：正在传送中，传送终点为岭东城。提示：由于岭东城为结盟阵营的主城，你拥有特殊权限，将豁免本次传送费用。提示：由于岭东城为结盟阵营的主城，
你拥有。在一道道提示中，这数百万大军的身影齐刷刷地消失在了冰封城里的传送阵中，原地只剩下了一道道残影，迅速地消散在空气中。真正的好戏好像要开始了，只是不知道这一次演员的演技是否还一如既往的拙劣。感叹了一声，许然的身影也消失在了传送阵中。前世的时候，两大阵营和中立混乱阵营以及他们各自之间都曾经有过多次暗中合作和相关谋划。和光明阵营的狂飙演技，堪称影帝级别的演技有所不同。黑暗阵营每一次都会很拉胯地暴露自己的意图和想法，但由于各怀鬼胎，所以问题也不大。但这只是对于两大阵营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像是一些夹在暗流涌动中的其他势力，往往就会因此而吃了大亏。就像是前世的寒霜帝国，随着两大阵营的战争正式打响，寒霜帝国高层凭借自身精湛而高明的演技，在和黑暗阵营的假装厮杀中演出了满门忠烈的样子，从而导致其受到了无数玩家包括光明阵营的追捧和嘉奖，甚至在资源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倾斜。但偏偏和寒霜帝国配合的黑暗阵营在关键时刻拉了胯，就像是这一次的冰封城和白银要塞一样，随着黑暗阵营大军兵临城下，寒霜帝国的军团全都如同潮水一般撤离。按照常理来说，黑暗阵营应该快刀斩乱麻，直接占领白银要塞，然后集中兵力进攻冰封城，毕竟这可是他们后勤或者运送资源的必经之路。但谁会想到，这群黑暗阵营的上千万大军不仅没有想到这一点，反而和凛东城继续死磕，从而错失良机，反而为许然的谋划提供了一部分助力。接下来，许然很是担心，他担心和黑暗阵营之间的谋划会被这群演技拙劣的莽夫给暴露出去，所以他制定了一个 B 计划。一旦有特殊情况出现，这数百万史诗级品质的 NPC 军团便是他解决麻烦的最终底牌。更何况，他还拥有传闻中的神话级法杖，若是这场戏还没演完就要杀青的话，那他不介意上演一场临时加戏。提示：你进入了凛东城。提示：由于你所掌握的阵营与该主城所属阵营为结盟状态，你拥有该阵营的大部分权限，具体内容请查看权限面板。正想着，提示音响起，他的身影在主城级传送阵中缓缓浮现而出，引得无数玩家纷纷错愕不已。当然了，他们早就已经错愕了一会了，因为就在许然的身影从主城级传送阵中浮现而出的时候，那数之不尽的史诗级军团早就通过传送阵抵达了这座被玩家挤满的主城，从而导致这边人山人海，插脚无缝。而他的出现更是让不少玩家纷纷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卧槽，这他妈是天选老板，他怎么来这里了？不应该出去干黑暗阵营的大军吗？根据以前对这货的了解，他要是乖乖的战斗一般就没啥波澜，但要是出现在别的地方，肯定憋着坏水想要阴一波敌人。第196章，数量庞大的韭菜们。卧槽，天选！话说，我也觉得他是想要阴一波黑暗阵营，否则不可能消耗大量金币传送到这里。凛东城好像是光明阵营的地盘。听到这话，不少玩家纷纷摇头，这也太牵强了。数千万玩家大军以及这好几百万的 NPC 强者，一看就让人吓得直哆嗦。而敌人只有不到1000万的兵力了，数千万对数百万，优势在我。飞龙麒麟怎么说？更何况，闻到一丝不对劲的光明阵营，好像已经派出了千万大军朝着这边进发了。恐怕只需要等到集结完毕，他们就能通过传送阵抵达这里了。到时候不说别的，如果天选老板不老实，恐怕也要遭重。即便他所建立的阵营和光明阵营正处于蜜月期，但战局瞬息万变，谁知道光明阵营会不会翻脸？另外，还有不少玩家相当纳闷，按照常理来说，光明阵营应该察觉不到这边的情况，毕竟黑暗阵营的斥候可是将这里封锁成了一片死寂。谁也想不到，在平静之下，竟然隐藏着一场惨烈的厮杀。当然了，不排除是有玩家汇报了这边的情况。虽然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玩家的话 NPC 们一贯都是不信的，除非是做任务的时候，但凡事也有例外。随着游戏剧情的不断推进，已经有玩家获得了骑士爵位。当然这个骑士并非是骑士职业，而是对应爵位系统中最低的那个级别。不过一旦获得了爵位，就等于受到了对应阵营和势力的认可，这个时候 NPC 才会重视他们所提供的情况。不过这都和目前的战斗以及局面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光明阵营的千万大军出动，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接下来就看他们什么时候能够集结完毕，然后将千万大军给送过来了。光明阵营的突然冲动
虽然让不少玩家纷纷燃起了信心，但对于这群被困在凛冬城中的1500万玩家来说，更像是一种无声的讥讽。大家伙被嘎嘎乱杀，狼狈的重复火点和战场中来回跑尸的时候，光明阵营特么的没有一点动静，连防守凛冬城的这群 Beyond 的守卫 NPC 都像是一群乌龟一样不敢出城硬刚，他们早就心灰意冷了。如今听到这个消息，再看到永恒阵营逐渐浮现出来的可怕实力，顿时有数不清的玩家都选择了脱离阵营，然后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许然的麾下永恒阵营。更有不少玩家还在帮许然洗白。哈哈，我觉得你想多了，听说那边的定向传送阵太少了，这里估计得有好几百万 NPC 大军了吧，应该是过来中转的吧。我也觉得，再说了，天选老板好像每一次的谋划都能获得好处，我觉得倒不如跟着喝口汤。不信就等着看吧，我用这颗向上人头和一把黄金级武器，赌天选老板会狠狠地坑黑暗阵营一把。不对，我有种预感，天选老板坑的不只是黑暗阵营，还有光明阵营那群怂货。在玩家的讨论中，许然一脸平静地走出了主城级传送阵，朝着主城大厅的方向走去。实际上，那群玩家说的没错，他接下来还真的有相关的谋划，现在就有。同时他坑的也不只是黑暗阵营，光明阵营实际上才是损失最大的那个冤大头。一边想着，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群玩家好像有点不对劲。放眼望去，随着他的脚步，沿途有无数玩家跟着他相同的方向走来，浩浩荡荡，数量不说有千万，也绝对不比他招募出来的那700万大军少。他想不明白，这群玩家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趁机去收点黑暗阵营大军的人头，跟着他来主城大厅干嘛？作为每一座主城的核心建筑，城主大厅办理的业务都和阵营主城有关。根据目前的游戏进度来看，城主大厅解锁的服务好像只有3个，分别对应着发布主城级任务和委托、接受主城级任务和委托以及脱离阵营。前者玩家们压根没有权限，他们只能接受主城级任务和委托，以及在这里脱离原有阵营。想到这里，许然似乎明白玩家们跟来的原因了。任务，没错，他们提前预知到了自己想要发布任务，然后就跟来了。那这样的话，说明这些玩家还蛮聪明的，起码知道在哪里能喝得到更丰厚的汤。一边想着，许然走向了发布任务的 NPC， 简单的寒暄了2句。在这名 NPC 崇拜的目光中，他开始编辑这一次要发布的主城级任务。任务内容就选择防守凛冬城好了。接下来，黑暗阵营有极大的可能派出援军抵达这边，说不定也会对这边发起攻势。当然，最主要的目的是别让这群光明阵营的玩家乱跑。任务奖励，正想着任务奖励应该选择最丰厚的那一档还是一般的奖励时，忽然他的阵营提示频道中炸开了锅。提示：双狼佣兵团全体成员已加入你所创建的永恒阵营。提示：只因你太美佣兵团全体成员已加入你所创建的永恒阵营。提示：咸鱼佣兵团全体。这一刹那，之前上演的一幕竟然又一次出现在了许然的眼前，而且是突如其来的那种，让许然都有些猝不及防。这是什么情况？这些佣兵团的名字好像都有点熟悉。一边想着，许然眼中骤然浮现出恍惚之色，好像就在刚刚在来的路上，他见过这些佣兵团的名字。这些以佣兵团为单位选择全体加入到永恒阵营的玩家，好像正是处于凛冬城中的那一部分光明阵营玩家。这谁又会想得到，他们竟然不是来跟着自己喝汤，想要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领取主城级任务的，而是组团来脱离阵营，争先恐后成为自己麾下一员，然后做一个兢兢业业打工仔的。望着这些突如其来的韭菜，而且是数量如此庞大的韭菜，许然也不由得有些懵了。第197章，感动的泪水。好像事情的走向已经超出了他原本的预期。在抵达凛冬城的那一刻，许然心中也有过这1500万玩家会不会脱离光明阵营的怀抱，加入到自己的麾下这个猜想。但这个念头刚一浮现，就立刻被他抛之脑后。笑话，这1500万玩家可是被黑暗阵营大军给围殴了好久，估计全体都死了后几轮了。如果不是他开启了攻城战模式，要是遵循平时死一次掉一级的规则，那这群玩家都快废了。而随着战斗的开始一直到结束，这1500万玩家中选择脱离阵营跟着许然魂的都没有多少，大概只有几万的样子。再加上就在刚才，光明阵营派出1000万大军开始集合，并且很快就抵达这边的消息传递了过来，所以许然心中已经有了判断，
这群货应该还会继续待在光明阵营里，和黑暗阵营死磕到底。当然了，随着凛东城这边战斗的结束，必然也会有少数玩家加入到自己的麾下，但那毕竟是少数，对于1500万玩家来说，不过是9牛1毛罢了。但许然万万没想到，一切都要结束了，光明阵营的1000万大军要在路上了。这1500万铁骨铮铮的汉子，怎么就选择了脱离阵营这条不归路了？而且数量还接近1000万。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还有破1000万的趋势。说不定这1500万光明阵营的玩家能够留在凛东城中的10不存一，这对于正在发展的永恒阵营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玩家的加入不仅能够让他的阵营规模随之提升和成长，像是招募 NPC 上限、拥有主城上限以及各种兑换物品的品质上限都会随之提升。但他的想法是让这1500万大军先守住这座凛东城，避免直接被黑暗阵营给偷了老家，从而破坏他圈养黑暗阵营给自己挖矿的计划。但属实没有想到，这些玩家们竟然直接成了他麾下的成员，这还让他怎么发布主城级任务？要知道，由于黑暗阵营的封锁，这座主城中负责防守的 NPC 大军数量并不是很多。如果没有玩家们的竭力抵抗，再加上这座主城可怕的防御手段，凛东城恐怕早就记了。所以随着玩家们加入了永恒阵营，一旦他们一股脑的涌向战场，那这里的防守力量必然会空出来。而指望光明阵营那1000万大军能及时抵达这里，许然是一点都不抱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他深知光明阵营那阴损和伪君子的尿性，无论什么情况，他们都墨迹的不行。臃肿冗杂的爵位和军团体系，让其大军的执行力低到了一种可怜的地步。如果不是黑暗阵营常年内斗，消耗了大量的战斗力，恐怕光明阵营是扛不住对方的猛烈攻势的。想到这里，许然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看来自己又要多发布一个任务了。一边想着，他硬着头皮将刚刚编辑到一半的任务给补充完整了。任务奖励直接拉到最高上限，反正是光明阵营买单。一旦玩家们表现良好，获得了丰厚的经验，那他也能抽一部分，相当不错。想到了这里，许然直接发布了主城级的任务。刹那间，任务提示音响撤在了每一名仍处于光明阵营麾下的玩家耳中。提示：永恒阵营之主天选之人代替凛东城向你发布了新的任务，是否接受？提示：永恒阵营之主。在一道道提示音中，那些还在光明阵营的玩家纷纷望向了自己的任务栏。霎时，先前许然编辑好的防守凛东城任务出现在了他们各自的眼前。接受，必须接受。一看到这丰厚的奖励，这些玩家们就纷纷来了兴致。防守，这不是送奖励吗？一时间，不少玩家甚至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原来天选老板来凛东城的原因，不是憋了一肚子坏水想要坑2大阵营一波，而是给自己送福利来了。那必须接受。然而就在光明阵营玩家兴奋之余，那些脱离阵营选择加入到许然麾下的玩家纷纷都愣在了原地。这都是咋回事？自己好像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早知道晚一点脱离阵营了，也不至于这样尴尬。难道说天选老板不想让自己跟着他混？一时间，这些玩家心中浮现出了无数种原因。但就在他们胡思乱想的时候，提示音也在耳畔响了起来，立刻让这1000万玩家眼中浮现出了2抹亮光。任务！果然天选老板不会亏待自己。他们没有任何的废话，连忙朝着任务面板望去。下一刻，任务面板中和光明阵营玩家一样的任务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内容一样，奖励一样，完成的方式也都是一模一样。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奖励的阵营专属积分有点不同，是永恒阵营这一方的。而这一改动，反而让所有玩家全都兴奋地欢呼雀跃了起来。他们感动不已，因为这是阵营委托。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天选老板又额外发布的任务。想到这一点，这些玩家纷纷都攥紧了双拳，那必须给他拿下。不说别的，单凭那永恒阵营的专属积分，也足以成为激励他们的奖励了。这一次，反而轮到没及时脱离阵营的玩家惆怅了。工会令牌的事情，谁不知道？由于阵营专属积分可以通过佣兵团的上缴来交易，所以各大势力都在用高价回收。所以，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永恒阵营的专属积分是目前所有玩家眼中最坚挺、最值钱的硬通货。因此，在这一刻，所有还在光明阵营麾下的玩家全都纷纷脱离了阵营，然后成为了许然的忠实马仔。狂刷永恒阵营专属积分的机会就摆在自己的眼前。如果把握不住，那自己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霎时，
许然发现加入永恒阵营的玩家数量又一次开始疯狂飙升，几乎这座巍峨主城中所有的玩家都加入到了他的麾下。还真是长见识了，许然长叹一口气。反正效果都是一样的，在奖励面前，凛东城应该不会被黑暗阵营给趁机偷了，所以他接下来的计划便可以顺利的实施了。想到这里，他直接一声令下，所有史诗级的 NPC 军团尽数朝着战场进发。第198章，形象又高大了几分。白银要塞，晨曦时分，此时由罗多释放出来的禁咒已然彻底的消失在了空气中，但其带来的影响也还要持续很久。剧毒、腐蚀导致这座要塞的环境已经变得极其恶劣，甚至寻常人都难以接近。而地上所遗留下的痕迹，更是让罗多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怒火。他竟然亲手将自己麾下的一部分军团成员给硬生生的毒死了。此时，除了少数几个拥有 BOSS 模板的统领级 NPC 之外，整个白银要塞中只剩下了一地被剧毒腐蚀后的痕迹。几十万大军没有撑得住这位传奇接强者的禁咒，他们甚至连尸骸都保存不住，在剧毒的侵蚀下，全都化作一滩滩污泥和尘埃，附着在史诗级品质的地砖之上，等待着被风吹散殆尽。而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禁咒遮挡住了视线，罗多压根就没有机会查看要塞外面的情况。他只听到了无数玩家聒噪的大喊大叫，还有疑似黑暗阵营大军的冲锋声，还有他们临死之前的哀嚎声。作为黑暗阵营的老牌传奇接强者，或许两大阵营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经历过恢宏大战，但几乎每时每刻，他们都会在接壤处发生一些摩擦和战斗，规模大概都在几十万左右，而产生的伤亡也远远没有这么惨烈。一般来说，甚至双方的伤亡数字加在一起，可能都不会破万。所以那些厮杀带来的惨叫声并不会太过于激烈和震撼人心。但在这段时间里，罗多仿若经历了一场人间炼狱一般，此起彼伏的惨叫声。要塞里是几十万他麾下小弟齐刷刷发出的哀嚎，要塞外则是数不清黑暗阵营大军被玩家围殴，生命值被磨空之前发出的不甘和惨叫。这种程度简直足以用撼天动地来形容，惨烈。或许以前他经历的战争加在一起，也没有听到过一次性如此多的哀嚎和惨叫。而这也意味着黑暗阵营大军恐怕目前的情况也不太妙，伤亡甚至都不一定比白银要塞里这些被自己毒死的几十万大军少。所以在禁咒刚刚消失的那一刻，他就立刻传递了信号：千万不要来支援白银要塞，一切都是那该死卑鄙肮脏阴损无耻冒险者设计出来的圈套。顺着视线望去，在白银要塞的城下，先前他通过交过路费被许然放出城的那几十万玩家，全都没有像想象中壮烈赴死，反而正一窝蜂地蹲在城墙下面，一脸懵逼地望着远处。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只见有数不清的身影正手持锋锐武器，冷冷地望着这边，连同白银要塞一起都被尽数地围在了一起。这些身影不用猜罗多就知道他们的身份，正是那该死的天选之人麾下的100万军团。不对，还有数量大概在几百万的冒险者。在罗多的眼中，这些可都是该死的狗腿子，但对许然来说，这些可都是他忠诚的兄弟。这几百万玩家可不是后来通过传送阵涌来的3000万玩家，而是在一开始就接受了白银要塞系列任务的那一部分永恒阵营的元老，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他所建立天选佣兵团的成员，忠诚度毋庸置疑。早在不久之前，他们就在佣兵团频道中接到了许然的调度指令，全员配合100万永恒阵营大军，将白银要塞以及城外的那一部分罗多的精锐都给包围起来。一旦成功，作为佣兵团的团长以及永恒阵营的一把手，许然会亲手给他们发放更为丰厚的奖励，但要求也很苛刻，围而不杀，一个都不能放过，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一听这话，这几百万玩家全都来了兴致。还有这种好事？他们在接到指令的一瞬间就立刻有序地组织了起来。在那100万传说和史诗级军团的威慑力之下，他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将敌人尽数包围了起来，就像是赶鸭子一样，直接将这些刚撤离出白银要塞的敌对 NPC 给按在了城墙下面。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些玩家心中无比兴奋。这种谋划，这种魄力，不得不承认，天选老大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有道理的。所以在他们心中，许然的形象甚至又高大了几分。而这一情景落在罗多的眼中可就不一样了。这种伎俩
他在黑暗阵营这么多年也见识过不少，但从开始到现在，他却始终摸不透这个叫天选之人真正的计划是什么。不过有一点他心知肚明，一旦从岭东城撤离的近千万黑暗阵营大军被赶到了这座白银要塞中，那就真的就全完了。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像之前罗多自己的大军一样，被围在这座史诗级的要塞中，求生不能，只能引颈受戮，说不定还要被那该死的永恒阵营之主给勒索一番。一想到这里，他就恨得牙根痒痒。冒险者实在是太卑鄙了，如果有机会，他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干掉这个叫做天选之人的冒险者。但目前来说，大局为重，稍有不慎，留给黑暗阵营剩下大军的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戒。所以在禁咒消失的第一时间，他就向黑暗阵营那不到1000万的大军发出了信号，保全实力，撤离这里。至于这座白银要塞和没有被攻打下来的岭东城，那就交给永恒阵营和光明阵营来决断，让他们狗咬狗去。黑暗阵营已经吃了一次大亏，绝对不能在相同的地方再倒下一次。一边想着，他望向了远处，在消息发出去的一瞬间，遥远的战场那一头就传递过来了讯息，这是他们黑暗阵营高层统帅专属的暗语，其他阵营或者是黑暗阵营的 NPC 甚至都看不懂其中的内容。然而下一刻，看到其中蕴含信息的罗多不由得愣在了原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其中蕴含的信息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其中让他感到难以理解的倒也不是光明阵营1000万大军即将来袭的讯息，而是事到如今，黑暗阵营竟然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第199章蛮荒剧毒树精，这群人是没有脑子吗？罗多看到信息的第一时间，首先涌出的想法是难以置信，紧接着他后背一阵发凉，好像他还是低估了永恒阵营的谋划。就在刚刚，他整理出了战场中传递来的所有信息。第一个是光明阵营已然知晓了这边的巨变，派出了1000万大军誓死包围岭东城和白银要塞这个消息，这很符合光明阵营的一贯做法，说不定他们早就知道了这边发生的一切，为了避免损伤和更有理由的摘桃子，他们便选择了这个时机派出1000万大军驰援战场。目的很简单，既能有效地干掉黑暗阵营的大军，还能避免白银要塞落到永恒阵营的手中，这绝对是最佳方案，没有之一。不过想到许然一系列的谋划，罗多冷汗噌的一下就流了出来。围而不杀，执行这个计划的可并不只是白银要塞这一边，而真正的主战场中，好像他指定的方案也是同样的围而不杀。顺着视线望去，凭借多年的战斗经验，罗多一眼就看出来了自家阵营的大致损失。接近1000万的大军，在数量远超几倍的冒险者攻击下，竟然只损失了大概200万左右。这换作平时，足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但现在却不太对劲。根据双方的战斗力来看，从战争打响到现在，黑暗阵营那近1000万大军伤亡应该在500万左右，但如今却只挂了区200万，这绝对有问题。说不定一切都是有意为之。罗多站在高耸的城墙上，凭借高度优势仔细地观察着战场的局势。很快，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出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好像已经初露端倪。如果将整个战场看成一个圆形区域的话，目前黑暗阵营正和那数千万玩家一起构成了这个圆的2部分，只不过黑暗阵营大军明显规模要小了一些。如果正常来说的话，想要干掉黑暗阵营大军，那数千万玩家只需要慢慢的将两侧围拢起来，如此一来就能直接构成包围之势。看上去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但罗多却发现了一丝诡异的地方，不知道是谁在指挥，中间那一部分的兵力明显要比两侧薄弱得多。如果真的构成包围之势的话，中间那一部分很容易就会被直接冲垮，然后黑暗阵营大军便可以通过豁口直接冲到白银要塞这边。这个时候，双方似乎就已经在悄然间完成了位置的互相交换，那数千万玩家大军必然会成为追赶的那一方，一步一步将黑暗阵营大军像是赶羊一样给赶到白银要塞。不对，如果这样的话，完全可以选择撤离这里。罗多皱着眉头，他望着远处的战场，竭尽脑汁地思索着相关局势。而这也是战场中传递过来的第二个消息，甚至让黑暗阵营大军的士气提升了一大截。但罗多却保持着悲观的态度，他总觉得天选之人那个卑鄙的冒险者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自己离开。虽然这样他就能掌握白银要塞和密银矿脉了，但如果对方的目的真是这个的话，早就可以做到了，绝对不会等到现在。所以说，
永恒阵营这边还有后续的谋划。要知道，那个该死的天选之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忽然间，罗多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他猛地抬起头，眼中更是浮现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好像自己已经知道天选之人具体的谋划了。后方，没错，正是在后方。天选之人现在唯一有可能布局的区域，只有白银要塞的后方。整个白银要塞就像是一颗明珠，镶嵌在高耸山脉的山谷中，恰好在离开这里的必经之路上。而对方一旦谋划，就有很大的可能跑到白银要塞的后面，堵住这条唯一可以撤离这里的路。这可真是个大胆的计划。这个天选之人简直就是个疯子，他怎么能保证自己可以一口气吃掉数百万黑暗阵营的三转大军？但根据先前发生的一切，罗多虽然不信，但心中却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说不定永恒阵营真的有这个实力干出这种疯狂大胆的事情，而且甚至已经谋划好了。想到这里，罗多看了一眼空荡荡的白银要塞，直接召唤出了一头蛮荒剧毒树精坐骑，然后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要塞后方的另一侧掠去。作为传奇接强者，他的坐骑品质绝对不会低于传说级。事实也是如此，这头蛮荒剧毒树精不仅拥有 BOSS 面板，还领悟了一部分剧毒法则，同时也肉得离谱，还拥有极其可怕的控制效果。不得不说，和罗多相当契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飞行能力，但瑕不掩瑜，和其他的树精可不一样。蛮荒树精一族拥有极高的移动速度，他们可以通过无数藤蔓来实现快速移动，等于是将自己举起来跑一样，场面震撼而又让人有些无语。但快就完事了，只是一晃神的功夫，在蛮荒剧毒树精的极高移动速度下，罗多成功抵达了白银要塞的后方城墙边上。在无数藤蔓的托举之下，他如同王一般被送到了城墙之上。这位传奇接强者不仅是军团统领，同时还是黑暗阵营的一名贵族，但现在他可保持不了伯爵的优雅了。刚刚抵达城墙的那一刻，他就丝毫不顾贵族利益，直接爬到了城墙最高处，望向了白银要塞的后方。顺着视线望去，他的心脏不由得咯噔一下，同时冷汗更是噌的一声从背后流淌了下来。只见在白银要塞后方那片狭长而险峻的山谷中，原本荒凉的景象早已不复往日，取而代之的则是密密麻麻的身影。他们职业各异，身上穿戴的装备也各有不同，但即便是粗略一看，也能看得清楚其具体的构成。战士军团数量应该在200万左右，法师军团好像也差不了太多，还有骑士。看到这一幕的罗多心已经跌落到了最低谷。第200章无比荒唐的一幕，同时他人也妈了，100万、200万、300万、500万。顺着视线望去，只见那狭长险峻的山谷中竟然挤满了各个职业的 NPC 军团，只是粗略一算，数量估计就有600-700万的样子。而根据其身上散发出来的可怕威势，以及其站位和对应的职业分工，很轻松的就能得出来一个答案，这是永恒阵营的大军，同时也是对方埋伏在这里的后手。不过这还不是最让人绝望的事情，即便用肉眼看，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他也能大概看清楚那些军团的品质和等级。如果没看错的话，那些战士军团对应的应该是获得职业最高认定的大剑士，在他们面前，即便是3转巅峰强者，恐怕也无法承受其锋锐的剑光。同样的，在这些大剑士后面，那些身穿魔法袍、散发出浓郁审判气息的身影，显然也是获得法系职业最高认定的法师、大魔导师，更不要提后面的牧师和骑士等等了。如果不是自己失心疯或者眼瞎的话，这些应该全都是获得对应职业最高认定的可怕强者，而其品质更是可怕。没猜错的话，应该全部都是史诗级的品质。罗多看到这里，半边身躯都已经麻了。职业最高认定，数百万的军团，谁会想到这两者竟然能够出现在一起？这到底得有多么可怕的底蕴，才能做到这一切的？这倒也不怪他没见识，但即便是黑暗阵营议会长老看到这一幕，恐怕也会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这太荒唐了！刚刚创建的阵营怎么有能力招募出这么可怕的军团呢？要知道，两大阵营积累了无数载岁月的资源和优势，都只能用传说级3转强者作为精锐核心军团，而这区区一个弱小的阵营，竟然已经用上了最高的配置。当然了，凭借底蕴，两大阵营也能招募出类似的大军，甚至数量都足以碾压许然的这数百万。但那样的话，性价比太低了。最主要的还是策略问题。虽然两大阵营摩擦不断，战争不断的打响，如今更是和永恒阵营一起
三大阵营即将打响真正的战争。但根据目前的局势来说，还远远不到动用史诗级强者大军的地步，更不要提这些可都是获得职业最高认定的 NPC 了，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两大阵营可没有万倍奖励，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系。如果能够获得天大的利益，那他们也会付出对应的代价。但像是现在这种规模的战斗，还不值得让他们掀开隐藏在暗中的那一张章底牌。或许很快两大阵营也要被迫招募同样实力的大军了。悠悠一声长叹，罗多心中忽然涌上来了一丝疲倦。战斗到了现在，好像已经出现了太多的变故，太多的波澜。他一开始的自信早就随着麾下军团死的死伤的伤而逐渐跌落到了低谷了。不得不说，现在的他和孤家寡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了，他手里还握着一个空荡荡的白银要塞和秘银矿脉，这是他唯一的筹码了。但显然永恒阵营好像对此没有兴趣，所以他更是费解。这个叫做天选之人的冒险者，他究竟想要什么？利益不要，人头不要，难道真的是为爱发电，心甘情愿的为光明阵营当牛做马？这可太圣母了。根据他对天选之人的了解，这人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所以说，天选之人亦或者是永恒阵营想要的好处绝对远超秘银矿脉和白银要塞。那究竟是什么？正想着，罗多忽然握紧了手中璀璨的弓箭，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谁？他话音未落，来自空间法则的波动气息霎然从空气中浮现而出，紧接着法奥的魔法纹络从城墙下方也随之亮起，勾勒出来一个定向传送魔法阵的轮廓。只是一个晃神的功夫，一座传送魔法阵便出现在了城外，隔着一座城墙，和罗多以及他的蛮荒剧毒树精遥遥相望。这是罗多眼中浮现出了一丝若有所思的神色。对于这座传送阵中即将要出现的身影，他已经提前猜到了一二。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代表永恒阵营的使者。想到这里，罗多心中一阵凄凉。一切又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谈判不应该去找黑暗阵营主力大军吗？现在自己只剩下了一头坐骑，压根就没有任何的资本和永恒阵营谈判。想到这里，罗多已然做好了战斗准备。或许这不是谈判，而是一个要取他性命的信号。不过无论如何，罗多都没有要破坏这个传送魔法阵的打算。他也想看看，接下来永恒阵营也可以说是天选之人，他到底要搞什么？正想着，一个让他意外的身影缓缓从传送阵中浮现。真正的情况似乎和罗多想的有些出入。来的不是使者，而是那个创建永恒阵营，并且一手谋划出这一场惊天大戏的天选之人。看到这里，罗多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自己猜的没有错，接下来到了该谈判的时候了。一边望着承骑着远古幽灵巨龙以极快速度掠向要塞城墙的许然，他一边在心中苦笑。现在他身上没有了任何的筹码，这场谈判或许要失去的东西也不会少到哪里去。不过既然是谈判，那就代表他身上拥有一定的价值。想到这里，他不再言语，而是静静地等候着许然的到来。很快，许然抵达了城墙上方。罗多的诚意十足，并没有让这座要塞的防御工事做出进攻动作，而是任由许然抵达了他的一侧。这是所有玩家都无法想象的一幕，同时也是无比荒唐的一幕。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阵营之主，一个是阵营高层统帅，竟然就这样，两人心平气和地站在同一座城墙之上，然后开始悄悄商讨了起来。若是有玩家站在一侧，必然会目瞪口呆。他们讨论的内容，与其说是一场谈判，倒还不如说是一场交易。而也正是这场交易，让原本就很是懵逼的罗多，此刻更是呆若木鸡。